是怎么回事啊？林云熙记得，飞机在飞行了1个小时之后，便遇到了强大的气流，导致飞机颠簸了一阵，一片混乱中，飞机径直冲向地面。而在这最后的紧要时刻，他立马喊了一声：“科技库救我！”难道是科技库救了我？可是飞机爆炸，上千度的高温下，怎么会有人能活下来？这不科学。科技库正常启动。这科技库竟然还能用！哇，李博士也太牛了吧！研究出来的科技库质量也太好了吧！谁让他跑了？中了我们的毒，今天就是他的死期！林云熙急急忙忙躲到了一棵大树后面，看着一批黑衣人正追着一身上中箭的男子。这不是李博士吗？他怎么在这儿？在玩剧本杀？但是李博士不应该在民异国吗？这里是民异国？你们是谁？为什么追杀我？哼，你就快死了！告诉你也无妨。听好了，我们是金银阁的人，有人出黄金万两来买你的命，受死吧！话音刚落，只见那为首的黑衣人飞若蛟龙，拔出长剑便向男子刺了过去。中箭男子一个闪身，避开了黑衣人的一剑，紧接着飞快地用手中的剑划出各种招式。中毒了还这么厉害，兄弟们放箭！是，得令。中箭男子舞剑挽着剑花，打出各种招式来，的确是挡住了不少的箭，可是还是有一支箭射中了他的右胸膛。真杀人，不是在玩剧本杀。林云熙此时一个闪身，便跳到了中箭男子的身前。你们这么多人打一个人，是不是太无耻了？你是什么人？不想死的让开，一会儿让你死的痛快些。把他留下，饶你们一命，不然今天就送你们去戒严了。你还能撑吗？借你的剑友。拿去。谢了。林云熙说着就一个飞身，拿起那长剑，开始和黑衣人手里开打。开玩笑，我在特工营服役的时候，可是拿了华夏国武术剑法比赛第1名呢。这个渣渣对我来说，还真不算什么对手。林云熙也不恋战，跃到中箭男子的跟前儿。你能跑吗？走。李博士，你这是得罪了什么人？这剑和剑伤上都有毒，不过不用怕，有我在呢，我能救你。李博士，这女人认错人了。再说这么重的伤，腹部的肠子都能肉眼可见，还中了毒。我慕容浩活了25年都没有遇到过，这女人说能救。这俩人就带着满脑子的不解，一直的往前跑，跑着跑着就跑到了一处悬崖边儿。这是什么剧情啊？我堂堂华夏国高智商特种特工，今天要跳崖？难不成我空难没死，反而要因为救人交代在这儿了？不用跑了，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帅哥，抱紧我，保你不死，要用全身力气抱紧了。我看你们怎么跑，飞下去吗？啊！既然你们不给我们活路，你们也别想活。刚刚的烟雾弹只是开胃菜，现在我就送你们戒严了去。然后便听到爆炸声响起，瞬间就炸飞了10几个杀手和马匹。就在这个时候，林云熙用高科技登山悬索绳将自己和那中箭男子用悬索绳皮带绑在了一块儿，然后悬索绳的一端紧紧地扣在一个石壁上，两人就像是蹦极一样急速地往下坠落。还能坚持吗？那我们找找看，有没有地方落脚？我得先为你处理伤口和解毒。随后便扶着这男人开始寻找能够落脚的地方。有人吗？有人吗？他们就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见没有人回答，林云熙扶着慕容浩来到了主屋。你的伤和毒不能再等了，马上要进行手术。林云熙话音落下，就用意念从科技库中拿出了外科手术用的所有的医疗器械和药品。等到所有的手术器械和药品都准备好之后，林云熙就直接伸手打算为男子脱去外衣。你干什么？我要为你做手术，但前提是你得先把外衣给脱了，要不然会有细菌的。我慕容浩活了25年，从来没有碰过女人，就算是受伤也是男医官为我医治。这女人竟然脱我衣衫，这……别再拖时间了，你的伤不是太严重，但伤口上有毒，先处理腹部的伤口。大约过了1炷香的时间之后，我现在按着这腹部位置，还疼吗？你用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一点都不疼了？麻醉药啊！林云熙有些愣怔，他看了看这和李博士一模一样的脸。你不知道麻醉药？不知。李博士啊，你确定你不知道麻醉药？李博士，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认错人了？怎么可能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或者你是李博士的双胞胎兄弟？可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也没听他说自己有兄弟啊。我有兄弟姐妹，但是没有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不是所有人都应该知道麻醉药这个东西吗？此时，林云熙突然就想到，刚刚碰到的人都是古代人的服饰和头饰，他再也无法淡定了。帅哥，我问你啊，这是什么朝代？什么国家？或者这是公元几年？这女人哪里来的？这问题，这里是东胜国，你说的公元几年我不知，现在是胜利元年203年。东胜国，我可是12岁上大学，16岁上研究生少年班，18岁毕业，入职国家最好的公立医院，同年入高级救援特工队的精英青年，对历史可是了如指掌的。这东胜国是什么玩意儿？难道穿越到了夹心层空间的历史了？这不科学啊！还有，穿越不都是借尸还魂，穿到某丞相之女、太傅之女身上的吗？林云熙想到这儿，赶紧慌乱地避开了慕容浩的视线。他从科技库中拿出了化妆镜，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自己。脸还是之前的，还能这样穿越？而且穿越这事儿不是小说里才有的吗？竟然发生在我身上！如果能回去，一定要去买张彩票。脸和李博士一模一样，难道他也是穿越来的？哎，帅哥，你有没有听过这首诗？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诗是你写的？好诗，把月亮描写得如此意境，还把思乡之情刻画出了孤寂凄凉之感。大哥，静夜思这么大名鼎鼎的诗没有听过？没有。好吧，他还真是这个年代的人。本以为可以和他一起研究怎么一起回家，算了，放弃吧，还是自己找回家的路吧。算了，先不说这个了，我先为你做手术吧，再拖下去你就没命了。林云熙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只好先戴上了手术手套，检查了一番，发现慕容浩的内脏没有问题之后，他拿起碘伏全面消毒伤口，随后便开始了缝合。我打过大大小小无数的仗，看过无数伤患士兵死在了这样的外伤下无法救治，如果能有这样的大夫，也不会死那么多人了。大约过了半个时辰，腹部呢暂时没有问题了，这几天要好好休养，不能乱动，拉扯到伤口就不好了。现在要为你拔剑，伤口都处理好了，你先躺下，我呢去准备一些抗生素给你，不然你今晚应该会发烧的。抗生素就是防止伤口发炎的药，总之呢是好药。哦，林云熙从科技库里拿出了配了抗生素的吊瓶，又开始给他吊针。这是什么？说了你也不懂，放心，我不会害你的，好好躺着，这可都是为了救你。这些药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了。哎，说好了，你的枕巾可不能少给我，这药在你们这儿应该是没有的。放心，那就好，你先休息一下，我先去研究一下你的毒，一会儿给你解毒。你放心睡，那些坏人都被我炸死了，现在没有那么快能找来的，找来也不怕。此刻虚弱的慕容浩听到这话，很快便睡着了。林云熙也用意念把之前放进仪器的血液样本拿了出来。七日散，这帅哥究竟是什么人？竟然有人用如此高昂的毒药来毒害他，看来绝不是什么等闲之辈。不过还好我的研究生专业可是生物病毒学，这些对我来说真不是什么难题。你醒了，来喝点水，把解药服下。你的毒是七日散，我研究出了解毒的药了，也不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人，对方竟然舍得花那么大价钱杀你。7日散啊，这毒若是7日内不解，你就去禁阳了。你能解？当然，不过呢，这枕巾你要记得加上啊。说能给我解毒，枕巾不会少了你的。嘿嘿，有你这话我可就放心了。那这儿呢是3颗解毒丸，1天1粒，3天后解毒。这杯子哪儿来的？我的，放心吧，我是大夫，而且还是有良心的大夫，不会给你下毒的啦。你都用这样的杯子？你没见过这样的杯子？完了，我又忘了这是古代。哎呀，还没有不锈钢这样的东西啊！不知道他们现在用的是什么杯具？陶杯、瓷杯、玻璃杯？啊，算了啊！等处理了这病人，我要出去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文明时代？没有见过，这是什么材质？这说起来呢有点复杂，等你好起来我再告诉你如何。林云熙可不想告诉别人自己是来自未来的人，等把这病人医治好之后，赶紧拍屁股走人。你还累不累？累就再睡一会儿，这样呢有利于伤口快速愈合。今天晚上你很有可能会发热，现在多休息一下是好的。好。林云熙开始到厨房做吃的了。这男人腹部刚刚做了手术，今天只能吃流食，给他做点粥吧。我呢当然要吃点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了。不错，干活啦。今天是有点累了，就先这样吧，等明天处理好了所有事情，再给自己来个大餐。小啦，肚子饿了？我刚刚做好饭。又是刚刚杯子的那种材质，不知道这是什么材料做成的，发出金属的光泽，饶是我这个在皇宫里长大的皇子也没有见过。还有前面的2道菜，也不知道是什么食材，看上去很美味的样子。这女人的秘密不是一般的多呀。
今天呀，你腹部刚刚做了小手术，只能吃流食，明天好点了才能吃其他的。这女人知不知道我8指男儿，就吃一碗粥能饱？还饿吗？你说呢？哦，还想吃啊？这男人生气的模样真像个小孩。哎呀，算了算了，不就吃个饭吗？不逗他了。刚刚呢是逗你玩的，你想吃就吃呗，也不是什么大手术，不会要了你的命的。啊，你不吃啊？哦，那好吧，那我自己吃啊。哦，你真不吃啊？那我可就要吃完了，吃完了可就不煮了。慕容浩看着这些没有见过的菜肴，再加上他自己本来就饿得慌，还是乖乖的把头扭了过来，等林云熙投喂。这是什么？番茄炒蛋啊，没吃过？没有啊？你们这里没有鸡蛋？有，不过鸡蛋配的这个红色的是什么食材？而且鸡蛋怎么煮的那么好吃？番茄啊！你们这儿没有番茄？没有。炒鸡蛋不会炒鸡蛋？什么叫炒？发达了，你们这里没有炒菜啊？没有，我们只有烤和煮，没有其他方法。啊，这炒嘛，说起来也不难，等你好了我教你啊。这可是赚钱的好方法，等把你治好了，我发家致富去，可不能让你学去。尝了番茄炒蛋，林云熙又给慕容浩夹了香辣土豆丝，这才刚放到嘴里，一股火辣辣的热流就在口中流淌。水！哎，来，先喝口水。你小心点，别那么大阵仗，万一伤口崩开了呢？按理说你现在刚做了小手术，不应该吃辣的。不过看在你如此好奇的份上，给你尝尝鲜嘛。这又是什么？这个叫香辣土豆丝，土豆是一种粮食，也可以做菜。和它一起炒的是辣椒。这个辣椒刚开始你可能吃不太习惯，但是啊，要是吃习惯之后，就会很过瘾，少一天不吃都感觉没有力气。再来一块。林云熙看他很好奇的表情，又喂了他一筷子香辣土豆丝。这次他有了心理准备，能够很好的感受食物的味道，确实是像这女人所说的，吃上一口就很过瘾，想要一直吃。哎，你少吃点这个辣的，多吃点番茄炒蛋，多吃蛋白啊，对你的伤口复原有好处。慕容浩这顿饭是越吃越香，足足吃了2碗饭之后，还想要第3碗的时候，林云熙无语的看着他。刚刚做过小手术，还是少吃一点好。我洗碗去了，你先休息休息。哦，大哥，我刚刚远远看这屋厨房烟囱冒烟，肯定有人在做饭，要不我们去看看能不能抢到吃的？去看看。哎呦，这深山的崖底竟然藏着恩爱的小两口。帅哥，我来应付，你不要动，保护好伤口。哟，男的还是受伤的，这小娘子这身心，来陪大爷们玩玩。你们打扰到我了，不想死赶紧走。呀，口气不小啊，有本事来陪爷玩玩。小娘子，和我回去做山寨夫人如何？我放你夫君一条生路。也不撒泡尿照着镜子，看看自己什么样子，配得上我？娘的，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就叫你从了我。林云熙一边说着话，早就用意念在科技库里面配好了不会致死剂量的麻醉飞镖。你们确定不走？要知道，破坏本姑娘的好心情，本姑娘可是会很生气的。老大，不要和这娘们废话，你想带她回去做山寨夫人，我们为你绑了她。好，她一个女人，我们一起上，记得不要伤到她。是。说完，山匪同时冲向了林云熙。姑娘，小心！他从口袋里拿出了麻醉飞镖。你放冷箭！有说不能放冷箭吗？蠢货！林云熙拿出绳子，五花大绑把这6个大汉绑在了一块儿，然后拍了拍手，就来到慕容浩的跟前。他们没死？没死，他们呢应该就是山匪，喜欢抢劫。等醒来先审问审问他们，再决定他们的生死，如何？你决定。等林云熙忙完厨房里的活出来的时候，几个山匪醒了过来。大侠，女侠饶命啊！我们就是山匪，我兄弟看到这边有人生火做饭，就和兄弟们往这边查看，不想在这里见到大侠俩。刚刚多有得罪，冒犯了女侠，女侠饶命啊！我们不敢了，我们没有杀人放火，就是想抢点吃的而已啊，也没抢过女人，就是看女侠貌美，想让你当我的压寨夫人，好好伺候你。如今知道女侠有夫君，小的不敢了，小的知错了，没有下次了。哎，不是我说啊，你们长那么壮还需要抢劫啊？不会找吃的？回女侠的话，我和兄弟们都找了几天吃的了，打了一些野兔，但是我寨里的300多号兄弟不够分啊。300多号兄弟，这什么人呢？竟然还有那么多兄弟！你还有那么多兄弟，你是什么人？我是这青山寨的大当家，我们在这占了3座山，投靠我的兄弟有300多人。近年来各地饥荒，我们也不懂得如何营生，只能靠打猎为生。但是现在猎也不好打呀，兄弟们都饿着肚子呢。你们占了3座山，还不知道如何赚钱？你的脑子是水做的吗？
水做的呢，有点意思。是啊，山上都是树木，不知道如何赚钱。如果要是我占着3座山，不说大富大贵，赚钱赚到手软还是可以的吧？要是在现代能拥有3座大山的人，那可是地主级别啊！这些人也太蠢了吧！女侠的意思是？意思是说呢，你蠢。这大当家呀，当得憋屈，怎么会有人投靠你呢？女侠说的是，不过我够义气，有吃的都和大家分着吃。弟兄们有难处，我也都会为他们解决。给口吃的就算老大了，你给你的弟兄们娶媳妇了吗？说的倒是挺好听。这娶媳妇儿真是难，男人都吃不饱了，如何娶媳妇儿？说你笨，你还不信？如果我是当家的，保你们2年内娶上媳妇儿。此话当真？女侠真有办法为我300多号兄弟娶媳妇儿？大哥，你可是占了3座大山，地主啊！你真是脑子进水了，和你说话也太费劲了吧？那么好的资源在你手里，却当个垃圾。如果在我手里，我能日进斗金。这女人大言不惭吧？发家致富她应该可以做到，这一身医术到哪里都能赚真金。但这2年内为300多号人娶媳妇儿，这牛是不是吹得有点过了？要知道现在很多平民百姓都娶不上媳妇儿。不过看她振振有词的样子，还是挺可爱的。你叫什么名字？王大山。人如其名，和你真配。你可想吃饱饭，可想娶媳妇儿，好好过日子，可想吃香的喝辣的。我和我的兄弟做梦都想，可惜不会。那我和你合作，你可愿意？女侠真能带大家发家致富？我像是骗人吗？和你说话可真累，我要休息一下，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想的怎么样了？合作吗？如果合作，可给你们松绑一起谈谈；如果要是不合作，把你们扔出去自生自灭，别再扰了本姑娘的清静。女侠给我们松绑吧，我们可以谈谈。黎云熙拿出小刀，一下就给这6人松绑了。女侠，我是青龙寨的寨主，弟兄们一直追随我，一直没有好日子过，我一直也过意不去。现在女侠说能带领我们兄弟们过上好日子，今天我当着5个兄弟的面，把寨主大当家职位让出，希望女侠带我们青龙寨的兄弟们过上好日子。没想到这山匪手上还有这样的东西啊！这是何物？回大当家，这是我们青山寨寨主才有的信物，这是上一任寨主临死前交给我的。今日我将信物献给大当家，我主动退位，让你成为我们青山寨的寨主，请大当家不要推辞。我就想利用一下这人，现在竟然把大当家给了我，这是不是太好骗了？不过仔细想想，他们连饭都吃不饱，还带那么多人，这压力还真不小啊。要不这大当家你来当？人家是给你的，你说给人家娶媳妇儿的，你当之无愧。我有我的人，忙不过来。好吧，这大当家我当了，不过呢，你们要听我差遣，我会带你们过上好日子的。拜见大当家，我们誓死为大当家效力。不用死，没有那么严重，就是发家致富，带大家过好日子。你们都起来吧，在我这里不用行礼，大家都是兄弟。好，听大当家的。王大山，山寨里有没有桌子、凳子和床？回大当家，桌子和凳子有，床就没有了。我们很多兄弟都在地下睡草席呢。王大山，你确定你是山寨寨主，而不是丐帮帮主？你兄弟还睡草席啊？回大当家的话，我们现在都吃不饱了，哪有银钱买床？很多弟兄是从附近的镇上过来投靠我的。这满山的大树，现成的木材，你们自己不会做？回大当家，我们真不会。睡草席也方便，大夏天的也凉快。这山寨就是一个乞丐收容所呢，任务任重而道远呢。好了，你先去寨子里拿1张桌子和2张凳子。我这儿啊没有桌子，在屋里吃饭。还有，你们有手推车吗？回大当家，这些都有，我马上派人回去带过来。哦，对了，你们相互之间远距离是如何联系的？比如信号弹或者什么声音之类的，我也好和你们联系啊。大当家试试这个。这口哨不错啊，你们自己做的？啊，是老寨主教我们做的，可惜他不在了，不然我们寨也不会变得如此落寞。行吧，你们回去拿东西吧。王大山，你留2个人在我院子里帮忙看我的病人，我要出去找找食物，有急事儿吹口哨联系。好的，大当家，我和你去找吃的吧，留2个兄弟在院子里，其余人回寨里拿大当家要的东西，如何？可以，你是2当家，小事情你做主。现在你没有发热，我呢出去找吃的，你就好好睡一下，有2个兄弟看着你呢，我马上就回来。慕容浩看着这满头大汗的女人，还真是为难她了。救了自己，还能那么细心的照顾她，他心中掠过一丝感动。去吧，自己小心。大当家真关心自己的夫君，就走一会儿也要交代那么仔细。大当家的夫君真有福。乱说什么呀？我是大夫，他是我病人，不知道的事情不要乱说，听到了吗？好的，大当家，你说啥就是啥，手下听你的。不是夫妻还你侬我侬的，还一个屋一张床睡觉，大当家这是骗谁呢？我王大山可不
不傻。他用意念在科技库里开启了红外线扫描仪，有了这红外线扫描仪的帮助，林云熙马上就找到了一窝兔子。大当家，你这猎兔的方法太神奇了，一窝20只的兔子都被你给断了，嘿嘿，不愧是大当家。我答应过你们，让你们都能吃上饭，放心吧，这才刚开始。啊，我相信大当家。走吧，别墨迹了，还要找更多的食物才行。前方有大型危险性生物，请注意避开。王大山，你不是说这山找不到吃的吗？这么多野猪你都找不到？大当家，这林那么大那么深，我们确实找了很多天也没找到。大当家这样一路走来就找到了，确实很奇怪。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应该是运气好，加上红外线扫描仪的功劳吧。废话不多说，先猎个10几头再说。算了，我们先猎10几头吧。今天呢，先解决大伙的吃肉问题。大当家要怎么做？没有剑，不过我有刀，我上。你傻呀？你是上百头野猪的对手？一边待着去，我来就行，别出声。林云熙避开王大山的视线，从科技库里用意念配置出了麻醉剂。来，把这些苹果都一分为4，然后扔到我们前面的灌木前，把10几头引过来就行了。过来了，我动手。是大当家。不一会儿，放在灌木前的苹果便引来了10多头野猪。林云熙小心翼翼地观察着那猪群，发现猪群没有注意到这边，这是最好的时机了。10多支麻醉针准确地射入那些野猪的脖梗处，不到几分钟，10多只野猪就纷纷倒下了。快，悄悄地把他们拖出来，不能让野猪群那边发现了。好，快联系弟兄们，拿推车过来拉野猪回去。王大山笑呵呵地吹响了自己的小口哨。不一会儿的功夫，5个人高马大的兄弟拉着5辆拖车来到他们俩面前。那些兄弟看着地上的一堆野猪，下巴都快要惊掉了。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野猪抬上车，先拉到我院子里吧。我和王大山回去再分配，咱们还得再去找一些蔬菜之类的食物。吩咐好了这边，林云熙又带着王大山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他们一路捡野菜、采蘑菇，不一会儿功夫，2个人的麻袋都装得满满当当。要不咱们再叫几个兄弟带推车过来吧，这有点太重了。大当家，我来吧，这辆麻袋我还是可以扛的。哇，果然是大力士，这么重都能扛得动。嘿嘿，大当家，我虽然没有大当家会找吃的，可我力气可大了，以后这些重活就找我吧。好啊，不过呀，咱以后有车还是用车，自己省点力气啊。听大当家的。好，咱往回走吧，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应该够吃了。好嘞。2人今儿找到了不少的吃食，开心地聊着往回走。在路上，林云熙看到前面有一只野鸡在跑，他一支麻醉针飞过去，野鸡扑腾2下便不动了。这鸡就给我的病人吧，他刚刚做完手术，给他好好补补。大当家的夫君真幸福，有你这夫人那么关心他。都说不是了，是我的病人。好，是大当家的病人。王大山，你和大当家去打劫了？什么打劫？别乱说，这些都是大当家猎到的。哎，你们不知啊，大当家有多厉害。这一高兴，王大山就把刚刚怎么和这个神一样的大当家怎么找食物的过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我们大当家真是仙女下凡，我们找了几个月的食物，大当家不到半个时辰就能找到啊。这女人说能带大家吃上饭，还真就做到了。在这短短不到半天的时间内，就是之前在皇家猎场比赛时，也没人能猎杀到那么多，真是有本事的。好了，都别夸我了。现在呢，咱们就开始分配食物吧。我这儿呢留1头野猪，5只兔子，蔬菜我要半包。这只野鸡呢，我要留给我的病人，其他的你们就都拿拖车拖回寨里分着吃吧。我也不太知道兄弟们的食量，如果今日能吃完，就全吃了；如果吃不完呢，就留几头养着。我这还有病人，今日就先不去寨里见其他兄弟了。王大山，今日呢，你就回寨里安排好。大当家，你才分自己1头猪，太少了。我们就2个人，这种天气吃不完会坏掉的。现在啊，咱们知道哪里有吃的了，以后也就不怕了。你明天呢，多带几个人过来，我带你们去赚钱。好，听大当家的，感谢大当家，你的大恩大德，我们没齿难忘。哎呀，不用跪，不用跪，快走吧，寨里的兄弟们都还饿着肚子呢。好，不打扰大当家和当家夫君了，不过还是要谢谢。不一会儿的功夫，一盘盘热气腾腾的菜就做好了。辛苦了啊，没事，是我自己想吃好吃的，顺便就带着你了。哦，对了，你刚刚做完手术，要多吃鸡肉和鸡汤，对伤口恢复有好处。你自己可以吃吗？不行的话，我喂你。慕容浩试着把手抬了抬，结果这一不小心就拉扯到了胸前的伤口，一时间疼得冷汗都冒了出来。还是我来吧，你想吃什么呢？就告诉我，我来喂你。多谢。等慕容浩吃完，林云熙抽了一张早就放在一边的抽纸，给他擦了擦嘴巴。白如玉，柔如丝，这女人竟然用如此上好的纸擦嘴，还用完就扔在一旁的垃圾桶里。这样的纸在东胜国甚至在其他4国都是没有看到过的。她到底是哪里人？
林云熙可不知道他的想法，他大口地吃着饭，这温暖而又美味的饭菜，此时能够让他忘记穿越过来的不适。这女人吃饭的样子哪里有女人小家碧玉的样子？人家都是一粒一粒的吃，她一下就2碗饭下肚，面前的菜全都一扫而光了。不过还挺可爱的。吃完饭，林云熙也不墨迹，3下5除2就把桌子和厨房都给收拾好了。回到主屋，林云熙可是热惨了，看了看慕容浩，哎呀，这也太热了吧！帅哥，你穿长袖不热吗？还好，可以接受。好吧好吧，你赢了，我都快热死了。哦，还有啊，我们都相处1天了，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先介绍自己啊，我呢叫林云熙，请问你尊姓大名？慕容浩看着他，什么都没有说。这男人不是皇亲贵胄，就是江湖恶霸。算了，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应该不会那么危险。算了，成年人都有秘密，要不就叫你帅哥吧。你叫了我1天帅哥了，这帅是什么意思？帅嘛，就是英俊潇洒，面如冠玉，相貌堂堂。说人话呢，就是长得很好看的意思。哦，可以，就叫帅哥吧。好吧，还真是会顺杆往上爬。不过他那张和李博士一模一样的脸，确实是很帅。李博士在现代可招桃花了，美女一个个都往上冲，却也不见得喜欢谁。好吧，就叫你帅哥吧。我去沐浴去了，热死人了。现在才发现，空调才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没过多久，只见她穿着一个水蓝色真丝睡裙，犹如出水芙蓉，修长如玉的4肢全都露在裙子外头。慕容浩看着她，目瞪口呆，一瞬间变红了脸，然后赶紧把头转了过去。对不住啊，这太热了，我忙了1天，需要凉快凉快。我也没有你们这里的服装，你不看就行了。我去院子里擦头，你先睡吧。林云熙颇为无奈的走到院子里的石桌旁坐了下来。李博士，你和我说说，我为什么没有死？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我还能不能回家？你能不能帮帮我？我想家了，也想奶奶和弟弟了。我知道你应该是无法回答我的问题，但是能不能帮帮我？你说过的，我有任何困难你都能帮我的，答应我，送我回家好吗？慕容浩此时其实并没有睡着，多年的习武练就了他过人的耳力。林云熙的自言自语，他全都听到了，也听到了他轻微的哽咽声。原来在他强大的外表下，也有一颗脆弱的心。慕容浩今儿也很累，他就这么想着想着，渐渐就睡了过去。收拾好了一切的林云熙也累了，睡之前还不忘摸了一下慕容浩的额头，果然慕容浩发烧了。他今天才吃了解毒药，不能用退烧药，只能物理降温了。只能是无奈放弃睡觉的想法。林云熙去厨房端来一盆温水，此时慕容浩全身出汗，衣服全都被打湿。看来你这身衣服是穿不了了，要换掉了。林云熙从科技库里拿出之前备好的病号符，遇到我真是你的幸运。给你退烧吧。他拿出银针，在慕容浩头部扎了几针。我可不想帮你换衣物和物理降温的时候你醒过来。说完，林云熙把慕容浩扶起来，背靠着床沿儿，脱去他身上的中衣。当看到慕容浩背上和身上无数大大小小的刀疤之后，他心中一震，这男人到底经历了什么？这么多伤疤，有些看起来还是很多年前留下的。也是一个可怜人，这一身伤不痛吗？应该活得很累吧。全身都擦了一遍，林云熙帮慕容浩把衣服都换好。这么折腾了1天下来，林云熙真是累惨了，没有来得及多收拾什么，沾着枕头立马就睡着了。怎么样，慕容浩死了吗？我们派出的杀手这次全都被反杀了，现在不清楚是什么人干的。还真是可笑，你们金银阁还有失手的时候。放心，根据属下来报，慕容浩中了我们7日散的毒，他再有能耐也不可能解毒，此毒没有解药，7日内便会毒发身亡。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然你们那1万两黄金也不会到手。我们现在在大范围的搜寻慕容浩，这几日应该会有结果给你。蓝景一看了看面具男子，似乎有话要说。还有事？为什么一定要杀慕容浩？他可是东胜国赫赫有名的战神八皇子，你是谁？你和他何时结的缘？这不是你能问的，做好你该做的事。他可不想让这些人知道，就在2个月前的东胜国边境和西域国对战的那一仗，慕容浩以7万大军，用暗度陈仓的方法打败了他18万大军。在和慕容浩单挑的时候，慕容浩竟然断了他左手的小拇指，他再想争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也会失去之前的自信了。我倒是要看看慕容浩这次是怎么死的。此时东胜国的皇宫，皇帝慕容渊听人来报说，八皇子慕容浩从军营回城的途中遭遇了伏杀，至今都是下落不明。皇帝看着跪在殿前慕容浩的1等贴身暗卫天一，问道：当时是什么情况？回禀皇上，
当时八殿下带着我们4位天字号暗卫打马往城中赶，路上出现了大约40名黑衣人，黑衣人手里猛地向前撒出一包药粉，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八殿下一时没有注意，吸入了药粉。我们几个一直护着八殿下，但是他们人太多，慌乱中我们就和八殿下走散了。那你们找了吗？回皇上，我们跳出敌军的包围圈后，到处找了八殿下，找了1天1夜都没有找到。你们是朕给八皇子最好的暗卫了，你们都解决不了那些黑衣人，对方什么人？对方身手都很高，武功招式很特别，目前我们也不清楚是哪方的人手。给朕查，掘地3尺，要找到浩儿的下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朕多派点人手给你们去找，找到一定要带回浩儿。还有八殿下失踪的事情要严格保密，如若有半点消息暴露，你们提头来见。是，臣马上去办。天一给皇帝行了礼之后就退下了。希望这次老八能化险为夷啊。梁嬷嬷，前日浩儿说今日来给本宫请安的，今日那么晚了，怎么还没有来呀？回娘娘的话，是不是八殿下今日有事忙，耽搁了吧？浩儿说过的话，从来没有食言过，会不会是出什么事了？昨日本宫整日都心神不宁的。娘娘，您是多虑了。八殿下英明神武，从小就聪慧过人，还有很多暗卫保护着，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兴许是有事情耽搁了。不是本宫多想，浩儿自从进入军营后，常年驻守在边境，成天就打仗，不能常伴本宫身边。叫他回京待在京中，他说什么都不肯，哪里像个皇子啊？难得这次回京，就想多看看他，还想为他定一门亲事。他也不小了，该有个能知他冷暖之人陪伴在他身边，本宫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娘娘，看您说的，京中不知多少女子喜欢我们八殿下呢。娘娘不要着急，等殿下回来了，您可以好好给他把亲事给办了。他前日明明和本宫说好的，今日来请安，不行，本宫要去问问他父皇，看看浩儿在忙什么。臣妾拜见皇上。爱妃不必多礼。给朕带来了午膳，来一起用膳吧。荣贵妃和皇帝一起用了午膳过后，皇上，前日浩儿和臣妾说今日来给臣妾请安的，但他今日没有来，皇上可知浩儿有何事要忙的吗？昨日朕有急事，派他出城去办了，他应该忘记你们之前的约定了吧？他回来了，朕便叫他给你请安去。多谢皇上，知道皇上要忙国事，臣妾先行告退了。走出养清殿，荣贵妃就看出了端倪。如果皇帝派浩儿去办事，浩儿一定会派人提前通知我，不能请安了。这次应该是出什么事了。千城，出来，给我去查八殿下的下落，不能让任何人知晓，有消息第一时间来报。是。次日清晨，阳光明媚，这一觉醒来，慕容浩感觉一身轻松，昨日伤口的剧痛也是减缓了不少。微微转头，看到床内侧的林云熙。东胜国不知多少女子都想爬我的床，今天这女人算是成功了。想到这儿，慕容浩的唇角微微上扬，他心情莫名的舒畅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林云熙睁开了双眼。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你不要误会啊，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不是什么爬床。放心，我不会对病人爬床的，我只是没有地方睡，昨晚暂时睡在你旁边了。而且昨晚你还发热了，我是在照顾你。不过当他抬手看到自己一身奇特的衣服时，开始不淡定了。昨晚你对我做了什么？我昨晚帮你屋里降温和换衣服了。慕容浩此时看到自己身下的裤子也被换了，他脸色阴沉下来。还说不是爬床，全身都被他看光了。什么是物理降温？就是用温水在你身上擦了一遍，全身擦了一遍，我怎么没有醒？小呀，我可是大夫，我要叫病人不醒过来，还不是小意思的事儿啊！你应该是发热后意识模糊了。你我可是救你，放心，我可没有那么不要脸。如果要爬床，也得在你意识清醒的时候才爽，不是吗？不知廉耻。好了，就是帮忙换个衣服而已，放心吧，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我还是女人呢，要吃亏的也应该是我啊，不是吗？慕容浩看着林云熙，这女人不说话还好，一说话能把她气得半死。饿了吧？我去做早餐。把早餐端到俩人的房间，就看到慕容浩还在研究自己身上的衣服呢。林云熙好笑地说道：来，不生气了，吃早餐了。哎呀，这病人还是要好好照顾的，谁叫我是个尊敬病人的好大夫呢？慕容浩看他端来的早餐都是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慕容浩的眼眸瞬间亮起来，看来是个吃货，一下子就不生气了。这些是黑色的是芝麻糊，白色的是肉包，快来尝尝。林云熙给慕容浩喂了一口肉包子，又拿着勺子喂了他一口芝麻糊。果然美味，这女人竟然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美食。喂完慕容浩之后，他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林云熙刚吃好了早餐，换上一身长裤长袖的时候，王大山就带着几个兄弟过来了。大当家早啊，我今日又带了几个兄弟过来了。大当家可不知道，昨日我们带着吃食回到山寨里，大伙儿可高兴了，都说要见见大当家呢。我最近还有病人要照顾，你回去呢告诉大家，
等我病人好了，我就会去看他们的。说完，他又走到慕容浩的床前，拿出准备好的吊针，认真的叮嘱：今天再打1针消炎针，应该就不容易发热了。我今日还要出去一趟，你还是要好好歇息，保护好伤口。中午我回来给你上药和胃解毒丹。这慕容浩看林云熙如此关心自己，他心里暖暖的。这些野猪、兔子、野鸡不能全部都杀了，要留下一半来养着，以后就不需要每天打猎了。我就要2只野鸡就行了，其他的你们都带回去给寨里吃了吧。大当家，这些都是你猎杀的，怎么才有2只啊？我们就2个人，野鸡呢也是给我的病人吃的，昨日那1头猪还没有吃完呢。对了，这附近有没有村镇？王大山，我要交给你一个任务。大当家，有的，离这里不远处有一个风京镇，这镇靠近国都上京城，还很热闹呢。大当家有什么吩咐？我想叫你杀1到2头野猪到镇上卖了，获得的银钱呢，你去买点粮食回来。我也不知道寨上有没有粮食，我这里确实是没有多少了。还有，我和我的病人要换2身衣服，你先看着帮我们买2身，不用太好的，能穿就可以了。大当家，杀猪卖肉买粮食我还可以，这买衣服我哪里知道大当家喜欢什么样子的？我还没媳妇，不知道姑娘家的喜好呢。你就问掌柜最近流行什么颜色什么样式就行，不需要多好看的。我现在有病人，不能离开他太久，你就随便买回来啊，不好看也不怪罪你。行，有大当家这话就行，我们马上去办，晌午应该可以办好。那你们快去忙吧。这女人作为大夫真是尽心尽职，半点不马虎，时刻都为我着想。大当家，我们回来了！好消息，我们杀了2头野猪，到镇上一下子就卖完了。好像镇上的很多百姓都喜欢吃野猪肉呢。我们一共卖了15两银子，买了一些大米，还有你要的衣服，最后还剩下大约5两银子，都在这里了。王大山办事不错呀，够利索。这5两银子你先拿去吧，看看寨里缺什么就买什么。如果没有什么买的，那就先存起来。以后啊，这寨里的银钱你就先代管。我现在呢要忙一些其他事情，后面再和你算。你会记账吧？大当家放心，这记账很简单，包在我身上，不会弄乱的。现在银钱不多，就先简单的记就好。后期多了，我再教你借贷记账法。现在4国的记账方法不都是4柱账法吗？他说的借贷记账法又是什么？你的借贷记账法是什么方法？能否传授一二？这方法比较适合大型的商业活动，现在没多少银钱的情况下用不着啊。后期我整理一下写下来教给大家。现在呢，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挣银子，银子多了那个方法才有用啊。大当家说的是，现在就是先挣银子。那什么借贷记账法以后再学也不迟。林云熙赞同的点了点头，看了看王大山给他带来的衣服。大热天还穿3层的衣服，这不会热死吗？现在还不得有个35度啊？难道是我夏天太贪凉了，天天吹空调，结果导致底子变差了？王大山，你现在觉得热吗？热，这大夏天最难熬了，动一下就出汗。大当家是不是太热了？那你们穿3层衣裳不觉得难受吗？没办法，都这样穿。不过大当家你不说，我都没发现你这2天穿的衣服都和我们这儿不一样，是哪里的服装啊？这说了你也不懂哦。那我问问你啊，你们夏天可有什么降温的方法？当然有了，可以用扇扇子。男人们太热了，可以下河浮水。达官贵人们可以逛逛高档茶馆酒楼，那里有冰块啊。说的我都想下河了。不知你们这冰块是哪来的？当然是冬天存在冰窖里，夏天拿出来用。也只有达官贵人们才能享用了，我们这些老百姓可是用不起冰的。我知道了，我们制冰怎么样？卖冰应该比卖猪肉来钱快吧？制冰，大当家，你说的是真的。我虽然是乡野村夫，但是我也是混过江湖的。我知道自古以来的冰都是保存下来的，没有人能制出来吧？这女人怎么敢想？在东胜国，冰块可是皇室和贵族们才会享受的待遇，且每年的数量极少，都是在最热的3伏天才会使用。一遇到大热天，皇帝也才能享受几日而已。你们不相信？现在是晌午了，你们是想先吃饭，还是想先制冰？大当家，当然是制冰了，饭可以晚点吃。要不大当家现在教我？现在也没有原料啊，要不我带你出去找原料吧？大当家，走吧，我们去找原料。好，带上几个兄弟，拿上工具跟我走，留下2个兄弟照看我的病人。来到山林前，林云熙用意念开启了地质测试镜，他设置了硝酸钾成分设定，开始在林中和山壁上扫描。他们一直走了半个多时辰，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然后就听到一声声的巨响，响遍了整个山谷。慕容浩也听到了声音，他想起那日女人救他时所使用的武器，也是这样的震耳欲聋，他就知道应该是林元熙出手了。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事，就几个人出去，会不会被野兽盯上，或者会不会引来要找我的仇家？几个人高高兴兴地往回走，刚刚回到院子门口，就听到了山寨里通用的口哨声，然后便看到10多个黑衣人把院子团团围住。王大山，抄家伙，他们是要来杀我们的！林元熙顾不上其他的，立马就跑到了慕容浩的床边。
有没有事？哪里受伤没有？没有，他们刚要进来就被你解决了。还好来得及时。答应我不要死，可以吗？不是有你吗？放心。那就好，你拿好这个毒针盒子，红色按键出来的针剧毒无比，敌人必死无疑，而蓝色的只是晕厥，记住了吗？里面有200支毒针，够你用了。对了，这些人要留活口吗？他们是杀手，应该问不出什么，都杀了吧。好，等着，保护好自己。说完，黎云熙匆忙地跑了出去，保护好里面的人，回来有赏。是，大当家放心。说完，黎云熙就立马加入了王大山几人的对决中。王大山，这些人一个不留，全部杀了，不要放走一个。是，听大当家的。为了避免兄弟们受伤，黎云熙还是决定速战速决。黎云熙看着最后一个黑衣人倒地，松了一口气儿，就急匆匆地跑到了慕容浩的床前。没事吧？快让我看看。你不是给我毒针盒了吗？能有什么事？这个地方应该不安全了，我们要不要换其他地方？我问问王大山，这个地方现在不安全了，寨里能收留我们吗？大当家，你这话就见外了。你是我们青山寨的大当家，住寨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刚好这地方不安全了，你们就和我们回寨里吧。我们寨里很安全，大当家可以放心。而且我现在住的院子是老寨主当年留下的，里面什么都有。那院子里有床铺，可以给你们夫妻俩好好歇息。我和弟兄们挤一挤就行。行吧，我也就不和你客气了。等等，我再重复一遍，他不是我的夫君，是我病人。哎呀，大当家就不要害羞了。你刚才那么紧张，你这病人即使不是夫妻，应该也快了。不会说话你就别说话，快出去干活。好嘞，听大当家的。他这人说话有些不过脑子，你听听就行，别和他计较。他说的话有点道理。嗨，你这人给点阳光就灿烂，真是无语。我先去厨房收拾我的东西了，一会儿一起带走。我从前很讨厌女人接近的，怎么到这女人这里就不一样了？黎云熙看着这又是只有一张床榻的主屋，立马就不淡定了。王大山，还有没有其他空着的屋子或者床？我不和他一张床。回大当家，山寨这几年都没有银两进入，一直有人投靠我，空出来的房子和床都没有了。大当家，你都和你夫君睡那么久了，就不要闹别扭了，先住下如何？我听你说话就来气，你先下去吧，就先这样吧。好。这大当家的怎么了？怎么忽然就生气了？来，我扶你到床上躺着。不用，想坐一下。好，那就叫王大山给我们送饭吧。今日折腾了一上午，确实有点累了，我也不想做饭了。你安排就好。王大山，王大山，王大山！大当家有何吩咐？我就住在你们隔壁的屋子里，以后不用那么大声呼叫属下，属下耳力很好的。就你皮，我们有些饿了。今日呢，不想自己做饭了，你就随便拿些饭菜来吧。真是又饿又累的，想休息一下。好，马上为大当家办。黎云熙回到主屋，看到慕容浩还坐在那儿。今日为何不想我死？哟，你平时冷冰冰的样子，不说话还好，一说话就问别人的八卦。好吧，难得你开口问，我告诉你也无妨。原因就是呢，我现在啊身无分文，就等着你的枕巾呢。你若是死了，我找谁要枕巾去啊？你这种人不会缺钱，是不是因为我像你口中说的李博士？那可不是像，脸是一模一样的，不过身材不一样，你比他壮实些，他没有你那么壮。你们是什么关系？我们？你这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俩呀是好哥们儿，从小一起长大。就是青梅竹马。青梅竹马，在你们这儿这个词是不是两情相悦的意思啊？我们那可不是啊，是哥们儿就是哥们儿。他呢很照顾我，倒是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的关系。再说了，你问这个干什么？想不到你还挺八卦啊。什么是八卦？八卦呢，就是爱探寻别人的隐私。你都告诉我了，不算隐私。还能这样回答？这脑回路也是没谁了，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你说不算就不算呗。林云熙如此坦荡地回答这个问题，反倒是叫慕容浩心里莫名的开心，他自己都奇怪自己为什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来。王大山把一盘盘的菜放在了桌子上。王大山，你也饿了吧？你吃过午饭了吗？如果没有，要不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大当家，你折煞我了，我怎么能和你一起坐下吃饭呢？这有什么问题啊？大家是兄弟不是吗？哦，你们这儿吃饭也要分等级的，不用那么认真，就吃个饭，我又不介意这个。快坐下来一起吃吧，你今天也是辛苦了。我的饭在我的房中了，为了不浪费，我还是回房吃吧。喂，我这话还没有说完呢，你跑那么快干什么？下午休息过后，我教你们制冰啊！知道了，大当家，你们俩好好吃饭吧。行吧，来，他不吃，咱们自己吃。你今天手能动了吗？能自己吃了吗？还很痛，有劳你了。行，算在枕巾里。放心，都说了，枕巾不会少你的。当他喂第一口菜到慕容浩嘴巴里的时候，慕容浩的表情就变得精彩无比。这什么主子，菜这么难吃？能有多难吃啊？这个菜确实不太行。那你尝尝这烤的，你看这鸡烤的焦黄的，一看就好吃。我先试试。
这烤鸡还不错，你伤口还在愈合期，吃鸡好，来尝尝。慕容浩怀疑的看着他夹着的烤鸡肉，张开嘴试了试，这叫好吃，你自己吃吧，我累了，不吃了，歇息一下。现在都快下午了，你不饿啊？都没有你做的好吃，不吃了，你晚上做饭了我再吃。抽风，这绝对是在抽风啊！这男人在被刺杀之前还是很正常的，现在是什么情况啊？他不是吃了20多年这样的饭菜了吗？现在倒是挑剔起来了。再说了，这鸡确实不算难吃啊。起来吃了，不能睡，你得先吃饭。我等一下还要给你喂解毒丹的，那药得饭后吃才行。哎呀，你要怎样才肯起来吃饭？除非是你煮的，不然不吃。你不是被鬼附身了吧？哎，过来我看看，是不是又发热了？没有啊，我煮你就吃。原来你是上天派来整我的。说完就无语的走到厨房去，留着慕容浩在床上偷偷微笑。来，起来吃饭，都是我煮的。有劳了。看着这和李博士一模一样的脸，林云熙是怎么都气不起来，还是老老实实的一口一口的喂着他吃。我煮的真有那么好吃？这面也是水煮的？好吃。那些肉我都改良过了，要不你尝尝？当然。好，多吃点，那么大块头，不吃饱可没有力气。林云熙无奈的喂了他很多菜，不一会儿功夫，一碗面就喂完了。饱了吗？还要加饭吗？多谢，不需要了。来，把解毒丹吃了吧，明天再吃一次，你的毒就能解了。多谢。吃完药之后，林云熙这才吃起饭来。慕容浩一直就看着他，眼神很是温柔。我脸上有花啊，你这样看着我干嘛？你生气的样子很有趣。这男人有毒吧？又开始抽风。没事的话，你就先休息一下，等你起来我再帮你换药。我也是累惨了，我也需要休息一下。你就在床的里侧吧，我要经常下床做事情，在里侧不方便。还有，现在这条件咱们就先将就一下吧，等条件好了我再找地方睡。毕竟晚上我还是要看看你会不会发热的。你决定就行。林云熙不再理会他，3下5除2就吃完了饭，扶着慕容浩往里边挪了挪，自己回椅躺下了。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大当家，你醒了吗？兄弟们都在外边等着学治兵呢。林云熙被叫醒的时候，满头大汗，全身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这鬼天气，再不治兵真对不住我这一身知识。既然大家是王大山选出来的兄弟，那我这个治兵的方法就教给大家。但是呢，大家要和我签署一个保密协议，如果你们不能保守秘密的话，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会对这种事情做出处置。王大山，我房里有纸笔，帮我拿过来。王大山很狗腿的跑过去，拿来了纸笔。林云熙就在院子里的石桌上写了起来。协议大致写了，如果有人没有履行保密义务，将罚款1000两白银，上则100，还被踢出青山寨。协议的字不多时，林云熙就抄好了所有人的份数，递给王大山，叫他分发下去。你们之中若是谁有异议，现在可以站出来，可以不参加我们的治兵小组。我们这个小组是专门治兵的，后期的利益分配我会做出来给大家。其他没有治兵的兄弟，我也会分配好他们的工作，让每个人都有饭吃。当然，后期还会有很多赚钱的项目等着其他的兄弟，大家也不需要为他们担心，我会一视同仁，谁做得好，我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以后他的好处和机会也就会越来越多。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听明白了。很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王大山，你叫人去打几桶水，再叫2个兄弟去厨房拿我准备好的盆。不一会儿功夫，一大块冰块形成。大当家，你真是神仙啊！这样也能行？就这么简单，你们自己也试试。弄好的冰块呢，就先放进我们的主屋，晚上我们就可以用了。你们如果觉得热，晚上你们几个也可以试试，真的很凉快。我先来。林云熙于是走到屋里，他要想一下这个治兵项目的分成问题。他刚到屋内，就看到慕容浩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厉害？开始崇拜我了？你那些石头叫什么？为什么可以治兵啊？它叫硝石，这东西可以治兵，也可以做药，它能吸收水中的热量。像林云熙这么聪明的人，可不会告诉这男人，硝石也是火药的配方原料之一。我今日早上听到震耳欲聋的声音，就是你弄的，就为了这硝石。是我弄的。这座山真是座神山，不仅有吃的，还有很多硝石。我炸平了一座小山，这个夏天的兵可算是不用愁了。你为什么不让我也签一份协议？你不怕我把治兵的方法泄露了？我觉得你应该不会看上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钱吧？看你的样子，不是世家公子就是皇亲贵胄，应该不会抢我们老百姓的饭吃，对吧？这女人真够聪明的，哪只眼睛看出我是皇亲贵胄了？这治兵的方法，我想着最多能保密这个夏天，毕竟方法太简单了，有人要抢也是很容易抢到的。想要赚钱，这个方法长久不了。现在呢，只是写我们的燃眉之急。那么信任我？看你帅嘛，信任你。看在你信任的份上，我替你保密。那就好，今晚多给你做2个好菜。这个治兵项目的收入3-7分成，7成中的6成作为全寨的日常开支，另外1成作为之后运输冰块到城镇售卖人员的劳务费，另外的3成我拿1成，毕竟这个算是技术入股。另外的2成利润平均分给签署了保密协议的兄弟们。
毕竟他们工作量最大，吃饭和日常开销还是在那6成的开销里。分成日期就定在每月首日吧。制冰小组组成一个3人管账轮换监督队，每天由3个不同的兄弟监督售出了多少冰块，并且记录下来。而我有权经常检查账本的流水情况。就先这么多吧。写完这些，林云熙把方案推到了慕容浩的面前。慕容浩看了看他的分配方案，不由得感叹：这女人真聪慧，分配细致且公平，确实是一个当家好手。不过，分配方案很不错，很到位。不过你想过如何售卖冰块吗？叫王大山派几个兄弟到镇上或者城里找买主，不行就去大街上卖。就不信那么热的天卖不掉。你有所不知，你这个方法目前在我们4国都没有人能够做得出来。你认为就这青山寨保得住吗？是啊，这可是弱肉强食的古代，可不像现代那样能自由贸易。确实是我想的不够周到，你们这里确实不行。怎么这就想放弃了？怎么可能？就是突然不知道如何下手了。看在你救了我的份上，这个项目我帮你处理。真的？快说来听听。距离这里不远有一个枫京镇，就是王大山为我们买衣服的地方。镇上的5味楼的掌柜姓张，是我的人，他能找到你们要的买家。你们不需要一块块的去卖冰块，而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大批量和冰块商进行交易，这样避免你们暴露。你们该怎么定价就怎么定价，赚你们该赚的。那些互助秘方和货源的事情，冰块商他们自己来负责，这样你们就可以少一些危险。这次真是救对了人了，看来这男人不简单啊，以后要抱住这根金大腿才行。我写一封信，将王大山送到镇上就可以了。如果这次制冰买卖交易成功，我把我的那1成利润分一半给你，也不能让你白干活啊。说好帮你的，你自己的分成就自己拿着，算还你的救命之恩了。真的啊？那好吧，这次的诊金就不用付了，就当做是合作。诊金算诊金，一码归一码，都给你。谢谢你啊，想不到你这么大方。丫头，不知廉耻，上来就抱。李博士也是从小到大就是丫头丫头的叫他，这称呼林云熙一直都很喜欢，可是他却没想到这男人也会这么叫他，他忽然就觉得心里暖暖的。就是高兴嘛，没有别的意思，不用在意。我说错什么了吗？没什么，就是你叫我丫头，我很开心。喜欢我这样唤你？那以后就叫你丫头吧。真的？那以后都这样叫。不说这些了，你还是赶快写信给王大山送到镇上去吧。不过我们刚刚认识他们，你就信任他们给你带信？放心，我写好你就知道了。慕容浩很快就分别写了2封信，他也不避着林云熙，把信给林云熙看了之后，这2首诗看着像是赞叹某处风景之美。对，只有我亲近的人才能看懂。哇，你果然聪明，这样即使这信被人截到，最多也以为是诗句。你叫王大山去找5味楼的张掌柜，1封给他，另外1封他看到字就知道了。王大山，这2封信你看看今天能不能送到镇上5味楼去，给张掌柜就可以了。好，这个呢是制冰项目的利润分配方案，你现在和这10个弟兄说一下，看看有没有异议。如果没有呢，就执行下去。还有，明天带另外一批信得过的兄弟过来学习养野猪，野猪也赚钱。野猪去打回来不就行了？养他们多麻烦。你这2当家的还是要多学一些东西才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好的，那小的现在就出去送信，并安排他们制冰。这2天你就多辛苦一下，分好制冰和野猪生意的人都到我这里来几趟。大当家说啥话？能挣钱，这些事都不算什么，吃不上饭才叫辛苦呢。知道就好，先回去吧。哦，还有啊，记得找点猪草喂寨里的野猪。送走了王大山一行人，林云熙就来到厨房准备晚饭去了。此时的枫京镇5味楼，王大山带着2个兄弟一起来了。小二，你们张掌柜在吗？瞧我们掌柜何事？要吃饭直接坐下，今日有很多好酒好菜。不是，我是来送信的，此信很重要，要当面见你们张掌柜。在2楼的张掌柜听到有人送信，他不一会儿就下了楼。在下正是张掌柜，请问何人让你们送信？我们一位朋友，具体是谁，你看信就知道了。张掌柜的接过了王大山的信，他一看到字，马上就激动起来。真是你的朋友？天知道，这几天他们找八殿下可是都找疯了。现在看到八殿下的信，一直稳重的张掌柜也是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他打开了送给自己的信，看完之后，他长长的松了口气儿。这几位大侠，感谢你们送信，今晚就在我们酒楼留下了用膳吧。我们备好酒菜，请上我们的2楼雅间。好的，麻烦。信上说大侠有冰块要卖，你们现在手上冰块有多少？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提货？价格可有定好？冰块我们还在想办法弄到手，具体价格大当家还没有定好，明日应该可以定好。明日我可以再过来一趟。好的，信上说找地方交易，明日我们找好了交易地址，我们再详谈。今晚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大侠们先好好用膳。我们明日什么时间见面合适啊？明日申时如何？我上午还有事情要办。好，就这么定了。明日还在我5味楼见。此时皇宫的暗卫阁，什么事？那么我还过来？这信给你的，八殿下送来的。什么？八殿下的信？看到了王爷写给自己的信，这心里的那块巨石终于可以落地了。太好了，王爷没事，
多谢，我现在马上就向皇上禀告此事。一阵风，天一就消失在了张掌柜的面前。而此时的御书房，皇上正在批阅奏章呢。李公公来报：启禀皇上，暗卫天一求见。这么晚了，不会是有浩儿的消息了吧？快请上殿来。不一会儿，天一进入了御书房。启禀皇上，臣刚刚收到八殿下的信，请陛下过目。快呈上来。李公公把信呈给了皇上，皇上看了一下，确定这是慕容浩的字迹，高兴地说道：太好了，浩儿没事，他一切安好，还说不要去找他，说1个月后会回来。八殿下洪福齐天，老奴就说八殿下不会有事的，皇上这下不用担心了。是啊，老八从小武功了得，朕就知道他这次也能化险为夷的。不过他叫朕不要去找他，这是为何？皇上，兴许八殿下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呢。既然信都送回来了，皇上就不用担心了。皇子们都大了，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些儿子个个不让朕省心的，由他吧，没事就行。李公公，把这消息传给荣贵妃吧，她这几天为了浩儿是吃不好也睡不好，今就让她睡个安稳觉吧。是，奴才这就去。既然八殿下现在不让朕去找他，你现在去查这次刺杀是何人所为，查到定不轻饶。遵命。退下吧。一阵风，天一就又消失在了房中。此时长春宫好几日过去了，他派出去的暗卫一直都没有消息传回来。忽而他听到一阵匆忙又细碎的脚步声。回禀娘娘，皇上身边的李公公求见。快传。很快，李公公就拿着慕容浩的信来到了荣贵妃的面前。老奴见过娘娘。不必多礼，是不是有浩儿的消息了？回禀娘娘，是的，这是八殿下送回的信。荣贵妃接过信，认真的看了起来。浩儿没事，没事就好，担心死为娘了。他说不要去找他，这是何意啊？回娘娘，皇上也和娘娘一样的担心，不过皇上说，既然八殿下没有事，就由着他吧。是啊，浩儿总是有自己的主意，没事就好，都由着他吧。今晚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此刻的金银阁都几天了，慕容浩的尸首还没有找到，你们是怎么办事的？回阁主的话，确实找了整座山都没有找到慕容浩的身影。不过我们在一处林子里发现我们10几个兄弟的尸首，后面第2次派出去的12名杀手现在信息全无。尸首？第2批消息全无？不是说慕容浩中了7日撒的毒吗？他能杀死我们金银阁那么多顶级杀手？这次派出去的都是金银阁最顶级的杀手，全都死了。属下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些弟兄们的尸首都不是全尸，都是4分5裂的。4分5裂？怎么会？属下也不知是什么兵器所伤，看起来惨烈无比。难道有人救了慕容浩？可是据得到的消息来看，慕容浩擅长的是长剑，如果要杀敌，不可能4分5裂。那到底是什么人救走了他？你们去查，他中了7日散，应该活不了多久。还是那句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再查不到，你们也不用活了。是，慕容浩，我想拿你的命为我的顶尖杀手殉葬。怎么了？看这些衣服发呆那么久？你说这些衣服3层怎么穿啊？不热吗？不是有冰块的吗？你一个姑娘家那么怕热？你身上的病号服穿着如何？只有1层，确实凉快不少。那就是了，大夏天的穿3层，真是要热疯的。算了算了，入乡随俗吧，不然人家以为我是妖怪。你真是妖怪。喂，帅哥，我发现你经过今天的刺杀之后变了不少，看不出来啊，你是一个闷骚男啊。什么叫闷骚？就是外表冷酷但内心狂热的人。不知所谓。来吧，今晚帮你沐浴更衣，你都2天没有沐浴洗头了，身上都有味道了。你说什么？帮我沐浴更衣？你还有伤呢，你别把我当男人就行了。还有，你胡子都长出来了，都不帅了。你不觉得害臊啊？你废话真多。你要是不洗，今天就睡地上。还有啊，如果伤口感染了，我可不管你。我先帮你洗头吧，这头要是再不洗就长虱子了。我可是大夫，看不惯这个。哇，这男人的头发怎么能如此柔顺啊？果然没有受到化学洗发水的侵害，发质真好。你们真的从来不剪头发？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每个地方有不同的文化，这个我知道，但是我也是真心感叹，你头发发质真好啊。你的家乡可以剪发？可以剪啊，想怎么剪就怎么剪，没有人会说。林云熙把慕容浩的头发打湿，水温可以吗？很合适。林云熙为他按了按头部的穴位，好好的让他放松放松。这男人身上那么多伤疤，生活应该不会太安逸，就算做一次好人吧，为他按摩一下头部，缓解一下他一直紧绷的神经。慕容浩感受到了林云熙的好意，闭着眼睛感受这难得的安宁与舒坦。就在这个时候，王大山手中拿着几根蜡烛，像是一阵风似的跑了进来。大当家，我是什么都没有看到。
怎么没有见过人家洗头啊？怕什么？一个个的，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还是大当家威武，这么亲密的事情都能让人看，那我就不客气了。你还挺逗，说吧，这么晚了还过来，有何事啊？我今天顺利的把信送到了张掌柜的手里了。张掌柜问冰块定价多少，我们一天能出多少货。最后我怕大当家没有蜡烛，所以送蜡烛给大当家。多谢你的蜡烛，干得不错。关于价格问题，明天早上过来我再给你吧。至于数量，这个你要看看兄弟们一天能出多少量，这个是你决定的事情。我只能说越多越好，但是也别累着咱们兄弟们。好的，那我就先下去了。大当家的夫君真幸福，有那么好的夫人帮忙洗头，羡慕死在下了。王大山，你可以下去了。都和他说过多少次了，这人是我的病人，还老是巴巴，真是头疼。你受伤不回家，你家人应该很担心你吧？你有没有给他们报个平安？王大山送信已经送出去了，他们知道了。那他们不来接你？我不想他们担心，我想把伤养好再回去。也对，你受伤了，家人难免担心，养好再回去比较好。你不会已经成亲了吧？万一你夫人知道我和你一张床，那岂不是……他的脑子怎么长的？思维如此跳跃，哪只眼睛看到我成亲了？丫头，你碰我一下我都会脸红，你是怎么觉得我成亲了的？没有就好，我可不想做什么第三者。当然现在也是无奈才和你一张床的，咱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不是吗？好了，换个话题。你一个姑娘家说这些不会脸红的吗？懒得理你。来吧，那就沐浴吧，反正我是大夫，脸早就不会红了。你都是这样为你的病人治病的？当然不是啦，你是第一个，我是大夫。大夫只需要看诊和做手术，这些事情可是护士或者是病人家属做的，我才不会做这些。林云熙一边回答，一边轻柔地为他擦拭着后背。你不会是杀手吧？怎么背上有这么多伤疤？我经常上战场打仗，有伤很正常。也是一个辛苦的人。不过正因为有了你们，国家才能稳定，百姓才能安宁。你胸前的2处伤，我尽量帮你养好，尽量不要留那么深的疤，不然以后你成亲了会吓到你的夫人的。你不怕我身上的伤吗？我是大夫，这些看多了。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伤疤的人，还好你脸上没有。说完，林云熙就擦拭好了，先穿里衣，再穿中衣。你真的没有穿过这些衣服？还真没有，是看着有点复杂。话音刚落，林云熙动作轻柔地拿起里衣为慕容浩套上，他靠得很近，慕容浩闻到了他身上有淡淡的兰花香和体香，一阵暖流流淌在全身。丫头，你知不知道你这样靠近一个未婚男子是多么危险的事情？我自己穿中衣和裤子吧，你回避一下。那你自己来吧，小心伤口啊。慕容浩刚刚穿好衣服，看着他又打来了一盆温水，刚刚好不容易才松弛下去的身体又开始紧张起来。不是洗完了吗？还干什么？我看你胡子长了，帮你刮一下。慕容浩真的是一脸懵，女人在认认真真的给他刮着胡须，柔软的指尖触碰到自己的脸上，他就觉得自己全身一阵酥麻，像电光划过自己的身体。慕容浩突然就感觉到身体一僵，定定地看着女人，不敢动弹。怎么碰到什么地方了？疼啊？不是，就是脸上痒痒的。刮胡子都会痒的，忍耐一会儿就好。女人，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真是撩人高手，就不怕我兽性大发？好啦，这样就帅多了嘛。这个就送给你了，等你手可以动了，就自己弄吧。终于弄完了，真是累死我这个大夫了。可算轮到我沐浴了。林云熙松了一口气，回到了浴房。真舒服啊！穿越过来的这2天，每天被各种事情安排的满满的，现在能安心泡个热水澡，真是太爽了。洗完澡，来到主屋，慕容浩抬头看到了林云熙柔情似水的眼睛，看着林云熙的目光中满满的都是深情。我穿这身是不是很奇怪？好看，很适合你。和这女人睡一个屋，真会把自己折磨死。那就好，要慢慢适应才行。刚刚忘了给你上药了，现在咱们来上药吧。上完药你先睡。能不能不上了？我累了。不上药，伤口很容易感染的，晚上会发热的。听话，一会儿就好。好吧，没得商量，只能忍着。这女人是上天派来折磨我的吧？上个药也那么撩人。慕容浩看着一脸淡定的林云熙，藏在心里的野兽就要爆发，他的呼吸越来越凌乱。伤好了吗？我累了。还有腹部的，我很快。腹部我自己来吧，你回避一下。这男人咋了？还抢药，这么突然？晚上睡觉不穿外衣的，只穿中衣就行。好，我刚才只是试试合不合身，一会儿睡觉就退去了。你快撒药吧，累了就先睡。我想到院子里走走消消食，我不习惯睡那么早。林云熙一个人走出了主屋，来到了院子外。慕容浩看着他走远，这才松了一口气。上完了药，慕容浩躺在床上，想着今晚和他的点点滴滴，满脸的笑意，然后就怎么都睡不着了。没过多久，林云熙回来了，他急忙假装闭上了眼睛。还好没发热了，快好起来，好起来就不会那么痛了。
慕容浩听到他这关心自己的话，嘴角微微扬起来。一夜好眠，清晨，慕容浩醒来，看着对面女人睡眼朦胧的脸，他笑了笑。每日早上醒来都能看到她迷人的脸，真是一桩美事。这时，林云熙也慢慢的睁开了眼睛。嗨，早上好啊，来我看看还有没有发热。昨晚没有发热，今早也没有，看来消炎的效果不错。这2日可以慢慢的下来睡着走走了。起来吧，我帮你洗漱一下。你这头发发质也太好了吧，也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护理的。来，我帮你束发。这束发也太难了吧？怎么弄得那么整齐不松垮的？就披着吧，我也不出去。那怎么行？披着肯定会热死的。这么热的天，一会儿王大山来了，我叫他教教我，我就不信我学不会。大当家走，我们来了。吃过早饭没有啊？我刚刚做好。吃过才来的。大当家您和您夫君先吃，我们在外面等着。他不是我夫君，是我的病人，不要乱叫。大当家真会说笑，一个屋里睡的人不是夫妻，大当家是害羞了。和你怎么这么难沟通呢？我说不是就不是。好，大当家说不是就不是。来，把这红薯给分了吧，我怕你们没有吃早饭，就做了一些你们的。红薯？你们没有吃过红薯？他们的表情这么茫然，难道这里没有红薯？大当家，这红薯怎么吃啊？我来尝尝。哇，这红薯好甜，味道好极了。林云熙看他没有剥皮，笑了笑，拿出一个做示范。像这样，把红色的皮剥了，里面黄色的部分就可以吃了。原来是这样啊！王大山学得很快，一下就吃完了一个。我再来一个，大伙儿来试试。慕容浩也拿了一个，学着林云熙的样子剥了剥皮，尝了一口。这味道真是绝了！红薯肉质软糯无比，香甜的口感，吃完很有饱腹感。而且这红薯直接蒸就能食用，还能带着走，适合行军打仗使用。如果能在我的军营里广泛推广，真是不错的食材。这红薯还能怎么吃？它的产量如何？这红薯啊，吃的方法可多了，蒸着吃最简单，还可以烤、炸，做各种糕点、制糖、酿酒等等，应用很广。而且啊，这个红薯的产量非常高，大概是稻米亩产的10倍。有了它，能养活很多人。你可知它亩产多少？我得换算一下。你们这里的亩产单位是担是吧？你们家乡亩产不用担不用，让我先算一下。红薯亩产大概是1亩30到60担左右。这个呢，主要是受土质、气候等条件而影响的。而且红薯1年内可以种2季，非常好种植。你有红薯的种子？你们吃的就是它的种子。都煮了，还有吗？有，还有半袋。你会种吗？这红薯很好种植的，你想种？现在很多百姓都吃不饱饭，如果有这么高产量的粮食，百姓就能吃饱肚子了。看来他是真的忧国忧民，不错不错。行，种子我帮你存着，可以先在青山寨试种。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可以跟我买粮食，可好？好的，一言为定。这个红薯不能告诉其他人，记得保护好种子。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好种子呀！为了林云熙不被人盯上，他郑重地提醒林云熙：“我做事你放心。王大山，你今日束发很好看。大当家今日怎么关心属下的头发来了？这不是我不太会束发吗？他有伤在身，昨天帮他洗了头，我现在束不回去了。要不你一边帮他束好，一边教教我？大当家你是女人，竟然不会束发，很奇怪吗？会赚钱就行了。一句话，教还是不教？大当家想学，那是必须教啊！看好了，哇，王大山，你可以啊，这么快就弄好了，还那么整齐。大当家，我们这所有男子都会束发的，女人更厉害，能束各种漂漂亮亮的发髻呢。不过大当家，自从认识你，就没看到你梳过什么发髻，就那么绑着头发，也太简单了吧？会不会聊天啊？不会梳头又死不了，我的脸好看就行了。哼，气死老娘了。也对，大当家国色天香的脸，怎么弄头发都很配你的脸。你这话我倒是爱听。和女人说话呢，就要挑好听的说，以后才能找到媳妇儿，知道了吗？不过我除外，别把我当女人，我是你的大当家。好，都听大当家的。大当家，要不要我帮你梳个发髻？我以前看我娘和我姐梳过的，也很简单。滚！王大山也不知道这句话哪里冒犯了2位，一阵风似的就跑出了主屋。两人彼此看了看，微微笑了起来。好啦，我今天上午呢再带些兄弟去打一次野猪，你呢就好好的在屋里休息，中午我回来给你上药和喂解毒丹，给你做饭。我能不能一起去？你的伤口不痛了吗？只是一点点，我想出去走走。那也行，我扶着你多走走也好，对伤口恢复有帮助的。快看，
大当家又给大伙打来了好多野猪，我们又有肉吃了。自从大当家来了我们山寨之后，我们就没有饿肚子。昨日的肉特好吃。是啊，大当家给我们带来了好日子，我要支持大当家。大家窃窃私语，都是说大当家的好。林云熙自然也是听到了，刚好都没有见过大家，今日就当是第一次正式见面。大家好，我是新一任的当家，我叫林云熙，和很多兄弟呢都是第一次见面，今日就和大家相互了解一下，顺便把我能带给大家的好处和大家通报一下。大家也都看到了，今日呢我们一共打了40头野猪，以后大伙就都会有肉吃了。而咱们今日的40头不能全部吃完，咱们要留下来一些圈养起来，这样呢以后才会有更多的肉吃。我现在先宣布一下我们即将要做的赚钱项目：1. 制冰，2. 养猪，3. 做家具，4. 烧菜，5. 做调味料，6. 烧砖，7. 种庄稼，8. 种茶炒茶，9. 洗涤用品。大家可以看看自己能够做什么，或者喜欢做什么。等我说完之后呢，到王大山这边登记。好了，以上这些呢就是我给大家的见面礼，我还会做出很多东西，只是现在目前精力有限，就先做这9项成本比较低的，能够快速产出收益的项目。这些项目呢，我希望大家能够保密，如果一旦外泄到外面，我杀无赦。还有，我昨晚呢逛了一下寨里，也听到了很多不服我的声音。那些不服的人，我可以给你2个月的时间，你可以待在寨子里看大家致富。若是2个月后你改变主意了，那可以留下；若是还没有改变主意，还是觉得不服气我的，我会不择手段的赶你出青山寨。最后，就这些呢，我都会分工到个人，我会挑选出9个组长，负责每个项目的执行。每天你干了多少活，我们都会有记录在案。每天的工钱呢，目前是10文，后期做起来了会加工钱。发工钱的日子我定在每个月的首日，比如说呢，这个月的首日发上个月的工钱。好了，我的话呢都说完了，如果有问题的可以找组长问。还有，我不会经常在寨里常驻，王大山还是我们寨里的执行人，他只听命于我，大家有事找他就可以了。林云熙说完，就扶着满是敬佩的慕容浩走了，身后传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我是多幸运，上天才给了我这样一份缘分，他救了我，还给我如此多的震惊。这女人不是一般人。丫头，你是什么人？懂那么多？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仙女啊，要不你就叫我仙女吧，是不是很像仙女啊？在外面那么严肃，在我面前就开始没个正形。你又不是我的属下，干嘛要严肃？好了，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呢。说来听听。你们这儿冰块是怎么定价的？可有什么好的建议？我现在连市场都没有去过，自己定价怕不合理。目前市场上1尺见宽的冰块大概在30文钱左右，你可以根据市场价定。我的建议是，你大批量的供货给冰块商，可以比这个价格稍微低一些。当然，你也可以和冰块商们谈，毕竟这冰块没有人制得出来。越往后，冰块商们的存货会越来越少，你后期可以随时涨价。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涨价。我真是捡到宝了，这男人在关键时刻总能助我一臂之力。这制冰的方法还真没有什么成本，原料都是免费的，只需要一些人工成本而已。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养活这山寨里的300多号人，开个好头。大当家，你不知道你的那些话把寨里的所有人都惊呆了。现在大家都说你是活神仙，是给他们带来福报的好人。还没开始赚钱就那么说我了，我会得意的哦。那是必须的，大家现在都在那里激动呢，还都在讨论要去哪个组。他们有心就行。现在你要先把冰块的事情和张掌柜交接好，回来后我们再来研究如何寻找组长的人选。好的，我听大当家的。大山，你能测算一下一天能做出几块1尺见方的冰块？回大当家的话，我们昨日试过了，1个时辰大概能做20块，一天如果辛苦一些，做到7、8个时辰的话，一天大概能做140到160块。很好，用心了，值得肯定。那你现在先和张掌柜报1日140块，价格呢就先报20文一块。他们实在要谈价格，那最低的底价是80文。记得回来的时候把交易书契带回来，签书契的时候呢，要每个字都看好。如果能看懂，你签字就可以了；要是看不懂，拿回来我看了再签。这几日要先看看他们能拿多少量，如果量大，你多找兄弟们制冰。找人之前呢，记得签好保密协议，拿给我保存。是，大当家，那我先去镇上了。还有何吩咐的？你去的枫京镇可有卖书的书铺？我想买书。有的，我好像见过有2家呢。帮我找找有没有东胜国律法方面的书啊，还有其他国家的律法也可以。再有就是看看有没有东胜国的舆图买1张，然后呢再买些经商务农的书籍，还有最近流行的画本子。你要什么书吗？找几本兵书吧。黄大山，你手上的那5两银子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可以少买我的几本，给我的病人带几本兵书，等后期我分红了，我再还给寨里。大当家，够的，5两银子很多了，属下马上去办。多谢，辛苦了，快去快回。大当家哪里话，有活干才不辛苦呢。这么一转眼，王大山就不见了踪影。女人要的书不是律法就是经商务农的，不像京城里的女子喜欢的琴棋书画和画本子，她的喜好还真是独特。来，我帮你上药，等一下要吃解毒丹了。今日呢就是最后一次解毒了，明日你体内的毒就算是解完了，开心吗？多谢。跟我还这么客气，不像你哦。说完，他瞬间就扒开慕容浩的中衣，轻轻的给他上药。你扒人的衣服都这么快的吗？我可没有这爱好，不快点你一下又脸红，好像我做了什么坏事一样。快点结束，快点解脱嘛。林云熙说完后就跑到厨房打水去了，留下慕容浩坐在床上满头黑线。过了一会儿，林云熙意识
手拿着水杯，一手拿着解毒丹就来到了床边。那快吃吧，早餐才过没多久，现在可以吃了。吃完你就躺着休息一下，我需要把各组的计划整理一下，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喂完他之后，林云熙开始拿出自己的纸和笔，在桌子上开始写画画起来。慕容浩看着他手中的东西，就知道林云熙不属于这个世界。可是他到底是哪里的人呢？这个疑问一直都在他的心中飘荡着。枫京镇上5味楼，要不这书契我拿回去给我们大当家看看，签好后交货的那日，我再把书契带过来。可以的，这没有问题，一言为定。那现在带你去看看我们交易的地方可好？这样后日辰时我们好交易。好的，那徐掌柜带路。王大山收好了书契，一路随着徐掌柜走出了5味楼。徐掌柜带着王大山3人来到了一间村舍前，看好了地方，双方都很满意。道别后，王大山就又回到了枫京镇。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身后多了一个跟踪者。王大山来到枫京镇的一个书铺里头，掌柜，这些书都有吗？掌柜的看了看王大山的小字条，哎，都有，有什么特别的需求吗？没有就帮你打包了，就拿时下卖的最好的吧，我也不会挑，就拿你这最好卖的。哎，好嘞，你买那么多啊，我多送你一本吧，就当是见面礼。那都包好了，多少钱？400文。事情办妥了。哎，回大当家的话办妥了，就是我带回了书契，第一次不太敢签，还需要大当家过目。大当家这次教我一下，下次我就会了，就不劳烦大当家了。孺子可教，这才是2当家该有的样子嘛。来，一起看看。林云熙打开了书契，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这徐掌柜真是明白的生意人，书契写的如此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来，我教你啊，很简单的，你看这空格里呢是交易的时间，这里是地点，这是每天的数量，这是每块的价格，这是每天的应收金额，这个呢是咱们的交易时间段，就先填这个下填吧，后面是补充协议，如果量大的话可以加量。慕容浩感叹，这女人可真是个当家的好手。多谢大当家的再造之恩，我王大山不会忘记大当家的恩情。大山，之前不是说不要跪来跪去的吗？快起来，这都不算什么的。我既然当了大当家，就不会让大家饿死，这只是刚刚开始，好日子还在后头呢。男儿膝下有黄金，以后不要随便跪人，都好好的。帅哥，你帮我劝劝他吧，我最受不了这些礼节了。他是该感谢你的，因为他们做的值得他一拜啊。那就跪这一次啊！快起来，快起来！我要的书买回来了吗？回大当家买回来了，放在院子的石桌上了。多谢，你也累了一天了，回去用晚膳吧。明日我们再讨论选组长的事情。那我先退下了。王大山走了之后，林云熙拿着沉甸甸的一堆书回到了主屋。我先去沐浴，你今日要沐浴吗？听到沐浴这2个字，慕容浩心头一颤，他可不想再被这女人撩拨了。今日有冰块，不热，要不明天再沐浴。行，那我先去沐浴了。这些呢是你的兵书，给你，不然你呆坐着也怪无聊的。多谢。林云熙把书递过去之后，就走到了浴房，没过多久就回来了。既然来到这个世界，先了解这个世界也不错。于是他随手拿起一本《东胜国律法》开始翻阅。慕容浩一边看着自己的兵书，一边不自觉的就观察身边的他。林云熙看书的速度很快，他才看了1页，林云熙几乎就能看到3到4页了。不一会儿的功夫，一本书就看完了。你刚刚看的那本书看完了？看完了，现在看下一本。能看懂？他这是什么问题啊？莫非他以为我是小孩子啊？只是翻书没有读？当然可以啊，我又不是小孩。看着林云熙又拿了一本，是一本画本子。林云熙看这画本子的速度，比起上一本律法要更快一些，唰的一下就又看完了。慕容浩突然觉得这女人不是在看书，她是在翻书吧？于是他就看向了林云熙手中的书。你手上的是什么书？嘿嘿，好像是不能让人看的小画本。说来好笑，你们这里这种书不应该是禁书吗？王大山竟然能买到，真不错。这种书你还看？这有什么的？提前了解必要的知识，以后成亲可以用得上啊。你不觉得脸红吗？这有什么？没有这事儿，人类就无法繁衍后代，这很正常啊。你们男人不是最爱看这种书吗？你在男人面前看这种书，不觉得害臊？喂，我可是大夫，什么没看过？这是医学，不要大惊小怪的。再说了，能和自己所爱之人做那样的事情，可是天底下最美好的事情。慕容浩内心有一团火在翻滚，也不知这火是哪儿来的。他继续逼问林云熙：“你做过什么做过？没有，想什么呢？我还是处子呢。”处子，这个词儿也可以这么顺口的说出？不是你问我做没做过吗？我的回答是我没有做过啊，现在只是很好奇，也需要学习，可以了吧？哎呀，不过这画啊，画的不够细致，如果是我来画，这书肯定能大卖。对啊，这生意也不错啊。这女人知不知道和一个男人一起看这种书有多羞耻？难道你做过啊？我听说你们这里的男人特别像一些皇亲贵胄的男子，才10几岁就有通房丫头了。如果是皇子呢，还会有教习姑姑教这方面的知识，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也？真想把他的脑袋拧开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结构？人家看着小画本都是躲躲藏藏的，他的好看了还跟人讨论一样，脸还一点都不红呢。
这真是处子。不知为何，慕容浩很想和林云熙解释他没有碰过女人，于是他就老老实实的说道：“我没有做过，你一个姑娘家，不要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男人不都是爱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吗？听到他这话，慕容浩再也无法淡定了，一把拉住女人的手，将她抱在了自己的怀里。李雨熙，你这些都是在哪儿学的？跟谁学的？你怎么知道男人都喜欢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不老实交代，今晚我要你好看。这不是全世界都知道的真理吗？男人就好这口啊，还用到哪里去实验呢？帅哥啊，你的伤好啦，抱我那么紧，那看来以后可以自己吃饭了，不用我喂了哦。回答我刚刚的问题，不要逃避。喂，我好歹也是学医的，你是什么情况啊？男人都喜欢这一口啊，难道你不喜欢？这可是真理，这都要问，我去跟谁学？我还是处子，能跟谁学？恋爱都没有谈过，想恋爱也没有时间啊，天天看书学习很累的。其实啊，我读书时也很羡慕别的女生有人牵手，有人抱抱，有人亲吻，那多幸福啊！现在真是后悔，当时自己为什么不找一个对象，轰轰烈烈的爱一次？现在直接就来到了这儿，看来是要孤独终老了。原来这女人没有和人相好过，她也期待有人爱她疼她。抱紧她的手放松了力道，林云熙见她双手松开，赶忙就逃出她的怀抱。以后这书不能再看了，怕你学坏，我没收了。莫名其妙，就知道你自己想看，害羞了吧？想偷偷的看？哼，反正里面的内容我全都记在我的脑子里了，想看的时候就梦里看。嘿，你才翻了一遍就记下了，鬼才信。反正也没事干，就让他看看我的本领也不错。不信你就考考我，第几页第几幅图叫什么，我都能背下来。嘿，这慕容浩还不信，拿着书问了几个问题，结果女人都答对了。刚刚的律法书你也可以背。大哥，我可是过目不忘，要不你试试？慕容浩抽取了里面不同页码的不同律法，大概抽了有30多条，林云熙都是对答如流。你真能过目不忘？骗你是小狗，是不是很惊奇啊？不是惊奇，我是被你吓到了。真有过目不忘的人？有啊，就是仙女我啊。要知道我那李博士哥们儿，他最羡慕我有这项本事，他那么厉害，但是呢也没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你说的这个李博士很厉害？那是当然了，我们家乡那里有近200多个国家，他在某个领域是国际顶尖级别的，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超越他，特别是运算和逻辑思维方面。200多个国家，你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可惜呢，现在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就先在这儿发家致富吧，找到路再回家。怎么样？连顶级天才都羡慕我过目不忘的本事，厉害吧？不过其实我倒觉得这没有什么用，就是看书比别人快一些，学的东西多一些而已。这可是过目不忘的本领啊，怎么会说没用呢？这技能我可是第一次见，多少人都想拥有的本事，怎么会没有用？林云熙想了想，似乎想到了什么，他又开心起来。或者在你们这里会有用，比如说呢，你本来要偷什么武功秘籍，那现在就不用偷了，带上我过目不忘，我可以给你默写出来。又或者呢，你要偷人家账本之类的，也可以带上我，也可以全部默写出来。这样的话，又不会打草惊蛇，又能得到你想要的。以后呀，要是有这样的大生意啊，千万不要忘记告诉我，我出力，你出钱啊。嘿嘿，你真是掉入钱眼里了，脑子里一天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过目不忘的本事可不能告诉别人，我怕有人会害你。好，我告诉你了，你不会害我吧？他这是在试探我，真是一个机灵鬼，可我怎么会害他呢？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会想害你？就谢你一次，累了吗？你想睡了没？你累了就先睡吧，我还想看看我的兵书。好吧。我今天啊感觉特别累，就先睡了，你也别太晚了。说完，林云熙倒头就睡着了。慕容浩看着睡着的丫头，不知怎么这心里甜滋滋的。这丫头有趣，会照顾人，还一身的本事，和自己还有说不完的话。一直想孤身一人的慕容浩，现在看到身边这人，他突然就有了要成家的想法。慕容浩低下头，偷偷在林云熙光洁的额头上留下了深情的一吻。慕容浩就这么含情脉脉地盯着林云熙的脸，闻着她身上的兰花香，一夜好眠。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还是慕容浩先醒过来，看了看身旁的林云熙，他突然发现林云熙的脸色似乎有些苍白，鼻尖袭来一阵鲜血的味道。慕容浩赶紧坐起身，摇了摇沉睡中的林云熙，让不让人好好睡觉啊？滚一边去，我要睡觉。丫头，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哪里受伤了？我闻到了血腥味。你给我睡好觉，我哪儿都舒服了。你起来给我看看。他猛地坐起来，然后就感觉到有一股暖流从双腿中流过。完蛋了，大姨妈来了，难怪这2天这么累啊。我又闻到血腥味了，你让我看看哪里受伤了。我要不你先闭上眼睛，我去一下宫房。闭上了，你去吧，我才不会那么傻，叫我不看就不看。结果慕容浩一睁开眼，就发现林云熙的裤子和床上全都是血。这是他的月事来了。没过多久，林云熙换好了衣服出来了。要不你先下床吧，我把床单换一下。会不会
很痛啊？哦，我倒是不痛，就是有点难受，没事，过几天就好了。还要几天？一般5天左右吧。你一个男人别问那么多了，很尴尬的好吗？慕容浩慢慢的下了床，突然双手环抱，紧紧的抱住了他。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心跳得如此之快？喂，你抱那么紧，我都快呼吸不了了。你快放开我！让我抱抱你，就一下。你这又抽什么风啊？女人来月事很正常啊。我第一次见，我不想你难受。好吧，你要是想抱呢，就抱一下，但是能不能松一点啊？有没有什么方法让她不难受？我月事的时候一般比较怕冷，肚子冷冷的。我们家乡的女子一般来月事会喝红糖姜汤，这样会好受一些。然后就是不要那么劳累就好了。好，我为你煮一碗。你会煮？只需要红糖和姜吗？就是这2样。我的意思是，你会做这些吗？我经常行军打仗，不做这些不饿死吗？也对，果然啊，人不可貌相。肚子觉得冷吗？我帮你揉揉。你又不怕男女授受不亲了？我都被你看光了，就帮你揉肚子，你比我赚。不用，抱着就很舒服了，你很暖，暖和就好。这时候，王大山又一阵风似的跑进了主屋。大当家，我什么都没看到，你们怎么都不关门的？再说了，一个晚上折腾还不够啊！大清早还要抱着，果然是幸福的夫妻，怪让人羡慕的。王大山，你今日怎么那么早？以后来我这先敲门啊！下次记得了。不过你们够亲密的，我都碰到几次了。你要不要那么直白啊？我们都没有吃早饭，要不你半个时辰后再来啊！大当家，我不耽误你们的好事，我就和你汇报一下。我等一下带兄弟们去交货，我们的冰块都装好了，准备运去。晌午过后，我再来找你商量族长的事宜。我来的时候一定敲门。嘿嘿，我先走了。看王大山走远，慕容浩又一手拉住林云熙，把他拥入怀中。刚刚还没有暖够，再暖暖。林云熙就这么让他抱着，他突然好喜欢慕容浩的怀抱，就想这么一直抱着，让他给自己暖着肚子。林云熙的心跳越来越快，为了避免对方看出他不安分的心，他强装镇定，找起了话题。你真是第一次见到女子来月事？你没有母亲和姐妹？我很多姐妹，但我又不曾和她们同床共枕过，你是第一人。林云熙这个时候已经知道自己是动情了，可是他想知道慕容浩的想法，于是试探着说道：为什么那么关心我？因为你救了我。原来他是为了报恩啊！就因为这个。拥抱着林云熙，慕容浩这心跳老是漏跳一拍。慕容浩知道自己喜欢上了对方，他想知道林云熙的想法，也试探着说道：你还想因为什么？这天是聊不下去了，我要做早饭去了，饿了。说完他就推开人走出了主屋，留下慕容浩在原地凌乱。我说错什么了吗？莫名其妙的。不过慕容浩可是记得要给他煮红糖姜汤的承诺。林云熙莫名其妙的生气，他可不敢去厨房惹，于是跑到寨里统一的厨房找厨子要材料去了。难道在等我？怎么站在院门啊？吃过早饭了吗？你跑哪里去了？等你一起吃早饭。这是我到下面的厨房给你熬的红糖姜汤，你趁热喝了。你熬的？怎么跑下面去了？你的伤没事了吧？你刚刚不是生气了吗？不敢惹你，就跑到下面去了。伤口还有点疼，但是已无大碍了。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生气了？快进屋吃早餐吧。进屋趁热喝，看合不合适。林云熙端起红糖姜汤喝了一口，还别说，这味道还真不错。就是这个味道，喝下去啊，肚子暖暖的，很舒服。谢谢。喜欢就再喝一碗。今日哪儿都不能去，好好在屋里躺着。哪有那么娇气啊？就是肚子流血而已。今日都听我的。怎么办？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他了，一看到他，心跳就会加速。好，我躺着看书。这个可以。阳光透过屋顶的缝隙洒落在屋子里头，这应该就是夫妻间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生活吧。真希望这样的生活能一直延续下去。晌午，正值一天最热的时候，林云熙和慕容浩刚躺下不久。大当家睡醒了吗？什么事？我们带回了第一笔寨里的收入，想和大当家一起高兴高兴。你们先下去，今日你们大当家不舒服，让他再睡一个时辰。哦，好的，那我们一会儿再来。林云熙此时已经被吵醒，但是感觉身体却是疲累无比。看你脸色不太好，再睡一会儿吧。肚子有点难受。我给你揉揉。好，得到了林云熙的同意，他缓缓而小心翼翼地从身后抱住了柔软的他，用温暖的大掌轻柔地为他揉着小腹，感受到他暖暖的大手和身体的靠近，林云熙本就白皙的面颊瞬间就染上了红晕。慕容浩的怀里真的是好暖呀，他此刻只想沉睡其中。困意袭来，不一会儿他就又睡了过去。大概就这么过了1个时辰，王大山带着寨里的9个兄弟过来了。他听到外面的动静，林云熙也醒了过来，感受到慕容浩从后背抱着他，大手还帮着他暖着肚子，这心里暖洋洋的，转过身温柔地看着他。你都没睡啊？累吗？不累。你舒服点了吗？睡了一觉好多了，特别是有你的大手暖着，现在满血复活了，多谢啊。你这丫头也会客气。在你的印象里，我有那么不要脸吗？
很不要脸。大当家醒了吗？刚刚当家夫君叫我1个时辰后过来，现在我带了9个弟兄一起过来了。马上来。我去吧，你坐床上。没有那么夸张，我睡了一觉，现在好多了。慕容浩霸道地按住他，便自己起身去开门。进来吧，不要这样看来看去的。刚刚当家夫君说大当家不舒服，可要找大夫看看。没事儿，我就是大夫。先说说今天冰块交易的事情吧。今天一早我们就把冰块送到了交易地点，徐掌柜当场就结了我们2800文，我都入账了。今天交易很顺利，徐掌柜还问能不能多给他供货。你没有说这冰是制作出来的吧？当然没有，我说我们当家冬天存了很多，量够大。行，会办事儿。那就按照徐掌柜的要求，给他要的量，你安排人手就行。记得把保密协议给我保管。是，大当家。王大山，今日第1次交易完成的不错，也算咱们寨子里第1次有收入了。你今晚呢，可以给弟兄们多杀头猪加菜，他们也挺辛苦的。好，我会去安排的。我要找的9位族长都找来了，都找出来了。我想大当家要的人以后能独当一面，我都找了能认些字和武功好的，而且都是跟了我多年的弟兄，他们的话大当家可以信得过。果然是老当家选出来的人。王大山，你果然是粗中有细，办事效率不错。嘿嘿，难得大当家夸奖，小的以后会更努力。既然是你选的，我就信你。我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那就让我见见吧。大家好，我是大家的当家，都见过我的吧？现在呢，你们就从第1组开始排，这样呢我好记住大家。先来个自我介绍。我第1组组长周阳，我是第2组组长赵宇，我是3组组长孔季，我第4组组长朱武，我第5组组长野马，我第6组组长云芳，我第7组组长彭东，我第8组组长王正，我第9组组长王二虎。很不错。今日呢就算是认识了，大家的名字我都已经记住了。明日开始，除了第1组之外，你们其余的组长都要跟着我学习你们应该学的东西。每日就来2组吧，我1日教2个人。王大山，你也得跟着，以后呢你就是总管。是，听你家的。好了。周阳、赵宇、孔季、朱武、野马、云芳、彭东、王正、王二虎，你们都先下去吧，我还有事情找王大山。大当家，他们的名字你都记下了，我还说要拿笔给你写下来呢。这很难吗？我连制冰都会，记这10个人的名字，那还不是小意思的事儿。也是，大当家果然厉害。看着9个兄弟都出了院门，林云熙看着王大山，大山，你1个人管9个组，我怕你忙不过来，要不要给你分出1个人来管？我的意思是，你管5个组，再让1个人管4个组，你就不会那么辛苦了。大当家，我不怕吃苦的，就怕挨饿。我是被饿怕了，我先管着，实在管不过来了，你再分也不迟，可以吗？可以，你也留意一下能独当一面的人。咱们现在刚发展，后期用人的时候多着呢，记得一定要多留意能用之人。好的，多谢大当家的信任。冰块1组的周阳能独当一面吗？我想明天让他带组员去交易冰块，你留下和我学习一些东西，还有各组的人员数量也要你来核对。大当家放心，周阳是这9组里面能力最强的一位，今天我也带他去交易了，他都会的。明天我让他去。行，你说可以就可以，那你也先下去吧。今天再去制冰室看看，把事情交代完，你也歇息一下。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多谢大当家关心属下，这是属下应该做的。今天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今天他来月事，慕容浩不想让他去厨房操劳，于是就反问：丫头，今晚你想吃什么？我呀，我突然很想吃鱼。我们去下面的厨房问问有没有鱼。王大山他们那么忙，这几天都吃野猪肉，没有时间去打鱼的。我知道我们之前住的屋子后面有条小河，那里肯定有鱼，要不我们去那边看看？那我们走吧。还是算了吧，我怕那边不安全，还是吃野猪肉吧，没关系的。走吧，我们带上你的毒针盒。王大山他们不是进进出出山寨吗？没事。说完，慕容浩拉着林云熙的手走出了主屋。俩人虽然都没有表明心意，但是似乎都在默认着什么，空气中弥漫着说不出道不明的情愫。两人互相扶着，一路走到了小河边，在河边看了一下风景。出来吧，不用躲了。于是便看到那黑衣人一个飞身跪在了2人的面前。天一拜见主子。我的信你没有看懂，丫头，你先到那边歇息一下，我和他说说话，他是自己人。那我先过去。看着他走远了，慕容浩这才冷冷地说道：你怎么找来的？回主子，属下找了张掌柜，属下实在担心主子的安危，刚刚还看到主子你受伤了。已无大碍，还有人知道本王在这里吗？没有，就属下1人。外面一切可好？一切都好，王府有王管家和苏姑娘打理着，王府一切安好。军营里有荣副将管理着，每日都在练兵。苏姑娘打理王府，哪位苏姑娘？本王怎不知？就是之前已是苏副将的妹妹苏西西姑娘。主子不是为了报答苏副将，答应为他妹妹择一门好亲事吗？目前养的福利。本王倒是忘了还有这回事，回去再说。那父皇和母妃
可在找本王。回主子，据属下所查，皇上没有派人来查，但是荣贵妃有派暗卫千城一直在查。叫张掌柜守好他那张嘴，如果再有第二人发现本王在这里，他提头来见。是，属下一会儿马上去找张掌柜。还有你在这里看到的人和事，也不能透露半分，这些都是本王要保的人。主子，那些山匪也是，你只要听命就行。什么时候那么多问题？是，属下知错。本王1个月后会回去，1个月后你带着天字号暗卫来接本王，带上黄金15000两，这个扳指你拿去给王管家，他会给你。15000两黄金？怎么，你家主子不值这么多？属下都是，属下该死。是他救了本王，应该回报。丫头，地上凉，快起来。知道了，你先忙你的吧，我自己打鱼，你不用管我的。这是我之前认识的八殿下吗？主子什么时候那么关心一个女人了？从前别的女人想靠近他身旁动弹，和人说话只会是。现在大夏天的，他和那个女人说地上凉。出于好奇，天一又偷偷地瞥了一眼远处的姑娘，这确实是美若天仙。有些人不是你能乱看的，小心自己的眼睛。属下知错，属下只是为主子高兴，还要小心你这张嘴。主子终于在男女之事上开窍了，真替他开心。其他适龄的皇子们都有了自己的王妃，只有主子一直孤身一人。而今他终于有了上心的人，今日挨骂也迟了。就是主子也太霸道了吧！我就是看一眼也不行吗？我们暗卫都是下人，又不会干出什么事情。看来主子对那姑娘用情很深啊。是，属下知错了。1个月后来接本王，把府里最好的2匹马送过来，再去荣富江产业下的秀云庄找云姨娘，用上等蚕丝做10套裙衫给那丫头，款式和颜色由云姨娘定。至于珠钗，也不知道她喜欢什么样子的，本王回去再为她选吧。是，属下这就去办。下去吧。再说一遍，不要告诉任何人本王在这儿。是，属下告退，主子保重。天一刚走，慕容浩就来到林云熙的身旁。你还会打鱼？那是当然啊，我从小呢就很喜欢吃鱼，以前要是有机会出去玩，我都喜欢网鱼、钓鱼，有的时候还和我弟弟坐船出海打鱼，可好玩了呢。你有弟弟？算是和他相依为命吧。当然了，还有我奶奶就是你们这里祖母。其实我已经没有父母了，我父母在我10岁的时候，他们一起外出办事，有了意外，双双离开了我和弟弟。后来呢，是爷爷和奶奶抚养我和弟弟长大的。再后来，爷爷生病去世之后，就剩下祖母一个人抚养我和弟弟长大。现在算来，我只有2个亲人了，那就是我祖母和弟弟。这次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来到了这儿，现在又找不到回家的路，我有点想他们了。你说找不到路，怎么解释？其实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解释，我得好好想想其中问题的关键所在，才能知道。如果以后时机成熟了，我再告诉你。你为什么不问我刚刚那个黑衣人的事？成年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你想告诉我的话，你自然会说；如果不想告诉我，我问了也得不到答案，不是吗？等了一会儿，林云熙看时间差不多了，拉起了渔网。果然，渔网里网住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鱼。他把小一些的丢下了河里，只留了些大的。怎么小一些的都不要啊？反正也吃不完，小的呢可以放在河里养大些，到时候会更好吃。咱们吃大的嘛。我来吧，你今天也累了。你的伤无妨，我好的差不多了。那就多谢啦，咱们就吃3条吧，其余的都给王大山他们。你对你的属下倒是很好。当然啦，我可护短了，既然跟了我，我就要守护好他们。再说了，我对你这个病人也不错吧，天天都给你做好吃的。今天晚上呢，给你做全鱼宴。来，今日就多吃菜少吃饭，多吃鱼对你的伤口愈合好。快尝尝我的手艺。慕容浩拿起碗筷尝了尝，他真切地感受到这鱼宴的美味，每一道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这菜如果能在东胜国发扬光大，应该也是一门生意。你这做菜的手艺，在我们东胜国可以说是没有的，这些菜可以赚钱的，是吧？我的第4组烧菜组，我就准备教他们做炒菜。你要开酒楼？才不能！开酒楼要租房子，还要请掌柜的，还有小二，多费钱啊！我只卖我炒菜的配方给当地的酒楼，这样顺便把我第5组的调料也打包卖给酒楼。那这样我可就很省事儿了，天天在家睡觉收钱就行。终于知道他的第4组和第5组的用意了，果然是个经商的好手。我刚刚在厨房看到透明的调料瓶子，那些是琉璃吗？你说的是玻璃瓶吧？不错，它和琉璃呢基本上是同一种材质烧制而成的，不过烧制工艺上有些区别。你们这里没有玻璃？我们这儿叫琉璃，琉璃现在可是价值连城的东西。价值连城？有没有那么夸张？当然，拥有琉璃的都是皇亲贵胄或者4大世家的人，价格极其高啊。哇，那我不是发达了？这烧制琉璃的材料和方法都很简单。你真会烧制琉璃？你好像知道了我的很多秘密啊，我是不是应该把你给灭了？你舍得？他当然舍不得，和慕容浩在一起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他的命先留下。要不咱们合作？这个可是大事，容我先好好想想。
琉璃目前只能从南边的南岭国通过商船进口。据说有一个叫波斯国的地方，他们才会烧制琉璃。波斯国在哪里，目前无人知晓。由于每年进口的数量极少，所以价格极高。我们大陆4国都想知道如何烧制琉璃，可惜一直没有人知道其方法。你知晓烧制的方法，也不要声张，会有危险的，知道吗？算了，这个还是以后时机成熟了我再找你合作吧，我可不想掉脑袋。慕容浩点点头，深情款款地看着眼前的林云熙，忽然感到能够遇到他，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真的好奇怪啊，好奇怪，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觉得一肚子的火发不出去啊？平时这个时候他很多话呀，很多问题问我的。今日是怎么了？安静的出奇。你累了吗？怎么不说话？和你没话可说。刚刚吃饭的时候不是聊得挺好的吗？你这怎么了？你没有看到吗？在擦头啊。我问的不是擦头。那你想问什么？听他这语气是真生气了。他怎么了？进去沐浴之后出来就生气了？你生气了？我为何要生气？这不应该问你自己吗？林云熙感觉自己要爆发了，再和他说下去，他马上就要上手打人了。你的消炎药中午忘记给你了，现在吃了吧，吃完你就自由了。什么叫吃完就自由了？丫头是怎么了？这么大火气？刚想着，就见林云熙一手拿着药片，一手拿着水杯给他递了过来。他接过林云熙的水和药，吃完之后深情地看着他。多谢。不用。说完这2个字，林云熙转身又坐到了桌旁。此时屋内一片死寂，2个人都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来。林云熙擦干了头发，放下毛巾，便上了床。这条是38线，手、脚、身体都不能越过，越过的话杀无赦。他现在在月事中，难受了。一日下来，我们2个不是相处得很好吗？晚上又怎么了？这是38线是什么意思？字面上的意思。字面，3和8，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本以为睡下就好了，可是今晚女人在床上翻来覆去，动静大到2个人都无法入眠。你怎么了？要去哪儿？我睡不着，我想出去走走。一只大手一个用力，就将他抱到了自己的怀里。你放开我！你越过了38线，杀无赦！原本背对着慕容浩的他转过身来，和人面对面了。当看到慕容浩的脸，他又定住了，停住了挣扎。你今晚怎么了？你在气什么？让我和你一起分担可好？我不知道，我很难受，我就是想生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想找人打架。我还受伤呢，你舍得打你的病人？刚刚想打来着，看到你的脸就下不去手。为什么下不去手？我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可是我现在好乱好烦躁，你不要问我这样的问题了。好，那就不问这个问题。你这38线是何意？我是大夫，大夫不应该和病人走得太近。我知道我违反了医生的职业道德，可是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就不敢和你太接近了。所以你在自责你接受我对你的亲密行为？也许是吧，可我现在很乱，我也不知道乱的是什么，我现在找不到答案。那就先不找。你现在来了月事，我能闻到你身上在大量出血。今日的这个38线，明天再做。今日让我为你暖暖肚子，明日你想怎么弄38线都可以，弄一堵墙在这都行，可好？那我明日只要弄一堵墙过来才行。你想怎么做都依你，只要不生气，怎么都行。那明日再想想这中间放什么好。转过去吧，我给你揉揉肚子，暖和暖和，让他没那么难受。你今日晌午不是睡得很好吗？为什么要转过去啊？面对面也可以暖啊，看着你的脸我睡得更好。丫头，你知道自己很美吗？知道啊，我在学校的时候可是年级的校花呢，很多男生追的，可惜啊当时没有理他们，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知道自己美就好，以后除了我不能和别的男子一张床，知道吗？这样会很危险。答应你，但是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给我暖肚子，为我煮红糖姜汤。林云熙想再次得到对方的答案，他想知道慕容浩在想什么。你对我也很好啊，你救了我，仔仔细细照顾我的伤，我为你做这些太少了。就只是因为我救了你，没有别的。让我想想，还有什么别的？睡觉，不想聊了。丫头，睡吧，我帮你暖着，不生气了，好吗？就今晚吧，今晚在他的怀里好好的感受他的体温，明天开始不再留恋他的怀抱。第二天大早，太阳高高升起，林云熙第一个醒来，慢慢的挪开了慕容浩的手臂。今日那么早就醒了，累就多睡会儿。嗨，你醒了，早上好，我睡好了，我去做早饭。我昨晚做错什么了？一大早他就这个语气。看着林云熙逃离似的离开，他便坐起身来。不多时，林云熙端着一桌子的早餐来到了主屋，看着慕容浩还愣在床上看着自己。怎么啊？我脸上有花，这么好看？别看了，赶紧起床洗漱吃饭。今天我很忙的，要出去教各组组长怎么赚钱，你要不要跟着？如果不跟着，就在屋里也行。
行，我自己去。这就起来，我跟着你吧。他可不想林云熙被一大堆男人围着。好，那我等你吃早饭。你的衣服呢，我帮你准备好了，就放在床尾，你自己穿吧。不一会儿，坐到桌前，一直看着女人吃着早饭。这些早饭味道可还行，日后如果有什么想吃的，尽管吩咐。等你离开的时候，饭钱再一起算。你这是要和我分得那么清楚？我一天3餐做饭很累的，要想菜谱，还要准备食材，这些都不少银子呢。不过看在你是我病人的份上，给你一个打包优惠价。你想怎么算就怎么算吧。两人无语，沉默地吃着早饭。这个时候，王大山带着第2组和第3组的组长过来了。大当家早啊！今日那么早就用早膳了。大山早啊，赵姨早，孔季早，你们用了早膳没有？要不要一起吃？大当家早，我们都吃过了。我快吃好了，你们稍微等等。大山，所有组的名单都出来了吗？出来了就给我看看。出来了，昨日属下就弄好了，怕打扰当家歇息，就没有带过来。你这效率不错呀，果然是我的好副手。林云熙看了看王大山递给他的名单，不错，这几个组呢都分配的蛮均匀的，不会有个别组人太多或者人太少的现象，真好，我就不用头疼去想如何分配的问题了。大山做得好，值得表扬。多谢大当家，大当家今日心情不错啊，老是鼓励属下。做得好当然要表扬，难道还要为难你吗？我吃好了，你们稍微等一下，我收拾一下碗筷和厨房，你们也想一想一会儿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这样也节省大家的时间。说完便急冲冲地收拾碗筷去了厨房了。不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又出来了。走吧，我们先去2组养猪的地方看看，3组的孔季要不也一起去学学，多学些东西总是好事。是啊，我也想跟着大当家多学学。好吧，咱们走。赵宇过来，这里面有几头猪？这大当家，在下忘记数了，现在马上数。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应该第一时间知道，以后呢就不要犯这种错误了。从现在开始，野猪的存量、使用量、售卖出去的量，每天必须要记录下来。大山和我说你识字对吧？来，我呢现在就教你画一个表格，这样就能直观的发现数量的变化。林云熙也顾不上其他，就蹲下身，把纸放在地上画起了表格。其实表格也简单，就是现代办公软件里的统计表格。林云熙费了一番口舌，终于教会了这几个弟兄。然后我再来说一下养猪的注意事项。第一呢，猪圈里要注意通风透气，还要注意卫生，一定要定期清理。第二，每天养猪的食量也要用表格记录下来，这样能够快速发现猪群是否生病。第三就是猪群产崽的情况也要记录。第四，猪群的粪便呢不能随意丢弃，都统一收集起来，交给第7组庄稼组。这些猪粪可是上好的有机肥料。还有，你可以在你的组内分出细致的小分队，比如有打猎组、清理卫生组、杀猪组、售卖组等等。然后呢，杀猪组杀猪后，猪下水一定不可以丢弃，那些能够做出很美味的菜肴，这些猪下水要交给第4组的烧菜组。王大山、赵宇，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这边就收工了，咱们去下一组。大当家，我们都清楚了，你说的很简单易懂，我们都能听明白。那就好，咱们去第3组吧。孔季，你有没有做过木工活啊？回大当家，会的。我之前在镇上有做过木工活，后来东家搬离风景镇，店也关了，所以就只能到青山寨投奔王大山。你有一门手艺，怎么不想自己开店铺啊？大当家，你有所不知啊，能自己开店铺的人非富即贵，不是我们这样的百姓说开就开的。也是，这里确实也不是贸易自由之地，那咱们就不开店铺了，我们只卖设计，我负责做图设计，你负责出样品，这样就可以和镇上或者城里的店铺合作。你觉得这样的方式怎么样？大当家真是商业奇才呀，什么都会做，我们跟着大当家，以后一定能过好日子的。我说过要给你们过上好日子的，放心吧。现在咱们先说正事儿。孔季，你会分辨木材吧？啊，一般家具的木材都能分辨。好，现在呢，咱们先选择优质一些的木材，为寨里的兄弟们做床。夏天过去后就要入秋了，咱们要先解决寨里面兄弟们的生活状况。你分出2个大组来，一个大组做寨里的床，一个大组做我设计的样品。制作床的组员也不用担心工钱问题，工钱都是一样的。等到后期有好的设计，优先给他们做。多谢大当家体恤属下们的生活，大当家分配的太好了。这是应该的，有了好的生活，大家才能更好的干活，不是吗？对了，可有工具？啊，回大当家，工具比较少，锯子、刨子、锤子这些都不太够。大山，昨日卖冰的钱可够买工具的。回大当家，够的，工具不需要很多银钱。要不我下午马上去一趟镇上去采买。好，我也想去一趟你说的风景镇，顺便去看看目前现在流行的都是什么款式的家具，回来做设计图呢也会更有灵感一些。不过呢，我现在啊，先得把咱们寨里的床铺设计图先画一张出来。孔季，你今日呢，先拿你现有的工具去砍树，做出样品。好的，听大当家的。2炷香的功夫，一张床铺的3维立体图和各部件的尺寸图就展现在了这几个男人的眼前。好了，孔季，按照这个尺寸去做吧。王大山，你去统计一下寨里目前缺几张床铺，这个床铺的尺寸呢是双人的尺寸，以后咱们兄弟娶媳妇了，这床也还可以沿用。大当家真为我们兄弟着想，连以后兄弟媳妇的位置都画好了。那是当然，为大家娶媳妇也是我的责任，不是吗？大山，你相信我能为你们娶上媳妇吗？我之前不是很相信的，但是现在信了。大当家那么厉害，我们娶媳妇是迟早的事情。都会有的，大家好好干啊！都听大当家的。大山，你是要去镇上买工具
具对吧？我和你一起去吧。我到你们这儿这么久了，还没有逛过街呢。现在这样也不太利于我的商业思维的落实。我现在只能靠凭空想象，完全不知道外面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我的病人他也好的差不多了，我也可以出去走走了。大当家，你和我一起去，那当家夫君要去不？他就不去了吧？他伤还没有好全呢，咱们要走着去，我怕他坚持不了。我都好全了，我也要去。我们走着去，你确定能走吗？风京镇又不远，我可以走。行吧，那就一起吧。我本以为2个组要很久，想不到1个上午就弄完了。那赵宇和孔季，你们就在组里安排好工作吧。我们3个呢，先去镇上走走。是，大当家你就放心去逛吧，我们会做好的。刚来到镇上，林云熙就像个脱缰的野马，开心极了，这里看看，那里摸摸。这是他来这个世界后的第1次逛街。慕容浩心想，这女人为了照顾他，在那山寨里头怕是憋坏了，一出来就这么高兴。可惜了，他没有带银两，不然今天他要给他买些礼物。大山，咱们先去买工具吧。大当家，你不是想逛街吗？我陪你多逛逛，工具一会儿再买也是可以的。那个，大山，要不咱们先买工具，看看最后剩下多少钱。我可能一会儿呢要先借一点，买2身衣服，再买几本书。但前提是必须得是买工具剩下的。大当家衣服不够穿，先拿钱去买衣服吧，明日再买工具也可以的。那可不行，寨里的事情是第1位的，我明日再买衣服也可以。那行吧，都听当家的，我们先买工具去。林云熙看着铺子里的工具都是手工工具，想着自己科技库里躺着的电动工具，真是可惜了。最后他们一共买了15套工具，一套90文，15套也就才1350文，左儿卖兵2800文，这还剩了不少钱呢。大山，你看我今天能不能先借用余下的钱，明日我就不过来了，还有事。大当家，这寨里的钱说白了都是你的，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只是代管，你想用就拿去吧，寨里的兄弟都不会说什么的。那可不行，说好了这是寨里的，那就不是我个人的，我只能先借用，等到后期我分红了会还给寨里，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好，大当家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来，这是剩下的银钱，你拿去吧，好好买2身好看的衣服。大当家那么美，穿粗布衣委屈你了。多谢，其实我对穿衣不是很挑的，能穿就行。那咱们走吧。小二，那套鹅黄色和翠微绿色的裙衫是什么价格？姑娘眼光真好，这2套是今年最流行的颜色，100文一套。这么贵啊？我买2套给你150文吧。可以呢，就直接拿走，就不用试了。姑娘没有这样还价的，100文最低价格了。小二，要不呢你去问问你们掌柜的，我2套都要，现在店里也没有人，就直接给我吧。要是一会儿人多了，我还在这讲价，你也很难做对吧？而且我又不像其他姑娘在你店里试来试去的，我也节省你的时间啊。给他吧，以后多来买就行。大清早开门就遇到一个难缠讲价的，真无语。大当家真厉害呀，一下就省下了50文。还有大当家，你为何不试穿呀？我上次买你那2身衣服时，很多姑娘在里边试来试去的，她们说试了才知道好不好看。大山，我这么好的身段还需要试吗？想他1.68米的身高，才110斤，之前在现代1周3次健身房，如此好的身材，王大山就没有看到吗？大当家不说，我还没有注意。大当家这身段真是1等1的好啊！王大山，你家大当家的身形是你能看的吗？王大山看到冷得像个冰渣子的慕容浩，回过头去，不敢出声。别生气啊，大山只是赞美而已。前面还有首饰铺子，我想去看看，你们要不要一起啊？那就一起去吧。小二，这只珍珠簪子能拿给我看看吗？店小二上下打量了他一眼，这女人穿着粗布衣衫，竟然还想要看他们店里的东珠簪。这位姑娘，这可是名贵的东珠，是我们家的镇店之宝，您应该买不起吧？那你说个价格，我看看我未来能不能买得起。3000文，能买吗？买不起就别看了。好吧，真买不起，走了。大当家，如果喜欢，明日我们再来买。我从来都不带这些东西，簪子而已嘛。我回去叫孔季帮我做个木头的就好。再说了，3000文，我买鱼吃不香吗？馊的钱。可是大当家，我看你看了很久，应该很喜欢吧？为了安抚王大山对他的怜悯之心，大山，你觉得是我这颗珍珠好看，还是店里的那颗好看？当然是大当家的好看。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金色的珍珠，好神奇啊！还有你那条链子，怎么做工如此精细？怎做的？你的链子是什么材质的？铂金，比黄金价格要高一些的白色金子。你们这里没有？没有。这里什么都没有，真是商机无限啊！多逛逛，多问问，也许就能逛出更多商机。好了，咱们走吧，再逛逛。大当家，你真不想买那簪子吗？明日我来帮你买也可以啊。我问价格，只是想了解了解物价。我都说了，不喜欢戴这些东西。身上的这个项链还是祖母送给我的。不过呢，我还是挺喜欢珍珠的。珍珠光泽温润，低调内敛。不过刚刚那只簪子的做工也太差了，真的看不上。以后赚钱了再看看吧。首饰对我来说不是必需品，可有可无。原来这丫头喜欢珍珠。
哪里有书铺，带我去看看。到了书店，林云熙就走不动道了，认真在这店里这儿翻翻那儿看看。我选好了，你们有选好的吗？我一起付钱。没有。大山，之前你帮我买书的时候，有一本很多图，我记得当时没有叫你买，怎么会在你买的书里面有？现在我想再找找相关的书籍，找遍了都没有。什么？很多图的书？哦，我记起来了，当时我买了不少书，掌柜说那本是送的，我也没有注意看。难道这女人还想看那特殊的小画本？她不知道这书是禁书吗？警告你啊，那书不能乱看，那是禁书。再让我发现你看的书有你好看的。禁书？哦，难怪掌柜会偷偷送，我再叫他送一把。我的话你没听懂？逗你的，我以为你们这儿随便就能买到呢，真可惜。说完，林云熙买单去了。掌柜看着是女人付款，也没有送书。唉，早知道就叫王大山去付款了，万一能送什么图呢？这女人脑子怎么长的？怎么就不知道害臊二字怎么写？逛了该逛的，时间来到了晌午。咱们回去吧，我肚子饿了。我们就在镇上用午膳吧，回去吃太晚了。咱们没剩多少钱了，能省就省一些。跟我走吧，我有朋友在五味楼，你们忘了？大山，跟上。掌柜的，把你们的招牌菜各上一道，要快。是，我们马上安排。帅哥，各来一份是不是太多了？吃不完会浪费的。掌柜，我刚刚在楼下看到你们家的菜分量挺大的，我们3个人而已，你就来5到6个招牌菜就可以了。这女人竟然反对主子的要求，主子说全都上，她怎么敢？去吧，按照这位姑娘的要求来就行。是。张掌柜战战兢兢地退了下去。昨日天一刚来说封锁瑞王的消息，今日主子怎么就这么明目张胆的来了？而且身边也不带个护卫，还好昨日先行封锁了消息，不然就惨了。昨日晚间，荣贵妃的暗卫前程夜寻我们及瑞王的下落，还好我没有说出来，还是伺候好了主子再说，不然我这个掌柜就不用当了。不一会儿，5、6个招牌菜和饭都上齐了，是不是可以开吃了？你们怎么不动话啊？掌柜，你们2位出去吧，我们3人自己吃如何？我听到什么了？叫我们出去？主子吃饭都要人不猜的呀。于是他就看了看慕容浩，只见慕容浩一双刀子一样的眼睛看向了他。这张掌柜收到了慕容浩的指示，只能是退了下去。这女人是什么人？竟然敢在主子面前发号施令！大山，你也吃吧，不用这么拘谨。我是把你当我哥哥看的，以后咱们就一起吃饭，不要想那么多。一家人吃饭在一桌上很正常，好吗？对于这件事情呢，我是真的不想再说第3遍了。听到林云熙的一番话，王大山很感动。他一直都信奉主子和属下吃饭不同桌的理念，没想到大当家能和他说这样提己的话，还把他当做大哥哥看待。多谢大当家，以后我都听大当家的。大当家叫我往东，我不敢往西。吃吧吃吧，怎么吃个饭都不能轻松一些啊？我真的都饿扁了。这女人怎么都不会避讳一下？什么叫当大哥哥？什么人都能当大哥哥的吗？知不知道男女有别？林云熙看着慕容浩冷着脸，也没有动筷子，非常的无语。这饭还能不能好好吃了？这男人又抽什么风啊？算了，为了不影响吃饭的心情，我忍。来吃点乳鸽，这个呢对你的伤口愈合好。看着女人为他夹菜，这郁闷的心情终于是好了一些，缓缓地拿起了碗筷。怎么回事？之前五味楼的饭菜很是美味，怎么今天吃起来没有那么美味了？难道是吃了几天丫头的饭菜，这天下的饭菜就都不香了？才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筷子，怎么不吃了？又怎么了？不好吃，不吃了。我也饱了。你们2个大男人怎么吃饭像姑娘家一样？还有这么多菜呢，多浪费啊！难道吃个饭还要我教你们啊？你们看啊，吃饭呢就要大口大口的吃，实在不行呢就蹲在凳子上吃，这才是男人该有的样子啊！丫头，坐好了，小心从凳子上摔下来。下来可以，除非你们再吃点。2个男人无奈了，只能是顺着他的意，又夹了菜到自己碗里。怎么五味楼的饭菜这么难以下咽了？慕容浩越吃越难受，于是便叫来了张掌柜。掌柜的，五味楼的厨子换了吗？回客官，厨子一直没有换啊。我们五味楼的味道目前在镇上都是数1数2的。那我今日吃着怎么觉得没有之前美味了？掌柜的，我这边呢有一种很新的菜式，我做出来的菜，这位公子很喜欢，他每天都吃很多，你要不要了解一下？如果呢你觉得对你们酒楼有益处，我想和你谈谈合作的事情。姑娘，可以啊，你说说看，你手里的是什么菜系，或者怎么做？你可以到我们后厨去试试，我先尝尝。意外之喜啊！林云熙想不到这么快掌柜的就同意了。宫保鸡丁、酱香鸡翅、红烧豆腐、酱油焖鸡，不一会儿4道菜就端到了慕容浩所在的雅间。慕容浩看了看丫头的菜，再对比了一下五味楼的菜，看来我的这个酒楼要更换菜品了，正好照顾一下丫头的生意。慕容浩也不客气，先拿起筷子尝了尝，满意的点了点头。张掌柜看主子点头，也拿来一副新筷子，每一道菜都尝了一遍。姑娘，你这菜味道实在是太好了，我们酒楼很想和姑娘合作，不知道姑娘想如何合作呀？
掌柜，我是这样想的，我每一道菜谱卖给你200两银子，这道菜就在你的酒楼里独家终生使用，而且这菜品里用到的酱油也由我来提供，以后会以低于市场价2成的价格给你，如何？你可是我的第一个顾客，若是有了新的菜品，我也会优先提供给你们的酒楼，可好？这可是好生意，一道菜谱才200两银子，太划算了，而且后面的条款也是对我们酒楼有益的。这姑娘真是个生意人，能给双方评理的机会。于是就答应了下来。4道菜一下就赚了800两银子，这赚钱速度满分啊！你们俩把我炒的菜吃了，我现在和掌柜去后厨教他的厨子做菜，马上就回来，你们先吃，不用等我。大山，这800两你收好了，这个放入第4组烧菜组的账本里，到下月1日时再拿出来分红。大当家今天也赚了不少钱，你最想买什么呀？到时候我也分钱了，给大当家买一个礼物。哼，你这王大山孺子可教啊！不过呀，我什么都不缺，现在这样就挺好的，谢谢你了，你把你自己的钱留好，以后娶媳妇用。但是我还是想买个礼物送给大当家，以报对我的再造之恩。我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老是想着报恩啊？听到报恩2个字就来气。林云熙说完扭头就走，留下2个男人一脸的疑惑。慕容浩一脸茫然的跟着进入了院子。从进主屋开始，林云熙就在桌子上写画画，再也没有理他，一直到晚上他做好了晚饭，吃饭也不说话。明明今天逛街的好好的，他一听到报恩2个字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人家王大山想报恩也很正常啊。睡觉前，女人又拿出昨儿晚上的毯子，做好了她说的3八线，然后倒头就睡，一句话也不说呀。第2日一大早，林云熙起得很早，他一如既往的做好了早饭，叫慕容浩一起吃，也是一句话也不说。吃完饭，拿着药瓶扒开慕容浩的中医为他上药。你怎么一直不说话？和你没有什么好说的。和我？昨日不是王大山惹你生气的吗？和我有什么关系？是和你没有关系，我要干活去了，你自己在屋里吧。我也要去。你想去就去，把衣服穿好，准备出发。哎，大当家早，今天有何吩咐？孔季早啊，今天呢，我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大当家请说，属下能帮的尽量帮。我没有发簪，想请你帮忙随便弄一只木头的，你会弄吗？孔季看了看林云熙，又看了看他身后的慕容浩。当家夫君头上的小冠和簪可是黄金打造的，大当家的簪子却要用木头做，这大当家的夫君也太那个了吧？慕容浩看着孔季盯着自己的黄金簪子，就知道这小子想了什么。他昨儿也想给林云熙买簪子的，但是那些铺子里的做工真的不是一般的差呀，怎么能送给他呢？他要送，那就要送最好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工艺不配他的丫头。林云熙等着孔季回答，发现他盯着慕容浩的黄金簪子，就想笑。看来这全山寨的人都认为我们是夫妻俩了，这误会一定要消除，不然以后怎么在寨子里混？你看他做什么？他真的不是我的夫君，他就是我的病人，我为他治病而已。不过2位不是都住一个屋子了吗？这不是咱们寨里没有床榻吗？总之你们不要误会就行。好吧，是我太开放，还是这些人太保守了？算了，是我太开放吧，反正也没发生什么事，清者自清。孔季，你到底能不能做？一个木簪子应该很简单的吧？我会为当家做个美美的簪子，下午给你送过去。好，那就多谢了。哎，大当家太客气了。很快，时间就来到了7月1日，今天是寨里发工钱和组长分红的日子。兄弟们，今天呢是大家的好日子，我们大家通过1个月的努力，终于摆脱了贫困，甚至还开始挣钱了。这个月来呢，大家的努力我都看到了，我们是一家人。在这里，我先以茶代酒，感谢弟兄们为山寨做出的贡献。说完之后，林云熙一口喝下了一杯茶。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希望以后不管我在或者不在，大家都能够保持这样的干劲，好好为自己、为家人努力的干。我相信，即使是没有我，大家也能够做得很好。我把方法教给大家，就是希望以后大家能够独立，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也能够在寨里或者外面的世界里闯出一片天。最后，我林云熙保证，只要我林云熙在的一天，我都会和大家共同进退。他想离开，他要去哪里？林云熙和慕容浩回了他们自己的院子。林云熙走到院门，沙哥，谢谢你这个月来一直陪伴着我。丫头，你怎么了？是不是要走？我没说要走啊，回去吧，今天累了，你也早点睡。慕容浩不说话，紧紧地跟在林云熙的身后。今晚科技库升级条件，喝400毫升酒。李博士是不是疯了？这什么设定啊？升级系统和喝酒有什么关系？难道李博士以为我死了，用酒祭奠我？算了，不想。不过科技库可是我在这个世界的保护伞，能升级最好不过了。你先去沐浴吧，我去找王大山拿点东西。我陪你去吧。不用，我很快就回来。好，那你小心点。慕容浩看着他离开的背影，一直都很担心。这段时间以来，他们相敬如宾，他能够感觉到这不是对方真正的面目。林云熙在忍受着什么，他一直都想知道，可是却一直都没有获得答案。这么晚了你要喝酒？刚刚在宴席上你不是说不会喝酒吗？我从来没有喝过酒，想试试。不过还是先沐浴吧，今天确实挺热的。这女人今晚又发什么疯啊？沐浴后喝酒？今天是个好日子，我想喝酒，你要不要陪我喝2杯？好，陪你喝2杯。丫头，后日我的家人要来接我回家了，我觉得要告知你一下。那么快，1个月就过去了。时间过得很快，丫头，
多谢你救了我，还那么劳心劳力的照顾我1个月，我现在都好了，恢复的和以前一样。你放心，后日我家人过来会给你带枕巾过来。不需要谢，作为大夫，救死扶伤是应该的，枕巾带了就好。我刚刚在宴席上听你说的那番话，感觉你要离开是吗？咱们别说这些了，来，咱们喝酒吧。你说你没有喝过酒？我们家乡18岁才成年，成年前是不能喝酒的。我现在20岁，但由于我是大夫，工作特殊，不能喝酒。喝酒多对大脑不好，会影响我们的手术速度，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喝过酒。那怎么今晚又想着喝了？今晚不是高兴吗？就当庆祝我第一次学喝酒吧。来，我们干！林云熙说完这话，一口气喝了一大口酒。这酒原来是又辣又苦的，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喝它？也许是见人们用酒来疏解心中的烦闷吧。是啊，谁没事找事喝这种又苦又辣的东西啊？心里没有点故事的人绝对不会碰这种东西。原来酒能买醉，让人忘记这世间的烦恼。哎，丫头，不用你扶着，我还能喝。我要喝酒，我还要唱歌。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啊！丫头，我们不唱了，一下把王大山唱来了，我们睡觉可好？你干嘛？我要喝酒，我要唱歌，我要喝酒，再喝。哎，好，那我们小点声唱，不喝酒了好吗？不好，要喝。他第一次喝酒就能喝成这样，下次怎么也不能让他再喝酒了。受罪的是我。大侠，你是谁啊？你为什么穿着古代人的衣服？是在玩剧本杀呢？好奇怪啊！你怎么长得这么像我哥们儿啊？大侠，你也想不想听我讲故事啊？我的故事可好听了。好，你说，我听。大侠，你知道吗？我遇到了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我坐飞机飞到其他国家办事情，突然飞机紧急降落，还爆炸了。我以为我死了，结果我从1万米高空摔了下来，发现自己竟然还活着。我还救了一个和我哥们儿长得一模一样的人。那个人头发长长的，黑黑的，可好看了。大侠，你相信一见钟情吗？我原本也是不信的，可是当我在救治他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我喜欢上他了。他身上的秘密他有权说出来，他喜欢我，然后呢？你说是不是很奇怪啊？我本来以为我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又看到了像我哥们儿一样的那张脸，我还觉得是一种安慰。但是我和我哥们儿认识了20年了，我都从来没有过那样的感觉。我从来都没有和男子相恋过，但是当我为他手术，为他上药，为他沐浴，为他洗头的时候，我总是会心跳加速。我很喜欢和他靠近的感觉，真的很喜欢。你知道吗？他全身都布满了伤痕，我看着他我就会很心疼，我好想能够天天都守着他，爱护他，天天能看着他，我就觉得很幸福了。他后来对我也很好，我月事的时候他会抱着我为我取暖，他的怀抱好暖呢，他的体香很香很香，我真的好喜欢。我恋上了他的怀抱，不能自己。对了，他还会为我煮红糖姜水，我喝着他给我煮的红糖姜汤时，我觉得世界上最好的食物就是那碗红糖姜汤了。他晚上的时候还会为我暖肚子，我好喜欢他的这个举动，我认为他也是喜欢我的。然后我问他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大侠，你猜他怎么回答的？他说是因为我救了他，他才会对我那么好的，他是在报恩。我问了2次，他都是一样的回答，我的心好痛啊！谁要他报恩啊？救他给枕巾就好了，月事谁要他暖肚子，用热水袋不就好了？红糖姜汤我自己也会煮啊！我好生气，我知道我表错情了，我是大夫，大夫是不应该和病人发生什么的，这不道德，所以我只能克制着自己不去想他，不去爱他。但是这样我好辛苦，我每天看着他陪着我，我就会痛苦，就会很难受。你知道我这个月都是怎么过来的吗？我每天都在爆发的边缘了，
所以我每天都给自己排满事情，不去想这件事情。大侠，我是不是很傻？原来这丫头如此爱慕着我。他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他何尝不是一样呢？这1个月来，他备受折磨。他不知道丫头是怎么想的，他怕他说出来会吓到林云熙。原来一切都刚刚好。所以，我从现在开始，我要远离他，我不能再让他来干扰我的生活了。我得找到回家的路，离开他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我要去赚钱，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成为富婆。如果还能回家，就带回家；如果回不了，那就有很多很多的钱，买好多好多的帅哥，就像大侠你这样帅的。所以，我要忘了他，就先从大侠开始。大侠，你要不要帮我忘了他？丫头，你想干嘛？大侠，我想忘记他，你帮帮我。林云熙的唇瓣便亲上了他的唇，林云熙的唇柔软无比，温热中还带着他自带的体香，好甜好甜。慕容浩迎上前，他想沉醉其中，突然慕容浩清醒了过来，他知道女人在用幻想中的一个人来忘记自己，他不能让林云熙得逞，然后便一把把他推开了。大侠，你这是干什么？你的唇好暖啊，本姑娘好喜欢，要不咱们更进一步？丫头，你醒醒，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大侠，我不美吗？你这都不肯帮我。他是多痛才会这样折磨自己啊？丫头，你很美很美，你不要这样对自己，一切让我来解决，好吗？好，大侠，我是真的想忘了他，真的，我好累啊，我想睡觉。丫头，睡吧，今晚我抱着你，好好睡一觉。第2天，阳光明媚，林云熙醒来，发现自己衣衫凌乱地趴在慕容浩的身上。林云熙轻轻地抬起头，看着眼前的男子，这是他心心念念的那张脸。他轻轻地抚摸着慕容浩的眉毛、眼皮、鼻梁，最后看到他性感的唇瓣时，他偷偷地吻了上去。就在这个时候，慕容浩的大手扶着他的头，深情地接住了他的吻。林云熙大惊，猛然惊醒，他用力地想要推开他，慕容浩及时地环抱住他，不让人下来。大清早就有人吻，真好。没有，我刚刚只是在感叹为什么会有那么帅的人。那我刚刚是在和空气接吻。对，是空气，刚刚有阵风吹过。你快放我下来，我衣服都乱了。你昨晚折腾了我一夜，我都没有睡好，现在要抱着你才能睡着，再让我抱抱。帅哥，你发什么疯啊？什么叫我折腾你一夜？我们昨天晚上做什么了？昨天晚上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你喝醉不记得了？林云熙想了想，他为什么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喝了一大口又苦又辣的酒之后，这后面发生了什么，他是全然未知。我昨天晚上有没有乱说什么话啊？话倒没有说，事情做了很多。没乱说话就好。那我们做了什么？就是那些男女之事嘛，你知道的。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你快说啊！你抱我了。现在我们不是也抱着呢吗？还好还好。你还吻我了，你的吻很甜，我很喜欢。啊，不是吧？我的初吻，我怎么会把初吻给你啊？你强抢的吧？昨晚都是你一个人主动的啊，我可没骗你。反正我不记得了，那也不算初吻，肯定是你骗我的。你这样想也行。那我们还有没有更进一步？有啊，你穿的那套黑色的小衣服很特别，我很喜欢。黑色小衣服，你都看到了？你怎么能看？都是你自己脱的，我可没有下手。我的文胸他都看到了，那我们俩是不是那个了？那我们有没有那个？那个是指？哎呀，就是那个呀，男女之间做的事情。哦，男女之间啊，那男女之间可做的事情很多呀，可以一起喝酒，一起合作赚钱。你指的是哪件事啊？他是故意的，他绝对是故意的，就是那同房。同房，你是很想的，我没有给你。你说过要清醒状态下才爽的，所以你太疯狂了，不够清醒，我怕你日后忘了，所以我没要。哦，那就好，不然就完蛋了。你差点就给我了。你差不多就行了，我都要羞死了。现在你又不怕男女授受不亲了？怕什么？我是男人，我又不吃亏。懒得理你，我要起床了。
丫头，大清早不要在一个正常男人身上蹭来蹭去的，很危险。我要下去，你放开我！不放，我有话要对你说。好，洗耳恭听。接下来的话，你认真听好了。我第一次说这样的话，不要拒绝我，可好？你先说来听听。林云熙，做我的女人，可好？做你的女人？你连名字都不愿意告诉我，你家在哪里？你是谁也不告诉我，你说我怎么相信你啊？你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好，你想知道的，我现在都告诉你。我叫慕容浩，皓月当空的皓，慕容是国姓，我是当今圣上排行第8的皇子，被封为瑞王。你以后在人前可以叫我瑞王、八殿下、八王爷都可以。他竟然是皇子，高高在上的王爷。你是皇家的人，你叫我做你的女人？他知道我的身份，不应该高兴吗？丫头，怎么了？做你的女人，做正妻，做妾，还是你的通房丫鬟？你想什么？当然是正妻。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我这样的可以做正妻吗？你们皇家不是要门当户对的吗？只要本王喜欢，没有不可以。是啊，只要你喜欢，你就会有无数的女人。慕容浩，是吧？你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你。你这是怎么了？你不是很喜欢本王的吗？现在你连我都不说了，要自称本王，我配不上你。你走吧，我不接受皇家的人，不喜欢。皇家的人怎么了？你之前不知道我的身份，不是对我很好吗？如果你是平常官家、士兵、将军，刚刚你叫我做你的女人的时候，我会飞奔过去。可你是王爷，是皇家的人，我接受不了。你走吧。丫头，你在无理取闹，你知道吗？我已知你的心意，我对你也生了情，两情相悦的两个人，为什么要彼此折磨对方呢？我不知道，我现在很乱，我想安静一下。你走吧，我现在不想见到你。到头来你是嫌弃我皇子的身份？是啊，嫌弃，特别嫌弃。林云熙，我慕容浩也是有脾气的。那你就走。丫头，我走出这个门，你不要后悔。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后悔。慕容浩的额头青筋暴起，拿起外衫之后，狠狠地摔门而去。滚，滚得越远越好！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最近如此歇斯底里，这么像自己？科技库系统升级成功，进入密码520。什么鬼啊？密码520？李博士最近的设置怎么都那么奇怪啊？升级条件是喝酒，密码又是520，不像他的风格啊。又一眼输入了密码520，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嗖的一声，他真的就进入了科技库。啊！之前只能在外面看着，今天就能进来了？李博士也太牛了吧！还有什么是他做不出来的？林云熙满脸愁容地走进了书房的书桌前坐下来，舒适的办公椅包裹着他。他内心其实很感谢李博士，能给他设计这样一个科技库，还能有这样的别墅，让他在这个陌生的世界有所依靠。林云熙应该高兴才对啊，怎么想到慕容浩的脸，他竟然高兴不起来了。他半躺在办公椅上，呆呆地看着书房发呆。林云熙今天就想这么坐着。来到这里1个月，他强忍着害怕，试着适应这里，还好能遇上这生第一次想爱的人。结果今天他就把那人给气跑了。林云熙觉得自己好累啊，好想任意的睡一觉，不去想这些事情。想着想着，他便进入了梦乡。等他醒来看到了挂钟上的时间时，他瞬间清醒。我竟然睡了4个小时，该起来了。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呢。林云熙坐起来，突然发现书桌上放着一本书《恋爱心理学》，这有什么鬼啊？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好像桌子上没有这本书啊。难道李博士能看到我？丫头，你好。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进入科技库了。感谢上天，你没有死于那场空难。很高兴你能看到这封信，我能从科技库系统听到你在那边的声音。我知道你一个人在陌生的世界一定很茫然很难，所以我会尽我所能保护好丫头你。丫头，不要害怕，不要难过，没有什么困难是过不去的。我相信你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活得精彩，活得洒脱。既然已经到了陌生的世界，为什么不能好好的活一场呢？不要委屈自己，不要压抑自己，这样雨成哥会很心痛你这个妹妹的。以前的你都是那样的乐观向上，你想要什么都会去争取，我想这才是你的性格。丫头，去吧，大胆去爱，不畏前路，大步向前。我一直在后面支持你。你的雨成哥，李博士。雨辰哥，谢谢你，谢谢你在我最无助的时刻给我如此多的帮助。你说的对，既然上天没有收我，那我就要在这个世界好好的活下去。雨辰哥，你放心，经过你的鼓励，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还要谢谢你给我做的别墅，我很喜欢。顺便帮忙告诉我奶奶和弟弟，我没有死，我活得很好。雨辰哥，我在这边爱上了一个人，我真的不想错过他。谢谢你的提醒，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最后，再次谢谢你，你一直是我心中暖暖的雨辰哥，以后可以多多通信。对了，谢谢你的恋爱心理学。今天就这样，我要去找我的幸福去了，下次聊。你的丫头妹妹。写完信，林云熙关闭电脑，打开了放在桌子上的恋爱心理学。
他没有恋爱经验，他想知道自己最近为什么会如此的歇斯底里，为什么好好的两个人会闹得不愉快呢？他飞快地翻阅着书，一页页的内容他都认真的研究了。最终他得出了结果，原来在爱一个人的状态下会不知所措，会彷徨，会自我贬低，会自卑，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恋爱心理行为。只要克服了这些心理障碍，大胆的和对方沟通，美好的恋爱才会开始进入正面循环。原来恋爱还有这么多东西要学啊！不纠结了，找慕容浩去。他应该没有走，他是不是去了小屋子了？慕容浩，慕容浩你在吗？慕容浩。林云熙来到小院子里，先进了主屋，没有看到人，又找到了厨房，还是没人，再找到了浴房，依旧是没人。慕容浩，你这个混蛋，你真的就这么走了吗？有你这样的吗？不就是吵架吗？混蛋，你出来啊！你枕巾还没有给我呢。对啊，枕巾，你是皇子，不会真欠我枕巾吧？我现在可知道你是八王爷了，今日就算你走了，我也能找到你。别以为你是王爷我就治不了你了。告诉你，我只要在城门贴上你欠我枕巾的事，就不怕找不到你。你别把我给惹毛了，把我惹生气了，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你给我出来啊！今早我好像确实有点无理取闹，竟然会嫌弃他皇子的身份，他应该很生气吧？唉。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啊！皇子都是三妻四妾的，这么多女人用一个男人，想想都觉得恶心啊！上天啊，为什么让我认识他，还喜欢上他？最近我还不够倒霉吗？原来他嫌弃的是皇子的三妻四妾，他嫌我脏，真是道歉的机会都不给我就走了，太小气了吧！再怎么说，人家也尽心尽责的照顾了你1个月，枕巾都没有给呢，真气人！你这个王八蛋，下次不要让我看到你，看到你一次打你一次。我在这儿，你要打吗？完了完了，我刚刚自己说的话他全部都听到了，这又是什么剧情啊？你别搞我好不好？慕容浩，你怎么在这儿？你下来，我还气着呢。不要，我怎么也不会松手的。你还欠我枕巾呢，我怕你跑了，我答应做你的女人了。他低头看了看环抱着他的林云熙，把他紧紧地抱着，来到了床榻上。做我的女人前，先听我说，可好？我听你说。你刚刚进来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会嫌弃我是皇子了，丫头。我慕容浩25岁了，在认识你之前，我一直都觉得女人很麻烦，我一直想要一个人生活，所以我从不碰女人。我是一个皇子，但我常年驻守边境，经常带兵打仗，每天都过着刀口舔血的生活，我根本就没有想过什么男女之间的事。我父皇和母妃一直想为我选妃，我都拒绝了。我对这事儿真的不上心。可是打破这些的是你的出现，你的出现给我的世界带来了一道光，我被你深深的吸引着，你的一颦一笑我都在意，你烦恼你难受我都会心痛。我只知道我爱上了你，我已从心底里认定你就是我慕容浩这一生唯一想要的女人。我的心很小，也只能装下你。只是我看你这段时日不对劲，我想告诉你我对你的情，我怕吓坏你，也怕你拒绝我，所以我一直陪在你身边，什么都不敢说，你知道吗？你今天早上拒绝我，还说出那样伤人的话的时候，我的心像是被人刺了一刀，我现在还在隐隐作痛。林云熙，不要逃避，我们好好相爱，可好？我知道，我都明白了。林云熙满脸通红，他的双眼不知道是该看向何处。此刻他心里小鹿乱撞，他好想吻他，但是他刚刚看了那个什么恋爱心理学，只教心理，他没有教接吻啊。他之前为我更衣沐浴的勇气哪儿去了？现在和我靠近了，就这点出息？不是说他是大夫不会脸红的吗？慕容浩，我觉得好热，我想出去透透气。这突如其来的热吻像是狂风暴雨一样，让林云熙措手不及，无法呼吸。慕容浩香精浓滑的唇在他的唇瓣间萦绕，他脑海中一片空白。随后他不再思考了，慢慢的闭上了双眼，双手紧扣环绕在慕容浩的颈间，与他唇齿间交汇。林云熙的唇很清甜，吻着他，林云熙身上那独有的兰花香和体香一直都萦绕在慕容浩的鼻尖。一直沉稳多年的慕容浩现在被一点点的瓦解，他感受到自己要失控了。他的大手遵循内心拉开了对方的衣衫带子，雪白的肌肤映入眼帘。慕容浩感觉自己的理智在慢慢的退却，他隐忍多年的盔甲已经褪去，一股股暖流划过他的四肢百骸，他想要他。就在俩人要准备最后的步骤时，慕容浩停了下来。慕容浩，我不介意的。丫头，我介意，我要把他留到我们成亲那天。说完，慕容浩走到浴室，一桶一桶的冷水浇洒着自己。真是个好男人，懂得珍惜人。果然，古代人和现代人的观念不一样。慕容浩一身寒气回来后，他柔情地看着慕容浩：“你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啊？”“不辛苦，以后不要说不介意了，好吗？女人的清白是最重要的，让我守护好她。”“我答应你。
成亲之后就把自己全部都交给你。此时慕容浩的肚子咕噜噜的叫了起来。你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饭？没有，都被你气饱了，哪里还想吃饭？那我去给你做饭。让我抱抱你，抱抱就好。我很喜欢你的拥抱。也不会矜持一下呀？爱就要说出来，从今以后我都不会藏着掖着了。我也不会了。丫头，你好美。你是指哪里美啊？你这脑袋里想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是想些乱七八糟的，怎么样啊？林云熙被一只大手紧紧地抱着，紧得都快要呼吸不了了。丫头，我后日就回王府了，和我回去吧。你自己一个人在寨子里，我不放心。去你王府没有身份，终究是不便。你不是说要守护我的名声吗？现在去不好。可你一个女人和那么多男人住寨里，终究是不方便。我想好了，你走之后呢，我就先住在这院子里，白天去寨里和他们干活，晚上回这边住就可以了。放心，既然答应了你要做你的女人，我会避嫌的。也好，你总是有自己的主意。还没有成为我的王妃之前，给你在外面闹腾一段时日吧。成为王妃就不能出来干活了吗？成为王妃就要管理内宅了，应该没有那么多时间出来了。那我不就是被关在鸟笼子里的小鸟了？你日后要去哪里，我都陪着你。这还差不多。喂，万一你成了皇帝，会不会后宫佳丽3000啊？他怎能如此大胆地说出这话？被父皇听到真的会被杀头的。丫头，以后这话在外面不能乱说，会被杀头的。我不是只是和你说说吗？我可不敢在外面乱说的。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历史上很多帝王也只是和自己的皇后一生一世一双人。我答应你，只要你一人。那我就信你一次。我这个人很骄傲，万一有一天你负了我，不管是在成亲前还是成亲后，我都会离开你的，让你永远都找不到我。这点你记住了。记住了，答应你的事我会做到。好好吃饭吧，今晚咱们就不回寨里了，就在这屋里睡吧。你喜欢就好。丫头，明日你想怎么过？想玩什么吃什么，或者想去哪里玩？我带你去。我对这里还不熟悉呢，也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要不咱们明日像平常人家的夫妻一样，好好过一日如何？好，你喜欢就好。真想快点成亲，和你天天在一起。你说我们要是成亲，应该会有很多阻力吧？丫头，会的。我们要成亲，应该会有很大的阻力。你会不会害怕？我林玉溪也算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死都不怕，还怕恋爱的绊脚石吗？在跟你说要做你女人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准备好了，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放心吧，丫头，我会守护好你的，你相信我。我相信我选的男人。那快快睡吧。说完，俩人就一起进入甜蜜的梦乡。第二日，哎呀，今天又没什么事，再睡会儿。让我抱着你。我要去给你做个爱心早膳。让我再抱抱你。明日回去后，想早上抱着你就很难了。好，抱抱，我也喜欢抱抱。慕容浩垂眸看了看林云熙的脸，一只大手抬起她的下巴，吻渐渐深入，让人无法呼吸。林云熙此刻心跳加速，他很喜欢这样的吻，从不想拒绝，便迎了上去。慕容浩的吻很深很霸道，让他醉生梦死。两人缠绵的吻了好一阵儿，直到呼吸已经凌乱，慕容浩这才赶紧停了下来。他知道再吻下去就会出事儿了。慕容浩突然起身走到了院外，拿起之前他带到这里的一把长剑，他现在只有练剑才能够平息身体里的那股冲动了。林云熙悄悄地走到了主墓的门外，坐在台阶上静静地看着。原来他舞剑时那么帅气啊，他真的是好威武。看他舞剑，林云熙觉得就很有安全感。有那么好看啊？想不到我的男人那么帅，把我都看呆了。就你嘴甜。我很久不练剑了，看来以后要多多练习才行。说完，他一手将人从地上拉起来，抱在自己怀里。慕容浩，你这次重伤带了几个护卫啊？你武功那么好，怎么会受那么重的伤？我从军营往宫里赶，带了4个我最好的天子号暗卫，可对方的人太多，他们应该有着不下于40人，还向我用了7日散。答应我，以后去哪儿都多带些人好吗？对了，还有我给你的那个毒盒子，那个可是能保命的。我还有，我再给你一个。那么关心我啊？不想你再受伤了。答应我，你现在有我了，所以你要好好保护自己。是啊，我现在是有爱人的人了，日后不能让他这么担心了。好，以后去哪里我都多带些人，为了不让我的丫头担心。这还差不多，我做饭去了。两人开心的用完了早膳，他们又来到了小河边。慕容浩知道这丫头喜欢吃鱼，建议到河边去打些鱼来，让她解解馋。两人刚到河边，大当家夫君早啊！你们在干嘛？我们在打鱼。今天我们想吃鱼了。今日呢，我休息一日，明日再回寨里和大家干活。大当家说什么话？你想休息就休息好了，有我们在呢。不过我真羡慕大当家你们夫妻俩，日日黏在一起。大山我要好好干，娶个媳妇儿，像大当家一样。行了，知道你想娶媳妇儿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要去镇上谈冰块的事宜，就不打扰大当家和当家夫君谈情说爱了。你们继续啊，我先走了。好，路上小心。
其实啊，王大山这人真不错，做事呢仔细又认真，人也很好。王大山我在寨子里也调查过，确实可以托付。寨里很多人不是投靠过来的，而是他救的。想不到你还会调查人，那以后有些重要的事情，我可以交给他做了。你男人会的东西可不少，事后你就知道了。走吧，今天不管寨里的事，就我们2人，可好？好，走吧。慕容浩，你身为皇子，也会做这些？我经常带兵打仗，虽然很多事情不需要自己做，但在路上也时常看到厨子准备吃食。这些事情很简单，一学就会的。丫头，你心目中的皇子是什么样子的呀？他这是吃苦模式的王爷吧？和我认知中的皇子确实有些区别。你这皇子和我在电视剧里看的可不一样。电视剧？那是什么？就像是你们这里的画本子吧。我还以为你们皇子天天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呢。我还真没见过那样的皇子。我和我的兄长们生活的可不能那样，不然什么时候被父皇嫌弃了都不知。看你那么看不起皇子，今日我为我的丫头做一碗鸡汤如何？为我做羹汤？这么懂事的王爷，当然要奖励。真的，你为我做鸡汤，那我要奖励你一个亲亲。这一亲吻大大的鼓励了慕容浩，他心情大好，不就是鸡汤吗？这有何难呀？2人一人一灶台，开始忙碌起来。他们像是一对平平淡淡的夫妻，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不多时，慕容浩的鸡汤就做好了。他拿着汤勺盛起了一勺，先尝了尝味儿，好喝吗？我尝尝，我尝尝。你猜？我先帮你吹冷了。好了，冷了，我尝尝。过来。他假装把汤勺喂到了林云熙的嘴边，正当他迎上准备喝汤的时候，只见慕容浩突然就把那汤勺取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他温热的舌。一时间，厨房内的温度是越升越高，2人忘情地吻着彼此，不舍得离开对方香甜的唇瓣，直到他发现自己有了反应，这才不舍得放开了他。他怎么会如此撩人的？这个男人一定要看好了。慕容浩，你还真是个情场高手啊！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你一人在上京城？丫头，我只对你一人这样，相信我。事到如今，不相信也不行了，都已经上了你的贼船了。那我们现在可是一条船上的人了。听人说，要抓住男人的心，就要先喂饱他的胃。我现在饿了，吃饭去吧。这话是听谁说的？如实招来。我营里那么多士兵，他们很多都定了亲或者成家了，他们经常有说起这些的。你这是吃空气的醋啊？错你的头！反正以后呢，你给我老实点。刚刚的那套撩人方法，只能用在我一个人身上。我真的很喜欢，听到没有？那要不我们再来一次？看到慕容浩又把脖子伸了过来，林云熙赶忙跑出了厨房。他可不想这些菜反复的热来热去了，多麻烦呀！今日他的情绪有些大起大落了，他需要好好的泡一会儿。林云熙闭上了眼睛，感受着温水包裹自己的舒适感。一炷香的时间，他睁开眼睛准备起身时，猛然看到了浴桶旁有一只蟑螂一直眼睁睁的看着他。慕容浩救我！慕容浩听到了他的求救，一个飞身就来到了浴房。只见林云熙正泡在浴桶里面，身体僵硬，脸上是一副惊恐的表情，那眼睛更是睁得大大的。他一直盯着他对面的一只拇指大小的蟑螂。慕容浩，把我从这里带走，我害怕这东西。你站起来，我会闭上眼。丫头，你才是高手，你杀人都不怕，还怕一只蟑螂？不等林云熙回答，他一个俯身就将人压在了床上。他一直想压抑心中爆发的欲望，这丫头天天在他眼前撩拨他，他是真的快要崩溃了。对着娇嫩的红唇就是一个深吻，他已经无法抑制心中那疯狂增长的占有欲。慕容浩的呼吸凌乱，在理智与欲望中徘徊，最终他停了下来，深吻变成了浅啄。慕容浩抬起头，柔情的眼神包裹住林云熙。林云熙，有一日我会死在你的石榴裙下。林云熙看着满眼猩红的他，心疼无比。他到底是个怎样的男人？每次都到这最后一步，他都能生生的克制住自己的欲望，来保护自己的清白。慕容浩，谢谢你一直保护我，我以后真的不招惹你了。但是我真的很怕蟑螂。和我说说，为什么怕那小东西？我小的时候被小孩子拿蟑螂吓过，后来就一直做噩梦，连做了好几个月。后来我学医的时候，了解到蟑螂身上有许许多多的细菌和病毒，觉得它特别恶心。还有一次，我去一个山洞救援的时候，当时是晚上，没有看到山洞里的情况。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躺在蟑螂堆里的时候，我直接吓晕了过去。回家之后还大病了一场，所以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很害怕这个东西。我不是要故意撩拨你的。原来这东西和你有过故事。哎呀，日后没我在身边，你要怎么办呀，丫头？我就只怕蟑螂，其他的都不怕。这可是我的秘密啊，你要替我保密，
不然就……哼，他这动作把慕容浩给惹笑了。他把人揽入怀中，越抱越紧。夜色朦胧，两个相爱的人一直相拥，一夜好眠。一大早，阳光透过窗户洒落进来，屋里的两人还在相拥。远处传来的马蹄声由远及近。慕容浩睁开了双眼，他知道他的人来接他了。慕容浩，你帮我把我的衣服拿过来，就在那个椅子上。亲我一口，我帮你拿。你的人都快到了，你快啊！他们不敢进来，亲不亲？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耍赖？那我自己裹着毯子去拿吧，我可不想被人看到我们亲密的样子。天一见过八殿下，今日接八殿下回府，在外面等着，再让我抱抱，一会儿就好。我要记住你的拥抱。天一见过主子，主子要的东西都带来了，请主子查验。今日就你们8个过来接我。回主子，皇上也派了200名护卫过来。上次主子说要保证这一带的安宁，属下叫他们在2里外的山脚下等主子。做得好。我先更衣，丫头，我去更衣了，你去做早膳吧，别饿着了。天一，你和本王进屋更衣。是。林云熙知道这儿没自己什么事儿，便去了厨房。今日所有人看到的人和事，烂在你们肚子里。如有消息传出，杀无赦。是。刚穿好常服，林云熙就端着包子和红薯出了厨房。只见慕容浩一袭黑色流云袖云缎锦衣，说不出的雍容雅致，如此俊逸，他的眼睛都无法移开了。还没有看够啊？这男人怎么又抽风了？那么多人在，能不能留点颜面给我这个弱女子啊？太丢人了。我做了早饭，你还要不要吃？看林云熙有些紧张，他想让林云熙习惯之后有人伺候的日子，况且他也在想和他用一次早膳。当然要吃，过来一起吃。这么多人看着俩人吃饭，林云熙还真是不习惯。要不你先吃，你一会儿就要走了。叫你一起就一起，今天怎么不听话了？他绝对是故意的，故意在下人面前宣示他的主权。好，给他面子，我忍。林云熙第一次在如此尴尬的情况下用完了早膳。这里有15000两黄金，其中1万两是真金，你自己收好，想买什么买什么。这1万两不能用在青山寨里，只能你自己用。我知道你很重视青山寨，剩下的5000两你可以作为青山寨的各种资金。记住，不要让他们知道你有这笔钱，小心招来杀身之祸。日后如果钱不够用，可以找我。记住，你的男人不差钱。这真心是咋惹了我？这金大腿真是抱对了。不过，还是要稍微装一下矜持。这枕巾也太多了，用不着那么多的。本王的命不值1万两黄金吗？我不是那个意思。给你的就收好。那好吧，那就多谢了。这个是汤婆子，以后月事时我不在身边，用它来暖肚子。还有，月事时不要那么劳累，听到了吗？我知道了。还有这个，这是我为你准备的10套夏季的衣衫，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如果不喜欢的话，有机会我带你到上京城定做几套。这个药箱是用上等的紫檀木打造的，以后你为人治病，把药放这里面，不要随便的拿药出来，摆得到处都是了。他知道我的秘密，我每次从科技库拿药出来都避着他的，他竟然会知道，也不问我。慕容浩看到他落泪了，内心就像是被人抽打一般，隐隐作痛。我知道你喜欢珍珠，就差人先打造了一只，以后我找宫里的匠人为你打造更好的，这个就先带着。这话还没说完呢，只见林云熙踮起了脚尖，双手捧住他的脸，吻住了他的唇。林云熙泪如雨下，他知道慕容浩为自己做了许多事，他能够感受到他对自己的依依不舍。慕容浩也深情地回吻着，他不舍，他心痛，他不想把林云熙一个人留在这山寨里头。双唇交织，真想时间就此停住。以后要按时吃饭，不要和你那些兄弟靠得太近，我留2个暗卫给你，有事他们会传话。我有时间会来看你，你先在这里待一段时日，我会尽快接你到上京城。都听你的，你放心回去吧。天2天3听令。只见2名黑衣人一个飞身便跪在了慕容浩和林云熙的面前。以后这位林姑娘就是你们的主子了，她所有吩咐全部照办，誓死保护好她，如有怠慢杀无赦，可听明白了？是，属下誓死守护林姑娘。还有，不能让她喝一滴酒，她要喝酒就立即阻止。她不喜欢蟑螂，你们看到就全部弄死。还有，我每日要收到她的所有消息。所有黑衣人听到主子的吩咐，又是满脸的黑线。要知道，他们的暗卫分了天地普3个等级，天字号暗卫是最高等级的。这姑娘到底有什么本事，能让主子动用最高级别的暗卫来保护她，还吩咐那么细致的事儿？天一，我叫你带的2匹马带来了吗？回主子，带来了。只见天一拉了2匹骏马来到他们面前。骑过马吗？骑过，不过很少骑。你喜欢哪匹？本王送你1匹，以后去哪里也都方便些。你送我很多东西了，这个就不要了吧。听话，选1匹。那就白色的吧，我喜欢白色的。我需要怎么跟他相处啊？慕容浩看了一眼天一，天一很自觉地拿过了一盒糖块递了过来。你喂他吃糖块，他以后就会听你的话。真的吗？这么有趣啊！我试试。林云熙说着，就手拿糖块，兴致勃勃地往那白色骏马的嘴巴上送。
白色巨马闻到糖块的味道，用舌头舔了舔，试了试味道之后，一口就把糖块吃到了嘴巴里。真的吃了。以后你就是它的主人了。下面的黑衣人又被吓到了，这2匹马可是王府中最好的马匹。这匹白色的马是他们王爷在上一次打败西凉军时，皇上亲自在全国最好的马匹里面挑选出来作为礼物送给王爷的。他们王爷就这么送给了这个女人。他们都开始好奇起来，这乡野村妇到底长什么样子呀？虽然都低着头，但是要想观察一个人的脸，暗卫们还是可以做到的。今天所见之人之事，如果外传杀无赦。闻言，侍卫们纷纷又低下了头，但是他们都看到了凌云熙那张未施粉黛而又倾国倾城的脸，果真是主子看上的女人，即便是穿着粗布衣衫，也无法遮掩住她的大气和端庄。留下了天2和天3之后，慕容浩骑上了他的黑色骏马。丫头，照顾好自己。深情地望了他最后一眼，慕容浩打马离去。你们都起来吧，以后没事不要嫌贵利，我不习惯这些。天2和天3互相瞅了瞅，觉得这主子第一句话就这么的与众不同，都是满脸的疑问。你们就叫天2和天3，没有其他的名字？回主子，我们只有这样的名字。好吧，既然没有的话，那就算了。我还以为你们有姓名，以后呢就跟着我吧。哦，对了，你们的月银是多少？我好做准备。回主子，我们的卖身契在八殿下手里，他会给我们发月银的，主子这边就不需要准备了。那么好啊，也好，那我负责你们的1日3餐就好了。如果我累了不想做饭，你们就到寨子里吃，如何？回主子，我们听令就行，只听主子的安排，没有选择的余地。你们也不用这么紧张，好好做事就行了，不用把自己绷得那么紧，弄得像我欺负你们一样。是，一切听从主子安排。走吧，我带你们到青山寨熟悉一下，顺便去把我的行李取过来。是。大当家，你回来了！哎，当家夫君呢？今天怎么没看到他和你一起？之前你们都是天天黏在一起的。这王大山当这俩黑衣人是隐身的吗？大山，你不要乱说，他是我的病人。现在他回家了，以后再乱说的话，仔细你的皮。好吧，以后不说了。大当家也不用伤心，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可是王大山，你没看到有人吗？王大山可满眼都是大当家，倒是没有注意到大当家的后头还跟着2个黑衣人。大当家，你哪里找来的这俩人呀？他俩武功了得哦。介绍一下，这2位呢是天2、天3，以后就是我的护卫。这位呢是青山寨2当家王大山，大家以后都是一家人。2名暗卫满脸的惊恐，他们暗卫不应该都是隐藏在幕后的吗？女主子还把他们介绍给别人认识，这是什么操作呀？还有啊，她一个女流之辈，还是山寨的大当家，八殿下是不是忘记告诉他们很多信息了？好的，以后就是一家人了。那我就先不打扰大当家了，我要去忙了。去吧。对了，以后我白天会过来，晚上呢就住在河边的小院子。哎，大当家，你一个人会不会有危险呀？还是住寨子里吧？不了，我就在那院子里住，白天我都在寨里。行，听大当家的，大当家要小心啊。去忙吧。儿臣拜见父皇。起来吧，抬起头来，让朕看看。没怎么变，似乎更壮实了。这1个月去哪儿了？伙食那么好。回父皇，儿臣1月前被金银阁的人追杀，中了2箭，还中了7日散的毒，险些丧命。还好有高人所救，一直在高人那里养伤。受伤了还中毒？玄太医，儿臣现在已经完全康复，已无大碍，不用劳烦太医了。不行，看看总是放心些。没多久，皇帝的御用太医冯太医就到了。太医为慕容浩把了脉，点点头，恭敬地说道：回皇上，八殿下脉象平稳有力，身体康健，并无大碍，身体并无毒素，请皇上和八殿下放心。真没事就好。不过刚刚听八殿下说中了7日散的毒，这毒剧毒无比，而且极其难解，7日内不解，必死无疑。请问是谁为八殿下解的毒？老夫想和他一起探究一二。丫头还真是厉害，冯太医都说极其难解，他给我吃了几颗药丸就把毒给解了，果真是有本事。冯太医是一位医学高人解的，他长期与世隔绝，不问世事，一心潜心钻研医术，不便告知。竟有如此神人，真可惜不问世事，可惜啊。浩儿，高人既救了你，可有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回父皇，儿臣已经回报，请父皇放心。这事既是金银阁干的，朕下旨，你可用城外的御林军把金银阁给端了。杀害皇子是大罪，格杀勿论。是，儿臣领命。行了，能平安回来就好了。你1个月没有消息回来，你母妃也担心坏了。你现在去和她请安吧。是，儿臣告退。浩儿，我的浩儿回来了，你把母妃担心死了。儿臣见过母妃，给母妃请安。快起来，让母妃看看。浩儿，我听闻你又是受伤又是中毒的，怎么看你脸色很好，还壮实了不少啊？丫头把我养壮实了，连父皇和母妃都看出来了。回母妃，我得一世外高人相救，在他那里养伤，养得很好，母妃就放心吧。
努力供应王爷为福。都散了吧。王管家，跟本王到东院。慕容浩大步朝着自己的院落走去，王管家紧跟其后，来到了东院正厅。最近王府可好？回王爷，府内打理得很好，一切正如王爷所看到的，井然有序。本王听天一说，后院是苏姑娘在打理。回王爷，老奴管理着前院，后院也没有什么女眷，老奴去的少。好像是她在管理后院的花草树木，还有后院嬷嬷们日常管理都是苏姑娘在管着。王管事，你是不是不想干了？苏姑娘是客人，你叫一个客人管理后院？本王的后院是留给本王的王妃管的，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外人管了？回王爷，老奴知错了，一会儿就去告知苏姑娘，让她不要插手王府的事情。苏姑娘住在什么地方？不会是西院吧？回王爷，不是西院，是客人住的乾云院。那就好，西院是留给本王的王妃的，以后不要让人乱动里面的东西。是。退下吧。王管事抖着双腿站起身，慢慢的退下了。王爷这次回来三两句话不离王妃的，难道是有心仪的姑娘了？回禀王爷，苏姑娘求见。她来做什么？不见。苏姑娘给王爷熬了羹汤过来，说有事求见。慕容浩想了想，还是得要把话说清楚，让他知道自己的位置才好。那就让她进来。只见一个身穿淡蓝色长裙，眼眸含水，朱唇微红，娇俏无骨，入艳三分的女子走了进来。七七见过王爷。有什么事要见本王？回王爷，听闻王爷刚回府，王爷在外操劳，七七送来银耳莲子羹给王爷润润嗓子。苏七七，你只是本王的客人，这些事以后你不用做，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要逾越了。是，王爷，刚刚王管家和七七说过了，这段时间是七七逾越了，以后七七会好好待在后院的。那就好。本王答应过你哥，为你定一门亲事。你到京城也很久了，可有相看中意的公子？王爷，七七现在才15岁，还小，不想那么早嫁人。七七还是先在王府和嬷嬷们学一些规矩再说吧。这样也好，毕竟京城的官宦人家都会看姑娘家的规矩是否学好了。那你就学规矩吧。七七多谢王爷。下去吧，以后东院你就不要来了，本王需要清静。是，那七七先退下了。王爷记得用这羹汤，对身体好的。下去吧。王爷长期在军营里住，今日难得回府，能见上一面，现在连东院都不让我进了，以后怎么才能经常见到心心念念的王爷？苏七七回到她的浅云院，一股怨气无处发作，便找来了身边的护卫叶岩。小姐，你叫手下来是何事？小姐看起来生气了。我怎能不生气？王爷也不知道遇到了什么，回来就把我管理后院的权利收了回去。刚刚我去给他送羹汤，他还说我逾越了，还说我不能再进东院。小姐，我们是客人，王爷这样做是对的。你懂什么？我就一直想在王府住着，天天能见到王爷就好。现在连东院都不能进了，要见到王爷就很难了。小姐，苏副将临死前不是说让你尽快嫁人吗？你这是对王爷……怎么，小姐我不配吗？我如此美貌，虽然身份差了点，但是做王爷的妾也是可以的吧？或者有一日王爷喜欢我，做个正妻也不是不可能。小姐，做妾不好吧？还不如老老实实嫁个好人家当正妻，做当家主母不好吗？你懂什么？王爷那么玉树临风，才貌双全，我见到王爷就会脸红。现在其他男人都看不上了，我一定想办法让王爷对我上心才行。小姐，你这是高攀啊！王爷那身份，你怕是……叶岩，我叫你来不是来数落我的，你不是说什么事情都护着我吗？是，小姐，我当年受苏副将的大恩，也受他的嘱托，我会护着小姐的。那就是了，以后都听我的。好，小姐叫属下来有何吩咐？你去查下这1个月来王爷去了哪里，怎么回来就对我如此芥蒂啊？你要查王爷的行踪，这可是大罪啊！什么大罪？就我们2人知道，你不说就行了，我们又不会对王爷做什么危险的事。你去还是不去？行，小姐的吩咐，我去。不过不知从何查起。我听闻王爷回宫，皇上派了200多个护卫送王爷回宫的，你和那200个护卫可有交情？小姐果然聪明，没有交情没关系，我去打探一下。说完，叶岩一个飞身便消失不见了。此时书房内，慕容浩批阅了一会儿军务之后，感觉到有些口渴。来人，给本王上茶。不多时，小厮就送了茶过来，轻轻放在了桌上。把这银耳莲子羹拿出去倒了。是。小厮疑惑地带着莲子羹出了门。慕容浩望了望外面的天色，夜幕降临，他离开丫头已经快1日了。此刻他很想念她。之前的1个月，他们俩天天都是一起吃饭，一起干活，一起睡觉。今天他自己一个人，此时他就莫名地感觉到有些烦闷了，于是停下手里的公务，刚走出书房。王爷，晚膳已经准备好了，王爷现在可要传膳。
现在去膳厅吧。他刚吃一口，就满脸嫌弃的表情。王管家，府里的厨子换了吗？回王爷，府里的厨子没有换，一直是他们在做王爷的膳食。那为何今日的饭菜那么难吃？全撤了，重新做。王管事此刻满头大汗，他感觉今日王爷进门之后就莫名的难伺候，现在又挑剔起饭菜来了。没办法，王管事只能叫小厮把菜给撤了。慕容浩在桌边没事儿，走到膳厅外看了看外面的星空。之前他每次吃完饭都会和丫头散散步，看看星空，二人之间有聊不完的话题。可是今日就只能是他一个人看星空，他的心情无比的低落。丫头现在应该也在吃饭吧？她做的饭菜总是很合我的胃口，每每都能吃上2、3碗饭。今日这府里的饭菜和她的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我真的好想她呀！为何才分开1日，我感觉过了这么久？看了一会儿星空，王管事和小厮们又端了很多和方才不一样的菜品。慕容浩又坐了下来，桌前的10个菜，每一个他只是尝了一小块。王管事，我们府里的厨子是不是该全换掉了？这些菜是用来敷衍本王的是吗？回王爷，厨子们都是按照之前的菜式给王爷做的，老奴刚刚都在厨房盯着，王爷是否有想吃的菜吗？老奴这就叫他们去做。会炒菜吗？炒菜是什么菜？老奴这就去问问厨子们。罢了，说了他们也不会，这些都撤了吧，本王没胃口，退下吧。王爷今晚是怎么了？之前府里的菜他很喜欢的，这出去了1个月，回来胃口就变了。算了，不能随意猜测主子的想法，既然主子不追究，还是赶紧撤下去吧。天一啊，你有没有觉得王爷今日刚回府，脾气不小啊？做好你分内的事，王爷的脾气岂是你我能乱议论的？我就是说说嘛，是不是王爷今日想那位姑娘了？你不想死就把嘴封严实了，小心王爷再把你封到暗卫营里去历练几个月。好，我不是说了还不行吗？可别再让我去什么暗卫营了，那里太恐怖了。那就守好你的嘴。好。此时慕容浩回到了卧房，泡在浴桶里面，他想到了丫头给他洗头，帮他用毛巾沐浴，帮他剃胡须，帮他上药，这一幕幕划过他的脑海，他想他了，真的很想。出了浴桶，慕容浩拿起兵书，等头发干了再睡。可是今儿晚上，哪怕是他最爱的兵书，他也是一个字都看不下去。一看到那些字就想到那日丫头和他讨论那本奇怪的小话本时的情形。这丫头有天马行空的想法，什么话都敢乱说。想到他的心总是微微一颤，好生幸福。丫头，你可知你已经占满了本王的心，没有你的日子本王很不习惯。丫头，你现在在想本王吗？另一边，今天辛苦你们了，我请你们吃一顿好的，欢迎你俩加入我的阵营，来一起吃。天二和天三听到主子叫他们一起上桌吃饭，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主子，你吃吧，我们吃点干粮就好。吃干粮？这怎么行？我的属下，我怎么可能让你们吃干粮？那主子先吃，吃剩下的我们端外面吃。暗卫们都是这样生活的吗？也太可怜了吧！这是什么话呀？我的话都不听了。之前八殿下说什么了？我的吩咐全部照办。你们这是想抗旨？属下不敢。那就坐下一起吃饭，我这没那么多讲究。是。俩人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等着林云熙先动筷子。林云熙都无语了，古代人吃饭分等级的礼仪，他是真心不习惯。不吓吓他们还真是不长记性。还不快吃，不吃者杀无赦。俩人听命，乖乖地拿起了碗筷，看向了那红彤彤的火锅。天二和天三第一次吃到如此美味的菜肴。主子，你做的菜都那么好吃吗？是啊，我很会做饭的。以后呢，你们也算是我的家人了。你们保护我的安全，我管你们1日3餐，如何？我们暗卫一般都是吃干粮的，很少能吃热乎的饭菜。今日多谢主子了。不客气，以后都要吃热乎的饭菜，大伙儿都要好好的。不得不说，林云熙简单的一席话，给这2位暗卫的心里带来了一束光。他们主子不介意他们是奴神，而且还能和他们在一张桌子上用膳，俩人这心里都是暖暖的。第二天一大早，慕容浩就收到了天二和天三的飞鸽传书，上面详细的写了矬氏林云熙的行踪、所做的事情、吃了什么，消息真可谓是巨细无遗。为什么没有记录他晚上是否起夜，起来几次？主子这消息要的也未免太细了吧？姑娘家晚上起夜的消息也要获取。他不知道的是，慕容浩只是想看看丫头晚上有没有和他一样，心中一直都想他，想到夜不能寐。主子放心，属下会让天儿他们记录再详细一些的。好，下去吧。时间过去了半个月，王管家，本王回来这半月，为何不见冷嬷嬷？之前都是他为本王更衣的。回王爷，
冷嬷嬷在你外出的那个月生病了，我们叫府医看过了，也没看好。后来荣贵妃听闻冷嬷嬷的病，也找了宫中的太医来看，都无法医治。现在她一直躺在后院下人住的清泉院里。冷嬷嬷让老奴不要告诉王爷，怕王爷去看她，把病气传给王爷，所以老奴一直没敢说。放肆！冷嬷嬷是本王的乳娘，待本王如子。她如今病了，你都不报，王管家，你最近是不是活腻歪了？王爷饶命，饶命啊！是冷嬷嬷求着老奴不要告诉王爷的。我暂且饶你一命，本王现在去看看。王爷不能去啊！大夫说冷嬷嬷得的是肺痨，此病会传染的。本王要你管！气冲冲的朝着清泉院走去。冷嬷嬷，本王来看你了，您现在身子可好？王爷，你怎么来了？快出去，老奴会把病气传给您的，快出去啊！冷嬷嬷，本王不怕，你哪里不舒服告诉本王，本王给你请大夫。王爷不用请了，老奴这病不会好了，连太医都来过了，多谢王爷对老奴的关心，王爷还是让老奴自生自灭吧。王爷快走啊！冷嬷嬷，怎么你身边都没有人伺候？他们怕老奴把病气传给他们，都走了。慕容浩来到了院子外，来人，给我来人！王管家这个时候急冲冲地跑了过来。王爷有何吩咐，老奴马上去做。王管家，伺候的下人跑哪儿去了？冷嬷嬷都快死了，你们没看到？王爷饶命，王爷饶命，老奴这就去办。今日派几个丫鬟过来照顾冷嬷嬷，本王去请大夫。王管家，自己去领30大板。多谢王爷饶命，老奴这就去领罚。清泉院发生了这么大的动静，苏七七自然是听到了。苏七七已经很多日没有看到他心心念念的王爷了，也在往这边赶，刚好就在清泉院的门口和慕容浩碰上了。七七见过王爷，王爷安。你怎么来了？我刚刚听到清泉院有事情，过来看看。没什么事，就不劳姑娘费心了，我已经安排好了。还有你在你的浅云院好好待着，没事不要打扰冷嬷嬷静养。不就是一个嬷嬷吗？我过来看望一下也有错。王爷这是怎么了？那么关心一个嬷嬷，回去让叶言好好查查这冷嬷嬷什么来头。是王爷，那我就不打扰王爷和嬷嬷了，七七先告退。天一，你多派几名暗卫，带一辆马车去青山寨，请林姑娘上京一趟。本王要请她为冷嬷嬷治病，记得路上保护好她，先把她安置在丰克莱客栈，给她最好的上房。到京之后，让她休息一晚，明日带她到府上给冷嬷嬷治病。本王今日要赶往军营一趟，明日才能回城。你和她说，本王明日再见她，把她留下一起用晚膳。是，属下见过林姑娘。请起吧，你一个人过来的？回林姑娘，王爷在京中事务繁多，今日没有过来。不过王爷让属下接姑娘到京城一趟。上京有何事？他出事了。王爷的乳娘冷嬷嬷得了肺痨，宫中太医都束手无策，王爷便托属下来接林姑娘。原来是去给别人治病，不是慕容浩出事，幸好。肺痨现在情况怎样？目前情况不是很好，所以王爷催得很急。好，你们等我收拾一下，我马上就和你们去。李云熙知道要治愈肺痨是需要一段时日的，便叫来了王大山，吩咐了一些事宜之后，大当家放心去吧，寨里我守着。你不是喜欢逛街吗？上京城属下去过，那里可繁华了。大当家多逛几日再回来。好，那寨里的事情就先拜托你了。我院子里的马，你带回寨里帮忙养着，回来给你带礼物。那就先谢大当家了，大当家的马我来喂，放心，我会照顾好的。丰克莱客栈，掌柜的，这房这么大，我非常满意。一个晚上需要多少银两？我住的日子应该不短。我先问问价钱。灰姑娘，我们主子自有安排。他说了，你在京城的一天，这房就免费让你住。你们主子？难道这就是慕容浩的产业？好吧，先住下再说，等见了他再问问是什么情况。是的，姑娘就先歇息。有什么事吩咐在下就行，一会儿给姑娘上午膳。好，那就多谢掌柜的。狠狠地吃了大餐，然后在屋子里头转了一圈后，觉得无聊，干脆就去逛街吧。于是林云熙就下了楼，正要出门的时候，天二和天三就出现了。主子，王爷说你今天刚到京城，需要好好休息，不能乱跑。他今日在军营，不能回城，明日再来见你。我就出去逛逛，一会儿就回来，在屋里无聊死了。主子就听王爷安排吧。京城不像其他地方，护住主子是我们的职责。行吧，也不为难你们。那我先上楼吧。林云熙知道慕容浩是在保护自己，勉为其难的往回走。刚到2楼，他就看到一个身穿玄色长袍、面戴半边银质面具的男子正要下楼。面具男子瞥了一眼林云熙，他的眼眸中露出了阴霾之气。林姑娘，主子让我下午送些水果给姑娘尝尝。林云熙把门打开，看到客栈的掌柜的正端着一大盘新鲜的水果在房外等着。多谢掌柜，去放桌上吧。掌柜的给他把水果放好之后便走了。慕容浩还挺关心我的嘛，今晚哪儿也不去，老老实实吃水果、看书、睡觉。哼。
军营里，慕容浩坐在主营的帐篷里，收到天儿的飞鸽传书，知道丫头已经是安全到了京城，还住在了芬克莱客栈的上房时，他心情愉悦。听说丫头老老实实的在客房里没有出去，他嘴角露出好看的弧度来。丫头听自己的话，心里甜滋滋的。我们八殿下莫非是有女人了？看个纸条都能笑出花来。不知道的不要乱说。王爷，你就不要瞒了，我是过来人，刚开始相好都是这样的，甜如蜜的感觉。这都瞒不过你，改日带她来见你。真的有女人了？表哥终于开窍了。快说，是哪家姑娘？不是哪家姑娘，本王上次不是被追杀吗？是她救了我。哦，这里面有故事呀。不要卖关子了，到底是哪家姑娘？本王自己都不知道她是哪里来的，日后知道了再告诉你。反正她很好。哦，表哥看上的女人，不知道哪里来的。凭表哥你的本事，查一个女人不难吧？慕容浩确实不知道林云熙是从哪儿来的，他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了。说了你也不懂，本王和他的事情，你先为本王保密。你是我兄弟，我才跟你说的。今日他刚刚到上京城，明日就能再见到他了。表哥看上的姑娘不是上京人，这姑娘还不是京城的，我可是越来越好奇了，到底是何方神圣让表哥你这棵铁树开花了？以后总会见到的。行，那你今晚不回去看她，你能忍得住？今晚不是有任务吗？明日再见也不迟。表哥终于有女人了，看来我以后想和我的相好见面难喽，天天为你干活，我可惨了，少不了你的好处。第二日一早，主子，今日要进瑞王府为府里的冷嬷嬷诊治，主子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冷嬷嬷，这位是王爷为嬷嬷您请来的大夫林姑娘，王爷说了，一切救治全听林姑娘的。王爷为老奴请来了林姑娘，有劳林姑娘了。冷嬷嬷不客气，让我先来给你把脉。王爷什么时候认识这粗布衫的女人了？姑娘你好，我是林云熙，你是？我是住在王府里的苏七七，之前管理着王府的后宅，现在王爷让我来多照顾冷嬷嬷。慕容浩不是说没有碰过女人吗？他的后院怎么会有一个娇滴滴的女子啊？林云熙疑惑，不过他还是选择相信对方。原来是苏姑娘，幸会，我现在要为冷嬷嬷治疗了，你先出去吧，我在这里看着。王爷叫我守着冷嬷嬷。刚刚王管事也说了，一切诊治都要听我的，我为病人诊治时不习惯有外人在场，您先请吧。你是什么东西？看你就不像会诊治的大夫，年纪轻轻的，你会医术，莫不是骗人的吧？林云熙都无语了，懒得和他浪费口舌，朝着门口问道：王管家，我诊治病人时不喜欢有外人在场，这里有一位叫苏七七的姑娘在这里打扰我诊治，您看看要怎么办呢？七七姑娘，王爷有令，救治冷嬷嬷的病，一切都要听林姑娘的，你就出来吧。如果误了时辰，王爷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苏七七一听这话就气不打一处来，他恨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气冲冲地走出了屋子。林云熙看着这小白脸气急败坏地走了，无语地笑了笑。就这段位，慕容浩能看得上才怪呢。林云熙突然就放下心来，随后就坐在床前为冷嬷嬷诊脉了。冷嬷嬷看着眼前的女子，眼神柔和。八殿下是她一手带大的，从不近女色，但是这位姑娘却是王爷亲自点名，想必这姑娘和八殿下是有什么关系。冷嬷嬷，你这肺痨无大碍，好好听我的，配合我打针吃药，大概4至6月左右可以痊愈，但是前1个月的诊治非常重要哦。太医都来看过老奴这肺痨，姑娘说能治，是真的吗？真的，冷嬷嬷，你放心，我从来不欺骗我的病人。来，咱们先打针。冷嬷嬷，扎针的时候有点疼，不过呢，一会儿就好，你先忍一忍。冷嬷嬷看着他专注地为自己治疗，2行清泪就流了下来。她本以为他是将死之人，这辈子也许就看不到八殿下成亲了。现在这姑娘说她还能活，她这是激动的泪呀。冷嬷嬷，我是不是弄疼你了？没有，老奴这是高兴。老奴以为自己活不久了，老奴还想看八殿下成亲呢。现在姑娘说老奴还能活，老奴这是高兴。冷嬷嬷，你放心，好好配合我的治疗，会没事的。林云熙陪着冷嬷嬷聊了一会儿，冷嬷嬷就睡着了。大约过了1个时辰，她看到针里的药掉完，就找来了伺候冷嬷嬷的丫鬟。你叫什么名字？姑娘，奴婢叫春花，姑娘有何吩咐？这些呢是冷嬷嬷1日3餐的药，每次用膳后让冷嬷嬷马上服下，一定要记住了，这药不可以假手于人，一定要看好了。还有，记得让冷嬷嬷多喝温水。是，奴婢记下了。林云熙走出了冷嬷嬷的屋子，慕容浩不在府里，他想着自己留在这儿也不太好，于是就决定回客栈去。可是当他走到一处凉亭，苏七七就拦住了他。林姑娘，这是治好了？今天的诊治算完了，
敢问姑娘，你是如何认识王爷的？小白脸管得真宽，他也配问我这样的问题？这问题不是你能问的吧？就是一个贱婢而已，敢和我这样说话？我可是掌管着府中后院的女人，快如实说来！还敢骂人？当我是软柿子啊？任你捏！掌管府中后院，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货色？你敢侮辱本姑娘，看我不收拾你！你想怎样？我可是王爷请来的贵客。他这话刚说完，就见苏七七抬腿正要踹他的膝盖，他一个侧身，轻轻一跳就躲过了这袭击，一腿反踢苏七七的膝盖骨。苏七七双腿立马跪了下来。七七姑娘，这是何意？跪我？这里也太大了吧！苏七七气急的想要起身，却发现王管家正在往这边赶过来，于是他就戏精上身，两行泪落了下来。我的腿把是要废掉了。林姑娘，你好狠的心啊，怎么能对我出手呢？王管家看到了一边跪着的苏姑娘，一边站着的林姑娘，他感叹自己最近是不是霉运上身。这两位姑娘可都是王爷的客人，现在这种情况他能怎么处理啊？他急得满头大汗。两位姑娘，这是怎么了？苏姑娘怎么跪着呀？王管家，你可要给我做主啊！这个贱人刚刚动手打我，现在我的脚都无法站起来了。林云熙懒得管他，抬腿就走。完了，王爷还要留林姑娘晚上在府里用膳呢，她怎么能走呢？林姑娘留步，王爷交代老奴带姑娘到东院的偏房歇息，王爷晚上回府和林姑娘用晚膳。还用晚膳？用个王八蛋！我现在都要气炸了。第一次进他的王府就看到讨厌的白莲花，没掐死的就算好的了，还吃个屁的饭！多谢王管家的美意，我还有病人，先走了。这……王管家看着林云熙的背影，无助的站在原地，不知所措。林云熙带着怨气出了瑞王府，他今日要好好的排解一下心中的烦闷。主子，王爷和那苏七七没有任何关系，你不要介意啊。谁介意了？谁介意谁是猪？我今日要逛街，你们一边去，不要打扰本小姐的心情。好吧，主子开心就好。一个闪身，天三就消失在了空中。难得进京，我一直乖乖的。昨日跟我说不能逛街，我就没有逛。他倒是好，府里后院竟然藏着一个娇滴滴的女人。今日我就要买，好好看看这东胜国的京城到底长什么样子。林云熙来到了成衣铺子，他连价格也不问，直接叫小二打包了2套自己喜欢的套装。来到书店，他左看看右挑挑，不多时又买了20多本书。来到了首饰铺子，他给自己买了一只白玉打造的簪子。林云熙今日要通过购物让自己开心。购物果真是能够缓解女人烦恼的良药。回头想想，慕容浩应该也不会看上那样的女人吧？那他的品味也太差了点。想必应该是有什么原因留在府里的。等见到他时再问问他吧。自己说服自己后，收拾好心情，林云熙回到了客栈。此时刚好是晚膳时间，林云熙心满意足的用过晚膳之后，告诉小二今晚要早一点休息，让他不要来打扰自己。小二听了林云熙的话，点了点头就出去了。林云熙把门锁上，他今日逛了一天，又热又累的，他想进科技库去泡个泡泡浴，于是一个意念，他就进入了科技库。林云熙走上2楼的别墅，来到电脑面前，想看看李博士最近有没有给自己写什么邮件。当打开电脑的时候，果真就有一封邮件弹了出来。丫头，看到你最近过得不错，我就放心了。我把你没死的消息告诉了你奶奶和弟弟，他们很高兴。你打开你的衣柜，里面是你奶奶为你准备的古装衣服。我们现在看不到你所在的时代是什么时代，所以奶奶把所有相关朝代的衣服都买了一遍。你看着哪个像就先穿着，奶奶还说让我多帮帮你，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可以告诉我。还有，你弟弟知道你平时喜欢跳拉丁舞，他给你备了很多拉丁舞服和鞋子，你看看喜欢吗？其他的东西他们后期还会给你准备。我们都希望你在那边能过得好，一直支持你的雨成哥。雨成哥，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请你帮忙告诉我奶奶和弟弟，我在这边过得很好。以后呢，我们经常通信，我会告诉你我这边的情况。林云熙一直都很喜欢跳拉丁舞，只要有时间，不管是心情好还是心情不好，他都会跳上一会儿，出了一身汗，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林云熙今日开心，他要跳上一整晚。这边慕容浩打马从军营赶回王府，丫头入京2日了，除了忙公务之外，他其他时间无时无刻都在想念丫头。今日终于可以见到丫头了，慕容浩打马的速度更快了。到了王府大门，
他匆忙下马，风一般的跑进了王府。可是当他回到东院，没有看到丫头等着自己，他叫来了王管家。王管家一看到慕容浩，马上就跪了下来。天一没有告诉你要留下林姑娘吗？她人呢？回王爷，林姑娘说她还有病人先走了，老奴让她留下，她还是坚持要走。她刚来上京城，怎么可能就有病人了？今日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如实说来。王管家不敢隐瞒，一五一十把今日林云熙从进府到出府的全部细节都说了。王管家，你当差不力，可以回家种地了，换夏管家来管王府吧。王爷开恩呐！本王给过你多次机会，一个人都留不下来。下去吧，天一，随本王去客栈看看。慕容浩到门口敲了敲门，发现里面没有动静，又推了推门，发现门锁着。丫头，你在里面吗？没有人回答，猜想丫头会不会是在沐浴，于是他等了一会儿，又敲了敲门，还是没有人回答。天二天三出来！一瞬间，躲在暗处的两人就跪在了他的面前。你们主子呢？回王爷，主子下午逛街回来，一直在屋里没出来。怎么敲门没有人开门？这是不是主子睡着了？现在是用晚膳的时间，他平日里睡得很晚，今日怎么可能这个时间点睡？这什么时辰就睡了？回王爷，主子说今日逛街很累，他不会在里面出事了吧？给本王把门打开！当房门被打开，慕容浩急冲冲的就进了屋子，可是这屋子里头却是没有任何身影。人怎么没了？房门却锁着，他这是去哪里了？他遇险了，还是不辞而别？天二天三，你们怎么当差的？林姑娘去哪儿了？此时天二和天三才进入了屋子，看了一圈，真没看到林姑娘的踪影。他们俩人明明在屋外的暗处一直监视着，怎么主子就凭空消失不见了呢？给本王找！今晚找不到林姑娘，你们就准备去领军棍。两人瞬间消失在了夜色中。给本王调派府中所有暗卫，今晚就是把上京城翻过来也要找到他。本王就在这里等你们的消息。是，属下这就去办。一个时辰过去之后，天一、天二、天三传回了不少的消息，但是都没有一个是好消息。林云熙，你出来呀！你去哪儿了？他突然就想到，这丫头会不会是生气了回青山寨了？慕容浩一阵风似的下楼，告知掌柜，如果有林姑娘的消息就传回王府，然后便打马飞奔出城。慕容浩来到他们之前住过的小院子，里面的东西还是那么熟悉，床榻上还残留着丫头自带的气息。慕容浩在屋子里找了几遍之后，还是没有看到人，于是他就去了青山寨。当家夫君，这么晚了，怎么还来寨里啊？你们当家的今晚回来了吗？没有回啊，大当家说此次去上京城要待上半月到1月，怎么会那么快回来？如果他回来也不住寨子里，你走后他就搬到河边的院子里去了。他会不会在寨里的院子里？他今日真没有回来，不信你去找找看。行，那我在这里到处找找。说完就一阵风似的不见了，留下王大山一脸疑惑。他把寨里所有的地方都找了一遍，确定没有找到丫头，便离开了青山寨。他又一路打马回了城。此时天空露出了鱼肚白，慕容浩一夜未眠，双眼猩红。他1天2夜都没有合眼了，想着昨晚就能够见到心心念念的丫头，再累也值得。不成想丫头就这么消失不见了。慕容浩满脸疲惫地回了王府，坐在东院的正厅主位上等着消息。慕容浩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正厅安静的落针可闻。刚刚上任的夏管家叫下人端来了一盆温水，恭恭敬敬地说道：王爷，忙了一夜了，你先洗个脸，好好用早膳。用了早膳，我们接着找如何？不用了，你下去吧，本王想静静。那王爷今日可要上早朝，需不需要让人向皇上告假？去吧，本王2日没睡了，很累，去告个假吧。夏管家应下便退下了。客栈里，昨晚林云熙在科技库里跳了1个小时的拉丁舞，音响开到最大。好好出了一身汗之后，他舒舒服服地泡了一个香喷喷的泡泡浴，然后他就美美地享受着空调的冷风，睡了一个好觉。此时看了看外面，已经大早，他赶紧出了科技库，今日还要去为冷嬷嬷打针呢。说来也是奇怪了，今儿掌柜没有送来早膳，当他下楼的时候，林姑娘，昨晚你在客栈？在啊，我在睡觉啊，怎么了？这大白天的没有见鬼啊！昨夜王爷找这姑娘可是要疯啊！没等他说完，林云熙就不见了踪影。林云熙发现今儿早上大家都好奇怪呀，客栈的掌柜不送早膳，就连天二和天三也都没了踪影。前2日的马车没有出现，这到底是怎么了呀？刚到瑞王府门口，看门的小厮看到林云熙出现在了门口，大气都不敢出，就跑到前厅去找夏管家。夏管家也是匆匆忙忙地赶了出来。你好，你是？林姑娘好，老奴是新上任的管家，老奴姓夏，姑娘叫老奴夏管家就好。一个王府竟然有2个管家，昨日的王管家今日休息。回姑娘，王管家回老家种田去了。啊？怎么1天的功夫就回家种田了？这职位换得有点神速啊！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有趣的事情？王管家竟然1日内回家种田去了，有点意思。
夏管家满脸黑线，这姑娘知不知道，昨日王管家为了她，不知是受了多少的罪。不过也要感谢她，如果不是她的话，她也当不了这王府的管家。夏管家是个聪明人，一路引着林云熙向东院走。夏管家，这不是去冷嬷嬷清泉院的路吧？你这是带我去哪？灰姑娘，王爷昨夜已回府，他想见你，你先移步他东院吧。啊，让他先好好歇息吧。我今日来晚了，冷嬷嬷这会儿要吃药和打针了，不然诊疗效果会不好。这要不老奴去请示王爷吧？姑娘等等。王爷不是说了吗？诊治冷嬷嬷的病都听我的。我要迟到了，我先走了。我医治完了冷嬷嬷再去见王爷。说完，林云熙提着药箱一溜烟就跑了。夏管家终于知道这王管家是如何被王爷赶回家种田的了。这姑娘也太不按常理出牌了吧！夏管家无奈了，只好是灰溜溜的跑到东院给慕容浩报信了。慕容浩见他进来，冷冷的说道：“不是叫你下去吗？别打扰本王清静。”回王爷，林姑娘刚刚回王府了。听到这话，慕容浩急切的抬眼看了看夏管家的身后，发现没人。他人呢？人在哪里？回王爷，林姑娘现在去冷嬷嬷的清泉院为嬷嬷诊治了。夏管家，你不知道本王在找他吗？不先让他来见本王，让他先去了清泉院。你这管家是不是也要回家种田去啊？王爷息怒，息怒啊！夏管家把刚刚林云熙进门到去清泉院的细节全部都给说了。这丫头长本事了，找了她一夜，她竟先去清泉院。一会儿她诊治出来，务必带她来见本王。如果让她跑了，夏管家你就不是种田那么简单了，知道本王的意思吗？是，老奴这就去清泉院堵着。夏管家退下后，又听到慕容浩道：“天一，收回府中的暗卫，外面的也不必找了，暗中盯着清泉院，再盯不住一个姑娘，你们也不用活了。还有，天二天三各去领50军棍。”是，卑职领命。此时的林云熙还不知道，这一早一晚，整个王府为了他弄的是天翻地覆。1个时辰过去了，他照例找来了春花，交代好了事情之后，就出了屋门。林姑娘，诊治完了，冷嬷嬷的病情如何啊？咳嗽比昨日少了，是好的开始。那老奴就带姑娘去见王爷吧，王爷等急了。好，那就劳烦夏管家带路了。林云熙来之前就听说慕容浩回府了，这会儿能够见到他，林云熙的心脏突然就跳得厉害。林云熙好奇地往东院的主屋走。奇怪，这男人半月不见，不应该是出门相迎上来就抱抱的吗？今日倒是装上清高了。慕容浩，好久不见，最近可好？慕容浩还是没有回头。他这是怎么了？又装什么疯啊？这里就是你住的东院吗？装修大气威严，很不错。他现在还有心情关心东院的装修？喂，你在干嘛呀？我大老远的跑来为了嬷嬷治病，你就这样对待我？慕容浩气急，还是没有回头。慕容浩，你这是什么操作？我们半月不见了，你这是怎么了？玩什么游戏呢？此时慕容浩转过身来，猩红的双眼看着他。他这是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会是这副模样？慕容浩，你这是怎么了？为何会如此憔悴？发生什么事情了？林云熙，昨夜你去哪里了？昨夜他来找我了，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我昨夜都在科技库里，这要怎么解释？昨夜我在客栈睡觉。哪个客栈？就是你安排的风客来客栈啊。我确实在客栈里，只是进了科技库，这也算实话吧。林云熙，你最好说实话，不然本王饶不了你。啊？难道是跳舞的乐曲声太大，没有听到科技库外的声音？我找了一个地方睡觉去了。什么地方？一个安全的地方。你这是不肯说了？完了，这男人生气了，该怎么办啊？慕容浩，你这是生气了？昨夜王府所有暗卫全部出动，把京城都翻了一个遍，都没你的下落。你说我该不该生气？你生什么气啊？你后院里还藏着一个娇俏的姑娘呢，应该是我生气才对吧？你是因为本王后院有女子居住，所以昨晚跑到所谓安全的地方睡觉去了？对啊，就是这样，我很生气，我现在还在生气。他这是在逃避我的问题，他到底想隐瞒什么？林云熙，我再问你一次，你昨晚去哪里了？慕容浩，成年人都有秘密，我是不在风客来客栈睡觉，但是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我也有自由好吗？你这是在逃避本王的问题。逃避什么？你后院有女人，我不应该生气吗？本王和她没有任何关系，本王也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你为何要这样对本王？我怎么对你了？我是不在客栈睡觉，你生那么大的气有意思吗？有意思吗？本王为了赶回来见你，前晚一夜没睡，赶去完成军中的任务，想着昨晚回来陪你，你却消失了。本王找了你一夜，金山寨都去了，竟然说本王没意思。算了，还是老老实实认错吧。慕容浩，你别碰我！林云熙，本王很生气。林云熙不放弃，再次上前，温柔地环抱住他的腰，把头靠在他胸前。慕容浩，这次是我错了，我给你道歉，以后我不会这样了，你不要生气好吗？你知道吗？你生气的样子很可怕，你都吓到我了。错在哪里了？
错在外出没有和你说，也没有和安危告知我的行踪，害你担心了。还有下次，该当如何？任由王爷处置。丫头，今日你别想再逃。说完，他低头吻住她的唇。慕容浩要把他这半个月的思念和昨夜的愤怒全都发泄在丫头的身上，他很气，却打不得，骂不得，气不得，他要用这样的吻把他淹没。片刻，纱帐内温度升高，两人大汗淋漓。就在最后一刻，慕容浩停了下来，他下了床，打横抱起全身通红的林云熙进了浴房，把衣服脱了。沐浴。慕容浩，你转过身去。慕容浩很听话的转过身，然后林云熙就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全都脱干净之后，一溜烟进入了浴桶里头。看林云熙进入了浴桶，慕容浩穿着里衣进入了他的浴桶。慕容浩，你不讲武德，叫人家脱，你自己还穿着衣服。本王有说过不能在水里脱吗？慕容浩，那边不是还有一个浴桶吗？你出去。这是本王的王府，本王爱在哪里沐浴就在哪里，你管不着。死男人，今天你生气，我忍你。离本王那么远，怕本王吃了你。过来。这男人不是疯了吧？过去我今日还用活吗？多羞人啊！不过去，我这样泡着就挺好的。这话还没有说完，就见慕容浩一个手臂把自己捞到了他的腿上。慕容浩，这样会出事的。刚刚两个人差点要进入最后一步了，我都没要他，他怕什么？要出事刚刚已经出事了，怕什么？这样有点尴尬。你是本王的女人了，有什么好尴尬的？林云熙知道自己说不过他，只好就依偎在他肩膀上，老老实实的待着。本王累了，好好泡一下，先不折腾你了。说完，慕容浩抱着他闭上了双眼。林云熙知道他2夜没合眼了，不忍打扰他，乖乖的靠在他的肩膀，等他醒来。怎么，你还会害羞啊？你自己说过看过很多病人，很多尸体，今日就这点出息？病人和尸体能和你比吗？你那么帅，会要人命的。慕容浩，这就是所谓的真气吗？怎么，你没见过真气？我真的是第一次见，真的有真气这种东西啊！太神奇了吧！你头发还湿着，你再试试让我看看。那么好奇？为了满足林云熙的好奇心，他再次运起了真气，把自己头发都弄干了。哇，太神奇了！真气还可以这样用的？那之前在青山寨，你怎么不用真气弄干自己的头发？你可知道我为你擦干头，手都弄酸了。当时用真气，你怎么会在我身边多待啊？好你个慕容浩，心机如此深沉，看我以后如何治你。丫头要怎么治我？先不说这个，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可以用真气飞檐走壁，然后还可以飞来飞去的？当然会了，有空了本王带你出去玩。哇，太神奇了，真不能用科学解释这个问题。那真气是从哪儿来的？是这吗？真气就藏在这儿？哎呀，真气全身汇集，当然气沉丹田这个地方比较多。太不科学了，改日一定带我去玩玩。慕容浩有些无奈，他现在还累着呢。好啊，改日带你去玩。你现在先和本王老老实实睡一觉，睡好了真气才多，飞得更远。慕容浩这话都没有说完，他抱着只穿着浴巾的林云熙睡着了。两人就这么一觉睡了2个时辰，午膳时间都过了。当慕容浩醒过来时，就看到怀里的他正在眨巴着眼睛看着他呢。丫头就这么馋到我这张脸啊，看得脸都红了。我可不止馋你这张脸。你还真不怕死，林雨欣，以后不能一声不吭的离开本王，知道吗？好，我答应你，除非我遇到危险留不下信息，不然再不会了。你知道吗？昨夜找不到你，我都要发疯了。我很害怕失去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危险，又或许你回家了。回家？我的家怕是回不去了。那你就在这儿好好待着，本王给你一个家。你能吗？能给我一个家？本王答应你的，自然会做到。只要你不离开本王就好。信你一次。本王也要和你解释一下那苏七七的事情。你说，我听着。苏七七的哥哥叫苏达，一直是我在边境军营里的副将。今年年初，西域国一直骚扰我们东胜国的边境，父王命我率领7万大军，把西域那些狗贼打出去。在一次战役中，我们遭遇敌军的埋伏，本王身陷险境，是苏达用命替本王挡了一箭。他临死前，把他家里仅剩的妹妹苏七七交付给本王，让本王为他择一个好人家嫁人。本王为报他的救命之恩，把他妹妹带到了京城，就安置在我王府的后院里。但本王跟他真的没有什么关系，我到现在都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其实我也相信你和他没什么，我都没有生气。我知道你有你的事情要做，她这样的女人，想来你也应该看不上吧？那刚刚你还说生气来着？那是你先气我的，我才找事情气气你。好你个丫头，
我后院里有女人，你都不吃醋？吃醋？我连云溪有吃醋的时候吗？那么不在乎本王？慕容浩，我没有穿衣服，你在哪我就……本王知道，现在本王睡醒了，你应该很害怕吧？停！我肚子饿了，我要吃饭。来你王府给人治病都不管饭的。今日就先放过你，我们准备用午膳。王爷是叫夏管家准备膳食，还是？府子里的厨子换了好几波，都做的不好吃，本王要吃你做的。好，今日你是老大，厨房在哪儿？我去做几个好菜给我的慕容浩。这甜言蜜语很合慕容浩的胃口，拉着林云熙来到东院的厨房，看到慕容浩东院一个人都没有，他好奇地说道：王爷，你的东院怎么连个下人都没有？本王刚刚很生气，知道要和你吵一架，把他们都平退了。这吵架还能预谋好的？慕容浩心虚，他换了个话题：你肚子还饿不饿？饿死了，赶紧的吧。林云熙看了看厨房，储物柜里有很多新鲜的食材。当他看到一篮子里的牛肉时，两眼放光。哇，慕容浩，你这里有牛肉啊？你喜欢吃牛肉？当然了，我在我家乡几乎天天吃，我经常锻炼肌肉。牛肉呢，含有很高的蛋白质，对身体很好。可惜到这里就没有吃过了。我之前有叫王大山到丰京镇买，他说东胜国一般百姓是不能吃牛肉的，牛是农耕的工具，只有皇宫贵族才能有牛肉吃。想不到你这里就有。他说什么？几乎天天吃牛肉？我这个皇子也不能天天吃啊。丫头，你之前天天吃牛肉啊？对啊，在我们那里，牛已经不是农耕用具了，和猪一样，是作为肉类在市场上售卖的。原来他的家乡那么富足。王府里的牛肉是宫里每月分配下来的，1月也就1到2次。我们这里确实不能天天吃牛肉。那我今日就给你做个牛肉宴吧。看你才半月就有点消瘦了，都没有在青山寨时那么壮实了。才知道本王这半个月里日日茶饭不思的想你，没有你本王都不习惯了。说完，慕容浩从身后把他环抱在自己的胸前。我要做饭了，你让开，一会儿被下人看到了。没有本王的命令，他们谁敢进来？好吧，你是老大，那随你。林云熙不管他，洗菜、切菜、炒菜，这大夏天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了。哎呀，慕容浩，你不热吗？我都要被你热死了。热，要出了汗，等下一起去沐浴去。沐浴你个头啊！要沐浴你自己去，快让开！我全身都是汗，不臭吗？不臭，你身上的味道让本王着迷。慕容浩，我要热爆了，你快放开我！不要，我就要这样抱着。终于可以吃饭了。慕容浩看着满满一桌好菜，终于是舍不得放开了林云熙。两人坐下，拿起筷子大口大口的吃起来。席间，慕容浩给他夹了很多牛肉，都快要堆满他那小碗了。慕容浩，不用夹那么多给我，我吃不完的，你自己也吃嘛。夹给你就吃，爱吃牛肉就多吃点。下回啊，我找宫里的膳房多分点给本王的瑞王府。丫头，你在京期间就住在王府吧，日日给本王做好吃的。算了，没名没分的，王爷不是要保护我的名声吗？我还是住客栈吧。你想吃好吃的，我给你东院的厨子几道菜谱。也好，听丫头的。两人开开心心的用着牛肉宴，而浅云院这边，小姐，林姑娘去了东院，王爷禀退了所有下人和暗卫，他们2人在东院待了2个多时辰。什么？这个狐狸精贱婢竟敢勾引王爷，看我怎么收拾他！东院两人用完膳之后，林云熙正要收拾碗筷，这些叫下人做就好。现在天色还早，我带你去玩。你不是对真气很感兴趣吗？听到男人这么一说，林云熙开心的像个小孩子，双手环抱他的腰。慕容浩，咱们现在开始吧。见这丫头对真气那么的好奇，一手搂住身前的他，一手一个飞身，便飞到了东院的房顶上。哇，慕容浩，真气真能让人飞起来啊！太神奇了，你就是我的神。这才用了一点点真气呢。走，我带你飞一下。哇，好好玩啊，好神奇！慕容浩加油，那边有片草地，我们去那边看看可好？快到草地的时候，只见林云熙一个手勾住他的脖颈，性感的红唇就吻了上来。丫头，你干嘛呢？不害臊？王爷这是怎么了？害羞了？脸怎么这么红啊？后面暗卫都跟着呢，你不是收敛点儿？哦，原来王爷是闷骚男啊，在屋里和屋外差别那么大。我刚刚就想试试，如果打扰你运行真气会怎么样？王爷是不是想歪啦？好你个丫头，竟敢用本王来做实验！王爷不是说有暗卫跟着吗？本王在谈情说爱，他们不敢跟着。王爷，你看那边，
慕容浩，有本事来追我啊！看林云熙跑远，慕容浩跟上，能在草地跑跑也是不错的。俩人你追我赶，这跑着跑着就跑进了一个林子里。啊，王爷，咱们不玩了，咱们往回走吧。慕容浩也停住了脚步，缓缓地向他靠近，沿着他的眼神就看到了地上的脚印。慕容浩一把拉住林云熙的手，正要往回走，面前就出现了大批的黑衣人，挡住了二人的去路。慕容浩，你的暗卫可有跟来？应该在不远处，你在我身后，我保护你。我给你的毒针盒子有带着吗？有，一直在身上。慕容浩，那你会用鞭子吗？会。只见林云熙不知道是从哪儿拿出了2支不锈钢打造的长鞭。这鞭子的手柄处有一个红色按钮，你甩鞭子之时可以先按下，按下后整条鞭子和鞭子头部会打开毒针，毒针打到人的身上，那人必死无疑。我们先用毒针盒子，再用长鞭，这些都是远距离的武器，能保护我们。丫头，要保护好自己。慕容浩，答应我，不要再受伤了。啊，放心。只见林云熙向空中发射了一枚信号弹。老大，他们放信号了，我们要速战速决。好，弟兄们，慕容浩的命值10000两黄金，今日我们就杀了他！黑衣人们手提大刀围成一个圈，向两人靠拢。只见慕容浩和林云熙手拿毒针盒，按出无数的飞针，瞬间前排的黑衣人就纷纷倒下了。老大，他们有暗器，后排弓箭手，杀！慕容浩用鞭子，两人挥起手中的鞭子，打在了前排弓箭手的身上。弓箭手还没有来得及拉弓，瞬间便纷纷倒地。老大，再不上，慕容浩的人就来了。好，弓箭手继续，刀手直接上！看到密密麻麻的黑衣人上前，林云熙从袖口中拿出了手榴弹，然后向那弓箭手一方投去。一声巨响，几十个人都被炸飞。林云熙也懒得废话，再扔了一个，又是一声巨响。兄弟们，先把那女人给解决了，再解决慕容浩。只见那带着刀的黑衣人冲上前，慕容浩用长鞭一直挥舞着，保护着身后的林云熙。慕容浩看准时机，抱着林云熙就飞上一棵大树。远处马蹄声渐渐靠近。慕容浩，我们的援军到了。丫头自己都能解决这些人，援军到了也快结束了，好玩吗？好玩，好久没有那么畅快了。为首的黑衣人听到俩人在树上的对话，都是满头黑线。这是在刺杀，他们说是在玩耍。这些人只留2个活口，其余人格杀无论。是。天一领命，带着几十个暗卫开始厮杀，不一会儿就解决了一大批黑衣人，顿时血流成河，浓浓的血腥味布满了这整个林子。慕容浩看了看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打横抱着林云熙跳下了树。就在这个时候，被俘的一名黑衣人脚下一踢，一个飞镖从鞋子底部飞了出来。慕容浩，小心！丫头，丫头，这飞镖有毒，我马上带你恢复。天一，让他交出解药。是。来到东院，慕容浩赶紧把他抱到自己的床榻上，正准备出去找府医的时候，慕容浩，此事不宜声张，不能让人知道我和你遇险。我自己是大夫，我自己来，你帮帮我可好？可是你中毒了，伤口还那么深。你帮帮我就行，我能治好自己，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你帮我准备一盆干净的热水，还有毛巾就可以，我等你。慕容浩为了不让下人知道此事，到门外吩咐下人送来热水和毛巾之后，丫头，这飞镖有倒钩，一会儿拔它要受苦了。不用担心，你还记得麻醉针吗？我不会痛的。只见他手里就多出来1支麻醉针。慕容浩一直都知道林云熙身上有秘密，但是当他看到林云熙不知从何处就拿出东西时，眼眸还是深深地探寻了一下。林云熙也不多说什么，直接在伤口的位置不远处为自己打了麻醉药，放下麻醉针。林云熙手上又多了碘伏和棉球，准备好这些之后，林云熙就等着麻醉药起效了。慕容浩，既然你都知道我的秘密了，日后你可要护着我。你就是本王此生的女人，本王会护着你，会为你守住秘密。那就好，你不用担心，这些就是皮外伤，就怕日后会留下疤痕。这疤是为本王留的，本王会爱的。丫头，肯定很痛吧？刚刚很痛，现在麻药已经起效了，已经没有感觉了。这是什么？这是分析毒药的仪器，我想那杀手应该不会给我解药的，但我自己能解。本王让天一严刑拷打黑衣人了，但现在还没有消息。不急，我先把这飞镖拔出来。只见林云熙戴着医用手套的手去取那飞镖。丫头，需要本王帮你吗？不需要。你小心点。慕容浩此时紧张地看着他，生怕会有什么危险。只见林云熙握住飞镖，一个使劲，飞镖便被拔了出来。一切弄完之后，他松了一口气儿。
慕容浩，今后几天可愿意为我上药？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你说好的哦。当然。毒药分析完成，其毒为7日散。慕容浩，又是7日散，这些人会不会是上次的那些？本王也怀疑。前2日，我带御林军去围攻了金银阁的总阁处，带回来不少人，可惜让他们阁主给跑了。今日这些人应该就是他们的人。等下天一审回来后，就会有结果了。慕容浩，金银阁一日不出，就会一直威胁着你。你是怎么得罪金银阁的？本王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杀本王，现在还在查这次买凶之人。放心，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下次让我遇到金银阁的人，我把他们全杀了。丫头，你就好好休息，这件事本王来解决，以后不要再为本王设限了，本王会很愧疚。你不知道刚刚你中标，本王心有多痛。好，日后我会更加小心，先日是大意了。你7日散的解药还有吗？有，你帮我去倒点水来，我要吃药。慕容浩赶紧起身，走到屋里的桌上打了一杯温水。他扶着林云熙，轻柔地喂他喝水。丫头，今晚就先在府里养伤吧，客栈先不去了，怕不安全。听你的。今晚想吃什么，本王叫下人去做。不怎么饿，喝点白粥，送点清淡的小菜就可以了。好，累了吧？本王陪你躺会儿。不累。慕容浩，你不需要去看看天一他们吗？这些事要是都做不好，本王要他们何用？我陪着你就好。要不你先换一身衣服吧，刚刚我们打架，全身都是灰。本王刚刚太紧张了，现在给你换衣服。只见慕容浩拿出一套女士的衣服走了过来。慕容浩，你卧房里一直都有女人的衣服？绝对没有，这是前2日本王差下人按照你的尺码定制的。不信你问天一，本王房间里从来没有女人的衣衫，就这2天才有的。我相信你了，把衣衫给我，我要更衣。慕容浩拿着衣衫走到床前，他坐在床边，深情款款地看着林云熙。你还不走啊？你不走我如何更衣？这几日本王帮你换。我自己换？你回避一下。你都受伤了怎么换？你什么地方本王没有看过？羞什么？慕容浩这回可没有顺着他，只见他轻柔地把林云熙的裙子褪下，缓缓地为林云熙穿上了里衣和中衣。慕容浩，这样好吗？有什么不好的？本王把你当成自己的妻子，夫君为受伤的妻子更衣，有什么不对的？可我们不是还没有成亲吗？总觉得怪怪的。我们都那样了，除了没有形成婚礼，我们之间的肌肤之亲，不是夫妻才做的吗？林云熙，难道你还有其他想法？我们只差最后一步了，你还没有把本王当成你的夫君。这倒也不是那个意思。什么意思？本王不管，你现在就是我的王妃，只是还没有对外公布而已。过段时日，本王会请父皇给本王赐婚，娶你为妻。这会不会太快了？我什么身份都没有。这些不是你该管的事情，你好好养伤就好。记住，你是我慕容浩的女人，这辈子都是。林云熙听着他振振有词地给自己承诺，他心里暖洋洋的。但是林云熙还是想避开这个话题。其实他心底好像还没有准备好，但是要准备什么，他这自己也搞不清楚。这个话题就此打住。慕容浩，刚刚那么多暗卫去救我们，怎么没有看到天2和天32人呢？所以本王找不到你，本王认为他们失职，就让他们各领了50丈军棍。什么？慕容浩，你竟敢处置我的人？他们俩每日都认真负责为我办事，所以确实是我不对，但也不关他们的事啊。谁叫他们连你都看不住啊？肯定要受罚的。好吧，王爷，那你以后不能再乱处置我的人了，好不好？除非你老老实实的，本王就不会罚他们。慕容浩，你在威胁我？所以是叫你不要再消失了。好，我都答应王爷。他们在什么地方？我去看看他们。你还受着伤呢，不能去。王爷，你让我去吗？行，不过本王和你一起去，怕你跑了。多谢王爷，王爷是世界上最好的王爷。就你护短，为了他们都能如此撒娇。走嘛，带我去看看他们。慕容浩打横抱起他就要出去。你先放我下来，这让府里的人看到不好，我们还没有成亲呢。可是你的伤……都说了是皮外伤，现在麻醉药还在，补痛的。林云熙爱怎么样那就怎么样吧，顺着林云熙就好了。天儿，你说主子现在脱险没有？刚刚看他发出的信号，我好着急啊！可惜我们身上有伤，无法去救主子。现在还没有消息传到我们这里，我想主子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天一怎么那么久都没送来消息？我快被急死了。天三刚刚说完这话，就听到外面有2个脚步声。天二、天三，你们2人怎么样了？我是大夫，快让我看看。丫头，注意分寸。参见王爷。不必多礼，你们先养着吧。
你们主子受伤了还来看你们，以后要更加好好守护你们主子。再有下次，可就不只是50军棍了。啊，主子受伤了，严重吗？严重吗？我没事，只是皮外伤。我这有很好的伤药，你们1人1瓶，好好养伤，尽快回到我身边当差啊。多谢主子，我们没事了，你和王爷先回去吧。那我就先回去了，好好养着。林云熙说完，走出了暗卫住的院子。刚走出院子不久，就看到苏七七迎面走了过来。七七见过王爷。林姑娘还没走啊？我还以为金人一早就走了，怎么还留在王府？苏姑娘，林姑娘是本王的贵客，不是你该问的不要多问。这2日本王会找一些京城里家世好的公子，尽快让你嫁出去。你如果有相看好的，也可以和本王说。王爷，七七现在还小，不想嫁人，王爷再留七七几年吧。不想嫁人，你哥托付本王的事情，本王会尽快安排。你退下吧。王爷。苏七七那娇柔的声音响了起来，林云熙就觉得自己满身的鸡皮疙瘩掉了一地，他不自然地咳了2声。退下。苏七七听出了他的不耐，赶忙就退下了。慕容浩和林云熙一路回到了东院，回到主屋，林云熙就学起了苏七七的语调：王爷。林云熙，你好好说话。王爷，喵了个咪的，这个绿茶婊在我面前这样晃悠的男人，我能好好说话才怪。慕容浩，我非常讨厌看到苏七七这个人，看到他我就想杀人，敢在我面前这样晃我男人，你别让我再看到他，最好把他处理了，要不然的话没得谈，真的气死我了。慕容浩看他这吃醋的样子，他特别开心，开心的心里都开出花来了。原来丫头吃起醋来的样子是那么的可爱呀，原来他那么在意自己。慕容浩，我说话你听到没有？听到了。丫头，你知道吗？你吃醋的样子很可爱。好疼啊，麻醉药要效过了。怎么了？让我看看你的伤口。不让，你这装桃花的男人讨厌。过来让我看看。就是不过去。这2人围着桌子，一个追一个跑，最终还是慕容浩把人抓住抱入怀里。话不多说，他直接就吻上他的香唇，男人的荷尔蒙在他鼻息流淌，男人好让他痴迷呀。林云熙慢慢沉沦，沦陷在他深情的吻中无法自拔。回主子，4个已全部招供，他们是金银阁的人。这次除了他们的阁主没有出动，几乎整个阁都出动了，全被我们歼灭。他们还招供说，买凶之人他们确实不知是何人，只交代了那人戴着半张银质面具，还有那刺客死活没有交出林姑娘身上所中之毒的解药。知道了，叫画师画出买凶人的画像，没事就下去吧。林云熙躺在他怀里，轻轻叹了一口气。丫头，怎么叹气啊？金银阁阁主和那买凶的人1日没抓到，你就1日不能安宁。不用担心，本王有很多人保护的，本王答应你会好好的。慕容浩，这事告一段落了，我明日就回客栈住吧。我多想每晚都有他陪着，每天早上醒来都能看到他沉睡的脸，他难道不想吗？你就那么不喜欢本王的王府啊？不是，没名没分的，我总觉得不好。待以后成亲了，天天黏着你，可好？王爷，这林云熙可是发现了，只要他用这柔软无比的声音提要求，慕容浩总是能答应，屡试不爽。行，那你要小心，本王多派几个暗卫保护你。不用，我一个大夫用那么多暗卫，真是大材小用了。你身边才需要多一些的暗卫。这你就不用管了，本王来安排。好，王爷安排就好。有点累了，睡吧。明日你不是还要上早朝吗？丫头，睡吧。说完，2人渐渐就进入梦乡，一夜好眠。第2日寅时，慕容浩就已经起床了。林云熙看他起床，他也跟着起来。丫头，你还受伤呢，多睡会儿。一会儿本王让下人驾马车送你回客栈。不了，我一会儿还要给冷嬷嬷打针，打完了我自己回去就好。哦，我都忘了问了，丫头，冷嬷嬷的病情怎么样了？她的病情向好，多出4到6个月就能痊愈。丫头，多谢你救了冷嬷嬷，你这医术真是了得。你可知，在东胜国得了肺痨基本上是判了死刑的。那我治好了冷嬷嬷的病，你可要多给我诊剂。行，本王会为你准备你喜欢的礼物。就等王爷这句话了。那小的来为王爷更衣吧。丫头会更衣？看你每日的头发梳的都乱糟糟的。更衣很简单啊，束发嘛，等日后当了你的王妃再说。都由你来帮本王更衣。他想让林云熙试试，最重要的是林云熙为自己更衣，就能够近距离的靠近他，闻到林云熙身上那独有的女儿香。只见他一件件一层层都被慕容浩穿好，还戴上了玉带，眼前的慕容浩立马就变得端正庄严，英俊帅气。我的男人怎么能长得这么帅，看得我口水都流下来了。让本王尝尝你的口水甜不甜，有没有说谎？慕容浩，你不用上早朝吗？
你晚了。是你撩拨本王的，你害本王情动了还不想负责？慕容浩可不管，凡是能吻他的时候，他都不会放过。这一吻就用了1炷香的时间，香甜而绵长。最后，慕容浩轻轻地松开了他的唇，宠溺地看着怀里的他，不舍得离开。快走吧，我可不想做红颜祸水的女人。两人依依不舍地分开之后，看好苏七七，不要让她再打扰林姑娘。若她再生事端，我唯你是问。是，老奴会找人看住苏七七姑娘的。林云熙来到清泉院的时候，这冷嬷嬷早就醒了。冷嬷嬷今日感觉到身体很爽利，没有前2日咳得那么难受了，她便坐起身，靠在床榻边上。冷嬷嬷早，今日看上去气色不错，还能坐起来了。林姑娘来了，哎，快来坐下，都是林姑娘妙手回春的医术救了老奴，老奴不知如何谢姑娘呢。嬷嬷不用谢，你能好起来，王爷很高兴。也多亏了王爷，请林姑娘过来为老奴诊治。您和王爷的大恩大德，老奴一辈子也还不了。嬷嬷不要这么说，这是我作为大夫的本分。我们今日继续打针吃药，我想你这病啊，痊愈都用不了4至6月，我看现在效果很不错。好，还是有劳姑娘了。林云熙还是认真的为冷嬷嬷打针配药。等到吊针打完，他收拾好药箱便离开了瑞王府。此时苏七七的浅云院，叶岩来报：小姐，昨夜那林姑娘住在了王爷的东院，今早给冷嬷嬷看诊后才离开的。什么？昨夜她住在东院？这个狐狸精不就是个不起眼的大夫，竟敢勾引王爷！看来要给他找点事情做才行。小姐，王爷很看重她，会不会招惹到王爷？王爷发现就不好了。不会让王爷发现。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做。叶岩把耳朵靠近了苏七七，不知道苏七七在叶岩的耳边说了些什么。林云熙回到客栈，他给自己上药之后换了一身新衣裳，他就提着药箱出门了。今日他要到处去看看上京城有没有什么商机，或者青山寨的那些项目有什么东西能够在上京城大卖的。林云熙在大街上到处走着，这一路观看，一路想着。林云熙就来到了一家药铺，药铺其实和现代的中医药铺差不多，高大的木质药柜收纳着各种药材，在各种的小抽屉里头，里面还有一个像是大夫一样的人在坐诊。林云熙心想，如果自己能有一间药铺，貌似也不错。可惜啊，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他现在没有足够的银钱，还是慢慢来吧。大夫，救命救命，快救救我哥！那大夫走出药铺，看了看那男人流血的腹部。姑娘，回家准备后事吧，我这里无能为力啊。大夫，求求你救救我哥，我可以给你做牛做马。恕老夫束手无策，姑娘请回吧。这就无能为力了。林云熙大步向前走出了药铺，见那伤口像是被利器划过，应该是可以救的。小姑娘，你哥哥是怎么伤的？姑娘，你能救我哥吗？我哥是一个装修工，今日一早出活时不小心从木架上落下，刚好划到了身旁的一根大铁钉。快让你哥躺下，我尽力。只见小姑娘扶着她哥哥在不远处平躺了下来。这个时候，围观的群众是越来越多了，把那店铺门口的街道堵得是水泄不通。此时，一辆马车上，怎么马车停下来了？回世子，前面好像出事了，百姓们围得水泄不通的，马车过不去。好，长风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是。不一会儿，长风就打探回了消息。回世子，前面有人受了重伤，一位姑娘在救治，百姓们围着。姑娘，求求你救救我哥哥，我和哥哥相依为命，我不能没有哥哥。在场的有没有懂医术的？我需要一个人来帮忙，这个人有救，就差一个助手。然后便见一袭白衣人走到他面前，林云熙头也没抬，他打开了药箱。好，就你了，麻烦你帮忙把这病人家属带下去，他吵死了，我不能安心手术。还有，最好把这些百姓全轰走，人太多了，空气不流通，还容易有细菌。最好再弄个帘子把这里挡住了，要快。慕容琦都无语了，他这什么话都没说呀，这姑娘倒是给他派了这么多任务。慕容琦看了眼自己的护卫，护卫就知道他的要求了。很快，病人的妹妹就被带到了阴凉处待着，不能发出声音。百姓们也被护卫们散去了，还找来了屏风，把3个人围在了里面。林云熙看也没看慕容琦，急切道：“你有没有手帕？”有。一个珠圆玉润的声音响了起来。此时的林云熙只看着病人的伤口，准备药箱里的东西，倒还真没注意到如此好听的声音。好，我马上要给他动手术，你在旁边帮我递工具，最重要的是为我擦汗，不能让我的汗滴入他的伤口，听到了吗？我在这里就是一个擦汗的助手。
好。只见林云熙双手戴上了医用手套，拿出一支奇怪的针，给那病人打了一针奇怪的药水之后，病人就睡着了。然后林云熙就把伤口打开翻看，似乎是发现了什么。他自言自语道：“有一根血管破了，难怪出血这么急。帮我拿止血钳过来。”哪一个是止血钳？那个像剪刀又不是剪刀的。是这个吗？林云熙不理他，拿着止血钳就在那破了的血管上段止血。药箱里的针和线给我。这手术需要针和线？慕容琪有些好奇，他这找了找，发现药箱里确实有一些弯曲状的针和线。是这些吗？慕容琪静静地看着他缝针，抬起头想看看这姑娘的脸。方才他没有仔细看，当他看到一张不施粉黛而又貌若天仙的脸时，他的眼光再也无法移开了。快拿你的帕子为我擦汗，绝对不能让汗滴入病人的伤口。我还有几针就缝好血管了。慕容琪这才从他的美貌中缓过神儿来，他拿起自己随身的锦帕，轻轻地为他擦拭。不用那么轻，用力，满脸都要擦干了。我现在停手，赶快。好。慕容琪只能听他的，用锦帕在他额头上、双颊上全部都擦拭了一遍。好，不用擦了，我继续。只见林云熙弄好了血管之后，把那止血钳打开，用棉花蘸取碘伏，给伤口大面积消毒。慕容琪停手，继续看着他。只见这女子的左肩上冒出了红色的血迹。姑娘，你的手背上有伤，会不会很严重啊？还能坚持吗？你怎么那么多话？不用你管，我现在在手术，需要安静。林云熙做手术最讨厌有人在他旁边说话了，语气也不自觉的就严厉起来。慕容琪不敢再开口，一直眉眼柔和的盯着他看。最后一针缝合好之后，林云熙剪掉了尾线，刚刚还蹲着的身子，这会儿才发现腿脚全都麻木，无法站立了。他投来求助的眼神，抬头一看就被惊到了。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白色锦衣华服的男子，他貌若潘安，风度翩翩，文质彬彬，一看上去就是上辈子拯救了宇宙才能得到的上天如此眷顾的面容。哇，这上京城的男子都那么帅的吗？这也太不人道了吧！原来是一位公子啊！不好意思，刚刚手术过于紧张，把你当做了女子，多有得罪，请见谅。无妨，也是为了救人。这病人没有生命危险了，我就叫他的家属过来。不过好像还需要你再帮帮忙，我现在腿脚麻木，站不起来了。慕容琪伸出手，示意他可以扶着。林云熙想赶紧逃离这狭小的空间，赶忙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臂，就用力起身了。脚上的麻感传过来，一个不小心，直接就歪倒在了他的怀里。我靠，这脚也太不争气了吧！只见慕容琪双手把他轻轻的一扶，站好之后，两个人都是有些尴尬的低下头去。慕容琪此刻发现自己心跳漏跳了一拍。这屏风可以撤了，我去叫病人的妹妹过来。俩人一前一后出了屏风。你哥哥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这个是他1周的药，每天3次，1次1包，饭后用水送服就可以了。多谢姑娘的救命之恩，多谢！你快起来啊，这跪什么呀？起来，以后不要乱对人下跪，女子膝下也有黄金的。慕容琪听到这话，看了看他身边的林云熙，林云熙的话好像很与众不同。姑娘的大恩大德，我定会回报。姑娘，我现在只有这些钱，你看看能不能先欠着，日后我再还你。我现在没有其他银钱了。你拿着这些银钱给你哥哥买点鸡蛋、鱼，还有鸡这些营养的，对他的伤口有好处。我是大夫，治病救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今日算你我有缘，就不收你的诊金了。小姑娘见状激动不已，又要跪下。只听林云熙冷冷地说道：“你要是再跪下，那我可就要收你的诊金了。这手术的诊金可不少。”多谢姑娘，日后有机会我会报答姑娘的。回去吧，好好照顾你哥哥，他这样的体质，半月到1月就能好。这位公子，要不你好人做到底？我看你有护啊，要不帮忙抬这位病人回家吧？这是小事情。一个眼神互为领命。今日多亏了公子的帮助，你这帕子应该是用不了了，要不我买一块还给你？对了，你们这里应该不能乱送什么手帕的吧？算了，就当做是我毁了你的帕子。要不请你吃一顿饭当道谢如何？好，这样也行。那你想吃哪家的饭菜？我在外面吃的少，不太了解哪家饭菜好吃。那就尹月轩吧，那家饭菜不错。好，姑娘，那边是我的马车，要不要一起乘马车过去？不用了，我走一下就好。我这几天逛过街，尹月轩的位置好像离这里不远，你先过去，我一会儿就来。掌柜，把门开着吧，这样透气吃饭舒服一些。我可不想慕容浩误会什么事情，还是谨慎点好。慕容琪看了看掌柜，掌柜的会议门开着。今日多谢公子出手相助，我才能给我的病人完成手术。今日这餐我来请，你看喜欢吃什么，尽管点就是了。这家酒楼饭菜都不错，还是姑娘来点。好吧，那我就随意了。
一下就点了8个菜，而且还是肉菜居多。我们就2个人吃饭，这姑娘点了8个菜，她以为我慕容琦是大胃王。公子，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林云熙，请多指教。公子尊姓大名？本公子叫慕容琦。又是一个皇家的，完了，难道我和皇家这么有缘？琦，美玉也，这名字不错。啊，这女子难道不知慕容是国姓？要知道，在京城听到国姓，很多女子都为之疯狂，她反倒喜欢琦字，有点意思。要不咱们开始吃饭吧，我真的是有些饿了。慕容琦端坐着，斯文地夹起面前的菜，轻轻地送到了嘴边。他看了看对面的林云熙，林云熙这吃饭的架势，差点把他的下巴惊了下来。只见林云熙一手拿着鸡腿儿，一手夹着米饭，时不时的还夹着前面的菜。她是真不像京城的那些贵女们，在公共场合吃饭只吃几口就放下筷子了。这女子看上去真的像是一头饿狠了的狼。林姑娘，这真是饿着了。当然饿了，做了一台精细的手术，耗费了太多精力，能量早就消耗完了。她说出来的话总是那么奇奇怪怪的，什么叫做能量消耗完了？林云熙自顾自地吃起来，他可不知道自己被慕容琦一直都盯着。林云熙不小心抬头，慕容琦避开了在他身上的眼神儿，一直都没有动筷子。慕容琦对吧？你怎么不吃啊？难道不饿吗？我吃的不多，你要饿的话多吃一点。你那么高大一个人，就吃这么点儿，算你赢了，小女子佩服。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林姑娘，你是哪一家的姑娘？这京城姓林的也不少。我不是哪家姑娘，我是孤儿，无父无母。在下冒犯了，姑娘会不会很辛苦？没关系，没有父母也要好好活着，不是吗？确实。哎，对了，你的医术了得，你医术是和哪一位高人所学？你也喜欢研究医术？我平日里没有什么事情，一直研究医术。原来是同道中人。我师父是一位得道高人，是他传给我的医术。林云熙不想解释太多，瞎编了一个理由。尊师是哪一位呢？我师父云游四海，不问世事，就不说了吧。既然如此，那是在下无礼了。没事。请问林姑娘，你对妇科可有研究啊？妇科，家里内人需要看诊。你先说你会不会诊治妇科？开玩笑，我在现代可是每个科室都轮岗过的，后来各科成绩优异，成为了全科医生。会，当然会，我可是全科医生。要不你帮我一个忙？可以啊，不过妇科诊金可不低。好，只要你能看好我姐的病，给你5000两白银，如何？我去，5000两，送财童子啊！那么多诊金，不会是已经病入膏肓了吧？姑娘可不能乱说，我姐是明星郡主，7年前嫁给了少妇，2人一直无子。我给我姐诊过脉，没看出什么，还烦请姑娘出手相助，定会酬谢。7年都没有孩子，那确实有些棘手。不过听她的阐述，为何只检查她姐姐，不检查她姐夫呢？为什么婚后没有孩子都怪在女人身上？会不会是那个什么少妇的问题呢？这就不知了。行吧，看在诊金的份上，帮你一把。什么时候去？姑娘看明日如何？可以的话，我今日给我姐传信。明日未时吧，我上午有病人要看。行，那就拜托林姑娘了。好，那如果医好了，怎么付诊金？你可以找这家酒楼的掌柜，他会找我过来。这酒楼是你的？正是。行，那就这么定了，记得是5000两白银。一言为定。行，走了，再会。林云熙说完，提着药箱就下了楼。瑞王府，慕容浩下了朝，回到书房处理文书。天一拿着一本折子求见。主子，这是您吩咐的适合苏西西姑娘公子的名单，您过目。要不你看吧，看好了你拿给苏姑娘看就行。我帮苏西西看合适的公子啊，找家世好一点的，后院没那么复杂的就行。这些事还叫本王来。属下不敢，属下马上去办。天一退下。什么风把夏管家吹来了？可是王爷找本姑娘有事。苏姑娘好，王爷叫老奴把这折子给你过目。王爷送来的折子，不会是王爷赏赐的好东西吧？折子里面有10几家公子的画像和简单的介绍。夏管家，王爷这是何意？回苏姑娘，王爷为你寻来合适苏姑娘的公子，让你过目。王爷是想苏姑娘嫁个好人家。什么？我都说了，我还小仙不嫁的。这老奴就不知了，老奴只是奉命给姑娘带折子过来的。王爷在哪里？我要见他。王爷在书房，王爷有命，书房种地没有他的允许，
不能入内。好，那你先退下吧，我看看这折子。夏管家退下，苏七七的脸开始扭曲。一定是那个贱女人，不知道吹了什么枕边风，让王爷快点把我嫁出去。贱人，有你好看的！王爷，天色已晚，是否需要上晚膳？厨房都备好了。不必了，今晚不用晚膳。王爷，这下去吧。是。夏管家退下，天赐到了书房。天赐见过王爷，今晚来汇报林姑娘的行踪，把今日林云熙的所有行踪和见了什么人全部都汇报给了慕容浩。知道了，你先退下吧，保护好林姑娘。天赐退下之后，肚子饿了，找丫头去。走出书房，径直往大门走去。突然，一个娇小的身影从前面的大树旁窜了出来。王爷，七七想和你单独谈谈，可否屏退下人？慕容浩一个眼神，天一消失不见了。说吧，找本王何事？王爷，今日给七七的折子我看过了，我不想嫁。为何不想嫁？那些公子都很适合你。因为我倾慕王爷。王爷要不收了七七吧，做妾又或者做通房丫鬟都可以。我不要嫁什么公子，我仰慕王爷已久。说完，这苏七七把自己的外披敞开，露出只穿了红色肚兜和亵裤的玉体。天一天武，处理了！只见天一天武一个闪身就飞到两人中间。王爷！天武把他扛到肩头就消失了。王爷要如何处置？即刻把他赶出府区，找个地方安置，赶紧把他嫁出去。是。还有，今晚这事绝对不能让林姑娘知道。如果她知道这事儿，你提头来见。是。天一消失在夜色中，慕容浩此时表情冷酷，也不知他在想些什么，径直走出了瑞王府。林云熙舒舒服服地泡了一个澡之后，就听到外面房门急切的敲门声。这慕容浩早不来晚不来，他衣服都还没有穿好就来了。随后把房门打开，就看到了一脸疲惫的慕容浩。慕容浩，你早不来晚不来，我刚刚沐浴你就来了。你穿成这样就开门啊？你敲门敲得那么急，我都怕你把这门给拆了。丫头，你是不是疯了？你受伤了还沐浴，不想活啊？这慕容浩今天火气很大呀，是在关心我？王爷，今日有想我？这话还没有说完，温暖的柔唇就附了上来。他狂热的舌探入他的唇中，他今晚很想他，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火气，疯狂的想吻他。慕容浩刚刚看见了那女人的玉体，他感觉自己背叛了眼前的女人，他难受，他要发泄。慕容浩，你停一下，我呼吸不了了。慕容浩把女人抱进了床榻里，他想要她，他不想停。慕容浩，你发什么疯？今日你是怎么了？你好奇怪，是不是弄疼你了？我都快被你吻得窒息了，呼吸不了了。对不起。这对不起一语双关啊。他真有事？慕容浩，今日遇到什么事了？你有事瞒着我？啊，没有。应该不是朝堂的事情吧？不然你不会这样。都说了没有。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现在不说，以后我知道了。你知道我的性格的。我今日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对不起我的事情？你今日不是去上朝了吗？做什么事情对不起我了？慕容浩无奈，就把刚刚在路上遇到苏七七的事情说了。我好想笑好吗？就看了一下女人的身体就算背叛了？还是被迫看的？那现在女人穿比基尼，岂不是都是大逆不道？慕容浩，这不叫背叛，又不是你主动去招惹他的，是他主动找上门的，这都不怪你的，你不要多想，你放心吧，我不介意的。这真不算背叛？丫头，你当真不介意？你就当他是一个发疯的病人，找你看病，你不小心看了一下他的身体而已，这不算什么背叛吧？不要想那么多了，乖，吃饭。好啊好，吃饭，和我的丫头吃饭。慕容浩一直抱着她到了桌前，两人坐在一张椅子上。慕容浩，你放我下来，两个人抱着怎么吃饭啊？今晚就这样吃，你喂本王，本王现在心情好。你还真是无耻，你自己不会吃啊？本王抱着你，双手没空。堂堂王爷，无赖起来还真让人头疼。就喜欢你喂本王。林云熙无语，为了安慰这受伤的小奶狗，他忍了。谁让自己那么喜欢他黏着呢？丫头，这是特意为本王准备的。知道你喜欢琉璃，以后你来吃饭都用琉璃给你装盘如何？丫头，你这么宠本王，本王可离不开你了。知道就好，我也不想你离开我啊。丫头，我们这样真好，有什么事情能说出来，不隐瞒对方，
说出来什么都好。是啊，爱一个人要多多沟通，这样不会引起误会。以后王爷有什么难事，要记得和丫头说，不要像今日一样憋着，可以吗？本王答应你。吃饭吧，你也吃，我自己来。今日我想喂王爷，看王爷这么乖，想好好喂你。林云熙不仅要喂饱他的胃，还要喂饱他的灵魂。说完，林云熙低头吻上了他的唇。这一餐饭，俩人足足用了半个时辰。缠绵而又美味的晚膳之后，俩人躺在床上，他开始聊起今日自己的所见所闻。慕容浩，今日我在京城赚了第一笔钱，1600两，是不是好厉害？哦，和本王说说，你今日都干了什么？虽然他从天赐那儿都知道了所有的事儿，但是他还是喜欢听他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我今日很开心，我在路上救了一个病人，他的伤很棘手，但我把他救活了。对了，还有一个叫慕容琦的公子也帮我救治了，算是我的助手吧。哦，他怎么当你助手的？慕容浩很想知道他们两个人是怎么救治那个病人的。这个暗卫没有具体说，天赐说当时俩人在屏风里救治病人，具体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们无法靠近，不得而知。当时情况很紧急，我需要一名助手帮忙递手术工具，你知道的，我的左手臂有伤，病人的血管破裂出血，没有办法同时快速的做所有事情。刚好那位叫慕容琦的公子路过，他说他会医术，所以他就进入屏风帮忙。当时很热，做手术的时候汗水是不可以滴入病人的伤口的，我当时也没有帕子，就叫他帮忙擦汗。就这样，我们2个人就把病人救活了，是不是很厉害？林云熙，你说什么？慕容琦帮你擦汗，用他的帕子？这男人听故事的重点是不是搞错了？不应该表扬一下我见义勇为救人的光荣事迹吗？怎么重点是擦汗和帕子了？当时情况紧急，这没什么吧？你一个姑娘家没有帕子在身上？这还真没有，我平时都是用纸巾的。只见慕容浩起身走到房门外，冷冷的吩咐：天赐，现在去秀云庄买100条女子用的帕子回来。是。他又走到浴室里，取出一盆水和一条帕子，端到了床前。你起来，我为你洗脸。这男人吃醋了，100条帕子洗脸，有点可爱。林云熙很喜欢，老老实实的坐起身，只见他拿着打湿的帕子在他脸上轻轻的擦拭。慕容浩，你是不是吃醋了？你还笑？我慕容浩的女人只有我慕容浩能碰，别的男人不能碰，你给我记住了。他果真是吃醋了，还气惨了啊！今日我做手术太专心了吗？真不知道他是男的，不然我一定会换一个人的。反正今晚要把你的脸擦得干净。男人不停地为他擦拭着脸颊。我沐浴过了，而且刚刚我们不是也吻过了吗？听话，叫你洗就洗，我不允许我的女人被人碰，哪怕是擦汗也不行。慕容浩，你知道吗？你这样霸道，我超喜欢。这丫头不知道吗？这句话甜到能杀死人。慕容浩双眼炽热地看着林云熙，久久不能移开。他丢下手中的帕子，一把就把她压在身下。丫头，你听听本王的心跳，你知道吗？和你在一起，本王的心跳一直跳得过快，不知哪一日本王会死在你手上。林云熙静静地听着他的心跳，他心跳急促，呼吸也急促，又一个吻向他袭来。慕容浩低喃道：就那么喜欢本王霸道？那本王今晚就要霸道一次，让你记住你是我慕容浩的女人。最后一步就要跨越，慕容浩还是停了下来，冲向了浴房，拿起冷水从头到脚淋了下来。听到他在浴房里的水声，林云熙的心隐隐作痛。多好的男人呢，他这是有着怎样的自控力，才能在一次又一次缠绵中控制住自己？当慕容浩一身冷气来到床榻时，他心疼地看着他。慕容浩，要不我们先不要这样见面了，我很心疼你。他坐上床，把人抱在怀里。没事儿，本王都忍了25年了，也不在乎这些时日。本王答应过你，要保护你的清白，本王就会做到，你不用多想。可是，不要可是，我慕容浩可以为你做很多事情。我们就不说这些了啊，继续说说你今日的事情吧。本王不吃醋了。王爷，100条帕子已经买好了，放门口吧。是。天赐退下，慕容浩大步走到房门外，取回了100条帕子。丫头，记住，以后去哪里都要带上帕子，放在你的衣袖里或者是药箱里都可以。这是要用一辈子的节奏吧？好，下次我一定记住。你就放那儿吧。来，我们聊天。王爷，我想问问你，那个慕容琦应该是你们皇家的人吧？他和你会不会有什么不对付？他确实也是我们皇家的人，说起来，他算是我的堂弟。他父亲是我父皇的亲弟弟恭王，
他是恭王的嫡长子，人称他为恭王世子。他和本王目前是没有竞争关系的，所以也没什么对不对付的。相反，我跟他感情还不错。他温文尔雅，饱读诗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酷爱钻研医术，武功也还算了得。哦，原来是一个闲散世子。算是吧。本王知道你们今日一起吃饭了。我为了答谢他，请他吃饭。王爷放心，我们都开着门吃的。他还花5000两银子，叫我为他姐姐治妇科病。王爷，你不要误会嘛，我可是坦坦荡荡的，我们什么都没有。我慕容浩有那么小气吗？本王知道，本王没有那么小气。你还不小气啊？100条帕子都买了。那是给你用的。好，王爷不小气。那你和我说说他姐姐吧，我想了解一下我病人的背景。好，我继续说。他姐姐和慕容琪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很好。他姐姐叫慕容雪，被皇上亲封为明心郡主。7年前，他相中当年的状元郎即现在的少妇范宁文，他向皇上请旨赐婚，成亲7年一直无子，所以慕容琪才试着让你出手吧。7年都没有孩子，也不知道是郡主的问题还是少妇的问题。本王下午刚刚让人去查了少妇，她当年考取状元前一直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子，后来由于皇上赐婚，少妇和她的青梅竹马错过了缘分，娶了明心郡主。王爷，你这速度也真够快的，这么快就查到了这么重要的消息。本王的女人要给人看病，肯定要查清楚，怕你遇到阻力。听你这样一说，我严重怀疑他们都没有同过房，那当然生不出孩子啊。哎，又是青梅竹马的剧本，哼！明儿让我去会会。去的时候说话行事要小心点，毕竟她是郡主，本王怕她会为难你。她很难相处。没有出嫁之前，她性格豪朗直爽，待人也和气，也算是一个做生意的好手。在上京城有很多产业，比如酒楼、绸缎庄、胭脂水粉铺子等都不少。但是听闻成亲过后，变得郁郁寡欢，整日只在少妇府，不愿出门。听到这儿，林云熙心中有了成算，他大致知道要怎么做了。他自信道：那明日我就去会会你这堂妹。第二日一大早，林云熙为慕容浩一层层的穿好了蟒袍之后，两人就各自忙去了。林云熙今日事情很多，慕容浩走了之后，他叫来了天四。天四，你拿我这个口哨和青山寨的匕首，到青山寨把王大山和5组调料组的野马带到上京城来，并让他们带上100瓶酱油过来。只要把这个信物交给他们，他们看见就会明白。是，属下这就去。一个闪身，天四就消失不见了。现在哪个暗卫在外面？一个穿着一般百姓衣服的男子出现。林姑娘，我是天六。王爷说天2天3在养伤期间，我保护姑娘。好，天六，你现在去附近看看有没有房子出租的，就是你们说的赁屋，我要做仓库用，放我的调料，价格不能太高，交通方便就可以了。是，属下这就去办。慕容浩的暗卫果真厉害，个个像神仙一样，神出鬼没的。交代完了这些，林云熙用了早膳之后就去了瑞王府。这段时日是冷嬷嬷治疗的关键期，他要认真的治疗冷嬷嬷，不能放松。林云熙来到冷嬷嬷的房门时，就听到冷嬷嬷费力的咳嗽声。冷嬷嬷这是怎么了？林姑娘来了。没事儿，就是咳了一下，不碍事的。冷嬷嬷，我先为你诊诊脉。按理说通过这几日抗生素的治疗，冷嬷嬷的病情应该不会可喜了。今日怎么会这样？林云熙焦急地握住冷嬷嬷的手，诊起脉来。他诊了左手，发现和前2日不一样，又诊了右手，再拿出听诊器，听了冷嬷嬷的胸前，发现今日的浊音比他治疗前还多了很多。这是哪里出错了？为什么病情会恶化了？不行，要验血才行。冷嬷嬷，今日我要用你的几滴血验一下，就是扎一下手指。好，林姑娘，你看着给老奴治吧。冷嬷嬷伸出了左手，林云熙从药箱里拿出了细针和血液分析仪，放在冷嬷嬷房里的桌子上。他扎破了冷嬷嬷的手指，从中取出几滴血，放入了血液分析仪，然后就开始等待结果。冷嬷嬷，昨日我为你打完针之后，是否有什么异常之处？我吩咐春花给你吃的药可有吃？昨日的药，春花都给我服下了，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今天的药我给嬷嬷一份，你自己按时吃。春花给你的药，你假装放到嘴里，不要吃下去，她走了之后吐出来。这是有人要我的命啊！我在府里深居简出，可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姑娘是发现什么了？有人要害老奴，老奴在王府本本分分，可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呢。冷嬷嬷先不用着急，我想这人应该是冲我来的。记住了，只吃我给你的药。林云熙还是不放心，看了看冷嬷嬷桌子上茶壶里残留下来的一点水，用小容器装了一些，放入了药箱。
通过药箱，他把小容器放到了科技库的毒药分析仪。这个时候，桌子上的血液分析仪滴滴滴地响了起来。林云熙拿起分析仪的结果，果真冷嬷嬷的血液严重，比起前2天高了不少，血液里还发现了毒，这是有人给冷嬷嬷下毒了。他在等毒药分析仪的结果，看一看是什么毒。不一会儿，毒药分析仪就出了结果，夹竹桃粉毒。什么人这么歹毒，竟然还有如此毒的毒药？他找来了夏管家。夏管家，你现在去药店帮我买土茯苓、防风、生甘草、生姜、当归、生地各10克，这一份是1天的量，拿3天的量回来。好，老农马上去办。说完，夏管家就急匆匆地下去了。姑娘可是知道了什么？老农是不是活不了了？嬷嬷放心，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我会和王爷禀明此事，嬷嬷这段时间好好治疗就行。姑娘费心了。没事，我们现在打针吧。还有，今日其他人给你送水，你也先别喝，喝我给你的，就今日就好。今日内我就会把真凶揪出来，午膳我亲自为嬷嬷下厨。哎呦，这怎么能行啊？老奴受不起呀！您可是王爷请来的贵客。冷嬷嬷，你不要这样说，今日就听我的吧。好，听林姑娘的。林云熙认真的为冷嬷嬷打吊针，还配了药，把药亲自交代冷嬷嬷如何服用后，便出了房门。现在是哪个暗卫当值？一溜烟儿，一个穿着常服的暗卫便飞身下来。好家伙，慕容浩的暗卫不应该都穿黑衣的吗？这一个个暗卫仪表堂堂的。林姑娘，属下天妻有何吩咐？他靠近暗卫，小声的把发现告诉了天妻。你把这个消息告诉王爷，叫他今晚务必回府一趟。我下午要去趟少妇府，叫他在府里等我。是，属下这就去。话音刚落，天妻就不见了。林云熙然后就来到了小厨房，看到春花正在烧水。春花看到他进了厨房，脸色露出紧张的神色来，但是一瞬又平静了下来。林姑娘怎么来厨房了？冷嬷嬷在打吊针，我到处走走看看。对了，这是今日冷嬷嬷的药，你记得到时间给冷嬷嬷服下。好，奴婢记下了。这个时候，夏管家把买好的药带回了清泉院，见到林云熙，直接就交给了他。林云熙来到厨房找了个药罐，他要亲自给冷嬷嬷煎药，可不能再出什么岔子了。见他要自己煎药，春花上前：“林姑娘，这种事还是我来吧。”不用了，我看你还有事情忙，我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干。再说了，这药很特别，水的用量还有火候和时间都很讲究，我怕你出错，还是我自己来吧。春花看林云熙说的有道理，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他就做自己的事情去了。林云熙在厨房里又是煎药又是做饭，不一会儿功夫就忙完了。他亲自把饭菜和药端到了嬷嬷的房间。此时，林云熙看到春花正在给冷嬷嬷喂水喝。春花，你先出去吧，我来给冷嬷嬷拔针。你看，已经快打完了。春花看到他进来，她不情愿地出去了。等嬷嬷，来，用午膳了，用了午膳就喝药。多谢林姑娘。劳烦姑娘了。冷嬷嬷，春花给你的水千万不能喝。刚刚老奴正要拒绝，你就进来了。姑娘放心，老奴下次会注意的。那就好，你好好吃。我下午呢还有事情，晚上我再来看你。晚膳等王爷回来，嬷嬷再吃，可好？老奴明白。那我先回去了。交代完了所有事情，林云熙就离开了睡王府。这边，慕容浩刚刚下了早朝，在御书房门前等着皇上的召见。天妻就把消息传到他这儿了。听到消息，他瞳孔紧缩，看不出是在想什么。民女见过明心郡主。起来吧，我听我那弟弟说你医术了得，让你来为我看病。民女不敢当，只是尽力而为罢了。说来也奇怪，我那弟弟从不近女色，他怎么会认识你一个女大夫的？他的母妃给他那弟弟不知找了多少贵家女子相看，他都拒绝了。今世竟会认识一位女大夫。他仔细打量了林云熙一番，穿着朴素，但是那脸蛋儿却是惊为天人。纵使他见过无数的皇亲贵胄的贵女，都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那张不施粉黛的脸。如果他略施粉黛，不知是会美成什么样子。他就这么一直打量着林云熙，倒是有些喜欢上了。弟弟眼光果真是好，这样的女子当我的弟妹也不错。郡主，这说来话长，我和恭王世子只是昨日在街上偶遇，一起救下了一位垂危的病人，仅此而已。我以为他对男女之事开窍了呢，原来只是偶遇啊。是的。你会看妇科？回郡主，我是全科大夫，所有病症都能看。我这病连太医都治不好，你能治？要不就让民女试试，万一能治好呢？退一万步讲，就算治不好，郡主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好，就让你瞧瞧，过来把脉吧。好，弟
林云熙回答之后走上前，林云熙轻轻地把手附在他的脉搏上，仔细的诊脉过后摇了摇头，果然如我所料，都没有同过房怎么生孩子啊？无语。郡主，可否禀退下人？我知道病因。就这一诊脉就知道病因了？慕容雪大惊，她一个眼神，所有下人全部都下去了。是什么原因让本郡主无子啊？郡主是想听实话还是听谎话？本郡主都禀退下人了，你就实话实说吧。好，民女就直说了。不过民女有个条件，郡主答应了，民女才可以说。哼，什么条件？民女一会儿不管说什么，郡主都不能处置民女，毕竟民女说的是实话，不然民女也帮不了郡主。好，本郡主答应你，直接说就是了，都恕你无罪。郡主，你7年无子，原因很简单，你根本没有和太傅同过房。大胆！哎，郡主答应过民女的，如果想要我帮你，郡主最好和我心平气和的说话。我可是来看病的，可不是来伺候他的。你好大胆，敢用我自居。郡主，我是来给你治病的，真不是来闹事的，我真的能帮你。行，算你说中了。少妇是没有和我同过房，我都没有办法，难道你有？那就对了。你爱你的夫君吗？这是什么话？我7年前为了嫁给他，还和母亲闹过一场呢。你问这做什么？若是爱的话，那就有戏。我要怎么做？好，我现在先教会你做2道菜。做菜和治病有联系吗？当然有联系了，一会儿我就会告诉你。我们先去厨房如何？好，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来。他们来到厨房，林云熙演示了2个菜，一个是现代的烧烤，一个是现代的火锅。只见他说道：郡主，不知你学会没有？我看这些下人呢，应该是学会了。如果不会的话，问问他们就好。但这2道菜不是给少妇大人吃的，而是给下人们吃的。你说什么？叫我做菜给下人吃，不是给我夫君的？是的，郡主先不要着急，等一会儿呢，我会把整个过程告诉你。好，看你玩出什么花来。郡主在上京城可有什么产业，男人光顾比较多的？我产业不少，绸缎庄、当铺、胭脂水粉铺、酒庄、酒楼，你看哪个合适？我觉得酒楼和酒庄吧，男人消费比较多一些。这姑娘太不按常理出牌了，看她又是做菜又是问我产业的，她到底在玩什么花样？这2个产业怎么做？郡主是否为了获得少妇的关注，可以牺牲一些颜面？这是何意？我的这个计划呢，是需要郡主在我们实施计划的过程中，郡主能去到这2个产业下的店铺，去看看你自己的生意。这倒不难，我刚成亲那会儿，也会经常去我各种铺子去看看的。好，那我现在就把方法教给你。只见他在慕容雪的耳畔轻声低语，说了好一会儿才停下来。慕容雪听后耳尖微红，表情丰富。这个包袱里面有5套衣服，最后一步的时候才能穿上。慕容雪好奇起来，她走进包袱打开一看，双眼睁得大大的。林云熙从少妇府出来之后，坐上马车，暗卫来报说是王大山带着100瓶酱油到了上京城，此时正在他住的客栈等着他呢。他一边往客栈赶去，一边找来了天六。天六，我要的房子找到了吗？回姑娘，找到了，今日就能用。那么快？租金1月多少银子？100文。100文？天六，我是不是听错了？回姑娘，租赁房屋的主人房子很多，他着急出租，听我们说是作为仓库用，很满意，就租给我们了。林云熙今日的事情有些多，他想赶紧处理完这边，然后好去处理冷嬷嬷的事。他赶忙说道：咱们要长租的，那可有签书契？回姑娘，书契已经带来，姑娘可要看看。天六把租房书契递给了林云熙，林云熙看了看这书契上的条件，可长期租赁，不限期，而且常年月租金是100文，日后不涨租金。这是什么神仙房东被我找到了？这些条件也太让人匪夷所思了吧！在上京城租房子那么便宜的吗？林云熙又看了看书契上房东的名字夏长云，不认识。好吧，他还是认真的看了3遍书契上的条约，没有任何问题。这白捡的便宜不捡，他又不是个傻子。林云熙不知道的是，这房子就是慕容浩府里的夏管家和他签的，那宅子就是慕容浩名下的。签好了书契之后，林云熙便交给了天六。林云熙急匆匆地下了马车，来到客栈大堂，便看着王大山和5组调料组的组长严马在那儿等着他。见过大当家。不用行礼，你们能来可太好了。先说正事啊，我在上京城做了一笔大买卖，现在有酒楼买了我们的菜谱，还能长期订购我们的酱油。等一会儿呢，先把他们需要的40瓶酱油给他们送过去，剩下的我找到了一个地方，咱们先放着。大当家太厉害了，这么几天的功夫就打开了调料的市场。现在数量还很少，
我最近几日还要到各大酒楼去推销我们的酱油。野马，我们的酱油产量现在如何？回大当家，酱油现在每日都在做，还备了大概8大缸。不过现在制作酱油的黄豆和盐快用完了，这次来京城，我想采购一批回去。调料组的银子还够用吗？回大当家，没有多少了。之前酱油只在枫京镇的5味楼销售，他们的量不大，如果要扩大规模，我们组手上的银钱就有些不太够了。行，我这里有1600两白银，是我卖菜谱的银子。大山，这就算是调料组借用炒菜组的钱吧，记得做好账。是，大当家。那野马，你先把40瓶酱油送到隐月轩，剩下的60瓶，你回来后咱们一起去看看咱们的仓库，然后放进去。王大山留下，跟我汇报一下现在青山寨各组的情况。我来了上京城几日，发现我们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是。野马说完就出去做事儿去了。王大山在客栈和他汇报了寨子里的情况，黎云熙也把他大概的想法告诉了王大山。野马回来之后，天六带着一行人拖着60瓶酱油来到了他刚刚租的仓库。来到仓库，林云熙就被惊吓到了，这哪里是什么仓库啊，这分明就是一处豪宅，里面大的惊人不说，还有各种的亭台楼阁、假山池塘，应有尽有。天六，你是不是威胁人家房东了？这样的房子月租近100文？属下不敢，夏房东真是急租。好吧，可这房子哪里是仓库啊？我看我住在这里都可以。啊，房东说了，可以住人。看来以后上京城有自己的根据地了，不需要住客栈了。林云熙想着，今儿晚上他还要去找出给冷嬷嬷下毒之人，他就回了睡王府。此时天色已晚，王府里点着灯笼。林云熙没有什么赏景的心情，在天赐的带领下，他就来到了慕容浩的东院。一看到他进了正厅，快步上前，一把就抱住眼前的人儿。丫头，今日想本王了吗？想了，停下来就想你。你这小骗子，本王可是知道的，你今日都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无语，这都被他发现了。哪里呀？我在马车上没事，可想我的王爷了。好，信你一次。饿坏了吧？本王叫下人做了晚膳，先用膳。不行，咱们先去冷嬷嬷那里，等一会儿她用晚膳了，我怕有人害她。本王已经安排好了，就等人上钩。听话，先用膳。好，听自家男人的。传膳。既然他说安排了，那就相信他，喂饱他再去看好戏。夏管家，传晚膳。是。慕容浩，这会不会太多了？你今日中午没有好好用午膳，又忙了大半天，不饿呀？给本王好好用膳。确实很饿，来，我的王爷也吃。林云熙一边用着晚膳，一边想着今日租房子的事儿，他笑道：慕容浩，告诉你一件好玩的事儿，今天我遇到了全天下最傻的房东，他租给我一间豪宅当仓库，1个月才要100文的租金，你说他傻不傻？慕容浩听到全天下最傻的房东之后，嘴角含笑。两人开心的用完晚膳之后，慕容浩牵着他的手走过了长长的一段路后，来到了冷嬷嬷清泉院的后门。我们不进去吗？不用。这林云熙还没有反应过来，只觉得脚下没了重心，一瞬间的功夫，慕容浩就抱着他来到了冷嬷嬷屋子的房顶处。慕容浩，这也太好玩了，一会儿我们忙完了再玩几次如何？好，带你多玩几次。先干正事。只见这慕容浩啊，悄悄地把冷嬷嬷屋顶上的2片瓦片打开，两人望下去，屋子里头烛光微弱，冷嬷嬷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春花儿敲了敲冷嬷嬷的房门，进来吧。春花儿端着饭菜放到了桌子上。冷嬷嬷，该用晚膳了。多谢春花姑娘了，我自己吃就好，你先下去吧。好，冷嬷嬷，这里还有水，还有今晚的药，你吃过饭后记得吃药。好，有劳春花姑娘了。春花儿推门出去，故意走了几步，然后就见她悄悄地返回来，蹲在冷嬷嬷的窗沿下。她透过窗沿的缝隙，悄悄地看着里面的情况。春花儿正看得入神，只见后脖梗的衣领被人一把提了起来，一个蒙面黑衣人把她提到冷嬷嬷的院子中央。这个时候，院子里头灯火通明，夏管家带着几名侍卫和府医出现在了院子里。春花一瞧这一阵仗，立马就跪在地上，满脸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只见夏管家和护卫冲进了冷嬷嬷的房里，端出了刚刚他送进去的吃食和水。夏管家示意府医上前查看，一炷香的功夫。韦管家，这饭菜和水里都有夹出桃的毒粉，今晚这用量不大，如果大的话，冷嬷嬷吃了会即刻毙命。夏管家焦急地看向屋子，只见那冷嬷嬷慢慢地走了出来，缓缓地说道：夏管家放心，林姑娘今日已发现这下作的丫头对我下毒，我没有吃下这些饭菜。春花姑娘，你老实交代吧，这么多人都看到了，
交代了，也许还有活路。只求夏管家饶命，奴婢也是受人指使才做的。奴婢本不想做，但是他们拿奴婢的母亲威胁奴婢也没有办法。是苏七七姑娘，她讨厌林姑娘，她说林姑娘是狐媚子，勾引王爷，她要让林姑娘不得好死，她要毒死冷嬷嬷。冷嬷嬷是王爷敬重的人，如果冷嬷嬷死了，林姑娘就是医治不当，就会和王爷产生嫌隙，好让王爷嫌弃林姑娘。奴婢真的不想做这伤天害理的事情。是苏七七姑娘，她找到奴婢的娘亲住的地方，用奴婢的娘亲威胁奴婢。她说如果不做，奴婢的娘就会没命。奴婢真的不想做的，管家饶命啊！奴婢还有娘要照顾，你能放奴婢一条生路吧？苏七七姑娘都被赶出府了，她怎么联系你的？这毒药又是怎么给你的？回管家，苏七七姑娘身边有一个狐儿叫叶言，冷嬷嬷的清泉院刚好靠近京城的街道，她把院子里的一块砖敲开后，每2日把药送进来。今晚她还会过来，管家不信的话可以去抓个现行，她一般是亥时3刻过来的。慕容浩，带我离开这儿吧，我心里不舒服。慕容浩看了看下面，他知道夏管家能管好此事，随后一把将林云熙打横抱了起来，飞身回到了东院卧房。林云熙耷拉着肩膀，他静静地坐在桌边。怎么了，丫头？找到凶手不应该高兴吗？怎么会高兴？为了爱情就能杀人，一条人命啊！这里的人命这么不值钱吗？我好不容易救活了冷嬷嬷，却不想她为了我又掉入深渊。我真的不能理解，爱一个人能如此疯魔吗？慕容浩，我和你在一起是不是错了？以后是不是还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丫头，这不是你我的错，你不要这样想。我很害怕，如果我独享你的宠爱，是不是会害死更多人？你身份尊贵，很多女人会贴上来，我怕我日后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用人命去换爱情，我觉得压力很大。慕容浩听他这么一说，这心里满满的愧疚感油然而生，他的心就像是被针刺了一般，疼得都无法呼吸了。林云熙，你不要自我怀疑，我们相爱是我们2个人的事情，他们起歹心是他们没有良知，错不在我们的爱，而是在他们。你不能用别人的错来惩罚你我，知道吗？你这样说对本王很不公平，本王会很心痛的。你不能这样惩罚本王。是，我是不是又错了？又开始自我怀疑。他说的不错，我们2个相爱错在哪儿了？明明是那些人毒泄心肠。慕容浩，对不起，我刚刚想问题的方向错了，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只是还没有适应这人与人之间如此残酷斗争的法则。我想，我需要适应一下。我从没有想过有人为我险些丧命，我接受不了这样残酷的事实。慕容浩，我爱你，我已经把你刻在了心上，但是我还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眼前的情况。刚刚的话吓到你了，以后我不会再说那样的话了，可不可以原谅我？丫头，本王原谅你，以后你不要胡思乱想了好吗？一切有本王在，这些事情就交给本王去解决就好。我都听王爷的。林云熙在他怀里紧紧地抱着他，只有在他的怀里，林云熙才能够找到这陌生世界里的安全感。王爷，刚刚已抓获叶言，他手中确实有加州桃毒粉，正在往府里送，被我们截获。王爷，这些人如何处置？春花赶出京城，重新发卖；叶言废除武功，断他一臂，发卖为奴。苏七七，他哥对我有恩，赶出京城找户人家纳他为妾，没有允许不得进京。是，主子，找哪种人家？你看着办吧。好好的正妻不做，非要自取其辱，给他当个妾就行。是，属下这就去办。处理了府中事务，慕容浩回到卧房。王爷，事情解决了吗？慕容浩把刚刚和天一说的处理结果告诉了林云熙。王爷处置得很公平，希望王府里以后能够太平。本王的王府之前一直很太平的，没想到一时不察，才让后院发生这样的事情。还不是你这个桃花体质，真希望王爷身边的烂桃花能少一些。本王在外面几乎不接触女人，而且一直保持冰冷的状态，也不知道他们看上本王什么。凡尔赛，这绝对是凡尔赛。这男人难道不知道他很帅吗？身份地位也很高，
真得看紧点。慕容浩，你不知道你很帅吗？以后给我收敛点。帅怎么收敛？要不你教教我？王爷，你别闹，今晚就和丫头聊天如何？我可不想人家说我是狐妹子。是狐妹子，本王也喜欢，你不用管别人说什么。慕容浩说完就把她抱上床，两人依偎坐在床榻上。王爷，我不想住在客栈了，客栈里人来人往的，很不方便。我想到我今日租的那宅子里去住，那宅子打理得很好，我看也有很多屋子，住在那里很清静，我也很喜欢那宅子，你看可以吗？丫头喜欢就住进去，我给你找个得力的管家。说好了，我只给你找女管家。承蒙王爷的出现，够我喜欢好几辈子。你说情话的本事见长了，把本王哄得很开心。这是实话，不是情话。情话我还没敢说呢。为什么不敢说？有你不敢说的话。我这不是心疼我家王爷吗？说了怕你受不了。说一句试试看，本王看看能不能受得了。不要，说好的今晚就是聊天。行，你什么时候说了，本王试试能不能受得了。还有正事要跟你说。王爷你说嘛，我在听。前几日我管辖的东域联军要做大型的军事演练，演练的几日我都在军营里不得恢复，要5日左右。你自己在京城要小心行事。王爷也要小心。给丫头打开看看。当他打开袋口，往里边一看，立马就两眼放光了。哇，是珍珠，送给我的，这么多啊！喜欢吗？喜欢。王爷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王爷。送你珍珠的才算是最好的王爷，不送就不是了。当然不是啊，王爷送与不送都是最好的。这违心话说的那么自然，脸不红心不跳的。98、99、100，王爷有100颗呢。好了，那么喜欢，日后本王再差人找更好的送你。收起来吧，一个女人像个小财迷一样，别人看了会笑话你。让王爷见笑了。那我这就收好了。和本王说说你今日去少妇府的事情，明心郡主有没有欺负你？王爷不是有安慰吗？他们没有告诉你？你们2个女人在正厅说话太小声，安慰听不到。王爷，在你眼里我是那么容易被人欺负的吗？此话怎讲？和我猜的一样，明心郡主和少妇7年都没有圆过房，那肯定没办法怀上孩子的呀。7年没有同房的夫妻，他一个大夫瞎掺和什么？一对怨偶，这事儿你就不要掺和了。王爷这是不相信我能搞定那什么状元郎少妇？听他这话是要掺和这事儿，这丫头还真是胆大包天，什么出诊他都接。别人夫妻都不圆房，你能让2个怨偶圆房不可？人家郡主可是很喜欢他夫君的，只是那个状元少妇一根筋死脑筋而已，看我怎么治他。少妇心里可是有人的，你能治？要不我和王爷赌一把，如果我这个女状元治好了那个状元少妇，王爷可有赏？你是女状元？这慕容话听话的重点怎么不是赏赐，而是女状元？好吧，轮到我也凡尔赛一次。是啊，我们家乡男女都能读书，我可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几百万同窗里我拿了第1名的呢。这么厉害，几百万人拿了第1。王爷，我们的话题是不是跑偏了？现在是打赌要赏赐，不是我是状元的问题，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本王的女人是状元，本王高兴啊。你想要什么赏赐，本王能办的都准。好吧，你这哪叫打赌啊，你这叫宠溺。不喜欢本王宠你？当然喜欢了，我可不犯贱，我喜欢王爷把我宠到老呢。哎呀，王爷，话题又偏了，不是说怎么治状元郎少妇的吗？好，你继续说。哼，我这次可是把我看家的心理学拿出来出招的，看我这个女状元能不能把她给治了。本王也想看看你俩的对决。不是我和他，是郡主和他的对决。不出5日，大王爷从军营回来就知分晓。好，本王回来就看看你的治疗结果如何。要不这样，你现在就告诉本王你用什么法子，本王可以为你参考参考，能不能行？王爷，这是犯规，我可不傻。等你回来赏赐好东西给我就行了。好好好，本王答应你，等你的好结果。两人聊了许多话题，最后实在是累得不行，紧紧的相拥，一夜好眠。第2日，天蒙蒙亮，慕容浩就醒了过来。他想让林云熙多睡一会儿，于是他轻轻的起身。他一起身，林云熙就醒了。林云熙坐起身来，丫头，你没事多睡会儿，本王先走。我要为王爷更衣，不然就要5日后才能见到王爷了。那么想本王啊？
我会很想你的。那来吧，为本王更衣。王爷，您的戎装已经准备好了，是否现在拿进去？进来吧。是。这夏管家呀，恭恭敬敬地端着戎装进了卧房。放下就出去。是。夏管家放下戎装，关门出去了。今日本王直接去军营，丫头，直接为本王换戎装吧。黎云熙之前在电视上看到过古代人穿戎装的样子，就是军队的军装。再看看这桌子上的戎装，这怎么好像很复杂的样子呀？王爷，这戎装怎么那么多层啊？怎么穿的？要不叫夏管家进来？不要，我来。今天我就要把它学会。那好，本王教你。戎装和其他服饰差不多，把里面的衣服穿好之后，在外面穿戴上盔甲就可以了。你试试。好，我试试。林云熙可不是个傻子，大概看了一下就差不多会了。不一会儿的功夫，穿戴整齐、一身戎装的慕容浩就出现在了他面前。那么喜欢看本王穿戎装啊？看你口水都要掉下来了。这简直是制服诱惑好吗？慕容浩，你知道吗？你太好看了。你这丫头，不知道戎装的盔甲是硬的吗？让本王看看，伤到哪儿了？哎呀，失误，色令智昏，就是碰到了左臂上的伤口了。没事的，这盔甲确实硬啊。哎呀，以后小点心，自己是大夫还那么莽撞。好，知道了。王爷，我想亲你可以吗？要5日后才能见到你呢。本王喜欢你想亲就亲，不要问。这话还没有说完呢，林云熙就突然吻了上来，俩人双唇交织。本想简单的早安吻，却在不知不觉中渐入佳境。这吻已经无法停息，两个人慢慢的深探着对方的唇齿，感受对方的温柔。他的吻，他的气息，他的体香，他的一切都让林云熙着迷。两个人忘我的吻着，直到慕容浩的手开始不听话了，林云熙这才清醒过来。王爷，你快走吧，记得想丫头。想你，我的丫头。慕容浩说完就转身离开了卧房，走了没多远转过身。丫头，再睡会儿，别累着。走吧，等你回来。卯时，少妇府韩章院，少妇范宁文起身，她每日都会到国子监给宫里年幼的皇子公主们上课，7年如一日，从未改变过。郡主在她之前就起床，打理好了一切，故意在她面前先一步出门。这范宁文就在门口看到郡主上了自家马车，离开了少妇府。她没有问下人，望了望远去的马车之后上了马车。明心郡主坐着马车来到了自己出嫁时母亲给她的一处宅子。柳枝，刚刚本郡主出门，大人有没有看我上马车？回郡主，奴婢刚刚偷偷观察了，大人是看郡主上了马车，然后看我们走了很远后，他才上了自己的马车的。那就好，先给我准备早膳，好久没起那么早了，原来起早会那么饿的。是，奴婢这就去准备。吃过香喷喷的早膳过后，天色已经是大亮。慕容雪好久没有出门看过自己在京城的各类铺子了，今日左右也是闲来无事，到处看看也好。那日林大夫的计策第一步就是要他比夫君晚回家，这一整日的不逛自家的铺子，他还当真是不知道去干些什么了。这一日，慕容雪逛了自家的胭脂水粉铺、绸缎铺、当铺等，一天下来可是累得不行。夜幕降临，柳枝，现在是什么时辰了？回郡主，现在是酉时了，大人应该准备回府了。那就回府吧，比大人晚回府就好。慕容雪坐着马车，她算准了她夫君每日回府的时间，只要在她后面回家就行。她这刚回到少妇府门口，就看到自家大人刚刚下了马车。慕容雪的马车在后面停下之后，慢悠悠的下了马车。夫君好巧啊，散学了？夫人这是从哪儿回来？到处逛逛。夫人这是逛了一天？是的。夫君回府吧，我累了，就不准备晚膳了，你自己用膳吧。慕容雪话落，急匆匆地走回了她的明华院，留下范宁文在门口独自凌乱起来。这以前她每日回府，慕容雪总是在门口相迎，和她一同先进她的韩章院，然后吩咐下人做晚膳。虽然二人之间感情没有那么好，但是用晚膳还是一直一起用的。今日让她自己回院子，还叫她自己用膳，这郡主今儿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想必是今日慕容雪逛了一日累了吧，她不再理会，径直回了自己的韩章院。他吩咐下人做晚膳，自己在膳厅一个人用膳。这怎么今日就感觉有什么不一样了？范宁文正在用膳，就听到隔壁明华院传来了嬉闹声。今日本郡主高兴，
学了一道很奇特的菜式。今日我院子里的下人全部有份，大家不要拘束，都一起来尝尝。下人们看到院子里摆着火炉，火炉上满满一大堆的烤肉串，一个个口水都流下来了。郡主，这叫什么菜啊？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这叫烧烤，今日刚刚学会的，可好吃了。范宁文蹙着眉，叫来下人询问明华院的状况。回大人，郡主在明华院里请下人吃了一些新的食物，听说叫烧烤，那味道可真香啊！郡主还赏了下人们喝美酒，说今日是郡主开心的日子，她要好好的大吃一顿。郡主没叫我去。大人，这倒没有。知道了，下去吧。第二天一大早，慕容雪还是和昨日一样，比范宁文早一步出门。范宁文看他走远的马车，还是没有问身边的下人郡主去了何处。下午算好了时间，还是比范宁文晚一步回府。和第一天的操作一样，没有给他准备晚膳，更没有和他用晚膳。慕容雪在自己的院子里又开启了宴会模式，今日做的吃食叫做火锅。大家快来，郡主我今日又学会了一个新鲜玩意儿，叫火锅。大家快来一起尝尝，还有好酒哦。范宁文闻到了隔壁传来火锅的香味儿，他再看了看自己吃的这一桌饭菜，顿时就觉得索然无味了。放下碗筷，一个人走出了含章院。他走到明华院大门的时候，那大门就开着，坐在上首的女人就是郡主。她笑容满面，开心地吃着，灯光照过她迷人的脸庞。范宁文心下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划过，他只感觉自己的心痒痒的。他还是没有走进去，在门口待了一会儿就走了。第三日，慕容雪还是比他早一步出门，这次他连招呼都省了，直接上了马车径直而去。这几日夫人每日那么早出门，做什么去了？回大人，小的不知。护卫，你今日去看看夫人做什么去了。是。护卫领命，消失在了街角中。到了下午的时候，范宁文散学，他今日特别急迫的想回府，看看那侍卫得到了什么消息。范宁文刚到府门，就看到自家夫人的马车从远处缓缓而来。多谢公子今日的宴请，也多谢公子相送，若有缘分，我们再会。说完，慕容雪扭头就往府门的方向走了。面具男子唇角带笑地望着慕容雪回了少妇府。范宁文完整地看着这一幕，热血冲向头顶，充满血丝的眼眸看向被柳枝扶着的慕容雪。他想发火，可是这是在外面，他也要脸呀。夫人今日去哪里了？刚刚那男子是谁？我去酒楼了，那公子不认识。你不认识？不认识人家送你回府？看范宁文生气了，慕容雪心中暗笑，可是面上却还是继续醉醺醺的道：“这不用你管，你都没有管过我，现在就不要管了。”不等他说话，慕容雪踉踉跄跄的走了，留下范宁文在一旁都要气炸了。他急匆匆回到自己的含章院，吩咐下人找来了今天早上出去探听消息的护卫。回大人，今日夫人一早就去逛了他名下的当铺、绸缎庄、酒铺，在酒铺拿了不少好酒，到了他名下的酒楼。晌午时分，一直在酒楼招呼客人。后来进来一名面具男子，说要上好的雅间。夫人和小二上楼招呼，后来不知他们说了什么，夫人就和那面具男子一起用膳。不过大人放心，他们用膳时房门都是开着的，里面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们只是用膳。后来夫人不胜酒力，面具男子说要送夫人回府，夫人拒绝了，但是那男子还是坚持跟着夫人的马车回了府。能不能查到那男子是什么人？属下无能，那男子过于神秘，无法查到。好，知道了，明日夫人再出门，你继续跟着。是。护卫退下之后，隔壁传来慕容雪爽朗而娇柔的声音：“大晚上的，慕容雪为何如此大笑？”他蹙了蹙眉，叫来小厮问道：“你去打听一下，夫人现在在明华院里做什么？为何如此大笑？”是。小厮去了一趟明华院，他敲了敲门，是慕容雪贴身的丫鬟柳枝开的门。柳枝姑娘，刚刚夫人在屋里大笑，这是为何？夫人大笑岂是你能问的？回去吧，大半夜的不要来打扰夫人休息。小厮只好乖乖的回含章院复命。回大人，夫人的贴身丫鬟没告诉奴婢夫人为何大笑，奴婢被轰出来了。岂有此理！这少妇府的丫鬟都如此嚣张了吗？下去吧。小厮退下去之后，范宁文的脸却是涨得通红，他冷冷地看着明华院的方向。夫人，跟我去含章院，我有话要说。大人，我现在头好晕，先回我的明华院歇息了，有事明日再说吧。不给范宁文开口的机会，他一个转身就和柳枝回了明华院，留下可怜的范宁文在原地火冒三丈。黄昏，
太阳西下，夏日炙热的气息慢慢散去。这怒气未消的范宁文刚刚沐浴完，正准备看书，又听到隔壁明华院传来慕容雪娇媚的大笑声。今日他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慕容雪到底在干什么。他穿好外衣，怒气冲冲地走出了自己的寒章院，往明华院冲去。柳枝看到范宁文过来，她大吃一惊，今儿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大人可是7年来第一次进入明华院的大门呐。此时慕容雪的卧房里又传来了她一阵阵银铃般的笑声。范宁文愤怒而好奇的大步往内走。大人来了。范宁文听他这话，心中怒火更甚。7年都没来过他的明华院，今夜来了，他就一句话：夫人在看什么书？他努力压下心中的怒火，说完之后上前一把抢了慕容雪手上的书籍，翻了翻里面的内容，翻了几页，发现是时下流行的小话本，是少女怀春时最喜欢的内容。一个妇道人家怎么开始看这样的书了？林云熙说了，他越生气效果越好，这效果真是不错哎。大人，我是女人，怀春一下不是正常的吗？里面主人公2人那么幸福的相爱，真让人羡慕。你这几日都去干嘛了？没去哪儿啊，我去看看我名下铺子的生意如何。大人，这有何不妥吗？这2日送你回来的男子是谁？男子？哦，那个戴面具的，我还真不认识啊，就是一个一起喝酒的朋友。慕容雪，你可知你是我范宁文的夫人，你不知避嫌吗？大人，这2日你好像有派护卫跟着我吧，我可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以后不能和那人再有来往。大人，你今日来明华院就是来和我吵架的吗？我是人，我也需要有朋友。你7年对我不管不顾的，今日来我明华院做什么？我现在想出去干点事情，想结交朋友了。你现在开始来管我了，我可不会听你的。大人没事就回你的寒章院吧，我要休息了。范宁文听到他振振有词的对自己，心惊暴起。此时慕容雪从床上坐了起来，走向了桌前，去拿水壶倒水喝。夫人，你每日都穿着这样的衣服入睡，不怕着凉？是啊，我每晚都这样穿。现在不是夏日吗？穿这些还觉得热呢。只见他喝完了杯中的水，正要往床榻上走去，路过范宁文的时候一个踉跄，不小心跌入了他的怀里。一股沁人心脾的馨香瞬间就划过了范宁文的鼻翼，他此刻热血沸腾，看着怀里娇羞的女人，一个用力把女人打横抱起来，将她送入了床榻。床榻里温度升高，时不时的传来春日里小猫娇羞的叫声。烛光摇曳，这一晚少妇府的明华院，下人们送来了3次温水。第2日天刚刚亮，缠绵了一夜的2个人一起苏醒。夫人，为夫对不住你，冷落了夫人7年，为夫现在很后悔，原谅为夫可好？慕容雪双眼含情地看了看他深爱了7年的男人。我只愿和夫君白头偕老，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们是一家人，以后好好过日子。我真是眼瞎了，那么好的夫人在眼前，不知珍惜，以后为夫好好待夫人。夫君今晚还来明华院吗？以后为夫晚上都住在明华院可好？你身上的衣服为夫甚是喜欢。夫君真坏。为夫真的很喜欢，趁现在还早，我们再来一次如何？这娇羞的声音过后，2人就进入了被子。慕容浩这几日一直在东郊军营和士兵们进行军事演练，每天晚上就只睡2个时辰，整整折腾了4日。今天是最后一日，一大早他坐在主营的帐篷里，和其他副将们商讨军事演练的事宜。这刚商讨完，暗卫天一求见，其他的副将都退了下去。回王爷，刚刚接到消息，皇上要从兵部里划拨出一个新部门，此部门专门掌管军队的武器，叫军机房。皇上有意将军机房给一位有能力的皇子接管。军机房？是。本王知道了。这几日林姑娘都在忙些什么？属下不知，这几日都是天六暗中守护林姑娘。哦，还有天2、天3，他们伤势1号，一直跟着林姑娘。你去把天六叫来，本王有话要问他。是。不多时，天六来到军营的主营中。属下天六，见过王爷。你把这几日林姑娘的所有行踪都给本王报一下，本王要细节。是。林姑娘第1日便搬进她的宅子里，她到大门看到宅子的牌匾上写着林府氏，她说这房东是世上最可爱的房东。算这丫头有点良心，不说我傻，说我可爱了。继续。林姑娘进了宅子，就见到宅子的管家云姑姑。云姑姑问林姑娘是否需要配些丫鬟伺候，林姑娘只要了一个扫洒丫鬟，在外院打扫，不能进入她自己居住的兰心阁。林姑娘这几日除了每日一早给冷嬷嬷治病，
就在自己的兰心阁里写画画之外，然后到处逛上京城。午膳和晚膳都在上京城的不同酒楼用的。他每次用膳之后，总能收到1000到2000两不等的银子。他还和好几家酒楼达成协议，提供冰块、酱油给他们，赚了不少银子。林姑娘还逛了几处家具铺子，拿出几张图纸，就赚了好几千两银子。他还去了茶铺，推销了青山寨的茶叶。这说来也怪，林姑娘只要推销的茶叶，茶铺都会和她合作。他还去了些腌制水粉铺子，推销了他那个什么香皂的东西，这些铺子都愿意与他合作。这几日，青山寨的王大山和很多弟兄哥们儿都拉了好几次货物上京，放在林府里。林姑娘这几日确实很忙碌，日日都是早出晚归的。丫头本事还真不小，这赚钱能力连我这个大男人都比不了了。林姑娘今早收到天三送来昨夜少妇和郡主叫下人送了3次温水后，大笑了一炷香的时间。林姑娘真是很开心的样子。什么？少妇和明心郡主居然同……这丫头怎么做到的？7年的怨偶，昨日竟然上了3次水。我回去要好好问问这丫头，到底是什么手段让这事情发生的。我真想现在就回去找丫头问问。我在军营里辛辛苦苦训练士兵，她在上京城生活得如此精彩，难道没有一点想我吗？回去要好好敲打这丫头才行。是不是忙赚钱把我都给忙忘了？王爷，林姑娘这几日好像也遇到难题了。难题？这丫头神通广大的，有什么事情能难得住她呀？是的，林姑娘这几日一直问天儿一些土地的情况，她似乎要种粮食，考虑是要找村镇合作，还是自己买土地。她还在犹豫，属下斗胆猜测，应该是银钱不够所致。她要种粮，需要大量的土地。是的，林姑娘在其他事情上都游刃有余，就唯独这件事情不太顺利。本王知道了，你办事不错，继续跟着林姑娘，赏你1个月的月钱，回王府找夏管家拿便是。谢王爷赏赐。退下吧。是。一个转身，天六就消失在了军营中。上京城林府，林云熙刚刚从外面用了午膳回来，又赚了2000两银子，开开心心的进了他的兰心阁。天三，王爷到军营几日了？只见天三飞身降落在他的眼前。回主子，今日是第5日了，如果不出意外，王爷今晚就会回京。这么快就5日了？今晚呢就要准备晚膳，迎接王爷回来。等一会儿你叫云姑姑去买点好菜，我今晚要亲自下厨做晚膳，不出去用膳了。是，属下这就去。等等，少夫府还有什么消息吗？属下刚刚收到消息，见主子那么喜欢听少夫府的消息，今日再送一个消息给主子笑笑。什么消息？快说。昨夜少夫府明华院的下人给郡主和少妇送了3次水后，今早又送了1次水。哇，少妇威猛啊！古代人的这能力挺强啊，怎么能一个晚上4次的？这也太恐怖了吧！真想写一篇论文，题目就叫《论古代人与现代人的人道对比理论》。现代人难道是工作压力大，天天熬夜，身体素质没古代这些男士身体好了？总之啊，林云熙对这论题特别的感兴趣，是真的很感兴趣。他又开心的大笑了一炷香的时间。这好像没那么好笑吧？这不是正常现象吗？黄昏，林云熙在厨房整理食材、洗菜、烧菜，一直忙个不停。而此时，慕容浩一身戎装，打马飞驰进了上京城。天色已暗，厨房点着灯，只见一个影子在厨房里晃动。慕容浩大步走进厨房，从他身后一把将他给抱住。我的王爷回来了。丫头，本王想你了。丫头也想王爷了。我先把晚膳做好，王爷饿了吧？很饿，想丫头的手艺了。慕容浩一直在后面抱着他，时不时亲吻他柔美的后脖梗，他的耳垂。王爷，饭都快做好了，你先不要动，我出了很多的汗。你做你的，让本王抱抱。王爷，我很热，你不要抱那么紧。再说了，这身上的汗也不好闻吧？好闻，你身上的味道让本王着迷。多日未见，他肯定是想自己了。林云熙不想拒绝他的爱意。好吧，那王爷想抱就抱吧，真拿你没办法。最后一道菜了，王爷等等。慕容浩抱着他，大手开始不听话的在他身上游走。片刻之后，林云熙的心砰砰直跳，他的撩拨会让自己沉沦。王爷，你不要这样，很痒的，丫头怕痒。怕痒就对了，说明丫头喜欢本王这样。慕容浩，这可是你先招惹我的。林云熙赶紧把最后一勺菜盛到了盘子里，放下勺子一个转身，然后便深深地吻上了他的唇。
多日不见的相思之苦终于在此刻爆发了出来，双唇交织，两人像是要把对方吻入自己体内一番，久久都不愿离开。王爷，你先放我下来，还没有用膳呢。先让本王吃了你，再用膳。听到他这虎狼之词，林云熙低下头，把红彤彤的小脸儿埋进了他的胸膛里头。只见慕容浩把他抱进了浴房，放了下来，然后伸开双臂。王爷，这是何意？为本王沐浴更衣。啊，好。你的这身戎装啊，确实难脱，我来帮你。林云熙很乖巧地为他一层层地褪去了戎装，最后就剩下了中衣。慕容浩伸出手臂，一把林云熙的外衫褪去。他明白慕容浩的想法，他此时面红耳赤，心跳加速。他很想和慕容浩亲密无间，但是这男人禁欲着，他不忍心。王爷，你自己沐浴吧，我先出去了。见林云熙满脸通红，慕容浩唇角微勾。你还会脸红？你什么地方本王没看过？我只在我在意的人面前脸红。王爷进去吧，我刚刚把温水都准备好了。丫头，别走，本王很想你，陪陪本王可好？好，但是王爷得答应我一个要求，那我就陪你。你说。我们穿着中衣一起沐浴，我不想那样坦诚相对，我想成婚后再那样，可以吗？如果王爷答应，那我有奖励。哦，说来听听，什么奖励？我为王爷洗头，就像青山寨时你受伤的时候那个样子。好，本王就依你。俩人都穿着中衣，慕容浩一个大横抱，缓缓地把他放进了浴桶里。说来也是奇怪哈，这房东设计的浴桶怎么这么大呀？感觉就是为2个人准备的。林云熙想到世上最可爱的房东，会心地笑了笑。丫头，什么那么好笑？我在想，这个房子的主人怎么那么有先见之明，设计的浴桶都是双人浴桶。他知道这个房子要住夫妻吗？这也许人家就是为夫妻设计的宅子呢。也对，是我多想了。浴桶内，慕容浩的头微微后仰，头发被温水打湿。林云熙双手抚摸着他的发丝，食指指腹按摩着他的头皮。此时慕容浩很放松，这几日来的疲惫也是缓缓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心生的愉悦。洗好了头，林云熙又换了个位置，来到了慕容浩的面前，面对面地看着他。我来为王爷剃须，这几日王爷都没有剃须吧？看起来有点憔悴，我还是喜欢干干净净的王爷。只见他靠近慕容浩，认真仔细地为他剃着胡须。丫头，你可知你这样比你坦诚相对，还要让人受不了。我只是为王爷剃须，王爷你不要多……多想。不等他说完，慕容浩一手环抱住他的腰，一手扣住他的后脖梗，一个温热的唇就吻上了他的柔唇。温水中，两人忘情地探寻着对方的深吻。此刻，林云熙感觉到了水下的变化。王爷，你的……他……慕容浩迟疑了一下，然后就秒懂。成婚之前不要管他，管好你的大王爷就行。浴桶内气温升高，水温下降，两人停了下来。起来吧，水冷了，小心闹风寒。本王来得太急，可没带衣服，本王让天儿他们去府里呢。不用了，我都给王爷准备好了。林云熙拉着慕容浩的手来到卧房的衣橱旁，打开了衣橱。王爷，这些呢是我这几日为王爷准备的，你呢就将就着穿。虽然没有你府上那些华服精致，但也是上京城成衣铺里最上乘品质的衣衫了。丫头是想本王以后都住在你这里？那王爷不想？求之不得。来为本王更衣。里衣中衣你自己来，外衣的话我可以帮你。好，这么知你羞什么？慕容浩用宠溺的眼神看着他，只见林云熙做了一个鬼脸之后，拿着自己的衣衫就跑进了浴房。丫头，听说你这几日在外面吃饭赚了不少钱。那是必须的，这几日丫头的收入可不错哦。看他这么开心，慕容浩也跟着开心。但是他想起了天六说的他遇到的难题。丫头，可有遇到什么难事？难事好像没有吧，我推销的东西推销的都不错，很多店铺都和我合作了。不老实告诉本王，好像没有遇到什么难事啊，王爷能否提示一下？本王听说你要种地。这事儿啊，我现在基本上已经有了方案，我想找京城周边的村庄合作，推广我的优质种子，但是方案呢还不够成熟，还需要继续更正一下。你手上除了红薯还有其他种子？我有很多产量很高的优质种子，现在就是没有地，想大量种植的话资金有些不够。现在夏日都快过了，现在种地来得及吗？开玩笑，我林云熙是什么人？
现代农业技术的书在科技库里躺着呢，只要有种子，我能冬日种出庄稼来。王爷，我可是仙女变的，只要有地，我冬天都能种出很多粮食来。此话当真？王爷，你的丫头怎么会骗你呢？那明日本王带你到一个地方看看。王爷明日不用上早朝吗？明日休沐一日，本王带你出去走走如何？太好了，那明日王爷带我去什么地方？去了就知道了。搞得那么神秘，弄得人家好期待。哼，听闻你让明心郡主和少妇同房了。王爷你也知道啦？不知道为什么，一听到少妇府的消息，林云熙就特别有成就感。他总是想笑，看林云熙如此开心的模样，慕容浩被他的好心情感染了。他好奇地说道：你如何做到的？王爷这是要八卦少妇府的事？你没有派暗卫盯着？这次失误了，暗卫都盯着你，忘了盯少妇府了。还好我派了天三去，真的好有气啊。说完，林云熙就把自己交给明星郡主所有的手段全都给说了。听完之后，慕容浩眼眸微缩，林云熙这样的手段是个正常的男人都会受不住的，这女人撩男人的手段还真是一流啊。只听他严肃地问：林云熙，你这些都哪里学的？这男人又怎么了？不是应该赞扬我足智多谋、聪明绝顶吗？重点在哪里学来的？王爷，这是心理学，也是医学的范畴。对男人的这些手段也是医学？是啊，我心理学学的可好了。少妇府这案例，我才出了不到1%的功力。不到1%，少妇和明心郡主就同房了，那剩余的99%，岂不是更厉害？看着慕容浩威胁的表情，林云熙算是知道了，这男人是怕他用心理学勾引其他的男人，这怎么可能啊？他还不想死呢。王爷，我是有些夸张了，我也就这些本事而已。王爷不应该表扬我聪明吗？就这些本事，要知道如果他随便一出手，男人都会贴上来，我可不敢冒险。林云熙，日后不许再用什么心理学去给人看这样的病，你的功力只能留给本王。好，我的慕容浩就是霸道，我很喜欢，就用在你身上。这还差不多。本王还听闻，丫头听到少妇府的消息笑了一炷香的时间，什么事情那么好笑？哦，是哪位暗卫这么八卦啊？连我笑了多长时间都要和你报告。这你不用管，告诉本王什么事情那么好笑。少妇和明心郡主一个晚上传了3次水，早上还传了1次，是不是很威猛啊？这有那么好笑吗？王爷，这不好笑吗？我每每想起都想笑，一个晚上4次啊！这很正常啊，军营里的将士和士兵有夫人的，他们谈起这事，一个晚上也有很多次。啊，王爷，你说的是真的？这也太不合常理了。怎么不合常理？你家乡的男人不行吗？这我怎么可能知道？林云熙想死才会告诉他家乡的男人是什么情况。这个话题就此结束哈，他可不想再生事端。第2日一早，两人早早就用了早膳，难得慕容浩休沐，今日林云熙可是要好好的使劲的玩一次。怎么就1匹马？难道我们2个人要共乘一骑？本王没见你骑过马，不放心，上马吧。慕容浩刚刚说完，一把就抱住他，飞身上了马背。王爷，你不怕别人看到我们在一起？怕什么？我慕容浩就不能有女人啊？说得对，我们可是自由恋爱，谁爱说谁说去吧。这没过多久，骏马就载着他们来到了一片空旷而又无人的大草地上。夏日早上凉风袭来，马背上的林云熙感受到阵阵凉风划过了脸庞。此刻他能感受到后面男人爱恋着自己。他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是这个男人一直陪伴着他，给他安慰，给他关爱，给他许多许多的帮助。他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遇到他，他真的很开心，他们能够真心相对。慕容浩，我爱你，很爱的那种。丫头，你这话再说一遍。慕容浩，我爱你，很爱的那种。一只大手握住了他的后脖梗，温热的唇附了上来，身后的暗卫远远地看着两人，只能是停下来别过脸去，他们可不敢偷看。林云熙就这么被他狂吻着，他的心砰砰直跳，有情动的激动，也有羞怯的紧张。许久之后，王爷，暗卫们都看着呢。知道他们看着，你还说如此让本王心动的话？就是想让你知道，谁知道你会停下来吻人家。慕容浩最受不了他的情话了，看着他羞红的脸，他想到昨天晚上他说的心理学。慕容浩试探着说道：丫头，这也是你说的那个心理学里面学的？
怎么会？这是想和王爷说的真心话。那就好。看你的脸红得像猴子屁股一样，多丑！暗卫都看着，能不害羞吗？他们不敢看。丫头日后是本王的王妃，是他们的主子，你害怕他们？哎，好了好了，不羞了不羞了。王爷，能走了吗？能，走好了。这次慕容浩打马更快了。王爷，你怎么带我到稻田来了？你不是想种地吗？是啊，那这些稻田是？这些地是本王名下庄子的地，这些稻谷没几日就要收割了，以后这些庄子的地都给你种。王爷有多少地？本王名下几个庄子加起来应该有1万多亩吧，够吗？不够的话，本王再买一些。果然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一个王爷怎么会有那么多土地？这妥妥的地主啊！王爷，你怎么有这么多土地？本王和你说过本王很穷吗？没有，知道你是王爷，但这些土地也太多了吧？你们皇子都有这么多土地吗？也不一定，有些皇子喜欢买商铺，本王也有一些商铺，但本王喜欢土地，所以土地比较多。林云熙真的是很开心，这几日还想着日后怎么种地，还劳神没有土地，这慕容浩就送来了，还真是让人舒心呢。王爷，这些地都给我种。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我的就是你的。你不是说冬天都能种地吗？本王相信你。本王现在管着东御林军和军机房，没有时间管这些土地，这些稻谷收成也不怎么样。你不是说你有高产量的种子吗？你就用这些地种就是了，种出来的粮食都是你的，本王不过问。慕容浩，你对我太好了，可是我们还没有成亲，这样会不会不太好？要不我租用你的土地如何？丫头，你怎么和本王那么生分？你没把本王当成一家人？没有，王爷给我的东西太多了，我却没有什么能给你的，我有些承受不了这样的好意。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林云熙，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想法？是不想做本王的女人，不想跟本王成亲，还是你想回家？不是，我就是觉得王爷对我太好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就这？傻丫头，本王都是你的了，更何况是这些土地啊！不用说了，说给你种，你种就是了。好，那我试试。王爷要是需要粮食，找我就行。本王吃不了那么多，军队也都是父皇养着，本王女人的粮食自己管着就行。慕容浩，你太好了，谢谢你。和本王也这么客气啊？啊，傻丫头，走，带你去庄子里认识一下庄子上的管事。好，一共有几个庄子啊？5个，每个庄子管理着大约2000亩左右的土地，他们管得不好，每年收成没多少银两。那我们去会会他们。恭迎王爷！都起来吧。刘管事，今年粮食收成如何？回王爷，今年雨水较少，土地干涸，今年的收成不行。是吗？你算一下，今年收成每亩能出几担？老奴估算了一下，今年亩产也就3担左右。这产量也太少了，种这些粮食还不够养这些人呢。今年收完这些稻谷之后，你管理的2000亩土地全部交由这位林姑娘管理，她会带领大家种出高产的粮食。庄子上所有人都要听林姑娘的吩咐，不管是选择种何种粮食，还是如何分配人手，又或者是如何销售粮食，都要听她的。她就是你们的主子，如有违抗者，任由林姑娘处置。听到了吗？是。花容月貌的女人，年纪轻轻的，王爷竟然让她管理整个庄子，是不是搞错了？林云熙仔细地观察着下面的刘管事，看来他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呀。这些庄子上的老人要想信服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林云熙也不着急，来日方长嘛，等他接管了这庄子的土地再说。现在有慕容浩在他身边就行了，不怕他们不服的。2人一天就跑完了5个庄子，见了5个庄子的管事，这大致情况都是差不多。此时已经黄昏，忙完了第5个庄子的事情之后，慕容浩带着林云熙骑着骏马来到了一处农庄。恭迎王爷，老奴在此恭迎王爷多时了。起来吧，本王叫你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回王爷，都准备好了。先下去吧。慕容浩，这农庄是你的？丫头喜欢吗？喜欢，这里环境优美，非常清静，而且空气特别好。喜欢，以后本王有空就带你来小住几日，可好？王爷真好。就你嘴甜。走，本王带你去后院看看。还有惊喜。慕容浩拉着他的手来到了后院，进入了一个古香古色的房间。哇，慕容浩，这里有游泳池。游泳池？不知是何物，这是温泉池。温泉？这么大的温泉？慕容浩，你也太奢侈了吧！喜欢就下去泡一下。王爷泡吧，我在上面等你。
刚刚还说喜欢的，怎么不想泡？丫头，你不会是怕水吧？不怕，我会游泳，就是你们说的浮水。那怎么不下去泡一下？本王会保护你。不要，王爷你泡就好了。只见慕容浩把自己的外衫退下之后，走到他面前，为他退下了外衫。王爷，我……林云熙这话都没有说完，就见到他重心不稳，直接就进入了慕容浩的怀里。慕容浩打横把他抱起来，慢慢的进入温泉。林云熙，你今日对本王很生分呢，告诉本王，你怎么了？王爷，我们那么亲密，我很喜欢，但是我更心疼你，我不想你每次都那么难受，为我禁欲。傻丫头，就为这，本王都禁欲25年了，没有你的时候还不是这样过来的，有了你之后，本王才知道禁欲是值得的。不要心痛本王，本王希望你像一朵花一样努力绽放，不为世俗的眼光。你林云熙本不该为本王隐忍什么，本王希望你活得像你自己，本王能保护你的，一定会做到，知道了吗？像一朵花一样努力绽放，活得像我自己。这是本王对你的期望。林云熙搂住了他的后脖梗，用力的吻着他。他林云熙多幸运，才能够遇到如此疼爱自己的男人。林云熙真的好爱他，真的是很爱很爱。他不再隐忍，不再逃避。他说过他会保护自己，那他就要用心待他，爱他，疼他。林云熙吻上了男人的唇，感受着男人的体温。慕容浩第一次感受到他如此主动，他全身热血沸腾，这才是他的丫头，他就喜欢这样的他。两人在温泉里缠绵了许久，林云熙能够感受到他粗重的气息。林云熙不管了，他就是想和他缠绵，就是想他。情到最浓处，慕容浩走出温泉，去了浴房，用冷水一遍遍地淋着自己。天儿，王爷这样的身份，京城多少贵女都想爬上他的床，他竟然对主子守身如玉，我们这主子太厉害了，把王爷拿捏得死死的。可不是嘛，王爷和主子在一起，每晚都会自己起来冲2、3次冷水。看来王爷这次遇到自己的软肋了。哎，是啊，现在发现王爷也挺可怜，日日和我们主子这样，真把他逼出病来。哎，我们做暗卫的，还是少管主子们的事儿，不该说的不要说，不该看的不要看。切，你刚刚不是还说了？田三，你再说，我就告诉王爷去。你敢！砰的一声，天二被天三踢下了树。这边二人穿好衣服之后，慕容浩就叫下人传膳，俩人正开心的吃着晚膳呢。天一求见。天一进来说话。天一进入膳厅，看见二人在用晚膳，他看了看林云熙，林云熙不用说秒懂，他正要起身回避的时候，什么话直接说，不用避开林姑娘。是，王爷。说吧，什么事情？回王爷，皇上新设的军机房，目前2皇子和5皇子都想征，2位皇子的门客今日都在2皇子的府上商议对策。好，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是，属下告退。天一刚走，慕容浩就陷入了沉思。王爷，军机房是不是管兵器的？丫头知道军机房？我知道，我只是想问问，和我知道的是不是一个概念？是的，军机房是本王的父皇刚从兵部分出了一个新部门，让一位有能力的皇子管理。王爷想管这军机房？当然，本王既管着3万多的东御林军，兵器是军队的灵魂，如果兵器在手，就不会受制于人。也是。好，让我想想，也许我能帮到王爷。丫头有何想法？王爷先用膳，容我想想，等我想好了再告诉王爷可好？先用膳，用完膳，本王陪你在附近散散步。两人开开心心的用完了膳，随后五指相扣，一起在农庄里散起步来。王爷，我很喜欢现在这样的日子，有你在身边，平平淡淡的过日子，真好。和林云熙在一起，慕容浩很放松，他有着说不完的话，能够带给他各式各样有趣的事情，让他舒心。本王也喜欢这样的日子，没有宫里和皇子们的尔虞我诈，没有在边境天天刀口舔血的日子，有你在身边，本王此生足矣。以后我们都要好好的。我很庆幸我没有死，来到了你的身边，真的很感谢上天。林云熙现在想来，这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冥冥中让他穿到了这里，然后又遇见了慕容浩。什么叫你没死？能告诉本王吗？王爷，其实我不是你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具体是在什么地方，以后时机成熟了，我搞明白了，我会不加隐瞒的告诉你。王爷，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我一定不会害你，好吗？林云熙终于肯和自己说他的小秘密了。林云熙果真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他能说这事儿，他很欣慰。本王一直知道丫头身上有许多秘密，本王相信你不会害本王。
你救了本王2次，本王很感激。没有你，本王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你是上天送给本王最好的礼物。对啊，丫头可是王爷的救命恩人。哎，我不是只救了你1次而已吗？怎么是2次？你左肩上的伤，忘记了？上次那么多人刺杀，本王的武功就是再好也逃不掉啊。那次是丫头自己贪玩，让王爷用真气带我玩，才会遭遇危险的。那次不算。你的伤口好全了吗？让本王看看。说完，慕容浩轻轻打开他左边的外衫和中衣，露出林云熙洁白如玉的左肩，看到了他的伤口，伤口已经结痂了，留下了微微的红印。慕容浩低下头，亲吻着伤口处，这是为他手上的伤口。慕容浩无比的爱惜他。情到深处，慕容浩抱着他回到了卧房，床榻之上又是一个缠绵夜。半夜的时候，这慕容浩就起身去了浴房冲了2次冷水。天还没亮，林云熙就醒了过来，听到身旁熟睡男人均匀的呼吸声，他满心欢喜。今儿早上他要为这男人做点事情。林云熙在思考着该如何才能够帮慕容浩拿到他想要的军机房，想好了方案，然后他就开始动笔了。这大概写了1个时辰，一个管理方案和一个钢铁耐磨铸造工艺就已经写完了。某时，慕容浩每日都是这个时候醒来，他睁开眼睛就看到了坐在床上的林云熙。丫头，怎么不睡觉啊？坐在床上干嘛？王爷醒了。丫头，你什么时候起床的？写什么呢？王爷，我起来1个时辰了，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哦，什么惊喜？让本王看看。拿过他手中的纸看了起来。当慕容浩看完整整5页纸上的内容时，他顿时就不淡定了。丫头，这些你都会？希望能帮到王爷。还有，那钢铁耐磨铸造工艺最好要妥善保管，千万不能被敌国盗去了。这技术可是能和皇上谈条件的。有了这个技术，东胜国的兵器会非常锋利、耐磨、无坚不摧。多谢丫头，本王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谢我的丫头了。你想要什么赏赐？其实我什么都不缺，就想帮帮我的王爷。要不，王爷帮我在京城弄一个户籍和路引吧。有了户籍，我就是这个世界的人了。有了路引，我就可以方便出城管理你给我的土地，如何？丫头不说本王都忘了，一会儿叫天一去给你办好。好，多谢王爷。来亲一个。慕容浩急忙放下手中的纸张迎了上去，大手不自觉地在他身上到处摩挲，摸得林云熙心痒难耐。王爷，你好坏。林云熙呼吸粗重，心跳加速，大清早他就不该惹这男人。两人腻歪了一会儿之后，赶忙起身，他们还要回城，慕容浩还要上早朝呢。王爷，我今日想去取我的枕巾，今日要见一下慕容琪，你不会介意吧？去吧，本王相信你，不要和他走得太近就行。知道了，知道我的王爷是吃醋大王，100条帕子还在我的药箱里放着呢。你记住就好。林云熙脱下和慕容浩约会时的漂亮衣衫，换上了简单得体的粗布衣衫之后，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慕容琪的酒楼饮月轩。林姑娘是要用膳，现在还早，厨房还没有准备好膳食。我不是来用膳的，我是来找你们东家的。上次说要找到他，找你就可以，对吧？哦，原来是找我们东家的。那姑娘上3楼雅间喝茶等等吧，小的这就给我们东家传消息。好，多谢掌柜的。掌柜还是安排了上次慕容琪和他用膳的雅间儿。不多时，慕容琪就到了。今日我叫公子前来，就是拿枕巾的。啊，这才5日，姑娘就治好了我姐的无子之病了。算是治好了，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病，而是夫妻之间的沟通问题。那林姑娘是如何下定论算治好呢？我姐还没有怀身孕呢。我去，难道这人要赖账？他可是皇家身份的人啊！这位公子，你不知道你姐姐为何无子吗？你可以称我为恭王世子或者齐公子。好，恭王世子，这枕巾给还是不给？本世子的姐姐现在还未有身孕，枕巾定然不能现在给。你是要赖账？非也非也。他奶奶的，看他上次人畜无害的样子，今日竟要耍赖，本小姐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我跟你说实话吧，你姐姐无子，就是没有和少妇同过房。以他们现在的频率，应该不出半年到1年就会有好消息。你一个姑娘家，怎么能把那2个字说得如此直白，还不脸红的？他不是说自己是研究医术的吗？这有什么好脸红的？这是医学常识，有什么脸红的？还有，你怎么知道他们什么频率啊？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想到频率就想笑，让我缓缓。哼，你自便，本世子等着就是了。林云熙缓了缓气，终于是停了下来。
你刚刚问我怎么知道频率的，对吧？我作为一个大夫，当然要派人检查我的病人是否有按照我说的方法治病，我也得知道最终的结果，不是？他竟然派人监视了姐姐姐夫，还知道他们同床的次数，这他怎么敢？你好大胆子，竟然派人监视少夫府！好啦，恭王世子对吧？你就不要在这里显摆官威了。我就是想拿回我的枕巾，只要我拿到枕巾我就走。至于监视，那只是小事，你姐姐她应该会感激我的。是的，本郡主确实要感谢你。完了，刚刚笑频率的事情，这郡主不会都听到了吧？民女见过明心郡主。刚刚见到本世子都没有行礼，见郡主倒是行起礼了。你欠我钱，我干嘛要向你行礼啊？开玩笑。你们刚刚聊到哪儿了？刚刚世子差人让我过来，我来晚了一些。回郡主，我今日来呢，是来要回我的枕巾的。你的事情也算解决了吧？枕巾应该给我了吧？只见慕容琪偷偷的给慕容雪使了一个眼色，慕容雪微微点了点头。林云熙发现了二人的眼神，看来今日想拿回那5000两银子应该是不可能了，从其他地方敲诈也行。林姑娘果然是医术了得，但是我听我这弟弟说，要我有了身孕才能把枕巾付了，是这样的吧？你们俩说是就是吧，我一个平头百姓，上次竟是忘了写了书契了，算我倒霉。林云熙也不恼，反正人家是皇族的人，也不会欠他的枕巾不是？就不知道他们俩想玩什么花样。说的我们要坑你5000两似的，我们可是皇家的人，不会做这事儿。行，那5000两就先放在世子那里保存吧。希望郡主早日能有身孕，我也能拿到枕巾。郡主，你那5套衣服是不是不够用啊？夜夜穿，少妇会视觉疲劳的。此话怎讲？视觉疲劳是何意啊？就是字面意思啊。男人都喜欢看女人有不同的风姿，郡主的外衣应该有很多，可是那卧房内的衣服，是不是只有我给你的那5套？正是，我今日来还想找你要几套呢。我也只有10套，之前已经给了郡主5套，剩下的5套是要留给我以后的夫君的，我可不能给你。慕容浩还没有看过我穿如此喷鼻血、纯欲风的睡衣呢，我可得留几套给他。这两个女人说的是什么衣服啊？那么神秘。要不我重金购买你那5套如何？那怎么行？我以后的夫君我肯定要伺候好，那5套我肯定是要自留的，好好让我夫君宠爱本姑娘。500两一套，如何？我买下了。姐，你们在说什么衣服？那么贵一套？一边去！我在和林姑娘谈衣服的事，你别打岔。这太难了吧，郡主，你也不能强人所难呐。没有那衣服，我怎么对得起我未来的夫君啊？林姑娘，你现在有相好的人了？没有，我现在只是遐想一下我的未来夫君。你这不是还没有夫君吗？就把那5套衣服卖给我。郡主那么喜欢那些衣服？那是自然，少妇超喜欢的。行吧，那既然郡主喜欢，我出一个折中的法子，郡主看看能否接受。林姑娘请说。其实啊，那些衣服呢是我设计的，我会画图纸，如果郡主想要，我就设计几套给你，你出钱购买如何？真的是你设计的？那是当然，不过我最近很忙，我只能画图给郡主。制作衣服的话，要郡主自己找裁缝做，我也会把需要的面料写上。还有，我的设计图纸绝对不能外传，如若外传，我可是要收费的。这些图纸我过2天就会拿到上京衙门备案，一旦外传，我是可以打官司的。也就是几张图纸而已，他自然不会拿去衙门备案了，吓吓他而已嘛。这是自然，保护你的图纸，本郡主还是知道的。准了，那你准备一套图纸卖多少钱？600两白银一套。郡主要几套？给我画10套，我要买10套。果然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就几张设计图就能拿到6000两。今日的5000两枕巾没收到，服装设计费就收到了6000两，太爽了吧！好，我现在马上就给你画，你等着。只见林云熙从衣袖的袖袋里拿出了10张白纸和一支铅笔，慕容琪好奇的凑上去拿了一张看了又看，好奇的问道：林姑娘，你这纸是哪来的？这可是我家乡的纸，你不要乱动，可贵了。不给他多看，林云熙抢过慕容琪手上的纸后，认认真真的画起图来。郡主，我在画图，这时间若是你没什么事，你先去凑银子吧。不会少你的，你这姑娘真掉钱眼里了。说完，他走出门，叫了柳枝回府去拿银子。林云熙坐在桌前，认认真真的画着图。这不到1炷香的功夫，一张和现代一样的服装设计手绘图就画好了。他递给了慕容雪，慕容雪大吃一惊，这画是他从来都没有见过的，画中的人像是能从纸上走出来一样，特别的立体。这林姑娘到底是从哪来的人？她看过无数名家的画作，却从来都没有见过能把人画得如此栩栩如生的。
不好意思，忘了上颜色了。我给你把每套衣服的颜色一并上好，这样你选面料就不用那么费劲。林云熙刷刷刷一下就给第一幅画涂上了色彩。此时慕容琪坐不住了，他起身走到林云熙的身边，他实在是好奇，他那姐姐到底是要买什么服装，又600两一套。慕容琪拿起画作，再看着下面一直作画的林云熙，他此时真是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女人了。林姑娘，你已经成婚了？没有啊，怎么啦？没有成婚，怎么会画这样的服装啊？我姐就是穿这服装才和少妇，你还真是不知羞耻啊！这叫艺术，艺术你懂吗？听闻恭王世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你那些是艺术，这些也是夫妻之间的艺术，懂不懂啊？你画这些不觉得脸红吗？慕容琪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想看他画这样的画。艺术面前有什么脸红的？你弹琴会脸红吗？我这弟弟平日里对女子都是敬而远之，从小到大除了和我相处，从来没有见他那么关注过一个女子，唯独对这林姑娘，不是故意欠她枕巾，就是对她各种挑剔。今日本可以给那5000两枕巾的，他竟是拒绝了，还想和这林姑娘日后有纠缠。看着二人的样貌其实很般配，郎才女貌，或许能成一对。你这女人太不知廉耻了。喂，你叫慕容琪对吧？我好好作画没招你惹你吧？廉耻这种东西自在人心，要你管？给我闭嘴，吵死了！郡主，你还要不要画？这位大爷要吵死了，打扰我作画了。如若画出来的效果不好，你可别怪我哦。你竟敢这样和本世子说话，真是不可理喻！哎，你们两人就少说2句吧，都是我要的衣服，不关林姑娘的事。弟弟，这是艺术，林姑娘说的对，以后你成亲了就知道了。俩人不欢而散，慕容琪闷闷地坐在桌边喝茶，林云熙一直画着他的发财画，雅间里一时间安静了下来。大概1个时辰之后，10幅画全部都画完，林云熙拿在手里看了看慕容雪，示意他拿钱来换。慕容雪会意，叫来了门外的丫鬟柳枝，柳枝递给他1叠银票。郡主，我刚刚忘了告诉你，我要真金白银，我不用银票，能不能换一下？现在很多人都用银票的，你怎么喜欢用真金白银？那多重啊！郡主，能不能换一下呀？我不喜欢银票。他穿越来这鬼地方，他的银行卡上的钱都成了废纸，他可不想再拿什么银票了。万一有一天又穿越到什么鬼地方呢？这银票又变成了废纸可不行，这还是真金白银牢靠。这女人还真是不按常理出牌，现在谁还背着大额的真金白银上街的？慕容琪，你就拿着银票在你这酒楼帮忙换一下吧。行，真是麻烦。李云熙也不理他，见他叫来了掌柜，换来了600两的白银。李云熙大喜，拿着600两的白银，高高兴兴地放进了自己袖袋里。郡主，这些画拿回去给裁缝就可以了，颜色和面料我都写好。如果以后还想买我的设计图纸，记得来找我就行。好，多谢林姑娘。那以后如何找你呢？我就住在东街的林府，找我管家就能找到我。那民女就先走了，再会。慕容琪，刚刚林姑娘说她住东街，我没听错吧？没听错，她是说东街。那她还穿粗布衣，这女人有点意思。慕容琪，你是不是对她有意啊？姐，什么有意没意的？她一个粗鄙不堪的丫头，我可看不上。你就嘴硬吧，看不上，你怎么不马上把枕巾给人家？看不上还和人家吵架？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看到京中的贵女就躲，和他们说话都懒得说。今日你话还真多啊！我还没说你呢，你傻呀？花6000两买什么破设计？这衣服真不值6000两啊！要你觉得值，少妇觉得值就行。你赶快找个女人吧，有女人了，你就知道值不值了。你被那丫头带坏了，人家把你卖了都不知道。我乐意，你管不着。说完，慕容雪带着柳枝就离开了客栈了，找裁缝铺去了，徒留下慕容琪坐在雅间里沉思起来。林府，林云熙刚回府，管家云姑姑就上前行礼。回主子，王爷说今晚不用等他用晚膳了，皇上要留他在宫里谈要事，王爷还说晚点才过来。好，那你退下吧。是。林云熙此时很开心，慕容浩不回来用膳，会找人和他报备一下。这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他草草的用了晚膳之后，轻松的泡了一个热水澡，就开始在桌上写他的商业计划书了。刚刚拿到1万亩田地，他要规划一下要怎么样利用这些土地，还有人员的分配。庄子上都是一些老人，他要换自己的人进去有些难度，这些都是需要他好好思考的。另一边，皇宫。皇帝把慕容浩留在了御书房。今日早朝的时候，皇帝有意给争夺军机房的皇子们阐述自己能接管军机房的理由。正如天一给的情报一样，2皇子、5皇子清早就准备好了说辞。当2位皇子说完自己的理由之后，慕容浩把重新抄写的方案递给了慕容渊。皇帝看到这样的方案，直接就下令8殿下慕容浩正式接管军机房。皇帝把慕容浩留在御书房谈了1个下午，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都谈了些什么，一直谈到天色暗了下来。慕容浩出了宫
宫门，只见一辆马车停在宫门前等着他。慕容浩没上自己的马车，他看了看对面的马车，只见一位身穿酱紫色袍服的男子下了马车，缓缓地走了过来，正是当今的二皇子慕容晨，也是当今皇后所生，可谓是皇上的嫡长子。八皇帝和父皇谈了那么久，你平日里不是不问朝堂之事，怎么今日要抢军机房了？二皇兄，这是什么话？这不是抢，这是父皇给本王的。哦，你给父皇的折子上写了什么？二皇兄，这可是机密，不可外泄。你好，本王还以为你就是一个只会在边境打仗的莽夫。想来本王看错了。八皇帝，以后我们兄弟俩要好好相处。那是自然，本王会与二皇兄好好相处的。我们走。慕容晨撂下这话之后，转身就上了自己的马车，去查一下今日他呈上给父皇的折子里写了什么，本王要知晓。是。此时慕容浩也上了马车，缓缓地向着林府奔去。一路上，天一汇报了林云熙今日的行踪。听到天一说丫头没有拿到枕巾的时候，他眉头紧蹙。这慕容琪到底在玩什么花样？走进林云熙的兰心阁，林云熙院子里点着灯，主房的房门没关。只见林云熙正在埋头写着什么，他大步向前。林云熙听到脚步，抬头望向了走来的他，露出了开心的笑容。王爷，你来啦！写什么那么认真？王爷不是给我1万亩土地来种吗？我在写计划书，看看要怎么开发那些土地。看慕容浩脸上似是有些疲惫，林云熙关心地看着他。王爷累了一天了吧？热水备好了，你先沐浴。本王想看看丫头写的东西。先去沐浴，我还给你热了羹汤，一会儿再看。我还差一点点就写完了。好，那帮本王更衣吧。那么大的人了，还要人帮你更衣？你不愿意？愿意，每次更衣都能看到你完美的身材，特别愿意。只见慕容浩拉着林云熙的手去了浴房，慕容浩张开双臂，林云熙为他褪去了浴带和外袍，然后就停了下来。中医礼仪，王爷就自己来吧。和本王一起。我已经沐浴过了，王爷自己去吧。等沐浴好了，丫头还有话要跟王爷说。什么话现在不能说？一会儿王爷喝羹汤的时候再说吧。王爷乖，去吧，水快要凉了。慕容浩乖乖地进入了浴桶，林云熙去了厨房，他端来冰糖和百合马蹄羹放在了卧房的桌上，一边完成自己的计划书，一边等他。不一会儿，慕容浩穿着中衣就出来了。丫头，什么话？告诉本王，是不是出什么事了？王爷，没有，你先喝了这羹汤，我和你慢慢说，小事情而已。啊，好喝，快说，什么事？王爷，你喝那么快，尝出是什么味道了吗？你快说是，别吊着本王。好，现在就说。王爷，你不是给我很多土地吗？我现在呢，想用自己的人手，你的人手我自然也还会用，但是我会加一些我的人手进去。啊，就这事？都说了那些庄子交给你管，你自由调配人手就可以。所以呢，我要离开京城一趟，我得回青山寨去挑选我需要的人手到庄子上，还有剩下在青山寨的人，我也要安排好了才能离开，对吧？又要回去，叫王大山清点人手不就行了？管人这些事还是得我来，我就回去很短一段时间，不会太久的。冷嬷嬷的病现在也不需要打针了，只需要服药就好。我今日也已经把药备给夏管家了，他知道该怎么做的。什么时候走啊？就明日吧，我想越快越好。现在都是7月份了，还可以种一种叫玉米的粮食，如果快点下种的话，还能赶得上季节。也不用那么急吧，说走就走，你都不跟本王商量一下？现在不就是在商量吗？你现在是商量啊，你这是通知。王爷，你不要生气，我们来日方长，我回去后也会想王爷的。你会想才怪，你忙起来真的不会想本王的。两人相处一段时日了，林云熙真的就是忙起事情来想都不想自己，他不喜欢林云熙这样别过头不看他。哦，我的王爷现在很可爱哦，丫头很喜欢。别想用甜言蜜语来哄本王啊，本王还气着呢，说走就走的女人。只见林云熙起身走到他跟前，王爷乖，我就回去一段时日，你现在不是在忙争夺军机房的事情吗？日后会很忙的吧？说到军机房，慕容浩就心情大好，是他给了自己管理方案，还有钢铁耐磨铸造工艺。今日父皇才把军机房给自己管理，刚刚还不太高兴的他，此时脸上就露出些许的笑容来。今日父皇让本王接管军机房了。真的吗？那我先恭喜王爷了。都是丫头的功劳，没有丫头送本王的方案，也许本王还拿不到军机房呢。哦，差点忘了，丫头的户籍和录影，天一刚刚给本王了，在刚刚换下衣衫的袖带里。先不急，又不会掉，明日拿也不迟。今晚让本王好好看看你，不然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你了。好，今晚让王爷看个够。说完，林云熙把自己的小脸凑近他，双眼含情地看着他。王爷好好看哦，要记住我的样子。永远看不够。慕容浩突然就把他打横抱起来，送上了床榻。
不用问，最后又是冷水解救了慕容浩。躺在床上等他的林云熙真心心痛这男人，看来他的离开是对的。这样天天折腾他，他也是于心不忍。一身冷气回来的慕容浩此刻清醒，躺在林云熙身旁，问起他刚刚天一给他的消息。听安慰说，你今天去拿枕巾没有拿到。都怪我当时没有和恭王世子签书契，看来要等明星郡主有了身孕之后，才能拿到那5000两银子了。不过啊，今日我也不是白跑的，我卖我设计的服装图纸赚了6000两。6000两银子的服装，什么衣服那么贵，都赶上妃嫔们的嫁衣了。就是夫妻之间的衣服。夫妻间的衣服，什么样子的？王爷想看？我们现在也算是夫妻了，当然想看。想到刚刚他又跑去冲了冷水，可不敢再惹这禁欲王爷了。他摇了摇头，算了，还是我们成婚后再给王爷看吧，现在可不能给你看。你对本王还有保留？王爷，这不是保留，而是不敢惹你了。你看了，我怕你会发疯。本王命令你拿出来跟本王看。真是受不了你，是你自己想看的，还好今日我备份了一组画，那就给你看看吧。只见林云熙一抬手，手上就多出一叠画。只见图画上画的女子是风神绰约，这身上的衣服是若隐若现。10幅画上的衣服款式和颜色都是不一样的，看得刚刚冲了冷水的慕容浩耳尖瞬间就红润起来。林云熙，你卖了这画给郡主？又叫我的全名，完蛋了，又惹祸了。王爷，这是艺术，你不要生气嘛。我之前送了5套这样的衣服给郡主，她说少妇很喜欢，想再问我买几套，我剩下的也不多了，只能画图给她，让她自己找裁缝做。明心郡主就是穿了这样的衣服得到少妇宠幸的，这女人真是够大胆的，什么图她都敢画，什么衣服她都敢送。哎呀，真是拿她没办法。王爷，过程不是和你说过了吗？当然不只是这些衣服的功劳，没有心理学，少妇不去郡主的院子，那也不会成功啊。好吧，送都送了，画也画了，还能说什么？丫头手上还有这样的衣服？回王爷，有的，不过呢，只剩下5套了。我想着成婚后再穿给王爷看。说完，林云熙自己都红了脸，他脸上带着笑，看他还笑得出来。他不知道这些东西在东胜国是禁止售卖的吗？本王警告你啊，日后不能再卖这样的画作，这和那小画册也没什么区别，是禁书一类的存在。啊，那好吧，看来想赚这银子还真是不行了。原来他还想把这画发扬光大，你还想挣银子？王爷那么生气，我自然是不敢啦。丫头，你是不是缺银子了？上次给你的15000两黄金用完了，如果用完了，本王再给你。那些黄金当然没有用完，那些是丫头的保命钱，我可舍不得花她给我的黄金，我得好好的留着。那丫头除了那些黄金，是不是其他银钱不够了？够的，我现在流水也不少。我知道王爷你有钱，以后我困难了再找王爷伸手要，王爷不要生气了好吗？不气你就不会长记性，哪有女子大庭广众下卖这种话的？也没有大庭广众啊，就只有郡主和恭王世子在。你画着画，恭王世子也在。慕容浩这刚刚消下去的气又被他提起来。林云熙，你胆儿肥了，你在外男面前都敢画这种画？文化差异啊，真不知道古代男人的脑子是怎么长的，这么排斥这样的艺术。不就是服装设计的手绘图吗？一个个的都那么大的火气。哎呀，算了，我小女子才不跟他们一般见识，还是给他先消消火气吧，不然今晚就别想睡了。王爷，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别生气了，以后我一定不会画了，真的。求王爷亲亲丫头嘛。你想得美，本王生气为何要亲你？那只好我亲亲王爷了。林云熙抬头吻住了慕容浩的柔唇，然后深深地探入他的唇齿间，这一吻瞬间就吻去他刚刚的火气了。慕容浩一边吻着他香甜的唇瓣，一边一层层地拉开他的衣带，最后就只剩下他光洁的身躯。一时间，床幔里温度又升高了起来，二人交织在一起，发出了女人一声声求饶和娇男声。第2日，慕容浩醒过来，看到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看着他，他双眼含情地问他：本王那么好看，让你不睡觉都一直看着？我想记住王爷的模样，回到青山寨也要好好想你。本王喜欢丫头你这张小嘴，说出来的话真是让本王不想上朝了。那可不行，这样我就成红颜祸水了。你离红颜祸水不远了。王爷，起床了，我为你更衣啊！要是再腻味下去，就真迟到了。慕容浩下了床榻，张开手臂等着他。
看着林云熙为自己更衣，眼神里都充满了不舍。这丫头不知道回那青山寨多久，未来的日子又是看不到她了。慕容浩忍不住叮嘱起来：“我多派几名暗卫跟着你吧，这样我也能放心些。”不用，有天2天3就够了。我一个大夫，要那么多暗卫没有用，还是王爷要多带暗卫才对。现在你接管了军机房，肯定会有很多人眼红的。王爷，你在上京城要小心哦。你倒是想得透彻，确实有很多人盯着军机房。当然了，接管了军机房，东胜国的军队都管你要兵器，谁不眼红啊？王爷，我现在都有些担心你了。不用担心，本王自有胜算。好啦，那今日我就先回去了。王爷这段时间就好好忙你的军机房的事情，记得有时间想我就可以了。慕容浩习惯了他日日在自己身旁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又要分开，确实是十分不舍。他紧紧地抱着林云熙，不愿松手。王爷，快走吧，你要迟到了。慕容浩低头亲吻了他的额头之后，转身离开了林府。林府门口，天2天3正坐在一辆马车前等着林云熙。林云熙坐上了马车，缓缓地行驶在上京城的大街上。林云熙其实很喜欢上京城的繁华，他打开车窗，一直就看着沿街的街景。就在这个时候，前面突然传来一辆马车狂奔而来的声音。刚好马路前面有一个小孩拿着一串糖葫芦过马路，那疯狂的马车正往那小孩驶来。天2天3，快救那孩子！是。二人武功了得，一个闪身飞到孩子前面，一个和那疯马周旋，一个救下了孩子。正当林云熙下马车查看孩子是否受伤的时候，一只大手用一块帕子从后面捂住了他的鼻子。大街上都在看疯狂马车撞小孩的热闹，没有人注意到林云熙马车的动静。那刺客速度很快，把林云熙放入他旁边另外一辆马车之后，就打马离开了。天2和天3处理了孩子的事情之后，他们就连忙跑到林云熙的马车旁。只见马车帘子是打开的，可是林云熙却没在马车里面。他们看了一圈，发现马车旁的地上留下了2颗上乘的珍珠。快发消息禀报王爷！慕容浩此时正在军机房处理正事，只见天一来报：王爷，林姑娘出事了。什么？出事了？天一把2颗珍珠交给了慕容浩。慕容浩此时大脑一片空白，心快被炸裂了一般的疼起来。快说，他怎么了？天一把刚刚天2和天3传回来的消息一五一十的回禀：调动王府所有暗卫给本王找，进了看沿路还是否留有珍珠。顷刻间，瑞王府所有的暗卫全部出动。这边，林云熙因为给自己打了解毒针，很快就醒了过来。他开始思考，他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大夫，竟然还有人来绑架他，肯定不是冲着他来的，那就是冲着慕容浩来的。他有科技库，要逃跑也非常的容易。林云熙开始思考起来，慕容浩多次被追杀不得安宁，这次应该和之前的追杀有关。他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人要杀慕容浩。老二，你说主子抓着女人有用，能引来慕容浩吗？这我就不知道了。主子的安排，我们照办就是了。嘿嘿，我看这女人姿色不错，要不我们一起玩玩？主子说过，不能让她受伤，可不能乱来，小心你的脑袋。这么美的美人不能享用，真是可惜了。或许主子杀了慕容浩后，就会给我们玩玩呢。嘿，说的也对，赶紧带回去交给主子。回主子，人在里面了。干得好，在外面守着。是。只听房门被打开，林云熙继续装睡，没有动。你不要再装了，你的药效已经过了。竟然被看穿了。林云熙索性就睁开了眼睛，看到一位身穿黑色暗纹云锦长袍、身材伟岸、脸上戴着半张银质面具的男子。林云熙也不说话，直勾勾地盯着他。这人，他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林云熙脑子运转，调取脑部所有的记忆。原来是在丰来客栈的楼梯转角处见过他。怎么这样看着我？不好奇我为什么要来抓你？我不和戴面具的人说话，没有诚意，无话可说。果然是慕容浩看中的女人，有点意思。林云熙不理他。真不好奇。我只和长得帅的人说话，像你这样戴面具的，要不就很丑，要不就是毁容了，没有资格和我说话。他想知道这人长什么样子，逃出去之后或许就能够画出这男子的画像给慕容浩，先激将法试试。帅什么意思？就是长得好看的意思。我让你看了我的脸，我会杀了你，你不怕？林云熙继续不理他，懒得看他，他更不回答这男人的话。慕容浩什么地方吸引你了？林云熙还是不回答，让他自己把天聊死。想看我的脸才和我说。林云熙点了点头。好，满足你的愿望，但我不保证你看了我的脸后你会活着。
说完，这男子就缓缓拿下他的银质面具，露出了一张英挺的剑眉，乌黑深邃的眼眸。这张脸可以看。说吧，你是谁？为何要抓我？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慕容浩心尖上的人。大哥，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只不过是慕容浩随便养在外面的一个女人而已，怎么就成他心尖上的人了？好，不是心尖上的人，会给你配他顶级天字号的暗卫，莫不是他疯了吧？唉，你自我想象的能力不错，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为何抓我？我和他有血海深仇，我要让慕容浩看着他的女人在我手里，他是什么样的表情？我就想看到他痛苦的样子。你说，我放消息出去，你在我手里，他会不会来救你？血海深仇？他杀了你父母，抢了你妻儿，还是灭了你九族？这倒没有，他断了我的手指，这断指之仇一定要报。断手指就要杀人？我以为是什么事呢？既然他断了你一只手指，你也断了他一只手指就行了，干嘛要打打杀杀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好好回家和妻子孩子热炕头不好吗？好日子不过，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说得倒轻巧，我断你手指看看，你想不想杀我？不想，我没有杀人的爱好。等一会儿慕容浩来了，我要让他尝尝失去心中所爱的痛苦。你等着吧，你那么牙尖嘴利，也要让你尝尝失去慕容浩的滋味。哦，那我们拭目以待吧。你先能打得过慕容浩再说吧。他知道慕容浩的武功在东胜国那是数一数二的，他有这自信。听到他要杀慕容浩，林云熙一身怒气，原来就是这次一直骚扰慕容浩的生活呀。一会儿不把他给废了，他就不叫林云熙。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男人戴上面具走出了屋子，关上了门。上京城内，慕容浩集结了瑞王府所有的暗卫，打马分4路，出了4个城门，寻找林云熙的下落。当他正往北门去的时候，传来天一的声音：“回王爷，在正西门方向发现林姑娘丢下的珍珠，走，往西面找。”慕容浩一个转身，奋力打马往正西门而去。往西寻找的暗卫陆陆续续来报，一路上捡到了10多颗珍珠。他们一路寻找珍珠，一路上快马往前，直到找到第30颗珍珠的时候，发现了一处木屋。所有的暗卫准备就绪之后，慕容浩找来了天一。天一，林姑娘应该在那间屋子里，你们一会儿在外面护着，本王进去救她。是，我们会誓死护着王爷和林姑娘。好，行动。当他们靠近木屋的时候，一道冷冷的声音响起：“慕容浩，我们又见面了。”就这一声音，慕容浩就知道来人是谁了。他在边境很多年，经常和这人打交道，化成灰他都能够认出他来。西域国3皇子朱宪南。朱宪南，本王的女人呢？她确实是你慕容浩心尖的女人，带了那么多暗卫来救他。不过今日不知道你还能不能见到她。她现在能呼吸的空气越来越少。你把她怎么样了？没怎么样，她就在屋子里。要不你自己进去看看？慕容浩不废话，直接拉出长剑，直指眼前的朱宪南。一时间，院子里2拨人马混战开来。天一飞身跳上了屋顶，和朱宪南展开了厮杀。慕容浩飞身进入屋子里，推开门之后，他关上了门。映入他眼帘的是屋内有一座铁质大钟，不用多想，丫头定然是被困在里面了。丫头，你在里面吗？慕容浩，我在里面，你在外面试试能不能抬起大钟。慕容浩在外面听到了他的回答，松了一口气儿。他就怕这丫头在里面窒息了。他试着拿起大钟的边缘部位，可惜这大钟的重量实在是太重了，无法移动。丫头，别怕，我再试试。你在里面什么都不要动，保持均匀的呼吸。慕容浩，如果抬不起来，你就试着用力气在钟的边缘戳一个口子，我只要有口子就能出去了。慕容浩听到他的话，直接拿起剑，在一边缘处用力的挖着。林云熙在里面听到声音，找到了具体的位置。他也在里面用匕首在慕容浩挖的位置挖下去，不一会儿，2个人就在地下挖出了一个很小的洞来。慕容浩看洞能伸手进去，他用手握住了钟的边缘处，一个使劲试图抬起大钟，但是这大钟实在是太重了，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就抬不起来。慕容浩，把你的剑伸进来一些，我就能出去了。钟都抬不起来，他如何出来？慕容浩虽然疑惑，可是他也听令照做了，把剑伸入了洞口。好了，把剑拉出去。慕容浩把剑拉了出来，只见一个晃眼的功夫，林云熙就不知道从何处跳了出来。慕容浩，没事了，不用担心了。外面那人应该就是要买凶杀你的人，我出去杀了他。那人是西域国的3皇子，杀不得会引起2国的纷争。
那他还天天追杀你。留他一命，给父皇处置，或许能换回一座城。好，留他一条狗命。两人走出门，就看到了外面的厮杀。丫头，你在屋里等着，不要动手，注意安全。随后，慕容浩飞上了屋顶。朱谢南，和本王交手多年，你还不服输？朱谢南看了看慕容浩，又看了看屋顶下的林云熙，他大吃一惊。他怎么出来的？那钟那么重，一个人如何让他出来的？这个就不需要你管了，你就只管受死。慕容浩说完，拔剑就刺向他。朱谢南回过神儿，拿起长剑就对抗起来。两人飞身而起，手起刀落之间，双剑碰撞，电光火花四溅，天空瞬间就划过了多道剑影。两人不分上下的打了一炷香的时间，只见慕容浩找准时机，一个反手便将剑划过了朱剑南的肩上，最后他用剑顶住了他的脖颈。让你手下停手，都给本王停下！下面交手的黑衣人和暗卫纷纷停手。敢追杀我的男人，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丫头别冲动，留他一条狗命。王爷放心，我不会让他死的，只是让他长点记性而已。只见他手上拿着3支银针，手指一挥，银针就分别飞到了朱谢南的脖颈、胸前还有腹部。死女人，你对我做了什么？没什么，不会要你的命的，只是让你半年内不能人道而已。下次再敢对我男人下手，就不会这么简单放过你了，那就是断子绝孙的惩罚。天一，把这些人打入大牢，由父皇定夺。是。其余人回王府。王爷，这里离青山寨是不是不远了？不远。要不王爷送我回青山寨吧？啊。他一把抱起林云熙，带他上了黑色的骏马，直奔青山寨。骏马之上，两人没有说话。林云熙只觉得慕容浩抱着他的手臂越来越紧了，他低声道：“王爷，你抱我太紧了，有点热。”给本王受着。这又闹哪出啊？生气了？今日是我被劫持，他不应该心疼我吗？唉，看来两人刚刚谈恋爱，还是要多磨合才行。所有暗卫退后3丈守着。只见慕容浩拉着他的胳膊进入了主屋，他双眸深邃地看着他，那怒气都快要溢出来了。林云熙，本王和你在一起会少活几年。王爷，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又给本王装，你明明有很多机会逃跑，你为何不逃？你知道吗？本王听到你出事，本王心急的都快碎了。王爷，现在不是没事吗？没事，本王不去救你，你能出那个大钟？是有点难。你为什么总是一身犯险？你想过本王的感受没有？本王很怕失去你，你知道吗？慕容浩，你别推开我，认真听我说完好吗？慕容浩感受到他柔软的怀抱，哪儿还舍得推开他呀？你想说什么？本王听着。慕容浩，我来到这个世界，一切都是陌生的，你是我唯一能信任和心爱之人。你可以不高高在上，可以不大富大贵，但是我要你平安顺遂，所以我会不留余力的守护你，不想让你被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追杀。我讨厌你犯险，就像你讨厌我犯险一样。是的，我是有无数的机会可以逃跑，可是如果我逃跑了，我就没有办法知道到底是什么人一直在追杀你，你就会一直陷入那种无法预测的危险中，这是我没有办法容忍的。不过你放心，我很惜命的，我只做我有把握的事情，我不会让那些坏人伤害到我。我知道你现在生气是因为担心我，其实我的心里特别高兴，因为这证明慕容浩是爱着我的，我所做的这一切也都是值得的。慕容浩，你说对吗？这话还没说完，慕容浩便俯身堵上了他的唇。他是多爱自己才会以身犯险，为他找出刺杀他的真凶。他还生林云熙的气，这真是不该。两人呼吸凌乱，彼此深探对方的唇齿。这一吻让他们忘却了刚刚的矛盾，只记得彼此的爱意。一阵狂风暴雨的拥吻过后，慕容浩离开了他的唇。丫头，对不起，本王不该对你生气，本王就是太紧张你了，原谅本王可好？不用对不起，王爷没有错，我很喜欢王爷紧张我的样子。好了，王爷你不要再这样了，我这不是没事吗？还把买凶之人给收拾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嘛。高兴。哎呀，死丫头，本王不在时，他们有没有对你怎么样？王爷不是看到了，我现在完好无损的站在你面前，他们不是我的对手。下次那个什么朱宪南再敢来骚扰我男人，管他什么两国邦交，我直接把他杀了。你这次也真够狠的，让人家半年不能人道。哼，我差点让他断子绝孙呢。王爷，你说皇上会如何处置他？他可是要刺杀当朝皇子啊！如果本王没有猜错的话，父皇应该会拿他换一座边城回来。一个人换一座城倒也划算，不过再有下次，他必须死。那么恨他？感动我的男人，不死也要残。哎，好了，一个女人家不要打打杀杀的，给本王做好吃的吧。本王过了晌午还要回京复命呢，想你的好少一了。好，
现在就给王爷做，再亲一个。有女人像你这样不害臊的吗？没等他回答，慕容浩就吻上了他娇柔的唇瓣，两人呼吸乱了又乱，唇齿间吻得忘情。这是丫头在路上丢的30颗珍珠，现在物归原主，日后本王再找一些送给你。看着这失而复得的珍珠，林云熙一脸的猜谜样。哇，我的珍珠还能找回来，太好了，多谢王爷。那么喜欢珍珠啊？喜欢它低调的光感，温润如玉的触感，看着这些珍珠，让人心情很平静。要不本王弄一个珍珠项链给你？不要，我就喜欢这一颗一颗的，那么大的珍珠项链戴出去有多扎眼啊！慕容浩还真是第一次看到有女孩子不喜欢首饰，喜欢这一颗一颗珍珠的。他想到了什么？哎，丫头，你不说本王都忘了问你，本王给你定做的那些衣服，你都不喜欢吗？没见你穿过。王爷送的衣衫那自然是极好的，但是太华丽了。我一个大夫，总不能穿着那么华丽的衣衫给人看诊吧？待以后我做了王爷的王妃之后，一定穿得漂漂亮亮的。好，丫头总有自己的想法，本王就不管你这些了。王爷对丫头最好了。今日陪同的暗卫比较多，林云熙做了好多的菜，院子里和主屋里的2桌都摆上了美味佳肴。王爷，叫暗卫们过来用膳吧，他们天天吃干粮，今日他们有功，我请他们吃饭，如何？好，你安排就好。王爷最好了，我们在屋里吃，他们坐屋外。他的嘴总是这么甜，动不动就会来1-2句夸自己的话。慕容浩此时那是满心的欢喜，看了看桌上的饭菜，酸溜溜的逗他。天2天3跟着你享福了，本王可是听说他们的伙食非常好，比本王都要好。怎么可能？若是我在王爷身边，肯定给王爷做最好的，哪里有他们的份？好，从你这小嘴里说出的话，总能让本王开心不已。就是要让王爷开心，这是丫头的本分。慕容浩心情大好，他一声令下，你们都过来用膳吧。林姑娘答谢你们今日救了她。暗卫听令，齐刷刷就来到了院子里。主子，你这手艺真是天下一绝啊！王爷有福了。那是必须的，王爷认识你主子那可是有福了，但是你主子我认识王爷更有福，王爷对我可好呢。主子，你和姑娘家也不害臊啊，王爷都听着呢。王爷喜欢听我说情话，王爷你说是吧？吃饭就吃饭，哪来这么多话？哦，好，吃饭。林云熙看到他微红的耳尖，算了，不逗这纯情的大男孩了。最后暗卫们吃好了饭，跟着慕容浩打马离开了。大当家什么时候回来的？也不叫我去接你。知道你忙，我就不打扰你做事了。你这要去哪？大当家说什么话？再忙也要去接当家的。不过现在当家都回来了，就不用接了。属下昨日和徐掌柜约好了，今日要去和他谈冰块的事情。大当家先回寨里歇息，我晚点回来再和大当家汇报寨里的情况吧。你可要去文山村？是的，我们的冰块就是在文山村交易的。文山村可有教书先生？大当家要招教书先生，文山村好像是有一个村办学堂，里面应该有教书先生。大山，我和你去一趟文山村吧，看看我们冰块交易的地方，顺便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教书先生。好，大当家请。大当家为何要找教书先生呢？咱们寨子里很多兄弟都不识字，我现在需要用人，寨子里的兄弟们都兢兢业业地跟着我干活，我想用他们要懂礼识字才行。这是他的计划，他早有宏图大志，日后他的生意一定会越做越大，会用到很多人。林云熙想先从寨里的兄弟用起。大当家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安排？果然是我的二当家，我说一些话你就能知道我有新安排。那必须要懂大当家的意思了，像当家说的不进步可不行。好，我告诉你吧，我在京郊呢弄了一些土地，我想抽调我们寨里的人去那边干活，以后呢应该都会在那边生活了。但青山寨是我们的根据地，这3座大山还是需要有人守着的，留守的人必须要能带起来才可以。所以我现在想找教书先生到寨里教他们学识字认道理，以后我们的生意做大了，我也能够有自己的兄弟出来帮我。大当家真厉害，才出去了20几日就有能力带我们兄弟出去了。我王大山会一直追随大当家。大当家你不知道，我王大山才认识大当家2个月，现在生活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很感激你，真的，我以后带着那些兄弟好好干。好了，大山，你我的相遇是缘分，不要老是说感激的话了，好好干你自己的活，对得起自己就好了。都听大当家的。俩人聊着就来到了文山村徐掌柜的冰块库。王大山远远地望过去，就看到徐掌柜正拉着一位身材娇俏的女子在屋前看着风景。徐掌柜久等了，今日我带了我们大当家过来看看。二人转身，只见徐掌柜身旁的女人竟然是苏七七。2个女人看了看对方，都是露出惊讶的神情来。见过大当家，这位是在下的爱妾苏七七。见过徐掌柜，见过七七娘子。这位是青山寨的大当家？正是。哦，大当家真是厉害，
什么地方都有你的身影。你们2人认识？不认识。林云熙听到苏七七的回答，知道他不想旧事重提，林云熙也不想再探究下去。大当家，今日您既然来了，在下就想和您谈谈这冰块供货数量的问题，如何？徐掌柜，这些呢都是我的2当家王大山在管的，你和他谈就可以了。我和王大山谈过了，现在天气是1年中最热的时候，现在很多商铺都找在下供货，在下想多和你们拿货。王大山说可以加量，但是加的量还是不够。大当家，你看能不能多给点量给在下这边？林云熙看了看王大山，大当家，最近冰块热销，冰块组的兄弟们全部都用上了，都在加班加点的，已经到极限了。有没有从其他组调派兄弟过来帮忙？这倒没有，我以为其他组的兄弟不能调。可以的，现在冰块这么热销，这样吧，你先应下徐掌柜的要求，晚些我们回去调派人手，毕竟冰块这一生意就这2个月的热卖期了。好，听大当家的，我现在就和他谈，他要多少就供多少，对吧？你和他谈吧，我先到村里四处看看，你忙完过来找我就可以。是。林云熙和徐掌柜见礼后，就走出了存冰块的小院子。天三，这苏七七怎么会在这儿？主子不知道啊，我以为天一有和你汇报呢，应该是他忘了。当时王爷叫天一处置了那苏七七，叫天一把他赶出京城，找个人家做小妾也行。天一这不是天天跟着王爷，哪里知道哪家要纳小妾啊？他和风清镇五味楼的张掌柜有些交情，就找张掌柜帮忙。刚好徐掌柜是张掌柜的朋友，知道他要纳妾，就这样，徐掌柜就纳了苏七七为妾。主子，你不知道，这苏七七进了徐掌柜的家门，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深得徐掌柜的宠爱。徐掌柜到哪里都带着他，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当家主母呢。天三，你可以啊，这情报说的像八卦新闻一样。今晚赏你好吃的。嘿嘿，多谢主子，知道主子喜欢听这些，当然要打听清楚了。天二在一旁翻着白眼儿看着天三，天三回他一个得意的鬼脸。请问3位到我们学堂是有何事啊？教书先生您好，我叫林云熙，这次来打扰先生，是想请先生帮忙教我的弟兄们读书识字。你的弟兄们多大岁数？他们有的10几岁，有的20多岁。哦，他们是什么人？为何这么大年纪还要读书认字？爹爹，娘亲让我们叫你回家用膳了。林云熙随着声音看去，只见2位大约14、15岁、貌美如花的双胞胎姑娘向学堂里走来。好，爹爹这里还有客人，你们回家让娘亲等等，爹爹忙完就回家。娘亲说了让我们和爹爹一起回家。好，那你们在边上等着，爹爹马上就好。姑娘见笑了，小女们不懂事。没有，我很羡慕先生有幸福的家庭。姑娘这是何意？我从小就没有父母，所以很羡慕幸福的家庭。姑娘节哀。没事没事，我现在也活得好好的。先生，我们刚刚说到哪儿了？说到你的弟兄很大年纪了，还要读书认字。是的，先生，我先来说说我是谁吧。名字呢，先生已经知晓了，我是你们村旁边3座大山青山寨的寨主。我的弟兄们很多都没有读过书，他们不识字，现在和我做事有些吃力，所以呢，我想请先生到我们寨里去教他们识字明理。你们是山贼？先生，不是的，我们只是住在这山里而已，我们不偷也不抢，靠自己的双手劳动生活，不是山贼。老夫之前可听说过青山寨的人有抢别人家粮食的。那是之前的事情了，我接管的2个月来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了。现在我们寨里都自给自足，还过上了好日子。先生不信，可以去我们寨里看看。老夫可不教什么山贼，你们请回吧。他们我看不上，也教不起。先生，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可以付给你酬劳，而且我以后可以给文山村的学堂捐献笔墨纸砚。你走吧，不是钱的问题，老夫就是不想教这等人。先生，你说的这等人是什么意思？先生还是读书人呢，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真让人心寒。是，我的弟兄们之前有犯过错误，但先生必然是听过这样一句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他们现在兢兢业业，靠着自己的双手劳作，获得了不错的生活，他们难道不应该被原谅吗？还有，先生口口声声仁义道德，但是先生满脑子里却把人分为了3、6、9等。我一直认为，人生来就该是平等的，大家都有同样珍贵的生命，这些生命都应该被珍视，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公平的权利，特别是教育的权利。先生就仗着自己读过几年书，就这样藐视其他人，你不觉得你太肤浅了吗？如果先生您还认为您不愿意教我的弟兄们，
那我也无话可说。也许先生的思想和我背道而驰，那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走就是了。教书先生听林云熙说出了这么一大段话，他愣住了。教书先生在思考着林云熙刚刚说的话，人生来就该是平等的，大家都有同样珍贵的生命。他这教书育人多年，从来都没有人敢反驳他，他也从来都没有听过如此奇特的观点。姑娘，你说过会为我们文山村的学堂提供笔墨纸砚，对吗？你可知这些东西不便宜？本姑娘说话算话，现在就可以和你签书契。还有，我会付你每月30两银子的月钱，你看合适吗？李云熙又看了看先生的2位女儿，这看着是有接受过教育的女孩，应该也可以一起去寨里教书的。他试探着说道：如果先生有其他人可以介绍，我还想多请2位先生，月钱也是30两1月，毕竟我寨子里有300多号弟兄要读书识字。姑娘，老夫白天的时候要在村里的学堂教书，就不知道能不能晚上过去寨里。我知道先生的这些难处，我是这样规划的，先生白天就在村里教书，每日傍晚用过晚膳后，我让我的弟兄们专人接送先生，夜晚就教他们1个时辰，但是要给他们留下第2日的作业才行，毕竟温故而知新。先生看这样可以吗？1日只需教1个时辰。是的，这些条件呢会和先生签书契。那姑娘，你要找另外2位教书先生，能不能是姑娘？当然可以，我只需要教会我弟兄们识字明理就可以，不管男女。老夫的2位女儿在我的教导下读过不少书，她们教认字儿是绰绰有余的，姑娘看可以吗？先生，当然可以，不过您要不要问问他们2人的意见再做决定？先生看向自己的双胞胎女儿，只见2人点了点头。爹爹，我们想去。刚刚听了姑娘的一席话，我们很认同她的观点。我刚刚和妹妹在旁边沟通了，我们也想用我们的所学，为这山里的人做点自己的贡献，而且还能赚银子。先生，既然你们3人都同意了，那咱们就互相介绍一下对方吧，可好？确实是老夫失礼了。老夫姓名为怀淑瑜，你叫老夫怀先生就行。我是姐姐，我叫怀子金。我是妹妹，我叫怀子佩。怀先生，你这里可有笔墨纸砚？我今日出门比较急，忘带了，要不咱们今日就把书契给签下吧。有，老夫这就去拿。说完，这怀先生拿了笔墨纸砚，递给了林云熙。林云熙思考了一下，开始动笔，一下就拟好了6份书契，一式2份，3个人共6份。几人签好了书契之后，怀先生好奇地问林云熙：我看林姑娘也是读书人，为何不自己教你寨里的兄弟？我是一个苦命的人，我的时间呢是用来赚钱养我这300号兄弟的，不是用来教他们的。教书就靠先生你们了，明日我就让我们寨里的兄弟来接你们。我还有事，就先回寨里了。好，多谢大当家，再会。林云熙走出了学堂，终于搞定了这读书人。今日收获不小，他开心地往回走，就看到王大山来找他了。大山，谈完了吗？他们需要多大的量？大当家，徐掌柜需要的量是之前的2倍，我都答应他了，还签了新的书契。好，咱们赶紧回寨里一趟，今日就多调派些人手出来。好，听大当家的。一路上，林云熙告诉了王大山，他要给寨里的兄弟们请教书先生的事情。王大山经过2个月和林云熙的相处，自然知道他做事情会想得很远。大当家放心，我这就回去鼓励大家好好读书识字明理，以后能独当一面，就像我一样。如若寨里的兄弟们个个像你一样就很好，我就能放心了。大当家就爱夸人，夸得我都感觉要更努力才行。大山，这段时间你做事很上心，寨里的事情都是你一人撑着，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不是我的夸奖。好好干，日子会越过越好的。都听大当家的。对了，明日呢，你作为2当家，就先去学堂接怀先生一家人到山寨里上课，后面再排班给兄弟们轮流接送就好，你不用日日跑。好的，明日我亲自去接他们。这边，苏七七和徐掌柜坐在马车里，往枫泾镇自家徐府赶。老爷，你和青山寨做冰块生意，你可有想过他们哪里来的这么多冰块？他们说他们冬天存的，量比较大。他们说老爷就信了。现在天气那么热，冰块存在什么地方都容易化吧？这老爷我就不知了，反正他们负责供货给我们就可以，能赚钱就行。老爷，会不会是有谁给他们供的货？老爷想不想跳过他们，直接拿到更便宜的冰块？苏七七想知道这青山寨的冰块会不会是8殿下供给他们的？这可不好查，我们只是一介商贾，书契都签了，还是老老实实做生意就行。至于是谁给他们的货，老爷我可不管，也不是老爷我能管的。
老爷，要不我为你查查如何？你一个妇道人家，不要查这些事了，老老实实侍奉老爷我就行。徐掌柜说完，就亲上了苏七七的唇，手已经不老实的在她身上游走。老爷和你说正事呢，别这样，大白天的，车夫都听到了。太妾不怕，他看不到啊。只见苏七七嘴角微抽，僵硬的表情迎上了徐掌柜的吻。他好恨林云熙破坏了他的美梦，让他被迫离开瑞王府，让他再也见不到他心心念念的八殿下。现在还嫁给这又老又丑的徐掌柜为妾。苏七七要查一下这林云熙的冰块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八殿下给他的货源？如果是的话，他要报仇。此时一个计策在苏七七的脑海里闪现。第二日一大早，天空阴沉，乌云密布。大山，你今日不做别的事情，安排出家具、茶叶、洗涤组的仓库出来，叫大家伙把自己屋内的凳子带到这3个仓库里。我请了3位教书先生，1个先生教3个组吧。你现在呢，马上去安排人清理仓库，好好弄一下。对了，现在呢，马上叫3组组长孔记做3块大黑板出来。这些事情都尽量在教书先生们来之前完成。好，属下马上去做。吩咐好王大山之后，他就来到了冰块组。周阳看到林云熙过来，连忙就迎了上去。大当家好久不见了，今日过来了。今日的冰块量是之前的2倍，我怕你们忙不过来，我也过来帮帮忙。大当家不用你帮忙，昨日大山和我都在齐组调派了很多兄弟过来了，现在他们都上手了，今日的冰块很快就可以做好。今日运送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不会，大山说了，和徐掌柜签的书契是早上送1次，傍晚送1次，我们这就有时间制冰了。不错，有你在我就放心了，好好干，我看好你。多谢大当家的赏识，属下认真干就是了。现在生活好了许多，我还没有机会感谢大当家呢。不用谢，这些都是你自己的努力。去吧，你能应付过来，我就不打扰你干活了。我到其他组去看看。好，大当家慢走啊。李云熙一边走着，一边想着周阳做事认真肯干，把制冰组安排的那是一个妥妥当当的，难怪王大山说他是所有组长中最出色的。看来以后可以好好培养一下这周阳，他也许是能独当一面的人。这边枫清镇大街上，一名女子戴着一顶黑色的围帽在大街上穿梭。这女子来到一间店铺，你们何掌柜在吗？姑娘，买什么直接买就是了，我们掌柜很忙的。我要出单。这一句话，小二明白了这姑娘的意思，麻溜的跑到了店铺后面，找来了何掌柜。听说你要出单，是，这边请。何掌柜把围帽女子带到了店铺后院，只见围帽女子在何掌柜的耳边说了些什么之后，何掌柜开口说道：“这单要500两白银，姑娘可给得起？300两如何？”姑娘请回吧。好，500两，今日可否行动？可以，先付一半定金。好。做完这些，这女子走出了采阳铺青山寨。周阳，今日的第2批冰块现在要去送了。是的，现在出发，一会儿就能回来了。你们一路小心，争取天黑前能回来。我看这天好像要下雨了，有没有带雨具？小心淋雨着凉。大当家放心，我们每次送货，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雨具都会带在车上，防止冰块被雨淋湿了。带雨具不是为了给冰块挡雨，是要给人挡雨的。你们不要本末倒置了。多谢大当家关心，我们先走了，赶在这天下雨前送到。好，一路上小心，快去快回啊！周阳很开心地带着兄弟们出了青山寨。当他们一行人走到一半路程的时候，忽然就见大约有20多个蒙面黑衣人从树林中跳了出来。此时林云熙在青山寨里等着王大山带怀先生一家3人过来。他今日不知道是为什么，这心情就特别的烦闷。他也没多想，也许是天气的原因吧。大约过了1炷香的时间，王大山一行人就把怀先生和他的2位双胞胎女儿带入了青山寨。怀先生和2位姑娘好，欢迎来到我们青山寨。你们可用了晚膳没？如果没有的话，我这边让食堂留了你们的晚膳。当家姑娘好，不瞒当家姑娘，老夫刚刚散学，王大山就过来接我们了，我们还没有用晚膳呢。那正好，我让人留了饭菜给先生们，咱们先过来用膳。咱们先用膳吧，一会儿就上课了。好，多谢当家姑娘了。怀先生也示意自己的2位双胞胎姑娘用膳。当他们夹了第1块菜放到嘴里的时候，3个人的表情都愣住了。当家姑娘，你们的饭菜怎么那么好吃啊？比我娘子做的好吃数倍。是吗？如若先生们喜欢吃，以后晚膳都可以在我们寨里用，我可以包你们的晚膳。这倒不用，我家娘子会为我们做膳食，可以过来偶尔用1次就好。那欢迎先生随时过来。
几人用了晚膳，林云熙和王大山就带着3个人分别去了不同的教室了。这边，你们谁是首领？出来说话！我是。你们是什么人？为何拦住我们的去路？哼，我们也不为难你们，让你们老实交代，这些冰块哪里来的，我们就饶你们一命。我们的冰块哪里来的？和你们没关系，这不是你们该管的事情。让开，不要挡路！你们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兄弟们，上！抓了他们老大，怕他们不说。兄弟们，抽家伙！双方开始了混战。周扬吹响了紧急信号。此时山寨里，林云熙和王大山一起在几个教室外穿梭着，观察他们兄弟们上课的情况。当听到这急切的哨子声时，两人对视了一瞬。天2天3，和我出山救援。大山，带些兄弟过来。林云熙疯狂地跑着，天2天3紧跟其后。王大山赶紧在一个教室里找了将近20名兄弟，拿着家伙就出了山寨。周扬这边，他带出来的弟兄们那都是有武功的，但是由于敌方人手众多，而且都是专业的杀手，渐渐的就败下阵来。搏斗间，2名弟兄在4名黑衣人的围攻之下，身中数刀后便倒地身亡。哼，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说说这冰块怎么来的，我可以饶你不死，不然你就和他们一起去见阎王吧。你想也不要想，受死吧！周扬不和他们废话，拿起大刀一个跳跃，飞身向前，直直地冲向那黑衣人首领。他的左手被一名黑人的大刀砍了一刀，周扬倒地。怎么到死也说不出这个秘密？你只要说出来，真能饶你一命。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你想也别想，要不你就直接杀了我，杀了我，你也休想得到答案。就在这个时候，只见外围的黑衣人纷纷倒地。周扬坐在地上，他看见林云熙向他跑了过来。这刚刚不是我弟兄们占上风的吗？怎么一瞬间全都倒地了？天2，检查他的嘴里有没有毒丸，小心他自杀。这人我要带回去严加审问，得找出幕后指使者。是。林云熙跑到周扬面前蹲下来，看着这满身伤痕累累的大汉，他心中的怒气无处发泄，双目泪花都在打转了。大当家别哭，这次是意外，我们带的兄弟不够多，以后会注意的。我的手没有多大事，断了就断了，我不是还有右手吗？放心，我不会让你的手断的。现在马上和我回寨里。大当家，那这冰块呢？王大山马上就过来了，我让他去。就在这个时候，王大山带着20多位弟兄到了，看到这满地的尸体，他惊恐不已。周扬，怎么回事啊？到底是什么人干的？你的伤怎么样了？大山，没事，我的左手应该是断了，不过我人还在。你去看看其他兄弟吧。刚刚在搏斗中，我看到有2名兄弟不行了，具体的还要大山看看。大山，我要带周扬回去做手术，他的血一直在流，非常危险。你先带你带来的兄弟们去送货，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黑衣人的尸体处理了。咱们兄弟死伤情况你统计一下，兄弟们的尸首带回寨里。大当家，你先回去救治周扬吧，后面的事情我来处理就好。我忙完了会赶紧回寨里的。他看到周扬双唇变白，没有一丝血色，应该是失血过多所致。他在检查了一下周扬的左手之后，发现他的左手手腕上的手筋还有几根血管都被挑断了，伤势非常严重。他走出周扬的屋子，吹响了他的口哨。各族族长听到这口哨声，知道是在呼叫自己，赶忙就冲向了青山寨的大广场前。只见天3一个飞身飞跃到了广场中央。大当家吩咐2组、3组族长，现在需要你们2组各找来40名强壮的兄弟过来。大当家需要大量的血液救治周扬，动作要快。周扬救回来了，他没事了。现在谁在外面？回大当家，王大山和所有族长一夜都候着，都在外面。你有何吩咐，只管说。好，你们去找3个人过来，我教教你们如何照顾周扬。就2、3、4组的组长吧。3人来到林云熙面前，他吩咐道：周扬刚刚做完手术，还很虚弱，我的吊针里面有营养液，他这几日呢只能吃一些流食，比如白粥这些好刻画的食物。还有，他今日还要打这2瓶吊针，打完之后换下来就行了。一会儿我就教你们如何拔针。大山，昨晚咱们几个兄弟伤亡情况如何？回大当家，有4位兄弟在这次事情中不幸身亡，3名兄弟受了轻伤，我已经给他们上药了。4位身亡，可有查出是什么人干的？回大当家，昨夜天2严刑拷打了那黑衣人，他说他们是丰金镇残阳铺的人。咱们青山寨和残阳铺有仇怨吗？回大当家，我们最多就是抢过2、3家百姓的吃食而已。我们青山寨还算是本本分分的，没有得罪过什么江湖上的组织。那黑衣人说他们残阳铺有做杀人买卖的生意，他这次来就是受人所托，来打探我们的冰块从何而来的这个消息的。买凶之人应该只有他们掌柜知晓。天2何在？天2在。
给我去查残阳铺，一定要找出这买凶之人，我要他碎尸万段。是。王大山，身亡的这4位兄弟可有家人？回大当家，3位兄弟都是孤儿，没有家人，有1位还有60岁的老母亲在文山村住着。你拿一笔丰厚的抚恤金去给他母亲，让他安享晚年，把他们都葬了吧。你找地方葬好后告诉我，我去拜祭他们。好，我这就安排下去。我也累了，天三，送我回我的小院子休息，我下午再过来看周阳的情况。今日东岳林军有建兵演练，他要去主持这次演练，增强士兵们的士气。这刚刚来到营帐，天一就呈上了一张纸条。慕容浩大喜，一大早的消息一般都是压头的。他嘴角微勾地打开了纸条，可是当他看着这纸条上的字的时候，微笑便慢慢的消失。看完字条之后，走出了营帐，开始主持建兵演练。主持完了建兵演练，他叫来了荣副将。我们八殿下这是怎么了？一个上午都摆出那么严肃的表象，士兵们可怕你了。今晚本是本王守着演练的，现在换你来守着吧。不是吧？我昨晚才守着步兵演练，我今晚还约了我的相好给他买珠钗呢。本王的女人在京郊出了点事，本王今日要赶过去一趟。出什么事了？这你就不用打听了，今夜你守着就行。行吧，谁叫你是我老大呢？为了你的幸福，我为你守着。唉，只能通知我相好改日了。本王不会亏待你的。光说不练，来点实际的。天一，给他50两黄金。只见天一一个闪身出去了，不一会儿手中多了一个盒子。哇，果然是为了女人什么都舍得，以前没见你这么大方。给你就收下，本王先走了。说完，慕容浩就骑上自己的黑色骏马，带着10几名暗卫打马前往青山寨。青山寨，林云熙一直从上午睡到了中午。这个时候，王大山来到他的小院子，认真的和他汇报：大当家，4名身亡的兄弟已经下葬了，大当家是不是要去看看？你带路吧，我和你去。王大山看了看乌云密布的天空，提醒道：大当家，这天要下雨了，我们带上雨具吧。好，帮我拿上我屋里的雨伞，咱们走。说完，王大山带着林云熙和天三来到离青山寨不远处的山林里。这4个墓很简单，但是周围都打理得干干净净的。林云熙看到王大山都准备好了祭祀用的祭品，他走上前点燃了3支香，为4位兄弟上香。众人跟在他后面一起行上香礼后，他让他们先回山寨，只留下了天三陪着他。林云熙看着燃烧的蜡烛，很多思绪划过脑海。他记得他在现代的时候和一位同事出了一个抓毒贩的任务，那位同事死在他面前的场景，他也像现在一样送走了他熟悉的同事。他才20岁，就已经经历过2次这样的事情了。他此时真的是很难过，揪心的痛袭来，泪水划过双眸，不停地滴落下来。他恨这弱肉强食的年代，为什么能如此滥杀无辜？这几个兄弟正是美好年华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好起来，就这样走了，他真的好恨。此时天空电闪雷鸣，闪电划过天际，一阵阵雷声响起。而在这个时候，一个高大的身影慢慢地走进林云熙。丫头，下雨了，快上来，本王背你。林云熙此刻缓过神来，看到慕容浩的瞬间，泪水就像决堤的洪水，无法停下来。每每这男人出现，他总觉得自己有了依靠，有他在，总能够让他觉得他还是个女人。林云熙俯下身，乖乖地靠在了慕容浩的背上，让他背着。慕容浩，我好痛，好累。丫头，别哭，乖，我们回家。丫头，去沐浴吧，小心着凉了。林云熙此时情绪不是很高，点了点头，他突然就感觉到脚下一轻，慕容浩把他打横抱起来，朝着浴房走去。你今日来月事了，就冲着洗吧，水很暖和，好好洗洗。王爷怎么知道我来月事了？本王的鼻子很灵的，去吧，沐浴好了出来用膳。刚刚天三和本王说了，你的早膳和午膳都没用，怎么那么不听话？没胃口，不想吃。那就先沐浴，别着凉了。看他如此温柔地对待自己，林云熙像是又活了过来，急匆匆地走进了浴房。当他沐浴好之后，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厨房点着蜡烛，他走近就看到慕容浩在里面忙着。王爷，还是我来吧。本王都弄好了，你在屋里等着吧，别出来了，屋外雨大风大的。亮晶晶的泪珠不争气地落下来，他跑进厨房，从后面抱着他的腰。
慕容浩，我林云熙何德何能，能让你对我这般好？我慕容浩觉得你配，你值得。丫头，别哭了，有本王在，不会有人再欺负你了。我这不是哭，我只是有点感动。傻丫头，本王受伤的时候，你不也是这样照顾本王的吗？但就是想流泪，止不住。好，那现在你哭完了，哭完了用膳，如何？好，慕容浩，你抱抱我，丫头很喜欢你的怀抱。好。两人在厨房相拥着，远处天儿刚从风清镇办事回来，他看到天三那满眼羡慕的眼神儿，看啥那么出神？王爷一到，主子终于活过来了。你知道吗？王爷刚刚给主子烧水沐浴，还为主子炖鸡汤，还有那个什么红糖姜汤。我跟了王爷好多年了，都不知道王爷会做这些。哦，是啊。自从王爷认识我们主子后，就像变了个人一样。以前从来没见他做过什么粗活，认识了主子后，什么粗活都干了。还是我们主子厉害啊，把王爷拿捏得死死的。人家王爷这是享受这样的相爱过程，什么拿捏不拿捏？我们主子对王爷的好，那也是没得说的。他俩应该算是遇到真爱了吧？也许真爱就像他们一样吧，真羡慕。哎，不羡慕了，好好当差吧。我们这样的人呢，就别想了。丫头，我们先用膳，晚点我们再抱抱。你一天不吃东西可不行。好，听王爷的，我来帮你吧。不用了，就是端过去，本王来就行。你来月事不要劳累，去屋里等我。哪有这么夸张？我昨日还做了一个大手术呢。我知道我丫头厉害，听话，去屋里等着。好，遵命，我的王爷殿下。王爷，那么多菜啊，咱们一起吃。一起吃。你先喝点鸡汤暖和暖和。林云熙几乎是一日没有进食了，刚刚喝了口鸡汤之后，才感觉自己又活了过来。原先冰冷的四肢暖和了许多，他大口大口地吃着饭菜，要把体力补回来。慕容浩看他像饿狼般的吃相，嘴角露出了好看的弧度。王爷，你脸上脏了，我为你擦擦。丫头好好吃饭，本王一会儿沐浴就好了。多吃点，你这小狼崽儿今日是饿坏了。好，那王爷也吃。一起吃。两人用完了晚膳，慕容浩叫天三进来收拾碗筷出去。他叫来天儿，严肃地问道：天儿，昨日那事可有查到是什么人干的？回王爷，属下去了风清镇查了那残阳铺，他们的何掌柜被属下控制后，掌柜说那人还有一半买凶的现银没有付。后来属下顺藤摸瓜找到了买凶之人。买凶之人是何人？买凶之人是冰块商徐掌柜的小妾苏七七。林云熙听到这个名字，双目怒气蒸腾。他没想到当时放他一马，竟是换来林云熙兄弟的杀身之祸。有些人内心坏掉了，一辈子都是坏的，不能妄想他会悔改。林云熙此时真懊悔自己当时不能心狠手辣一些，在苏七七谋害冷嬷嬷的时候就把他给解决了，也就不会出现昨日的事情了。这是一次教训，这一次他再也不会放过苏七七了。这个女人一定要死。天一，今夜把苏七七解决了，这个人不能再留在世上。王爷，还是让我动手吧。他哥哥毕竟对你有恩。他哥哥苏达对本王有恩，不是他对本王有恩。这样的人不配活在这个世上。本王动手就行，不能让他污了你的手。你的手是拿银针治病救人的。去吧，处理看见些。那个徐掌柜的嘴，最好也封严实了。是，天一领命。这一晚，徐掌柜吸纳的小妾苏七七溺死在了自家的池塘里。徐掌柜一张草席把她给裹了，丢进了乱葬岗。这边，林云熙看着外面雨已经停了，想着本应下午去看看周阳的伤势，现在拖到了傍晚。王爷，周阳今早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现在我也得去看看他的情况。你就在屋里沐浴等我吧，我和天二天三过去看看，一会儿就回来。本王和你去吧，本王好久没有去青山寨了，一起去看看。王爷，你身上也淋湿了，丫头怕你着凉了。傻丫头，你不记得本王有真气吗？你用真气弄干了衣服？算你聪明。走吧，你沐浴过了，本王背你。这慕容浩今夜真是把我宠上天了，那么多暗卫在一旁，我不怕了。不用，那么多暗卫都看着呢，我自己走就行了。本王的话也不听了，上来。林云熙只好乖乖地爬上了他的背。今日他背了他2次，林云熙发现除了他的怀抱，他的背也好舒服。听说你为寨里的兄弟们请了教书先生？是的，我想呢，日后会有很多事情要发展要壮大，我想用他们首先要识字明理才行。
丫头，你很有远见，有什么事情需要本王支持的吗？暂时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会和王爷开口的。一定要开口。本王是你的男人，记住了，有困难和你男人说，你是有男人在背后撑腰的女人。好，有这么好的夫君，真幸福。你叫本王什么？再叫一遍。夫君啊，王爷喜欢。喜欢，喜欢。大当家你过来了，哎呀，当家夫君也过来了。哟，大当家这是怎么了？这是不是哪里受伤了，让当家夫君背着？慕容浩，你先放我下来。王大山，你们当家的昨夜做了一个大手术，累坏了，让他在我的背上休息一下。周阳在哪个屋住？我带他去看看他。哦，原来如此，就在那边，我带你们过去。林云熙满头黑线，今晚这慕容浩又抽风了，把他背得紧紧的，怎么都不肯放他下来。他可是这青山寨的老大呀，这以后还怎么混江湖啊？慕容浩，你最好放我下来，不然今晚有你好看。本王很期待你今晚的表现。你，好吧，好女不和男斗。哼！来到了周阳的屋子里，慕容浩终于把他放了下来。林云熙来到床前，周阳此时已经苏醒了过来。周阳看到大当家的过来，刚想要起身行礼。周阳，你先不要动，你还有伤在身，不必如此多礼。谢大当家的救命之恩，周阳会用一生报答大当家的。族长们都说，昨夜如果不是大当家，周阳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周阳这条命以后就是大当家的了，任由大当家差遣。别说这话，此事本是因我而起，我还觉得抱歉呢。要不然咱们就算扯平了，如何？大当家什么话？不要这样想，属下这条命就是大当家你的了。好好好，你的命还是你的，以后呢好好干活就行了。你的手臂我看看。看了看他的伤口，拿出药箱里的碘伏和棉球，给他全面消毒了一番。林云熙给他配上了止痛药、消炎药，然后就交给了王大山，告诉王大山应该怎么样服用之后，又开口和周阳说道：你的左手以后会没事的，虽然手筋被挑断，但我接回来了。这段时间呢，一定要好好养着，后面多做些康复训练，还能和以前一样使用的。大当家，是真的吗？手筋断了还能用？属下以为我的左手算是废掉啊。本大当家有骗过你们吗？那倒没有，太感谢大当家的了。好啦，你好好休息，你这样的体格恢复起来很快的。这段时间呢，切记不要沐浴，就叫王大山帮你擦擦身体吧。只听旁边慕容浩轻咳两声，提示他不要说的那么直白。这不是在看病吗？这男人又要抽风。哦，当家夫君今日也过来了，刚刚属下没有看到您，失礼了。无妨，你好好养伤，不让你们大当家那么累就行。这男人这话是怎么说出来的？真是无语。慕容浩的这话真具杀伤力，弄得满屋子的人都尴尬不已。林云熙只好再交代其他注意事项，让周阳好好休息之后，带着慕容浩就离开了周阳的屋子。慕容浩，你干嘛呀？我刚刚在看病，你怎么能说那样的话？本王说的是实话呀，他要好好养伤，不然你天天跑的都累啊。本王就是不想你累，没有错吧？好吧，看在这个合理的解释的份上，看在他大老远跑来照顾的份上，我忍了。王爷，叫你的安慰去食堂用晚膳吧，我和你在寨里走走如何？你好久都没来寨里了，寨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带你去看看。好，本王陪丫头。林云熙拉着他来到一个空着的青山砖瓦房里，以后这些都是给弟兄们娶媳妇住进去的，他很喜欢这样的设计。慕容浩，你看这样的设计你喜欢吗？现在啊，他们是一人一间房，等以后有人成亲了，他们就可以分得一个套间，够一家人简单的住着。虽然没有京城的宅子大，但是对他们来说算是有一个家了。慕容浩看他用充满期待的眼神看着自己，他笑了。林云熙就像是一束光，总是能够温暖身边的人，让人一直想要靠近他。你设计得很好，他们有了家一定会幸福的，这幸福是你带给他们的。真的，王爷也这样想。那当然啦，也不看看你是谁的女人。好，我是慕容浩的女人，还以为在表扬我，原来是在表扬你自己啊。那是自然，我慕容浩看上的女人就是厉害。甜言蜜语，走，咱们再到其他地方看看。林云熙拉着慕容浩的手来到了正在上课的3个教室，两人来到一个大教室，教室里灯火通明，下面的兄弟们都在认认真真的看着讲台上的先生授课。哎呀，丫头，你很好。此时慕容浩不知道该如何用词来形容他眼前的女人，他总是能够为他人着想，筹谋他人的未来。一时间没忍住，他将林云熙拥入怀中，久久都不舍得放开。
嘿，看看我们大当家呀，害羞了，脸都羞红了。是啊，两人真幸福，到哪里都黏着，哎，真羡慕死人了。大当家，我们还在上课呢，你们这样不太好吧？打扰大家上课了，你们继续，快走快走。说完，猛地拉住慕容浩的胳膊，逃也似的离开了车祸现场。两人跑了一段路，慕容浩握住他的手腕，挽着他纤细的腰身，一把把他搂住。看了看这地方没人，他俯下身，温柔的唇瓣附上了女人红润的唇，两人狂吻在一起，呼吸乱了又乱。此刻的世界就只有他们二人，他们能够感受到对方的爱意。一阵狂风暴雨的深吻后，两人停歇下来。林云熙红着脸说道：“慕容浩，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慕容浩此刻的心脏还在扑通扑通的狂跳，听到林云熙娇柔的声音，他瞬间理智回归，点了点头。两人刚走到靠近寨门的食堂时，暗卫们唰的一下就队列整齐的出来了。慕容浩突然把林云熙打横抱起来，一直往他们的小屋走去。慕容浩，要不你放我下来吧，我自己走。你来月事了，不要劳累。王爷，你是不是太夸张了？我现在可以自己走的。听话，一会儿就到了，不用管安慰。好吧，说不过他，他只能受着。不过在他怀里真的好舒服，他好喜欢他的怀抱，他的霸道。没多久，两人就进入了自己的院子。慕容浩把林云熙放在了床榻上，林云熙从空间里拿出备给他的衣服，让他去御房沐浴去了。林云熙坐在床上等着慕容浩，看了看他放在枕边的书籍，不一会儿的功夫，慕容浩就穿着中衣出来了。今日你也累了，早点睡。不累，难得你过来，我想陪陪你。你来月事了，要怎么陪？这死丫头，来了月事还要撩拨自己。王爷，你在想什么呀？我就是说陪你说说话。哦，本王以为是其他的。喵的，这禁欲男人真是又菜又爱玩，明明都那个什么了，还一直撩拨人家。哎呀，男人和女人都不好当啊。好啦，要不我和王爷聊聊天。王爷在京城有什么高兴的事吗？哦，你提起，本王倒是有一事忘了和你说了。昨晚你给本王那个铸造新兵器的方子试验成功了，本王昨日试过，那个大刀果然比我们现有的大刀锋利数倍，杀伤力很大。能帮到你是丫头的荣幸。说说看，想要本王赏赐你什么？好像没有什么需要的，就希望王爷有时间能够多陪陪我。本王除了上朝和在军营外，所有时间都是丫头的了，还不知足啊？是啊，丫头是不是太贪心了？很贪心，不过本王喜欢。说完，慕容浩俯身把他压在身下，低喃道：“刚刚在寨里没有吻尽兴，我现在还要。王爷，我还来着月事呢，到时候给你揉揉。王爷，话还没有说完呢，双唇就交织在了一起。只听呼吸声越来越浓重，屋里烛光摇曳，床榻上的温度升高，又是一个美好的夜晚。一大早，前2日的乌云已经消失，太阳露出笑脸来。今日又是一个大晴天。林云熙醒过来，他就发现自己背靠着慕容浩，他的大手一直放在自己的小肚子上。他转过身，慕容浩也醒了过来。丫头醒了，肚子还凉不凉？王爷昨晚为我捂了1夜的肚子。睡着捂着的。王爷你真好，你值得。昨晚没有吻够本王啊，一辈子都不够。不害臊，不惹你了。王爷，今日不用上朝，或是去军营吗？军营里容副将管着，和你在堂呢。慕容浩将林云熙紧紧地搂着，不舍得放开。王爷早膳想吃什么，我给你做。丫头的月事第几日了？今日算第2日。丫头说过第1、第2日很累，对吧？一般这2日最多。不用做早膳了，一会儿去寨里的食堂用就行，暗卫们也要用的。好，听王爷的。王爷对我真好。本王就你一个女人，不对你好，对谁好？我发现王爷现在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以前没有水平。刚认识你那会儿，你一般只说好这种1个字的话。慕容浩想了想，确实是这样。难道他现在真有变化了？那时和丫头不熟，现在熟悉了。好吧，我肚子饿了，能起来了吗？好，起床，陪丫头用早膳去。说好了，今日不能背我和抱我进寨，我可是大当家，我要脸面的。好，听你的，不抱不背，牵手可好？这个嘛，可以。你的大手暖暖的，
我很喜欢。起来吧，本王也饿了。两人很快起身，洗漱过后，带着10几名暗卫进入了青山寨。喂，天儿，你觉不觉得我们主子只要有王爷在，她就是一个柔弱的女子；王爷不在，她干活就像男人。别乱议论主子，王爷耳力可好了，你不想死就闭嘴。我就是说说嘛，又没说主子不好，说明主子角色切换很到位。只见天二投给他一个白眼儿，闭嘴吧，一会儿都用早膳。天三也回了天二一个白眼儿。大当家，当家夫君早，今日怎么有兴致来食堂用早膳了？大山早，今日我懒得自己做早膳就过来了，怎么不欢迎？啊，没有，就是没见过大当家来食堂用过早膳，有点惊奇。好，你先去选早膳，一会儿坐我边上和我说说周阳的情况。好，大当家等等。没多时，王大山端着托盘过来了。昨夜周阳有发热吗？回大当家，昨夜是属下陪着周阳的，他没有发热。他有说手痛吗？回大当家，昨夜你给的药很神奇，他刚开始老是说手疼无比，吃了你的药后没有多痛了。啊，那就好。这几日呢，你好好照顾他，他那体格好起来很快的。药呢，继续给他吃就行了。我一会儿去看看他。好，听大当家的。啊，对了，周阳现在不在，一组的冰块现在能正常出货吗？回大当家，现在冰块白天属下亲自看管，不会有问题，当家放心就是了。好，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你看看能不能培养一组的1名组员起来。至于你呢，我后期可能要带你到京城的庄子里帮我。当家要我去京城？你不想去？想，当然想了，能和大当家一起干活，哪里都行，而且还是京城呢，多么繁华的地方啊！先等周阳的伤势好一点，我再做打算。寨里呢需要一位能管事的人，我现在在考虑人选。好，属下听从大当家的差遣。这段时间送冰块的人要增加一些，还有怀先生的接送也要加强人手，我不希望再出那样的事。好，属下已经安排妥当了。对付我们的人都解决了，你们倒是不用慌，增派人手就行，还是要警惕一些。好，听大当家的。一行人用了早膳之后，林云熙带着慕容浩来到了周阳住的屋子前。这次林云熙说什么也不让这男人进去了，他算是怕了他的小金眼了。看到周阳恢复的还不错，叫来王大山说清了一些注意事项，并给了他周阳的药之后，就离开了周阳的屋子。刚走到门外，就看天一正拿着一张纸条交给了慕容浩。慕容浩看完了纸条，丫头，跟本王去救一个人。林云熙二话不说，赶紧拉着他飞奔出了青山寨。王爷，咱们这是去救什么人？是什么情况？你先给我讲讲，我好做准备。昨晚有人夜闯军营，伤了荣副将。刚刚信中说荣副将身受重伤，身上多处剑伤和刀伤，流了很多血。我母妃从宫中请了几位太医，都说已经无法救治，现在还剩一口气吊着。他的家人正赶往军营，说准备后事。丫头，本王求你救救他，他是本王的生死之交，是我的亲人，本王不想失去他。荣副将是王爷的亲人？荣副将是我母妃荣贵妃的家人，荣家是京城的4大世家之一。荣副将的父亲是荣家的家主，是我母妃的哥哥，可以说他是我表弟。他是荣家唯一的嫡子，他父亲看他平日里无所事事，看他和本王从小要好，他一身好武艺，最后通过我母妃找到了父皇，放他到军营里来历练。昨夜本应是本王守着军营的，你这里出事，本王和他换了当值的班，不曾想他就出事了。慕容浩声音低沉，林云熙知道这个荣副将对他来说应该是比兄弟还要亲。王爷你放心，我会用我毕生所学救他，但是也要先看看他的情况，毕竟他的伤我现在没有看到，不好下定论。王爷还能不能再快点？好，你的月事没事吧？没事，王爷，能多快就多快。还有，最好先让暗卫集结60名士兵候命，我要用血。好，天一听令，传我口谕，你先打马回营，找60士兵候着。是，王爷。天一领命，扬着马鞭便飞奔而去。本来需要1个时辰的路程，这次只用了半个时辰的时间就到了。只见荣副将此时躺在床榻上，几位太医和军医在床榻边上跪着，低着头守着他。只留2位太医，其他人出去。听到声音，几名太医和军医才往后看，发现慕容浩到了，他们忙起身行礼。不必行礼，还有你留下，其他人出去。穿着太医服的2名太医留下，军医被赶了出去。林云熙查看了一下荣副将的伤势，身上中了3箭，腹部被砍了1刀，刀口还非常的深。很快，林云熙需要的所有东西全都准备好了。王爷，我需要一个擦汗的人，你帮我找一位女医来。不用了，军营里没有女医，本王来吧。太医们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他低下头，不敢看他们眼前的瑞王。好，那咱们现在开始吧。我叫你擦的时候你再擦，帕子在药箱里。好，咱们开始吧。要打起精神来，这台手术应该要4个时辰左右。
林云熙心里有了计划，先修复血管，再修复其他脏器，于是开始缝针。让我们进去，我要见见我的凡儿。王爷，他们在外面吵我无法专注，你去解决一下吧。慕容浩赶忙就出去了。舅父舅母，你们先到其他营帐等候吧，这里有本王。瑞王殿下，刚刚下人传话说凡儿已经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叫我们来见他最后一面，你就让我们进去吧。现在还在救治，你们就等等。这太医不是说都无法救治了吗？本王找来了一位医术高超的大夫，正在救治。你们如果还在这里打扰，子凡怕是救不了。真能救治？现在是尽力而为，你们先去其他营帐等着吧。慕容浩看了看守在门外的天医，天医会意把他们带了下去。敢问这位侠士，里面救我凡儿的是哪位神医啊？回荣家主，里面救治的大夫是林云熙林姑娘。姑娘？是的，姑娘。太医都救不活，一个姑娘又怎能救活凡儿？只求瑞王能让我见凡儿最后一面就好。这边手术台安静下来，林云熙正在专注地做着最精细的血管缝合术。王爷，为我擦脸，要快！旁边2名太医听到这姑娘竟然敢命令当朝瑞王，转过头不敢看他们，他们是真想找个地方钻进去藏好。他们什么都没有看到，不然小命不保啊！只见慕容浩拿着他送的帕子，在林云熙的脸上擦了擦之后，林云熙就转过脸去。很快，林云熙把3根断裂的血管缝合好之后，稍微松了一口气。林大夫，这血管缝合好了，是不是说荣副将度过危险期了？还没有，他多处脏器损伤，还要继续。不过，血管缝合后，给他的生理机能得以恢复，这是好事。我们继续，你看着那血浆袋子，滴完了赶紧换另一袋。好的，林大夫的医术真是了得，你放心做你的手术就是了，我们配合。林云熙不再理会他，接下来是肝脏的缝合术，这也是一个异常精密的手术。肝脏的缝合用了整整1个时辰，加上刚刚血管缝合，林云熙已经站了足足2个时辰了。旁边的2名太医此时快撑不住了，开始摇摇欲坠。做完肝脏缝合手术的林云熙刚好抬头就看到了这一幕。王爷，换2名军医过来吧，别我救了荣副将，等一下还要救他们2个人，我的体力可支撑不了再救人了。好。不多时，外面候着的2名军医进入了营帐。慕容浩看着满头大汗的林云熙，心疼地问出口：林大夫，需要用膳和喝水吗？你已经站了2个时辰了。多谢王爷，不需要，这样的手术不能喝水和用膳。这你还能坚持吗？他今日还来着月事呢，站了那么久。能，还有2个时辰左右，可以的。慕容浩心疼地看着他，不再发话，静静地站在一旁陪着他。一台大型手术竟然会用到4个时辰的时间，这丫头有着怎样的毅力才能撑下来啊？她今日来了月事，到现在还没用膳呢。想到这儿，慕容浩真想这手术赶紧做完，能够让他好好歇息歇息。2人平常的对话，旁边的军医听的是一清二楚。他们是知道瑞王的，从来没有关注过女人，今日说这些话，他们好像是知道了什么秘密。后背冒出不可察觉的冷汗来。不远的营帐，2位太医被带到了荣云天的帐篷里。2位太医，不知我凡儿现在如何？都这么久了还没有出来，里面是什么情况啊？荣家主，你放心吧，里面林大夫的医术可谓是枯骨生肉，华佗在世也不一定能救活令公子，他倒是可以啊。老夫行医多年都自叹不如啊，你们就好好等着吧。老夫认为令公子应该没事的。真有如此神医？太好了，太好了！我荣云天的嫡子保住了，保住了。这边手术台上，只见林云熙拿出中号手术缝针和线，开始在荣副将的肠道上进行缝合术。身旁的2名军医看到如此情形，感觉自己的医术绝对被碾压了，好奇地凑了上去。2位军医，你们挡光了，我已经看不到伤口细节了，请让一下。2人赶忙让开，不再打扰林云熙。王爷，擦汗。慕容浩伸手为他擦去脸上的汗水。好了，多谢王爷。2位军医看到这一幕，差点被吓破了魂。他们刚刚看到了什么呀？王爷他……2位军医赶忙扭过头去，表示他们什么都没有看到。又过了1个时辰，肠道缝合术结束。林云熙用碘伏大面积消毒了腹部伤口，再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其他的脏器，发现没有其他损伤后，开始缝合腹部。弄完了这些，林云熙终于松了一口气。最难的部位完成了，现在我们要处理剑伤。林姑娘的意思是荣副将算救活了？这要看后期的护理，目前来看生理特征的话，大的危险算是解除了。还好有他在，子凡兄弟能救回来，真好，真好。
荣副将身上中了3处箭伤，还好都没有射中重要器官，而且箭上没有毒，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最后经过4个多时辰的救治，这台超长的大手术完成了。此时外面天色已经暗下来，荣家人和2名太医一直在营帐外等候着。虽然时间过去很久，但是没有传出消息，这说明荣子凡没死，这算是好消息。只听营帐内林云熙大松了一口气：王爷，我们手术很成功，她没事了。终于救活了，林姑娘真是旷世医学奇才啊，这样的伤都能救活。林云熙交代了很多注意事项给军医之后，他才从刚刚专注的手术中缓过神来，发现自己双腿站得有些麻木，体力不支。最后他求助地看向了慕容浩：王爷，我的腿好像没有力气了，我要喝水，要用膳，还要睡觉。一位军医为林云熙把了脉：王爷放心，林姑娘这是体力透支，加上1日滴水未进，还有今日来了月事，是累晕过去的，让林姑娘休息好，用好膳就能恢复。听完，慕容浩把林云熙打横抱起来，匆匆地出了营帐。外面守着的荣家人和太医们看到王爷抱着昏迷的林云熙出来：瑞王殿下，小儿他怎么样了？舅父，子发没事了，林大夫交代了，明日你们再看他吧，里面有军医守着，你们大可放心。本王有事先走一步了。说完，慕容浩抱着林云熙飞快地跑到了自己的营帐。营帐内，天一早就听慕容浩的吩咐，准备好了一切。慕容浩吩咐天一在外守着，不能让任何人进来。天一听命出去了。慕容浩把林云熙放在了自己的榻上，林云熙此时全身湿透，他一层一层的为林云熙褪去了外衣、中衣、里衣，只留下林云熙身上的小衣服和奇怪的白色小短裤。看着沉睡的林云熙，慕容浩的心中升起一股心疼的气息来。慕容浩没有停下来，一层一层为林云熙穿上准备好的衣裳。做完这一切，拿着帕子蘸了温水，为林云熙轻轻地擦去脸上残留下来的血迹。他动作很轻，生怕弄醒了床上的人。看着熟睡的女人，他握住了她的手，静静地看着对方绝色天成的脸。他是有多幸运才能够遇到这女人，每次都是林云熙救自己，救他身边的人。慕容浩此时也来了困意，他也陪着林云熙站了4个多时辰，滴水未进。他就想着，要不然他就陪这丫头躺一会儿好了，这会儿让他感到很幸福。于是他上了床榻，大手捂着林云熙的小肚子，香甜的睡着了。2个时辰过去之后，医生的本能让林云熙突然惊醒了过来。他要去看看病人的情况，可是他一抬眼就看到睡在旁边的慕容浩，他的大手还捂在自己的小肚子上，不曾离开。丫头，醒了，饿了吗？本王叫人传膳。饿狠了。今日丫头能吃下1头牛，不过我得先去看看荣副将的情况再用膳。好，本王陪你去。林云熙坐起来，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不是今日穿的颜色和样式。王爷，谁为我换的衣服？我怎么不知道？你刚刚累晕了，本王帮你换的。那我不是被看光了？本王也被你看光了，我们扯平了。还能这样啊？你的病人等急了，快走吧。林云熙无奈，好吧，看光就看光吧，反正他都习惯了。他们俩只看不做，他也没有什么好怕的。2人穿好外衣，一起出了营帐。慕容浩，你找人帮忙弄另一个帐篷给我吧，我晚上要看着荣副将，不能睡你的帐篷，会让人说闲话的。你刚刚不是睡在本王的帐篷里吗？怕什么？刚刚没有准备，晕倒情有可原，晚上还睡你营帐总是不好嘛。你舅父舅母还在呢，不是说保护我的名声吗？好，刚刚本王就吩咐下去了，就在本王营帐后面。看你也有害羞的时候，挺稀奇。王爷，你逗我，就喜欢逗你，你奈我何？你是老大，在军营里给你脸，如果在我的地盘，看我不收拾你。唉，真希望这里是丫头的地盘，看丫头如何收拾本王的。真是没个正形。本王喜欢。2人斗着嘴，不一会儿就来到了荣副将的帐篷外。瑞王殿下安。起来吧，这位是救了此凡的林大夫，你们应该多感谢他才是。林云熙对于慕容浩这操作，他都有点懵，怎么回事？这么直接叫人家感谢呀？荣家3人抬头看了看林云熙，一身浅蓝色暗花纱云纹长裙，如墨的长发只用一支玉簪简单的束起，一张倾国倾城的脸上展现其气质高雅和端庄。这样的年纪，这样的惊世容貌，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位大夫呀。林云熙看3人看着自己，有点不好意思。3位是荣副将的家人吧？他没事了，我现在来看看他。这位
就是救下我凡儿的林大夫吧？林大夫的救命之恩，老夫没齿难忘。不必客气，我是大夫，治病救人是我的本分，能救下荣副将也是我的荣幸。没有林大夫，我家子凡已不在人世。我们荣家获姑娘如此大恩，姑娘有何需要，尽管和老夫说，老夫会尽其所能报姑娘的救命之恩。荣家主不需要这么客气，要不就随便付个诊金就行了。那是自然，林大夫的诊金，荣家明日定会送上。日后有什么需要荣家的地方，姑娘尽量开口便是。好，那就先谢荣家主了。林姑娘，我们想进去看看凡儿，不知现在可不可以？可以，你们进去看看就行。他今晚呢不会醒过来，最早要到明日早上才能醒，不要太靠近他。他现在刚刚度过危险期，怕有其他的细菌感染不好。多谢林姑娘，我们进去了。好，我带你们进去吧，我还要检查一下他的伤势。说完，一行人进入了营帐。营帐内，2位军医守着。荣副将早上苍白的脸色，现在已经恢复了血色了。你们就在这个位置看吧，不要太靠近了，我上去为他检查就好。他靠近荣副将，翻开腹部的纱布，伤口还在微微的冒出一些血液。他拿起碘伏，轻轻的在腹部消毒了一下，然后上了药。林云熙看了看心电、血压、监护仪的数据，荣副将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也没有发热，放下心来。荣家主、荣夫人，放心吧，现在荣副将的各项体征都很好。今晚呢，我会起夜来看他。你们也累了一日了，回去歇着吧。多谢林姑娘了，凡儿能遇见你这样的神医，真是她的福分呢。荣夫人，这真的是我的本职，不需要那么客气的。现在荣副将也没事了，我也饿了一日了，我呢就先回去用膳了。你们再看一下就好了，人太多，空气不流通，对病人也不好。林姑娘想吃什么，老夫速速差人去备来。多谢荣家主，军营里已经备好了膳食，我就先过去用膳了。我也累了，就先回去了。好，那等姑娘歇息好了，老夫再请姑娘用膳。好，就先谢过荣家主，告辞了。说完，他转身就走了。慕容浩紧跟其后。王爷，你们军营里也有炒菜？没有。那这些炒菜是哪儿来的？丫头不是在京城卖了许多炒菜给酒楼吗？本王让他们收集来的。啊，那这就算外卖了。外卖？何物？就是从外面送来的吃食。军营里没有膳食吗？军营里的都是煮和烤的，本王怕你吃不惯。王爷，你对我真好。知道就好，赶紧吃吧，丫头肯定饿坏了。确实饿狠了，一日没用膳了。王爷也一样，我们赶紧吃吧。多吃点。说完，慕容浩给他夹了很多肉菜，很多鱼。他知道林云熙特别喜欢吃鱼。只见林云熙狼吞虎咽地吃着碗里的饭菜，左右手开弓，真像是个小饿狼，看得慕容浩脸上都笑开了花。王爷，你说这荣家主能付多少诊金给我？这可是个大手术啊！这丫头还真是从不掩饰对金钱的热爱。不过，我怎么就这么喜欢呢？这种手术在你家乡值多少钱？这种救命的手术，在我们那儿至少1000两黄金吧。荣城是京城4大世家之一，有100年基业，他们家不差钱。本王也不知道他们会付你多少诊金，明日看看就知道了。哇，100年世家，那岂不就是贵族？算是吧。王爷的母妃出自荣家？是的，我母妃是荣家主的亲妹妹。完了，我已经开始自卑了。为何要自卑？全都是贵族，我一个赤脚大夫，好像配不上王爷你啊，压力山大。本王要娶自己心悦的女子，又不娶黄金，你自卑什么？本王心悦你就行。说是那么说，林云熙啊，林云熙，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这些事你就不用操心了，有本王在。好，有王爷在。方才还觉得这很香的饭菜，现在瞬间就觉得不好吃了。两人聊着聊着就用完了晚膳。林云熙累了一日，他现在是爬上床就能够秒睡的状态了，但是他还是在睡前去了荣副将的营帐看了看情况。慕容浩一直跟在他身后，进入营帐看了看荣副将床榻前站着的一名女子，就是今日一直跟在荣家主和荣夫人后面的女子。他站在离荣副将近6尺的距离，不敢靠近，只眼睁睁地看着榻上的荣子凡，脸上双行泪一直往下落。姑娘你好，你是荣副将的爱人吧？怎么称呼？林姑娘好，小女子丁莫宁，你叫我莫宁就好了。
多谢林姑娘出手相救，此番才得以收还。你的大恩大德，我丁莫宁不会忘的。莫宁姑娘，你客气了，你也不需要太担心了，她已经度过危险期了，后面好好养着就会没事的。多谢林姑娘。真的不用谢的，我过来是看看她的情况，看完我就回去歇着了。林姑娘请。林云熙看了看心电血压监护仪，上面反映病人所有生理特征的数据，看着一切正常后，满意的点了点头。她没事，你放心回去歇着吧。之后啊，你还有的累呢，我就先回去了。说完，他和慕容浩走出了营帐。王爷，这丁莫宁是什么身份啊？她是京城4大世家丁家的嫡长女。我去，又一个贵族啊！这慕容浩身旁怎么就那么多贵族呢？我是该高兴呢，还是该难受呢？慕容浩送他到了刚刚搭好的帐篷。丫头，你先回去歇息吧，本王还要去处理一些公务，晚点来陪你。王爷，不用了，你忙完就在你的营帐睡吧，这里是军营，你不要进入我的营帐。好，听丫头的，快去吧，里面有沐浴的地方，你沐浴之后就先睡吧。今日辛苦丫头了。不辛苦，王爷去忙吧。今日你也累了，忙完早点睡。本王这就走。说完，慕容浩看了看四周，发现没有士兵，急匆匆的上前，在他唇上亲吻了一口之后，转头就走。林云熙还没反应过来，看到他走远了一点的背影，林云熙笑了，伴随着砰砰的心跳，转身回了营帐。天二天三远远的看着他俩，天三不淡定起来。天二，你说王爷什么时候才能娶主子回府啊？跟他们这样多累啊！你懂什么？这才叫幸福，说了你也不懂。哼，好像你谈过对象一样，看他们这样，我都为他们难受。主子们幸福着呢，你不懂。不过主子要嫁入王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啊，好像也是啊。王爷那身份地位摆着，主子要加油啊！是啊，主子加油啊！营帐内，林云熙简单的冲了一个澡之后，躺在营帐的榻上一秒入睡。他睡了2个时辰后自然醒来。他是一名医生，有自己特殊的生物钟，只要是重病的病人在身边，他总是能够自动醒来去看看病人的情况。林云熙起身，穿上外衣走出了营帐。林云熙一路想着，这到底是什么人如此大胆偷袭军营，刺杀荣副将？他突然想到了什么，昨夜是荣副将替慕容浩当值，这才惨遭毒手，那这刺客应该是向着慕容浩来的。林云熙想到这儿，心中微微一颤。如果昨夜慕容浩在军营，那后果是不堪设想。他父皇和母妃绝不会让他来救他。想到这儿，一股寒意从心上划过。这到底是什么人要对慕容浩动手呢？他一定要找出来。想着想着，林云熙走到了荣副将的帐篷里。丁莫宁没走，正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哎，这么晚了，林姑娘还过来啊？我过来看看荣副将有没有发热，等一下就走。此时的丁莫宁听到声音，睁开了眼，坐起身来。林姑娘，这么晚了还过来啊？我过来看看荣副将，是不是打扰到你歇息了？你可以回营帐歇息的，不用这样守着。没事，今日差点和他生离死别，我就想一直陪着他。也好，兴许他醒来第一眼就想能看到你。我也是这么想的。真羡慕你能这样守着他。林姑娘也有要守着的人。咱们的话题是不是扯远了？我先来看看他的情况吧。林云熙还是先看了看他腹部的伤口，这血基本上是止住了，这让他心安。他再看了看心电血管监护仪，上面显示荣子凡的体温正常，看来是抗生素的效果不错，今夜能睡得好觉了。林云熙又从药箱里拿出2瓶吊瓶，这是个葡萄糖能量液，是给荣副将补充体液和能量的。林云熙吩咐守夜的2名军医，上面的吊瓶递完之后换上。做完了这一切，他给丁莫宁行礼之后就离开了。刚进入自己的帐篷，就看到慕容浩在他床榻上睡着了。他轻轻地走到了床边，俯身看着熟睡的慕容浩。慕容浩今日肯定也累坏了，看着他这熟睡的眉眼，这是他想看一辈子的脸。林云熙很喜欢，情不自禁地亲了一下他的额头。突然，一只大手臂把他抱住。乖，本王累了，让我抱着你睡。看着疲惫的男人，林云熙没敢造次，老老实实地背靠着他，躺在他怀里。只见他的大手捂着他的小肚子之后，呼吸均匀地睡去。第二日一大早，林云熙醒过来时，慕容浩已经走了，床榻上还留着他身上的龙涎香，是林云熙喜欢的味道。林云熙赶忙起来洗漱，要去看病人了。整理好了自己之后，他回到了营帐中，发现天儿端上来许多早膳，他心情大好。他想先去看看荣副将的情况，再来好好享受这些美味的早膳。林云熙正要走出营帐，主子，王爷吩咐，一定要看您用完早膳才能出营帐。我先去看看荣副将，一会儿回来好好用，慢慢用，好吗？主子，王爷的吩咐，属下不敢违抗，您就先用了吧。荣副将那边，
军医说情况很稳定，您放心用早膳就是了。又拿你俩威胁我，好吧，盛情难却，你们要不要一起用早膳？主子，属下用过了，多谢主子关怀。天儿就是这样，对啥事儿都是只认死理儿，说啥都是异常严肃。林云熙由他去吧，听话总不会错，不然又连累他人。林云熙认真的用完了早膳之后，急匆匆的就去了荣副将的帐篷。进入营帐，只见荣家主和夫人都到了，丁默宁陪了一夜还在。林姑娘早安，我们过来看看凡儿，但凡儿还没醒。三位早安，让我先看看，不要着急。昨夜我来了2次，情况都很好，不要着急。好，林姑娘请。林云熙大步上前，他先瞄了一眼床榻上的心电血压监护仪，数据一切正常，没有大问题就好。又翻开了荣副将腹部的纱布，伤口也恢复得很好。林云熙拿出碘伏和棉球，给荣副将将伤口大面积的消毒之后，又从药箱里拿出一个白瓷瓶，交给了军医，交代他们帮忙上药。荣家主，您请放心，荣副将身体没有大碍，今日就能醒来，再耐心的等等。好，多谢林姑娘了。就在这个时候，正在给荣副将上药的军医发现荣副将眉头紧蹙，似乎是感受到了疼痛。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林大夫，荣副将他醒了。几人大步向前，林云熙上前看了看睁开眼睛的荣副将，松了一口气，这人算是真正的救活了。荣副将，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荣副将此时很虚弱无力，示意的点了点头。算没事了。你看，你的家人就在身旁，别怕，你已经被救活了。林云熙让开道，让荣家二老上前，丁默宁紧跟其后。三人看着苏醒过来的荣子凡，个个泪眼朦胧。荣家主激动的上前握住了荣子凡的手。爹，好疼啊，你慢点。哦，是爹不好，弄疼你了。荣家主无助的看了看林云熙，马上上前查看。没事，应该是麻药全过了，身上的伤口有痛感了。凡儿，是这位林大夫妙手仁心救了你。昨日来了好几位太医，都说你没救了。是这位林姑娘整整做了4个小时的手术，最后都昏倒了。凡儿啊，没有她，你我昨日就阴阳两隔了。多谢林姑娘的救命之恩。好了，说到你的感谢了，你快好起来就行了。这几日认真打针，按时上药，之后呢再好好养着，会恢复到以前的状态的。床榻上的荣副将点点头，以示感谢。林云熙走到军医跟前，交代好了今日的护理事宜之后，把空间让给了荣副将的家人。林姑娘留步。荣家主还有何事？为了报答林姑娘的救命之恩，老夫昨夜命下人回府带来了林姑娘的枕巾，不知道这些够不够？只见荣家主拍了拍手，10几个大汉就抬进来了8个大木箱子。荣家主，这些是？打开。只听他一声令下，大汉们同时打开了箱子，展现在林云熙眼前的是8大口金灿灿的黄金元宝。哇，这枕巾也太多了吧，眼睛都要闪瞎了，这怎么好意思啊？他收起财迷一样的眼神，假装谦虚的摇了摇头。荣家主，这太多了吧，我受不起的。老夫说林姑娘受得起，你就受得起。这3万两黄金买我凡儿的命，老夫还嫌给少了。林姑娘有所不知，凡儿是我荣云天唯一的嫡子，如果他不在了，我荣云天对不起荣家100年基业。林姑娘就收下吧，日后如果有何需要我荣家帮忙的地方，林姑娘只管提就是了。这也太多了，要不就给1箱就好。上次慕容浩给了我1万两，这次荣家主居然给我3万两，真是颠覆了我对世家大族的看法。他们到底有多少家产呢？他太有钱了吧！林姑娘这样说，我家凡儿的命不值3万两黄金。林姑娘收下吧，救命之恩无以言报，只能这区黄金报答姑娘了。好吧，人家说的是区黄金，好吧，我这穷人家的孩子就收下吧，不然呢，真对不住我昨日第1次做手术晕倒的历史记录。好吧，那我就收下了，先人抬到我的帐篷里去吧。多谢荣家主，多谢荣副将了。我要在帐篷里和黄金睡觉，多美好的一天啊！林云熙行礼后走出荣副将的帐篷，10几个大汉又抬着8大箱黄金去到了他的帐篷。
大汉走了之后，林云熙欢快地扭着秧歌不像秧歌、拉丁不像拉丁的舞步，打开一箱箱黄金，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用牙齿咬了一口，咬出了痕迹。这绝对是上等纯度的黄金，好喜欢，真的是好喜欢。天二和天三守在外面，他俩的耳力极好，能听到林云熙在里面的动静。哎，天儿，你有没有发现主子喜欢黄金比喜欢王爷还多？他看到黄金那么高兴，都跳起舞来了。没见到王爷会跳舞的。好像是啊，主子见到王爷都是娇滴滴的，从来没有在王爷面前跳过舞。看来黄金的魅力比王爷的大呀。哎，王爷真可怜，看来要提醒王爷多赚黄金才行，不然主子被世家公子拐跑了。有道理，要提醒王爷才行。两人刚聊完，便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完了，这是王爷。那刚刚他俩的谈话，不知道王爷听没有听到。两人瞬间后背冒出冷汗来。只见慕容浩大步进入了林云熙的帐篷。进来的时候，看到女人两手各自拿着2个金元宝，在手中欢快的跳舞。女人这财迷的动作让他忍不住轻笑。王爷，你过来了？怎么，本王过来打扰你的雅兴了？王爷，这是什么话？看，荣家主给我的枕巾是不是很多啊？3万两。本王说过荣家不差钱的。是不差钱，但是真的超乎了我的想象。枕巾就那么大手笔的？给你的就拿着，不要有心理负担。这些黄金啊，只是他们荣家的冰山一角。好，我这不是收下了吗？开心快乐，多么美好的一天啊！那么开心啊？刚刚本王看到你跳的是什么舞？给本王来一段。啊？那是乱跳的高兴的舞蹈而已。现在这可是在军营里，就不跳了吧？还是来数数这金元宝有多少块。你这丫头就这点出息，荣家给的不会少，只会多。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数出数量来有成就感啊！高兴高兴。丫头那么高兴啊？那如果有一日，有一公子比本王的黄金还多，你会离开本王吗？完了，只怕人头不保了。这是什么话？我看到黄金的表情，让他误会什么了？王爷，这是什么话？你怎么能把自己和黄金比？王爷在我心里是排第1位的，黄金只是生活的必需品，怎么能和人相比呢？当真这样想？黄金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未必能买到一个人的心。王爷这是还怀疑我对你的爱？倒是不怀疑，看你对黄金那么高兴，对本王都没那么高兴过。王爷这是吃黄金的干醋？是吃黄金的醋了。本王的丫头见到本王都不会跳舞，看到黄金跳得如此开心。你的丫头只会吻王爷，不会吻黄金，这样可好？好。一瞬间，林云熙被一只大手搂住了腰，他被抵在帐篷柱子上动弹不得，双唇被慕容浩狠狠地堵住。王爷，这在营帐里，这样不好。本王说好就好，让本王亲亲。王爷，我快呼吸不了了。慕容浩大手一把把人抱起来，边吻着边把他送到了床榻上。一时间，两人衣衫乱了一地。两人纠缠了许久后，穿好衣衫，已到了晌午。他们在营帐里准备用午膳。李云熙看到今日的饭菜还是从外面的饭店送回来的，他轻轻地笑了笑。王爷，你想不想改善一下军营里的膳食？这样呢，以后你在军营里也能吃上好吃的饭菜。丫头有什么想法？上次王爷不是说要改善军营的食堂吗？这样吧，我这几日呢，应该还在军营里看着荣副将，他应该要等7日后才算稳定下来。我每日就检查一下他的身体情况和为他开药，后面就没有什么事情了。要不我帮王爷改善一下膳食，顺便也把军营中的食堂改造一下，可好？那丫头会不会太辛苦了？不会，丫头心疼王爷，天天吃不上喜欢的膳食，那干起活来也没劲儿，对吧？这么心疼本王啊？那是自然，你可是我的夫君不是吗？你刚刚唤本王什么？夫君啊。再唤一声。夫君，夫君，夫君，过来，本王想抱抱你。王爷，不要吧，刚刚我们才亲密过。你青天白日说这么甜蜜的话撩拨本王，你还想跑？只见林云熙跑到帐篷的角落里，离他远远的，然后继续撩拨。王爷，青天白日的，你不要过来。慕容浩此时怎么会不知道这丫头在撩拨自己？林云熙，本王看你往哪儿跑，你已无退路了。王爷，
你那么喜欢丫头换你夫君吗？本王很喜欢。慕容浩一个俯身，再一次逼咚吻送上。刚刚他能感受到林云熙很喜欢自己这样吻他。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军医在外求见林云熙。林云熙赶忙整理好了自己凌乱的衣衫和发型，走出了营帐。林姑娘，荣副将他说口渴，实在想喝水。昨日你说今日不能让他进食，老夫不知能不能给他喂水啊？水可以给一点点就好，尽量少给。我给他打的吊针都有水和能量的，今日给他喂一点点在嘴里就行，千万不能给多了。好，那老夫这就去办。你先过去，我用了午膳，会过去看看。好。军医退下，林云熙回到营帐，看到慕容浩在桌前等他，他微微笑，然后坐下来，拿起碗筷用着午膳。他一边用膳，一边抬头看慕容浩，双颊通红。为了驱赶尴尬，他开口询问道：“王爷，荣副将醒来了，你过去看过他了吗？”慕容浩看着羞红脸的人，就知道这丫头还在想着刚刚的事儿呢。为了缓解他的尴尬，他认真作答：“还没有，荣副将受伤了，军务之前一直是他管着的，现在只能本王自己来了。本王一早要去处理军中事务，还没有见到他。我们用完午膳，一起去看看他吧。”一起去看看。两人很快就用完了午膳，一前一后走出了营帐。来到荣副将的营帐，里面除了丁莫宁，其他人都不在。睡晚安，林姑娘好。丁姑娘好。军医呢？他们怎么不在？我看子凡没什么事，刚好到饭点了，叫他们先去用午膳了。这样也好。不过呢，以后最好留一个军医守着，轮流用膳会好一些。毕竟荣副将的伤还算是比较重的，怕有什么意外。好，下次我记住了，不敢擅自做主了。没事的，我先来检查一下荣副将的情况。有劳林姑娘了。没事，我看看你的伤口。只见林云熙很快地检查了他的伤口，给他消毒伤口之后还上了药呢。慕容浩在一旁紧紧地看着林云熙，眼中满是宠溺之色。他的眼神被床榻上的荣副将捕捉到了，他不淡定了。我好像发现了什么秘密，难道这林姑娘是瑞王上次说的爱人？不行，我要八卦一下才行。弄完了一切，示意慕容浩可以走了。瑞王能不能留步？本将有话要和瑞王说。慕容浩示意林云熙先回去。林姑娘，我们到外面走走吧，让他们说说话。好，走吧。两个女人离开了营帐。有什么话要和本王说的？表哥，那林姑娘是你爱人吧？此话怎讲？哎呀，表哥你就别装了，你看他的眼神充满爱慕之意，这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还不算傻，她正是本王的女人。表哥承认了？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她很好，她日后就是本王的王妃。表哥选女人确实不错，长得天姿国色，还有一身高超的医术。她懂得不止这些，很聪慧的。还在我面前夸起她来了。看来这林姑娘深得表哥的心哦。她深得本王的心。你要先为本王保密啊！本王现在想办法如何让父皇赐婚。她到底是什么身份呀？你要娶她，没有家世可不好娶哦。本王知道，父皇和母妃都要本王娶家世好的。现在本王也一直在考虑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自古皇子的婚姻都是皇上所赐，王爷，你的路还很长呢。不管如何，本王会找到法子的。表哥自求多福吧，难哦。你好好养伤吧，那么多话，快快好起来。你这伤，本王至少要在军营里当值1-2个月。喂，表哥，我可是为你受伤的呀，你可要奖励我。本王知晓，你可知那夜是何人下的毒手？我不确定，但是应该是要刺杀王爷的人。会不会是金银阁的余党？看那些人的武功招式，倒像是那日我们去抄金银阁的时候他们的招式。你好好养伤，本王自会找人去查。好。现在要躺1个多月，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本王走了，听你在这哀嚎就头疼。这边丁莫宁拉着林云熙出了营帐之后，丁莫宁的女护卫就跟了上来，递上了一个木匣子并打开。丁姑娘，你这是何意？这些是我为了报答林姑娘救下我的子凡的一些谢礼，林姑娘就请收下吧。不用了，荣家主已经付过诊金了，这万万不可。那些是荣家主的，这些是我的，是我的心意。你救了子凡，我真的很感谢你。林姑娘有所不知，子凡就是我的天，我的地，我们已经订婚了。这次如果不是你的医术，我变成了寡妇了。
那日听到说此番就不活了，我都不想活了。还好有林姑娘，你的这份恩情我会记下的。丁默宁想到荣子凡那日生命垂危，现在还是心有余悸。真的不用这么客气，我是大夫，这是我的天职，诊金已经收过了，就不需要这些了。我看得出来，瑞王对你是有意的。丁默宁突然来了这么一句，这是何意？他是怎么知道的？荣副将告诉他的。你那日手术晕倒，瑞王抱着你出来时，你不知他有多紧张。你们在一起时，他宠溺的眼神从来不假掩饰，是人都能看得出来。这和这些珠宝首饰有什么联系吗？当然有关系了。瑞王是一国皇子，我看你这几日穿着都太素了，身上没有带任何首饰。如果你和他是爱人，出去肯定是要有排场才行的。所以今日我送你这些珠宝首饰，一会儿戴上它们才能配得上瑞王啊。丁默宁突然就换了个画风，弄得林云熙还有些不适应。我有首饰，不劳丁姑娘费心了，我还是不能收。但是呢，还是要谢谢姑娘的美意。当真不收？不收了，多谢多谢。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如果你不收的话，我就把你和瑞王的事情告诉他的母妃荣贵妃知晓。丁默宁威胁他，但是脸上是满满诚恳的笑意。我去，还有这样威胁人收礼的？那可是未来婆婆呀！这丁默宁是要吃定我？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哼，丁姑娘真是好手段，那我就收下了。我真是第一次见这样送礼的。不过呢，这个礼物我很喜欢，多谢了。唉，金银珠宝也是钱，谁要和钱过不去啊？现在我啥都不是，对上如此强劲的婆婆，那不是自讨苦吃吗？这个威胁只能先受着。不过啊，真的希望她多威胁我几次。丁默宁看着他收下了木匣子，开心的笑了。这就对了，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我家子凡和瑞王可是生死之交呢。好，有你这样的朋友啊，也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当然是福啦！来，我为你戴上一只发簪。哼，这丁姑娘还真自来熟，有点意思啊。林云熙也不拒绝，多一个朋友总是好的，人家还是贵族呢。他打开了木匣子，丁默宁从里面挑了一只出来，笑容满面的为他戴上。戴上这发簪，林姑娘原本国色天香的脸就更美了。多谢了，那我先回去了。丁姑娘，去守着你的子凡吧。啊，对了，是要回去了，他们应该早就谈完了。以后林姑娘就叫我默宁吧。我今年16，不知林姑娘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啊？啊，忘了告诉你我的名字了，我叫林云熙，今年20了，你叫我云熙姐就可以。我可是姐姐哦。好，你是姐姐，就叫你云熙姐。姐姐都20了，老姑娘了，赶紧把自己嫁出去吧，不然没人要了。20就老姑娘了？现在20才是法定结婚年龄好吗？唉，又是被羞辱的一天。不过呢，有金银珠宝安慰，心情还算是美好。默宁妹妹，你会不会聊天啊？敢说我是老姑娘？哼，走啦，再会。林云熙开心地拿着木匣子回到了自己的营帐里。回到营帐，就看到慕容浩坐在桌边的凳子上等他。王爷，你不回你的营帐小憩一下吗？还在我这儿？这些事啊，那丁默宁非要我收下的，说是我救了荣副将，他的谢礼，我打死不收。结果他威胁我，我就收下了。他敢威胁你？他不要命了？他说什么了？他说如果我不收下，就把王爷和我的事情告诉你母妃。他是活腻歪了，我都舍不得跟他说重话，那丁默宁算什么？看他脸色突然阴沉，林云熙怕了他了。王爷不要生气，他只是好意，他不是你兄弟的媳妇吗？没事的，他挺有趣的，我也算交了一个朋友。他都威胁你了，你还当他朋友？怎么和王爷说呢？反正呢，丫头心里有数，我不傻，我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王爷，你先不要管我交朋友的事情了，可好？林云熙这一撒娇，慕容浩就没辙了，他松了口。好啊，难得丫头在这儿有朋友，也算好事。王爷对我真好。马屁精。那王爷还不是喜欢我这马屁精？等我喜欢。过来。王爷，你又想干嘛？你不能再欺负我了。林云熙想到今儿早上两人的温存，脸上微红。看到林云熙红了脸，慕容浩就知道他又想歪了。丫头一天天都想那事儿啊，我叫你过来就过来。我哪里想啊？林云熙乖乖地走到了慕容浩的跟前，坐在他大腿上，柔声道：“王爷有何吩咐啊？”你自己看看你，一屋子黄金，现在加上一箱珠宝首饰
就这样放本王的军营里，也不怕弄丢了。要不要本王让人搬到你的林府存放？不用，我会处理好的。我还以为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原来是黄金的问题。你自己天二天三两人也搬不动这么多黄金啊！王爷，要不你闭上眼睛，我让你睁开，你再睁开。又玩什么花样？王爷怎么那么爱刮人鼻尖？很痛的。本王都没用劲儿。算了，刮都刮了。王爷，你听话，闭上眼睛。好，本王听丫头的。只见慕容浩闭上眼睛，不到2秒钟，林云熙就让他睁开了双眼。当慕容浩睁开双目后，发现满地的黄金和金银珠宝全部都消失了。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惊奇地看向了林云熙。丫头，你刚刚做什么了？黄金呢？王爷，这可是我的秘密呢。不能告诉本王。我放在我的袖带里了。这么多黄金放袖带？黄金我都放好了。王爷，你就不要操心了。慕容浩有些好奇，他伸手翻了翻林云熙右边的袖带，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又翻了翻他左手的袖带，还是没有发现任何黄金。林云熙，你诈本王？我怎么敢？我看你敢得很，让本王看看你把黄金藏哪儿了。一个大横抱起，慕容浩把他抱到了床榻上，褪去他的外衣，到处翻找他的全身，直到他把林云熙身上所有的衣衫都褪光了，还是没有能找到黄金的踪影。慕容浩，你是故意的。谁让丫头撩拨本王的？受着。营帐外热气蒸腾，营帐内俩人吻得狂热，又是一个美好的午觉。两人折腾了好一会儿，慕容浩把他抱在怀里，他想到刚刚的场景，感叹道：丫头，你真是神仙下凡啊！只要王爷你不把丫头当妖怪就好。丫头真的是妖怪？什么变的？原来傲娇的王爷也会开玩笑的。丫头，你让本王琢磨不透，不过本王愿意相信你。慕容浩，谢谢你一直信任我，我很开心。你好像很喜欢直呼本王的名讳。我很喜欢王爷的名字，在我的家乡情侣之间这样换全名会显得更亲密。好啊，丫头喜欢就好，不过在外面可不能直呼我的名讳，会被治大不敬之罪的。这我知道的，叫王爷也很好啊。好了，本王要走了，下午军营里还有事呢。慕容浩很不舍得离开林云熙的温柔乡，不过现在整个军营都在等着他管理，他不能失职。王爷，那食堂和改善膳食的事情还需要我做吗？本王一会儿吩咐下去，要辛苦你了。能为王爷做点事情，我很高兴，不怕苦。你这嘴真甜。那王爷要不要再试试有多甜？丫头乖，别闹了，很多将领在等着本王过去呢。好，王爷，你快走吧，别迟到了。慕容浩起身，穿好了所有衣衫后，丫头，晚膳就不用等本王了，你先吃啊，乖。好，王爷，快走吧。好，这就走。说完，慕容浩转身就出了营帐。林云熙想着荣副将的伤要痊愈，至少需要1个月，慕容浩至少要在军营里待上1个月才能回城。他的嘴那么刁，肯定是吃不惯军营里的饭菜了。林云熙要在他走之前改善一下军营的伙食，让慕容浩和将士们都吃上美味的饭菜，这样的话他也就能够放心离开了。1个下午，林云熙一直在军营的厨房里和厨子们沟通交流，他手把手地教了厨子们做出了大约20道炒菜，大部分都是慕容浩喜欢吃的。做完这些后，他让厨子试着做一遍，毕竟是多年的厨子，学这些上手还是很快的。不一会儿的功夫，他们都学会了，有模有样的炒菜在军营诞生。他看了看外面的天空，夜幕降临，一天又过去了。他回到营帐，一直想着他的调味料计划。只见天二和天三端来了许多盘炒菜，这些是他刚刚教军营的厨子们做的。天三，这些菜就我这有，还是军营里都有？回主子，王爷已经下令，以后军营里的饭菜全部使用炒菜样式和煮烤样式混合，今晚的饭菜就是主子的菜谱。王爷的效率还挺高的，他那么忙还管后厨的事？那当然，主子的事情王爷肯定回应的很快的。就你多嘴，也不知道王爷现在用过膳了吗？王爷说了，他现在还在和其他将领商议事情，让主子饿了先吃，留点膳食给他就行了。我也没有饿，那咱们就等等王爷吧。你让人去准备热水，我在厨房熏了1个下午，我要沐浴。好，属下这就安排。林云熙美美的泡了1个热水澡，打理好自己之后，就来到了主帐篷。
他看着慕容浩还没有回来，拿出纸笔在桌子上写画画起来。他明日要改造军营里的食堂，这也是需要规划一番的。想完之后，林云熙快速动笔，洋洋洒洒写了2页纸。这个时候，慕容浩大步流星地走进了营帐，看到桌上还没有动的饭菜，又看到林云熙在写着什么，他好奇地凑上去。丫头，怎么没用膳啊？不是让你不要等本王了吗？你在忙什么？王爷，你一进门就那么多问题，那我要先回答哪个？你不乖乖用膳，把天2天3叫上来。慕容浩虽然是说着威胁的话，可是脸上却是带着笑。王爷，别叫他们！远处的天2天3此时那是冷汗直流，还好主子保护了他们，不然今天晚上有的受了。不叫也好，你现在先陪本王用膳。好，但是这饭菜都凉了，我叫人拿下去热一下吧。那就热热。丫头在写什么？让本王看看。林云熙写的东西他都会好奇，因为他有许许多多的奇思妙想，让人想一探究竟。王爷，这是我改善食堂的计划，你可以先看看。我大概知道军营里有3万士兵，但是军营的方位图我没有。王爷，你可以看看安置几个食堂合适，还有在什么地方安置比较好。慕容浩找来天一，去本王的营帐架子上拿军营的舆图过来。是。天一领命后消失了。军营的舆图可是军事机密，慕容浩要给我看。王爷，军营舆图我也能看。你不是要改善军营的后厨食堂吗？本王让你看，你是本王的人，本王信你。好，那我一定把这事办好了。不多时，天一就把舆图带过来了，摊开在桌子上，林云熙仔细地分析起来。他看了看军营里各军营人口的密度，哪些位置适合放置厨房，方向也要确定好，还问了慕容浩这个军营里夏季和冬季的风向情况。综合所有的数据之后，林云熙低头又在纸上写画起来。他没一会儿功夫就把4个厨房的图纸画出来了，4个厨房的位置、大小、里面摆放多少桌椅等等全都算了出来。最后大功告成，交给慕容浩4张厨房图纸，1张解释说明方案。丫头，你作为女子可惜了，如果你是男子，在东胜国定会大有作为。我喜欢做女子，不是女子就不能和王爷在一起了。丫头说的对，还是做本王的女人好。丫头，你知道吗？本王一直很感谢上天让我遇到了你。哦，王爷也会甜言蜜语啊？这是实话，不是什么甜言蜜语。我也感谢上天让我遇见王爷，以后呢，咱们俩要好好的。好好的。一个用力，林云熙就被抱进了他的怀里。就在这个时候，天2天3端着饭菜看到这一幕，正要出去。你们俩进来。天2天3老老实实的端着菜，不敢乱看。以后你们主子再不按时用膳，你们就领军棍去。是，属下知错了。下去吧，日后好好护住你们主子。遵命。两人瞬间就消失了。王爷，你吓他们干嘛？刚刚是我要等你用膳的，不关他们的事。不提点一下他们，本王怕他们记性不好。好了，王爷莫要置气了，用膳。丫头肯定很饿啊。饿了，咱们一边吃一边聊吧。我还有一事要求王爷。什么事啊，丫头？求本王啊，就是现在军营不是用炒菜了吗？那以后可能会需要用酱油，我能不能把我的酱油卖给王爷的军营？还以为有什么大事，当然可以，这记在军营的后厨账上就行。每日会有采办人员处理此事，我马上吩咐下去。真的可以吗？那么简单？本王说过，能为丫头你做很多事，这才芝麻大点的事，不用求本王，通知本王就行。王爷威武，这就威武了。王爷哪儿都威武。哦，哪儿是指哪儿？王爷你别皮了，认真用膳。林云熙知道他在使坏，林云熙也不敢惹他，不然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慕容浩看他老老实实的吃饭，嘴角微勾，他发现没事逗逗这丫头也很有趣，还没吃几口，他又开口了。王爷，这食堂改造方案里呢，需要建4个食堂，皇上会不会不同意啊？父皇很早以前就想改善京城4大御林军的后勤问题了，一直没有好的改善方案出现。今日你给本王的方案，明日会呈上给父皇，他应该会很满意的。本王想，应该是本王的东御林军先改善，还要多谢丫头的改善方案。那就好，我害怕皇上说这方案费钱呢。这是对整个军营都有益的方案，父皇应该会批的。批下来，我告诉你。王爷，
那你可要记得告诉我，我也想看看我这个小小的方案能否通过皇上的审批。两人一边用着完善，一边有聊不完的话题。营帐里烛火摇曳，二人就像平日里的小夫妻一样，温馨而又幸福着。第3日，慕容浩呈上的军营食堂改造方案得到了皇帝的肯定。首先在东御林军实施，等东御林军改善成功之后，再推广向南西北3个御林军。李云熙开心了一整日，想不到这一个小小的方案能入东胜国皇帝的眼。这几日，李云熙除了看荣副将的伤之外，就是去看食堂的筹备工作，还时不时的和丁默宁聊聊天。经过这几日的相处下来，他和丁默宁成了好朋友。就这样忙忙碌碌过了7日，荣副将已经不需要打吊针了，伤口愈合得很好，但毕竟还是做过大手术的人，后面的养护和恢复还是需要仔细照看。这几日，荣家主和夫人都住在军营里。今天看到自己的儿子不需要打吊针之后，荣家主高兴地看着为自己儿子检查的林云熙。林姑娘，我家子凡不需要打那吊针了，是不是算好了？是的，恭喜荣副将，他现在呢算是走出了鬼门关，可以恢复好好休养了。我一会儿会配好他要用的药，到时候要按时服用，1个月左右呢基本上就能恢复了。不过在这段时日不要剧烈运动，养着就可以了。如果可以下床走呢，走动走动也是可以的。荣家主听到这话，双目含泪，他的嫡长子还在人世，这真的是太好了。荣副将，恭喜你啊，重获新生了。你父母和丁姑娘这次可吓坏了，你日后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回去一定要好好休养。多谢林姑娘了，你的大恩大德，在下日后一定会报答。太客气了，你们可以安排回府好好养着了。再会。多谢林姑娘。林云熙走出荣副将的营帐之后，这才松了一口气。我总算是救下了荣副将，他可是慕容浩的好兄弟，真好。真要感谢爸妈当年让我学医，能救治很多人的性命。林云熙回到帐篷，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他也要回去了。他的青山寨和慕容浩给他的庄子都在等着他回去管理呢。林云熙今日要为慕容浩做几道他爱吃的小菜，明日他也要离开至少1个月。没有荣副将当值，慕容浩只能一直守在军营里。今儿晚上要好好的犒劳犒劳他。不多时，林云熙在厨房就做好了6盘美味的菜，他吩咐天2天3帮他带到营帐里。林云熙等了一会儿，慕容浩还没有回来，自己先去沐浴去了。刚刚沐浴整理好自己，就见慕容浩风风火火地进了他的营帐。王爷回来了，快来用晚膳。丫头也饿了吧？快来用膳。王爷，今日荣副将回荣府养伤了。啊，荣家主告知本王了。慕容浩夹起饭菜，第1口就感觉到今晚的饭菜和平日里不太一样。丫头，这些饭菜是你做的吧？王爷的嘴就是刁，一口就能吃出来。怎么不好好歇着，去厨房做什么？厨子现在做菜的味道也不错。王爷，好好用膳。用完膳之后，丫头和你说说话。慕容浩感觉哪里不对，平时丫头吃饭都是一边吃一边和他开心的聊天，可是今日叫他吃完了再说。丫头，有什么话现在说啊？我想明日就离开军营回去了。荣副将都回府了，我留在军营里也不方便，而且我寨子里和王爷给我的庄子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呢。明日就走？你这又是通知本王，又没跟本王商量。王爷，我这不是在和你商量吗？先用膳，本王不想说这个话题。说完拿起碗筷准备继续吃饭，这些菜是丫头亲手做的，她可不想浪费对方的心血。林云熙看着慕容浩一言不发的吃饭，他也不敢再说什么，好像每次都是他想走就走，没有时间和他商量，确实是自己不太对。两人安静的用完了晚膳之后，慕容浩去了浴房，林云熙收拾了桌子上的碗筷后，叫天3拿出去了。他在思考着要怎么和这生气的慕容浩沟通他要走的事情。他不喜欢冷战，恋爱中的冷战只会让双方的感情陷入一次又一次的误会中。想着想着，慕容浩从浴房里出来，到床榻上，靠坐在床沿上，看着这几日一直在看的兵书。林云熙心想，他还愿意在自己的营帐里沐浴，应该没有生多大的气吧。他心虚的往床榻上走去，面对着他跪坐在他的双腿上。慕容浩抬眼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低下头继续看书。王爷，你还生我的气呢？慕容浩还是不理他，他要让这丫头知道做事情老是不和他商量的后果。见慕容浩还是不理他，他有点心虚。王爷在看什么书？要不我和你一起看？只见慕容浩继续不语。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我凌云溪的法子可不止这一个，要不我给王爷捏捏腿？王爷今日在营里当值，很累了吧？说完，他直接上手为慕容浩捏了捏大腿，又捏了捏小腿，那殷勤的样子看得慕容浩嘴角微弯。不过他还是不理人，看他怎么哄自己，让他下次长点记性。捏了好一会儿，凌云溪感觉手都捏累了，温声撒娇：“王爷，要不要喝水啊？我给你打水。”不用。哦，有反应了，说话了。哼，继续哄。王爷，你的胡子长了，要不我为你刮刮胡子吧？说完，李云熙手中立马就出现了一把剃须刀。饶是慕容浩见过他好几次从空气中拿东西，还是很好奇李云熙这动作，眼神中微微透出惊讶之色。不过他还是不理他，看他怎么作妖。只见林云熙全身上前，原先坐在他大腿处的女人，现在几乎是贴上了他的胸膛。慕容浩呼吸一颤，心跳加快。这女人分明不是来哄他的，是来撩拨他的。林云熙绝美的脸靠近他的下巴，认真仔细地看着他这几只微微长出来的胡须，上手给他轻轻地刮着。女人水灵灵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一眨一眨的，让人看了春心荡漾。再闻到她身上独有的兰花香，慕容浩想惩罚她的心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她的欲念。林云熙为他刮好胡子之后，看着慕容浩还是一言不发，看来这男人是真的生气了。王爷，你再不说话，我可就要冒犯你了。慕容浩继续沉默，手指微微一颤，但是他忍住了，看着他继续作。林云熙一直玩各种花样，慕容浩早就不生气了，他很满意这女人撩拨他的各种手段，他沉醉其中。林云熙此时手上也多了一把玉梳，他温柔地为他梳理发丝。王爷，我为你梳头，你喜欢吗？喜欢。这男人可算是说了第二句话，我算是赢了。林云熙放下梳子，此刻目光灼灼地看着他。王爷，能和我说话了吗？慕容浩还是沉默不语，想他继续，看他还有什么妖法。王爷，你可真能够忍的，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啦。慕容浩此时心脏剧烈的跳动，他都能够听到自己心脏的跳动声。林云熙继续拉他的衣领，这次亲了他的鼻尖，还是不理。林云熙继续，这次他亲他的耳垂，还是不理，那他就再继续亲他的喉结，就是不亲他的唇。慕容浩心中的那团火早就已经熊熊燃烧，他能够忍到现在，也是他这25年来的定力所致了。慕容浩继续忍耐，林云熙也是继续。他褪去了慕容浩的中衣和里衣，看到他胸膛上的各种伤疤，看到他这些伤疤时，林云熙的心微微震颤，他很心疼这个男人。只见他低下头，轻轻地亲吻他身上一条条的伤疤，一直往下。慕容浩感受到一丝丝暖流袭来，欲念之火已经烧到了他的头顶。只见他双手上扶起亲在他腹部的林云熙，猩红的双眼看了他一眼后，双唇附上了他心心念念的唇瓣。慕容浩喜欢这唇瓣，有他的味道，有他的温度，有他的芳香。每每亲他，慕容浩总是能心生满足。王爷，你还生我的气吗？本王早就不生气了，想看你如何撩拨本王。是王爷好坏。不坏你不长记性，以后想去哪里先和本王商量，不能只是通知。我知道了。这次确实是我想走就要走，没有和王爷提前商量。不过王爷，明日能让我走吗？本王不让你走，你会不开心的。想回去就回去吧。王爷真好。怎么那么急啊？在军营多待几日，陪本王不好吗？王爷，其实丫头心里知道，我要嫁给你应该会很难。是会有些困难，本王也在想办法。丫头你不用管这事儿。我也要为自己做点什么才可以。我知道王爷身边不是皇亲国戚，就是世家大族，我一个小小的平民百姓要嫁给王爷，真就如登天一样难。所以呢，我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我先要自己强大起来，有些底气之后，才能和你父皇和母妃谈条件。其实丫头不需要那么辛苦的，本王会护你。王爷，你护得了我一时，护不了一世，丫头要自己强大。好，丫头想做什么就尽管去做吧，但是本王会护你一世。记住，你有本王这个靠山在。多谢王爷，王爷真好。知道就好，以后少气本王就行。我尽量，毕竟2个人在一起，需要磨合的地方还很多。丫头的东西收拾好了吗？
收拾好了，明儿一早我就出发。林云熙笑着，但心有不舍。明日叫天2天3备马车送你回去，这次应该要很久才能再见到我的丫头了。不会太久的，荣夫叫好了，王爷不就可以离开军营了吗？至少需要1个月吧。也才1个月嘛，很快就会过去的。才1个月？你是多不想见本王呀？不是，我口话还没有说完，双唇又无法说话了。俩人继续。夏日的早上，天早早就大亮了，几朵淡淡的云飘在蓝蓝的天上。天2和天3已经准备好了马车，在外等候。营帐里，俩人还在你侬我侬的。林云熙为慕容浩穿上了戎装，他目光灼灼地看着眼前的男人。他很喜欢看慕容浩穿戎装，穿上去特别的精神，特别高大，特别帅气。看着林云熙满眼秋波，丫头，你好像很喜欢本王穿戎装。很喜欢。王爷，你穿戎装特别高大威武，这在我们家乡叫制服诱惑呢。那你这段时间想本王了，可以到军营里来看本王。本王在军营里会一直穿着戎装。好，有时间就来看王爷。王爷，你快走吧，你都要迟到了。王爷，这是每位皇子出生后父皇为我们打造的玉佩，每位皇子玉佩上的图案都不一样。本王的是双翅龙，双翅龙寓意着美好吉祥，也象征着男女之间的爱情天长地久。皇子成婚后会送另外一半给自己的王妃。慕容浩说着，轻轻地按了一下上面的一个机关，双翅龙分开，把另外一块递给了他。丫头，这块玉佩本王送给你，你要好好的保存它。以后去了哪里，只要看到这块玉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本王的王妃，能让你自由进出王府或者军营。林云熙拿着手中的玉佩看了看，果然是一块上等的白玉。王爷，这就是你们说的定情信物？是的，只有得此玉佩的女子才是王妃，喜欢吗？喜欢，那我可要收好了。不过王爷，我现在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能送给你的，下次等我想好送什么定情信物了，我再送给你如何？好，本王很期待你的定情信物。好，那我收着了。只见林云熙拿在手上的玉佩一瞬间便消失不见了。丫头，你不佩戴它，而是收起来。啊，这东西要带着的吗？好吧，我还真不知道这方面的习俗。不过我现在要回去种田，带着这么重要的玉佩，万一弄丢了就不好了。林云熙，你知道多少女人想要本王这块玉佩吗？你这么不当回事。我们这不是还没有成亲吗？现在带出去不是给自己拉仇恨吗？我怕把它弄丢了，当然要把它好好收着啊。本王那么深情地送出定情信物，这女人如此的无视。算了，她高兴就好。好，你就收着吧，成亲了再带。不过你可以用它随意进入军营来找本王。好，我知道了，多谢王爷了。要不王爷你再抱抱我。这女人喜欢抱我多过这块玉佩。慕容浩勾唇，满意的张开了双臂。林云熙开心的撞上了他的怀抱。他其实很想陪在慕容浩的身边，但是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他知道分开只是暂时的。林云熙坐上了马车，一个时辰就回了青山寨。进入寨里，林云熙先赶往周阳住的房子，他想看一看周阳的伤势怎么样了。刚走到周阳的门前，就看到王大山走出来。大当家回来了，这回要待多久啊？大山好啊，这回呢不会待太久，我还有事情要办。周阳手上的伤怎么样了？好了许多，手能轻轻动弹了。要不我和大当家去看看吧。两人进入了周阳的卧房，看到周阳坐在床榻上，受伤的手打着绑带，另外一只手翻着腿上的一本账本。他听到脚步声，抬起头，看到林云熙过来了，赶忙要起身相礼。不要下来，你坐好，我就来看看你的伤势如何了。大当家刚刚回寨子，就来看你的伤势，你要多谢大当家才行。多谢大当家的。别那么客气，你伤着还在看账本，原来这周阳是个工作狂啊。我这几日都躺怕了，看看一组冰块卖得如何了，也好安心。只见林云熙拿过他手中的账本放在一旁，他上前看了看他手上的伤，确实恢复得不错。现在你能休息的时候就休息，等之后你好起来，我还要用你的，以后你可就没有休息时间了。大当家可是有什么事吩咐属下办的，尽管吩咐就是了。大山也在，我就先和你俩说了吧。我在上京城京郊处租了土地，要带一些兄弟到庄子上种地去，而这青山寨呢，还需要有人管理。
周阳，我看你对青山寨忠心耿耿，后期我想你帮忙管理青山寨，就是代替王大山的位置。王大山，你呢就和我去京郊的庄子上干，如何？如果你们现在有什么想法呢，可以现在就告诉我，大家都好商量。我听大当家的，大当家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属下也是。不用想清楚了。林云熙发现古代的这些员工真的是很听话呀，不像现代，要调动一个人需要做很多的思想工作。不需要，都听大当家差遣。好，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周阳呢，后期负责青山寨的所有事务，王大山你就更辛苦一些，去京郊的庄子和我干活。后期呢，会经常两边来回跑，不过还好，咱们寨子里离我租下的庄子才1刻钟的路程，很快就能到。大山，以后就需要你辛苦一些了。能为大当家办事，属下高兴还来不及，不会辛苦。好，各组的人员应该要调动一下，调动好后呢，我在寨里开个大会吧。今晚呢，给咱们寨子里的兄弟们加菜，我好久都没有请大家伙吃饭了，就开个晚宴吧。大山，今晚呢去请怀先生一家人到寨里吃晚饭，记得把他夫人也一并请上。你们现在就可以去安排晚宴的事情了。是，我这就去办。啊，还有把各组的组长叫到我这儿，我安排一下他们的工作。没多时，王大山就叫来了第2组到第9组的组长。各位组长，你们手下有没有能独当一面的人？我之前呢可有说过让你们培养人的，可有注意？回大当家，我们都有带自己的副手。好，现在叫你们几人和我一起去上京城的京郊创一番事业，你们可愿意和我去？上京郊？我在上京城京郊租了1万亩的土地，在那里我要种出高产的粮食，还要再打造一座像我们青山寨如此美丽的小寨。我希望你们能跟着我。你们放心，跟着我去那边，我不会亏待大家的。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很辛苦，但之后我想会很有前景的。你们可愿意？如果有不愿意的，可以出列。几人很激动，纷纷回答：大当家，是你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会一直追随大当家。大当家，没有你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愿意跟着大当家。大当家，你就是我们的领袖，我愿意追随你。在场的所有人都表态，没有一个人不愿意的。好，那你们这2天就安排一下你们的副手，介绍给我认识一下。就明日吧，我要和他们谈谈。还有这2日呢，你们也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咱们后日就出发。是，属下就出发。几人听令后，纷纷下去安排事情了。黄昏，炎炎夏日的热浪慢慢的退去，天空又出现了林云熙最喜欢的晚霞。每到这个时候，他都会想起慕容浩，他想慕容浩了。不过他知道，想要和慕容浩长相厮守，只有自己强大才可以，所以现在的分开也只是暂时的。今儿晚上，林云熙宴请青山寨的兄弟们用晚膳，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但是青山寨里却是灯火通明。兄弟们好，我是你们的大当家，我们相识也近3个月了，今日我非常高兴能和大家聚在一起用晚膳。这3个月以来呢，我看到了大家都很努力，而通过你们自己的努力，咱们青山寨已经摆脱了之前的贫困，现在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大家呢努力干，更好的生活还在后面。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我们青山寨会更好。大家有没有信心？有，支持大当家。好，那我接下来和大家说说我最近做出的计划。我在上京城的京郊呢租了一块土地，那地方离这里非常近，走路1刻钟就能到。我现在要调派我们寨里之前的组长和部分兄弟过去种地，谁会种地我优先选择，没有选上的也没关系。青山寨呢会是我们的根据地，这里同样有很多机会。咱们的3座大山还没有利用完，后期我会开发更多的项目给到大家。只要是咱们青山寨的兄弟，我都会一视同仁的对待，前提是你们自己够不够努力，有没有上进的心态。我希望咱们青山寨的每一位兄弟都不会落下，对不对？对，我们都会努力，跟着大当家一起好好干。此时，天三一直拿着一个小本本在林云熙的身旁记录着，他要记录清楚林云熙的每一句话，明日好让王爷知道自己的主子有多厉害。好，大家有信心就好。我们留在寨子里的兄弟们，后期一定要继续好好干，还要和怀先生一家人好好努力，识字学礼，这是我对大家的期望。大家放心，那边和我们山寨很近，我也会经常过来看看大家的情况。青山寨才是我们的大本营。好了，今日我的话呢是多了一些，大家伙今晚吃好喝好。等一会儿我会叫王大山给大家都发个红包，算是我为大家准备的小礼物。红包呢也不大，大家1人2两白银，
算是讨个好彩头。哇，吃饭还有红包拿，大当家对我们真是太好了。2两银子很多了，每个兄弟都有。现在发现能待在青山寨太好了。是啊，大当家能让大伙过上好日子，我们相信大当家。下面一声声赞许声起来，林云熙听着开心，他正要举起手中的酒杯和大伙儿喝酒，天儿上前小声道：“主子，王爷说过，主子不能喝一滴酒。就一小杯，不多的，今晚大伙高兴。主子，王爷有令，属下也不能违抗王爷的命令，请主子喝茶吧。好吧，他管的还真是够宽的。”林云熙不知道上次他喝断片的时候，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慕容浩如此禁止他喝酒，不过听话总是没错。大当家为啥不喝酒啊？喝茶多没劲呀！我家夫君管得严，我听我夫君的。天三在一旁赶紧把这话记下来。王爷听到这话，肯定是能够高兴一整日。大当家还说当家夫君不是你夫君，现在承认了吧？承认了，他就是我夫君。说着，林云熙甜蜜地笑了起来。天三高兴地把这句话也记了下来。王爷能高兴2日。大当家的夫君今晚怎么没有过来？今晚那么热闹，不来多可惜啊！我夫君很忙，等他有时间呢，他也会过来的。大山，你就不要操心我了，操心你自己的事儿吧。说完，他偷偷地瞧着坐在他旁边的怀先生一家人，这一瞧，还当真让他发现了一个小秘密。怀先生的双胞胎大女儿怀子金正偷偷地看着王大山，那眼眸中似乎是有不可察觉的爱慕之情。给大家敬完酒之后，他把王大山拉到了一边，贼贼地笑起来。王大山，我不在的这些日子，你是不是做了啥事儿？我不知道啊。大当家，我王大山对天发誓，你不在的时候，我都是兢兢业业的干活，没做什么对不起大当家的事情啊。哎，不是干活的事儿，要不你现在偷偷扭过头去看看那怀家的大小姐怀子金，她正往咱们这边看。王大山好奇，扭过头去，正碰上怀子金灼灼的眼神，他心下一惊，突然就感觉心脏漏跳了一拍。他扭过头，疑惑不已：大当家这是何意？他大山啊，今晚他可是一直在看着你，你去接人家姑娘的时候，是不是对人家特别好啊？人家姑娘好像看上你了啊？没有啊，我见他们一家都是恭恭敬敬的，去到他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重活，我就帮了一下。有一次他走山路不小心差点摔倒了，我就扶了他一把，仅此而已。哦，那他是你喜欢的类型吗？如果是的话，大当家帮你。人家姑娘长得那么好看，又知书达理的，怎么能看上我这样的乡野村夫？我可不敢高攀。大当家看我脸上还有条伤疤呢，人家姑娘看了都怕的。有你这话就行了。大当家呢，先帮你娶媳妇儿，你的疤痕我这儿有药可以给你涂抹，等到后期虽然不一定能消除，但是简单还是可以的。大当家还是不要了吧，人家万一看不上我怎么办？王大山现在这一颗心砰砰地跳，一点都自信不起来。王大山又偷偷地往后看了一眼怀子金，这姑娘还真是美啊！如果是自己的媳妇儿，那么自己此生也是无憾了。怀子金对上王大山的眼，俩人的眼神在空中触碰。怀先生，刚刚我对兄弟们的谈话你都听到了吧？林姑娘果真厉害，短短几月就能带领山寨兄弟们过上好日子。怀先生过奖了，我现在呢想求怀先生一件事，不知道怀先生能不能答应姑娘我？林姑娘请讲，老夫听听看。我这次过去的地方一共有5个庄子，每个庄子上大概有70到100户人家，庄子上现在也没有学堂。我呢想借用怀先生的一个女儿过去给孩子们教书，不知道怀先生可否同意啊？那边和我们青山寨走路只需要1刻钟的时间，就和先生家到我们青山寨一样的距离。我每月会给4日的休息时间给到怀家姑娘，她可以住在庄子上，如果不想住在庄子上也可以。王大山会和我去庄子干活，他每日可以接送怀家姑娘。教书的酬劳还是1月30两银子，若是他不住在庄上，那我每年另付他30两奖金作为路费。先生意下如何？怀淑瑜看了看2位双胞胎女儿，又看了看他的夫人。他夫人今儿晚上是第一次来到青山寨，也是第一次见到林云熙本人。他觉得这姑娘与众不同，有本事，能带领这么多人过上好日子。如果自己的女儿跟着她，日后的生活一定也会变得更好。最后他看向了怀淑瑜，轻轻地点了点头。不知林姑娘看上我家哪位姑娘？怀先生的2位姑娘自然都是很好。这样吧，就让大姑娘跟着我去吧，毕竟她是姐姐，妹妹也可以留在家里照顾父母。
不知道怀子金姑娘是如何想的，是否愿意与我和王大山过去呢？林云熙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故意把王大山的名字提高了一个调子。怀子金刚刚在听到王大山也过去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想好了，自己想跟着去，那边离家不远，还能经常看到王大山，他很乐意。林姑娘，我愿意过去，在哪里教书都是教，我很喜欢孩子，能教孩子读书识字我很开心，就让我过去吧，妹妹在家里就好。好，那咱们就这么定了。那你是要和我住在庄子上，还是让王大山接送呢？我和林姑娘住庄子上吧，每日接送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也想和林姑娘多学点东西，姑娘身上有很多东西是我想学的。好，那就这么定了。一会儿呢，我就写2份书契，你我签一下就好。这2日你回家好好准备行李，咱们后日就走。好，多谢林姑娘。这大当家对我真好，说帮忙搞定这美丽的姑娘，现在马上就出手了，真够快的。安排好一切后，林云熙也吃饱了，和天2天3回到了自己的院子，忙碌的一天结束了。第2日，慕容浩在用早膳，天一就收到了天3的飞鸽传书。王爷，这是天3今日的飞鸽传书，好像字数有点多，请王爷过目。一大早就收到那丫头的消息，他唇角露出好看的弧度来，赶忙就打开字条，认真的看了起来。这丫头才离开1日，就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真是能折腾啊！当他看到我家夫君管得严，我听我夫君的和承认了他是我夫君这2句话之后，脸上那笑容就挂不住了，确实是能让自己开心好几日。这丫头在公共的场合说了这样的话，她当时是什么样的表情呢？看来以后要让天2和天3把表情这一项也要写全了。青山寨这边，林云熙一大早就醒了，他今日要和新的组长交接工作，还要收拾东西，他的事情还多着呢。订完了早膳，就带着天2和天3去了青山寨。他还是照例先去了周阳住的屋子，继续检查周阳的伤势。哎，大当家今日好早啊，我们刚刚用完早膳你就过来了。今日事情比较多，我们明日就走了，所以要赶快把事情弄完。大山，我现在先检查一下周阳的伤势，你去把旧组长和新组长都叫到这里来。林云熙检查了周阳的伤势后，王大山就带来了一群人。新组长先自我介绍一下吧，让我认识一下大家，就从1组到9组来吧，这样我也好记住大家的名字。大当家，我是1组的新组长赵宁。大当家，我是2组的新组长李冰。大当家，我是3组的新组长周旭。大当家，我是第4组的新组长范信。大当家，我是5组的新组长顾九。大当家，我是6组的新组长杜峰。大当家，我是7组的新组长高安。大当家，我是8组的新组长卓立。大当家，我是9组的新组长向林。好，赵宁、李冰、周旭、范信、顾九、杜峰、高安、卓立、向林。好，我都记下来了。现在呢，你们就是我们青山寨各组的新组长了。以后咱们青山寨的主要负责人是周阳。周阳，以后呢，这些兄弟都交给你掌管，你要好好的带他们，就像王大山之前带你们一样。我们一定不会让大当家失望的。那就好，我也会经常回来看看你们的表现。好了，你们新旧组长下午全部交接好手头上的活，还有大山和周阳，你们也要交接一下工作。我们明日就要去庄子上了。天儿，你今日就到我们之前去过的5个庄子上，和5个庄子的管事说，我明日呢会带60个兄弟进入庄子，让他们准备一下。是，回主子，那5个庄子都有名字的。哦，什么名字？庄子也会起名字？好，属下将那日主子去庄子的顺序报给主子了。好，你说。他们分别是山居庄、四海庄、花石庄、七间庄和喜林庄。这些是你们原来的主子起的名字？是的，是他取的名字。想不到这慕容浩还很会起名字呢，那以后孩子的名字找他起就可以了，我可不喜欢起名字。好，我知道了。天儿，你先去办我刚刚交代你的事情。是，主子。 5个庄子的管事们昨日收到了天儿的消息，今儿一早全都到了山居庄的大门相迎了。老奴恭迎林姑娘，林姑娘一路辛苦了。5位管事好，今日呢我就正式入住庄子，还请各位多多指教。要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吧。我的名字呢叫林云熙，你们叫我林总管就好。你们怎么称呼呢？按山居庄、四海庄、花石庄、七间庄、喜林庄这个顺序介绍，我好记下来。 5个管事听到他直接说自己是林管事，他心中暗自不喜，但还是老老实实的报出了自己的名字。老奴是山居庄的柳红成，老奴是四海庄的白志阳，老奴是花石庄的李德宇，老奴是七间庄的曾昌伯，老奴是春林庄的叶哲俊。好的，
我已经认识大家了。现在呢，请带我和我的兄弟们到我们的住处安顿下来，下午再和大家碰面。林云熙说完，看向5位管事，只听山居庄的刘管事说道：“林总管，我们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住处，就在庄子的正中央，这样林总管日后去哪个庄子都很方便。”做得不错，那我们就进去吧。好，老奴带林总管进去。刘管家，我看庄子上的很多房子都很一般，怎么这中间位置的会有如此精致的院子啊？回林总管，这院子之前是留给瑞王的，他上次走后说这院子以后留给你用，所以林总管只管住下就可以了。哦，原来如此，那我就住下了。你先下去吧，午膳记得安排一下，我们这些人安顿好了以后，下午再和你们碰面。好，老奴先退下了。各位，今日下午和大家碰面，就是来说说我能给5个庄子带来什么好处。本姑娘呢，是一个做实事的人。我知道，现在下面呢，你们之中会有很多人质疑我，这很正常。你们可以保留你们的质疑，我可以给大家3个月的时间质疑。如果3个月后我做不出成绩，我自动离开庄子。但是这3个月内，你们必须要听命于我。如有不听命者，我会严惩不贷。这是我的权利，也是瑞王给我的权利。我希望你们能配合我的所有安排。好，现在呢，咱们废话少说，王大山，把今日咱们带过来的粮食种子带过来。只见王大山示意，下面的一位兄弟跑到外面，带来了几个小袋子，有红薯、土豆、玉米、小麦、水稻。林云熙走下去，拿起手中的红薯，告诉下面的人：“这个是叫红薯，是目前所知产量最高的粮食。我们在青山寨做过实验，能亩产40担左右。它既可以做粮食，又可以做糕点，还可以制糖，等等等等，应用非常的广泛。40担，那么多！”下面这5位管事听到这话都惊呆了，怎么可能会有如此高产的粮食？要知道他们现在种的稻谷才亩产3担。他们好奇地上前拿起红薯看了看，是他们没有见过的粮食。这些只是我手上很少的一部分粮食，我还有不少的蔬菜瓜果，还有种类非常多的种子。如果大家想跟我干，咱们明日就可以开始了。我来的时候注意到，咱们外面的稻谷都已经收好了。刘管事，具体称了吗？你们的水稻亩产有多少？回林总管，我们5个庄子的稻谷平均下来大概就3担左右。知道为什么那么少吗？因为今年雨水少，干旱所致。你们种植水稻只能靠天下雨。是的，种粮食就是靠天吃饭的活。我看咱们庄子边上有很大一条河流环绕着整个庄子，那可是天然的水源。林总管有所不知，我们也会派农夫们去挑水，但是庄子的土地太大太多了，人手还是不够的。好，水的问题我可以解决，你们可以过来看看我这个图。这上面清晰地画着水车和各种管道的设计图。刘管事上前接过林云熙的图纸，和其他4位管事仔细地观看。他们看了一会儿，没看懂。林总管，这是什么？这个呢叫水车。这个水车的工作原理就是通过河水的高低水流，借着水势的运动惯性，缓缓地转动着浮条，然后一个个水斗里装满了河水，再被逐级提升上前，临顶，水斗呢又会自然倾斜，将水注入渡槽，流到灌溉的农田里。下面的人听的也是似懂非懂，下面喜林庄的叶哲俊似乎能听懂，只听他开口：“林总管这设计太巧妙了，这样能减少农夫挑水的工作量，能自动灌溉良田，太厉害了。”叶管事能看懂这水车？老奴啊，之前和一个师傅学过一些木工活，能看懂一些。很好。今日我就先来说说我能给大家带来的好处，总结如下：第一，我能给大家带来多种高产的种子；第二，我知道这些种子如何种植；第三，我可以改变你们灌溉农田的方式，节省人力。今日呢，就先说这些。等到后期咱们粮食收割之后，我也会给大家惊喜。还有啊，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咱们庄子里的所有事宜，你们现在必须保密。如若有人泄露了我们粮食的产量和种植方法，我有权利对你们动刑。现在咱们就先签保密书契吧。说完，林云熙示意王大山把之前准备好的书契拿出来。
下面所有人都签了书契，盖好手印后，林云熙又吩咐了各庄子的管事，明日带着各自农夫集合之后，让庄子上的人走了。5位管事走出了议事厅后，都有自己的想法。哎，各位管事，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林总管有点本事？他一堆高产的粮食，如果能种出来，那我们庄子日子就好过了。刘管事是认准林云熙的。是啊，看他年纪轻轻的，想不到他还有2把刷子，有粮食，会种地，会设计什么水车，够厉害的。是啊，我以为他就是一个花瓶儿，没想到他画的水车果然厉害。叶管事看上了林云熙设计的水车。我们且看看他还能折腾出什么花来。如果像他所说，我就服他。李管事对林云熙还持怀疑态度。他是王爷派来的，应该不是擅长。你们看他那架势就知道了，还让我们签什么保密协议？我还是好好的把他供着好了，我可不敢顶撞王爷派来的人。这曾管事是个逆来顺受的。5人有着不同的想法，各自回去安排各手下的农夫去了。明日可是要开始种地的。这几个人的对话，暗处的天三可没忘记记下来。他不但是要报告给自己的主子，还要报告给王爷，看看2位主子怎么处理这些人。天三把这情报呈给林云熙时，林云熙匆匆的扫了一眼之后，没有任何表情。他知道，他一个空降兵，刚来就想轻松压制这些老人，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大家好，我是昨日新来5个庄子的林总管，今日和大家相见，是和大家说说我们种地的事情。当然呢，我刚来也会给大家带来好礼，请大家耐心听我说完。第一，我知道大家的月银之前是300文一月，现在我给大家提到450文一月，但是呢，前提是要完成我每日给大家定制的工作量。第二，我知道大家1月只能休1日，但现在我规定大家1月能休息4日，每遇到周日休息1日。第三，所有在庄子上干活的农户，如果家里有想启蒙或者想读书识字明理的孩子，我会在庄子上新建学堂，让你们的孩子免费上学，包括笔墨纸砚我都会免费提供。目前呢就这3点好处，大家如果好好干，后期我会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大家有没有信心跟我干？下面的农户听到了这些好处，纷纷点头。哎，这林总管真好啊，能给我们提高工钱。要知道我们工钱有5、6年没有提高过了吧？哎呀，家里吃穿用度都不够花的，这好处真实在。是啊，我们之前在这庄子上做活，1个月才休息1日，现在能休息4日了，真是太好了，有时间陪媳妇儿到京城逛逛了。我还在为我的孩子没有地方上学担心呢，想不到庄子上要办学堂了，还免费提供笔墨纸砚那么贵重的东西，这些林总管都管。看来我要好好干才行，就为了让我儿能读书识字。下面的人议论纷纷，都觉得这个林总管果然是能给大家带来好处的。最后大家齐声道：林总管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干，不会辜负林总管给我们带来如此实惠的好处。好，那就好，咱们大家一起努力。这位呢是王大山，是我的副手，另外2位是以后教授你们种地的兄弟，以后包括刘管事都要听他们的指挥，有事呢直接找管事，管事决定不了的事情找王大山就可以了。好，我们知道了。林总管现在是要开始种地了。我们昨日听说林总管带来了高产的种子。是的，大家一会儿就能种地了。但是呢，前提是我们所种的粮食产量和技术，你们一定要保密。如若有人把这些秘密外传的话，我可不是什么善良之辈。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林总管放心，谁有好日子过去闹事的？我也是事先把丑话说在前头。林总管放心，我们会保密的。好，那大家和这2位兄弟下去领种子，开始种地吧。我还要和王大山去其他庄子。林云熙带着王大山继续去了其他4个庄子。收买人心的过程和山区庄一样，那效果一样是非常的好。收买完庄子管事，又搞定了农户后，林云熙开始实施他的商业计划宏图了。这段时间以来，林云熙一直和大家住在庄子上，经常下地教授如何种植这些高产粮食。这些知识可都是他从科技库里农业书籍学来的。他还和家具组的组员们开始制作水车。20多天过去了，5个庄子上都各自制作好了一座水车。现在农田的灌溉问题算是解决了。就这样忙忙碌碌的过了1个多月，庄子上的事情算是顺利的梳理了一遍，各项事务开始进入了正轨。林云熙终于能够放下心来。上京城东郊东御林军军营里，一大早，慕容浩见到了他想见到的人。荣副将进入他的营帐时，慕容浩大喜。
你身上的伤好了？完全好了。我在府里躺了1个多月，快闷死了，所以来军营找表哥聊聊天。好了就行。哎呀，我们2个大男人有什么好聊的？你什么时候来当值啊？慕容浩他1个多月没见那丫头了，也实在是想念极了，想这表弟赶紧来当值。表哥莫不是早就想要飞出军营了吧？想表嫂了？那当然，那丫头给了他玉佩，也不知道来军营看看我。啊，表哥，你把皇上御赐的那枚玉佩的另外一半给他了？是啊，给他了。为何如此震惊？表哥，你确定要娶她为王妃？她在本王心里已经是本王的王妃了，只是没有行礼而已。她什么家世背景都没有，皇上会答应吗？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本王自有分寸。刚刚本王问你何时来当值，今日就当值，让表哥去见心上人吧，不然人家姑娘跑了。当真？你今日能当值了？不当值，表哥以为我真来军营和你聊天的呀？我和我爱人聊天不好吗？2个大男人的。好，那你就当值3日吧，本王要去见他。哎，走吧，我是过来人，知道表哥想自己的女人了。说完之后，慕容浩1个飞奔就冲出了营帐，打马离开了军营。这身后啊，还跟着10几名暗卫呢。他在离庄子远远的一个土坡上就停了下来，远远的望去就能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戴着围帽，穿着农妇才穿的苦装，穿梭在田头地间，这里看一下，那里指挥一下，忙得不可开交。她是不是很美？这个问题是该回答美呢，又或是有什么其他更合适的回答呢？王爷，林姑娘戴着围帽，属下看不清楚。慕容浩对他这回答不做评价。问天一这样的问题，能得出答案，那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他说的也对，丫头戴着围帽，确实看不出她美不美。她真是到哪里都能活得很好啊！是不是没有本王，她也能活得如此精彩？天一认真的思索着这个问题，这要怎么回答王爷才会满意呢？回王爷，林姑娘一直都很厉害，她好像什么都会，她自己一个人也能活得很好。她一人也能活得很好？王爷今日是怎么了呀？之前从来不和我谈论林姑娘的事情，今日问我这些问题，我该说林姑娘好呢，还是好呢？天一此时是冷汗直冒。告诉天二天三，带他到本王的温泉山庄来，本王在那里等他。是，属下马上去办。说完，天一就赶忙离开。他怕王爷再问他回答不上来的问题，消失的速度比平日要快多了。此刻林云熙从田地里回到了自己住的院子里。这个时候，天二刚刚从食堂里为他打来了午膳。天二刚走到院子外，便看到天一来了。天一交代好了事情之后，打马离开。林云熙正坐在正厅用午膳，天三就进来了。天三，你们用午膳了吗？如果没有的话，就赶快去食堂，不然等一会儿没有饭菜了。回主子，我和天二用过午膳了。啊，那就好。你找我有何事？天三看主子一个人用膳，挺无聊的吧？我陪主子说说话如何？天三这段日子可是一直都跟着他，知道他一个人用膳会闷。他今日有好消息要告诉主子。想说什么就说吧，一个人用膳确实太安静了。主子，你也想不想2个人用午膳，这样会开心些？你刚刚不是说你用过午膳吗？现在还想用？不是主子，你来庄子都快2个月了，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人？什么人？要不你提示一下？主子，当然是王爷啊！你不想王爷吗？你们可是快分开2个月了呀！主子这反应也是没谁了。王爷他在军营管理3万兵马，应该很忙的。我在这里管着庄子也很忙，想当然想了，不过这不是条件不允许吗？属下知道王爷让你有时间去军营看看他呢，主子你怎么不去啊？你一直跟着我，你看不到我近2个月来有多忙吗？说的也是，如果王爷想见主子，主子是不是很高兴啊？当然高兴了，不过他应该来不了。荣副将不是还在养伤吗？林云熙预测荣副将至少要2个月才能好，加上调养就会更久了。嘿，天三有个好消息带给主子，主子可想听？你快说，不要再卖关子了，小心我罚你。好，主子不要急。天三告诉主子，今日荣副将到军营当值了。哦，他身体恢复了，真是好消息。主子，重点不在这里。荣副将重获新生，这不是重点吗？主子到底是不在乎王爷了呢，还是真的忙晕了？再和主子绕下去，我就绕疯了。哎呀，主子，我就直说了吧，荣副将回营当值了，王爷今日休沐。哦，他在军营里辛苦了快2个月了，好好休息是应该的。主子，你就不想见王爷吗？如果王爷知道主子和我说这些话，我也指不定要如何欺负主子呢。想啊，难道他要来庄子？主子，你终于开窍了，我都说那么直白了，你现在才明白。那我赶快用完午膳，好好打扮一下。主子，不
不用打扮了，王爷现在在温泉山庄等你，你还是快去吧。你不早说，和我绕了这么大一圈，直接说不就得了？该罚。此时林云熙心里早都乐开了花，他放下了吃了一半的午膳，走出了院子。此刻马背上的林云熙心情当然是很好，他其实很想慕容浩，每天忙完一天的活之后，每天晚上总是想着他和慕容浩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林云熙加快了速度，他要扑向他，他想念了近2个月的男人。1刻钟的时间，一行3人来到了温泉山庄。林云熙赶紧下马，把白雪交给了天儿，然后他便飞一般的跑进山庄，穿过数道门廊，来到了他和慕容浩的卧房。他知道慕容浩一定会在那里等他。林云熙推开房门，便看到一个高大而又熟悉的身影站在桌子旁边望着他，那眼神里满是他熟悉的温情。此刻林云熙心跳加速，隐隐能够听到自己不安分的心跳声。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变得好紧张，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我这是怎么了？看到慕容浩就站在我面前，我怎会如此紧张？这难道是别人所说的小别胜新婚，还是好久不见陌生了？王爷，刚刚天三说你在这里等我就过来了。慕容浩听着他这紧张的话语，弄得自己也莫名紧张起来。本王在这里等你。什么情况？我慕容浩一个千军万马都不怕的人，在这女人面前竟然紧张了。我刚刚打马拉缰绳的手脏了，我去浴房洗洗。看着林云熙匆忙的离开，慕容浩唇角微勾。他好久不见自己了，竟然是这样的反应，不应该是直接冲过来让自己抱抱吗？没一会儿，他擦干手出来，看着满眼深情盯着自己的他，林云熙的心跳都快要停了。他好久不见我了，不应该是张开双臂过来抱我的吗？怎么还站在那儿？难道太久不见，2个人之间也陌生了？看来夫妻还是不能分开太久，这样会影响夫妻关系的。王爷，我刚刚出了一身的汗，还有这身农妇的衣衫好像也不太好看，我要去换一下，我先去沐浴。好，去吧，本王等你。一听到慕容浩答应，他又急匆匆地进入了浴房。浴房里头，他松了一口气，这今儿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看到他会如此紧张，说话都开始结结巴巴了？林云熙不管了，先沐浴再说。他一个上午都在田地里干活，出了很多汗，确实是需要先洗一洗了。慕容浩在卧房里一直站着，他望向门外的温泉池，他似有所思，唇角露出好看的弧度来。不一会儿，林云熙就穿着一袭白色裙装中衣出来了。丫头，过来，本王用真气为你干发。林云熙乖乖地走上前，如擂鼓般的心跳似是要跳出喉咙，来到慕容浩的跟前。只见慕容浩双手握住他湿漉漉的头发，运起真气，然后他的头发便肉眼可见的干了。林云熙正要说话，慕容浩一只手插入了他的发丝，挽住他的后脖梗，一手挽住他的腰，将他拥入了自己的怀里，紧紧地拥着林云熙，无视林云熙微微颤抖的身躯，俯下头来，4片唇瓣相触。林云熙缓缓闭上了眼睛，男人好闻的荷尔蒙在他鼻息流过，他迎上了热烈的吻，深探其中，仿佛是在享受着他。2人拥吻着，慕容浩缓缓地把他打横抱起来，缓缓地把他放入了床榻。身下的林云熙双眼迷离，看慕容浩停了下来，他挽住慕容浩的脖梗，索取慕容浩的吻。林云熙，你有没有想过本王？有，每晚都会想我的慕容浩，我的王爷。那今日本王就要了你。好，我也想王爷了。这话一出，他得到了肯定，也不想再忍耐。眼前的女人，他想了无数夜晚，他想要把林云熙吞噬殆尽。此时的他满眼尽是对林云熙的占有欲，他狂吻下去，手不自觉地就扯开了林云熙的中衣带子。他心中藏着的那把火已经是无法浇灭。安静的午间，外面热浪滚滚，床榻上隐约传来2人急促的呼吸声。慕容浩一只大手托住了林云熙的腰，正要攻城略地时，他理智回归便停了下来。丫头，还是留到我们的洞房花烛夜吧。丫头都听王爷的。丫头，本王让你有空去军营看本王，你为何不去？你知道本王有多想你吗？王爷，我在庄子上很忙，真的没有时间去。你可以晚上来看本王，早上就走啊。要知道本王想你都想疯了，每晚都很难入眠。
我也想王爷。王爷，我们日后不要分开那么久了，好吗？哎呀，这次是本王离不开军营，不然早就来看你了。本王答应你，以后我们不分开那么久了。本王怕你把本王给忘了。怎么会忘？王爷，庄子上的事情我都理顺了，以后就可以经常陪王爷了。此话当真？你要回上京城了？我要回上京城找个铺面。丫头要开店，本王有很多铺子，你拿去开就行。怎么又要王爷的？我自己找就行。我不想老是在王爷的羽翼下生活。林云熙打小就一直很独立，不喜欢靠别人生活。本王的都是你的，丫头你要记住这一点。好，可丫头现在不是还没有嫁入王府吗？等以后嫁入王府了，我会要王爷的。总是不听话。慕容浩没好气地说道，可是心下却是很高兴。林云熙很独立，这一点很好。丫头不听话，王爷还不是喜欢丫头？本王逃不出你的手掌心了，这辈子丫头就和本王绑在一起吧，你也别想逃。我的王爷那么帅，对我那么好，我傻呀，我怎么会逃？林云熙笑着，他心中洋溢着满满的幸福。记住你说的话，不逃啊，赖着王爷了。丫头，本王在上京城为你开一个药铺吧，凭你的医术赚银子很容易的，本王真不希望你太累了。王爷对丫头真好，不过呢，我要拒绝王爷的美意了。林云熙早就想过这个问题，他难得大难不死，他不想每日坐诊，他想让自己活得精彩一次。慕容浩假装呵斥他，可是却是满眼的宠溺。丫头又不听话？不是，王爷，你听我说，我之前在我的家乡就是天天坐诊看病的大夫，每天看生老病死，其实也有点累了。我既然能来到王爷您的身边，我想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大夫可以守护和挽救病人的生命，但我现在做的事情却是能让全天下的人不挨饿，这是我的理想。我现在不想坐在一个地方给人看病，我要养活东胜国的百姓。王爷，你能不能支持丫头的梦想？丫头心系天下百姓，我的丫头有出息了。这几月王大山他们一直跟着我，我看到他们从食不果腹到如今的变化，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相比较大夫这个职业，我更喜欢心系百姓，而且我做这个其实也是有私心的，那就是赚更多的银子。林云熙现在还不能告诉慕容浩，他做这些也是为了他，这是后话了。慕容浩听到了他这一席话，目光灼灼地看着他。他看中的女人到底有多大的能量，能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不过他相信林云熙，林云熙说得出来，就一定能够做得到。慕容浩会默默地支持他。慕容浩听他一席话，搂着他的手臂更紧了。王爷，你抱住我抱得太紧了，我不舒服。弄到哪里了？让本王看看。慕容浩赶忙就松开了手臂，看了看怀里的他。没有，就是你抱太紧了，这大中午的好热啊。丫头，既然你不想开药铺，那就不开。你想做什么，本王都支持你。多谢王爷，如果有一日我干不动了，王爷再帮我开药铺，到那时啊，我一个老太婆只要坐在药铺里看诊就行了。好，到时候本王为你送膳食。慕容浩，你真好。说完，林云熙抬头蜻蜓点水地亲上了他性感的双唇。本以为就是简单的亲亲，可是却不曾想他又按住了他，一时间床榻上的温度再次升高。两人一起午休了1个时辰，林云熙一动，慕容浩就醒了。本王休沐3日，这3日你都要陪着本王，哪儿都不能去。好，陪着我的夫君，哪里都不去。以后就叫本王夫君。那不行，偶尔叫一下还好，还没有成亲呢，成亲后才能一直叫。再叫一声听听。慕容浩，慕容浩，慕容浩，你死丫头，叫不叫？就是不叫，看你能把我怎样？真不怕死？慕容浩开始挠他痒痒。夫君，你放过丫头！夫君，这还差不多，放过你了。今日就叫这一回，后面就没有了。哼！死丫头真小气。丫头，今日有没有想去的地方？要不王爷带我去趟青山寨吧？等后期我在京城开店，我想让周阳上去帮我。上次我救他的时候，他宁死也没有把我们冰块的事情说出去，我觉得他可用，所以今日想和他谈谈。丫头要开什么店？我要开一个连王爷都没有见过的店。现在呢，先保密。本王都没有见过的。遇到你之前，本王不信有本王没有见过的店。遇到你之后，本王相信了。到时候王爷就知道了。连本王也不说。王爷，
让丫头保密一段时间吧，好吗？好，你的鬼点子最多，本王依你。走吧，我们这就出发。嗯，我们就骑我的白雪去吧。白雪可聪明了。白雪？王爷送给我的马全身雪白，我叫它白雪。这名字不错。两人一路聊着，一路走出了农庄。看到门外的白雪，林云熙有些感叹：这天二的耳力也太好了吧！我才说了一句，马就备好了，有点恐怖哦。以后和慕容浩说话要小声些才行。一盏茶的功夫，两人同乘一骑来到了青山寨。他和慕容浩在寨子里头走了一圈，在冰块仓库看到了周阳。大当家和当家夫君好，今日过来了。周阳你也好啊，今日有事情找你商谈，你的手好了吗？多谢大当家关心，基本上都好全了，现在还在用当家的方法继续康复，属下觉得应该能康复到以前的状态。那就好，康复训练不能停。啊，对了，你先叫一个兄弟到庄子上把王大山请回来，我们3个人谈一下。好。周阳应下之后出去吩咐。周阳，我想带你到上京城为我做事，你可愿离开青山寨？大当家，属下这条命都是你给的，你叫属下上刀山下火海，属下都愿意。只是属下离开青山寨，不知大当家找谁负责青山寨的所有事务啊？新培养的各组组长，有哪个是能独当一面的？一旁的慕容浩看向认真的林云熙，林云熙做起事儿来，那还当真是雷厉风行，认真严谨。和自己谈情说爱时，又是娇俏可人，真是个角色转换得非常到位的丫头。林云熙还真是令自己着迷。慕容浩想着，就听到周阳认真回答：回大当家，属下以为一组的赵宁就很不错，他之前一直跟着属下，属下对他也比较了解，他做事认真负责，是个可托付之人。既然是你看中的，那就他了。我大概还需要1月左右准备去上京城的事情，你这个月呢多带一下他，1个月后你就跟我上京，我会为你安排京城的一切。是，属下遵命。还有大山，现在庄子那边基本上稳定下来了，你这2个月呢也辛苦一些，就先两边都跑一下。我给赵宁2个月的时间，你也可以多带他，让他能完全上手之后，你后期就总管庄子上的事情。青山寨这边呢，就完全给赵宁接管。好，听大当家的。慕容浩看着女人的各种安排，投来了敬佩的眼神。他的女人真不是一般的人。几人商议好所有的事情，在食堂用了午膳之后，慕容浩就带着林云熙离开了青山寨。两人共乘一骑，一路向前。王爷，咱们这是去哪儿？跟着本王就是。到底是什么地方啊？神秘兮兮的。一路上，慕容浩一手抱着她，一手拉着缰绳，两人一起飞奔在山林间草地上，一路向上，来到了一座山的山顶。然后两人便下了马，站在山顶上，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开阔壮美的江山图。王爷，这里好美啊！我们等等，一会儿更美。还有什么？丫头，耐心等等。只见慕容浩从身后搂着她的腰，两人一起看向了远方。林云熙不知道他让自己等什么，只要有慕容浩在，他都很开心。林云熙就耐着性子等就是了。大约过了2刻钟的时间，只见天边的云渐渐被落日的红光染红，一片又一片的红云照耀了整个天际。远方的河流山川全部一片绯红，是晚霞。林云熙最喜欢晚霞了。王爷，是晚霞，好美啊，我好喜欢。知道丫头喜欢，你不是说你家乡的晚霞很多吗？本王今日带你来看看。是的，我的家乡也经常有晚霞。林云熙扭过头，仰起头来，用她柔软的唇亲吻上了慕容浩的唇瓣。两人在这天地间忘情的狂吻，天地为证，他们真心相爱。停下来之后，慕容浩坐下来，把她抱在了自己的双腿上。丫头，这个地方喜欢吗？很喜欢，我一直很喜欢晚霞，王爷都记得。丫头喜欢的东西，本王都记在这里。王爷，你想不想有一日，我们找个无人认识的地方，过闲云野鹤的生活去？本王的命是你救的，这辈子你想去哪儿，本王就去哪儿。慕容浩抱着林云熙看向远方。王爷，你想要那至高无上的位置吗？没认识你之前不想，认识你之后想了，但是又想和丫头日日腻在一起。
那我就真成了红颜祸水的女人了。我的丫头怎么可能是红颜祸水？别胡说。我觉得我像。作为皇子，那个位置都会想去争的。有时候不是为了那个位置，而是为了活命。本王不保证本王的那些兄弟们会让本王做个闲散王爷，所以为了活命，更为了自己在意的人，本王愿意试试。这过程很凶险，丫头愿意站在本王的身旁吗？既然王爷把你内心最深的秘密告诉了我，我会一直守护王爷，永远站在王爷身旁，不离不弃，一直到死。本王有你，此生足矣。两人相视而笑，一起看向远方的晚霞。此刻，他们都互相表明了心迹，他们是一体的了。坐了一会儿，林云熙想带他玩一些刺激的东西。王爷，你怕高吗？不怕。丫头的王爷经常上阵杀敌，高山、草原、山林都走过，没怕过什么。王爷真厉害，要不我带你玩个刺激的游戏可好？丫头又有什么鬼点子？王爷，你看。只见林云熙一个眨眼，地上就多出一个超大的包袱。这是什么？王爷，你想飞吗？飞？人怎么能飞？如果我要带你从这里飞下去，你可相信我？你救了本王2次，命都是你的，本王信你。好，那咱们就开始吧。只见林云熙打开了那个超大的包袱，里面是一张5颜6色的大块布料，下面还系着许多条绳子。丫头，这是什么？这是高空滑翔伞，很好玩的。不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准备好了一切。他们高高的飞悬在高山间，耳边是夏日里暖暖的风声。从高空中望去，群山环抱，大河蜿蜒，红霞照耀着整个大地，这美不胜收的景色全都映入了眼帘。王爷会不会害怕？不会，很好玩，很畅快。慕容浩心下开心极了，这是他第一次飞翔，而且是和林云熙在一起。王爷喜欢就好。王爷，你喜欢的话，可以大声的喊出来，会更好玩哦。要喊什么？你听我的。只听林云熙拉开嗓门大喊：“喂，天空，你知道吗？我林云熙生日快乐！王爷，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和天空说的？本王没有什么要对天空说的，本王只想对丫头说。想说什么？本王也爱你入骨。王爷，你太小声了，风大我听不到。本王也爱你入骨。还是王爷会用词，丫头喜欢。就你调皮，在高空中还会说甜言蜜语。喜欢就要说出来，闷在心里多难受啊。丫头的话有理。此时山顶上的暗卫们远远地望着此景，还有2位主子，天三按捺不住了。哇，我们主子真是天仙下凡啊！有他不会的东西吗？人都能飞在高空上，真会玩。可不是嘛，王爷真是逃不出主子的手掌心了。天二难得露出了笑脸，天一听着2人的对话，望着高空中飞翔的2人，赞同地点了点头。王爷，我们飞了大约半个时辰了，你想下去吗？不想，还想玩一会儿，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还能飞了。原来王爷这么喜欢滑翔伞。很喜欢，本王从来没有感受过飞翔的感觉，今日算是大开眼界了。好，那咱们就再飞一会儿吧，天黑之前降落。好，听丫头的。2人又大概飞了1盏茶的功夫，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林云熙开始操控手中的拉绳，刹车下降，他看准了一个大草坪，缓缓地降落。一次独特的滑翔之旅结束了。王爷喜欢的话，下次休沐我再带王爷玩。丫头说话算话。丫头当然说话算话了。那我先收拾一下这滑翔伞，然后蹲在地上开始折起了大伞。慕容浩也蹲下来帮他折好，放出了大包袱内。做完这一切，他一个眨眼，大包袱就不见了。慕容浩对这操作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一直微笑地看着林云熙。哎呀，王爷，我们把暗卫给忘在山顶了，今晚我们2个人就在这山里，我先给他们发个信号。只见林云熙从袖袋里拿出一个信号弹，打出一个蓝色的烟花。天二在山上看到这枚信号弹，也回了一个蓝色烟花给他。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这信号弹是我独有的，我只给了天二和天三。蓝色呢代表我没事，红色代表我危险。他们现在已经知道我没事了。王爷，你想不想要这信号弹？我还有很多。想，以后可以远距离和丫头通信号。好，现在就给王爷。只见林云熙一眨眼，手上就出现了1盒信号弹。王爷，你要记住哦，红色信号代表危险，蓝色代表无事。
记住了。慕容浩接过了信号弹，放进了自己的袖袋里。丫头，现在天色已晚，我们找个地方歇下来吧。晚上山间会有猛兽，要找个安全的地方才行。暗卫要过来，应该要明日了。王爷带路吧。两人手拉着手，一直往森林深处走去。一路向前，天全都黑了。只见林云熙手里多了一个很大的手电筒，他一打开，前面的路就亮如白昼。这是何物？为何那么亮？王爷，这是手电筒，走夜路很方便。这个呢就送给你了，你拿着，日后不亮了，你先来找我为它加能量。他知道他对这些新奇的东西肯定是会爱不释手，直接送给他了。他科技库里还有一堆呢，不差这一个。慕容浩接过手电筒，这里摸一摸，那里按一按。丫头，它怎么会亮的？里面亮的东西是什么？哎呀，要回答这问题好像有点复杂。不过自己的男人想知道，我肯定还是要回答的。这手电筒里呢，有个叫做电源的东西。这电是经过很多年之后大工业革命的产物，里面那亮的东西呢叫灯泡，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发明的。具体的原理我有书，回去我可以给王爷看看。不过这原理可能太过复杂了，现在说完的话，我们就没有时间找出去的路了。好，本王有时间去看看你说的书。终于能糊弄过去了。好奇宝宝问题真多。王爷，要不咱们走吧？我们走。慕容浩说完，高兴地点开了电筒。这可是丫头送给自己的宝物，他当然是要保护好了。不多时，两人就来到一处瀑布的水潭边。夏日的炎热渐渐退去，瀑布落下的水跌落在了水潭里。水潭旁边是一大片草地。丫头，要不今晚我们就在这里歇吧？这里有水，渴了会有水喝。听王爷的，王爷选的地方定然是好的。你这嘴真甜。王爷喜欢就好。两人今日玩了一路，又一路找地方歇息，又热又累的。只听慕容浩提议道：“本王下去洗个澡，丫头要不要一起？”好啊，我也热死了，出了一身的汗呢。王爷你先下去吧。好。只见他把自己的外衣、中衣、里衣全都给退了，直接就跳入了水中。慕容浩探了探水，发现这水不深，才到他腋下的位置。丫头，这水不深，你可以下来，水很凉快，很舒服。林云熙只褪去外衣，穿着中衣下了水。这水还真是凉快，还很舒服。他在大学时可是游泳健将呢，每次游泳考试都是拿全班女生的第1名。王爷，要不我们比赛游泳如何？好啊，本王让你一段距离再开始。王爷小看人家啊，我可是游泳健将。那我们开始吧。这话还没说完，林云熙就开始往前游了。慕容浩看着他先游，让了他一些时间之后，这才出发。两人费力往前游，两人刚好同一时间到达一处水潭边。慕容浩一把他抱入怀里，两人眼神对视，眼中的爱慕都要溢出来了。只见慕容浩一个俯身吻住了他甜蜜的热唇，两人呼吸急切，身下凉水的水温慢慢变暖。林云熙感觉到呼吸困难，轻轻地推开他，娇羞地说道：“王爷，要不我们上去吧，在水里待久了不好。”一个飞身，慕容浩打横把他从水里抱了起来，缓缓地放在草地上站稳。他正要去草地上拿他今日穿过的旧衣衫，林云熙就赶忙制止：“王爷，我有你的衣服，那王爷穿这套吧，丫头给你备的。”只见慕容浩直接背过身去，把自己紧身的亵裤脱了。林云熙看到他这动作，羞怯的赶忙转过身：“王爷，你换衣服怎么也不避着点儿？我还在呢。”本王什么地方你没有看过呀？王爷，这种话你怎么能那么直接的说出来？怎么，本王说的不对？本王全都让你看光了。这男人今晚胆有点肥啊，什么情况？王爷，你说这话，你不害羞啊？丫头害羞了，这可不像你啊。王爷，你才是闷骚男的王者，丫头今晚重新认识你了，为何今晚如此不知羞？暗卫们都不在，有什么怕的？原来这男人平日里那么内敛，原来是装的。现在暗卫们都不在，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啊，我明白了，王爷平日里傲娇和冷傲都是装出来的，现在没有暗卫在，这才是王爷的真面目。丫头分析得很到位，有暗卫，本王不好发挥。原来没有外人在，这男人是痞坏的。林云熙今晚算是发现新大陆了，他喜欢这样的他。好了，本王换好了，你可以转过身来了。林云熙转过身，慕容浩只穿了个里衣，他惊讶地看着慕容浩都无语了。
王爷，你这是要勾引丫头？只穿里衣就叫我转过来？王爷不知道这夏日的里衣是微透的吗？知道啊，你不是一直说本王身形很好吗？所以还馋本王的身子，怎么今日不想看了？看着他这羞怯的样子，慕容浩就想逗逗他。天哪，这慕容浩没暗位在，原来这么浪的吗？林云熙脑中一片空白，他还是先远离他一会儿，他要消化消化这新认识的慕容浩。只见他扭过头去，走了几步，从科技库里拿出一个全自动速开露营帐篷。帐篷一落地，一个一室一厅的帐篷就搭好了。王爷，你穿上中衣吧，我先进帐篷里换衣服了。慕容浩看到这奇特的帐篷，又走不动路了。怎么会有这样的帐篷？一放在地上就能自动撑好。慕容浩都看得有些出神儿，直接走进帐篷，忘了林云熙刚刚的交代。他来到帐篷的大厅处，再往里是帐篷的卧房。慕容浩拉开帘子，看到这卧房里下面还垫着一个厚厚的垫子，垫子上有2个一样的枕头。此时林云熙刚穿好暗紫色的文胸套装，正拿着里衣穿着呢。看到慕容浩穿着里衣进来，他大喊：王爷，我还在换衣服呢，你出去。慕容浩不理会他，径直躺在软垫上，一把把穿好里衣的他拉入了垫子上。他目光灼灼地看着他身上的小衣服。今日是暗紫色的，本王很喜欢。你好像有很多这样的小衣服。我喜欢买这些小衣服，囤了各种不同颜色、不同款式，可以一月不同样的换。这衣服让本王无法自拔。王爷今日和平日很不同。有何不同？王爷今日有点痞坏痞坏的，丫头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王爷。什么叫痞坏？就是王爷坏的很可爱，坏的特别帅。这痞坏还是赞美之词了。是的，丫头喜欢痞帅的王爷。丫头，本王今晚很想，不想。王爷，你不需要忍耐的。不过本王过不了自己这关，还是想守护你，给你最好的。慕容浩只要见到林云熙，总想要抱着她吻她，甚至想要她，但是每次他都说服不了自己。他想保护林云熙。丫头，你们家乡的女子都像你如此开放吗？怎么说呢，在我们那里，成亲前2个相爱的人做男女之事是很正常的事情。我看过资料，婚前相爱的2人做内事比例能达到60%到80%之多，这要看人群和年龄的情况。林云熙是学医的，这一方面的数据他经常看到。比例那么高，本王真想去你家乡。慕容浩，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去丫头的家乡就可以心心念念的丫头了。如果在她的家乡，我们俩应该已经有夫妻之实了吧？哦，原来如此，我还以为你想干嘛。丫头，和本王说说你家乡的事吧，先说说夫妻之间的事情。在我们那里，婚姻制是一夫一妻制，和这里的一夫多妻不同。我们那里只要一结婚，就有法律约束男女双方不能有另外第3人。如果一方有另外的爱人构成事实，便会定为重婚罪，会有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当然，我说的这些是指大多数人，不包括少数人也会婚内出轨的。我们那里的婚姻，大家看重的是双方的忠诚，而贞洁也看重，但贞洁的地位没有忠诚的地位高，所以我对这事没有过多的压抑。虽然我还是处子，但只要我遇到自己所爱之人，情到浓时，该发生也可以发生，我不觉得有什么。而且我是大夫，学医的时候看到的东西多了，也就释怀了。这只是2个相爱的人一时的情动和爱恋。当然，我说这些不是教王爷怎么做，我知道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和礼教制度，王爷能这样护着我，我很开心，说明王爷爱着丫头。丫头听王爷的，就留到我们的洞房花烛夜，以后想起来会更有意义，不是吗？林云熙知道慕容浩是古代人，但他也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现在的他被情动和礼教思想拉扯着，他现在肯定是很矛盾，他不想给他压力。丫头会不会怪本王没给你做女人的幸福？当然不会了，丫头是女人，对这方面没有男人需求那么大。丫头，和本王说说你的家人，本王想听。林云熙发现今晚的慕容浩很有求知欲，这是好事儿，他愿意满足慕容浩。他躺在慕容浩的肩头，思绪又飘到了现代。我父亲和母亲都是医生，就是你们说的大夫，他们是大学里的教授，专门教医学的。
大学呢，就是你们这里的太学或者国子监，他们的医术了得，门下有无数的弟子。我父母感情特别好，他们相亲相爱，相濡以沫。从他们的婚姻中，我知道了什么是对婚姻的忠诚，对婚姻的隐忍，对婚姻的宽容。我母亲在外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女强人，但是每每回到家里，她总能轻松地转换她的角色，甘于做我父亲的小女人。所以我父亲在家里把我母亲宠上了天。在我家里，我母亲说什么都是对的，我和弟弟就是他们感情中的意外。他们俩感情特别好，在家里也经常在我和弟弟面前抱抱亲亲，他们让我看到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可惜天不遂人愿，我和他们只生活了10年。在一次救援回城的路上，他们遭遇意外，离开了我和弟弟。丫头，不想说咱不说了啊，本王可以不听的。没事，我父母是我心中的遗憾，每每提到他们，我都会这样。王爷不用担心，我继续说。黎云熙缓了缓神，继续他的故事。后来是我祖父祖母收养了我和弟弟，祖父没过多久患上了不治之症，也离世了。我们2姐弟就一直和祖母生活。我祖母是医科大学的校长，就是你们这儿国子监里最高领导者的意思吧。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和我弟弟，我一直很感激她。我弟弟也和我一样走上了学医的道路，他现在是我们家乡一个顶尖的脑外科专家，在我们国内算是很厉害的大夫。这就是我的家人，简简单单的一家人。我算幸福的，虽然从小就没了父母，但能在爱的包围下长大，还算活得健康。丫头，以后本王给你一个家，本王会好好待你，像你父亲宠你母亲一样，好吗？慕容浩爱惨了这丫头，他要守护她一辈子。好，王爷，你要说话算话。算话。此时黎云熙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声音之大，慕容浩都听到了。丫头，肚子饿了，我去看看这水里有没有鱼能打的，我们烤鱼吃。有点饿了，外面太黑了，我有好吃的，我们先穿好衣服吧。俩人起身，都穿好了中衣，出了帐篷的卧室。只见他眉眼弯弯地看向他，娇俏地撒起娇来。王爷，看我变！帐篷外厅上就出现了一张露营的桌子，2把露营椅子，桌子上有一个火炉和小铁锅，还有水和食物。慕容浩好奇地坐在椅子上，看着桌上的东西。丫头，今晚我们吃什么呀？王爷，这叫方便面，这可是我们家乡的神仙夜宵。好，丫头家乡的东西都好吃。黎云熙开始在小火炉上点火，然后在锅里放水，再打开他说的什么方便面，开始一通倒腾。他放出2根火腿肠进锅里，还打了2个鸡蛋进去。不一会儿的功夫，香喷喷的2碗方便面就做好了。王爷，可以吃了。我煮的面叫酸菜牛肉面，你试试。今晚先将就吃这个。慕容浩好奇地拿起碗筷尝了一口，这面似有弹性，浓郁的汤汁爽口无比，酸酸辣辣的味道让人食欲大开。慕容浩吃饭的速度很快，不一会儿就吃完了1碗。这小小的一包面哪够他一个8尺男儿吃啊！他眼巴巴地看着林云熙碗里的面。林云熙瞧他这小模样，今儿晚上妥妥的重新认识了慕容浩。没有外人在，慕容浩哪里像什么王爷呀，活脱脱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大男孩。王爷还想吃？这碗太少了。好，给王爷再煮1碗。我可是知道了，以后煮面要给王爷来2碗才行。2碗就够了。林云熙放下自己的面，又开始给他再煮了1碗。慕容浩赶紧拿起碗筷开吃起来，那动作表明他是真的饿了，比自己还要饿。王爷慢点吃，很烫的。本王陪丫头慢慢吃。2人开心的吃完神仙夜宵之后，出了帐篷散散步，算是消神儿。丫头，你知道吗？本王休沐的这3日，是我此生最开心的3日。听他这么一说，林云熙便知他应该有自己的故事。他没有问他，只是微笑。王爷才25岁，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以后丫头日日陪你开心，如何？本王才25岁就能遇到你，真好。王爷，你们皇子的生活可是很多人都羡慕的呀，出生就含着金汤匙，身份尊贵。你不知道，很多老百姓可羡慕你们的生活了。那只是你们看到的表象。皇子们每日也会起早贪黑学习各种本领，长大后为了那至高无上的位置争得你死我活。其实本王知道，大多数皇子并不幸福，
他们娶的王妃不一定是他们心尖上的人，他们的婚姻都是政治联姻。很多皇子和自己的王妃都是怨偶，家宅争夺不断，很多皇子都生活在痛苦中而不能自拔，这是很多百姓都不知道的事情。本王有幸遇见你，此生足矣。也是，我们现在就很好，希望能一直这样走下去。本王要和丫头好好的。夜已深，两人散步散得差不多了，慕容浩拉着他进入了帐篷卧房。进入卧房，两人灼灼地看向彼此，此时两人的心都开始狂跳起来。每每入夜，他们都会心照不宣地知道要做什么。只见慕容浩一把将他打横抱起来，放到了卧房的垫子上，合衣躺着。虽然俩人有过很多次的肌肤之亲，但是现在不知道是该直接睡觉，还是先做些什么。一时间气氛有些尴尬起来。林云熙打破了暧昧的氛围。王爷，今晚我们聊到天亮如何？好，丫头想聊什么？本王陪你。慕容浩按耐住心中的欲望，想陪他说说话。王爷，和我聊聊你的父母可否？本王的父皇和母妃？如果以后要嫁给王爷，要先了解他们是好的。慕容浩想着也对，他日后便是自己的王妃，了解自己的父皇母妃，这也是应该的。他组织了一下语言。本王觉得我父皇是个好皇帝，他每日都兢兢业业管理着朝政，管理着国家，他很爱护他的子民。从他的政绩来看，他是一个为民做实事的好皇帝。他是一位严格的父亲，对我们皇子都极其严格，可以说是一个严父。这我也能理解，他的严格对我们是好的。不过父皇有3宫6院，后宫佳丽不少，至于有多少位，本王倒没细查。丫头你应该不喜欢他这点，不过他是帝王，他有这样的权利，这是我们这里的礼制，无法改变。总的来说，父皇是一个爱戴百姓的明君。本王的母妃呢，是当今的荣贵妃，位列4妃之首，目前是我父皇最宠爱的妃子。母妃为人和善，在后宫看上去不争不抢的，不过她有她的手段，算是一个厉害的女人。她就本王一个儿子，对我很是看重，她也一心想让我登上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她的野心我起初不当回事，但现在我有了你，我会配合我母妃一起拿到那个位置。不为别的，本王要保护好丫头你。看来我要走的路还很长呢。公公算是个明事理的，婆婆是个厉害的，以后婆媳关系要费些心思了。以后我们又不和他们住在一起，我们有自己的府邸，你怕什么？本王护着你。好，有王爷护着，我现在先放心。那你母妃一般喜欢什么？或者有什么爱好？母妃她喜欢美，天天求各种美容秘方，日日折腾她那张脸。还这么一说，母妃现在40有余的年纪了，保养得非常好，好似还没有皱纹。慕容浩一边回答，一边悄悄地拉开他身上的衣衫的衣带。他一直认真地听着，没发现自己的外衣早就被他给褪去了。除了爱美，他还喜欢什么？母妃她还喜欢各种奇珍异宝，首饰珠宝没有缺过。她是京城4大世家的嫡长女，这些东西她不会缺的。慕容浩回答着，又成功地拉开了他的中衣带子。看来是个很厉害的婆婆，要搞定她很难啊。怎么了，丫头？现在就想侍奉本王的父母了？他说完，一把把林云熙的中衣拉开了。林云熙这才发现，他身上的衣衫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他全数打开，只剩下里面的文胸，还有那透明的里衣。王爷，人家在这和你聊天呢，你这是在干嘛？慕容浩看到这奶凶奶凶的女人，一个翻身把她压在自己身下。不是在聊天吗？你聊你的，让本王亲近你。王爷，原来王爷喜欢打野战啊。林云熙满怀爱意地看向这情动的男人，慕容浩疑惑停了下来，灼灼地看着他问道：什么叫打野战？打野战就是两人以天为被，以地为床，做男女之事。这个比喻不错，本王喜欢。这么好的机会，我们今晚就打野战吧。王爷不要，万一有人经过这里。本王耳力极好，10丈内有没有人，本王都知道。丫头放心。慕容浩说完就俯下身，狂吻她夜夜想念的唇。一时间两唇相交，帐篷里传来了粗重的喘息声。雨水之欢后的俩人相拥而眠，慢慢的两人呼吸均匀。刚睡没多久，慕容浩就被窸窸窣窣的声音吵醒。他多年在军营里的历练，早就练就他警觉的睡眠。
他看了看睡熟的人，也没有叫醒他，悄悄地起身穿上中衣，拉开卧房帘子往外走。在昏暗的夜色中，林子里冒出了星星点点绿莹莹的眼睛，像是黑夜里的鬼火一般。这是狼。慕容浩赶紧跑进卧房，把林云熙叫醒。丫头，快醒醒，外面有很多狼，你快把衣服穿上，先待在帐篷里，不要出来。林云熙听到他的声音，又听到了狼字，他瞬间就清醒了过来，赶忙快速穿上中衣。王爷，狼很多吗？本王估计不下30只。王爷可带了我给你的毒针盒子？一直带着，还有你给本王的信号弹。狼怕火，我们现在只有打火机，没有可燃物。我先出去看看，你在帐篷里待着。这么好玩的事情，怎么能少了丫头？我和王爷一起去。行吧，你在本王身后看着就行。两人一前一后的出了卧房，当看到有那么多狼出现的时候，林云熙还是被惊吓到了。要知道，狼在现代可是在动物园才可以看到的，现在一来就是这么一大堆，看得人头皮发麻。狼群在慢慢靠近，只见慕容浩拿着毒针盒，直接就向前面的狼群发射毒针。一瞬间，前面的狼群瞬间倒地。王爷，要不要试试信号弹？应该很好玩。本王想用，但是怕把这山给点燃了。那还是算了吧，还是用毒针盒子吧。这么多狼，王爷可以玩一会儿了。丫头陪你。你还真爱玩啊！你就不怕这些狼？有王爷在，我怕什么？我看热闹就好。哎呀，也不知道狼肉好不好吃。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吃呢？人家没有吃过嘛。在我们家乡，狼可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呢，乱吃要受法律制裁的。王爷吃过狼肉吗？本王吃过，和狗肉味道有点像。话说，在你们那儿，狼还需要保护起来吗？慕容浩实在是好奇，这丫头的家乡真的好神奇啊！是的，我们那个地方狼很少了，不保护的话，狼就灭绝了。还有这事儿，本王的见识不值一提了。丫头想不想吃狼肉？本王给你弄一只活的。算了，保护动物我还是下不了这口。下面的狼看到前面的同伴死了一排，仍旧是继续往前。王爷，他们又来了，需要丫头帮忙吗？不需要，你这毒针盒很好用，有它就行了。你在一旁看热闹就行。慕容浩都不需要动武，动动手指就行。他发现这样杀狼真的是好有趣。只见慕容浩又按下了毒针盒上的红色按钮，前面一排狼肉眼可见的又倒下了。王爷，刚刚你折腾了我一夜，我困了，要不你直接把这些狼一次性弄死吧，我想睡觉了。好，赶紧弄完陪丫头睡觉。慕容浩又拿起了毒针盒，直直地射向林子里的狼群。林子里头传来狼群倒下的声音，而后慕容浩起身，想要去看看还有没有活着的狼。王爷，不要再往前走了，我怕还有狼躲在林子里。我和你捡一些树枝点燃吧，狼怕火。慕容浩听话，没有往前，而是在帐篷边捡了干枯的树叶。他俩在帐篷附近的空地上升起了一大堆火。林云熙再次打了个哈欠，他是真的累了。慕容浩温柔地拉着林云熙的手，就进入了帐篷卧房。丫头，你睡吧，本王守着。你身上是不是有书籍？给本王一本兵书看看。王爷不睡，外面有火堆，狼不敢来的。刚才我睡过了，现在没有困意，给本书给我就行。好，丫头给你兵书。一瞬间，林云熙的手中多出一本书，给了慕容浩。林云熙此时已经累极了，倒头就睡着了。慕容浩一直用宠溺的眼神看着林云熙睡去，唇角露出好看的弧度来。慕容浩哪能不困呢？他知道狼怕火，但是他们刚刚杀了那么多狼的同伴，他怕狼群会来报复，他可不敢睡。他不想让林云熙遇险，他拿起孙氏兵法，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第二日辰时，又是一个美好的大晴天。林云熙一夜好眠，他刚刚醒来，伸了一个懒腰，睁开眼睛就看到慕容浩还在他身旁坐着呢，手中还拿着那本孙氏兵法在看。这男人真的一夜没睡在看书吗？他昨夜折腾他后没多久，狼就来了，他能不累吗？林云熙此时都想发飙了，他气这男人不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又想到这男人是为自己守夜，心中那团小火苗瞬间被浇灭了，心里甜滋滋的，像是关了密一样。丫头，醒了。王爷一夜没睡。这书太好看了，一看就让人入迷，看到了现在。好，现在轮到王爷睡吧，我守着王爷睡。不睡了，天都亮了，暗卫们一会儿就到了。我算过了，他们从那山顶过来有一段距离，至少要晌午才能过来。王爷乖，睡一会儿就好，不然身子熬不住的。除非丫头陪我睡。我刚醒，睡不着了。那丫头奖励你如何？奖励什么？奖励王爷头枕在我的大腿上睡，可好？
好，这个奖励本王喜欢。慕容浩其实也挺累的，想了一下，还是躺一会儿好了。过来吧。你说这书好看，我也看看。慕容浩应他的邀请，开心的把头枕在了他的大腿上。他的大腿真的是很软，身上的兰花香和体香让他心安，不一会儿他就睡着了。林云熙看他沉沉的睡着，他想慕容浩一定是累坏了，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快就睡着，真是难为他了。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的过去，慕容浩睡得很好。林云熙发现他的脚开始有些麻了，但是他能忍，他就是想让这男人多睡一会儿。过了2个时辰，慕容浩被热醒，他睁开眼睛就看到自己还枕在林云熙的大腿上，急忙起身。丫头，你怎么不叫醒本王？你腿不麻吗？林云熙看着书，见他醒了过来，确实是松了一口气。他这腿其实早就麻得没了知觉了。王爷还好，就一点点。本王睡了多久了？大概2个时辰了。那么久，你也不叫醒本王？这么长时间，这丫头的腿肯定麻得没知觉了。看你睡得香，想让王爷多睡会儿。丫头的腿真不麻。看林云熙这强忍的模样，慕容浩坏笑，眼神明亮了几分。王爷为何这样看着我？你想干什么？本王睡醒了，现在想你了。既然丫头腿不麻，让本王亲亲。说完，慕容浩就用自己的唇堵上了林云熙的唇。王爷，我的腿真的麻了，你别，让我缓缓。本王就喜欢你动不了，看你日后还扯不扯谎。要惩罚他一回，他才会记得。王爷，以后我不说谎了。现在晚了，今日说谎了，今日罚你。慕容浩把他压在身下，疯狂地吻着他，两人衣衫乱了一地。本就是大热的天气，让两人大汗淋漓。最后慕容浩实在是受不住了，跑出帐篷，跳入了冰凉的水潭中。看见水潭里泡着冷水的慕容浩，他笑着。这2日的相处，他发现慕容浩这个人其实不是那么冷漠。他的内心住着一个大男孩，他喜欢好玩的东西，喜欢向他撒娇，喜欢痞坏地对着他。看来要看清一个男人，那就和他来一场旅行，这句话是真理。王爷，上来了，别受凉了，进帐篷更衣吧。你的衣服我准备好了。慕容浩上了岸，大手牵着他的手，两人一起进入了帐篷的卧房。丫头，在过去的25年里，本王一直都很孤独。通过这3日的休沐，本王才知道，原来生活可以如此幸福。那王爷以前休沐都在做什么？本王小时候住在皇宫里，平时和太傅学习各种学识。休沐日，母妃会给本王加骑马、射箭、习武、棋艺等等一系列的课程。可以说本王小时候没有休息的日子，16岁之后基本上都在战场上。军营里就更没有什么休沐了，天天练兵打仗，偶尔会经1-2日复命，又急匆匆地赶往边境军营。现在父皇母妃看本王年纪大了，让本王回京成亲。这大半年来，本王管理着东御林军，还要经常上朝，现在还管了个军机房，想休沐就更难了。所以休沐对本王来说是一种奢望。这3日休沐，真是本王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以后王爷有丫头，就算是没有休沐，我们还有晚上不是？丫头以后好好陪着王爷，可好？本王很幸运，在25岁时能遇上你这个小妖精，让本王体验了幸福。丫头，你在你家乡休沐时都是怎么过的？说了王爷会羡慕的，还是不说了。林云熙上班时会比较辛苦，但是休息的时候日子还是过得很滋润的。他不想告诉慕容浩，怕慕容浩会失落。本王想多了解丫头，告诉本王好吗？真的想听？好，那告诉王爷吧。我休息的时候会好好的犒劳自己。我们那里有大型的商场，里面有很多好吃好玩漂亮的东西。我会买一大堆自己喜欢的东西，可以去吃各类美食，看看电影。电影呢，就和你们这里的看戏差不多吧，不过还是有区别的。还会经常去叫健身房的地方运动，还可以去和朋友爬山露营，去海边游泳，或者是坐船出海钓鱼。有时候和我弟弟去游乐园玩刺激的项目。我们还会在国内游山玩水，国内玩够了还会飞到其他国家去玩。我们那里好多好玩的，就是休息时间不够，不然能玩更多有趣的地方。慕容浩看着林云熙说起他自己休息时的眼眸，他的眼眸中充满了兴奋、开心、快乐。原来林云熙所在的世界生活如此丰富，定是一个完美的世界。林云熙留在这儿还真是委屈他了。慕容浩抬起他的下巴，深深地吻了下去。
怎么又纹身了？不是说休息的事情吗？让他稳了一会儿，林云熙深深地看着沉下脸的慕容浩。王爷，怎么了？丫头，你所在的世界如此美好，你留在这里太委屈你了。不委屈，我有王爷。如果东胜国也有丫头说的那些有趣的玩意儿，该有多好。那些玩1-2次还好，玩多了也会腻的。我平时自己玩也不觉得太有趣，身边没有爱人也很无聊的。现在在这里和王爷相爱，还有自己的事业，我很开心。王爷你放心，丫头是在哪里都能活得很好的人。丫头想回家吗？想是想，可惜丫头回不去了。更何况丫头有王爷了，只要王爷不负丫头，丫头想陪着王爷一辈子。当真？要不我们拉钩，拉钩100年不许变，变的是小狗。林云熙就在东胜国陪着慕容浩了，一辈子如何？看着林云熙如此真诚的表白，慕容浩心下欢喜，他也被感动到了，感动林云熙能放弃自己的世界来爱他。慕容浩低下头，狂热地吻着林云熙，怎么吻都吻不够。林云熙是上天给他慕容浩最好的礼物，今生他将护着他一辈子。两人松开，林云熙看了看慕容浩身上的礼衣，笑着说道：王爷，我们更衣就能聊这么多，这衣服想穿好很难啊。本王就是喜欢丫头为我更衣。王爷这么大的人，真不会自己穿衣？怎么可能不会？就想丫头为本王更衣的时候，在本王面前叽叽喳喳的。好，日后丫头都为王爷更衣，日日摸你的胸肌。几个小妖精，不害臊了？王爷刚刚都不害臊了，我还害臊什么？说完，林云熙拿着他的中衣为他穿上，然后是外衣。王爷，我们出去吧，我们早膳还没用呢，都快晌午了。本王不想出去，就想和你亲亲抱抱。王爷，别抱了，不然衣服又皱了，还得换。你身上不是有很多本王的衣服吗？换就换。是很多，10几20套吧。哦，丫头是多想让本王在你面前换衣服，那么多套。王爷，这叫有备无患。本王知道丫头的心意了，再亲亲。不要了，王爷，你今日这是怎么了？像只发情的小猫一样。是吗？但本王今日只想这样。王爷有暗卫在的时候，好像不是这样的。他们不在，本王更放松，就喜欢跟你打野战。这男人今日绝对是有毒，林云熙都要崩溃了，要不哄哄他试试？王爷，我们这不是都要回京了吗？我林府没什么下人，以后晚上王爷就来我林府住。丫头这是邀请本王？不邀请王爷，王爷也会去吧？林云熙笑他，只要他在上京城，他哪晚不是偷偷走后门翻墙进去的？会去。慕容浩一直抱着他不肯松手，他今日就想折腾林云熙，不知道为什么折腾他就很舒心。王爷，丫头好饿呀，快饿晕了，不吃饭都没有力气亲亲了。好，饿了就出去找吃的，不能饿着我的丫头。慕容浩最怕他饿着，立刻恢复了以往的样子。他就知道慕容浩受不了他撒娇，受不了他说饿，这招好用。两人手拉手出了卧房，来到昨晚帐篷前厅。丫头想吃什么？要不要我去林子里看看有什么活物？王爷，不用了，我有好吃的，你肯定喜欢。我喜欢吃的，是吗？话还没有说完，只见林云熙手上多出来4根玉米和一些红薯，这些是在青山寨做实验种出来的。他背了一些放在科技库里。慕容浩疑惑地看他手上的东西，红薯他见过，这玉米还真是头一回见呢。这是何物？王爷，这叫玉米，你等等，我煮一下就能吃了。只见林云熙把玉米放到昨天晚上的铁锅里，升起炉子，开始煮玉米和红薯，不一会儿的功夫就煮熟了。当慕容浩咬下第一口的时候，就发现这玉米的味道清香无比，口感软糯，饱腹感很强。丫头，这是你新种出来的粮食？这种粮食是非常好种植的，能适应很多土地和气候，它亩产也很高，亩产大概13担左右。味道是不是很好？味道很好，本王很喜欢。丫头手上有很多这粮食吗？这些是在青山寨实验种出来的，没有多少，现在在庄子上种了很多，到时候丰收了就能卖了。这粮食很特别，味道很好，饱腹感也不错。丫头种出来之后，卖些给本王的东域邻居如何？好，
留些给王爷。不过你父皇付款，我可不能便宜卖了。那是自然，丫头按市场价给父皇就行，让我家丫头多赚银子。黎云熙开心，粮食还没有种出来，就有人已经预定了。看来庄子上的玉米要盯好了。早膳就先这样用吧，回到林府，我再给王爷做好吃的。好啊，现在丫头想干什么？本王陪你。昨晚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天已经暗下来了，没有看到周边的风景。要不王爷陪我走走？这瀑布我还没有看够呢。丫头喜欢瀑布？那当然，在我们家乡，好看的大瀑布是要排队花钱才能看的。花钱看瀑布？你们那儿还真有趣。王爷，走吧，陪丫头走走。好，陪本王的丫头去看看不花钱的瀑布。拉着他柔软的小手来到了水滩边。昨晚两人都在纠缠，没有注意到原来瀑布这里的风景是那么的美。两人就一直牵着手沿着山壁走着。瀑布落下的巨大水雾弥漫了整个山壁，清凉无比，让人神清气爽。这走着走着，两人来到一个巨大的山洞前，山洞很黑很深，他们没有敢进去，只是在洞口看着美景。林云熙看了看山洞里的石壁，这些石壁怪石嶙峋，形状各异。他发现这石壁的一个地方的颜色和之前走过的地方不一样，这山洞里的石头呈暗红褐色。王爷，你知道这是什么石头吗？本王不太敢确定，但本王前段时间在军机房好像看到过这样颜色的石头，不会是铁矿石吧？我猜也是。王爷等等，我来看看。林云熙直接从科技库里拿出了地质测试镜带上，按了一下开关，地质测试镜马上就出现了很多铁元素的提示。附近有大量铁矿石。林云熙大喜，把地质测试镜带到了慕容浩的眼睛上。慕容浩可是第一次看到这样高科技的东西，还听到了大量滴滴滴的提示音。这些真是铁矿石？我的这个仪器能测试大自然的金属元素，它非常精准。我看看能不能查到储量。林云熙把地质测试镜从慕容浩的眼睛上摘了下来，再自己戴上。只见他按了一个按钮，地质测试镜在他的眼前开始计算。慕容浩一直在他旁边看着他，心情激动。要知道，如果发现铁矿石，对国家对军队那是多大的好事儿啊！丫头，这东西算出来了吗？储量大吗？王爷，不要着急，他在计算，给他点时间。俩人安静地等了大概有3分钟的时间，地质测试镜计算完成。此处铁矿储量1000万吨，深度0至300米。王爷，这里的铁矿是地上矿，非常好开采，储量1000万吨。王爷，我们发财了！1000万吨的储量，还是地上矿？是的，王爷，千真万确，这机器不会说谎。好，本王这就回去告诉父皇。无语，他自己不是想要那至高无上的位置吗？不自己留着？王爷，你不自己留着？自己留？丫头这是何意？王爷，你不是要登那至高无上的位置吗？这铁矿可是能助你一臂之力的东西，有了它，你手上不怕没有兵器啊！慕容浩错愕地看着眼前的女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他怎么敢说出来的？丫头，你刚刚说的话如果被父皇听到了，你不知道要死几次，以后不能再说这样的话了，会招来杀身之祸的。王爷，不是只有我们2人知道吗？你真要把这铁矿的事告诉你父皇？铁矿对东胜国的军队和百姓都有很大的益处，本王不能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不顾天下百姓。好吧，这男人果然是个善人，没有让他失望。慕容浩不自私，心系百姓，这是他喜欢的品性。这男人今日给他好好的上了一课。好，我知道王爷的意思了。不过这铁矿可是我这个未来儿媳找到的，你父皇应该要赏赐我才行。好，你的赏赐本王为你求。我的慕容浩可真好，总是为大局着想，丫头喜欢。先说了，下次如果我发现金矿，我可不会轻易交给你父皇了。好，下次丫头发现金矿，你自己留着，本王不过问。我留着？我又没有实力开采，我要留给我和王爷，或者留给我们的孩子。好，如果是金矿，就留给我们；这个铁矿就给军队和天下百姓，可好？听王爷的。说完，慕容浩看着地质测试镜，好奇地说道：“你们那里竟有如此厉害之物，真神奇。”在我们那里，很多金属的地上矿基本都采完了，现在基本都是地下矿。
很多铁矿都挖到了地下2000到3000米了。能挖那么深？当然不是人挖，是机器。这个嘛，后期我有机会展示给王爷看。现在一时半会儿的也说不清楚。好，以后本王散职回家，你和本王说说你们家乡的事，可好？散职回家，这个词好听，感觉我们就像夫妻一样。你在本王的心中早已是我的妻，只是没有办成婚礼而已。两人在洞里待了一会儿后，就看到远处的天空处发射出一个蓝色的信号弹。王爷，快看，天2天3他们找来了，咱们去水潭边等他们吧。走吧。慕容浩拉着林云熙，沿着刚刚来的路来到了水潭边。林云熙急忙也向天空发射了一个蓝色的信号弹，以示他们的位置。然后他和慕容浩开始收拾他们的帐篷。不一会儿功夫，帐篷就收入了他的科技库了。唉，这么美的瀑布，以后就看不到了，真可惜。铁矿开采后，这里肯定会被破坏殆尽。本王认为铁矿的意义大于它。丫头喜欢瀑布，本王差人去找新的。真的？如果找到了，我和王爷再去露营如何？好啊，本王喜欢打野战。王爷，这打野战可不是能随便乱用的词儿。可本王只对你说。这还差不多。两人正闲聊着，大批暗卫就来到了水潭边。只见天一先走到他们面前鞠躬。王爷，属下来迟，可有事？无事。天三看了看林子旁死了的一堆狼群，性格跳脱的他惊奇地看向了林云熙和慕容浩。主子，你们没事吧？昨晚杀了那么多狼。没事，我和王爷不是好好的站在这儿吗？这些狼没有剑伤、刀伤，主子是如何解决他们的？你主子是天仙下凡，杀狼的本事可不能告诉你们。好吧，主子真厉害，杀狼都不见血的。好了，不要好奇了。我的白雪带来了吗？带来了，看。慕容浩一把抱着林云熙骑到了白雪的身上。天武，看到那瀑布了吗？你再给本王寻一处和这瀑布一样的地方，找到来报便是。是，属下领命。天武收到命令，打马离开。慕容浩抱着林云熙一直打马往上京城的方向奔去。快到城门时，王爷，我们进城，要不先不同城一起了，会有人看到的。你是本王的女人，怕什么？我还没有准备好让你父皇母妃认识我，我还有些害怕。咱们这样打马进城，明日全上京城的人都知道我是瑞王的女人了，我会成为众矢之的的。现在我还不想遇到那么多的狂风暴雨。王爷，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好啊，那听丫头的，怪本王考虑不周了。他能理解林云熙的难处。丫头，你自己做好了，本王要换马，本王一会儿先去趟皇宫找父皇，你先恢复等我，不用等我用瓦山，我晚上去林府找你。好，王爷小心。慕容浩一个飞身坐上了自己的坐骑，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城门，朝2个方向奔去。此时皇宫，皇帝慕容渊正在御书房里批阅奏折呢。皇上，瑞王殿下在御书房外求见。快去。只见慕容浩进入了御书房。儿臣参见父皇。起来吧，今日为何有时间进宫？荣副将伤好了？回父皇，他已大好，已经回军营当值了。朕听闻他上次受伤只剩下一口气，很多太医都束手无策，是一位神医救了他。慕容渊有些好奇，这到底是什么人医术如此了得？回父皇，救荣副将的神医也是上次救儿臣之人。哦，这位神医果真厉害，如此医术如能到太医院当值，还真不错。不知他可有意到太医院当值？父皇，儿臣问过他的想法，他说自己喜欢自由，不喜欢在任何地方当值。啊，人各有志，那就算了，由他吧。能不能告知他的名字？回父皇，这位神医他说先不想他的名字扬名，所以儿臣……好，朕不问你。你这朋友和当年的一禅大师很像，不管世事，只研究自己领域的东西。也罢，英雄不问出处，朕不问就是了。你今日找朕何事？回父皇，儿臣今日是来为这神医求赏赐来的。求赏赐？他又有何功劳？他这几日游历东郊山水，发现了一座铁矿。据他所探，此铁矿有1000万吨的储量，而且是易开采的地上铁矿。浩儿，此话当真？如此巨大的铁矿，他发现的？父皇，儿臣不敢扯谎，千真万确。父皇如果不信，现在可以派工部尚书去勘察，地址在东郊城东的一个瀑布山洞里。儿臣的暗卫天一可以带路同去。慕容渊此时坐不住了，要知道他们东胜国铁矿稀少，很多铁矿都需要从其他国家购买。
如果能发现如此巨大的铁矿，这对于东胜国的军队和百姓来说都是巨大的福祉，这可是大事儿。传工部尚书李严觐见。是。李公公听命出去了。皇帝又看了看下面的慕容浩，你2月没有进宫了，和朕汇报一下你管辖的东御林军和军机处的情况吧。是，儿臣遵命。慕容浩向慕容渊汇报了这2个月来的2处情况后，工部尚书李严求见。他进入御书房，给皇帝和慕容浩行了个礼之后，只听皇帝说道：李严，瑞王在东郊发现了一处巨型铁矿，你速速带你的属下去查看一二，去探查一下储量情况。今晚多晚，朕都等着你的消息。我听一去吧，速去速回。是，臣这就出发。李严离开了皇宫，皇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他看慕容浩没有要走的意思，知道他也在等结果。浩儿，你2个月没有进宫了，你母妃日日挂念你，你现在去和她用晚膳吧。朕这里还有事情要处理，你就先下去吧。一会儿工部的人回来，朕再传你过来。是，儿臣告退。慕容浩离开了御书房之后，来到了荣贵妃的长春宫。儿臣见过母妃，母妃可安好？荣贵妃已经有2个月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了，此时见到他也是开心极了，忙吩咐下人准备晚膳。浩儿，你终于过来看母妃了。你这都回京了，怎么还这么久才能见到你？唉，母妃可真是命苦。母妃，儿臣好着呢，不是荣副将受伤要养伤吗？现在儿臣才有时间过来看母妃，儿臣不孝。好了，你没事就好了，让母妃看看我的浩儿有何变化。荣贵妃上前仔细地瞧了瞧慕容浩，好奇极了。浩儿，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喜事了？眉间满是喜悦之色，不像你刚回京那会儿了。我和丫头相好，面相会改变，母妃能看得出来。慕容浩正想着要不要把丫头存在的事情告诉母妃，但是脑海里突然想到丫头刚刚在城门外对他说的话。现在丫头害怕面对他的父皇母妃，慕容浩这到了嘴边的话就又咽了下去。母妃，儿臣能回京经常见到父皇和母妃，自然是高兴的。哼，浩儿说谎，你刚回京那会儿倒是经常入宫看母妃，现在很久才入宫一次，你可要骗母妃。你说到底什么事情让你有如此变化的？儿臣怎敢骗母妃，今日确实是有好事。啊？什么好事啊？告诉母妃，别卖关子了。今日儿臣和朋友在东郊发现了巨型铁矿，儿臣告知了父皇，现在工部尚书正去查证，晚些时候会有结果。当真？浩儿发现了巨型铁矿，你父皇怎么说呀？父皇没有表态，说让儿臣先陪母妃用晚膳，晚些时候再传儿臣去御书房。发现巨型铁矿是大事儿，你父皇肯定高兴。我浩儿有功了，记得叫你父皇给你赏赐。好，母妃放心，儿臣会的。儿臣饿了，母妃这儿有没有晚膳？有，当然有了。梁嬷嬷，传膳。是。浩儿，你也不小了，再过1月你就26岁生辰了。母妃想为你在母妃的长春宫办一个生辰宴，可好？生辰宴？母妃不是不喜欢这些宴会吗？儿臣也不喜欢，就不办了吧。母妃送儿臣礼就行。哎呀，浩儿想向母妃讨礼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从来不会这样的。荣贵妃今日发现自己的儿子很不一样。母妃是不想送儿臣生辰礼物了？那倒不是，浩儿想要什么你只管说，母妃能送的都送你。那母妃就送黄金吧，儿臣喜欢黄金。喜欢黄金？浩儿，你缺钱？你管理东御林军和军机房，你的月银不少吧？你什么时候喜欢黄金了？母妃没听错吧？母妃，月银是月银，儿臣王府里养了那么多下人，而且手上还有很多产业，这些都需要黄金的。儿臣知道母妃最不缺黄金了，要不就送儿臣黄金吧。浩儿，你的产业出问题了？没有，能出什么问题啊？儿臣找的管家都是1等1的好，儿臣现在就喜欢黄金了，就看母妃愿不愿意送了。好，都说到这份上了，母妃不送你黄金还真说不过去了。你想要多少啊？母妃就看着送吧，儿臣也不知道母妃的金库有多少啊。你这浩儿，从前从不在母妃面前撒娇讨要东西的，你是不是假的？来，让母妃看看。说完，荣贵妃抬手往慕容浩的脸上扯了又扯。母妃疼啊！哎呀，母妃这是为何？我的浩儿从前都是冷若冰霜的，今日母妃要看看你是不是戴了人皮面具，是假浩儿吧？啊！
荣贵妃今日越看眼前的儿子，越不像是自己以前的儿子。母妃，那你瞧仔细了。荣贵妃看了又看，确实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她笑了。果然是我的浩儿，现在能和母妃开玩笑了。哎呀，真是让母妃看到了你小时候的样子，真好。今日母妃开心，这样吧，你的生辰，母妃送你2万两黄金，不过是有条件的。母妃果然有钱，轻轻松松就拿出了2万两黄金。我要送给丫头，这丫头只要收到黄金才真正高兴。这2万两算是我给她的礼物。母妃，什么条件？条件很简单，就是你生辰那日，母妃为你举办生辰宴，而且母妃会挑选京城达官显贵家的贵女来参加生日宴，相当于这个宴会是你的相看宴吧。你也老大不小了，该娶妻了。母妃，生辰宴可以举办，相看宴就算了吧，劳民伤财的多费神啊。那可不行，除非你不要那2万两黄金了。我这是被母妃下套了呀！啊，算了，看在2万两黄金的面上，忍了。大不了相看宴上不看那些贵女就行了。好，那就听母妃的，记得生辰那日给儿臣2万两黄金啊。只要浩儿参加宴会，母妃自然会给你。好，一言为定。2人才用完膳没有多久，外面的公公就来传话了，传慕容浩到御书房。慕容浩高兴地离开了长春宫，径直朝着御书房走去。他刚进入御书房，只听皇上龙颜大悦，高兴地笑出了声来。上天庇佑我东胜国，发现如此巨大的铁矿，太好了。说完，他就看到慕容浩进了御书房。慕容浩正要行礼，就听他中气十足地说道：浩儿，不必行礼，你来听听工部尚书李岩怎么说。臣刚刚和工部的20位勘探官员去实地探查了，那儿果真是一个极好的铁矿，而且是非常易开采的地上矿。我们大致测算了一下，这矿床非常大，延绵好几座山，储量很大。具体储量，臣不敢妄言，但是根据我们20人的讨论，这个铁矿至少有500到1000万吨。浩儿，这个结果和你说的基本一致，你这次立了大功了。你说说你要何赏赐？慕容浩看了看身边的李岩，李岩，你先退下吧，近期你就着手开采铁矿的事宜吧。是，臣告退。说完，李岩便走出了御书房。人走了，说说你想要什么赏赐？儿臣这次来是为那神医求赏赐的，他只喜欢黄金，父皇看着赏赐就好。他今日就是来为丫头求赏的，很是直接。哦，此人有点意思，医术了得，还会探矿，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他是否愿意入仕？回父皇，儿臣问过他了，他不愿意，喜欢自由。慕容浩可不想他的丫头入仕，虽然东胜国有女子入仕的先例，但是这个丫头是他未来的王妃，可不能入仕，不想让丫头太累了。他的丫头自由自在的就好了。啊，这样的人不用可惜了。他只喜欢黄金？是的，他只喜欢黄金。好吧，发现铁矿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朕作为一国之君，也不能让他吃亏了，就赏他5万两黄金吧。儿臣为我那朋友多谢父皇，不知父皇能否今晚就赏赐下来？慕容渊今日高兴，发现了巨型铁矿，慕容浩的要求都能轻松答应。当然可以，李公公，去国库给浩儿拿5万两黄金。是，老奴这就去办。这么多黄金，你怎么拿回府啊？儿臣叫我府上暗卫过来取就是。慕容浩心下开心，面上却是不露声色。只听慕容浩吩咐天一：天一，去把王府一半的暗卫叫来，进宫取黄金。是，属下这就去办。说完，天一就离开了御书房。慕容渊坐在上首看着慕容浩，那是越看越喜欢。他发现如此巨大的铁矿没有私藏，如果是其他皇子，可不一定会告知他这个父亲。他看着慕容浩的眼神变了又变，心中不知想着什么。浩儿，你发现铁矿会报有功，朕也会赏你。和朕说说你想要什么？父皇，儿臣确实有一样东西想父皇赏赐给儿臣，不知道父皇能不能赏赐？哦，说来听听。慕容渊好奇，他这儿子从来都不会主动的求赏赐，今日竟然开口了。儿臣只向父皇求个婚约自由。慕容浩深邃而坚定的眼神看向了自己的父亲。婚约自由？浩儿有相看的女子了？暂时没有，儿臣从小一直不在父皇身边，一直在外行军打仗，不懂男女之情。但儿臣希望未来能够娶到自己心仪的女子共度一生。如果父皇许儿臣婚约自由，儿臣才能大胆的去寻自己的王妃，
自古皇子的婚姻都是皇帝赐婚，你有把握能找到你心仪之人，而这心仪之人能辅佐你，能帮助你。父皇，儿臣只需要一个心仪的女子，其他事情不需要她为儿臣操劳，只请父皇赏赐这婚约自由给儿臣。好，既然你执意要这赏赐，朕准了。希望你的王妃是能配得上你的人。谢父皇。李公公，传令下去，通知后宫和礼部，瑞王的婚约由他自己做主，朕许他婚约自由。是，老奴这就去传。慕容浩婚约自由的消息传到后宫后，容贵妃先是惊呆了，她的浩儿怎么会提这样的赏赐呢？浩儿是不是心里有人了呀？但是今日他已经答应自己参加相看宴，难道说这相看宴慕容浩另有安排？容贵妃在那儿百思不得其解。这边慕容浩和皇帝又说了一些话之后，就离开了御书房，来到宫门。天一带着瑞王府的20多位暗卫围在5辆装着20箱黄金的马车旁等着。慕容浩骑上自己的黑色骏马，回王府。是。天一听命，后面的马车一起和慕容浩回到了自己的瑞王府。暗卫们开始卸下马车上的黄金，陆陆续续的搬进了慕容浩住的东院。后面跟着一个黑衣人，天一一早就发现了。他跟上刚刚进入王府的慕容浩，问道：王爷，外面有人跟着，是否需要处理？你把他赶离王府。如果本王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我那二哥的人。这几日先叫人盯着，不需要出手。是，属下这就去办。慕容浩来到了自己的东院，看到满院子的黄金，他心情大好。不知道一会儿丫头看到有这么多的黄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现在他开始想他的丫头了。慕容浩穿上夜行衣，一个飞身便飞出了自己的王府。来到林府后门，慕容浩看了看周围，确定没有外人跟着，他一个跳跃飞进了林府。天二天三看到有人飞入林府，一个跳跃挡住了慕容浩的去路。是本王。属下见过王爷。你们主子呢？主子他在兰心阁。你们退下吧。说完，慕容浩大步流星的进入了林云熙的兰心阁，看到林云熙在桌旁写着什么。林云熙听到声音，抬起头来：王爷，你今日不是进宫了吗？为何现在穿成这样？只见慕容浩把一个包袱放在了桌子上，满脸的笑容。丫头，你也换上夜行衣吧，本王带你去一个地方。王爷要带丫头去哪儿？还要穿夜行衣？去了你就知道了，给你惊喜。有惊喜，那当然要去。好，王爷等等。不一会儿，他就换好了夜行衣，出现在了慕容浩的面前。慕容浩看着穿上夜行衣的他，满意的点了点头。慕容浩上前拉住林云熙的手，把他带出了卧房。他一手打横抱起了林云熙，一个飞身便离开了林府。后面天二和天三跟上，俩人看着前面的两个主子，感叹他们两个主子是真的会玩啊！大晚上不睡觉，现在不知又要去哪儿。王爷，这大晚上的，我们穿这身衣服到底要去哪儿啊？玩什么刺激的？本王带你去玩刺激的。哦，我们这是去偷东西？你这脑袋瓜里一天天装什么东西？乖，扶好了。林云熙听他的话，在他怀里把他抱得更紧了。不一会儿功夫，慕容浩带他飞入瑞王府的后门，最后进了自己的东院。王爷，这不是你的王府吗？为何如此神秘？今日本王被人盯上了，但是有很大的惊喜要给你，我还是想去找你。哦。所有暗卫退后5丈守着。只听刷刷刷一阵响动，靠近东院的暗卫纷纷后退。以往慕容浩让暗卫们退后3丈都是要和我吵架的，今日竟退了5丈。今日我没有惹他不高兴吧？这又是哪出啊？刚进内院，李云熙就看到院子里满满当当的摆满了一堆精致的木箱子。王爷，这些是什么？丫头，打开看看。李云熙打开，发现里面装着满满的黄金金元宝，又是眼睛被闪瞎的一日。他看着穿着一身夜行衣的慕容浩，满眼担心。王爷，这哪来的那么多黄金？不是去偷去抢的吧？丫头，你看到黄金不应该很开心吗？王爷，黄金如果是我们的，我自然是开心的；如果不是我们的，这么多黄金摆在我面前，那可是惊吓呀！王爷，你今日干嘛去了？哪来的黄金？不是我们的，我们得赶紧还回去。原来这丫头以为这黄金是我抢回来的，担心了。她到底把本王想成什么人了？丫头，这些黄金是你的，父皇赏赐给你的。啊？皇上赏赐给我的？难道是铁矿的事？王爷，你今日进宫是为丫头求黄金去了？啊，算你有点良心，知道本王为你求的。今日才发现铁矿，王爷现在就求到赏赐了。对啊，本王是不是很厉害？是，王爷最厉害。我想问问，
这里有多少黄金？也就5万两吧。本王想着你发现那么大的铁矿，父皇再怎么也赏10万两。哎呀，没想到他只赏了5万两。王爷，你小声点，5万两已经太多了。我什么都没有干就收5万两，我自己心不安呢。这么多黄金拉回王府，难怪王爷说被盯上了。林云熙是真的担心这男人这么明目张胆的把黄金拉回来。啊，确实被盯上了。丫头赶紧把黄金收起来，暗卫都被本王退下去了。王爷，这些黄金都给我，还是不太敢相信，我什么都没做就收那么多黄金。当然，这些黄金都是你的。不过这丫头是何意？要不王爷您拿走一些，我怎么好意思收那么多？林云熙，在你心里本王和你不是一家人吗？完了，好像又说错话了，全名又出来了。王爷不要生气，看到那么多金子，我觉得自己受之有愧。这怎么受之有愧了？你发现了如此巨大的铁矿，你不知道这意义有多重大吗？整个东胜国都受益于这铁矿呢。王爷你不要生气，我收下就是了，不要生气了嘛，会气坏身子的。丫头啊，本王把真心赋予你了，以后你进了王府，王府里的一切都是你的，以后你不要再跟本王说如此生分的话，好吗？不说了。那王爷，我现在就给你变戏法吧，不要眨眼哦。慕容浩知道他的本事，他一直很好奇他上次是如何把一堆黄金变没的。今日他要看好了，不能再错过那精彩的瞬间。只见林云熙一个眨眼的功夫，地上的黄金全部消失不见了。丫头，黄金真的收好了？收好了。要不我再变几箱出来给王爷看看？王爷想看几箱？看他如此上头这戏法，林云熙想满足他。慕容浩听他说还可以再变出来，更是来了兴趣。5箱，变5箱出来。好，王爷想看5箱就5箱。林云熙又一闭眼，睁开眼睛时，5箱黄金又出现在了内院的院子里。丫头，你真不是仙女啊？那当然不是啊，我是货真价实的人类。那这黄金怎么能这么自如地消失和出来呢？慕容浩实在是无法理解林云熙身上到底有什么机关。王爷不是看到过很多次我凭空拿东西了吗？今晚为何如此好奇啊？之前想为丫头保守秘密，今晚想了解你。这个嘛，今晚还是先不和王爷说，我们成亲那日我再和王爷说，如何？林云熙就是要吊着慕容浩的胃口，这样他才会想一直探究自己。好，你想什么时候说就什么时候说，本王等你。谢谢王爷对我的信任，王爷真好。那这5箱黄金我变回去了。变回去吧。只是瞬间功夫，5箱黄金又消失了。两人在院子里玩够了之后，慕容浩拉着林云熙的手进了卧房。丫头，今晚就在东院住下吧，不回林府了。林云熙听他这么一说，脸瞬间就红了，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慕容浩看着娇羞的林云熙，唇角微勾。他和自己这几晚不是一直都住在一起吗？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他的脸红成这样，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慕容浩发现他越来越不懂这女人了。他轻咳了2声，以此来打破这尴尬的气氛。丫头，本王今日忙了一日了，身上出汗了，先沐浴去了。你沐浴过了没有？要不要一起？不用了，王爷，我刚刚在林府等你的时候已经沐浴过了。那本王就先进去沐浴了，你等着本王，不能先睡了。这是要求，明晃晃的要求。林云熙此刻心砰砰直跳，脸一瞬间红到了耳朵根。慕容浩看了一眼娇羞的在原地的林云熙之后，笑着进入了浴房。林云熙也没有什么事儿干，自己褪去了外衣就上床了，从科技库里拿出了今天早上没有看完的孙氏兵法。没多久，慕容浩穿着中衣从浴房走了出来，头发还是湿漉漉的。看到林云熙在床上，他径直也上了床，把腿伸直，背靠在床榻的外侧，然后自己运起真气，把自己头发弄干。看到他又用真气，林云熙很兴奋。要知道，在现代他是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有真气这种东西的。这一兴奋，他就跳到了慕容浩的腿上，面对面看着他用真气干发。林云熙就这么一直盯着慕容浩看，没有说话。本王有那么好看，让你看得这么入迷？不是王爷，我是看你用真气，这真气真神奇啊，我从来没见过。我好奇它是如何产生的，我怎么就没有，而王爷有呢？本王有的某样东西，丫头真不一定有。这男人在挑逗我，他就不怕自己欲火焚身？哼，今晚看我如何收拾你这闷骚男。
林云熙双手扣住慕容浩的后脖梗，唇瓣温柔地附了上去。一路往下，他感受到了慕容浩的反应，不过他没有停下来。林云熙今晚要宣誓主权，慕容浩感受到女人的主动，更是心跳加速，心脏时不时还漏跳几拍。一股温热的暖流冲向了大脑，让他兴奋不已。这么久以来，每次都是他主动，今晚的林云熙很特别，他疯狂地爱上他着迷，他要沦陷了。慕容浩再也坐不住了，他把林云熙轻轻地抱起来，把她放在了自己的身下。今晚他要吻她一夜。王爷，不用去冲凉水了吗？不去了，冷静一下就好。本王不想天天冲冷水，抱着你就好。王爷是不是忍得很辛苦？很辛苦，不过为了你，本王觉得值得。好吧，希望我们能尽快成婚。说到成婚，本王今日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好消息，王爷快说。今日父皇也赏赐本王了，丫头猜猜是什么？和成婚有关的吗？王爷，你不会把我的存在告诉你父皇了吧？你的存在，父皇一直知晓。啊？那他允许我们成婚了？那倒没有。你父皇知道我的存在，又不让我们成婚，这是哪门子的好消息啊？本王告诉父皇，是你救了我，是你救了荣富家，是你提供了新兵器铸造工艺，是你发现了铁矿。王爷，你这是何意啊？王爷不要再卖关子了，听得让人心急。好，本王不逗你了。和你说吧，父皇一直以为你是本王的朋友，和本王交好。他问你的名字，本王说你是世外高人，以不问世事为由，没告知你的名字。你父皇以为我是你朋友？他应该以为我是男子吧？这有点意思。父皇应该以为你是男子。父皇还让我问你要不要入仕呢，我自然不答应了。你以后可是本王未来的王妃呢。王爷做得好，我自然不喜欢入仕了，多没自由。林云熙在现代天天打卡坐诊，好不容易再活一次，他可不想再过打卡的生活了。本王知道丫头喜欢自由。王爷，我们的话题是不是又跑远了？这和成婚有什么关系啊？慕容浩这才发现，和这丫头聊天，聊着聊着，话题总是能跑偏。他尴尬地笑了笑。确实没有多大联系。那现在说说好消息。父皇问我发现铁矿要何赏赐，丫头猜本王要了何赏赐啊？王爷，丫头真猜不到，要不你直接说吧。真不猜？王爷说嘛。好，怕了你了。本王给自己求了婚约自由。慕容浩最怕林云熙撒娇了，他撒娇时候那声音能把他的骨头融化掉。婚约自由？自古皇子的婚姻都是皇帝赐婚，基本上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以自己选择婚姻。本王求着婚约自由，就代表了以后本王可以求娶自己心仪的女子，而不用受制于父皇和母妃。丫头，也就是说，本王日后可以娶你为妻，这是第一步，跨越式的一步。听慕容浩如此兴奋地说出这些话，林云熙是感动的。眼前的男人一直在默默地为两人的婚约筹谋。林云熙心中一股暖流划过，他知道这是幸福的感觉。慕容浩，你对我真好。丫头高兴吗？高兴。原来王爷一直在默默地为我俩的事情在筹谋着。高兴就好。夜深了，丫头，睡吧。慕容浩抚摸着她的长发，安抚她睡下。他紧紧地抱住慕容浩，然后依偎在他的怀里，感受慕容浩温热的胸膛，不一会儿便缓缓睡去了。第二日，天空刚刚露出鱼肚白，慕容浩就醒了过来。他休沐了3日，今日要上早朝和去军营了。这3日里，都是怀中的林云熙陪着自己，让他心里填满了幸福。慕容浩的唇角露出好看的笑容，想着如果每日苏醒第一眼就能看到的人是林云熙，他便此生无悔了。林云熙感受到他温热的大手在他脸上摩挲，睁开眼睛看着满眼笑意的慕容浩，柔声道：王爷，你醒了？今日是不是要上朝？3日的休沐真是太快了，本王还没有休够。王爷，我们来日方长，不是还有晚上吗？说完这话，林云熙自觉自己说错了什么，把脸埋进了慕容浩的胸膛。慕容浩勾着唇坏笑地看着他。丫头，你这是明晃晃的邀请啊。就是邀请王爷，想每日都有王爷陪着。反正俩人都已经这么亲密了，能同居也无妨。每日在他怀里醒来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丫头，你知道这话对男人的杀伤力有多大吗？知道。本王知道你的意思了，要不现在我们再来？王爷，不要了，你会迟到的。好，起床了，为本王更衣。这个可以有。慕容浩展开双手，看着眼前的女人为自己更衣，这心里头是甜滋滋的。王爷，你的蟒袍呢？你叫夏管家拿进来吧。我去叫。怕什么？以后你就是王府的女主人。现在不是还不是吗？王爷去吗？他还没有做好准备呢，他才不去。慕容浩真不知林云熙到底在怕什么，都和自己同床共枕这么多次了，为何还是如此的害羞呢？他无奈。谁在屋外？王爷，是老奴，老奴在。把本王的蟒袍送进来，放下蟒袍就退下。夏管家恭恭敬敬地低着头进入了卧房，直接把蟒袍放在了卧房的桌子上，又低着头出去了。慕容浩笑了笑，看着躺在床上的丫头，还不来为本王更衣？好。慕容浩看着他这羞怯的样子，唇角不自觉就弯了弯。他发现和林云熙在一起之后，他的笑容多了许多，似乎是超过了过去25年里的总和。难怪他母妃说他面带喜色，如今想来，还真是这丫头带给他的改变呢。一大早，林云熙就带着天儿和天三，穿着平民的衣衫出了门。天儿，上京城最繁华的位置在哪儿？回主子，上京城最繁华的2条街就是东街和西街，2条街呈10字交叉。东街一般是皇亲权胄的府邸，西街一般是各大世家、朝臣大族和有实力的商贾们做买卖的地方。走，我们就先去2条街的交叉处去蹲点。林云熙带着2人走到了东街和西街的交叉处，找到一处府邸外的花坛坐了下来。天二和天三就在一旁守着。林云熙开始看着大街上的行人，然后就画上表格了。记录好时间之后，开始在大街上数这一时间段通过街口人的数量，还大致记录了这些人的年龄、性别、身份等等。这些可都是在现代商业选址过程中的实地数据。有了这些数据，才能够精准的知道哪条街哪个店铺人流量大，进而拿下店铺。林云熙这一坐就是1个时辰，一直数着街上的人。这个时候，一辆马车经过林云熙的面前便停了下来。林云熙被马车挡住了前面的视线，看了看马车，只见好久不见的慕容琦缓缓地走下马车。林云熙看着他，记起这翩翩公子可是还欠着他的枕巾呢，现在就又来挡他的视线了，还真是冤家路窄啊！这不是林姑娘吗？好久不见，怎么坐在本世子府邸的花坛上？你找本世子有事？见面就问了好几个问题，还找他有事？是不是太自作多情了些？你下车就问我一堆问题，真不知先回答哪个。林姑娘要称我为恭王世子，或者是齐公子。好，就齐公子吧。你挡住了我的视线，麻烦请把你的马车往前挪一挪。林云熙探了探头，继续数了数路上的行人。你还没有回答本世子的问题呢。齐公子要回答哪个问题？你是来找本世子的吗？大哥，这里是大街，为何说是来找你的？那你为何坐在我府邸的花坛上？我还真不知道这是你的府邸，这是一座府邸的侧边，没写府名。我也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府邸，如若知道这是你家的府邸，我还真不想坐。林云熙看他老挡道，没了耐心。哦，你好像对本世子有恶意。没有恶意，就是看你欠我钱不还，有点看不惯你而已。你说话怎能如此直接啊？难道不是吗？你不是欠我枕巾吗？明星郡主还没有怀孕呢，为何现在就要付你枕巾啊？慕容琦就是要拖欠他的枕巾，日后才能有机会再见到他。这男人看上去人畜无害的样子，怎么和他说起话来就那么难受？我躲还不行吗？林云熙正要走，慕容琦就把他手上的本子抢过来看了看。哎，本子上写的是什么？林云熙一把抢过他手中的本子，懒得搭理他。好女不跟男斗，走了，不送。慕容琦看着林云熙带着2个小弟离开之后，眼中充满了好奇。林云熙刚刚本子上写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啊？他一个大夫，身旁还带着2名手下，而这2名手下一看就是身手不凡之人。慕容琦对这个女人是越来越好奇了。林云熙去到街对面的一个府邸花坛边坐了下来，又继续在本子上写画了起来。慕容琦一直在街对面看着这有趣的女人愣神儿，直到他的车夫唤他。世子啊，我们还早吗？慕容琦这才缓过神来，慢慢的坐上了自己的马车。马车上，林云熙的样子一直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这女人医术了得，画画了得，做菜了得。见到她的时候，总是穿着粗布衣衫。这按理说，穿着这样服饰的人是养不起2名护卫的。李云熙的2名护卫看起来功夫绝对在慕容琪之上。慕容琪越想越觉得有意思，嘴角露出好看的弧度。这边，慕容浩刚下了早朝，又赶往军营，刚到自己的营帐换下了蟒袍，荣子凡就来到他营帐门外求见了。表哥，听说你休沐3日发现了巨型铁矿，还得到了皇上的赏赐，还获得了挥约自由。你消息还挺灵通的呀。我消息定是灵通的，各大世家都传开了，我怎能不知？但其实啊，发现铁矿的是他啊。表哥当时和他在一起，表嫂那么厉害啊，他会探矿？本王说过他很聪慧的。这个时候，荣子凡看到慕容浩中医的领口处有一个爱的吻痕，他发现了惊天的秘密，贼贼的笑起来。表哥，你脖子下是什么呀？是不是起了什么疹子？哎，你快看看铜镜。慕容浩好奇，他看了看他身边的铜镜，发现是昨天晚上丫头留给他爱的记号。慕容浩心里立马就被蜜糖填满，唇角不自觉扬起丝丝的笑意。表哥，你和表嫂休沐的3日都在一起？啊，在一起。那你脖子下面的东西是？不该说的不要乱说。那你们有没有那个？那个是指？哎呀，就是圆房。当然没有，本王会保护他的清白。荣子凡，你再提他一个字，信不信本王把你从这儿扔出去？涉及到丫头的名声，慕容浩就开始认真。哦，还没有，表哥魅力不够。难道你和丁姑娘已经圆房了？说什么呢？莫宁还是清白之身。那你们都订婚这么久了，还没有？当然没有了。不过我们都隐忍的好苦啊，每次只能抱抱亲亲的，难受死了。你们都订婚了，为何还不成婚啊？唉，都怪我娘，非要说今年没有成婚的好日子，要到明年的开春后才有黄道吉日。现在我们选定开春后成婚。原来如此，原来你也在忍耐。是啊，当男人真辛苦。不过看表哥脖子下的东西，这表嫂厉害哦。荣子凡，你给本王滚出去！好，我现在就滚。哎，不过我听说你母妃要为你选妃啊。他选他的，本王不选就是了。那表哥不打算参加生日宴了？参加？怎么不参加？慕容浩还想着他母妃的2万两黄金呢，不知何时起，他也被那丫头财迷样给传染了。表哥，你去参加宴会，表嫂知道吗？本王会告诉他的。他会让表哥去？今晚本王回去问问他。慕容浩把这事儿放在了心上。表哥，你去参加生日宴，还是自求多福吧。本王自有分寸，你可以出去干活了。好，出去干活，你是老大。说完，荣子凡满脸坏笑地走出了营帐。这边，黎云熙今日在上京城的几个繁华地蹲点人流量最好的地段，最后就发现东街和西街的交界处有一个名叫九华楼的酒楼，不管是人流量还是人们的消费习惯，都是他所需要的。黎云熙走进九华楼，虽然现在还没有到饭点儿，但是每张桌子面前都是坐满了人。这些人有的在喝茶，有的在吃着小点，有的过来歇息，准备用晚膳。酒楼里的小二们一个个勤勤恳恳地招待这些顾客，整个酒楼满是一派热闹的景象。林云熙走了出来，看到在九华楼的另一边也有一个酒楼，门关着，门外写着店铺招租的字样。这刚好有招租的酒楼固然很好，但是这位置是在街角的位置，人们一般是不愿意走到那么远进去。林云熙叹息，看上的铺子人家生意火爆，招租的铺子没有人流量，这还真是令人头痛呢。不过才第1日，他也不气馁，后面慢慢找便是了。林云熙看了看天色，发现黄昏已经到来。天三，今晚王爷会回京吗？回主子，王爷今晚会回京。那我们就先回府吧，我要给王爷做好吃的。3人一路往回走，当走到西街的一排胭脂水粉铺子时，林云熙发现这些胭脂水粉铺子的生意今日特别的好。林云熙好奇地看着天三，天三，为何今日胭脂水粉的铺子生意都那么好？这天二和天三心里都咯噔了一下。王爷要参加相看宴的事情，这在瑞王府的暗卫里都已经传开了，很多暗卫都分配到了当日保护瑞王的任务。
他二人自然是知道的，可是如今他们要怎么回答呢？回主子，属下这就不知道了，会不会是有哪家望族办宴会，姑娘们要打扮出行，所以才会有如此多的姑娘购买胭脂水粉？原来胭脂水粉铺子那么挣钱。等我忙完粮食的事情后，我也想试试。主子可以试试，属下知道很多世家大族光卖胭脂水粉都挣了不少银子呢。我要做定然不是开铺子，我自有打算。好了，我们先走吧。三人迎着夕阳回到了林府。林云熙没有休息，回到自己兰心阁的小厨房去准备晚膳。今儿晚上慕容浩一定会过来用晚膳，林云熙有这自信。不多时，他就做好了一桌子的好菜，在膳厅里等着慕容浩。闻到桌上香喷喷的饭菜时，林云熙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林云熙正想着慕容浩，然后就看到慕容浩风尘仆仆的穿着戎装，大步走进了他的兰心阁。林云熙看到慕容浩大步上前，撞进了他的怀里。才分开几个时辰就想本王了？真想王爷时时刻刻在我身旁。丫头饿了吧？要不我们先用膳？不要，还想再抱抱。好，那再抱抱。慕容浩把他打横抱起来，坐到了桌边的凳子上。林云熙今日走了一日，看了一日，确实是很累。他软软地靠在慕容浩的怀里，闻着让他心安的气息，很快就让他昏昏欲睡了。慕容浩感觉到了他的柔软，蹙起眉来。丫头这是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王爷，我没有生病，就是今日走了一日，有些累着了，让我在你怀里坐一下就好。要不丫头先用膳吧，用完了膳和本王回房休息。也好。王爷，放我下来吧。不用，本王今日喂你。啊，不用了，我自己还能用膳的，不用王爷喂。丫头听话，让本王来。还记得当时在青山寨你喂本王吗？记得，王爷当时是受伤了，但我现在又没有受伤。当时其实本王的手可以动。王爷你诈我？不诈你，如何抱得美人归啊？意思是说，王爷当时就已经喜欢我了？林云熙想到了当时的情景，开心不已。可以这么说。那王爷对我是一见钟情？算是吧。王爷很坏，当时喜欢人家不直接告诉我，害得人家郁闷了1个月。本王也是第一次和女人相处，没有经验。算了，大家都是第一次，饶过王爷了。王爷，我们先用膳吧。好，本王喂你。来，张嘴。慕容浩眼眸里全都是林云熙，用筷子夹了一口菜喂到林云熙的口中。林云熙长了这么大，小时候就不说了，他还真是没有被人喂过，心里此时划过了丝丝的幸福。他一个机灵，在慕容浩脸颊上亲了一口。慕容浩，你真好。死丫头，吃个饭还那么不安分，不是说累狠了吗？反正有王爷喂，不累了。两人你一句我一句，林云熙就被慕容浩给喂饱了。丫头，下月初8是本王的生辰，本王的母妃要为我办一个生辰宴，本王要去参加。王爷的生辰是下月初8呀？王爷喜欢什么？我为王爷准备生辰礼物。不用准备，丫头那日陪着本王就行。好，丫头到那日就陪着王爷。本王这次参加生日宴不能带丫头去，丫头会不会不高兴啊？王爷那么小看丫头的吗？这有什么？不就是你们家庭举办个生辰宴吗？我为何要生气？我高兴还来不及，这说明你母妃对你很好啊。丫头真懂事，说的我好像很小气似的，参加个家庭生辰宴也生气。知道丫头大度，王爷才知道，是不是太晚了？不晚，我们也才开始。说的也对，我们才相爱几月而已，怎么感觉我们像小夫妻了？我们现在就是小夫妻，不是吗？是恩爱的小夫妻。林云熙看向他，满眼星辰，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很快天就暗了下来。王爷，我刚刚已经备好热水了，你先去沐浴吧，我先去把碗洗了。丫头，你需不需要一个丫鬟？这些事日后让下人做就好了。我一个人习惯了，不喜欢身边老是跟着人。现在我还不是很忙，还不需要呢。待日后真的忙不过来了，我再买一个。本王就是觉得你太辛苦了。不辛苦，王爷先去吧，我洗完碗就来。慕容浩听话，进入了卧房里的御房。天2天3，出来。两个身影同时跪在他眼前，异口同声：参见王爷。天3来说，今日你们主子忙什么去了？为何今日他如此劳累？回王爷，今日主子到大街上数人头。
这是何意？主子想开一个3层楼的铺子，具体开什么铺子属下不知。今日他一直在上京城最繁华的大街上观察什么地方的人多，全都记录下来了。他从早上忙到黄昏，晌午也只是随便吃点糕点，没有用午膳，所以主子应该是累到了。你们2人是不会劝他歇歇是吧？怎么护着主子的？属下知错，请王爷责罚。那你们主子可有找到他喜欢的铺子？回王爷，主子最看重的是东街和西街交汇处的九华楼，不过他看九华楼生意火爆，进去看了一下就出来了。九华楼，这丫头真是好眼光。要知道这九华楼是上京城最赚钱的酒楼，竟被他给盯上。本王和丫头真是有缘啊！如此大的上京城那么多铺子，他就相中本王的产业。看来这九华楼是开不了了。是的，九华楼，主子看了又看，属下想他应该很喜欢。本王知道了，你们下去吧。如果再让本王看到他如此劳累，你们就等着领罚。是，属下知错了。2人一个飞身便消失在了夜空中。第2日卯时，慕容浩就已经醒了。他看了看还在熟睡的林云熙，也没有叫醒他，想让他多睡一会儿。慕容浩刚坐起身，林云熙就醒了过来。王爷醒了，怎么也不叫醒我？昨日你太累了，想让你多睡会儿。我昨晚好像很早就睡了，现在很精神了，不睡了。丫头又没什么事情，起那么早做什么？我今日还要去找铺子呢，昨日没有找到，今日再去看看。不用去了，你的铺子本王帮你找。林云熙总是有自己的计划，慕容浩不想他再去外面辛苦的跑，想直接为他找好。王爷又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铺子，还是我自己找吧。本王昨日找天2天3问了，你的铺子今晚给你答复。这丫头怎么就是不听话，老这么倔？啊，王爷，这不好吧？你只需要听话就好。说好了，今日不能出去找铺子。好，不去找了。那王爷帮丫头找，哼，我倒要看看你能找到什么样的铺子给我。这才怪。再睡会儿。要不我为王爷更衣后再睡？反正都醒了，他喜欢为慕容浩更衣。也好，来吧。王爷，今日我不去找铺子，我想买些药材送去庄子上。庄子离上京城比较远，很多农户看病不方便。不过庄子上有一位大伯会看病，就是缺少药材。我上午送过去，下午就能回来，可好？慕容浩就知道这丫头不会乖乖在家里睡觉的，无奈的叹了口气。哎呀，丫头，你怎么那么能折腾？让你休息，你总往外跑，不能停一下歇息歇息啊？王爷的意思是让我今日在府里休息1日？对啊，休息1日，能不能听本王的？好，听王爷的，今日就在府里休息1日。不过说好了，明日我要出门买药材哦。休息好了，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慕容浩想到昨日他累成那样，他现在还是有些心疼林云熙。好，就这么定了。那王爷今晚还过来吗？丫头想本王过来吗？当然想了，想王爷夜夜过来。好，只要本王在上京城，就都会过来。王爷，说话算话。本王何时说话不算话了？那倒是确实没有。你侬我侬了一下，终是分开了。慕容浩一走，林云熙就躺在床上，他早就已经不困了，睡也睡不着。今日又不能外出，他想到慕容浩的生辰礼物，他还没有准备呢。要送什么礼物给他合适呢？他似乎很喜欢现代的东西，还是送现代的东西给他吧。一个闪身就进了科技库，他来到科技库的商场，想看看能不能在商场买个礼物。但是商场此时还没有开门，上面还写着商场即将开业，敬请期待的字样。看来这李博士啊还在开发这个商场。想来也是，这么大的商场要开发出来，应该不是什么易事。他只好回到李博士给他开发的别墅。林云熙上了楼上的卧房，打开桌上的电脑，看看有没有新的邮件。打开电脑之后，发现没有新的邮件。看来李博士最近比较忙，没有和他通信。不过今天他要找他帮个忙。林云熙直接打开电子邮件，写下了简单的几句：雨辰哥，你好，好久没有和你联系了，最近还好吗？我在这边很好，已经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我今天给你写信，是想请你帮个忙。我不知道这个科技库是不是只能和你通电子邮件，我想找我弟弟，我知道他的邮箱，但是我不知道我这样发送邮件过去，他能否收到我的邮件。雨辰哥，如果你看到邮件，帮忙解答一下，多谢啦。点击按钮，邮件就发了出去。
他正要去书房，就听到电脑上发出了滴滴声。哼，原来雨辰哥现在在电脑前啊，回复的可真快。丫头，你好，雨辰哥最近比较忙，一直在研发新的东西，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了。看到你说适应了那边的生活，雨辰哥为你高兴。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现在我来回答你。这个科技库目前只能和我通邮件，但是你雨辰哥是什么人？我可是这方面的专家，这小问题几秒钟就能为丫头解决了。刚刚我已经把你弟弟的邮箱链路连通过来了，你随时可以和他发邮件，他都能收到了。还有，你科技库里面的商场我还在研发，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丫头要耐心等等。好了，雨辰哥要去忙了，丫头你在那边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有时间再聊。我最亲爱的老弟，我是你姐姐林云熙，现在可以和你通邮件了，是不是很开心啊？你和奶奶现在还好吗？我不在，你要多多照顾奶奶哦，她年纪大了，以后要你照顾了。老姐我呢，已经慢慢习惯这里的生活了。老姐还谈了一个男朋友，他又高又帅，对你老姐我特别好。告诉你啊，他是这个国家的皇子，是不是很魔幻？是不是像在看电视剧？我自己开始都觉得匪夷所思，直到现在才慢慢接受这个事实。今天给你写信，我是想让你帮我个忙，你去进入我的房子，房子钥匙奶奶那里有备份，我卧房的床头柜里有一张银行卡，密码是6个0，你帮我买一对百达男女机械对表，然后快递给雨辰哥，他会给到我。还有，银行卡里的钱你和奶奶就拿去花吧，我也用不着了。我在这边赚的是黄金和白银，我已经赚了不少了，够我花一辈子的了。所以呢，你们也不要为我担心。好了，今日呢就先聊到这儿了。老弟，你办好了事情，帮忙回复一下你姐，这对表要1个月后送出的，谢谢老弟啦。在科技库里又待了一会儿，林云熙就出来了。他今日听命在府里休息，那就好好休息得了。他美美的睡了一个午觉，这午觉一睡就是1个多时辰，醒来的时候已经快要到黄昏了。他叫来了云姑姑，让他到街市上去买一些他和慕容浩都喜欢吃的食材。今日他休息够了，他要好好的露一手自己的厨艺，吃点好的。不多时，云姑姑就买来了一大堆他要的食材，放在厨房里就走了。今日他要做一桌子好菜等慕容浩回来。黄昏，夏日的炎热慢慢淡去，太阳已经落山。慕容浩身穿一身蟒袍，坐在马车里往林府赶。每次散值都是他最开心的时候，他又能见到他心心念念的丫头了。如此想着，他便吩咐前面赶车的天一：“天一，再快点！”是。天一打马的速度更快了。马车到了林府的后门，他赶紧就下了马车，一个飞身便进入了林府。他停下焦急的脚步，慢慢的走入了兰心阁。慕容浩想看看今儿他的丫头有没有好好听他的话，有没有好好休息。到了兰心阁，就闻到了香气扑鼻的饭菜香，看来是这丫头又做好吃的了。他走到膳厅，看到林云熙手扶着下巴，望着外面的天空，似乎是在想着什么。直到他进了膳厅，林云熙这才缓过神来，他的慕容浩回来了。他冲上去，双手搂住慕容浩的腰：“王爷，你回来了，我等你好久了。”刚刚本王看你在想事情，想什么那么入迷？我在想我来到这里多久了，应该快4个月了吧。丫头想家了？有一点，不过有王爷我就不想了。不说这些了，我们用晚膳吧。丫头，这些是你家乡的菜肴？算是吧，我还改良了一些口味，王爷来尝尝。慕容浩看着一桌他的心血，他今晚怎么着也要多吃点，让这丫头高兴。他大口大口吃着饭菜，狼吞虎咽的没有停下来。王爷，你今日没有用午膳吗？像是饿狠了。丫头做的饭菜就是好吃，本王喜欢。好，王爷慢点吃，我不和王爷抢。看着丫头会心的笑了，他松了口气。他不喜欢丫头想家，他想家就意味着他还想回家，他不想让林云熙离开自己。两人用完了晚膳。丫头，本王为你找到了铺子，猜猜是哪里的铺子？真的？王爷，你的效率很高啊，是哪里的铺子？本王让你猜。王爷这不是为难丫头吗？上京城那么大，铺子那么多，真的很难猜。是丫头最看重的铺子。我最看重的？王爷知道我看重什么铺子？当然，本王想知道你的想法不能。王爷，不会是九华楼吧？正是，就是丫头喜欢的九华楼。以后九华楼就是丫头的了，你想开什么铺子直接开就可以。
九华楼可是京城最热闹、生意最好的酒楼，才1天的时间，慕容浩就拿到手了。王爷，这九华楼怎么会卖给你？他们东家和王爷是好朋友，生意那么好的酒楼，就会1日内卖掉了？啊，算是吧。他们那么好的生意不做了？本王给的钱够啊，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房契给你了，他们撤出大概要2日，你可以按照你的店铺来设计装修就可以。他可不敢多说什么，怕露馅了。王爷，这九华楼应该很贵吧？多少黄金？要不我给王爷。林云熙，这是本王给你的，你不要跟本王那么生分。林云熙听到他又唤自己的全名，看来是又准备生气了。那他还是收下算了，日后能帮他的，他再帮慕容浩也一样的。好，那就多谢王爷了。王爷，你知道吗？这可是我在这里的第1份房契呢，多谢王爷。林云熙是真的开心，这九华楼的地段和人流量可都是他最看重的。和本王还那么客气？是真心想感谢王爷的。送给你也是有条件的。王爷，什么条件？只要你说出来，我一定能办到。就是想，那个，王爷是指啊？王爷难道是要和丫头同房？你这丫头，你怎么能说出那么不知羞耻的话？不是同房？当然不是，要同房我们早就同房了。什么东西能让慕容浩害羞想要的？不是那档子事儿还是什么？王爷，要不你提示一下丫头？丫头虽然有点小聪明，但是这还真猜不出。就是，哎呀，就是我们情到浓时在彼此身上留下的痕迹。王爷喜欢种草莓？种草莓？啊，就是你说的吻痕。不过作为大夫，我先提醒一下王爷，那吻痕可不能太用力，会容易引起血栓，甚至危及性命哦。那么严重？还好上次本王没有太用力。王爷为何会喜欢这东西啊？前2日本王脖子上还有，现在没有了。看见它就会想到丫头，所以喜欢，还想要。那王爷先去沐浴吧，我先把碗筷收拾了。慕容浩听他的话，乖乖地跑去了浴房。李云熙处理好了碗筷，回到卧房，就看到慕容浩拿着兵书在床上等着他了。他径直走出了浴房，然后赶紧就去沐浴，不一会儿就出来了。王爷，你要喝水吗？我给你打。慕容浩看他那紧张的模样，唇角勾了勾。他刚刚不是能直接就说出同房的事吗？怎么现在紧张成这样？看来是只纸老虎。本王想喝，为本王打一杯吧。奇了怪了，我们2个又不是第1次这样同床共枕，为何今晚会紧张？难道是刚刚说出今晚的任务让人害羞？林云熙倒了一杯水，走到床榻前，把水递给了慕容浩。慕容浩接过他的水杯，喝了一口之后，他满眼欲火地看着林云熙。林云熙能感受到他眼神里的炙热，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慕容浩一把就把他拉到了床榻上，抱在了自己的怀里。怎么，刚刚丫头答应本王的事情现在忘了？他把他扑倒，轻舔他的唇之后，轻柔地给他种上了他喜欢的草莓。王爷，喜欢吗？喜欢，还要别甜。慕容浩呼吸上下凌乱，一时间烛光摇曳，床幔里温度升高。第2日，林云熙起了个大早，收拾好自己之后，就到上京城的大街上去找药材。他今日要买药材给庄子上的农户们，还会把一些会装修的兄弟们叫到上京城来装修九华楼。林云熙记得上一次他在药铺门口救了一位大哥，那个药铺里面的药材特别齐全，林云熙也不逛其他的药铺了，在那药铺买完就能走。他下了马车，天2天3跟在他身后。只见药铺的小二上前招呼道：“姑娘，你要找什么药材？我们药铺是全上京城最全的，你想要的都能买到。”我找一些风寒和外伤用药，风寒的就给我来一些麻黄、桂枝、生姜、细辛、陈皮、防风、甘草、赤芍；外伤的呢，就来红花、三七、马钱子、桃仁，这些药材各2000克。姑娘要那么多呀？我们家人多。小二点点头，为他找药、称药，准备算价格。只听一个女孩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姑娘的药材总计385两白银。”林云熙抬头看了看来人，这正是那日他救了他哥哥的小姑娘。这姑娘算术能力可以啊，这么快就能算出所有的药材价格。小姑娘，好久不见，你哥哥的伤怎么样了？
只见外面又走出一个人高马大的壮士，正是那日林云熙给他在这药店门口动手术的男人。姑娘，看，我的伤全好了，现在和以前一样干活了。两人走到林云熙面前，躬身行礼。多谢姑娘当日出手相救，我才能脱离危险。现在连某愿为姑娘马首是瞻。这又是古代人的做事习惯，救了他一次，又来以身报答。我是大夫，治病救人是我的本分，不需要什么马首是瞻。林云熙可真是怕了他们这古代人的习惯了，多不好啊，动不动就要报恩。姑娘，我看你有马车，还有2个护卫，还买那么多药材，应该是大户人家的姑娘。要不姑娘收了我和哥哥吧，我们想追随姑娘一辈子。啊，这一辈子都出来了，看来他们是真心感激。我现在正是缺人的时候，要不问问他们会什么？那你们先说说，你们会做什么？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回姑娘，我们是上京城东郊连家仅剩的2兄妹，我们父母还在世，连家当时是赫赫有名的家具制造世家，京城的很多家具都出自我们连家之手。但是后来连家受到竞争对手的迫害，一场大火把我们连家都烧得精光，父母枉死在那场大火里，家丁只救下我们兄妹2人。我哥哥或我父亲真传，会一手好木工活，我是算术好手，能快速算出各种数字的加减，也是算账的好手。姑娘，这位姑娘说的是真的，那次连家大火足足烧了3天3夜，他们连家可是我们上京城有名的家具商，你看我们药铺的柜台和座椅都是出自他们连家之手。可惜现在连家没了，我们掌柜都说看不上其他家具铺子的家具了。林云熙看了看这铺子里的装修和家具，果然和其他他去过的一些铺子不一样，看来这连家确实是有2下子。这个时候店小二算好他购买药材钱的总价，惊奇不已。姑娘，你的药材是385两白银，和那位姑娘算的一样。哎呀，真是太神奇了，姑娘不用算盘就能算出如此多的数字组合，小的今日长见识了。林云熙此时更确定了这2人的本事，算了，就先留下吧，刚好他需要开铺子，人手多总是好的。好，那我就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林云熙，你们叫我林姑娘就行。你们2位的名字是？我连夜南见过林姑娘，以后你就是我们的主子了。我们把卖身契都带来了。我连若音见过林姑娘，这是我们的卖身契。你们身上都带着卖身契，一直在这店门口等我？回主子，上次你救了我哥之后，我哥的伤好了后，就每日早上在这里等你1个时辰，今日总算等到了。你们等了我近2个月？是的，主子不说我们不要脸就行。好吧，我林云熙到底有何魅力让他们跟随啊？就先收下吧。好吧，你们的卖身契呢，我就先不收了。跟着我呢，我们之间是雇佣关系，日后我和你们签劳动书契，我也会付给你们月银。刚好我要开新店铺，你们今日就跟着我走吧。来到庄子，林云熙就把刚刚买的药材交给了王大山，告诉王大山，如果庄子上有人生病，就找庄大伯。庄大伯懂医术，这些药给他用就是了。王大山应下，便看了看林云熙身后的2人。大当家，这2位是？这2位是连家兄妹，哥哥叫连夜南，妹妹叫连若音。他们今晚就先在庄子上住下，你一会儿呢安排个住处给他们。大山，明日你去青山寨，叫周阳带上家祭组的20位兄弟到林府找我。还有这2位连家兄妹也一起上去，我要开新铺子，需要他们装修。嘿，大当家真厉害，现在都可以在京城开铺子了。不知大当家要开什么铺子？这个呀就暂时保密了。开铺子当日你可要来帮忙哦。现在呢，你就先好好守住庄子上的庄稼，绝对不能出问题。大当家放心，我每日都在庄子上盯着呢，庄稼长得可好了。要不和大当家去看看？和你去看看吧。连家2兄妹也一起吧。说完，4人走在田间地头。连家2兄妹看到这样奇特的庄子，他们被眼前的景象都惊呆了。他们连家之前住在京郊，见过很多庄子和农场，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庄子。河水边一个巨大的木轮子一样的东西竖立在水里，通过这个木轮子，庄稼上的水就不需要人工挑水灌溉了。连夜南之前就是做木工活的，看到这东西惊奇不已。主子，这叫什么？这太神奇了。这叫水车，有了它就不需要人工挑水灌溉农田了。我能去看看吗？当然可以，你们都是我的人了。庄子里的东西呢，你们随便看。好，那我过去了。说完，连夜南几个蹦跶蹦到了一个水车旁。林云熙好奇地看了看连若音，你哥会武功？回主子，我哥小时候跟家父学过几招，多一门技术，不错。
日后啊，好好干，你们会有好日子的。还是要多谢主子收留我们。你们之前在上京城过得如何？回主子，我们家道中落后，就在上京城找营生。我们找的雇主经常欠我们的银两，还动不动打骂我们兄妹俩，我们就没有干了。后来就遇到了主子。都是可怜人，就留在我这里干活吧。干好了，我不会亏待你们的。多谢主子收留。莲若因此时除了感谢，不知道要用什么词儿来感谢主子对哥哥的救命之恩，还有收留他们兄妹俩的恩情。一行人看了一圈庄子和田地之后，林云熙坐上了马车，回了上京城。如今他说了连家两兄妹的事情，天儿已经把消息用飞鸽传给了军营里的慕容浩。这才半日功夫，慕容浩的手下就把连家两兄妹查了个底儿朝天。黄昏，慕容浩照常来到林云熙的兰心阁。林云熙一早就做好了晚膳，俩人一边开心的用着晚膳，一边聊天。王爷，今日我在药铺里收了两兄妹，他们说是之前连家的遗孤，王爷有何异议吗？今日本王叫人查了，他们确实是连家的遗孤。连家世代做家具和木工活，在上京城享有盛名。他们连家的那场大火，当时没有人证物证，被压了下来。官府后续也没有继续查，他们二人本王也查过，算是干干净净的人，没做过什么坏事。你现在想用人直接用就可以，但是你不能把他们二人带在身旁，本王怕他们的仇家会找他们复仇。就先把他们放在庄子上吧。你铺子装修他们可以帮忙，你不要和他们走太近就可以了。他们的案子，本王后期会为他们查一下，这样把他们身边的危险排除在外，你就不会有危险了。林云熙听他这一席话，这男人没到半天时间就已经全部为他查好连家兄妹的底细了。林云熙发现这男人总是一次又一次默默地为自己做很多事儿，他是真的被感动到了。慕容浩，你为何总是对我那么好？你是本王的王妃啊，为你查一些事情，这就是对你好了。你这丫头也太容易满足了，这都是本王应该做的，本王要保护好我的丫头，所以一切和你有关的人和事必须是没有危险的，本王才能让他们靠近你。慕容浩不觉得这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对林云熙来说真的是让人心暖的事。慕容浩，你这张嘴啊越来越会说了，越说越让人感动。傻丫头，看一个人对你好不好，不是听他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慕容浩，你对丫头真好。林云熙饭也不吃了，直接就坐上了慕容浩的双腿，然后就是一吻。喂，死丫头，我们还在吃饭呢，你急什么？不想用膳了，今晚只想吃王爷。林云熙在唇齿间娇羞低喃，俩人就在饭桌的凳子上吻得死去活来，直到呼吸沉重，末了俩人停了下来。慕容浩，日后只能对我一人好，不能看其他女人，这是他的底线，他要给他提要求。好，本王答应你。那就好，那丫头就放心了。王爷还要不要继续用晚膳？不用了，吃你都吃饱了，留着肚子夜里再吃你这狐狸精。王爷真坏。丫头，看看这是什么？王爷，这是九华楼的内部装饰图，你怎么拿到的？他眼眸亮了，这男人真是他想要什么他都能给他取来。慕容浩可不想让他知道九华楼是他自己的，温柔地笑着。你别管本王如何拿到的，九华楼这2日往外搬东西，这些图纸给你，你可以看看哪些东西是需要拆的，哪些是需要留下的，你自己做主就可以了。林云熙看到这图纸大喜过望，他以为要等九华楼的掌柜搬完东西之后才可以进去测量尺寸，现在有了这图纸，倒是为他节省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他此刻开心无比，他想快点研究这图纸。王爷，今晚呢我先沐浴，沐浴好了我要研究一下这图纸。好，去吧。林云熙去了浴室，风风火火的一顿捣鼓就洗好了。慕容浩看他这速度，丫头，你确定你洗好了？好了，就冲了一下。看来这图纸魅力不小啊。平日里林云熙泡澡能泡2刻钟，今日半炷香时间还没到他就出来了。也罢也罢，就由他吧，他高兴就好。只见林云熙赶忙把图纸摊开了放在桌子上，开始认真地看着图纸。慕容浩沐浴出来，就看到林云熙在那儿认真地研究着图纸。说实在的，他和林云熙见面都是晚上，平日里很难看到他干活时的样子。今日看到林云熙认真的样子，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美。慕容浩径直坐在了桌子对面，一直盯着林云熙工作。林云熙感受到对面的男人一直盯着自己。王爷，你坐在那儿看我干嘛？你不是有兵书吗？去看你的兵书去。不看，兵书没丫头好看。好吧，
甜言蜜语，但是我喜欢听。想看就看吧，别打扰我干活。本王不会打扰你，你做你的。好，王爷好好待着。要不你去玩你的积木，不是还没有拼完吗？积木也没有你好看。好，当我没说。我要去干活啦。林云熙继续手中的活。慕容浩看着他那张绝色天成的脸上，肌肤白若凝脂，吹弹可破，长长弯弯的睫毛在他那灿若星辰的双眸上一眨一眨的，小巧而高挺的鼻梁，还有他那不点而赤的红唇，娇俏可爱。这是他慕容浩每日都心心念念的红唇，他越看越喜欢，眼里的欲火慢慢升腾，他再也坐不住了，把凳子移到他身后坐下来，从后面抱住了他。王爷，你不是说不打扰丫头的吗？本王一直很安静啊，没有打扰到丫头吧？那你现在这是？你做你的，让本王抱抱。好，让王爷抱抱，先不要乱来。林云熙想今晚忙完这图纸。先别乱来，你的意思是晚点可以？王爷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先干活。丫头先干活，本王就抱抱。慕容浩头靠在他的肩头，看他写着什么。林云熙不理他，继续手中的活。慕容浩也听话，只是抱了抱，没有打扰他。但是他身上的兰花香和他独有体香混合，这香味儿让他每每闻到都无法平静。慕容浩的手开始不安分了起来，开始在他身上游走。王爷，你这样我无法专心干活。夜深了，要不别干活了，我们干点其他的。好，就听王爷的。没想到他如此痛快就答应了。慕容浩大喜，一个打横抱，把他想了一晚上的丫头送入了床榻，二人唇齿交织。第二日一大早，林云熙送走了慕容浩之后，他赶紧把昨晚上没有画完的图纸画好。大约过了1个时辰，他就画好了需要更改的装修设计图。用完了早膳之后，周阳就带着20位兄弟和连家兄妹来到林府求见。林云熙拿着他画好的图纸，带着一行人出了门。今日九华楼的掌柜全部搬走了所有该搬走的东西，林云熙有图纸在手，他就不急了。来到九华楼，只见一个风神俊朗40多岁的男子在门口等着。这位就是林姑娘吧？你是？在下是之前九华楼的严掌柜严宇川。昨晚我们已经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搬离啊，这是九华楼的钥匙，现在交给林姑娘。多谢严掌柜了，还需要你跑一趟。林姑娘客气了，钥匙当然是在下亲自来送比较好。林云熙看着严宇川，想着这掌柜之前能把九华楼管理的风生水起，想来不是什么等闲之辈。严掌柜，九华楼不开了，你可有好的去处？回林姑娘，在下还真没找到下家，想来找下家也没那么容易。现在京城各酒楼都有掌柜，现在找不易呀。啊，那严掌柜可愿意过来帮我？你的月银我再给你提2成。林姑娘说的是真的？还没有了解在下的实力，就给在下涨月银？我知道你的实力，九华楼那么好的生意还需要看吗？好，那在下就和姑娘干。不知林姑娘要开什么铺子，让在下知晓，在下好准备1、2。这个嘛，先和掌柜保密，到时候铺子开了，你自然也就知晓了。好，在下期待林姑娘的铺子。那我们先去看看铺子，我也要去采购一些木材回来装修。现在想看看这里面用的是什么木材，尽量用相同的木料。林姑娘找在下就对了，这九华楼当时装修的时候是在下一直跟着的。林云熙真没看错人，这严掌柜他还真就用对了。先不说其他事项，就装修这一块他就能够省不少的心了。一行人看了3层高的九华楼一圈，严宇川告诉林云熙，这九华楼的装修啊，用的是100年以上的松木、杉木、榉木和楠木，这些老木头质地坚硬，抗压抗震能力强。这些木材当时还做了防虫防火的处理，都浸泡过独特的药水才使用。严叶南，严掌柜说的这些你可知？回主子，严掌柜说的这些属下都知道，只是不知严掌柜说的药水和我家传的药水是否一致。这药水可是宫里传出来的药水，东胜国的皇宫所用的木材都是用这药水处理过才使用的。宫里的药水？这九华楼之前到底是谁的？怎会用宫里的药水浸泡木材？正是，
所以九华楼的装修如果没有天灾人祸，可以屹立100年不倒。那你之前的东家是谁？林云熙越来越不淡定了，他是真想知道这九华楼到底是谁的。主子，在下需要保密上个东家的身份，你就不要为难在下了。王爷告诫过他要保密王爷的身份，现在自己嘴贱，说什么药水从宫里传出来的，女主子不好奇才怪呢。好吧，我不为难你。走吧，我们先去买木材。说完，林云熙把他画好的图纸分发给了严雨川、连燕南还有周阳。几人看到手中的图纸，眼睛都是睛得圆圆的。他们都见过一般的装修图，还真是没有见过这种似乎能从纸上跳出来的立体图。上面非常工整地画出了要替换掉木材的尺寸，还把木材的需求量都算好了。主子，这图纸是你自己画的？是的，有什么问题吗？这些图很是特别，这些家具像是能从画中跑出来的一样。连燕南好奇，他家世代做家具，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逼真的图纸，他特别兴奋。林云熙看着俩人好奇的神情，开口解释：这叫立体图，从3个维度把图形画出来，就能出现立体的效果。你们画的图都是2维的，所以会没这么立体。日后你们想学的话，我可以教你们。好，主子，一言为定。好，一言为定，看你激动的。走吧，现在去市场买木材。林云熙带着一大群人到了大街上，他也懒得找了，直接问旁边的严雨川：严掌柜，上京城最大最全的木材铺子是哪家？我们直接过去吧，抓紧时间。好，在下这就带主子去。在城南有一木材铺子叫匠心铺的，里面木材齐全，品质很好。上次九华楼装修就在那铺子里拿的木料。林云熙听一个卖木材的铺子起个名字都那么文绉绉的，还匠心铺，有点意思哈。他好奇是什么样的东家卖个木材也会起如此优美的铺子名儿。一群人浩浩荡荡来到了匠心铺。林云熙看了一圈木材，他自知他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林云熙把选木材的事情交给了严掌柜和连燕南，周阳负责付账就可以了。这位不是林姑娘吗？林云熙随着声音往后看去，又看到了欠他5000两的慕容琦。天三，你们这里的世子不用上班的吗？啊，就是你们说的当值。回主子，世子是亲王的儿子，我们这里亲王家族是不能参政的，不能在朝廷当值。不过他们有爵位，皇上每年会给各大亲王家族发配大量的金银、粮食和田地，他们这辈子不用愁吃穿用度。再加上他们手上有大量的产业，可以说亲王家族也是富得流油的家族，很多女子挤破头都想嫁给世子呢。唉，原来是富二代，闲散世子。主子用闲散这个词非常准确，他们会比较闲，不像王爷那么忙。听完天三的话，慕容琦来到他的跟前，好奇道：怎么，林姑娘是故意没有听到本世子在唤你？哦，刚刚和属下说话没注意，见过祁公子。没事。怎么今日来匠心铺选木材？林姑娘是要装修家里还是装修铺子？啊，林姑娘要开铺子，药铺吗？不是。那是什么铺子？现在呢，暂时先保密。开个铺子也要保密，这又是什么花样？自从见到这姑娘，她总是不按常理出牌，今日又这样。好，到时候你铺子开了，本世子自然会知道。可以，开张那日欢迎世子光临。林云熙笑着看向这温文尔雅的世子，他看上去那么美好，为何要赖账不给他那5000两银子呢？还真是搞不懂这人。东家什么时候来的呀？属下刚刚在忙，没有注意到东家，属下失礼了。没事，你先去忙吧，本世子只有客人。这匠心铺是你的？是本世子的。今日姑娘要挑选什么木材？我让手下挑选，我不懂这些。慕容琦看他带来这么一大群人，大吃一惊。这姑娘不是大夫吗？怎么突然有了这么多手下？这些都是姑娘的手下吗？你不是大夫吗？是啊，大夫不能有手下？看这些人不像是会医术的。本姑娘就只能会医术吗？林云熙反问道。不知道为什么，看他欠自己5000两白银，他就喜欢对他。那倒不一定。见过恭王世子。免礼。九华楼的严掌柜今日怎么也来本世子的匠心铺来选木材了？回世子，在下是陪我家主子前来的。什么？九华楼什么时候是这丫头的了？这林云熙听到他叫自己丫头就来气，丫头是慕容浩专属用词，
他不喜欢慕容琪这么叫自己。恭王世子，我叫林云熙，请叫我的名字或者林姑娘，不能用丫头这个词。好，本世子冒犯了。现在九华楼是林姑娘的了，你开始接管酒楼生意了？正是，九华楼现在是本姑娘的了，不过不是开酒楼，酒楼在昨日已经撤走了。撤走了？严掌柜，你们东家买九华楼，怎么也不通知本世子一声啊？本世子可以高价买入的。这是我们东家的意思，在下只是听命行事。你们九华楼东家是谁？要不本世子和他谈一谈。慕容琪实在是喜欢九华楼的位置和人流量了，他想争取。恭王世子，这在下无可奉告。我这个新东家可还在呢，这慕容琪就那么直接想挖墙脚？喂，那个什么，恭王世子，你这人有点奇怪啊！我这新东家可还在呢，你就直接在我面前抢铺子？好好的九华楼名动上京城，多少达官贵人每日最想在那里用膳，你好好的酒楼不做，竟然给撤了。也不知道姑娘是咋想的，这九华楼在你手上，还不如在本世子手上来得有价值。你怎么就知道本姑娘开的铺子不比九华楼挣钱？那地段那名气，不知要多少年才能养出那么好的人流量来，你就这么轻易给撤了，本世子真是小看你了。林云熙无语，他每次和慕容琪见面都是吵架收场，身心和这人八字不合，懒得和他费口舌了，影响心情。看着林云熙不理自己，慕容琪上前，要不林姑娘把你手上的九华楼卖给本世子，嫁给我们好商量。除非我的脑袋被驴踢了，不然你想都别想。你算了，本世子不和你斗。说完，慕容琪气愤地走进了匠心铺里。刚刚一直和这个世子对峙，忘了严掌柜找自己是什么事儿了。他看了看严掌柜，严掌柜，你找我何事？在下想问，匠心铺子里有提供木料泡药水的服务，我们是在他这里泡好，还是把木材带回去自己泡？他们的药水好，还是你手上的药水好？在下不敢妄言。但是我们之前在九华楼装修的时候，都是自己泡的木料，那药水防虫防火，出来的效果很好。那我们就自己泡吧，叫兄弟们今日把木材搬回去。好，属下这就去安排。一行人把所有的木材选好之后，周阳正要和掌柜结账，林云熙就走了上来。此时，慕容琪和掌柜在柜台上对着账本。林姑娘选好了？掌柜的，你看我今日在你店铺选了那么多木材，你就算个便宜的价格给我如何？我日后再开新铺，还来你这里拿木材。这要问我们东家？你是掌柜的，让这点小利就不用问东家了吧？你们东家也很忙的。本世子今日刚好没事，姑娘要让利呢，也不是不可以。要不和本世子谈一谈九华楼的事情？周阳，让掌柜算好了，直接用黄金砸他。主子放心，今日黄金管够。好，你在后面付钱，我带弟兄们先走一步。他又不按常理出牌了，用黄金砸我，还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说辞。天儿，今日内我要知道这九华楼原来的东家是谁，完不成任务你就不用跟着我了。属下这就去办。天儿很早就跟着慕容浩，他怎么会不知那九华楼就是王爷的？王爷让他们保密，他们才假装不知而已。他离开了林云熙一行人，找到一个无人的地方，吹了一个口哨，便见一只信鸽飞到了他的手上。他把那小字条系在了信鸽的腿上，然后一松手，把信鸽送上天去。这边军机房，天一拿着一张小纸条送了上来。慕容浩看了看天儿写的字条，嘴角微勾。哼，这丫头想知道九华楼的东家是谁。王爷，要如何回复林姑娘？她想知道的事情，本王不会瞒着，告诉她吧。是。天一领命退下。慕容浩现在就想知道，当丫头知晓九华楼是自己送给他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表情。刚刚还想在军机房多待一会儿的他，现在就不想待了。他真想快点散职，他要回家去看一看林云熙开心的样子。这边，林云熙和一行人拉着好几车木材回到了九华楼。这人多力量大，不一会儿的功夫，他们就把木材都搬进了九华楼里。主子，这泡木材的方子是袁东家为了答谢主子接管九华楼送给主子的，这是宫里传出的秘方，请主子收好了。没有这个方子，你还会配出来吗？回主子，上次九华楼装修时，所有木材都是属下炮制的，属下早就烂熟于心了。好，那配药的事情就你一人负责，其他人给你打下手就行。
你们大伙在炮制木材的时候，全都听严掌柜的。是。这刚停下来，天儿就来到了酒花楼，径直走向他，躬身道：“属下见过主子。”天儿，消息那么快就找到了？是。过来小声说。只见天儿靠近林云熙，回主子，酒花楼原东家是王爷。什么？你确定消息没有错？消息千真万确，属下用性命担保。林云熙都有点愣住了，他不知道此刻是该高兴还是该生气，他突然找不到此刻的情绪了。慕容浩和他说过，这酒华楼是他朋友的，如果他知道这酒华楼是慕容浩自己的，打死他也不会把那么好的酒楼给撤了呀。他自己再多辛苦几日找铺面，那也是可以的呀。林云熙摆了摆手，示意天儿离开，他此时想静一静。天儿来到天三的身旁，八卦起来：主子听到这消息不是应该开心吗？怎么看主子好像生气了？是啊，我也觉得主子听到这个消息应该是开心才对。看来女人的心思太难猜了，还好我没女人。你这个闷葫芦，哪里会有姑娘看上你哦？应该是先看上我。你少贫嘴，我才不喜欢什么姑娘，多麻烦。日后你有喜欢的姑娘了，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你看王爷就是很好的例子，之前看到女人就烦，现在有了主子，还不是把主子宠上天？反正我就是不要姑娘。也就酸着吧，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这样，今日忙完，你就带着弟兄们到西街的丰客来客栈住下。我昨日已经让云姑姑去打点好了，你们在上京城装修的这段日子，就在那客栈住下，那里有膳食，想要吃什么尽管点就可以了。房费和用膳的费用我都已经付过了。多谢大当家，我们住一般客栈就可以了，不用住那么好的客栈。我所有费用都已经付过了，你们还要换？周阳知道大当家一直对他们都很好，既然他的安排，就由着他吧，他可是他们老大呢。好，听大当家的，我们忙完就过去。这还差不多，别忙太晚了。好。说完，林云熙就急匆匆地走出了酒花楼，天二天三忙跟了上去。林云熙一直想着酒花楼的事情，天已经慢慢地暗了下来。今日他也累了一日了，还有一堆思绪需要自己消化。林云熙才懒得做饭等这傻慕容浩呢，今天晚上就让他去吃空气好了。刚这么想完，就听到熟悉的脚步声匆匆忙忙地向着他的兰心阁走来。慕容浩每日回到他的兰心阁，总是能闻到各式各样的饭菜香，这今日怎么什么都没闻到呢？慕容浩推开门，只见林云熙一直看着桌上酒华楼的地契和泡木材的方子，他正看得入迷。慕容浩进来他都没发现。丫头，看什么那么入神？本王回来了都没有发现。慕容浩，你很有钱吗？这问题这语气，这丫头知道我给了她酒华楼，不应该是高兴的吗？本王和丫头说过本王没钱吗？慕容浩，认真回答我的问题。本王的家产够你我还有我们未来的孩子过得很好了，我们一家人能够衣食无忧，过得比一般人好上许多。他这规划的也太远了吧，孩子都出来了，现在八字可还没一撇呢。慕容浩，你给我严肃一点。本王现在是很严肃地回答你的问题，本王不差钱，日后能让我们一家人活得很好。好吧好吧，这话题到此为止，还是直接进入主题吧。两个人之间的思维还是有些不一样，直接点好。慕容浩，酒华楼是你的？天儿应该已经告诉丫头了吧？那你之前说是你朋友的？本王不说是朋友的，丫头这样的性格怎么会收啊？慕容浩，那你之前为何要骗丫头？林云熙觉得酒华楼被自己撤走了，当真是可惜。丫头生气了？不就是一个酒楼吗？只要你想要，本王所有的酒楼都给你。如果我知道酒华楼是王爷的，我宁愿再出去找铺子，也不会把它给撤了，多可惜啊！丫头不是说要开什么更挣钱的铺子吗？本王相信丫头的实力。你就不怕我把铺子开亏本了？不怕，本王铺子多，一个亏本没事。好吧，果然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人家还真不在乎这一个铺子，我又在这里自我伤感什么？算了，撤都撤了，反正我有信心开的铺子能比他慕容浩开的酒楼赚钱。算了算了，只要他高兴就好。林云熙缓了缓自己的情绪，两人难得在一起，为这事儿闹别扭还真是不值。只见林云熙迷人的脸庞瞬间从面无表情变成了笑脸盈盈。这丫头刚刚还在生气，这脸变得如此之快，又想做什么妖？王爷，你饿了吗？饿了。那王爷和丫头去厨房，我给你做好吃的。林云熙站起身，走到慕容浩身旁，拉着他的大手就往厨房走。慕容浩跟在他身后，他一直在想，林云熙是不是真的不生气了呀？酒华楼的事儿是不是就这样过去了呢？
直到俩人走到厨房的时候，林云熙就找来2个小煮锅放在2个灶台上，然后他手中就多了2包色彩艳丽的东西。他分别撕开了2包奇怪东西的包装袋，里面又有好几包小东西。这一通操作下来，2碗像林云熙说的面又不太像面的东西就已经做好了。此时厨房里全都是这东西的味道，那酸爽的味道让慕容浩想到了城外的臭水沟。王爷，你帮忙端1碗到膳厅吧，小心烫哦。他看着手中的碗，眼神里充满了各种的嫌弃。2人坐下来，林云熙就开始开动了。他大口大口的吃着，真是好久不吃这人间美味了。那味道，那酸爽劲儿，是没吃过螺蛳粉的人无法理解的。丫头，这东西那么臭，你那么喜欢吃啊？王爷，我1碗不够，如果你不吃的话，你那碗就是我的了。还是给你吧，本王不吃这东西，太臭了。这可是迷倒我们家乡14亿人口的超级网红美食，我手上也不多了。王爷若是不吃，以后就真没有了。你家乡那么多人喜欢吃这东西啊？要不王爷就尝1口，说不定一会儿你还会叫我再煮1碗。本王不吃，多臭啊！好啊，那你那碗也留给我了。林云熙吃得满头大汗。哇，好过瘾呐！太酸爽了，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啊！爱了爱了爱了！林云熙一直吃，没一会儿自己那碗就都吃完了，手正要去拿慕容浩那碗。要不本王试试？当他认真品尝过这东西时，他就蓦然发现，这东西虽然闻着很臭，但是入口之后酸辣咸香，各种味道萦绕在舌尖，让人回味无穷。王爷，这碗不是给我的吗？怎么现在舍不得给了？丫头，要不我们等一下再煮2碗，本王这碗不够吃。刚刚谁还说不会吃这东西的？现在还要1碗？谁知道它那么臭，味道那么好啊？这叫什么吃食？它叫螺蛳粉。螺蛳粉？这螺丝是稻田里的螺丝吗？王爷是皇子，也知道螺丝。本王可是有农庄的人，当然见过。啊，忘了王爷是有农庄的人了。慕容浩把碗里的螺蛳粉翻了又翻。王爷，你在找什么啊？本王在找螺丝。王爷，这种包装的螺蛳粉一般没有螺丝的，汤料是用螺丝熬煮的而已。那还叫什么螺蛳粉？不如叫螺汤粉。还是王爷说的对，那就叫螺汤粉。丫头，这螺蛳粉味道确实很好，本王今日午膳用少了，要不你再给本王煮1碗？好，再给王爷煮1碗。王爷这大块头吃1碗能饱才怪了。说完，林云熙起身就去了厨房，慕容浩跟在林云熙的后面。丫头，你们那边的东西都好奇特呀。王爷喜欢就好，日后有好东西再给王爷尝鲜。丫头，本王有你真好。王爷，丫头发现你的嘴越来越甜了，抹了蜜？本王觉得幸福才会说的。你不觉得本王最近面色都变了吗？林云熙好奇，他转过身仔细打量了一番，林云熙就发现最近慕容浩的眉心舒展了许多，脸上带着不易察觉的喜色，这和之前他刚救下的慕容浩不一样。王爷，真的哎，你好像没有以前那么阴郁了，脸上似带了几分喜色。本王的母妃也这样说。那是不是丫头我的功劳啊？对，是丫头的功劳。丫头想要什么赏赐啊？好像也没有什么想要的。那日后想好了再赏你，如何？好，那就多谢王爷了。两人聊了一会儿，水就开了。没过一会儿，慕容浩的第2碗螺蛳粉就煮好了。他端到膳厅，看着林云熙说道：“丫头，要不本王分你点吧？你刚刚不是说还想吃吗？你才煮了1碗。”不了，我要减肥，不吃了。减肥？不可以。女人减肥不正常吗？她那么大的反应，为什么？丫头，你现在就很好，该大的地方大，该细的地方细。王爷，你怎么能？丫头，你刚刚好像说你们家乡有14亿人口。是有那么多。人口用亿来计数，确实很多。慕容浩真是难以想象，他们东胜国目前也就只有1000万级别的人口，要达到1级，那还差得很远呢。这丫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他实在是好奇的紧。林云熙看他好奇，一个意念拿出了一个地球仪来。丫头，这是什么？王爷，这是地球仪，我们现在就生活在地球上。看，上面蓝色的是海洋，其他颜色的呢是陆地。东胜国大致在这里。地球是圆的，东胜国只占这么一小块，地球海洋那么多，为什么不叫水球呢？这地球为啥不叫水球？也许是我们人类是生活在陆地上，
陆地面积已经足够人们完成基本的生活活动了。还有，东胜国确实就占着一小块地方，不过和其他国家相比，算比较大的了。在我们那儿啊，地球上有233个国家和地区，世界上的总人口大约有75亿多了。地球确实是圆形的，在我们家乡，人类已经可以飞上太空俯瞰地球。它是一个蔚蓝的星球，特别美丽。云溪还给他说了很多地球的知识，比如地球的自转、公转和年日的知识等等。慕容浩一直都是津津有味地听着他耐心解说。慕容浩今日才发现他的认知是如此的浅薄。慕容浩只知4国，不曾想这4国之外还有如此多的国家，还有如此广阔的大海。这丫头就是一束光，给他点亮了新世界的大门。王爷，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今日没事，我都告诉你。丫头，你懂的东西真多，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也没有，这些在我们那里都算常识。日后王爷还想了解什么？丫头再告诉王爷。看着林云熙开心的笑脸，慕容浩心里暖洋洋的。他的丫头就是他的宝贝，满脑子的奇思妙想，整个东胜国应该找不到比他聪慧的人了吧？林云熙估摸着比较晚了，提醒慕容浩先去沐浴。王爷，今晚沐浴要记得洗头。本王昨晚才洗的头，今晚就不用洗了吧？慕容浩一般2、3日才洗一次头。王爷，我们今晚吃了螺蛳粉，那味道明日出去，别人闻到了会以为王爷掉臭水沟里了。是吗？本王现在没有闻到啊。唉，王爷听话就是了，不然明日上早朝会被人嫌弃的。要不，丫头为本王洗头？王爷，你又想干嘛？丫头一天天的想什么？就是洗头而已啊。莫非丫头想其他的？好吧，他好像是想歪了，瞪着慕容浩不回答他这个问题。丫头为本王洗头真的很舒服，今晚就洗头，什么也不做。王爷确定什么也不做？哼，我才不相信。男人睡觉前说的话能信，母猪都能上树。本王说话算数。好，今日丫头为王爷洗头。王爷，以后像九华楼这样的事情，丫头不想再发生了，好吗？那是王爷的心血，日后我们做事情有商有量的，可以吗？好，本王就是不想丫头那么累，看见那日找铺子回来累成那样，本王会心痛。知道王爷心疼丫头，丫头心领了。林云熙其实心里是感谢他的，这男人很宠自己。你知道就好。王爷都不知道丫头开什么店铺，就那么放心大胆的给我九华楼，真不怕我亏了？做生意的哪里会顺风顺水，亏本很正常。九华楼丫头先拿去折腾，如果实在做不下去了，本王再改回来不就行了？这多大点事啊！王爷，我上辈子应该是个好人。丫头，此话怎讲？不是好人，这辈子如何能有那么大的福气遇到王爷你啊？那本王上辈子也是好人，这辈子才能遇到丫头。慕容浩觉得他是上天给他最好的礼物。王爷，你能不能有点心意，就知道学人家的话？刚刚丫头给本王看的地球仪，地球那么大，人口那么多，茫茫人海中，我们2人能够相遇，确实不易。这是上天送给本王的良缘，本王一定会好好爱惜丫头。听到这话，林云熙又被感动到了。林云熙褪去自己的外衣，穿着中衣进入了浴桶。丫头刚刚不是说不义气吗？丫头现在反悔了，可以吗？他一个勾手挽住林云熙的腰，把他拉到自己怀里。丫头，你可是自己进入浴桶的，可别怪本王。不怪。林云熙闭上了双眸，接住了他的热吻，2人深情相拥，热烈地交换着彼此的香精。时光流逝，1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的九华楼已经全部装修完毕了，林云熙让人做好了新店招牌，用红布盖着，明日就要开张了。这边，慕容浩在军机房散值，坐上准备回林府的马车。王爷，林姑娘还在九华楼，为何她今晚这么晚还没回府？回王爷，明日是林姑娘新铺子开张的日子，想必今晚准备的事情有点多吧？那去九华楼。是。没一会儿，马车就到了九华楼门外。慕容浩没进去，他坐在马车上，撩开窗帘，看到九华楼灯火通明，里面几人像是在开小会，他的丫头在里面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这就是他的丫头，总是有使不完的劲儿，各种折腾。看林云熙在里面的一举一动，天2和天3刚开始没有发现外面的马车是慕容浩的，后来看到天1才发现是王爷过来了。主子，王爷在外面等你多时了。林云熙刚刚把该说的注意事项全都说了，想了想也没有什么落下的事项，之后很快就结束了会议。刚
刚刚还雷厉风行的她，立马就变成了一个小鸟依人的女子，飞快地冲进了慕容浩的马车。王爷怎么过来了？这算是亲自接丫头散职吗？想丫头了？你这丫头，现在在马车上，天一还在外面呢。唉，其实我早就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我是继续听呢，还是继续听呢？那么大声，我能不听吗？主子们，我一个单身狗，你们饶了我吧。王爷，我的铺子明日要开张了，你现在要不要进去看看？现在不去了，明日本王会过来为丫头助威的。王爷明日有空？丫头的第一间铺子开业，再没空也要空出时间来。明日何时开业？我叫严掌柜看过了，早上辰时比较好，辰时开张。都准备好了吗？刚刚本王在外面看，里面除了柜台没有任何东西。明日就会有的，王爷到时候就知道了。此时林云熙肚子咕咕叫了起来，慕容浩都能听到。丫头还没用晚膳吧？没有，刚刚忙忘了饿，现在停下来确实有些饿了。正好本王也没有用晚膳，要不我们找个酒楼用晚膳？慕容浩提议，他不想让林云熙回府做饭了，太过麻烦。那多麻烦啊，上酒楼还要等。丫头今日又饿又累，想回家睡觉，要不我们回家煮碗面吃吧？好，听丫头的，让丫头好好休息，明日丫头还要累一整日呢。幸福的俩人一起回了林府。慕容浩今晚没有折腾他，知道他累了。第二日卯时，两人同时醒了过来。今日是林云熙铺子开张的好日子，慕容浩要上早朝，林云熙要起来准备一些开张的事宜。林云熙为慕容浩更好了蟒袍，他开心地看着慕容浩。王爷，今晚我应该会很晚才回来，王爷就不用等丫头用晚膳了。好，晚膳本王自己解决。今日是丫头新店开张的好日子，先祝丫头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托王爷的吉言，店铺肯定会生意兴隆的。天一，把东西送进来。天一手里拿着一样东西进入他们的房内。王爷，这是什么？这是本王送给丫头的开业礼物，打开看看。林云熙早就按捺不住自己的手了，掀开了红布。王爷，我很喜欢，这应该准备很久了吧？也没多久，丫头说要开店的时候才叫人准备的。多谢王爷，回头我再好好报答王爷。跟本王还那么客气？今日叫天儿他们为你抬到店铺，太重了，你不要自己动手，听到没？知道了。王爷怎么突然那么啰嗦了？怕你事事都自己动手，啰嗦一下也是对的。王爷，丫头都知道了，你上朝去吧。不过走之前先亲亲。慕容浩本以为他只是轻点一下，没成想他今早的离别吻会如此的撩拨他，让他差点都不想去上早朝了。慕容浩走了之后，林云熙找出了他之前送给自己的锦衣华服。今日他可是一间铺子的东家了，可不能穿得和以前一样随意了。林云熙穿越过来，一直都没有化过妆，他从科技库里拿出了他的国际大牌美妆。他今日给自己化了一个干练的妆，不浓不淡，刚刚合适。准备好了一切之后，天二天三出来。只见两人瞬间就出现在了林云熙的面前。当两人看到今日的主子时，被惊艳到了。天三开心地笑着：主子，你今日好美，日后就这样打扮，王爷会更喜欢的。为了让王爷更喜欢，日后我要像今日一样美美的。天三听了主子这话也开心，默默地记录在了自己的本子上。你们二人呢，把桌上的白玉摆件帮忙搬到我的马车上去，一会儿摆在铺子的收银台上。是。三人很快就出了门，不一会儿就来到了酒花楼。林云熙下马车，就看到所有的兄弟们都到了，真不愧是自己调教出来的兄弟，准时又高效。大家看着今日的主子特别精神，今日他们也要打起精神来，好打开业这一仗。上午辰时，林云熙就叫天二和天三拿出他给的信号弹，向空中发出了多支蓝色和红色的烟花。各位父老乡亲们，今日是我们冬夏商会开业的第一日，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今日凡是进门观看我们店铺的老乡们，都能免费领取1斤大米。王大山刚说完，楼上冬夏商会招牌上的红布就被揭开。这冬夏商会是做什么的呀？我在上京城待了一辈子，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呀。这之前不是九华楼酒楼吗？怎么突然变成了冬夏商会了？做什么的呀？我们冬夏商会的宗旨是天下没有做不好的生意，你们可以进来瞧瞧，看了你们就知道了。今日和我们达成合作的商家，我们有大礼相送；没有合作的也不要紧，每人免费领取大米1斤。还有这等好事，免费领大米？走，进去看看。
天下没有做不好的生意，这口气可真够大的。不过我也想了解一下。这店铺有点意思，进去看看。回到林府，他飞一般的跑进自己的兰心阁。慕容浩耳力极好，大老远就能听到他飞奔的脚步声。这女人是有多想他才跑得那么快的？外面那么黑，还真怕他摔了。慕容浩起身躲在门后等他进来。李云熙打开门，望了望桌子和床榻，都不见他的踪影。慕容浩，你在哪？突然，慕容浩从他身后抱住了他。这么晚了叫那么大声，本王耳朵没聋。王爷怎么没睡？丫头不回家，本王睡不着。如果我今晚都不回来，王爷就不睡觉了？你还敢夜不归宿？王爷，丫头舍不得夜不归宿。不说这个了，王爷猜猜今日我店铺的营业额是多少？5万两白银。不对，王爷再猜。10万两。不对，王爷大胆猜。10万两还不对，还要大胆猜。15万两。不对，哼，还是由我来告诉王爷答案吧。20万两还多，丫头是不是很厉害？丫头，这太厉害了！你一日的营业额可是九华楼1个月的营业额。真的吗？那王爷送给我九华楼真是送对了。送对了，本王送你最好的礼物，应该就是九华楼吧？不是。不是九华楼，那是什么？当然是王爷对丫头的爱。你这丫头，怎么总能那么直接说出爱的？因为只和王爷说，所以我不畏惧说。真是个会说话的女人。本王知道了，我给你备了热水，丫头先去沐浴吧。累了一日了，好好泡泡。李云熙开心，在他脸庞上亲了一口后，就去了浴房。今日他有很多话想要问他。李云熙简单的泡了一下就出来了，看着他满头湿漉漉的头发出来，慕容浩温柔的说道：“丫头过来，本王用真气给你干发。”好。李云熙听话，直接上床，坐在他身侧。王爷，你也有胭脂水粉铺吗？今日为何买了香皂和香膏的授权？本王不懂这些，不会开胭脂水粉铺。那王爷还买那些授权？本王发现你做的香皂和香膏都很好闻，本王想把你那里的所有香皂香膏都买了，给你用。修为给我用，买了一个授权？本王买了授权，不是就能拿到你所有的产品了吗？王爷，这些东西都是我的，我自己都有，你不用买给我的。他发现男人这一操作可爱极了。本王没见你用过香膏，想送给你。啊，原来这男人喜欢我擦香膏啊。好，那就多谢王爷了。此话题过了，他又有些好奇地问他：“王爷，今日你那二哥和你很不对付，看你买什么他也跟着抢，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你跟我说说，他到底是什么人？”本王的二哥叫慕容晨，他是皇后所出，是真正的嫡长子，从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很多人都会送到他前面；他得不到的东西，也会不择手段去抢。本王今日就看中他这弱点，让他多出银子给丫头的铺子，看他嚣张。被本王卖了都不知道。日后王爷还是小心你这个二哥，我们这样耍他，万一被他发现了，对我们的店铺就不好了。丫头，他也不是傻子，他判断你那些项目是值得投资的，他才会出银子。你也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这些钱对他来说也是小数目。慕容浩让他安心，有他在，就不会让他和他的铺子有事的。好，丫头知道了。不过日后还是少和这样的人打交道比较好。说得对。不过他会派他的掌柜去学你的项目，后期他应该不会去了。那就好。慕容浩似乎又想到了什么，看着林云熙认真的说道：“丫头，本王要警告你，离那慕容琪远点。”慕容琪又怎么了？他这话里话外好像对慕容琪敌意很大呢。王爷，慕容琪他今日好像没买我店铺的授权。本王说的不是生意上的事儿，他看你的眼神不对。慕容浩一想到他那堂弟的眼神儿，他就想发疯。王爷，你是不是太敏感了？你哪只眼睛看到他看我的眼神不对了？唉，真无语。原来这男人是大醋坛。男人的直觉。总之日后你要离他远些。好吧，男人的直觉都出来了，我还能说什么？只能答应。哼，反正那个慕容琪每次和我说话都会不欢而散，我还是远离他为好。慕容浩看天色已晚，今晚丫头肯定是累坏了。丫头，今日肯定累坏了吧？本王抱你睡。林云熙调了科技库0点的闹钟之后，几秒钟就睡着了。明明都那么累了，还硬撑着说那么多话，其实有多喜欢说话呀？说完也睡去了。林云熙才睡了1个多时辰，科技库里的闹钟就响了。现在是6月初80时，他要第一个给慕容浩送上他的生辰祝福。慕容浩，现在是6月初8的0时，
就是你们说的子时。现在呢，是你的生辰了。丫头在这里祝福我的慕容浩生辰快乐，幸福、安康、喜乐。慕容浩在他醒过来时就已经醒了，听到他送给自己的生辰祝福，慕容浩心里暖洋洋的。他继续装睡，想听听这女人还会说什么。丫头很开心能在这个世界遇见你，还能和你过生辰。这是我和你过的第一个生辰，希望往后的每一年我都能陪伴在你身旁，都能第一个给你送上生辰祝福。慕容浩，我爱你，之后不管我在或不在，你都要健康、开心、快乐。最好有空的时候多想我一些。这话把男人的心都化成了一滩水，他何尝不是一样？能遇到自己心中所爱，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他突然一只大手挽住林云熙的后脖梗，将他拉入怀中。你说在或不在是何意？丫头是想逃到哪里去？他醒了，我刚刚肉麻的表白他全听去了。慕容浩，你什么时候醒的？刚刚我的话你全听到了？你先回答本王的问题。王爷，我能逃到哪里去？不是一直在你身旁吗？那只是假设，假设知道吗？这还差不多。原来丫头那么喜欢本王，本王今晚做梦都会相信。王爷是全听到了？全听到了，多谢丫头的祝福。好吧，全听到也好，那就睡觉吧，丫头累了。好，睡吧。慕容浩唇边带着坏笑，这么美好的夜晚怎么能睡下了？王爷，不是说是睡觉的吗？你大晚上不睡觉，和本王说那么肉麻的情话，把本王聊醒了。你现在想睡了？两人的唇齿间，男人唇边带笑，一个翻身就将女人压在了身下。我不是就想送生辰祝福吗？这也有错？好吧，他的吻那么甜，我好喜欢，还是好好享受吧。第2日，林云熙昨夜被他折腾了好一会儿才睡去，今日醒晚了。他睁开双眼，看到天已大亮，旁边的慕容浩还在睡着。慕容浩，你快醒醒，你上早朝要迟到了，天都亮了。今日是本王的生辰，不用上早朝，和本王再躺会儿。慕容浩说着，闭着眼睛紧紧地搂住怀里的女人。原来如此，吓死人了。话说你们这儿还挺人性化的，生辰可以不用上早朝？在你们家乡，生辰也用当值？当然，在我们那儿，生辰叫生日，生日这天照样当值。要过生日，晚上散值了，自己和家人或者朋友过。原来如此。今日是王爷的生辰，我要给王爷做长寿面。对了，王爷，你说今日去参加宫里的生日宴，来得及吗？生日宴要晌午才开始，来得及。好，那我现在就去煮长寿面。再给本王抱抱，抱着你不吃面都可以。慕容浩紧紧地抱着她。如果今日没有什么生辰宴该有多好啊！他想带着她出去走走。王爷，早上不用早膳对身体不好，而且丫头也饿了，就让丫头起来煮长寿面给王爷吧。今日可是王爷的生辰，一定要吃一碗才好。丫头，你好像很喜欢为本王过生辰。当然了，1年才一次，王爷可是丫头的宝贝疙瘩，生辰当然要给王爷好好庆祝了。本王宝贝疙瘩？对啊，王爷是丫头的宝贝疙瘩，最重要的人的意思。你这张嘴真是越来越甜了。说完，慕容浩的唇又浮了上来。林云熙要挣脱他的怀抱，可是被他抱得牢牢的，怎么也逃不了。慕容浩，我呼吸不了。看到满脸通红的人儿，慕容浩这才不舍得松开了他的唇瓣。丫头，你的生辰是哪一日？我的生辰是春天的2月初8，是百花盛开的日子。到那日，本王也陪丫头过生辰。好，丫头现在肚子好饿了，能起来用早膳了吗？好了，本王想吃丫头的长寿面了。林云熙来到厨房，很快就煮好了2碗长寿面。两人吃着面，林云熙眉眼弯弯地看向他。王爷，你的生辰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今晚丫头才送给你。为何要等晚上？现在不能送？那东西有点复杂，晚上送给王爷还要教王爷如何使用。那本王越来越好奇了，到底是什么生辰礼物，弄得如此神秘兮兮的？晚上王爷回来了就知道了。好，本王参加完生日宴，赶紧回来收礼物。慕容浩吃着面，心里甜滋滋的。两人聊着就吃完了长寿面。王爷，丫头为你更衣吧。今日参加生辰宴，是不是有特定的衣衫？
需要回你的王府换吗？不需要，就是吃个饭而已。丫头为本王准备的衣衫都是最好的，就穿丫头备着的。慕容浩对穿没有太多的讲究，合礼仪就行。林云熙打开衣橱门，取出来一套淡蓝色配金丝祥云长袍。丫头，这衣服太亮眼了，穿旁边那套黑色紫金的吧。啊？哪有人生辰穿黑色的？是你们这里的习俗？不是习俗，就是本王喜欢。慕容浩今日除了参加生日宴，还要参加相看宴，他可不想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黑色就很好，能够拒人于千里之外，他不想惹什么烂桃花回来。好，只要王爷喜欢就好，就这套黑色的吧。林云熙为他更衣好后，看了看眼前的男人，其实他这凤表龙姿的容貌，这颀长挺拔身材，穿什么都好看。他的男人那就是一个天然的衣服架子，越看越帅。他林云熙可要把他给收好了。两人都装扮好自己之后，王爷快去快回，丫头晚上等你回来。好，丫头今日忙什么？也没什么忙的，去铺子里看看铺子，顺便安排装修的兄弟回庄子的事情。王爷就不用操心丫头了，你先走吧，时辰不早了。好，等我忙完，晚上就回来。两人依依不舍地坐上了各自的马车，从后门离开了林府。很快，慕容浩就回到了他的瑞王府。他的母妃他是知道的，为了让他参加生日宴，今日肯定会派宫里的马车亲自过来接他。他也不急，先在书房把军营里的折子处理了。没过多时，只听夏管家在书房门外低声道：“王爷，宫里来人了，叫王爷赶往荣贵妃的长春宫参加宫宴。”知道了。他在书房随便找了一本书，放进自己的袖袋里后就出了门。他坐上了荣贵妃为他准备的马车。今日的大街上人来人往，人特别多。虽然没有昨日丫头开张时那种人山人海排队的场面，但以往一炷香的时间就能到宫门的路程，今日就是用了差不多2炷香的时间。他在宫门下了马车，往后看了看，发现今日大街上有一条长长的马车队伍，一直从大街上延长到了宫门。他看了眼天一，让他去问问今日宫里有何大事。天一领命来到宫门打听了情况之后，回到慕容浩的旁边复命。回王爷，这些马车里都是京城各大贵族世家的贵女，都是荣贵妃邀请来参加王爷你的生日宴的。参加本王生日宴的这么多？慕容浩满头黑线，他知道今日自己的母妃安排了相看宴，他想着最多就只有几位贵女，没成想有这么多的人呢。是，王爷，属下刚刚问了管事公公，他说有36位贵女。慕容浩没想到他母妃竟然请了如此多的贵女来，按这速度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啊？他的丫头晚上还等着他呢。于是他就加快了脚步往荣贵妃的长春宫赶去。这边林云熙把自己装扮好后，坐着马车来到了自己的铺子。大山，昨日开张辛苦你们了，今日铺子里的人没那么多了，你就先带着这20个装修的兄弟先回庄子吧，庄子上没有管事可不行。好，大当家说的是，现在庄子上的庄稼长势良好，看着一日一个样子。我今日就带兄弟们先回去了。大当家还有什么需要交代属下的？啊，庄子的学堂建好了吗？回大当家，学堂再过几日就建好了，建好后我会给大当家送信的。这几日你就盯堂吧，建好后呢，登记哪家孩子需要上学，就先让怀子金先上课吧。等后期我忙完京城的事情，我再回去弄个开学仪式。好，大当家放心，有我王大山在，庄子上不会有问题。正事说完了，大山，你和怀子金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追到手啊？大当家，我们8字还没一撇呢，你就莫要取笑我了。王大山，你不能只会为我办事，你自己的事情你也要上点心啊。庄子上这么好的机会，晚上吃过饭了，约人家女孩子出去走走，看看学堂，说说日后的理想，这都不会。这会不会太唐突了？多不好意思呀。不过为了他，我回去就约他出来试试。这还差不多，人家紫金姑娘一看就是喜欢你，你还不会把握，这2当家当的可不称职。好，既然大当家都提点了，这次一定行。该大胆点就大胆点，别像个姑娘似的。难怪你这么大年纪了都没媳妇儿。知道了，什么时候大当家也那么啰嗦了？好你个王大山，开始嫌我啰嗦了？到时候你们俩结婚，我可不给红包啦。可别，大当家的红包肯定很大，我王大山这次回去加把劲儿。两人说着，严掌柜就走了过来，很是严肃。大当家，门外有人求见，说是2殿下的人。哼，2殿下的人？
是，就在门外候着。好，我出去看看。林云熙走出大门，一个叫侍卫的人上前躬身行礼道：“见过林姑娘，我们二殿下现在在风化楼茶庄等你过去。能不去吗？林姑娘最好去一趟。”侍卫恭敬地说着，声音并不友好。林云熙知道今日他是非去不可了，不然他这个店铺今儿也别想开门了。你先回去，我准备一下，马上过去。好。林云熙找来了天儿和天三。风化楼茶庄就在西街上，三人走路过去一会儿就能够到。林云熙走在大街上，他觉得奇怪，今日大街上排了很多马车。他先是观察这些马车，很多马车里面都坐着妙龄女子。天三，今天是什么节日吗？怎么大街上有如此多的女子的马车在排队？好像还是去往皇宫的方向。完了，我要怎么回答？回答这些女子是去参加王爷的相看宴的，那今晚两位主子不得把我罚死才怪！我不能说。回主子，这就不清楚了，不知道是不是谁家有什么事儿吧？属下不知。哦，还有你天三不知道的事，有点奇怪哦。林云熙看天三支支吾吾的回答，他就知道这天三不敢说实话。林云熙也不恼，直接跑到一个胭脂水粉铺子里，问铺子里的小二：“小二，你可知外面这么多马车排长队，今日京城有什么事情发生吗？”啊，姑娘还不知啊？这段时间我们胭脂水粉铺大排长龙，都是这些姑娘来的，都是为了今日准备的。今日是什么日子啊？姑娘，你莫非是外地人？今日是当今八皇子瑞王殿下选妃的日子，听闻他母亲荣贵妃为他举办了一场相看宴。你看，这些马车里全都是京城各大贵族世家的适婚女子，他们现在排队进皇宫参加相看宴呢。不知道今日谁最幸运，能被选为瑞王的王妃？要知道，瑞王可是我们东胜国的战神王爷，听闻他风神俊朗，家世就不用说了。这小二倒是很能说，可林云熙却听不下去了。还没有等小二说完，他转身就出了铺子。好你个慕容浩，不是说生辰家宴的吗？现在又弄出个相看宴，慕容浩，你胆肥了！天二和天三一直跟着林云熙，听主子这话，他们默默为王爷捏了一把冷汗。林云熙没有任何的表情，带着天二和天三来到了风化楼茶庄。林姑娘来了，进来坐。林云熙往里走，开门见山的说道：“二殿下，请我到这么雅致的地方喝茶，不知所谓何事？”慕容晨看了眼他身后的俩人，又看了看他。林云熙明白他的意思。二殿下只管放心说，他们是我的心腹。好，那本王就说了。昨日本王到你的东夏商会，发现林姑娘是一位商业奇才。本王想拉林姑娘到本王麾下。本王麾下有很多生意需要有人打理，一直想找一个能力非凡之人。昨日看到林姑娘的铺子，本王觉得林姑娘就是本王要找的人。直接说吧，本王是看上林姑娘的商业头脑，你只要答应本王，银钱好谈。多谢二殿下，民女只是一个小小的商贾，不是二殿下所说的什么商业奇才。我呢，就是想在上京城混口饭吃而已。最重要的是，本姑娘喜欢自由，不喜欢被约束，更不愿意参与皇家的各种事情的纷争。莫非林姑娘有更高的目标？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就是混口饭吃，怎么到她口中就变成了更高的目标啊？二殿下说的更高目标是指，或者林姑娘想成为皇家的女人？二殿下这是什么话？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平民百姓，怎可高攀皇家？你们是天上的月亮，我是泥土中的尘埃，我们的身份有着云泥之别，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二殿下这话真是折煞本姑娘了。如果你想，本王可以给你一个名分，你这张脸做本王的姬妾也是可以的。慕容晨说着，上下打量了一番眼前的女人，容貌倾国倾城，身段好到是男人就会浮想联翩。做姬妾有点委屈她了。姬妾你个头，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我瑞王妃不做你的姬妾，去死吧你！多谢二殿下抬爱，本姑娘就给自己立过志，此生只嫁给许我正妻之名的男子，我不做妾。二殿下如果没有其他话，民女就先告退了。你这是两样好处都拒绝本王了。听闻二殿下宅心仁厚，爱戴百姓，今日见来，确实如传闻所说的那般。二殿下的名声在东胜国确实很好。好，本王没有什么事情。林姑娘回去可以好好想想今日本王的话，要知道京城很多女人都想。
民女先行告退。今日真是够倒霉的，慕容浩胆肥了，去参加什么相看宴，还遇到一个瘟神。林云熙今日心情很不好，他有种想杀人的冲动。慕容晨找林云熙的消息，不一会儿就传到了慕容浩的手上。慕容浩看着手中的字条，微微的笑了笑。他的丫头没有让他失望，他不在他身边，他也能够处理好这些事儿，这让他安心。晌午，荣贵妃的长春宫。浩儿，想不到你今日这么早就过来了，是不是今日进宫的姑娘里有你看中的？儿臣没有看中的姑娘。母妃不是老说儿臣不来陪母妃吗？今日不是来早些，陪在母妃身边吗？算你孝顺。不过一会儿的相看宴，你可要瞧仔细了。今日来的姑娘都是母妃给你精心挑选的，家世容貌都是一等一的好。荣贵妃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为自己唯一的儿子娶妻，她好早日能够抱上孙子。好，不过母妃不要忘了给儿臣2万两黄金作为生辰礼。知道，浩儿今日那么配合，2万两黄金而已。如果你今日选个王妃出来，母妃会赏你更多。要不再把侧妃一起选了，省得日后还要再选。母妃先看看再说吧，说不定一个都没有看上的。怎么可能呢？这些女子都是京城最好的女子了，你今日可要认真给我选好了。再说吧。两人聊着，外面的管事嬷嬷上前恭敬行礼。回娘娘，外面的各家小姐都已经入席，就等娘娘和瑞王殿下了。浩儿，那我们就走吧。今日是瑞王的生辰宴，各位贵女们，你们好好照顾自己。本宫给大家备了午膳，你们随便用就是了，不用拘礼。今日本宫叫各位前来，在座的应该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吧？有才艺要表演的，就从这边开始排下去吧。才艺表演开始了，第一个出场的是户部尚书王云志之女，她的才艺是作画，她要现场为自己作画，送给瑞王殿下，让瑞王殿下记住自己的绝美容颜。母妃，你这糕点有多的吗？现在不是看人表演的时候吗？儿子来问糕点的事。浩儿如果喜欢这糕点，等一下母妃命人送到你府上便是了。现在先看表演。这户部尚书之女的画可是名动京城，听闻她画的画一幅能卖出不少价钱呢。母妃，这糕点一下不用送到我王府，就给我打包就好。母妃让你好好看表演，你关心这糕点做甚呢？儿臣喜欢这糕点，今晚回去还想吃。他从小就不喜欢吃这些甜的糕点，今日这是怎么了？竟然要打包回府。不一会儿功夫，下面户部尚书之女的画作就已经画好了。贵妃娘娘，瑞王殿下，这是臣女的画作，我为自己画作，以此画送给瑞王作为生辰礼物，只希望瑞王能记住臣女是户部尚书之女王慕然。荣贵妃激动，她赶忙吩咐身边的嬷嬷把画作呈了上来。她看了画作，确实是一幅绝美的美女图。她开心地说道：好，果真是一幅好画。浩儿，你看看这画，记住了，这是户部尚书之女王慕然送给你的生辰礼。慕容浩接过画作，只瞥了一眼，就递给了身旁的天一。他心想，这什么画呀，还没丫头画给明清郡主的服装设计图画的好呢，真是俗不可耐。他一想到丫头的那些画，心里就莫名的想笑，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来。而此刻的王慕然刚好抬头，便瞧见了他瞬间的笑容，他心里乐开了花。难道是瑞王看上了他，竟然笑了？他真的笑了。怀着对瑞王的春心，王慕然下去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下一位是礼部尚书之女贾安逸。贾安逸要表演的节目是玉人舞，她在台上认真的舞着。慕容浩此刻从袖袋里拿出了他的兵书，认真的看了起来。浩儿，你这是在干什么？相看宴上看兵书？母妃，这些节目太过无聊了，儿臣还是看看兵书解解闷儿。这贾安逸的舞蹈可是有大家提点过的，在京城她的舞姿可是数1数2的精美绝伦。母妃，本王选的是王妃，不是选舞者。母妃慢慢欣赏吧，我看我的兵书就好。慕容浩还是没有抬头，继续看他手上的兵书。突然他想到了自己的女人当时在他军营里收到3万两黄金时所跳的舞，他那舞也不知是他们家乡的什么舞蹈，跳起来特别可爱。想着他那舞蹈，慕容浩的嘴角露出好看的弧度来。难道是自己的舞姿被瑞王喜欢了？瑞王也真是的，
明明喜欢看人家跳舞，手里还拿着兵书掩盖心中的欢喜，难道这是瑞王表达爱意的方式？贾安一想到这儿，越想越开心，越跳越卖力。慕容浩不知道的是，每当他想到自己丫头时的微笑，给这些贵女们传达出了多么错误的信息。这相看宴简直就是妥妥的乌龙宴。终于轮到最后一位了，这位可是荣贵妃手帕娇的女儿，也是当今丞相叶文轩的嫡女叶诗雨。前面的贵女你可以不看，这位一定要看，她可是丞相之女，她母亲也是母妃的手帕娇。如果她做你的王妃，日后定能成为你坚实的后盾。慕容浩才瞟了一眼后，便收回了目光，自顾自地品他的茶。慕容浩，本宫警告你，你再不认真听取，今日本宫就为你选3位王妃，1位正妃，2位侧妃。母妃莫不失望了，父皇可是许儿臣婚约自由的，母妃不要闹，儿臣今日都来了，都听了，都看了，母妃还有何不满意的呢？你，荣贵妃气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叶诗雨弹奏完之后，今日本宫和瑞王看了一下午了，也辛苦各位贵女了。今日的宴会就到此吧，本宫也乏了。后面有什么消息，本宫会让下人通知下去的。都散了吧。下面的贵女们纷纷离场。浩儿，你和母妃到正殿，本宫有话和你说。遵命。浩儿啊，你也不小了，今日20有6，是要成亲了。今日母妃为你办的相看宴，你有没有相中的女子啊？回母妃，没有相中的。30多个都没看中的？母妃，真没有。浩儿啊，我看几个贵女都不错，特别是丞相之女叶诗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样貌温婉可人，是王妃的不二人选。她的父亲可是当今丞相，日后定能助你登上那个位置。而且我和她母亲也是手帕交，这叫亲上加亲。母妃，儿臣不喜欢这样的女子，儿臣自己找吧，不劳烦母妃操心了。我白说了这么一大堆话，她是一句都没听进去呀。宝儿啊，你的眼光是不是太高了？这些可都是母妃精挑细选的女子啊。儿臣的眼光确实很高。慕容浩此刻想起了他的丫头，这些贵女连他丫头的一根头发丝儿都比不上，他今生只要她，其他人在他面前那都是庸脂俗粉，他看都不想多看一眼。今日是浩儿的生辰，这选妃之事你日后好好想想。今日母妃也乏了，你就先回府吧。2万两黄金已经为你备好了，就在长春宫外。回去吧，浩儿，生辰快乐。多谢母妃，特别谢母妃的生辰礼物。说完，慕容浩开心地走出了长春宫。荣贵妃现在是越来越看不懂他这个儿子了，她找来了他的暗卫千城，吩咐道：千城，这段时间你跟着瑞王，看看他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是。千城领命，一溜烟就消失不见了。来到宫门，他的马车正停在宫门外，他上了马车，天一打马，后面跟着那辆装满黄金的马车。马车才走了没多远，突然一名女子就冲到了慕容浩的马车前跪了下来。天一，怎么回事？王爷，前面有一名女子拦住了我们的马车，属下这就下去看看。小女子见过瑞王，小女子是刚刚在相看宴上丞相之女叶诗雨，不知瑞王是否还记得小女子？给本王让开，不然本王对你不客气。瑞王，不知你是否还记得，你12岁时在皇宫的御花园救过一名小姑娘？12岁，不记得了。你给本王让开，天一，处理了。姑娘请回吧，不要惹怒瑞王殿下。瑞王，你当时救的姑娘就是我，瑞王真不记得了。天一怎么办事的？是。天一也不好拦人家姑娘呀，直接上马车调转了马头，从叶诗雨的身侧离开了。马车走了一段后，慕容浩问天一：天一，你跟着本王最久，刚刚的叶诗雨说的事情可是事实？天一回想着，王爷8岁的时候他就一直跟着王爷了，许多事情他都知道。天一想了想，认真道：回王爷，确有此事。当时是皇后娘娘的千秋宴，宫里宴请了很多大臣的家眷参加，在御花园里，当时有位小姑娘不慎落水，是王爷把她从水里救出来的。属下记得那小姑娘是丞相的嫡女。那么久了，本王真不记得有此事了。王爷，您贵人多忘事。那本王是如何救她的？天一听懂了慕容浩的言下之意，认真道：
王爷就用手拉了他一把，属下看到后就去帮忙了。啊，王爷放心，没有男女之间的逾越之举。慕容浩松了一口气儿，还好没有什么事情，不然这女人可是要赖上他了。他可不想碰什么烂桃花，他家里的丫头厉害着呢。两人一路说着，突然就发现后面有人跟着。天赐，后面的人如果他跟到王府，你就提头来见。是。天赐领命，一个飞身就跳到了来人面前，直接和来人在街上的商铺房顶上打了起来。没多久，来人不是天赐的对手，就败下阵来，便退了回去。天赐回到慕容浩的马车旁，恭敬道：“回王爷，那人是荣贵妃身旁的暗卫千城，属下没敢太过，只是将他打退了。”好，看来本王的母妃是要盯着本王了。最近你们打起精神来，不能让母妃知道林姑娘的住处。是。慕容浩刚进入兰心阁，天三就跳了出来。王爷，主子今日好像生气了，整日都没说过话。我今日去参加生日宴，已经告诉我丫头的，她怎么会生气？慕容浩怀着忐忑的心情，缓缓地进入兰心阁的内院，看到膳厅的灯亮着，还闻到了饭菜香。如果丫头气，应该不会给他做饭的吧？天三的消息确定无误吗？丫头，我回来了，今日还给你带了好东西。王爷，这是什么？我记得丫头喜欢吃糕点，今日的生日宴上有好几个糕点做的精致，我让母妃打包带回来给丫头尝尝。多谢王爷了，王爷有心了。林云熙拿着一个糕点尝了尝，味道不错，这男人还记得给他带糕点，表现还可以。刚刚的怒火慢慢的熄了一些。慕容浩注视着他的脸，他没有喜色，也没有怒色，猜不出这丫头现在是什么情绪。正想着，女人开口了：“王爷饿了没？饿了就用晚膳吧。”好，丫头也饿了吧？我们一起用晚膳。好啊，和王爷一起用膳。两人吃着，林云熙突然问道：“王爷，今日的生辰宴有趣吗？”有趣吗？慕容浩知道这不是一个送分题，可是他要怎么回答林云熙呢？今日的生日宴很无趣，早知如此，本王就不参加什么生日宴了。不过为了母妃高兴，也没办法。哦，那王爷有什么话要对丫头说的吗？丫头想听什么？宫里的消息还是……啊，没有就算了，我吃饱了，先沐浴去了。林云熙见他不想说，懒得和他周旋，他晚上还有蛋糕吃呢，晚饭不用吃太多，就先沐浴去了。慕容浩今晚这晚膳用的那是心惊胆战啊！林云熙到底是生气了还是累了？总之，这丫头不像平日里的她。慕容浩赶忙吃完，麻溜地把碗筷拿到厨房收拾好。他要看看这丫头今晚到底是怎么了。他刚到他俩的卧房，就看到林云熙从浴房里走了出来。他走上前，用他的大手运起真气，为他弄干了头发。多谢王爷。这丫头今晚有事啊！平时我运真气，她可是好奇宝宝，每次看到真气都开心的像个孩子，今日却如此冷漠。王爷去沐浴吧，我烦了。慕容浩听话，老老实实的进出了浴房。他没泡多久，急忙就从浴头里出来。他的丫头今儿晚和往常不同，他可不敢洗太久。当他走出浴房，看到眼前的女人时，他都惊呆了。看着眼前的性感尤物，慕容浩的喉结滚动了2下。他正要上前，王爷，现在听我说，我给你1炷香的时间，在1炷香的时间里，你不可以动手，不能移步，只有丫头能碰你。如果王爷做不到，我今晚就会消失不见。纵使王爷有100个暗卫，也不会找到我。我林云熙说到做到，王爷能不能做到？好，本王答应丫头。好，王爷，现在开始你可不能动了。本王不动。那丫头问你，王爷今日去哪里了？本王去母妃的长春宫参加生日宴了。除了生辰宴，还有什么？还有，母妃给本王举办的相看宴。相看宴，去了几位女子？去了36位。慕容浩，你胆儿肥了呀，偷偷看美女去了？林云熙刚刚还严肃的表情又变了，变得娇媚无比，让人看了心头一颤。王爷，是今日的36位女子好看呢，还是丫头好看呢？丫头好看。哦，那看来王爷今日很认真的在看美女了。林云熙那媚骨的双眸已经把男人的魂魄勾了出来。我今日哪里看了？我明明在看兵书好吗？没有，本王没有看他们。本王今日一直在看兵书。丫头，是真的，
不信你问天一。天一，他是王爷的人，自然是王爷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了。天一从来不说谎，不信丫头去问他。慕容浩看着眼前的人，全身的火焰在燃烧，他快受不住了。林云熙这一点还是相信的。天三说过，天一从来不说谎，说谎后会一直眨眼，特别难受，所以他从来都不说谎。好，那我就相信王爷在看书。那王爷知道为何今晚丫头会烦你吗？丫头生气了，本王做错事了。慕容浩，你错哪儿了？本王不应该去参加生辰宴。我说过你可以参加生辰宴的。那本王错在不应该去参加相看宴。知道错，为何还要去啊？本王母妃说去了可以送2万两黄金给本王，本王想送给你。还有，本王很久没有陪过母妃了，想尽孝。慕容浩，你缺2万两黄金吗？不缺，就是想送黄金给丫头。慕容浩委屈，真不知道他会发那么大的火。如果知道是这样，他绝对不会去什么生日宴和相看宴。好，那我今晚送3万两黄金给王爷，然后穿着这身衣衫出去找官玩玩，可好？林玉溪，你敢？哦，王爷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林云熙走了上来，全身靠近他。林云熙双手环住他的腰，然后柔软的双手透过他的中衣，在他的后腰上温柔地摩挲着。慕容浩此刻想死的心都有了，这女人这么对他，他很喜欢，但是他不能动，他忍得好难受。他看了看桌上的燃香，这才烧到一半，意味着他还要忍受半炷香的时间。丫头，让我抱抱你行吗？我快忍不住了，别这样折磨我。我知道错了，我日后不敢了，我再也不会去什么相看宴了。林云熙就等他这句话呢，知道会认错就好。但是为了让他长记性，他可不能那么快就饶了他。林云熙双手勾住他的后脖梗，抬头亲了亲他滚烫的脖梗。他扒拉开他的中衣，在他胸前认真地种着他最喜欢的草莓。慕容浩此刻是真的好后悔，后悔今日参加什么相看宴。他好想动手抱住这妖精，把他抱上床榻，好好的欺负他。林云熙今晚把自己欺负狠了，等一会儿看自己怎么收拾他。丫头，放过本王可好？林云熙不理他，娇柔的继续手上的动作。王爷喜欢和丫头玩，还是喜欢看美女啊？喜欢跟丫头玩，我能不能让本王抱抱你？王爷，一炷香的时间还没到呢，现在是丫头自己玩。丫头，放过本王吧，本王真受不了了。那可不行，王爷今日去相看宴的时候，应该想到会有惩罚的。好，本王忍着。没办法，慕容浩只能受着这魔人的惩罚。说实话，他很喜欢他主动，既然他叫自己忍着，那他就忍着。他下次再也不敢骗他了。一炷香很快就烧完了。林云熙看到燃尽的香，他笑了笑，立马跳上了他的腰腹，环抱住他的后脖梗，柔声道：王爷，一炷香烧完了，你可以动了。我现在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做了？王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丫头受着。丫头，这可是你说的。王爷，今夜可以为所欲为哦。慕容浩把他抱入床榻，现在可还是王爷的生辰呢，丫头有东西送给王爷。只见林云熙一眨眼，桌子上就出现了一个圆形蛋糕。丫头，这是什么？王爷，这叫生日蛋糕，在我们家乡过生辰才吃的一种糕点。我先点蜡烛，王爷等着。说着，林云熙手里多出了一堆很细小的蜡烛。慕容浩从林云熙身后抱住他，他很喜欢这样抱着林云熙，这样能闻到他发丝上的香气，还能动手动脚，他不好反抗。王爷，你的手再动，我就点不了蜡烛了。就是要你点不了蜡烛，谁叫你刚刚把本王欺负惨了？王爷这是在报复丫头？没有，本王怎么敢？本王觉得丫头这身衣衫太好看了，本王第一次见这样的衣衫。这身衣服就好看啦，丫头还有更好看的呢，不过可不会轻易拿出来。为何？难道丫头还想穿给其他人看？丫头能穿给谁看？当然是等咱们成婚后再穿的。到时候啊，让王爷日日流鼻血，
你这小妖精，本王今晚算是见识了，真的好美。王爷喜欢今晚的丫头吗？喜欢，非常喜欢。丫头明日还穿这衣裙可好？王爷想的倒是美，日后不是节日，肯定不能天天穿。知不知道什么叫神秘感啊？林云熙就是要吊着她，哪能天天满足她的恶趣味？那今晚本王要好好看看丫头，不然明日就看不到这身衣衫了。王爷，不要说衣衫了，快来许愿吹蜡烛。丫头要本王如何做？王爷许愿，我为王爷唱生辰歌，歌声完毕之后呢，王爷就一口气把所有的蜡烛都吹灭了。等等，我去准备一下，拍一些照片。林云熙从科技库意念出他很久没用的手机，给这个场景拍了几张照片，还俩人自拍了很多张照片。他要记录下他和他美好的瞬间，等到之后老了也能拿出来翻看。慕容浩好奇地看着他手里的手机，疑惑道：这是什么东西？为何我们的画像会在里面？王爷先许愿吧，弄完了我再解释可好？慕容浩听他的，双手交叉许愿：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了，慕容浩，生日快乐，快吹蜡烛吧。慕容浩一口气就把蜡烛全都吹灭了。林云熙在他的身边开心的鼓掌。今日呢，王爷就26岁了，以后每日都和丫头好好过日子，可好？慕容浩被感动到了，这是自己心爱的女人第一次为自己过生辰。他一把抱住眼前的女人，这一刻两人都很幸福。两人开心的吃着蛋糕，林云熙笑盈盈的注视着他。王爷，好吃吗？好吃，丫头做的任何食物，本王都喜欢。那就好，王爷若是喜欢吃，以后我再做给王爷吃。王爷，丫头还为王爷准备了礼物，算是丫头给你的定情信物吧。定情信物？丫头，这是什么？王爷，这个呢叫手表，这手表是用来看时间的，是我们那里才有的东西。你看，表盘上的这个1到2代表了半个时辰，这里一日是12个时辰，和我们家乡是一样的。林云熙花了一些功夫，把手表上的数字和手表的用法全部说清楚了。他继续说道：王爷，你可明白这手表的用法了？只要一直戴在手上，它就不会停下来，日后看时间也很方便。在我们家乡，很多相爱的人成婚前会送对方手表，代表着相爱的两个人一起走过余生的时间。这块大的呢是王爷的，小的是我的，我们两人日后一起走过我们的时间，如何？说完，林云熙给他戴上，也给自己戴上。王爷，这可是丫头给你的定情信物，要好好保管啊！这是我能力范围内给王爷最好的东西了。要知道，他买这对手表可是花了他70多万呢。不过慕容浩值得这么好的礼物。丫头，本王一定会好好带着他，一起走我们余生的时间。说完，慕容浩将他拥入怀中。丫头，今年这个生辰是本王觉得这么多年最幸福的生辰，日后本王的生辰，丫头一定都要陪在本王身边，可好？好，以后我们都在一起，都一起过生辰。慕容浩看了看自己左手上的手表，又看了看他的手表，心里暖洋洋的。他今日终于能收到丫头的定情信物了，还是那么好的礼物，他今晚做梦都会笑醒吧。两人一起去浴房洗漱了一番之后，慕容浩拉着林云熙上了床。今日他还需要解释一下相看宴的事儿。虽然林云熙没有生气，但是他不想留着这些事情过夜。丫头，本王和你解释一下今日的事情。王爷说，丫头听着。今日本王打算去参加生日宴呢，本王很多年没有在母妃身旁尽孝了，作为儿子我是应该孝敬她的，这个丫头能明白吗？王爷，这我能明白，我让王爷去了。后来母妃说，如果本王参加生日宴，再参加她给本王办的相看宴，她就给本王2万两黄金作为生辰礼。本王看你喜欢黄金，想着相看宴一会儿就能弄完了，也没有当回事儿，就答应了。本王以为母妃只选几位京中的贵女，谁知去了才知道，今日竟然有36位女子参加了这次相看宴。哼，还以为36计呢，这可是36个美人呢。王爷可知，我今日可是很生气。知道丫头生气，本王不是也受罚了吗？不过本王今日真的没有看他们的表演，本王一直在上面看兵书，母妃都气得半死了。慕容浩，其实我就算再喜欢黄金，也是有度的。你不要因为我喜欢黄金而出卖你的一些东西。其实相比于黄金，你在我心中更重要。我宁愿你不去参加什么相看宴，也不要这2万两黄金。慕容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本王现在明白了，
本王也知道错了，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丫头能原谅本王吗？就在王爷说自己错的时候，我就已经原谅王爷了。那你后面还继续惩罚本王？王爷，那是惩罚吗？那可是宠你，你不知道？那是丫头在宠本王。现在我知道了，今晚你要小心。真的吗？希儿喜欢。丫头，你这撩人的本事哪儿学来的？这用学吗？不能无师自通吗？这是你几成功力？王爷放心，不到1成的功力。成婚后还有更好玩的。本王等着。慕容浩很期待和他成婚后的生活。林云熙突然想起今日见了瘟神，想想还是和他提一下。王爷，今日你那二皇兄找过我，天儿他们有给你消息吧？本王得到消息了，丫头做得很妥当。王爷就不怕你二皇兄对我怎样？天儿说你处理得很好，本王放心。好吧，还以为王爷会在意我。丫头难道堂堂的八王妃不做，想去做二哥的姬妾啊？那当然不会，我又不傻。话说你们二皇兄有王妃吧？有的，是护国大将军陆振海的嫡长女。那他们是政治联姻？丫头这也知道？天儿他们告诉你的？不是，我是乱猜的。护国大将军这一听就有兵权啊！我的慕容浩可要加油啦！他想自己就是一个小小商贾，给不到他太多的帮助。这个丫头就不用操心了，本王自有打算，不管他们了。日后你见到二皇兄绕道走就行，千万不要招惹他。他母妃是当今皇后，不好得罪。丫头知道，能躲就先躲着。丫头今日也累了，好好睡吧。俩人一夜好眠。第2日，天还没有亮，林云熙朦朦胧胧感受到他身旁男子滚烫的体温。王爷今日为何醒得那么早？我昨晚只睡了2个时辰，想着丫头穿的小黑裙，就再也睡不着了。慕容浩，你那么喜欢这裙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裙子，丫头穿上它，让人浮想联翩。看来我家乡的裙子杀伤力还挺大的。慕容浩今日要去军营。丫头，今晚还穿小黑裙，可好？王爷喜欢我就穿，快去吧，王爷要迟到了。好，等我回来。说完，他就低下头，轻点他娇艳欲滴的红唇，而后非常不舍地离开了林府。林云熙整理好自己的仪容，并安安静静地用了早膳之后，出了自己的卧房。推开房门，他看到院子里摆放着5个箱子。天三，这是什么？回主子，王爷说交给你就好，你会处理。林云熙有点疑惑，上前打开一个箱子，发现里面竟然是黄金。他想起昨天晚上慕容浩和他说过，他母妃给他的生辰礼物，他送给自己的。好吧，黄金摆在院子里总归是有些不好。他吩咐天儿和天三把黄金搬进了自己的卧房，他一个意念就把黄金放入了科技库。做好了这些，他带着天儿和天三就出了门。来到热闹的大街上，看到一张张贴告示的墙上贴着什么消息，很多人里3层外3层的在张贴栏旁议论着什么。云熙有些好奇，他走上前看了张贴栏上的内容。内容写的是，离上京城300里有一座叫精卫城的城市，那里正受天花的影响，整座城几乎陷入瘫痪中。现在朝廷在民间广招大夫前往精卫城救治当地百姓。林云熙没想到这夹层历史里也会有天花病毒。他在现代是救援特工，或许是职业习惯，他当即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去一趟精卫城。他知道如何抵抗天花病毒，这是他的使命。不过要如何说通慕容浩呢？以他的性子，定然是不会让他去冒险，他得想想办法。林云熙和天二天三来到了自己的铺子，他上楼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想了一会儿之后，开始提笔简单的写了一封信，然后把他和慕容浩的一张合照放进了信封里。天儿，你拿着这些银钱去市场上买3匹马回来，我们3人要出一趟远门。我出门的事情你们俩不能和王爷说，我不想让他担心，晚些时候我再给他留消息。天儿听说主子要出远门，这怎么能不报给王爷知晓呢？他有点犹豫。我又不是不给王爷消息，只是晚点告诉他。天二天三，你们跟我已经跟了很久了，现在你们是我的人还是王爷的人？我自然是主子的人，王爷说过要全听主子的。好，那今日就听我的。今日咱们出城后，我会给王爷去信的。天儿只能听命，带着银钱出了门。很快，天儿就买好了3匹骏马，在门外候着。
林云熙在铺子里交代了许多事情给严掌柜和周阳。周阳，我这次出远门应该要1个月，或许更久。你和严掌柜管理好铺子。这封信呢，你差人送给王大山。另一封信，你等晌午过后，派人把信送到林府给云姑姑，她知道该怎么做。好，大当家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大当家一路小心啊。我的冬夏商会就先拜托你了。大当家放心去忙吧，我周阳定会管理好铺子。行，那我就先走了。林云熙说完，扭头就出了门，和天二天三打马就出城去了。这边，东御林军军营里，慕容浩正在检查从军机房运送过来的各种兵器，就这么忙了一个上午。晌午的时候，他在营帐里用着午膳，荣副将就过来了。表哥，在用午膳呢？你用过没？用了。闲来无事，我来看看表哥。那么闲啊？去把那些新兵器登记入库。哎，表哥，我都弄了一上午了，现在就让我歇息歇息。才做那么点事就要休息？荣子凡看他没有赶自己走，凑上前去。昨日表哥的相看宴如何？有没有选出合适的王妃？荣子凡，干活去。哎呀，你表哥你说说嘛。当然没选。啊？听闻荣贵妃可是选了36位美人给表哥的呀，表哥竟然一个没选。本王有他就行，不会选其他人。那昨日表哥去参加相看宴，表嫂可知情？他知道。慕容浩想到昨儿晚上丫头惩罚自己，他唇边莫名扬起笑来。表嫂知道，肯定生气了吧？气得很。那表哥昨晚是如何哄表嫂的？你问这些干什么？出去干活去。慕容浩才不会说他和丫头的房中趣事呢。慕容浩此刻想到昨夜丫头吃醋的样子，他的笑容就从心底里露了出来，想藏都藏不住。表哥，嫂子还生气吗？如果还生气，可以送她礼物哄哄她。本王把她哄好了，或者说是她把本王哄好了。哎呀，表哥，你们昨晚有故事发生啊，快和表弟说说。本王用好午膳了，你可以出去了。哼，表哥真小气。就在这时，天一在外求见。天一一进门就行了个礼，递给慕容浩一封信。谁的信？回王爷，是林姑娘的信。慕容浩大喜，不是才离开2个时辰吗？现在就能够收到了林云熙的信。他示意天一退下，急忙就拆开了信封。他先看到里面他和他的画像，是他们2人昨晚的合影。这画像很清晰地画出他们2人幸福的笑着，看得让人心生愉悦。荣子帆好奇，上前看了眼慕容浩手上的画像。表哥，这是你和表嫂的画像，如何画得如此逼真？你们俩很般配啊，一个英俊潇洒，一个倾国倾城，真是天生一对。你羡慕就跟你的丁姑娘画一张去，我和你表嫂你羡慕不来。哎，表哥，过分了啊！你们俩昨晚不是才在一起吗？怎么今日又是写信，又是送画像的？真是甜死人，真没眼看了。荣子凡看得出来，表哥这次是动了真情，他替他高兴。没眼看就滚一边去，别打扰本王看戏。慕容浩把画像小心翼翼地放在了自己的袖袋里，坐到上手的位置，看丫头给他的信。亲爱的慕容浩，这是丫头第一次给你写情书啊，怎么办？今日才出门1个时辰，丫头就开始想你了，而且是非常非常想的那种。慕容浩看到这样的开头，嘴角弯成了好看的弧度。丫头很开心，在这个世界能遇到你，遇见你是丫头最大的幸福。每当丫头静下来想你的时候，都觉得一切美好的不可思议。丫头这几个月来忙了许多事情，每每都有王爷的帮助和支持，丫头很感谢王爷，真的，丫头感到很幸福。人间本不该令我那么欣喜，但是有了你。丫头来到这个世界有几个月了，这世界那么大，丫头一直很好奇东胜国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丫头想出去看看。慕容浩，我就离开一段时间，你先不要找丫头，丫头带着天2和天3出去走走，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等我玩回来后，会好好的陪在你身旁，再也不离开。丫头在路上一直会想着王爷，王爷乖，千万不要来找丫头，好好照顾自己。爱你一辈子的丫头，林云熙。慕容浩突然站了起来，冷着脸大喝：天一，去查他现在到了哪里，要快，本王要有他的消息。天一领命后立马就出去。荣子凡一直在营帐里，他清楚地看着慕容浩的表情从喜悦变为担忧。他现在不敢问他任何事儿，现在的表哥就像是刚从边境回清那会儿一样，满脸的肃杀之气，令人害怕。他可是不敢惹他。没过多久，天一就回来了。不必行礼，他去哪里了？
回王爷，今日一大早，林姑娘在东街的张贴告示处看到金卫城的消息后，去了金卫城。什么消息？王爷这2日休沐，没有上早朝。金卫城现在正在流行天花病，皇上张贴告示，广招天下大夫前往金卫城救治百姓。天花，她不怕死吗？慕容浩一颗心抽痛，这丫头还真是不听话。是啊，表哥，据说天花的死亡率高达30%到60%，很多大夫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会感染天花。表嫂真是伟大呀，人人都避之不及的病症，她却跑去金卫城。听，父皇可有派哪位将军去镇守金卫城？回王爷，目前还在讨论，许多将军最近都说身体不适，或者都推辞说家中有事，所以现在还没有人带兵前往。慕容浩急忙跑出了营帐，吩咐天一：天一，随本王进宫。随即跳上自己的黑色骏马，打马就奔向皇宫。此刻御书房，皇帝慕容渊还在为派哪位将军前去镇守金卫城而烦恼。慕容浩才靠近御书房，就听到里面父皇气愤的声音：岂有此理！这些将军朕都白养了，遇到事情都躲起来，不愿意去金卫城。平时打仗都争着去，现在天花就不去了，真是气死朕了！哎呀，皇上莫要动怒，总会有办法的。那些将军只会抢军功，现在朕就派他们去镇守金卫城，倒没人站出来了，真是气人！皇上，八殿下求见。宣他进殿。是。慕容浩进入御书房，儿臣参见父皇。浩儿，找父皇有何事？回父皇，儿臣愿意带兵前往金卫城，守护当地百姓，和百姓一起度过天花这一难关。慕容渊听到儿子这话，满意的点了点头，而后他有些担忧：浩儿，那可是天花，你不怕？儿臣不怕，为了当地百姓，儿臣愿意带兵前往。朕记得你没得过天花，你母妃就只有你一个儿子，你想好了？世人都知天花是个不治之症，慕容渊没想到他的将军没人敢去金卫城，倒是儿子申请前去，他此刻有些不舍让他前去了。回父皇，儿臣想好了。慕容渊看了看下手的慕容浩，最近他屡屡立功，他可是让慕容渊看中的儿子之一，他真的要让慕容浩去冒险吗？算了，还是容朕再想想吧，你先下去吧。父皇，自古有天花病出现，都会有人谣传是上天对皇家的惩罚，父皇就让儿臣前去打破这样的谣言，而且必须是我们皇家人前去才能消除。父皇，就让儿臣带兵前去吧，儿臣一定不会辜负父皇对儿臣的期望。是啊，这几日开始有谣言在上京城扩散，说天不佑东胜国，天花开始传播，天下百姓即将生灵涂炭。那朕命你带1万东御林军，20名御医，还有各种药材20车，明日即刻前往金卫城。朕希望你能早日凯旋归来。下去吧，去和你母妃告别，想来她会很担心你的。是，多谢父皇成全，儿臣告退。慕容浩松了一口气儿，他终于说动父皇了。浩儿是个好儿子，希望他这次能平安归来。皇上，八殿下吉人自有天相，他会平安回京的。慕容浩匆匆忙忙的来到了荣贵妃的长春宫。浩儿，今日怎么进宫来了？母妃，儿臣明日要带兵出征，今日来和母妃道别。出征？最近没听说边境有战事啊。儿臣去的地方不远，离京城才300里。300里？什么地方？母妃，就是出征，这次不是边境。浩儿，你老实说，不然母妃现在就让人去查。荣贵妃知道儿子不说实话，定是要去什么不好的地方。金卫城。荣贵妃虽然在后宫，但是这2日皇上都歇在她的长春宫里，她怎会不知现在皇上最关注的事儿就是金卫城的天花？什么？浩儿，你要去金卫城？是你父皇让你去的，本宫要找他去。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怎么会让你去呢？母妃，不是父皇让儿臣去，是儿臣自己申请要去的。浩儿，你是不是傻了？那可是天花呀！你小时候到现在都没得过天花，那可是死亡率很高的天花，如果不死也会毁容的。儿臣长那么好，母妃无需担心，儿臣会平安归来的。慕容浩半开玩笑的逗着自己的母妃开心，可是此刻荣贵妃双眼落泪，制止道：不可以去，本宫现在就去找你父皇。母妃，父皇已经下了皇令了，明日儿臣就带兵出发，皇命不可违。浩儿，你是真傻！其他皇子逼着不去那地方，你为何冲着要去啊？本宫真是造了什么孽呀？怎么养出了你这么个傻儿子？母妃放心，儿臣一定会平安回京，回来后儿臣就娶个王妃成家，可好？
他找件好事来安慰自己的母妃，或许回京就能够娶她心心念念的丫头了吧。那也要你有命才能娶啊！如果能平安回来，你说的要娶王妃。儿臣答应母妃，回来就成亲，母妃就不要担心儿臣了。行，浩儿说话算话。儿臣答应母妃的事情，什么时候食言过？那倒没有。梁嬷嬷，你去我店内取我荣家的金萱丸过来，多拿几粒。是。梁嬷嬷领命，速速去取了3粒金萱丸，递给了荣贵妃。浩儿，你从小一直都有自己的想法，既然选择去守护一方百姓，母妃自然也支持你。你已长大成人，母妃管不了你了，只希望你此去能平安归来。这3粒金萱丸是我们荣家最好的救命药，如果你不小心中了天花，可以救你一命。不管怎样，不要累着自己，记住，你还有父皇母妃在上京城等你凯旋归来。走吧，平安回来。慕容浩拿着3粒金萱丹，最后看了看他的母妃，深深的鞠了一躬，然后他头也不回的走了。浩儿，要平安回来。慕容浩出了宫门之后，匆忙打马出城而去，去了东御林军的军营。你今晚给本王调出1万士兵，明日本王带这些士兵到禁卫城。是，今晚本将会集结完成，八殿下放心。下去吧，为本王穿晚膳。本王今晚用完晚膳，处理些军务再回城。表哥，你此去禁卫城是为了表嫂吧？本王不想她出事。值得吗？那可是天花，大家谈之变色的天花呀。她值得，她救过本王2次，如果她要本王的命，本王也愿意给她。慕容浩已将林云熙爱入骨髓，林云熙那么好，他值得他的爱。你母妃肯定很不舍吧？刚刚本王去见过母妃了，她哭得稀里哗啦的，本王不想。表哥，你一定要平安回来，我为你守好东岳林军。有劳你了。说完，晚膳已经传了上来，荣子凡陪着他用了一个离别的晚膳。慕容浩用完了晚膳之后，就回到了他的灵府。最近他一直和林云熙住在兰心阁，里面有很多他用过的东西，他今晚要回来准备一些东西。坐在林云熙的床榻上，看到昨晚让他痴迷的小黑裙整整齐齐的被他折叠好放在床头，他拿起小黑裙在手里看了看。林云熙把它放在床头，想来今晚还会穿给他看的吧。看着手里的小黑裙，没有丫头穿着，也就只是一件衣服而已，没让他浮想联翩。原来这一切的幸福都是要有林云熙才会变得有意义，没有林云熙在，再好的东西也会变得无趣。丫头，你现在还好吗？等着本王，不要有事。慕容浩自言自语，林云熙第一次出远门，也不知道他是否能适应，他还真是有些担心。慕容浩走进浴房，自己沐浴更衣，弄干了头发之后，躺在床上什么也不想做，闻着林云熙枕头上独有的香气，缓缓地睡去。林云熙和天二天三打马出城之后，一路就赶往了禁卫城。虽然禁卫城不远，但是骑马和排队过各个关卡速度就慢了下来。才赶了没多远的路，天色就已经暗下来了。主子，我们还是找一个地方露营吧。天暗下来后，路看不清，马很容易走错路。他勒住了缰绳。好吧，今晚只能先露宿外面了。明日晚上我们看看有没有客栈，再找个客栈住下。天二看此处刚好有河流，这里取水方便，他建议林云熙就地露营。3人一起坐在篝火旁。林云熙看2个暗卫很是拘谨，他笑道：来，你们2位小伙子还在长身体，要多吃肉，日后长高些好娶媳妇儿。哼，这边好吃的，我们这边走。林云熙转头看向来人，只见慕容琪拉着一匹白马走到了他们跟前儿。慕容琪看他坐在火堆前正在分着烤肉，那味道是真的很香，他悄悄地咽了咽口水。慕容琪把马交给护卫，坐在3人旁。天二和天三见到慕容琪行了一礼，他们就想离开，
你们俩是我的人，别老是人家一来就要走开。我们吃我们的，他看着就好。多谢主子。不用那么客气，我们在外面没有什么主子下人，我们是朋友，多吃点。说完，林云熙自己也拿起一块鸡腿吃了起来。林姑娘，你这些烤肉闻着很香，要不本世子出个价钱买一些，如何？买一些，这些都不够我们吃的，我可不卖。本姑娘现在也不差钱。林云熙精神累了，不想再动手。慕容琪不放弃，继续努力。出门在外都是朋友，要不姑娘考虑一下？林云熙好奇，这贵公子大晚上到这个地方来，他是要去哪儿啊？齐公子，你大晚上不在上京城，这是要去哪儿？去精卫城。林云熙没想到他这种贵公子也敢去那地方。他们一路出来，只要一提到精卫城，很多人就害怕。这闲散世子倒是敢去，还真是令人刮目相看了。齐公子，你现在去精卫城就不怕吗？那边正流行天花病呢。姑娘也是去精卫城的吧？去看看那边的情况。那姑娘不怕，本世子怕什么？那齐公子之前得过天花吗？没得过。那你这次去真危险了。难道姑娘得过天花？本世子看医书说，得过天花的人基本上脸上会长很多麻子，会毁容。姑娘这容貌不像毁的容的。本姑娘还真没得过天花，以后也不会得。林云熙笑盈盈道，他是个现代人，现代人已经发明出了天花疫苗，现代人对天花病毒都已经免疫了。啊，姑娘这么自信啊？当然自信才敢前往，你没得过，要小心了。慕容琪此时肚子饿得咕咕叫起来。你们出门都没带吃的？带了，都是一些干粮。不过闻到你们的烤肉很香，就想看看能不能买一份。实在不行，我们吃干粮也是可以的。好吧，算你们好运遇到我了。一只兔子5两银子。5两银子？林姑娘，你这价格和抢劫没什么区别吧？大哥，我还要去给你抓兔子，还要给你人工烤，这些都是要精力的。你不吃拉倒，我还不愿意烤呢。吃你的干粮去吧。你真是掉进钱眼里了。慕容琪气地咬下了一口银牙，他看了看他们3人吃的烤肉，又摸了摸自己的袖带，最后他看向了护卫。你能烤出他们这么香的烤肉吗？护卫看林云熙满地的调味料，老实的回答：回世子，属下没有那么多调料，应该不行。慕容琪今日吃了1日的干粮了，此刻确实是饿了，而且看林云熙那么多调料，他实在是好奇那烤兔肉是什么味道，为何闻着这么的香呢？好吧，那就烤2只吧，给你10两银子。这是本世子吃过最贵的烤兔子了，真会坐立起价。这真不贵，我烤的肉真的好吃，你放心。要烤的和你们吃的一样香。放心放心，烤的比这只还好吃。林云熙看见银票就开心，他收好银票之后，把脚边2只没有处理过的兔子扔给了慕容琪的护卫。去把这2只兔子处理干净了，我马上烤。护卫听令，乖乖地拎起兔子跑到河边去了。不一会儿功夫，护卫就处理好了兔子，交给了林云熙。只见林云熙娴熟地找到地上的枯枝，穿过2只兔子就开始动起手来。慕容琪这出自皇家的世子，在上京城吃过各种美食，但是今夜这烤兔还真是能勾住他的食欲。看着兔子一点点的烤好，他在一旁问道：林姑娘，好了没？本世子饿了。马上就好，我这不是要保证质量吗？再等等。没一会儿，2只兔子就烤好了。他笑着给他们主仆2人1人1只。好，吃吧。如果还想吃，给钱就给你们烤。慕容琪不理他，接过他的兔子，立马就开吃。这烤兔外焦里嫩，各种调味料的加持，让兔肉特别的香脆鲜美。没想到林姑娘竟有如此烤兔手艺，要不这2日我们一起同路吧？本世子给你钱，你负责我们吃的。本姑娘又不是厨娘，你们身上不是有干粮吗？吃好这顿就行了，那么多要求，本姑娘不奉陪。林姑娘，以你现在的身份，你以为你能进得了精卫城？或者你以为
你能直接找到知府为当地百姓看天花病。我有路引，我会治愈天花，这样也不行。林云熙看了看身旁的天二和天三，两人齐齐摇头。他此时是真的想骂人，他还真忘了这是古代，没有身份地位的人想要见到知府，应该是比登天还难吧？和你一路，你就能带我进城？只要路上林姑娘负责本世子的吃食，进城还是小事一桩的。好吧，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行，成交。我给你们做吃的，你带我进城，并找当地知府了解当地的情况，我真能救治天花。好，本世子带你进城，带你见知府。林云熙见他答应，眉眼弯成了月牙。能进城这是好事儿，他突然又想到了什么。七公子，你去精卫城，确定不是捣乱的？天花的传染率很高，你会染上天花的。到时知府大人还要找人照顾你。那林姑娘不还是一样去捣乱的？到时候可没人照顾你。莫非齐公子有什么救治天花的秘方？有也不会告诉你。你抢了本世子的功劳可不好。那方子还不够成熟，他怕林云熙用了反受其害。好吧，作为医生都有自己独特的医疗方法，他不想说就算了，到时候不要叫我林云熙救他就行，不想说就不说，到时候不要叫我救你就行。还不知道到时候谁救谁。林云熙摇了摇头，他好言相劝他听，他也管不了那么多，管好自己就行。二，你去河边打点水来烧，我有些口渴。三，这火越来越小了，你去找点干柴来，晚上要一直点火，不然会有野兽来。他在外面不敢叫他们俩天二和天三，只能用数字代替，怕人认出这俩人是慕容浩的暗卫。两人听命，赶紧就按照他的吩咐去忙活了。你也去弄点干柴吧。是。护卫应下后就离开了，两人相对而坐，没有说话。就在这个时候，慕容琪抬头看了一眼坐在一旁的林云熙，这一眼让他吓出一身冷汗来。他发现林云熙身后竖立着一只眼镜蛇，那眼镜蛇正吐着蛇信子，悄悄地向林云熙的身后爬过来。那蛇似乎闻到了什么香味，猛地就扑向林云熙。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慕容琪一把将他拉了过来，抱在了自己的怀里。他另外一只手一挥剑就砍了过去，在要砍到眼镜蛇的瞬间，眼镜蛇在慕容琪的手背上咬了一口。慕容琪挑起剑一砍，砍断了眼镜蛇的头。他这一系列动作非常之快，快到林云熙都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儿。林云熙突然被他抱住，晃了一下神儿，待反应过来的时候，天二、天三和慕容琪的护卫都赶了过来。慕容琪赶忙松开林云熙，关切地看了看他。林姑娘，你没事吧？刚刚那蛇……林云熙从刚刚的慌乱中缓过神来，他往身后看了一眼，发现自己的身后有一条被他砍断的蛇。多谢世子相救，我没事。主子，你没事吧？没事。你拿着雄黄粉撒一些在我们身旁，蛇怕这东西。天三和天二拿着雄黄粉在火堆旁的空地上撒着。林云熙看了眼旁边的慕容琪，这才注意到他拿着剑的右手上面有2颗蛇咬过的牙印儿，这是眼镜蛇，这蛇可毒了。世子若是再不救治的话，定然是会毒发身亡的。或许是职业习惯，看到有人需要救治，林云熙不假思索拉住他的右手，用嘴急忙吸他被咬的伤口，吸出了他的血吐在了一旁，一口又一口。慕容琪的心突然扑通扑通跳得很快，他从来都是洁身自爱，活了20几年了，从来都没有触碰过任何的女人。他看着林云熙一直为自己吸血，他突然就很感谢刚刚那眼镜蛇咬了他，他才会有如此待遇。他忽然很想时间停在此刻，让他永远为他吸吮他的伤口。旁边的3位护卫看到这一幕，都扭过头去，不敢看二人。天三心里想着，这主子救恭王世子这一幕的动作，他是要记录给王爷呢，还是不记录啊？这还当真是难倒他了。林云熙吸了好几口之后停了下来，从袖袋里拿出一小瓶药粉，给慕容琪涂上。好了，手上的血吸的差不多了，你把这药吃了，专门解眼镜蛇蛇毒的。多谢林姑娘。你身上怎么会一直带着解眼镜蛇毒的解药啊？叫你吃你就吃，哪来这么多问题？再不吃余毒也会致命，我也要吃1粒才行。
刚刚为你吸蛇毒，我嘴巴都有点麻了。林云熙说着，又从袖袋里拿出一粒一样的药丸服下了。看慕容琪还在犹豫，林云熙都无语了。七公子，你快吃药吧，再不吃你真的会死。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整个右手有点麻，开始有点痛，还开始有点抖？慕容琪感受自己的右手臂，确实是他说的3种症状。多谢林姑娘的药，我现在就是。慕容琪看了眼身旁的护卫，护卫给他拿了水，放心的吃了药，这才吃下去没多久，右手上的痛感就减缓了很多。林姑娘，你这解毒丸确实不错，我的右手开始有知觉了。是吧？没事就好。刚刚也谢谢世子救了我，我们算扯平了。林姑娘客气了，还是你的药救了我。好了，我们不要再谢来谢去的了。天色已晚，我们就先歇下吧。林云熙看向天二和天三，叮嘱道：“你们俩呢，轮流看着这火堆，别让它灭了，这样野兽不敢靠近。轮流睡吧，不用一直守着。”是。安排好了一切之后，林云熙进入天二给他搭的帐篷。慕容琪的帐篷也早就搭好了，他的帐篷离林云熙的有1丈远。慕容琪一直偷偷地盯着他的帐篷看，不愿意移开眼。第2日一大早，林云熙最先起来，他到河边洗漱过后，开始在火堆旁捣鼓着什么东西。天二和天三听到他的动静也都醒了，他们陆陆续续地来到河边洗漱了一番后，天三就跳到他的跟前，开心地笑起来：“主子，今早我们吃烤玉米。”天三才说话，慕容琪也醒了，急匆匆的就来到了火堆前，好奇的看着。今日的早膳是什么呀？今早啊，咱们吃烤红薯和烤玉米。红薯、玉米是什么东西啊？这2样都是粮食，你吃了就知道了。李云熙拿了一个红薯，在手里吹了吹，示范给慕容琪主仆2人看如何吃。慕容琪咬下手中的红薯时都惊呆了，这红薯软糯香甜，入口即化，味道特别的好。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粮食？味道很独特，而且方便携带。听闻齐公子有不少产业，不知道你有没有粮食铺子？有啊，本世子粮食铺子还真不少。那我的粮食产出后，齐公子帮忙卖一些，我们可以合作，如何？你有种红薯？还有这玉米，来尝尝。反正都要推销粮食，一起推销得了。慕容琪接过林云熙的烤玉米，咬了一口之后，又是一个惊艳人的粮食。这玉米也是林姑娘种的？也是我种的，我现在种了不少。这次从金卫城回去，应该差不多可以收割了。我也不打算开那么多粮食铺子，如果世子想合作，可以考虑一下。这2种粮食产量很高。当然可以，这么好的粮食，肯定会为我的粮食铺子提升不少销售额呢。慕容琪想到自己能卖如此奇特而又高产的粮食，他心里甜滋滋的。不就是新增的新项目吗？为何自己如此高兴？行，那我们回到上京城再谈合作的事宜吧。现在先把金卫城的天花解决了。经过了昨天晚上的事情，林云熙发现这个齐公子没有那么针对他了，他也愿意慢慢和慕容琪打交道，这确实是好事儿。他日后粮食会越来越多，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不是吗？他一边吃着手中的粮食，一边想着自己未来粮食产业能扩大，心里高兴。手上的黑灰不小心就弄上了脸上，慕容琪看到他脸上的黑灰像个小花猫一样，特别的可爱，不自觉伸手为他擦了擦。他这是在干嘛？一旁的天二和天三看到这一幕，他们连忙转过头。经过昨晚眼镜蛇一事，他们主子好像和这位世子相处起来不似以往火药味十足了，他们要如何向王爷交代呀？我的脸脏了，我去洗洗。他逃也似的跑到了河边，通过河水的倒影看到了自己脸上的黑灰，用手洗了洗。他这是害羞了。林云熙定了定神，他自我安慰，慕容琪只是好意，应该没有什么企图吧，反正要一起进城的，不要表现出什么不一样的情绪就好。林云熙看自己脸上没有了黑灰，回到了火堆旁，继续叮嘱：2、3，你们多吃点，不然等一会儿上路了容易饿。好，主子也多吃点。一行人用完早膳之后，收拾好行囊，继续打马前行。这边上京城，
上驾到！慕容浩下了马，和士兵们纷纷跪下行礼。免礼，各位将士，今日你们就要出发赶往精卫城，那是离我们上京城很近的城市。为了避免天花在东胜国大肆传播，我们必须把精卫城的百姓守护好。大家有没有信心守护好精卫城，守护好我们东胜国？有，守护精卫城，守护东胜国。这次带你们出征的是我们东胜国的瑞王，也是朕的儿子。朕希望你们能好好辅佐他，打赢这场天花之战。朕在上京城等你们凯旋归来，先封瑞王为镇京大将军，所有事项都要听命于他，听到了没？遵命。好，这也就不多说了，大军开拔，朕等着你们的好消息，等着大家凯旋平安归来。多谢皇上，皇上放心，我们定不辱使命，凯旋归来。远处宫墙上，荣贵妃一早就来了，她想送送她唯一的儿子，也不知道这一别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了。宫门远处，一辆马车停在角落里，叶诗雨一大早就在这里等着了，他要来送他心心念念的八殿下。浩哥哥，你一定要平安归来啊！慕容浩骑着马，带着宫里的御医和10000名士兵，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城门。他们径直向精卫城挺进。大军开拔2个时辰之后，慕容浩命大家原地休息用膳。此时天一求见，天一递给慕容浩一张字条，慕容浩认真地看了上面的内容，似有所思。他的丫头目前没事儿，这他就心安了。这边林云熙和慕容琦一行人来到了靠近精卫城的一个小镇，他们想要进镇上去找些吃的，结果来到小镇，发现这镇上所有店铺全都关着门，没有一家营业的。林云熙好奇地看了看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他突然就发现一个老汉。林云熙上前问道：老伯，这镇上怎么门店全关了？姑娘，你们是外地人吧？我们这个小镇靠近精卫城，现在那边闹天花病，我们这里的人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更没人敢出来做买卖了。林云熙听了是这个脸儿，天花在古代那可是人人谈之色变的病，有人敢出来做生意才怪了。啊，这镇上是找不到吃的了，我们先找地方落脚吧，最好有和昨夜那样的地方，有小河最好。回主子，有的，属下带主子去。说完，天二打马在前面，带着几人就往前走。不多时，就来到了一处有小河的大树底下。云溪吩咐天二、天三去林中打野鸡或者是野兔，他去河边看看能不能打到鱼。慕容琦也吩咐他的护卫去找干树枝生火，他陪着林云熙来到了小河边。林云熙在现代为学救援，学习过野外生存的技能。他观察着眼前的小河，最后得出结论，这河里有鱼，而且还不少呢。林云熙从袖袋里拿出了伸缩鱼竿，慕容琦安静地站在他的身后不远处，看到这一幕他都惊呆了。这女人的袖袋就和这个女人一样神秘，里面不知为何能装如此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慕容琦在身后突然开口：林姑娘，你这袖袋里为何什么都有啊？林云熙吓了一跳，他以为他身旁没人，结果这慕容琦竟然就站在他的身后。我出门总会带很多东西，看，现在想吃鱼就能钓鱼。就一会儿的功夫，鱼就上钩了，一拉，一条大约3斤重的鱼就被钓了上来。林云熙看他们人多，他勾鱼饵继续钓，一会儿功夫他就钓上来6条鱼。林云熙想着再钓1条就差不多够了。林云熙静静地等着，慕容琦一直在他身后看着他，双眸里有不易察觉的情愫。就在这个时候，水面上的浮标动了，而且这一次力度特别大。林云熙大喜，以他的经验来说，这一次一定是一条大鱼。他开心地拉着鱼竿，发现这次的鱼很重，重的他的伸缩鱼竿都弯成了半弧。七公子，过来帮忙，这次是条大鱼。慕容琦听到他这话，急忙从他身后抱住。
慕容琪的手一直扶着林云熙的手，直到俩人把鱼都拉上了岸。慕容琪此时闻到林云熙身上那独有的兰花香，他的心再一次剧烈跳动，他能够听到自己如擂鼓般的心跳声。鱼上了岸，刚刚过于激动的林云熙没有注意到他被人环抱着。此刻林云熙才发现俩人的动作竟是如此的亲密，他急忙挣开。此时天二和天三刚好就拿着打好的兔子和野鸡回来，看到俩人抱在一起，一脸的无奈。他们今早才刚刚送消息给王爷，现在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的主子难道要开始招桃花了？王爷地位不保啊！两名暗卫转过身，给主子平复乱象的空间。啊，好尴尬！这尴尬的场景还被天二和天三看到了，他们不会把这些事儿都告诉慕容浩吧？也许人家是好意帮忙，没有其他意思。还是赶紧做饭吧，赶路要紧。林云熙自我安慰之后，叫来了天二和天三。二三，我钓上来了不少鱼，今日呢，我们做个全鱼宴吧。你们帮忙拿这些鱼到河边处理一下。是，我们这就去。林云熙又好奇地看了一眼慕容琪的护卫。这位大哥，认识你一日了，你叫什么？我叫长风。长风，你帮忙生一下火吧，这样大家做饭会快一些。好。慕容琪看着几个人都在忙碌，林云熙没有吩咐事情给他做，他有点小失落。他刚刚急着帮忙拉鱼，不小心冒犯了他，他是生气了吗？林姑娘，我需要做什么吗？为了避免尴尬，林云熙还是假装找点事情给他做。你会处理兔肉和鸡肉吗？会，那我就处理兔肉和鸡肉吧。林云熙好奇，他印象里的皇族应该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慕容浩会做这些粗活，是因为他常年带兵。慕容琪一个闲散世子也会吗？七公子，你确定你会处理这些肉？原来林姑娘这么小看我呀！我可是经常外出的，这些事情也是经常做的。就是烤肉做菜，没姑娘你做的好事而已。那就好，那就有劳了。慕容琪卷起袖子，拿着兔肉和鸡肉到河边处理去了。人多力量大，很快他们几个人就处理好了食材。今日晌午呢，我们就吃鱼，其他的兔肉和鸡肉就先烤好，留着黄昏时吃，这样晚上就不需要那么麻烦了。大家没有意见吧？没有。好，那我就开始做饭了。水煮鱼、清蒸鲈鱼、红烧鲤鱼等等，他一口气儿就做了7、8个菜呢。几个人围着林云熙，看他认真做菜，真的是一种享受。想不到在野外还能够吃到如此丰盛的菜肴。此时，一个声音在一旁响起：“哇，这是什么味道？老夫从来没有吃过的味道，真香啊！姑娘，这些鱼都是你做的？”林云熙也奇怪，这大树林里怎么就突然跳出来一个老人呢？林云熙看了看天二和天三，俩人蓄势以待，准备下手。不用防着老夫，老夫就是一个蹭饭的老头，我吃完就走。林云熙一个眼神儿，天二天三就退下了。这位大爷，你从什么地方出来的？你这样出现有些吓人啊！你别管我从什么地方出来的，老夫今日饿惨了，你这鱼就分我点儿吧。林云熙看他慈眉善目，满头银发，好似不像是什么坏人。想起现代电影里的剧情，说不定人家可是什么得道高人呢，这也就是多一双筷子的事儿。好，既然老人家想吃呢，就和我们一起吧，反正我煮了这么多，多一双筷子而已，不够的话我再去钓鱼。这鱼是你钓的？一条条钓上来的。好，如果一会儿不够，老夫给你弄鱼来，你负责做就行。林云熙看着木碟里的鱼，这么多还不够吃啊！他带着疑惑继续忙活。不一会儿的功夫，所有的鱼都做完了。林云熙招呼大家吃饭，几人都是身强力壮的男人，特别是这老人家，这吃饭的动作还当真是快得有些吓人了。林云熙还没吃几口，8个鱼菜就瞬间秒光。几人看了看吃得干干净净的碟子，又看了眼这老人家，都好奇他们这是遇到什么人了。我再去钓几条鱼吧，我好像还没吃饱。
不用钓鱼，老夫来就行。只见他走到河边，运起内力，几人还没有看仔细，河里就升起了像喷泉一样的巨浪。随着巨浪翻滚，一堆鱼就随着巨浪跌落在了河边的草地上。这是什么神仙人物啊？这不就是武侠电影里的情节吗？在古代，真有如此神力之人，武功竟然能如此霸道。我刚刚好像还没看清楚他是怎么做的，那些鱼就被他弄上岸来了。吃惊的不止林云熙，身旁的几位男士也是被这老人的举动惊呆在原地了。你们没有见过有人这样捉鱼的，都看傻了。老人家，您想吃什么口味的鱼？本姑娘今日都给你做。刚刚所有的鱼都再来一遍，如果有其他口味的，都来一遍。好，马上就好。李云熙一脸惊喜，这样的神人定是要伺候好了。就算是他叫做20个菜，今日他也愿意。他吩咐天二和天三去河边处理鱼。慕容琦看了眼长风，示意他也去帮忙。他们处理出一条鱼，林云熙就做一条，老人家就在一旁等着。老人家，能否告诉我您的名号？看你做菜如此美味，告诉你吧，叫我骆老就行。骆老，那以后就叫你骆老。骆老这是要去哪儿呢？你们去哪里，我就去哪里。难道这骆老昨晚就跟着我们了？他怎么知道我们要去哪里？骆老知道我们要去哪儿？你们难道不是去精卫城？是，我们是去那儿。骆老也要去。老夫有亲戚在精卫城，要过去一趟。林云熙一边做着菜，一边和他聊着。不一会儿功夫，10个鱼菜就又做好了。这回几位年轻男士机灵了，他们二话不说，赶紧夹菜，生怕这些鱼又被这骆老给吃光了。林云熙看着这几位男士的吃相，他真的是很想笑。真是应了那句话，男人就是养不大的孩子，那抢菜的样子就是小孩子的行为。没一会儿，骆老放下了碗筷，一脸的满足。好久没吃到如此美味的饭菜了，这姑娘不错。骆老看了眼慕容琦，认真道：小子，我是你，我就把她娶回家好好供着，看她长得多好看，还会做一手好菜。慕容琦看了眼前的骆老，又看了看林云熙，只是淡淡的笑着，不回答他的话。这小子是不是傻的？和他说话不回答，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喽。骆老，不要乱点鸳鸯谱，我和这位公子也是刚刚认识，只是认识而已。算了，你们年轻人的事情我管不着，不过你们要带我进城。难道骆老知道前面的情况？当然知道，现在精卫城只允许当地的百姓自由进入，外地的路引是进不去的。老夫不想麻烦，知道你们可以进城，所以就找你们啦。骆老怎么知道我能进城的？难道昨晚他就一直跟着我们呢？算了，这样的高人总有办法知道他的身份。林姑娘似乎很关照这位老人，能带走一个是一个吧。我们离精卫城还有多远？今日打马过去能到吗？回主子，不远了。如果是今早的速度，今晚黄昏就能到。行，现在外面都没有客栈和酒楼，我们吃饭也麻烦，我们今日下午就打马进城吧。西公子，可以吗？林云熙说着看向了慕容琦。行，我们就今日黄昏进城。骆老，那匹马给你，他们2人1匹马。还是这丫头关心老夫，不过不需要什么马，老夫应该比你们先到城门。骆老笑着，一个飞身就消失在了林中。几人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好一切之后，纷纷打马前行。几人一路打马，走了大约2个多时辰之后，终于来到了精卫城的城门口。此时的精卫城还有百姓通行，看门的守卫都在一一查验百姓们的路引，只要是城中的百姓就可以放行。林云熙一行人下了马，排在百姓的队伍中。此时骆老看到他们，直接就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骆老果然厉害，我们骑马那么费劲才到达城门，这骆老
难道是用真气飞过来的？陆老，你是怎么过来的？飞过来的？这就不用丫头管了，带老夫进城就行。陆老小声的回复，在城里他可是要隐藏实力。好，我们也是跟着这位公子进城的。排了一会儿，终于轮到他们几人了。录影拿出来。慕容琪递给他录影，守卫上下翻看，发现不是他们精卫城的，摇了摇头。这位公子，现在精卫城不允许其他城的人进入，你们请回吧。那这个腰牌能进吗？守卫接过，他还真是没有见过这样的腰牌。喂，你见过这样的腰牌吗？这人是什么身份？另一守卫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黄金腰牌。这大名鼎鼎的皇家身份的腰牌，这2个守卫竟然没见过。要不你们叫知府大人过来，就知道我是谁了。2名守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在城门查验录影，一直查的都是老百姓的木质录影，最多也就是一些地方官员的铜制录影。现在出现一块黄金腰牌，他们也不知这来人是谁，但是能用黄金做腰牌的人，想也知道这人是非富即贵。2人不敢怠慢，一人急冲冲地往城里面跑去，应该是去找知府大人去了。没多久，一位40多岁的男子急匆匆地向城门跑来，看了一眼慕容琪手上的腰牌之后，立即就下跪行礼。下官李云海见过恭王世子。身后的守卫见状，他们也纷纷跟着跪下行礼。起来吧，本世子就是过来看看精卫城的百姓。李大人，和我说一说现在城里的情况吧。李大人起身，一脸愁容地看着慕容琪。回世子，现在整个精卫城很多百姓都得了天花，很多人需要救治。现在城中许多大夫都被传染，整座城都陷入瘫痪状态。下官如今也在想办法要如何救治百姓。城里的大夫很多都不敢出门，百姓被天花折磨得苦不堪言，不少百姓家里陆续有人死去。不过好消息是，今早下官收到朝廷送来的800里加急消息，皇上已经派了东域联军1万将士支援我们精卫城，现在已经在路上了。东域联军，那不是慕容浩的军队吗？他难道也要过来？皇上会派自己的儿子过来？希望带兵的将军不是慕容浩。林云熙听着知府和慕容琪的对话，不过他不敢问，这个时候不开口是最好的。朝廷有人过来就好。我们这一行人也是过来帮忙的，我们都懂一些医术，知府大人能否安排一下？世子客气了，跟下官来吧。虽然现在满城的天花，但是府衙里还是可以安排世子一行人的。几人牵着马，一直跟着知府大人往府衙走。一路上，大街上没有什么人。现在的精卫城可以说是人间炼狱，到处都是死气沉沉。林云熙从他的袖袋里拿出布制的口罩，递了2个给慕容琪。齐公子，天花是通过空气和接触传播的，这个口罩你要戴上，最好叫知府大人联系精卫城的商家多做些口罩出来，这样能避免大面积的传播。慕容琪接过口罩，看到林云熙已经戴上了，并且分发给了他的2位侍卫洛老和长风，他也配合，自己也戴上。李大人，你也戴上吧，这个能避免天花的传播。你能否联系精卫城的商家制造这样的口罩，这样百姓们能减少被天花传染。李知府看到他们都戴这个东西，他也接过来，有样学样的戴到了嘴巴上。下官这就去联系一下，不知如今还有没有商家愿意做这东西。现在百姓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下官尽量安排吧。不多时，一行人就到了府衙。李知府安排了一个院子给一行人，李云熙单独一间房，慕容琪单独一间，其他人都是合住在一起。才安顿下来，洛老就找到林云熙。丫头，多谢你们带老夫进城，老夫有事情要办，先走一步，后会有期。洛老，你这是去哪儿？林云熙还没有问完，洛老就没了身影。他也是很无奈，这高人就是高人哈，来无影去无踪的。林云熙也不再多想洛老的事儿了，还是赶紧去找慕容琪。如今他身份最高，林云熙能给他一些抗天花的建议，希望能够帮到精卫城的百姓。他找到慕容琪的房间，敲了敲门。齐公子在吗？只见慕容琪换了一身宝蓝色的锦衣出来开门。林姑娘有何事？是不是饿了？我们是来治病救人的，
怎么他搞得像旅游一样潇洒肆意？我们现在能不能去看看城里的情况？现在城门都没有封，这天花非常危险，会大规模传播，需要马上封城才可以，不然马上会传到其他州县。林云熙真的很担心这天花会大面积的传播，到时候传到京城就不好了。现在没有皇命，没有人能随便封城，我们只能救治百姓而已。林云熙此刻才发现自己的力量是如此的渺小。好吧，不封城也要赶紧去救治百姓吧。林云熙正要走，就被慕容琪拉住了手臂。哎，你要出去救人，也要先把晚膳给用了，饿着肚子如何救人啊？林云熙看他拉着自己的手臂，抖了抖他的手，示意他放开。这男人这2日很奇怪，开始对他动手动脚的。林云熙好像没有做什么让他误会的事情吧。为了避免尴尬，他镇定地说道：行吧，那就先用晚膳吧，用完晚膳我们出去看看如何？好，本世子陪你出去看看。说完，慕容琪示意长风传晚膳，不一会儿功夫，真的就有晚膳传了上来。知府现在忙得焦头烂额的，他们现在一行人过来还要招待他们。林云熙自觉好像很过意不去，他赶紧闷头用晚膳，很快就用完了。2人用完了晚膳，林云熙就提着自己的药箱，戴好口罩，大步走出了府衙。慕容琪跟在他后面，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府衙广场前的疫病区。李知府在广场上焦急地指挥着什么。疫病区是2个大帐篷，林云熙进入帐篷看了看，发现里面坐满了病人，有些人奄奄一息，有些人似乎是刚刚染上天花的，精气神还可以，大家都排着队等着每个帐篷里的一位大夫看诊。是的，一大堆人就等一位大夫，可见现在有勇气坐诊的大夫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外面还陆陆续续有人进入帐篷等候，希望能够早点拿到药。林云熙看到这一幕，他心头堵得慌，这天花不知道要夺走多少人的生命。齐公子，这样是不行的，疫病区应该要分重病区和轻症区，这样才能对症下药，这样不分开传播速度更快。慕容琪同意他的看法，点了点头，他立刻就找来了李知府。李大人，本世子和这位女医者的建议是疫病区要分重病区和轻症区，这样好对症救治。李大人是不是应该分一下，这样本世子和这位女医者就可以直接参与救治了。好，下官这就去安排。李知府说完，立马就转身和一旁的衙役们吩咐着什么。齐公子，你有没有感觉这李大人是一个好官？林云熙看李知府满脸愁容，眼圈青黑，他应该是在为一城的百姓忧心，才会如此的憔悴。慕容琪没有回答，他只是点了点头。林姑娘，你没事吧？看到这样的情况，会不会被吓到？他担心他一个女孩看到如此悲惨的一幕受不住。还好，就是看到如此多人染病，心情有些起伏。放心吧，我会调整好自己的。等一会儿我去重病区看病。我和林姑娘都在重病区吧，看看有没有机会救下病重的人。好。没一会儿功夫，李知府就全部安排好了分病区的事项，2人一起进入了重病区的帐篷。齐公子，你有什么好方法吗？本公子之前看过一本医书，上面写着用患者身上的天花病毒烧制成粉末，然后通过口鼻吹入的方式放入患者体内，这样会有效果。林云熙知道这个治疗方案，这个方案在历史上也是有的，而且会有不错的效果。但是这个方案对有些患者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有些人耐受不了天花病毒而快速死去。这方法就目前来说也算是一个好办法了。在林云熙找到真正天花的天敌牛痘之前，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他点头同意了慕容琪的医治方法，但是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齐公子，你和知府大人说，在城里去找生了牛痘病的牛，那个才是真正天花病毒的克星。牛身上的牛痘可以治疗天花？林姑娘确定吗？我确定，请相信我，那是天花的克星。林云熙的眼里充满了坚定，不知为何他信他。说完便出去找李知府了。不一会儿，慕容琪就又回来了，看到林云熙在给重病患者扎针开药，他上前看林云熙治疗。林姑娘，这又是什么方案？在找到牛痘之前，我先给他们提高免疫力，开点退热的药物给他们，还有尽量少让他们身上留下疤痕。慕容琪一直很相信林云熙的医术，他拿起林云熙写的医案还有药方开始研究起来。慕容琪自学了很多年的医术，知道林云熙开的药方是能够缓解天花病症的好药方。林姑娘，我能用你的药方一起救病治人吗？当然可以，拿去便是。不过你自己也要小心，戴好口罩，摸过病人的手一定要记得清洗。
听他关心自己，慕容琪心情美好，坐在林云熙身旁不远，开始为病人开药扎针。两人一忙就忙到了后半夜，病人是越来越多，他们都忘记了时间了。这边原本需要半夜才能到达精卫城的大军，在丫头到达的第2日晚上酉时就都到达了。慕容浩下了马，李知府赶忙就迎了上去。参见瑞王。起来吧。现在城里什么情况？回瑞王，现在城里缺医少药，大批百姓开始感染天花，情况不是很好。幸好朝廷派王爷过来了。本王带来的1万士兵可有地方安置？他们都带了帐篷，有块空地就行。回瑞王，下官已经安排好了，在衙门边上有一大块空地，可以安置1万名士兵。本王还带了20名御医，他们不住帐篷，可有地方安置？下官已经征用了一家客栈，20名御医可以住下。很好，本王要2间挨着的独立院子，可有？2间？瑞王还带了其他人？怎么，你府衙里单独的2间独立院子都没有？慕容浩蹙眉，这精卫城可是东胜国第2大城，府衙应该不会小。回王爷，有的，下官准备好了。李知府此刻已经是冒了冷汗，看了眼身旁的护卫，护卫会意，一会儿马上回去府衙安排另外1间独立院子出来。昨日是不是有一位京城来的林姑娘已经进了城？昨日进城的林姑娘，李知府想了很久，好像没有什么印象。回王爷，下官好像没有印象有一位京城来的林姑娘。和恭王世子一起来的。李知府想了想，终于想起来了，那林姑娘还给他东西来着，还叫人做口罩。他这2日很忙，倒是忘了此事了。原来那姑娘姓林呐。下官想起来了，是有一位姑娘跟着恭王世子进城的，他们现在在重病区为重病患者诊治。她是京城来的神医，你们没有怠慢她吧？神医？那林姑娘到底是何方神圣？和恭王世子一起进城，现在瑞王还说她是神医，还好我没有得罪那姑娘，不然真不好交代。回殿下，她是和恭王世子进城的，下官怎敢怠慢她？下官已经安置她和恭王世子住一个独立院子，昨夜晚膳也安排好给他们了。她和恭王世子住一个院子？回王爷，现在府衙独立院子不多，下官就安排他们住下了。不过他们来到精卫城，一直都在重病区救治病人，都没回院子里住过。他们2人在哪儿？带本王去见他们。其他人把士兵安置好了。是，瑞王这边请，他们就在府衙前广场上的疫病区。很快，慕容浩在李知府的带领下来到了府衙门前的大广场。慕容浩和李知府纷纷下马。瑞王，恭王世子和林姑娘就在这帐篷里给百姓们看诊。你先下去忙吧，本王自己进去。瑞王，您千金之躯还是不要进去吧，你还要统领士兵守护我们精卫城。眼前人是皇子，李知府自然是不敢怠慢，万一他进去染上了天花，他要如何向皇上交代啊？李知府，你先退下。这是命令，李知府无奈，他也没办法，只能是退下，先去忙其他的事情了。慕容浩走进了重症帐篷，他终于见到他心心念念的女人了。帐篷里乌烟瘴气，里面东倒西歪的躺着许多病患，个个脸上都开始冒着脓包，看上去令人震惊。但他的丫头并不嫌弃这些病人，一直为他们扎针开药。他一直看着林云熙，突然他发现丫头坐在凳子上开始摇晃，最后就直接趴在了桌子上。一旁的慕容琪看到，上前去推了推林云熙，见他没有反应，慕容琪把他打横抱起，急冲冲的就往帐篷门跑过来。丫头怎么了？他大步上前，把林云熙从慕容琪的手上夺了过来。皇兄，你来了。慕容浩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天一，找李知府过来，还要找御医过来。是。李知府并没有走远，天一很快就将他请了过来。瑞王，林姑娘怎么了？你给本王的院子在哪儿？现在带本王去，快！瑞王这边请。慕容浩抱着林云熙，急冲冲的就跟着李知府往府衙赶。丫头，你不要有事，本王来了，你不要有事。很快，一行人就到了府衙慕容浩要入住的院子。除了御医，其他人不得入内。八皇兄，现在御医还来，让臣弟先给林姑娘看看吧。御医来了，臣弟再走。慕容浩想了片刻，御医从客栈过来，应该还要一会儿，先让慕容琪给林云熙看看也好。恭王世子进来吧，其他人就先回。慕容浩直接把林云熙放在了自己的床榻上，慕容琪跟在慕容浩后面，看着他焦急的步伐和轻柔的动作，似乎想着什么。你赶紧给林姑娘看看。说完，慕容浩从自己腰间拿出一方帕子，盖在林云熙的手腕处。这是怕我摸到林姑娘的手？慕容琪也不介意，赶紧为林云熙把脉。把了脉之后，慕容琪起身，缓缓地说道：皇兄，林姑娘昨日到现在低迷未尽，
应该是饿和累晕过去了，让他好好歇息就会没事的。低米未进，他是来救人的，你们竟然让他低米未进！这丫头又不吃饭救人，她为何如此不爱惜自己的身子？皇兄，你也看到了，现在病人如此之多，我们所有人都是低米未进。林姑娘应该也是救人心切，她这2日气血不佳，我开个方子给她吧。皇兄一会儿也可以让御医们给她看看。好。慕容浩看了眼身旁的天一，天一马上就送来了纸笔，交给了慕容琦。慕容琦写好了方子，交给了慕容浩。他好奇地说道：皇兄为何如此关心林姑娘？救过本王，医术了得，本王不希望她有事。原来如此啊，林姑娘确实救过不少人，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她是个好大夫。看着躺在榻上的人儿，慕容浩的眼神慢慢的变得温柔下来。他其实很担心林云熙会不会被传染天花，他最终还是问出了口：她会不会得了天花？臣弟诊断不出来，天花感染会出疱疹，还会发热，只有这些症状出现才会确定，现在是无法诊断出来的。皇兄可以问问太医，或许太医们有办法提前诊断出来。皇帝也1日低米未进了，你回去好好歇息，重症区本王会派人过去守着，你就先退下吧。臣弟想等林姑娘醒来再走。不用了，一会儿本王还会叫太医过来，你先退下吧。慕容琦了解这皇兄的性子，听得出来他是在赶人，也就只好退下了。丫头，你不要有事，本王在你身边，你不要有事。天花，慕容浩见过。慕容浩常年驻守边关，天花是各国为打击对方军队实力使用的一种病菌武器。天花的可怕，他只晓得一清二楚。慕容浩现在只希望他的丫头不会染上天花，那病太可怕了，让人生不如死。不多时，2名御医就到了慕容浩的住处。御医给林云熙诊断之后，得出了和慕容琦一样的结果。回瑞王，这位姑娘晕倒是劳累所致，再加上她应该有近2日低迷未进，所以才导致昏迷不醒。让她好好休息便好，可以让这位姑娘喝点糖水，外加调养她的气血方子，就能很快好起来。这位姑娘之前在重症区看过诊，她会不会感染了天花？回瑞王，天花目前老夫是诊不出来的，除非她已有天花的病症，才能确定，恕老夫无能。还是和慕容琦诊断的结果一样。慕容浩无奈，让御医们看了看慕容琦给他的方子。你们看看这个方子，可是补气血的方子。2位御医仔细的看过方子，这确实是很好的补气血的方子。他恭敬回复：回瑞王，这是很好的补气血的方子，这位姑娘用一段时日会好起来的。行，你们都退下吧。是，老臣告退。慕容浩把方子交给了天一，然后他又叫来天2和天3。你们去让府衙厨房准备晚膳，还有弄1碗红糖姜汤过来。是。屋内安静了下来。慕容浩看林云熙还穿着外衣睡，定是不舒服的。他为林云熙脱去了外衣，让林云熙睡得舒服些。慕容浩一直坐在床边的凳子上，一直握着林云熙的手，眼里带着担忧地看着他。丫头，你什么时候才会好好照顾自己？你知道你这样跑出来，本王多担心你吗？这丫头总是太任性，总是有她自己的想法。他慕容浩有时候也很难驾驭他。他骂不得，气不得，真不知要如何才能让他听话一些。很快，天一就把1碗药端了进来。看药来了，慕容浩坐上床，把林云熙缓缓地扶起来，抱坐在自己的怀里。你下去吧，本王来就可以。是。天一退下，慕容浩用勺子轻轻地舀了一勺汤药，用嘴试了一下温度，刚刚好，然后就小心翼翼地喂到了林云熙的嘴里。好苦，不要吃。话说完，林云熙缓缓地睁开眼睛，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又看了看眼前的人，是慕容浩，是他的慕容浩。慕容浩，你怎么来了？我给你写的情书你没有收到吗？不是叫你不要来找我吗？本王要是不来，你又不知要怎样折腾自己的。看，你又饿晕了。慕容浩，这里可是有天花呀，你得过天花吗？这男人真傻，这里那么危险，他来这干嘛？没有得过。慕容浩，你听话，你赶紧离开禁卫城，你很容易会被传染的。本王是带兵过来的，皇命在身，不能离开。你父皇怎么会派你过来？这可是天花疫区，他就不怕他的儿子没了？无语了，当今圣上还真舍得让自己的亲儿子到疫区来，是不看重这皇子吗？本王是自己申请过来的，你在这里，我怎能不来？慕容浩，你是不是疯了？天花很可怕的。知道可怕，丫头不还是来了？丫头不会得天花才来的呀。
丫头小时候得过天花，你身上没有留疤呢。我有不会得天花的体质，现在就算是吃天花病毒都不会发病。王爷你就不一样了。林云熙担心地看着他，看来自己又闯祸了。他把慕容浩带到了危险的境地。算了，既然王爷都来了，我尽量不让王爷有事。王爷，你听我说可以吗？丫头说，本王听。丫头在我自己家乡的时候，有过疫区的救援经验，只要王爷按我说的做，一定能够减少百姓间的大面积传播。父皇封本王为镇军大将军，这里的一切都听本王的。丫头，你说说看，要如何做？好，首先呢，天花是通过空气和接触传播的，禁卫城目前还可以自由进出城门，这一点就很危险。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禁卫城封闭，就是不能让禁卫城的百姓到处走动，这样其他城市才不会被波及。其次，如今天花病死的人都是各家自己安葬，这样很容易造成大面积的传播。这些人应该统一火化，而不是土葬。这里的礼教我虽然不太懂，但是王爷可以让各家的统一火化处认领尸首也是可以的。再次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暴露在空气中，一定要戴上口罩，就是我的这个东西。我之前告诉李知府叫当地的商人做这口罩，但是他应该很忙，没有空做这些细小知识。王爷可以看看禁卫城里还有没有商人能做，实在没有商人能做，找其他城市的商人做也可以。这个口罩可以避免天花很大面积的传播，还有天花传播过的城市后期需要有大量的消毒剂和烈酒消毒城市，这个也需要商贾们生产或者朝廷的发放。最后，各家如果发现天花患者，立马要求统一到疫病区救治，不能在自家救治，这样可以减少传播。还有最重要的事情，王爷一定让人去找中了牛痘的牛，牛身上的牛痘是天花的天敌，牛痘能消灭天花。王爷，这一点一定要尽快做，找到牛痘马上通知我，这样能救下大量的百姓。慕容浩认真地听着他的建议，他立马叫来天一，复述林云熙刚才的所有吩咐，让天一去办。天一退下后，林云熙松了一口气，他好奇地看向桌上的药。王爷，这是什么？这是给你补气血的汤药，喝了它。慕容浩这才想起来要喂他喝药，他拿起汤勺继续要喂他。什么？补气血？王爷，你是不是搞错了？我才20岁，是气血最好的时候，为何要补？你这段时日太累了，又不按时用膳，气血有些空亏。这是哪位大夫开的药？慕容琦开的。他就是一个庸医，气血空亏，是不是搞错了？这丫头为何如此抵触喝药？难道她怕苦？这个方子太医们都看过，说很适合你喝。丫头总不能说太医是庸医吧？林云熙再次瞟了眼药，刚刚他醒来就喝了一口，那苦味能够让人记住一辈子。王爷，能不能不喝？我是大夫，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不行，所有太医都说了你要喝了这药才行。今晚本王就要看你喝下去。王爷，能不能不喝？这药很苦的。那本王喂你，喝完有糖水喝。还是不想喝，不喜欢喝苦的药。你喝不喝？不喝本王可要喂你了。林云熙不解，慕容浩说喂他就喝了，他可不好骗。慕容浩拿起碗，自己喝了一小口之后，然后就放下了碗，大手挽住他美丽的面庞，性感的薄唇直接就封住了他的唇。林云熙缓过神儿，吞下一口苦汤药，眨巴着水汪汪的眸子看着眼前这温柔的男人。慕容浩，有这样喂药的吗？我自己喝吧，我可不想记住这么苦的吻，结尾应该是甜的。谁跟你接吻了？本王在喂药。林云熙白了他一眼，拿起桌上的碗，捏着鼻子一口气就喝了下去，那个味道苦得他眼泪都要流下来了。丫头，这是红糖水，喝一些解解口中的苦涩。林云熙听到是糖水，赶紧就端过来，一口气全都灌了下去，口中的苦涩终于是消失了，舒服了许多。王爷，晚膳备好了，现在拿进来吗？进来吧。天二天三低着头端上来不少饭菜，放在桌上后就退下了。林云熙看着桌上的饭菜，他刚刚才喝了2大碗汤水，这会儿感觉肚子里全都是水，他还真是吃不下这些美味的菜肴了。王爷，你用膳吧，我还饱着呢，就先不用了。你给本王好好用膳，你都2日未用膳了，还想饿晕啊？这么凶，人家就是不想吃，凶什么凶？这丫头真是打不得气不得还说不得。他放低了声音，我什么时候凶你了？我不就是让你好好用膳吗？还生气了？你都饿晕了，能不能听话啊？就吃点就好，要不我喂你。王爷，我还是自己来吧，你喂我有些害怕。
他可不想慕容浩再嘴对嘴为自己用膳。本王不是喂过丫头吃饭吗？你怕什么？王爷说的喂丫头是怎么喂啊？这话一出，慕容浩秒懂，他嘴角微勾，坏笑连连。哦，要不要本王试试你想到的那种喂法？看慕容浩不怀好意的模样，林云熙终于明白自己好像是误会了什么。他不答他，老老实实低头认真吃饭，不再看他。慕容浩看他认真吃饭，放下心来。两人用完了晚膳，林云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这间屋子不是之前李知府安排给他的。王爷，这住处是你的，这不是李知府给我安排的住处吧？今晚就住本王这儿。这怎么可以？这可是府衙，那么多人看到不好。他们说过先不要公开恋情，如果他今儿晚上住在了慕容浩的院子里，那岂不是向众人官宣了吗？他可不要。那就住你自己的院子。我自己的院子？李知府之前安排我和慕容琪一个院子，他说没有多余的院子了。林云熙，你赶回慕容琪的院子试试。完了，他又唤我全名了，准没好事。王爷，要不你说清楚些，我的院子在哪里？我到底该住在哪儿？我叫李知府安排了另外一个独立院子给你，就在本王院子隔壁。林云熙松了一口气，这男人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说话说一半，让人猜不透。林云熙透过窗格望向了外面的天色。王爷，天色已晚，那我就先过去了。本王好不容易见你，你就这么走了？外边的病人还很多，我想今晚好好歇息，明日继续看诊去。这话一出，慕容浩不敢再说什么。林云熙一心为百姓着想，不想难为他，让他走吧，只要他无事就好。那让天二天三送你过去吧，记得要泡个热水澡再睡。林云熙有点失落，他不送自己过去吗？只是叫天二和天三送他过去啊。虽然他今日确实有些累，但是他还是想慕容浩抱抱自己才睡的。他看慕容浩没有送他的意思，林云熙转头离开了他的卧房。热水刚刚已经准备好了，他让天二天三退下去之后，自己就进了浴房。温热的热水包裹着自己，睡意慢慢袭来。林云熙简单的披了里衣和中衣后，走出了浴房。他刚出浴房，突然一只大手就拉住了他，一个旋转将他打横抱了起来。王爷，你怎么过来的？本王会轻功，丫头忘了，我也沐浴了，一起睡吧。我们这样会不会被人发现？如今两个院子被暗卫围得跟铁桶似的，不会有人知晓。再说了，发现也无妨。他不明白林云熙为何不让他俩公开恋情，是害怕他的父皇和母妃吗？这样也好，丫头想王爷了。慕容浩一直含情脉脉地看着娇柔的女人，把她送上床榻。多日未见，两人终于可以深情相拥了。第二日一早，慕容浩很早就醒了过来，看着身旁睡得正香的人儿，他不想吵醒他，轻轻起身。可是这一动，林云熙还是醒了。王爷，记得带上丫头给你的口罩，我这儿还很多，脏了记得换。还有，用膳前要先洗手。还有啊，你要记住了。林云熙一堆的叮嘱，慕容浩听得心里像暖阳照耀一般温暖。哎，丫头，一大清早那么啰嗦，你一下子说那么多，本王可记不住。王爷，丫头不想你感染天花，记住丫头说的话可好？都记下了。今日本王要去看看他们昨晚实施的事情怎么样了。丫头放心，今日你要记得好好用膳，本王叫天二他们盯着你。好，认真用膳，不能饿晕了。丫头知道。还有啊，晚上要回来睡觉，不能通宵救人。我等你。慕容浩亲吻他的额头，叮嘱着。他突然发觉，好像自己比他的话还要多。好，都依王爷的。林云熙也在他脸庞上轻轻一吻。本王要走了，丫头，不要被感染了，好吗？知道，我都说了我不会被天花感染的。王爷放心，快走吧，记得先用早膳再出去干活。好啊，听丫头的。送走了慕容浩，林云熙也赶紧收拾好自己，他要抓紧时间去看看重病区的情况。刚穿戴好，李知府的下人就送来了早膳。林云熙听话，认真的用完了早膳之后，便和天二天三出门了。才出门，就看到慕容琪在大门等他。看他出来，慕容琪上去和他打招呼：“林姑娘早，你的身体好些了吗？”“世子早，昨晚休息了一夜，还喝了你开的药，已经大好了，还要多谢世子的药方。”“姑娘气血有些亏空，那药最好多喝几服才好。”“我已经大好了，不需要喝了。要不我们先去救人吧，我真没大碍了。”“好，一起走吧。”一路上俩人没话，慕容琪找了个话题：“林姑娘是怎么认识八殿下的？”“我救过八殿下，就认识了。”“八殿下好像很紧张林姑娘，
我是他的救命恩人，他紧张救命恩人不正常吗？是这个理。林云熙只觉得慕容琦有些八卦，也就没有再理会他。两人走了一会儿路，就来到了疫病区，看到又有很多人排队，他们赶忙进入了重病区的帐篷。这边慕容浩赶往城门，看到城门已经封闭后，就叫来天一，听天一汇报昨夜的情况。回王爷，昨夜子时之前，全城全部通知下去了，凡是要进城的只进不出，老百姓们都回家躲避天花了。各营的士兵都在城中巡逻城门和官道，发现外出的全部抓回来教育。还有口罩和消毒剂，目前金卫城商家都不敢开工。现在口罩和消毒剂的生产已经发送给周边的2个市和1个县大量制作。还有各家有天花病死的人，今日中午全部在金卫城的支山统一焚烧，各家可以在焚烧后自家认领自家人的尸骨。焚烧期间，我们会调派1000名士兵把守，避免骚乱。现在在疫病区，士兵们又搭建了2个大帐篷，收治感染天花的病人。现在全城通知，家里有人染病，必须到疫病区就诊，不能在家中自行处理。每日会有士兵挨家挨户去检查百姓们家里的情况。再就是找牛痘的消息，现在目前没有找到感染牛痘的牛，属下会再派人尽快寻找。慕容浩听了天一的回答，满意的点了点头。天一，这些你做的都很好，记住，一定要找到中了牛痘的牛。丫头说只要能找到就能克制天花，这个事情要尽快做。是，属下现在马上安排。时间很快就到了晌午，慕容浩在城墙上一直安排着各种事项。他看了看天，又看了看林云熙送给他的手表，原来时间很快就到午时了。他叫来了身边的天四。天四，你去疫病区看看林姑娘有没有用膳，如果没有，找李知府安排。是。天四很快就来到了疫病区，他打开重病区的门帘，看到林云熙还在认真的看病，没有人送膳食过来。他跑到府衙看了一圈，看到李知府刚刚和手下们讨论完事儿，正要出衙门。天四走上去，拿出自己的腰牌，躬身行礼。见过李知府，我是八殿下身旁的人，八殿下有令，让李知府安排林姑娘的膳食，她可是上京城过来的神医，不能怠慢。李知府这才缓过神来，他想到昨儿晚上八殿下和恭王世子都那么紧张这林姑娘，看来这姑娘来头不小啊。哎，好，下官明白，这就去安排林姑娘的膳食。说完，天四行礼后就消失不见了。李知府赶忙找来了身旁的副手，你赶快去安排疫病区里恭王世子和林姑娘的膳食，这2人都是我们得罪不起的人，记得安排好了。遵命。有人安排果然不一样，不一会儿功夫，就有人来到了疫病区，恭恭敬敬地找到了慕容琦和林云熙。恭王世子和林姑娘，你们辛苦了。李知府已经安排好了2人的午膳，请2位到府衙去用午膳。林云熙吃惊地看着来人，昨儿一日都没有人给他们送饭吃，今天怎么就不一样了呢？他想了想，肯定是他的慕容浩安排的，有他在，他必定不会让他饿着。林云熙开心，写完了最后一张议案，拍拍手就站了起来。喂，有饭吃，世子要不要一起走？当然要用膳，不能像昨夜有人饿晕了。走啦，我饿晕还不是为了救人，赶紧去吃吧，吃完了回来再继续救人。当他们看到膳厅的桌子上摆满了一桌好菜时，他们都惊呆了，这可不是简单的午膳，差点就像是满汉全席了。这位大哥，这些菜是不是太多了？我们2人也吃不完啊，下次不要做那么多菜了，太浪费了。林姑娘，这是上头的安排，小的只是听命行事，你们俩慢慢用，小的就先下去了啊。好吧，人家知府的好意好像也不好拒绝，这也太幸福了吧，那么多好吃的。林云熙看着这满桌子好菜，他也不客气了，这可是慕容浩给他的福利，他定是不会辜负了慕容浩。林云熙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慕容琦在一旁看着他的吃相，忍不住笑着说道：林姑娘，你昨日是不是饿狠了？你这吃相……不用你管，世子你管好自己吧，赶快吃完赶快去救治病人，哪里来的那么多话？慕容琦一边吃一边看着林云熙的吃相，他是越来越喜欢这女人的吃相了，看到她吃东西，自己也能跟着多吃一碗饭。2人愉快地用完午膳，赶忙就回到了重病区。城墙上，慕容浩也刚刚用完了午膳。天四来报：回王爷，李知府已经安排了林姑娘和恭王世子的午膳，今日林姑娘用了2大碗饭。听到他的丫头用了2大碗饭，慕容浩唇角勾了勾，他的丫头还是很听他的话的。他高兴，刚想着天一求见。回王爷，我们在一家百姓牛栏里发现了2头中了牛痘的牛。找到了，有没有付银钱给百姓？有，付了高出市场2成的价格买下的。好，你们守好了，本王亲自去找他。
慕容浩马上就飞奔下了城楼，打马来到了疫病区。他大步走向他，低下头，在凌云熙的耳边轻声道：“丫头，你要找的种牛痘的牛已经找到了，和本王去看看吧。”凌云熙没想到慕容浩的效率这么高，他大喜：“世子，重病区你看着，八殿下找到了得牛痘的牛，我过去看看。”慕容琦刚刚一直在认真为病人看病，他这时才抬头看到慕容浩进来了。林姑娘去吧，本世子在这里守着。凌云熙大步跑出了帐篷，慕容浩跟在他身后。凌云熙正要跑，慕容浩直接就拉住了他：“和本王打马过去，那边有段距离。”王爷，这样会不会不好，让人看到了？我们在为百姓办事，丫头怕什么？有本王在，不怕这些流言蜚语。说完，慕容浩一把就把他抱入了怀里，俩人共乘一骑来到城门。凌云熙看到天一守着2头牛，他赶紧跑了过去，看了看2头牛的腹部和牛乳的位置，确实是长了不少牛痘。王爷，禁卫城的百姓有救了，这2头牛身上的痘就是我要找的牛痘。不过现在感染的人太多，王爷能不能再找一些感染牛痘的牛？慕容浩看了看天一，天一回答：“回林姑娘，我们几乎找了全城的牛，只能找到这2头有这种痘的。王爷，那能不能找些小牛来，让小牛感染这样的牛痘？”丫头，可以，我们可以向百姓购买。凌云熙觉得这样还是太慢了。王爷，这样你先买20头小牛回来，我要让小牛感染上这样的牛痘，然后我再想办法，然后给我准备一间独立的光线充足的屋子，现在马上研究这牛痘。好，本王马上配合丫头。慕容浩找人安排了一间城楼上的屋子，那屋子是士兵守城时用的，里面光线充足，整个屋子都是非常的亮堂。凌云熙取了2头牛身上不少的牛痘脓液，来到了屋子里。他叫慕容浩出去等着，他一个现代人对天花已经免疫了，他不想让慕容浩被感染上。凌云熙开始戴上了口罩和医用手套，然后就开始研究分析这牛痘了。牛痘的浓度和稀释用的液体，这些都是需要大量的实验。凌云熙努力从他的记忆里回想起疫苗试剂的配比。凌云熙闭上双眼，用他最强大脑回忆着他之前学过的课程，还有他做过的实验。凌云熙想着想着，突然就从他的记忆深处找到了他看过的一本书，书上写着有一种草药，里面含有大量汁液，这种汁液能够稀释牛痘，而且还能被人体顺利吸收。这种草药叫做血犀草。血犀草常年生长在高海拔的雪山上，只要几颗血犀草就能够稀释掉大量的病毒，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牛痘。凌云熙跳了起来，他连忙跑出了他的小实验室。慕容浩一直在外面等着他，看到他开心的出来，慕容浩上前问道：“丫头，是不是有什么发现？”王爷，你们这里有没有一种叫血犀草的草药，是牛痘很好的药引？慕容浩对这些并不了解，他叫来天四。天四，去找几位德高望重的御医过来，本王有话要问他们。天四领命，去到了御医们常驻的客栈。没一会儿功夫，天四带来了6位他所知的德高望重的御医。见过八殿下。起来吧，今找你们过来，是林姑娘有话要问你们。慕容浩看了看凌云熙，提示他问话。各位御医，你们知不知道有一种草药叫血犀草的？血犀草，老夫没有听闻过。老夫也没有听闻过，这是何种草药啊？专治什么病症？老夫在太医院多年，见过的草药也很多了，就是没有听过这样的草药。最后，荣太医想了想，老夫似乎听闻过这样的草药。当年老夫还年轻时，和我堂兄就是现在4大世家荣家主，在金卫城的灵山上游玩。当时还有一位医者一起前行，我们在上面看到过一种草药。那位老医者说，那草叫血犀草。不过灵山是雪山，海拔很高，现在上去也是冰雪覆盖，要找到这草确实有些难度。凌云熙大喜，只要有线索就行，他就不怕找不到。他科技库里不是还有一大堆高科技的仪器吗？凌云熙看了看慕容浩，慕容浩吩咐御医们下去之后，他问凌云熙：“丫头，这血犀草一定要得到吗？”王爷，现在金卫城的百姓很多人都感染了天花，光是几头牛的牛痘是无法救治那么多人的，只有血犀草才能稀释牛痘病毒，才能研制出更多的天花疫苗。所以，我和天二和天三走一趟灵山吧。慕容浩看了看凌云熙，他一直都相信他的医术。凌云熙说是要去寻找血犀草，那应该是有用的。本王和你去吧，你自己去，本王不放心。王爷，
你不用负责你手下的士兵吗？现在城里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就等你说的牛斗了。本王现在也没什么事，你要去灵山，本王陪你去。林云熙当然希望他陪着他去了。慕容浩说无事，那就让他陪着好了。让慕容浩在城里，他担心慕容浩被感染天花，于是高兴地笑起来。好，那王爷就陪丫头走一趟灵山。刚刚荣御医说上面常年积雪，本王先让人准备2套冬衣。丫头也要准备一些东西。两人说好之后，就开始准备东西了。这一次，慕容浩没有带天一，天一要在城中执行慕容浩的各项命令，两人只带着天二和天三。慕容浩上前拉着林云熙的手，来到了自己的骏马面前。王爷，我们要共乘一骑。对，不需要那么多马，山路不好走。说完，他抱住林云熙，一个飞身就上了马，一行4人向着灵山奔去。他们到达灵山脚下时，已经黄昏了。再过1个时辰，天就会暗下来。几人一直骑马往山上赶，林云熙一直在马背上观察周围的植物。他的记忆力惊人，他能够记住雪溪草的样子。他希望能在天黑前就找到，可惜几人一路往上，到了半山腰都没有找到雪溪草的影子。到了半山腰，由于海拔越来越高了，上面的温度也越来越低了，而且山上的路越来越崎岖，马此刻已经无法再往上走了。几人只能下马继续走路前行。慕容浩打开他拿来的大包袱，为林云熙披上了厚厚的雪狐毛领外披，并仔细地为他系好带子。山上冷，别着凉了。林云熙看着眼前的男人，他真的很会疼人呐，就这动作他又被感动到了。王爷也穿上吧，入夜了，山里确实很冷。慕容浩也披上了自己的厚外披。往山上走吧，争取在天黑之前找个落脚点。好。后面两人一直跟着慕容浩他们一直往山上走。王爷，这雪山好美啊！丫头喜欢？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靠近雪山，感觉很美。雪山很美，但是也很危险，我们要尽快找到落脚的地方才行。慕容浩常年在边塞守城，他是经常看到过并且走过雪山的，他知道雪山是很危险的地方。几个人继续前行，脚下的植物越来越少了，这温度也是越来越低了。没走多久，慕容浩耳力好，就听到远处似乎传来什么声音。他抬头往远处望去，发现山顶上有一个很大的冰块开始爆裂，慢慢的那大冰块往下落，正朝着他们几人的这个方向袭来。慕容浩大惊，不好，是雪崩，快赶紧找地方躲避。慕容浩，你怎么了？慕容浩此时已经晕了过去，没有回应他的话，他焦急地看向天二。天二，王爷这是怎么了？你刚刚说的内力内伤，这是怎么回事？回主子，王爷为了救我们，他运用了他的最大内力，内力如果瞬时达到最大时，容易伤及内腑，造成内部器官损伤。王爷刚刚吐了血，应该是受了内伤所致。是慕容浩不要命了。山上寒风袭来，林云熙打了一个寒战，他吩咐天二和天三，你们赶紧在附近找干柴过来生火，我怕王爷冷了。是。两人赶忙出发，在山洞边找干柴。林云熙先是为慕容浩把脉，看看他脉象是否正常，诊了右手又诊左手，还好他的脉象还算是平稳。林云熙拿出他科技库里的应急小型 CT 机，扫描了一下慕容浩的胸腔，看看他的内脏哪里出了问题。扫描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还好没有多大问题，就是内脏受到内力撞击，导致内部出血，不会有生命危险。林云熙松了一口气，看着昏迷不醒的他，林云熙的眼泪还是不自觉地在眼里打着转。慕容浩是多么坚强的男人，就算是上次在青山寨被暗杀的时候，他都没有晕倒，现在为了救他，慕容浩竟是自己伤了自己。慕容浩是他在这古代唯一的爱人，他真的不想他有事。他正这么想着，天二和天三捡了不少的干树枝回来了，他们就在慕容浩不远处点燃了火堆。你们把这水烧开，我要给王爷喂药。他们照办，支起小锅开始烧水。水烧开之后，天三给他打来了一杯热水，递给他之后，只见林云熙又从袖袋里拿出2片绿色的药丸，喂到了慕容浩的嘴里。慕容浩此时感受到有人在喂他喝水，还感受到他似乎靠在一个温暖的怀里，这怀里没有多少力气支撑他，在摇摇欲坠。慕容浩缓缓地睁开眼睛，努力坐了起来。丫头，你给本王喂药了。
王爷，你醒了。丫头给你喂药了，那药是能止住你内脏出血的。王爷，要不要再休息一会儿？丫头为你做点吃的。慕容浩看到林云熙眼眸里的泪花，知道这丫头是担心自己。不用，本王没事，就是一点内伤而已。王爷，你不要说话，好好歇着。丫头不哭啊，这是小伤。你都吐血了还是小伤？刚刚吃的药也没那么快有效果，这要怎么办？说到药，慕容浩突然就想起了他母妃给他的金旋丸。丫头，这是本王的母妃给我的金旋丸，她说是很好的救命良药，你看看，本王能用吗？我看看。没多久，药品分析仪分析完毕，分析结果在林云熙的耳边响了起来，里面的成分非常的金贵，都是上等的救命药材。王爷，这药你可以用，对内伤很好的。那就给本王服下吧，应该很快就能好了。林云熙吩咐天三再倒一杯水过来，他扶着慕容浩，把药丸喂进了他的嘴里。现在本王服下了药，丫头不要担心了。王爷饿了吧？丫头去给你做饭。本王没什么胃口，这情况也不好做吃的，本王不吃了。林云熙知道他体恤自己，还是起身来到火堆前。你们给王爷熬粥吧，王爷现在受伤了，我们就简单吃点吧。是。两人领命，就开始熬粥了。林云熙又拿出科技库里的2个全自动速开露营帐篷，他直接就扔在了地上，2个帐篷瞬间就支棱起来了。他来到慕容浩的身旁，王爷，很快就可以喝粥了。晚上呢，我们有睡的地方了，王爷就好好歇息。慕容浩一直微笑地看着他，有他真好。只要和林云熙出门，林云熙都能安排好他的生活起居，让他没有后顾之忧。他看了看林云熙，握住了他的手，突然发现他的袖子是湿的。他有些好奇，翻开了林云熙的大袖子，发现他纤细的手腕还在流血。丫头，你的手腕在流血，你不知道吗？刚刚担心王爷忘了，没事，我处理一下就好。身上有没有止血的药？拿出来。有，王爷不要那么凶嘛，就一点点小伤而已。本王不发现你都不会痛的吗？好，丫头现在就拿药。林云熙从袖袋里拿出碘伏还有棉球、止血药和纱布。慕容浩拿起棉球，为林云熙用碘伏消毒之后，再涂上了止血药粉，而后用纱布慢慢的为他包扎。慕容浩的动作很娴熟，像是做过很多次这样的外伤处理。王爷，你处理外伤很娴熟吗？经常给人处理外伤？这死女人什么时候了还怀疑我？你为荣副将做了4个时辰的手术，本王都在你身旁，本王又不傻，这点事情都学不会啊。哦，好吧，那是丫头想错了。丫头想做什么了？说来听听。我才不要说呢，说我吃了空气的干醋，那多丢人啊。没什么。天三，粥熬好了吗？慕容浩看着他的样子就想笑，这丫头一天天都在想什么奇奇怪怪的事儿啊，看着就觉得她可爱。主子，粥熬好了，可是没有碗筷啊。林云熙好像忘记了这事儿，又从袖袋里拿出来4副碗筷递给了天三。天三已经习惯了他的这些动作了，也不问，直接就给每个人都打上了粥。林云熙又拿出来几个盘子，把他做的一些猪肉干还有一些咸菜倒在了盘子上。今晚呢，大家就先吃这些吧，明儿有条件了，我再给大家做好吃的。主子，你这猪肉条我可是馋了好久了，上次你给我和天儿吃过，我一直馋它的味道，想不到今晚有口福能吃上。喜欢那就多吃点，我这还有很多包呢。慕容浩好奇，他是没有吃过这猪肉条的，他夹了一些放入了嘴里。这猪肉条味道很好，肉质软糯，不知是用了什么香料，入口是一股酱香萦绕在舌尖，配今日的白粥当真是合适的很。慕容浩很快吃完了2碗白粥，他忽然感觉周身寒冷。丫头，本王感觉很冷，先进帐篷休息了。看着他难受，林云熙也放下了碗筷，示意天三为他收拾好之后，他扶着慕容浩进入了他们的帐篷。此时慕容浩手脚冰凉，林云熙知道应该是他刚刚吃的药效发挥作用了，他让慕容浩睡入后睡袋中，他也一起进去。他握着慕容浩的手，为他搓手取暖。此时慕容浩全身发冷，他喃喃道：丫头，本王冷。慕容浩一把抱住了睡袋里的他，不愿意放开，抱着他就很暖和。林云熙叮嘱外面的天儿道：天儿，把火堆点大一些，我也冷。是。
天儿在火堆里添了不少柴。此刻帐篷内，林云熙抱着慕容浩，慕容浩的周身都在发抖。他为慕容浩搓着手，又搓了搓他的后背，为他摩擦生热。慕容浩中了内伤，按理说那金旋丸他也看过，是能够治他内伤的良药，这怎么就突然发冷了呢？慕容浩一直紧紧地抱着林云熙，慢慢的，他感受到一股暖流划过周身，突然就感觉不冷了。刚刚还发抖的身体已经停止了抖动。他缓过神儿，摸了摸林云熙的小手，发现林云熙的手冷得像冰块一般，应该是刚刚他把自己的冷传给了林云熙。丫头，是不是很冷？不冷，一会儿就好了。我也好好休息，不用管丫头。慕容浩身上有内伤，确实累了。他闭了双眼，正想睡去，突然就感觉身上有一股很强的暖流从脚底划过周身，他开始发热，全身躁动不安。丫头，本王现在很热，很难受。林云熙摸了摸他的额头，发现刚刚还全身冰冷的他，现在全身滚烫起来。林云熙有些无奈了，这金旋丹到底是什么药啊？成分他都看过了，都是好药材，怎么慕容浩吃下去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他要疯掉了。他为他褪去了外衣和中衣，只剩下慕容浩的里衣。慕容浩感受到了丝丝凉意，他碰到了林云熙的手，林云熙的手好冰凉，他很喜欢这份凉意。此刻他发疯似的寻找凉快的东西，他似乎失去了意识，他感受到身旁的他冰冰凉凉的，他一个翻身压在了林云熙的身上。丫头，本王热，难受。王爷，丫头在，你想做什么，丫头都配合你。此时天二和天三都打理好了他们该做的事儿，外面很冷，他们都钻进了主子给他们准备的帐篷里，还进入了各自的睡袋。他们的帐篷离林云熙他们的帐篷只有1丈远，他们的耳力极佳，他们现在能清楚地听到主子们的对话。天儿，老王爷吃了那金旋丹，好像没什么意识了，今晚会不会要了主子？王爷把我们主子放在心尖上，他们那么久了，王爷都能忍，今晚应该是不会要主子的。今晚不一样，王爷吃了那药，现在应该没什么意识了。主子那么心疼王爷，应该会发生些什么吧？要不我们打赌？赌什么？赌一餐丰莱克客栈的饭菜，如何？可以，我赌王爷今夜不会要主子。王爷都这样了，怎么可能不要？是我就要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在旁，还吃了什么金旋丹，理智都丧失了，是我就要。王爷是什么人？王爷的意志力岂是你我能比的？我赌王爷今夜会要了主子。哼，那我们拭目以待吧。那边帐篷里，慕容浩已经是热得大汗淋漓，身上的里衣都被打湿了。他的大手不自觉地拉开林云熙身上的腰带，然后再拉开他的中衣衣带，再然后就是里衣的衣带。他趴在林云熙的身上，感受林云熙周身的冰凉感，闻到他独有的体香。慕容浩满脑子都是他的丫头，她好凉，她好软，她好好闻。他已经有了反应，他吻住了林云熙的唇，他的吻很强烈，林云熙能够感受到他对他的依恋，他迎了上去。今晚林云熙知道他病了，今晚如果他一定会。慕容浩此刻像是一头猛狮，贪婪地贴合着他的全身。丫头，本王好热，好难受。王爷，丫头在，不怕。不能。林云熙知道他说的不能是指什么，他心疼他，不知眼前的男人从小到底受到了什么礼节教育，都已经这样了，还想着护着他的什么清白。他也不知道如何做才能够让他舒服，他知道他的身体让慕容浩能凉快一些，他只能是抱着慕容浩，任慕容浩在自己的身上随意的游走。慕容浩也快要疯了，如果现在能他或许会好受很多，但是他一直以来强忍着，就是没有进入到最后一步。两人大汗淋漓地折腾了半个时辰，慕容浩慢慢地安静了下来，他全身被汗水打湿，就那么睡了过去。林云熙慢慢起身，摸了摸他的额头，他已经不再发烫了。林云熙给他把了脉，脉象完全正常，他此时才真正的松了一口气。林云熙整理了一下自己，从科技库里拿出2件干净的衣衫，先自己穿好。他为慕容浩褪去全身的衣衫，为慕容浩穿好干净的衣衫后，躺在他怀里，他睡在他怀里，听着他均匀的呼吸。林云熙安心了，慕容浩的药效应该是过了，而且他的身体开始快速愈合。
那药确实是个好药，就是有点折腾人而已。林云熙微微一笑，想到他刚刚对自己做的一切，他红着脸安安静静的和他一起进入了梦乡。天三，记住，你输了，你可欠我一餐饭。哇，王爷这意志力真是绝了！我今日又重新认识王爷了。如果你有心爱的女人，你会在成亲前毁了她的清白吗？当然不会，留到洞房花烛夜多好。王爷应该也是这样想的。王爷对主子是真爱。这次我输得心服口服，王爷都那样还能忍，我就服我们王爷。俩人私自讨论主子的私事儿，慕容浩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这俩人不知道会死几次。第二日一大早，天二和天三很早就醒了过来，他们出去找干柴去了。这雪山上冷，火堆要一直烧着才行。他们怕主子起来还要煮吃的，干柴不够，这可不行。慕容浩听到他们出去的动静，也缓缓地醒了过来。他看自己抱着林云熙睡在一个厚厚的睡袋里，他的丫头睡得很香。看着林云熙美丽的睡颜，他脑海里面突然就想起了昨儿晚上他突然发冷又突然发热的情形，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划过昨天晚上的画面。昨晚他的丫头很配合他，他好像吻了她全身。慕容浩唇角微勾，他打开睡袋看了看他身下，又想了想，好像昨天晚上他没有要他，还好还好。他又看了看他身旁的一堆衣服，林云熙为他换下了全身的衣衫，还换了亵裤。看到亵裤的时候，他整个人都有点懵。昨晚上他意识不太清楚，他也不记得是不是要了他。林云熙感受到了他的动静，马上就清醒过来，见眼前的男人一直盯着他看，他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还好还好没有发热。林云熙抓住他的手为他把脉，脉象也一切正常，他这才彻底的松了一口气，开心的说道：王爷，还有哪里不舒服吗？本王现在很舒服了，和以往一样，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真的？那金玄丹那么厉害？应该是昨晚丫头伺候本王厉害才对。王爷还能记起昨晚的事？有些能记起，有些还有些模糊。哪些地方模糊？丫头告诉你。丫头，昨晚本王有没有要你？王爷，丫头是不是一点都不美啊？丫头何出此言？丫头在本王的心中像天上的月亮，永远都那么美，美得不可方物。每次本王看到你都会心跳加速，甚至身体都会有反应。林云熙听他这样夸自己，刚才还苦着的脸立马就笑了起来。王爷昨夜还是没有要丫头，丫头以为是自己不够美，魅力不够大。丫头怎么能那么想？本王不要你不是因为你不美，而是本王爱惜你。林云熙早就知道他脑子里理教的厉害，不想和他争论这个问题了，只要他开心就行。人家一个男人都能等，他一个女人急什么呀？现在知道了，王爷是爱惜丫头，丫头不急。不过昨晚王爷那一套，丫头也很喜欢。慕容浩睁大眼睛看着怀里的女人，他到底知不知道说这话有多勾人呢？他低下头找到她的唇便强吻了上去。王爷，天二和天三都在呢。他们出去了，不在。王爷，你……本王今日好了，你收着。谁说丫头不美了？本王现在缠着呢。说完，慕容浩不再给他说话的机会，一直强吻他，看他在胡思乱想。此时，天二和天三拉着一大堆干柴走进了山洞，慕容浩这才停了下来，看着林云熙被吻红的唇，他笑了笑。林云熙瞪着他，在他胳膊上扭了扭。慕容浩吃痛，他不敢吱声，满脸痛苦的表情，他可不想在安慰面前吃瘪。慕容浩在林云熙身上挠他，他怕痒，看林云熙还敢不敢扭他。天二和天三此刻才发现，原来两位主子都醒了，还在帐篷里调情呢。他们这是该出去呢，还是该立刻出去呢？慕容浩听到他们俩停住的脚步，轻咳了两声。你们俩烧点热水吧，一会儿给你们主子洗漱。是王爷，属下这就办。看着两位属下都回来了，慕容浩他们也就不再睡了。慕容浩看了看林云熙，林云熙知道他要穿衣服，他科技库里有很多他的衣服。
林云熙立马变出一套衣服来，安安静静的为他穿上。穿上之后，不忘在他脸上亲了一下。这丫头不知道外面有人啊，这2名暗卫听力可是1等1的好。慕容浩大惊，他瞬间就脸红了。林云熙看到他红着脸，又继续故意在他另外一边脸上又亲了一下。看着他红透了的双颊，林云熙这才高兴地穿上了自己的衣服。慕容浩此时不敢造次，任他折腾他。这丫头现在还真是无法无天了。暗卫靠得那么近，林云熙都敢如此的放肆。林云熙拉着他的手走出了帐篷，天二和天三为他们2人准备好了热水。2人洗漱好后，天三上前小声询问：主子，今早还喝粥吗？如果喝粥，我现在就熬粥。这山里冷，你熬粥吧，顺便把这些玉米和红薯烤了。天三接过红薯，和天二开始做早饭了。林云熙拉着慕容浩的手来到了山洞前，温声道：王爷，还有哪里不舒服吗？慕容浩感受了一会儿自己的身体，深吸了一口气，温声回答：丫头，本王今日觉得好多了，没有大碍了。那王爷能走吗？丫头，本王就是受了点内伤而已，昨夜吃了那药好多了，不用这么担心本王。那就好。现在天二和天三在做早饭，我和王爷在山洞前走走吧。好，和丫头走走。林云熙扶着他慢慢地走出了山洞。林云熙记住此行的任务是要找到雪溪草。他一路上一边小心翼翼地扶着慕容浩，一边看着地上的植物。慕容浩看他这样谨慎地扶着自己，他笑了笑：丫头，本王真没事了，你这样扶着，本王差点就不会走路了。林云熙看了看慕容浩，又看了看自己的手，确实是自己太过紧张他了。林云熙自己都笑了。好，那牵手可以了吧2人牵着手一直往外走，在一个拐角处，林云熙发现了一株药草，他的脑海里的血溪草瞬间闪现出来。林云熙不确定，从科技库里拿出植物探测镜戴上，他直勾勾地盯着那株植物。此时植物探测镜上提示：此株植物为血溪草。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血溪草，他开心地蹲下来。王爷，这就是血溪草，看这株很大，可以稀释很多牛洞了。丫头，这株够吗？林云熙看了看地上的血溪草，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这个要看我后面的实验，目前只找到这1株，咱们再到处找找吧。说完，他拉着慕容浩的手继续往前走。他们走了2炷香的时间，一直找，再也没有找到血溪草。丫头，要不我们先回去吧？现在知道这灵山有血溪草了，如果不够，本王叫士兵过来帮忙找，这样能更快地救治百姓。就听王爷的，我们先回去用早膳，然后采这株血溪草，先回城吧。2人牵着手回到了山洞前，几人简单的用了早膳之后，收拾了地上的帐篷后，林云熙就吩咐2位暗卫去采血溪草。几人到了血溪草的位置，林云熙让他们尽量整株采摘。2人手上有佩剑，简单的挖了旁边血溪草的根部之后，就整株拔了出来。几人就慢慢的下山了。他们一路向下，来到了半山腰处。林云熙想到昨日他们把马系在了一棵树上，也不知道那几匹马如何了，问身旁的慕容浩：王爷，你说我们的马是不是已经被昨日的雪崩埋了？这慕容浩可是有很强的野外生存能力。他看了看昨日雪崩的痕迹，想了一下昨日他们在半山腰的位置。昨日我们拴马的位置和雪崩的位置不在一条线上，马应该没事。我们回城有马会快一些，不过现在要绕过这半山才能到达马的位置。那我们还是去找我们的马吧，我可不想今晚还在这灵山里露营。好，我们这就过去。几人翻过了半个山头，来到了半山腰。这半山腰处没有山上那么冷。几人脱去了厚外披，继续找马。没走多远，就看到几匹马。王爷，我们的马没事儿，不用走路回城了。我们上马吧。说完，林云熙就被他抱起来，飞身上了马。天二放了一大包血溪草在自己的马背上之后，几人打马就往山下奔去。来到山脚下，秋日里的暖风袭来，几人加快了打马的速度，准备进城。就在这个时候，从树林里跳出了很多蒙面黑衣人，挡住了几人的去路。天二和天三此刻已经跳下马，拔出佩剑准备迎敌。丫头，你在马上待着，别出手伤了自己。王爷，你昨日才受伤，要小心。
丫头会保护好自己的。两人说话之间，黑衣人已经动手，天二天三已经展开了厮杀，手起刀落间斩杀了不少的黑衣人。慕容浩此刻也跳下马，拉出了他的佩剑，他双足一顿，动作急速，他长剑如龙，剑气起来，刷出阵阵劲风，每一剑都是充满着肃杀之气，几个起落间就砍掉了几位黑衣人的头颅。此刻黑衣人源源不断的涌来，林云熙在马上看得清清楚楚，他想用科技库里的炸药，但是他记起慕容浩说过不能让人知道他有这样的武器。天二和天三虽然是他们的心腹，但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猜测和麻烦，林云熙还是放弃了这样的想法。他看黑衣人太多，他急忙跳下了马，他再不动手的话，还真是对不起他一身的武艺了。林云熙从袖袋里拿出他惯用的毒刺长鞭，开始加入战局。他挥舞着毒刺长鞭，所到之处敌人瞬间倒地。黑衣人首领此时骑着马，在一排排黑衣人后面观战。他发现了林云熙手上的鞭子，这长鞭打到人的身上就让人丧命，果然是个好兵器。兄弟们，那娘们手里的兵器给我夺过来，重重有赏。慕容浩和林云熙都听到了这话，展开了更猛烈的攻击。林云熙手上的兵器那可是现代来的，他可不能让人给他抢了。林云熙努力地挥舞着手中的长鞭，就是不让黑衣人接近他。不行就放蛇，今日这几人必须死。说完，后排的黑衣人把准备好的多个袋子打开，只见密密麻麻的黄绿色拳头大的蛇向几人爬来。林云熙看到这架势，迅速从袖袋里拿出硫磺粉，往前那么一撒，蛇群停住了往前爬的速度。只见一名黑衣人拿起了手中的口哨，吹响了一声悠扬的声音。此时的蛇群很奇怪，他们不再惧怕硫磺粉，继续朝几人的方向前行。几人开始挥舞手中的武器，砍杀了不少地上的蛇群，但是这蛇群却是越来越多了，他们无法突破蛇群的包围。此刻在不远处的大树上，坐着一位身穿宝蓝色祥云镜纹装的男子，他眉眼如画，一双明亮的眸子正着有兴趣地看着前方的打斗。他的身旁坐着两名素衣男子。公子，我们要不要出手？再看看，你看那女子，她身手很是特别，她的武功，本公子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还有她手上的兵器，虽然是条长鞭，但是所到之处，敌人立马避免。这女子有点意思。这边，四人一边斩杀上前的黑衣人，一边注意着脚下的毒蛇。眼看着这黑衣人越来越多，毒蛇无法斩杀殆尽的时候，慕容浩看了看林云熙。丫头，我掩护你，你骑马带着血溪草先离开，金卫城的百姓不能没有你。慕容浩，我不会走的，让我想想办法。树上的几人听到他们的对话，一位素衣男子说道：公子，他们说的血溪草不是药引吗？金卫城的百姓不能没有那女子，还有那男子的姓氏是国姓慕容哦，真不出手？坐在树上的男子想了想，思考道：慕容浩，不是这次皇上派来镇守金卫城的八殿下吗？公子，正是，那慕容浩就是我们东胜国赫赫有名的战神八王爷。宝蓝劲装的男子看着远处，疑惑的皱眉。按理说，他应该是在金卫城，会合到灵山来，还找血溪草。这属下不知。再看看情况，不行，本公子会出手。这边，四人被源源不断的黑衣人围攻，地上的蛇群也是越来越多了。慕容浩看这情况，他再不用内力这样打下去，会耗尽他们几人的体力的。于是慕容浩开始运起了真气，他双脚一蹬，一个飞身，大掌先朝地上的蛇群打去。一时间，地上的蛇群被震飞，死伤无数。他再次出拳，拳风打向了前方的黑衣人，黑衣人纷纷倒地，口中吐出鲜血来。慕容浩此时轻轻落地，他昨晚才刚刚愈合的内伤，此刻又开始发作了，胸口的鲜血没忍住喷了出来。林云熙看到他口吐鲜血，知道他的内伤又反复发作了，他焦急地跑到他身旁。慕容浩，你没事吧？你的内伤还没有好，不要动用内力。丫头不要怕，这是小伤，你带着血溪草先走，我还可以撑着。要不，丫头炸了他们。慕容浩知道他有炸弹，看着这么多黑衣人，他不一定能炸完。如果林云熙没法脱身，必将引起四国的争夺，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丫头，答应我，带着血溪草先回去，金卫城的百姓不能没有他，都等着你回去救命呢。林云熙不想离开他，
慕容浩还受着伤，他怎么能走？丫头听话，我不会有事的。金卫城的百姓就拜托你了。慕容浩，不要！丫头，你说要接济百姓的，一城的人都在等你。此时几名黑衣人上前，慕容浩看着来人，把他挡在身后，提剑便飞了出去。慕容浩武功了得，黑衣人不是他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黑衣人纷纷倒地，他大喊：丫头，快拿血息草走，我掩护你。林云熙此时已经决断，他跳上天儿的马，拖着血息草打马向前。黑衣人首领看到林云熙要逃，赶紧发令：继续放蛇！黑衣人一声令下，一群群的蛇又往前爬了上来。林云熙骑着的马看到蛇群大惊，开始慌乱的跳跃。林云熙在马背上颠簸着，他看马不受控制，抱起那血息草，手上的长鞭立时就往一棵大树伸了过去。就在这时，一名黑衣人看林云熙要勾住了大树，一个跳跃打飞了刚要挂上树上的长鞭。林云熙手上被卸了力道，一个踉跄便被甩飞了出去。就在这个时候，远处树上的蓝衣公子一个飞身，他一把就抱住了被甩飞过来的林云熙。蓝衣男子的双眸看着怀中的女子，刚刚离林云熙很远，没有看清林云熙的脸庞，现在近距离看着林云熙，男子忽然晃神儿，这样国色天香的脸，只一眼就已经把他的心带走了。多谢公子相救，公子是……男子缓过神来，找了一个没有蛇的位置落了下来。刚落地，林云熙赶紧离开男子的怀抱，和他故意避开。本公子是来救你们的，禹州、禹阳，把这些蛇处理了。是。禹州和禹阳一人拿着一个什么药粉，向着那蛇群喷洒，一人口中吹着小笛。蛇群此刻肉眼可见地调转了方向，开始往后攻击身后的黑衣人。黑衣人见状四处逃窜，禹阳的笛声拔高了一个音之后，蛇群向黑衣人咬去。这些都是剧毒无比的蛇群，被咬过的黑衣人纷纷倒下。林云熙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真像是他看过的武侠小说里的情节呀！怎么会有人驱蛇呢？太神奇了！公子，能不能把那马上的黑衣人留下？我们想问出幕后主使。可以。他看了看他身旁的禹州和禹阳，两人会意，继续驱动蛇群。林云熙看蛇群和黑衣人都被击退，他立即就跑到了慕容浩的身旁。慕容浩，你还好吗？我没事，内伤而已，歇息一下就没事了。慕容浩不想让他担心，其实刚刚他用了至少70%的内力，阻挡了那一波蛇群的攻击。慕容浩昨天晚上的内伤才恢复了一些，又重新伤到了。可是看着满脸担心的林云熙，他还是强忍着笑了笑。丫头，不要担心，我们马上就能回城里。蓝衣公子他们很快就处理完了一大堆蛇群和黑衣人，只留下了马上的黑衣人。此时天二和天三一起配合，把黑衣人从马上逼退下来。天三赶忙上前，用绳子把他绑了起来。这场刺杀宣告结束。林云熙扶着慕容浩来到蓝衣公子的面前，慕容浩双手握拳行礼：多谢这位公子相救。不必客气。小女子林云熙，多谢公子和这2位小兄弟相救。不知公子可否告知名讳，日后我必会酬谢公子。姑娘好名字，在下骆静安，我们只是路过，拔刀相助而已，不需要姑娘酬谢。需要的，不过我们目前有要事在身，需要赶往金卫城，不知公子是哪里人士，我可以叫我的手下送上我们几人的酬谢礼。真的不需要酬谢。刚刚听你们几位说血息草，不知你们要血息草何用？公子知道血息草这种草药？在下家里是做草药生意的，这血息草一般是用来做药引的，知道一些这药的用途。那骆公子家可有血息草？我们想大量购入。林姑娘，你为何要用如此多的血息草？我看你这马背上都有一大包了，还不够。骆公子，现在金卫城出现大量的天花病例，我知道如何治疗天花。血息草是稀释我药物的重要药材，全城人口众多，我这里只有1株，这个量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如若公子手上有血息草，我愿意付银钱给公子，价格好谈。听到林云熙说他能够治疗天花，骆静安不淡定了。他家世代做药材生意，自然知道天花这病是无法医治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从林云熙口中说出来的话，他愿意相信。林姑娘既然有一颗为百姓的心，本公子也不会藏私。我们骆家确实有不少血息草，姑娘要多少，可以给在下一个数，在下叫人去调货。陆公子，要不这样吧，
我先拿我这株回去做实验，先试试看和我药物的配比，最后得出合适的量之后，我再和你购买。劳烦洛公子，先不要把手上的血犀草卖给别人，金卫城的百姓真的很需要它，好吗？好，那如何找到林姑娘呢？林云熙看了看慕容浩，慕容浩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眼神儿，他直接说道：洛公子，那后日到城门找我吧，我在城门有一个实验小屋，到时候和城门的守卫说找林姑娘就可以。好，那后日在下去找林姑娘。多谢洛公子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后日我给你血犀草的数量。好，在下要回金卫城，就先告辞了。说完，三人打马先行离开。路上，骆静安一边打马一边吩咐：禹州，去查一下这林姑娘什么来头，她怎么会和慕容浩在一起？公子，你从来不会查一名女子，今日这是看上林姑娘了？禹州，你什么时候这么多话了？回上京城后，自己再认200种新草药去。我就说了一句话，就被这样惩罚？公子，200种新草药会不会太多了？上次罚的还没有认全呢。本公子罚你，还讨价还价，是不是还要加点？公子，200种不多，我回去马上认，你就不加了吧？这还差不多，快走吧，我怕父亲有事。说完，他们加快了打马的速度，向金卫城奔去。这边，林云熙开心地看着慕容浩：王爷，我们这次收获真不小，终于搞定了血犀草的事情，我们也赶紧回城吧。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回去吧。血犀草解决了，我们赶紧回城救百姓。好。还没有说完，慕容浩就一把他放上了马，两人同乘一骑打马回城。慕容浩和林云熙刚进城门，突然一个小孩子从角落里跑了出来，刚好就跑到他们打马的路前。慕容浩突然看到孩子，立马大惊，一下就拉住了缰绳。男孩受惊，摔在了前面的地上，大哭起来。慕容浩赶紧下马。孩子，有没有伤到哪里？马背上的林云熙刚刚也是被吓了一跳，他缓过神来之后，急忙跳下马，到两人身旁。林云熙把孩子从慕容浩的手中拉了过来，他要确定孩子有没有摔骨折。大致检查了一下，发现孩子能够站立，手还可以擦拭眼泪，证明孩子没有摔伤。孩子，你怎么一个人跑到城门来了？你家人呢？小男孩举起他微胖的小手，哭着指了指前方。我娘亲在后面追着我。林云熙看着他微胖的小手，突然就发现他的小手上有好几颗天花症状里的斑丘疹，还有1-2颗水泡。林云熙赶忙看了看慕容浩。慕容浩，这孩子有天花，我先给你戴上口罩。说完，他赶忙就从袖袋里拿出来他的医用酒精，先消毒了自己的手，然后拿出来一个口罩，帮忙给慕容浩戴上了。林云熙还用医用酒精给慕容浩全面的消毒了手。慕容浩，我们得赶紧回知府住处去沐浴，这身衣服全烧了，你现在不能用手碰自己的口鼻处，听到了吗？丫头不要紧张，本王都戴了口罩，还消毒了手，会没事的。此时小男孩的母亲跑了过来，大声呵斥：你这臭小子，赶紧和娘回家，不能在城门乱跑的。男孩母亲看了看二人，刚刚他远远的就看到他的孩子乱跑，差点出事的经过，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哎呀，二位不好意思啊，刚刚劝儿不听话，乱跑差点冲撞了二位，我给你们道歉。这位娘子，你的孩子我刚刚看到他手臂上有天花的症状，你最好带他到衙门门前广场去看一下大夫，越早治疗越好。我的孩子中了天花？这怎么可能啊，他就昨日和今日跑出来玩了一下，怎么就感染了？姑娘，你一看到他的情况就知道是天花，你是不是大夫啊？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儿啊！这位娘子，现在你先带你的孩子到衙门广场去让孩子隔离，不然你们全家都会被感染的。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让这座城市的百姓们安然无恙。好，多谢姑娘，我这就带孩子过去。说完，孩子母亲把孩子拉走了。李云熙这才转过头，担心地看了看慕容浩，他的牛痘还没有制作出来。刚刚慕容浩和孩子近距离接触过，他感染的几率非常的大。但是林云熙还是定了定神，走到慕容浩的身旁，温声道：王爷，丫头先陪你回住处吧。好。慕容浩再次把林云熙抱起来，打马回到了府衙的院子。回到慕容浩的院子，李云熙也不避讳什么了，直接和慕容浩进入了他的卧房。天四，赶紧给王爷准备热水。天一，
准备一个铁桶放在王爷的卧房外，我要烧衣服。他们赶紧下去准备林云熙要的东西。不多时，天一就拿着一个铁桶放在了门外。林云熙赶紧把慕容浩脱下来的衣服全部都扔进了铁桶里面，一把大火全给烧了。慕容浩看着林云熙紧张的模样，微笑道：丫头，你是不是太过紧张了？刚刚本王就只是扶了一下那孩子而已，你也碰了那孩子啊？王爷，听丫头的，好好进去洗干净，身上每一处都不能放过，不要让丫头担心。我说过，我不会感染天花，王爷请相信丫头。林云熙对他第一次用这样严肃的语气说话，他是大夫，听他的准没错。慕容浩乖乖地进入了浴房。林云熙从科技库拿出来一套常服，放在门口的凳子上。他叫来天一，吩咐道：天一，这是王爷的衣衫，你一会儿给王爷更衣，让他好好歇息。我先回我院子一趟，记住，叫王爷好好歇息，他身上还有内伤。林姑娘放心，属下会把林姑娘的吩咐告诉王爷。好，那我先走了。说完，林云熙走出慕容浩的院子，回到了隔壁自己的院子。他刚刚也摸了那孩子，他不会感染天花，但是他也要沐浴一下，他这身衣服是万万不能要了。林云熙回到自己的卧房，缓缓地进入了浴桶，好好的给自己舒舒服服地泡了一个热水澡。林云熙穿好中衣出来，就看到慕容浩安静地睡在他的床榻上。林云熙也是无奈地笑了笑，这慕容浩啊，还真是不听话。叫他好好歇息，他竟然还跑了过来。听到林云熙出来的声音，刚刚睡着的慕容浩就醒了过来，看着林云熙湿漉漉的头发，他坐起身，温声道：丫头，本王给你干发吧。王爷，你现在还有内伤呢，不要用针气了，丫头的头发一会儿就会干了。林云熙说完，握住了他的手给他把脉，看看他今日动用了内力是不是又严重了。林云熙认真的把着脉，慕容浩此刻的脉象没有今儿早上那么平稳，内伤又严重了一些。王爷，你要好好歇息了，你的内伤比昨晚要严重，丫头给你吃些消炎的药，还有王爷的金旋丹还有吗？那药对王爷的症状很好的。慕容浩从袖袋里掏出2粒给他，母妃给本王3粒，现在还剩下2粒，丫头看着办吧。林云熙打开了1粒，用温水给他服下，还喂他吃了一些消炎的药之后，给他盖好被子，让他入睡。没一会儿，慕容浩就睡着了。林云熙怕他吃了金旋丹，又像昨日一样时冷时热的，他要守着他。慕容浩没睡一会儿就开始满头大汗，他没有像昨晚上那样折腾，就只是发热和出汗。林云熙拿出干毛巾，一遍又一遍地为他擦汗，时不时的还给他喂温开水。他全身被汗水打湿，林云熙为他换了一遍全身的衣衫。这样出汗了1个多时辰之后，慕容浩的发热渐渐退了下去。林云熙看着他退热，赶忙给他把脉，发现他的脉象比刚刚平稳了许多。林云熙此时也累了，他爬上床，盖好被子，乖乖地睡在了慕容浩的身边。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1个时辰。他睁开眼睛，看着慕容浩一直盯着他看，他温声道：我也醒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本王比刚刚睡着前好多了，丫头不用担心。林云熙用手探了探他的额头，确实是不发热了。王爷不发热了真好，刚刚都担心死丫头了。林云熙上前想要亲吻慕容浩的唇，只见慕容浩往后退了退，拒绝道：丫头，本王怕传染天花给你，这几日就先不吻丫头了，可好？确定本王没有中天花了，本王再补回来。好，到时候王爷可要补很多哦。如果本王没有感染天花，天天不给丫头。此时慕容浩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王爷，肚子饿了，丫头去给你做好吃的。不用丫头做了，叫天一传膳吧。李知府备给本王的饭菜很不错。李知府府衙里的厨师都很不错，手艺真是一绝。我们就叫天一传膳吧。慕容浩叫来了天一，天一领命，不一会儿的功夫，他们的膳食就上来了。两人很快就用好了膳食。林云熙叮嘱王爷，丫头去城门的实验小屋去研究牛斗，王爷乖乖的在屋里歇息，丫头忙完就回来陪王爷。丫头真不用担心本王，本王现在基本上都好了，我也要去城门看看城里的情况。刚刚本王都躺了快2个时辰了，睡不着了。丫头去研究你的药，本王去忙自己的事，本王不会打扰你。可是王爷的内伤还没有好全呢。本王就是去看看他们安排的事情是否到位，又不是去打仗。本王答应丫头，这几日都不会用内力，这样可以了吧？王爷要去可以，一定不能动武，更不能动用内力。能答应丫头才能去。本王带了很多暗卫，他们可不是吃素的，丫头就放100个心吧。
见他答应了，他松了一口气。他的内伤已经伤了2次，再也不能再伤到了。林云熙走到他的身后，为他梳了梳头。王爷，丫头为你梳发吧，丫头这段时间有学。慕容浩大吃一惊，他的丫头可以说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是说到束发还真是不敢恭维。林云熙是什么时候学会的？他倒要看看他今日的手艺如何。只见他一手握住慕容浩的长发，用另外一只手收着下面的碎发，一个打转，慕容浩的头发就结结实实的系在了头顶。林云熙拿起他的黄金小冠和发簪，一套一插就弄好了。丫头，你竟然也会束发了？什么时候学的？王爷，你的丫头可是女状元，这束发对我来说可是很简单的事情。那日后本王的束发就交给丫头了，这可是任务。任务就算了，丫头心情好了才为王爷束发，其实还挺难的。刚刚还说简单呢，现在又说难。慕容浩就知道丫头不喜欢做这事儿。好了，丫头，走了，我们该去城门了，百姓们都等着你呢。啊，好，和王爷在一起就会忘了时间，赶紧走吧。天一，那日你安排的事情现在进展的如何了？回王爷，之前吩咐的2城1线制作的口罩和消毒液都在加班加点的开工制作了。就在昨晚，已经有3车口罩和6车消毒液用品发往精卫城，今晚就能到。慕容浩听天一的回答，满意的点了点头。焚烧尸体的事情如何了？回王爷，这2日都安排50焚烧死者遗体，百姓们都会在这个时间去认领尸首，有士兵把守，没有造成混乱。今日本王进城，发现一个孩子染了天花，没有去隔离区隔离，你安排下去，让各营士兵带着1名御医前去巡逻，凡是感染天花的人都必须到隔离帐篷隔离。是，属下这就去安排。说完，天一领命下去了。此时的慕容浩没有什么事儿了，他走到林云熙的实验小屋外，他能够看到他的丫头坐在桌旁，在认真的捣鼓着手上的各种瓶瓶罐罐。他不去打扰林云熙，叫士兵找来了一把椅子，就坐在外面安静的看着林云熙。此时的林云熙沉浸在自己的研究中，他用水提取了血犀草的汁液和牛痘混合分出来了3个样本，他用培养皿把天花病毒放在培养皿中，看看哪个剂量的培养皿里用的牛痘和血犀草最少，既能打败天花病毒，又能节约药材，这样的试剂才是最优的试剂。林云熙等了一会儿，发现最低剂量的牛痘无法全部杀死天花病毒，而第2剂量的牛痘能刚刚好杀死天花病毒，最多剂量的当然能全部杀死天花病毒，但是会浪费一些牛痘和血犀草。最终林云熙得出来，第2个是最优的方案。病毒实验算是成功了，但是要大规模的在人的身上使用这天花疫苗，必须要做人体实验才行。林云熙想了想，做人体实验实在是太过残忍，这倒是难住了他。林云熙叹了叹气，一直思考着到底要如何做。看到林云熙叹气，慕容浩知道他定是遇到难题了。他站起身，走到他窗前，轻轻地敲了一下他的窗。林云熙看到他刚刚还满脸愁容的表情，一下就变得明亮起来。王爷怎么来了？本王来了很久了，一直看着丫头。丫头刚刚为何叹气？告诉本王，或许本王能够帮你。丫头找出了很好的药剂量，但是这药需要人体实验才能大规模的使用，现在还不知道要找谁做人体实验呢。丫头说的人体实验，是不是拿中了天花的人试药？是的，就是王爷说的这个意思。这有何难？王爷快说，丫头可是想了很久，也不能用百姓来做人体实验，到底用什么人啊？本王找人到金卫城的地牢中找几个中了天花的死刑犯不就行了？林云熙恍然大悟，是啊，死刑犯本来就是要死的，他们可是最好的人体实验对象了。虽然在现代用这样的处理方法很少，但是在古代为了整座城的百姓，这样做似乎也有点理。王爷，这样确定不会触犯死刑犯的人权吗？慕容浩对他说的人权他不懂，但是他知道，如果牺牲几个死刑犯换回一座城的百姓，这是很值得的事儿。丫头，一座城的百姓比几个人的性命更重要，更何况他们本就是将死之人。如果实验成功了，也算是给他们犯下的错赎罪了。好，王爷就帮忙找6个人吧，最好分有轻度症状、中度症状和重度症状的死刑犯，3种症状各2人。好。慕容浩叫来了天四。天四，你拿着本王的令牌去找李知府，
从地牢中找出6位患天花病的死刑犯，轻中重症状各2位，共计6人，带到这里。另外，派4名暗卫和30名士兵押送，不能出任何问题。是，属下这就去安排。天4收下了慕容浩的令牌下去了。此时天2和天3刚刚审完灵山上带回来的黑衣人，求见慕容浩。你们俩可审出什么消息了？回王爷，这次刺杀我们的黑衣人有2拨人马，他们是合作刺杀。2拨人马？王爷是否还记得西域国3皇子朱谢南？这次刺杀有他手下的人马，还有金银阁阁主蓝景一的人马，他们双方一起合作，派出了很多杀手和死士，所以灵山上的黑衣人特别多。上次我们不是把那朱谢南给皇上处置了吗？怎么这次还有他的参与？回主子，朱谢南当时被皇上扣押离开了东胜国，通过和西域国皇上谈判，换回了我们东胜国和西域国边境的一座小城梁城。根据那黑衣人所说，朱谢南回国后一直被他父皇打压，他气不过，又找了当时他买凶的金银阁阁主蓝景一合作了这次刺杀。李云熙想到2人就气愤，他穿越过来没几个月，慕容浩就遭到了3次这2个人的刺杀。这2人一日不除，他和慕容浩就总是会生活在危险当中。这次看看有没有机会先解决了金银阁的阁主。天儿，你们审黑衣人时有没有审问出金银阁阁主的藏身之地？回主子，属下审问过，他说他们阁主现在就在精卫城，但是具体在什么地方他确实不知，他们只能收到他的指令，一直不知道他们阁主的藏身之处。身旁的慕容浩似有所思，没有说话。他不想丫头老是担心这刺杀的事儿。本王都知晓了，你们下去再审审，看还有没有更有价值的消息。如果没有，就解决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金卫城天花的事情，你们处理完了这事儿，赶紧回到你们主子身旁保护他。是，属下领命。说完，天2和天3退下。王爷，金银阁阁主也在金卫城，我想他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段时日我们要小心了。本王会小心的，丫头不需要管这事儿，丫头只要好好的治病救人就可以了，不用担心，本王自有打算。好，听王爷的。2人聊了一会儿，就看到了城楼下，天4和一大批士兵带着6名死刑犯到了城门下。王爷，我下去干活了，你乖乖在城楼上面，千万不要下去，我不想王爷被感染了。那丫头下去岂不是也会感染？林云熙真不知道如何和他解释自己不会感染天花，但是他还是耐心地说道：王爷放心，丫头在家乡打过天花疫苗，日后都不会感染天花的。慕容浩不知道什么是疫苗，但是这次没有那么相信他，怎么会有人不会被天花感染呢？丫头要下去可以，但是你要给本王看看，你要怎么避免接触这些病人。李云熙知道他担心自己，他拿出自己在现代的白色防护服，直接在慕容浩的面前戴好。王爷，这身衣服在我家乡穿上后就不会感染病毒了，我这样可以下去了吗？好，现在丫头可以下去了，本王会一直在城楼上等你。看慕容浩放心了，李云熙穿上奇怪的衣服，并带着他刚刚实验的牛斗试剂下了城楼。天4看到一个白色身影下来，他全副武装，不知下来何人，礼貌道：请问在下是？天4，我是林姑娘，真看不出来？真看不出来，不过林姑娘的声音倒是能听得出来。这林姑娘要的是人犯，属下给你带进屋里吧。好，多谢。林姑娘客气了，属下应该做的。天4说完，示意士兵们把人犯带进了屋里。屋子很大，士兵带6名犯人进入屋子之后就出来了。天4和剩下的4名暗卫准备进入屋子里，但是被林云熙拦住了。林云熙打开他提下来的药箱，从里面给他们拿出口罩还有医用手套，叫他们戴上后才允许他们进入屋子。几人进入屋里待命后，林云熙也进了屋子。他上前观察了6名死刑犯，林云熙二话不说，直接从药箱里拿出一次性的针筒，抽取了他的牛斗试剂，分别在6人的肩膀上打了牛斗试剂。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坐在前面的桌子前，开始观察这几人的情况，并用笔记录了下来。而此时，屋外天色已经慢慢的暗了下来。慕容浩收到天一的消息，说其他2城和一线制作的口罩和消毒剂已经到达城门。慕容浩大步走下城楼，他要检查这些东西的质量如何。慕容浩刚到城门，封闭了几日的城门就打开了，3大车口罩和6车消毒用品就进入了精卫城。前面运送的官员看到慕容浩后，赶忙行礼道：见过瑞王，这些是第1批防疫物资，下官现在已经送达，王爷请过目。起来吧。
慕容浩让官员起来之后，就让车夫打开了车门。慕容浩立马就上前查看，他看了看手中的口罩，质量和丫头给他的都相差无几，又打开了消毒液闻了闻，确定没有问题之后，对身旁的天一道：“天一，核对数量后，赶紧先给一线的御医和官员们用这些口罩，然后挨家挨户的分发给百姓们。消毒液的话，一会儿问问林姑娘如何做，再安排下去。”是。天一在一旁和运送的官员核对了数量，慕容浩在一旁看着，他抬起左手想看看手表现在是什么时辰了，突然就发现他的左手背上出现了几颗红色的斑丘疹，就和今儿早上在城门遇见的孩子手上的是一样的。慕容浩此刻心跳加速，他知道他一定是感染上天花了，他突然就很害怕。纵使在战场上厮杀和被各种暗杀，可是他都没有如此的害怕过。他才认识丫头不久，他才刚刚尝到了幸福的甜头，为何上天会如此待他？天一，本王先回府衙的院子了，林姑娘还忙，忙完记得安排她到晚膳。如果她问起本王，就说本王先回去歇息。天一看他脸色不太好，而且王爷只要有林姑娘在的地方，都不会抛下他自己离开的。青氏这是怎么了？但是他手上还有没有完成的任务，他交代旁边的天武道：“天武，你带着暗卫们先和王爷回府衙，我晚些回去。”天武听了天一的命令，跟着慕容浩打马回到了府衙的院子。慕容浩进了自己的卧房，脱下外衣后就躺在了床上。天武看自家王爷回屋就躺在床上，他还真是第一次见到王爷这异常的举动，关切的询问：“王爷，属下为你传膳吗？”“不需要，本王今晚不饿，你下去。”“是。”天武听令离开了他的房门，在远处候着。慕容浩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他抬起自己的左手，看了看手上的斑疹，又看了看他左手上的手表。这是丫头送给他的定情信物，他可喜欢了。他和大军前往精卫城的路上，就是这块手表一直陪着他。只要看到这块手表，他就觉得丫头陪在他的身旁。慕容浩在床上翻来覆去，他想到他和凌云熙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他的丫头真的很美，他的丫头真的很聪慧，他的丫头很会哄他开心，他的丫头一切都很好。他是真的舍不得离开凌云熙。为什么自己会感染天花呢？他现在是真的很怕死，死后他的丫头该怎么办呢？而这边凌云熙一直在等这几个犯人的试药反应，他时不时地测量起人的体温，观察他们身上各种药物的反应。时间就这么1分1秒的过去了，这试药一试就是3个时辰。他上前观察了几个人的情况，牛痘已经开始反应，刚刚还发热的几人现在测量体温，体温明显是降了下来。刚刚几人全身潮红的皮肤现在已经慢慢的变淡了，不管是轻症还是中度症状，又或是重度症状，这药的剂量都能胜任。凌云熙大喜，他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剂量了。天四，你把这些人带回去吧，实验完成了。好。天四领命下去了。凌云熙终于松了一口气，开心的走出实验的屋子，要往城楼上跑。他要去告诉慕容浩这个好消息，可是当他出来的时候，却被天一拦住了去路。天一，王爷是不是在城楼上？天一刚刚和运送官员对好口罩的数量之后，就赶马回到了慕容浩的院子。他进了慕容浩的卧房，看到慕容浩一直盯着自己左手上的斑疹看得发呆。天一这几日一直都在精卫城负责天花的事宜，他知道王爷左手背上的斑疹就是天花的一种症状。林姑娘，王爷不在城楼上，已经回府衙的院子了。王爷不是说会一直等我吗？他累了，是不是内伤又犯了？林姑娘，王爷不是内伤犯了，王爷现在很不好，他左手手背上出现了天花的斑疹。林云熙听他这么一说，他也顾不上那么多了，赶忙脱去了手上的手套、面罩还有口罩，拉开他的防护服。天一见状，立刻转过身去，不敢再看凌云熙。凌云熙脱好了防护服后，看到身旁有马匹，赶紧上马，打马离开了城门。天一看他上马，也上了一匹马，紧跟着他回了府衙王爷的院子。来到院子，凌云熙什么都不顾，急匆匆的就跑进慕容浩的卧房。当他来到慕容浩的卧房时，他看到慕容浩已经在床上睡着了。他走进他的身旁，握住了他的左手，看了看他左手背上的斑疹。凌云熙不需要验血就知道慕容浩感染了天花。慕容浩的睡眠一直都很浅，看到凌云熙回来还握着他的手，他赶忙把自己的手伸了回来。丫头怎么来本王的院子了？你的院子在隔壁，你回去吧。慕容浩，起来，把身上的衣服全脱了。慕容浩听不懂凌云熙这是为何，但是他不能留凌云熙。
他叫来天一。天一，带林姑娘回去，本王要休息。林姑娘，要不属下带你回去吧？现在只有我能救王爷。天一，你确定要带我出去？天一知道林云熙的医术了得，他从小就跟着慕容浩，他当然希望慕容浩能够活下来。他有些为难。慕容浩见天一不走也不回答，他继续说道：天一，本王的话你都不听了。王爷，天一希望你能活下来，要不给林姑娘试试吧。说完，天一就出了门，还把门给关上了。王爷，现在拿丫头没办法了吧？快听话，把衣服全脱了。丫头，本王今晚累了，你就自己回去睡吧。今晚本王自己歇息。林云熙走上前，坐在他的床榻上，手慢慢的拉开他中衣的带子。慕容浩想用手阻止，但想着他自己现在感染了天花，他不能碰林云熙，他只能动口阻止。丫头，要干嘛？丫头给王爷检查看看身上还有没有斑疹，看看王爷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慕容浩就知道这天一又和他告密了，改日要好好的收拾天一才行。丫头，本王没事，本王好着呢，你回去。林云熙看他能嘴硬到什么时候，他这回可不宠着他。要知道这可是天花，他可不敢大意。林云熙为他褪去了全身的衣衫，放下了床板，轻轻地扶着他躺下。丫头，你这是要干什么？林云熙看着他红透了的脸颊，就想逗他，只听他娇羞地说道：丫头想和王爷同房。丫头，你疯了！本王现在感染了天花，怎么能跟你……王爷现在终于承认感染天花了。是，本王已经感染了天花，本王要死了，死之前也不会要你。什么叫死了都不要我？王爷，既然都要死了，那就和丫头同房吧。林云熙，你下来！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你会被传染的。林云熙还气他那句话呢，什么叫死了都不要他？他故意道：反正丫头不管，王爷死之前，丫头强要你算了。这丫头今日是不是疯了？什么叫强要本王？她自己都不顾自己清白了，你想都别想！万一本王死了，你还要嫁人的，你的夫家会看你是不是清白之身的。原来她是怕她自己死了，我要嫁给别人。算了，不和她置气了，她都那么为我日后的生活打算好了，我还气什么？还是先帮她检查吧。他从慕容浩的身上下来，开始检查他身上每一处，看看身上的斑疹和水泡多不多，看看慕容浩的天花病情到达什么地步了。慕容浩看他不语，一直盯着自己身上看，他的话匣子终于被打开了。丫头，本王死后，你要找一个对你好的人嫁。林云熙在认真的检查，没有注意他说什么。你可以找亲王家族的男子，亲王家族不问朝事，家里也算皇族，日子会过得很好，你日后不会愁吃穿。林云熙听他这句话皱眉，他这会儿是听进去了。这个慕容浩以为他自己要死了，在安排后事了。我林云熙医术那么高，他慕容浩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吗？让他说吧，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倒要看看这慕容浩在他认为他将死之前会说些什么。反正我应着就行了。王爷有什么遗言就说吧，丫头听着。丫头，本王死后会把我大部分的财产给你做嫁妆，日后你到新夫家也会有嫁妆傍身。林云熙听到这儿来兴趣了，他还真想知道慕容浩到底有多少财产。王爷，你到底有多少财产啊？能给丫头多少嫁妆？本王有上京城铺子60间，上京城周边良田1万亩，就是丫头现在种的良田，还有私宅30处，黄金30万两，白银200万两。当然在上京城外还有不少铺子和良田，那些比较远，留给丫头的嫁妆就给上京城这些吧，其他远的地方留给母妃，她人手多，能管理到那么远的地方。哇，东胜国的皇子都那么有钱的吗？这也太多了吧，怎么能那么富有啊？王爷，我和你没有成亲，你愿意送我那么多嫁妆？丫头，你是本王这一世第一个女人，也是唯一一位本王心尖上的人。本王走了，财产也带不走，留给你，本王愿意。说实话，听到慕容浩的这些话，林云熙是感动的。林云熙知道他的话出自真心，慕容浩他真的是爱对了，值得他对他好。林云熙一边想着，一边看他身上的水泡，还好，慕容浩的天花刚刚发作就发现了，属于是轻症，身上有一些斑疹和水泡，分布在不同的位置。
林云熙给他诊脉，脉象有些许轻微的不稳。他测了一下慕容浩的体温，38.5度，发热了。林云熙先给他打了一针今天刚刚研制成功的牛痘天花疫苗，又想从他的科技库里拿出吸脓器，他意念了半天都没找到，看来科技库里没有这东西了。林云熙思考了一会儿后，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然后他就叫来了天一。林姑娘，有何吩咐？你帮忙备一盆温水，一条干净的帕子，一杯烈酒和一个空杯子过来。好。天一领命下去准备，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要准备的东西全都放在了桌子上，然后就退下了。此刻慕容浩也好奇，这丫头要这些东西干嘛呀？只见这丫头低下头，在他身上找到水泡，轻轻地吻了下去，然后用力地吸吮出里面的脓汁后吐在了空杯子里。林夕，你在干嘛？你不要命了？王爷，刚刚我给你打了天花疫苗，你是不会死的。你相信丫头，丫头为你吸出脓，这样就不会留下任何疤痕。丫头不想王爷身上有这样的疤痕。慕容浩怎么能够让他做这样危险的事情呢？他大声喊：天一，把他赶出去！天一还是第一次听到王爷这样恼怒的声音。林姑娘，请吧，不要让属下为难，你把王爷惹怒了不好。天一，你想救你家王爷吗？想，非常想王爷活着。好，那你就出去，我能救他。天一为难，他现在不知要如何解决眼前的困境，一个是王爷的命令，一个是能救王爷的人，他为难道：这天一也太听慕容浩的话了，怎么那么死脑筋？现在只有我能救王爷，你确定要过来把我拖走？王爷，属下还是想你活着，今晚过后，属下会自己领罚。说完，天一就出去了，关上了门。看天一走了，李云熙突然手中拿起2根银针，迅速在慕容浩的肩膀上扎了下去。慕容浩瞪着眼看着林云熙，发现他全身不能动弹，只能说话。慕容浩哀求道：丫头，你解开本王天花，你不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那我继续给王爷治疗了，王爷想说什么就说吧，反正你也动不了。说完，林云熙发现他手臂上有一颗脓包，林云熙低下头处理后吐在了空杯子里。慕容浩看着他一点一点为他处理身上的脓包，只流血不流泪的他此刻是满眼的泪花。这丫头为了他真的是不要命了，这可是天花呀。丫头，为何如此对本王？你真的不怕死吗？丫头是死过一回的人了，难得遇到自己心爱的男子，死怕什么？更何况只要你我都不会死。丫头，你觉得本王的堂弟慕容琦如何？这不是在安排后事吗？关慕容琦什么事啊？慕容琦对丫头应该是真心的，他是恭王世子，和他在一起不会引起朝堂纷争，他还有爵位，日后丫头可以不用那么辛苦。我和慕容琦什么都没有，他在乱点鸳鸯谱吗？王爷，你不要乱点鸳鸯谱，我和他没有什么。没什么他不会一直欠着你的5000两白银，没什么你就不会为他吸手上的蛇毒，没什么他就不会为你擦拭脸上的黑灰，没什么他更不会从身后抱你拉鱼。李云熙听到慕容浩的这些话，惊得嘴巴都能塞进一个大苹果。这天2和天3的情报也太详细了吧，他和慕容琦在路上的小插曲都写给了慕容浩了，他这一下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慕容浩，慕容琦对我怎样我不知，但是天地良心，我对他真的就只是路人而已，你不要吃什么干醋。我对你怎样你自己知道的。本王自然知道丫头对本王很好，就是看到你们的信息本王难受，本王将死了，让本王说说。好，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反正我和他真没有什么。林云熙继续找他身上的脓包，一点一点的为他处理。丫头，你这样真的不会感染天花吗？今晚我都说过很多遍了，他和我都不会死。这慕容浩今晚就是要发泄一下心中的情绪，他真的一点都不信我的医术吗？要不我和王爷打赌，如果明日王爷能醒来，王爷就和丫头同房，如何？这个本王可不能跟你打赌。今日本王可算是知道了，人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突发事情。如果现在跟你同房了，本王如有一日死了，你未来夫君会嫌弃你的，日后你会被夫家看不起，在夫家抬不起头的。好吧，林云熙被他的思想打败了，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古代人如此顽固的礼教思想。看来是不到成亲，他都不用担心慕容浩哪天会兽性大发地要他了。这男人还真是无敌了。检查完了慕容浩的前身，他想看看他身后还有没有其他的脓包。王爷，我要把你翻过去，看看后面有没有脓包。
慕容浩也不管了，点了点头。李云熙轻轻地把他翻过身，看到他身后有几颗脓包，他低下头，先为慕容浩处理腰部的脓包。丫头轻点。刚刚都处理了那么多脓包，他都没有叫，这颗脓包难道是很痛吗？王爷，这个位置的脓包很痛吗？不痛，是太过舒服。李云熙秒懂，他发现了慕容浩身上敏感的地方。李云熙故意用手轻柔地摩挲着这脓包的周围。今日他要整一整慕容浩，谁叫他今儿晚上乱说了一通话，要给他一些惩罚才行。李云熙低下头，腰部的那颗脓包还在，他轻柔地附上他的唇，轻轻地吸吮着脓包。此刻的慕容浩动弹不了，可是他全身酥麻，他知道这丫头一定是故意的。丫头，停下，放过本王，本王受不了。停下来，可以啊。那王爷可要答应丫头，日后不能胡乱安排后事，不能乱点鸳鸯谱了，可以吗？好，本王答应你，不乱说话了，别再折腾本王了。好。李云熙答应他，又继续在他背上处理了脓包之后，把他翻了过来。看着他满脸通红，李云熙就想笑。他起身用烈酒漱了漱口，算是消毒了，然后又去了浴房，用水清理了自己的口腔之后，回到了卧房。李云熙端来了温水，用帕子轻轻地为他擦了脸和身体，并在脓包处涂上了药膏。慕容浩看着丫头细心地照顾自己，心里暖暖的。他的丫头这是在用命对他好，他很感动，也很感激。给他擦身后，李云熙把他肩膀上的银针取了下来。此时慕容浩能动弹了，他再也不理会天花，他一把把林云熙拉进了自己的怀里，找到了她的唇，大口大口地吻她。一时间，床幔内的温度越升越高。第二日天亮了，慕容浩睁开眼，看到林云熙睡在自己的怀里，额上碎发凌乱。他用他的大手为林云熙挽整齐，此时他发现手背上的斑疹淡下去很多了，这是天花症状在减弱，他慕容浩没死。他很开心，在他洁白无瑕的额头上轻轻的一吻，这一吻把林云熙吻醒了。我也醒了，有哪里不舒服吗？说完，用手探了探他的额头，好像还是有点热，算是正常范围了。林云熙又给他诊脉，脉象比昨儿晚上好了许多，他大喜。林云熙突然坐起身来，掀开慕容浩身上的被子，认认真真的看他身上的脓泡。王爷，你的天花没事了，就是还有一些低烧，过2日就没事了。身上的脓包也没有留下什么疤痕，慢慢就会好了。而且啊，这辈子再遇到天花就不怕了。丫头的意思是本王以后都不会死于天花了，这次的天花也能扛过去。昨晚我都说了很多遍了，王爷死不了，王爷就是不信丫头。现在总算相信了吧？那牛痘真能治疗天花，在我们家乡天花病已经被灭绝了，就是用那牛痘制作了疫苗啊，就是昨晚我在王爷肩膀上打的那针，就叫天花疫苗。那金卫城的百姓有救了。有救了。今日呢，我要马上和李知府了解一下目前金卫城感染天花的情况，明日骆公子会过来，我们就可以买他的血犀草。好，我们现在就起来，赶紧去做这些事。王爷这2日要听丫头的话，你就在院子里好好歇歇，王爷让天一跟着我就可以了。本王想和你去。王爷听丫头的话，病好了才能出去，你现在还发热呢，只要王爷听话，丫头晚上回来有奖励。慕容浩知道他是为了自己好，他还在发热，还有些难受，乖乖的点了点头，答应了林云熙。林云熙起身叫来了天一。林姑娘，王爷怎么样了？天一，你放心吧，王爷已经没事了，日后呢，他也不会再得天花了。不过今日还有些发热，你让人照顾好他，我和你先去找李知府。王爷没事就好，多谢林姑娘救下王爷。你去准备一些早膳过来，最好弄点清淡的白粥和小菜，我和王爷用过早膳后，再和你去找李知府。是。天一领命出去了，慕容浩躺在床上看着林云熙。林云熙可是越来越像他王府里的女主人了，使唤起他的人来那叫一个得心应手。只见林云熙交代了天一之后，轻柔地为他擦脸和洗漱。丫头，我们这次回上京城就成亲吧，本王的王府缺一位女主人，本王不想等了。林云熙听到成亲，心头颤抖，他终于说出这话了。他看着眼前满脸真诚的慕容浩，知道他说这话是发自内心的。慕容浩，谢谢你能给我名分，丫头很开心，但是
能不能再等半年？半年就好。为何要等半年？王爷，先不告诉你可以吗？丫头在等一些东西，那东西对丫头来说很重要。有了那东西，丫头才能更自信的嫁给王爷。好，本王等你。半年后，本王10里红妆娶你。好，丫头也盼望着那一天。两人说着，天一就敲响了他们的房门。进来吧。天一推开门，将丰盛的早膳摆在桌上后就离开了。林云熙扶起慕容浩，把他带到了桌边。王爷多吃点，这样抵抗力才会更好。丫头也是。两人很快用完了早膳。林云熙收拾好自己后，从袖袋里拿出6本很厚的书籍，递给了慕容浩。王爷，今日如果歇够了，可以看看这书，这书很精彩，在我们家乡销量可好了。他点了点头，目送林云熙出去了。林云熙一路带着天一来到了衙门，刚好就看到李知府要出门。两位到衙门是来找下官的吗？李大人，我这次过来是要带给你一个好消息，我已经研制出了抗天花的疫苗，就是你们说的特效药，现在想和你了解一下金卫城的情况。林姑娘，此话当真？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啊，你确定没有说错？李大人，昨日从地牢里带出去的6名死刑犯，你可还记得？哎，当然记得，昨日是瑞王叫人带出去的，现在呀还关在地牢里。要不我们现在去地牢里看看他们几人？昨日我给他们用了特效药，今日他们的天花症状应该减退了不少。海还真想看看这事儿是不是真的，他赶忙答应。哎，好，要不现在就过去看看吧。李大人请。三人走了一段路，来到了地牢。李大人带着他们俩人找到了昨日那6名死刑犯，他们先是看了重症患者的症状。昨日2位重症患者体温都在39度以上，而今日测出来一个是38度，另外一个是37.8度。而且他们俩人昨日脸上大量流脓，今日脸上的脓包开始结痂，有些地方呢还开始脱落了。重症病人的好转情况最明显，中度和轻度4人症状也是有明显的改变，特别是轻症的患者几乎算是快好了，只是还有轻微的低烧而已。看到这6人的变化，李大人不淡定了。他上去询问了几人昨日和今日身体情况对比，几人给出的结果都是向好的结果。3人出了地牢，李大人有些激动地看着林云熙。林姑娘，你的特效药能不能给整个金卫城的百姓用？李大人，我是一名医者，我的使命就是治病救人。我这次来金卫城就是要救治金卫城的百姓，我的药当然可以给金卫城的百姓用。今日来找大人，就是让大人告诉我金卫城现在有多少百姓中了天花，我好测算出目前我需要做多少这样的特效药。还有，我这药需要一种药引叫雪溪草，是我费了不少力气才找到的，而且还找到了能提供这种稀有药材的商人。大人也知道我只是一名大夫，这药材需要的量很大，我可付不起这整个金卫城百姓药材的费用。所以今日找李大人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李大人拨款购买这味药材。李云海听懂了林云熙的话，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儿啊！天花自古多国都是谈之色变，这姑娘竟然能够研究出特效药来，她定是会答应林云熙的所有要求。林姑娘，我们去衙门看看最近染病的情况吧。说着，他带着林云熙和天一来到了衙门。李云海赶忙叫来了他的副手。王同志，今日城内感染天花的百姓数量出来了吗？回大人，今日的数量刚刚统计出来，金卫城目前有百姓人口20万人，目前感染天花的数量是3万人左右。3万人？林云熙听到这数字确实不小。李大人，这样吧，我今日回去测算一下3万人的特效药需要多少血犀草，今晚给到大人具体的数量，明日提供血犀草的商人会来找我，到时候需要的银两我再报给大人，如何？多谢林姑娘了，下官一直都在衙门和医病区，林姑娘要找下官的话，在这2个地方找就可以找到下官。好，那我就不打扰李大人了，我先回去测算数量。啊，还有一事刚刚忘了说，治疗了这3万患天花的病人之后，其他人最好也用特效药，这样日后就永远不会得天花了。不过呢，这个就需要李大人向朝廷申请了，看看需不需要做这件事情。这可是利国利民的事。听到林云熙的话，李云海知道对方是在提点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他的政绩定是会得到皇上的肯定。
多谢林姑娘的提点，下官会考虑这事情的。看他上道儿，林云熙笑了笑，带着天一出了衙门。林云熙带着天一回到了城门的实验小屋。林云熙一进门就开始计算牛痘和血犀草的数量了。现在精卫城感染人数大概是3万人，等到备好药材，人数肯定还会上升。林云熙通过现在精卫城的防疫情况和病毒传播的速度，他推算出等这特效药准备好的时候，精卫城将会有4至5万人被感染天花。得出来这个理论人数，林云熙开始对照他实验出来的牛痘试剂进行测算，最终算出来牛痘和血犀草的总数量。天一，上次找了20头小牛都感染了牛痘了吗？回林姑娘，20头小牛都感染上了。好，你吩咐下去，再找50头小牛，让他们继续感染牛痘。好。忙完了这一切，林云熙拿出纸笔，开始写后期安排天花疫苗的接种方案。他一直忙碌着，一忙就忙到了晌午。此时，天二把午膳端到了他的实验小屋，他已经2日没有看到天二了。看到他，林云熙有些吃惊：“天二，你们的事情忙完了吗？怎么今日有空给我送午膳了？”回主子，那黑衣人我们都审理完毕了。今日起，属下和天三回到主子身旁，继续保护主子。那你们后来又审问出了什么消息吗？回主子，这次的天花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此话怎讲？回主子，那黑衣人交代，这次天花事件是由西域国3皇子朱仙南和金银阁阁主蓝景一一起策划的。什么？金银阁阁主难道也是西域国的人？属下得出的情报，他不是西域国的人，他就是东胜国人。那他怎能如此狠心，竟然残害自己国家的百姓？主子，杀手组织指认前，有人给银钱，他们什么任务都接。林云熙听到这儿，刚刚还觉得美味的午膳瞬间就变得无味了。怎么会有如此残忍的人呢？为他国杀害自己国家的百姓。有没有查到金银阁蓝景一的下落？回主子，我们用尽了所有方法，那黑衣人都说没有他们阁主的下落，看来他真的不知道蓝景一到底深藏何处。好，你们也继续关注一下蓝景一的下落。这人每次都想刺杀王爷，不能留了。好。说完，林云熙就示意他退下。用完了午膳，林云熙就带着天二和天三来到了疫病区。他已经好几日没来了，想来看看现在这边是什么情况。林云熙进入了重病区，看到慕容琦一直在里面看病、把脉、扎针、开药。看慕容琦满眼青黑，就知道他这几日应该是没睡好。能如此爱戴病人，这位闲散世子其实也是一个心善之人。齐公子，要不你去歇息吧，我来替你。慕容琦看林云熙过来了，刚刚还满眼疲倦的眼眸一下就亮了起来。林姑娘来了，我刚刚听李大人说你研究出来了特效药，姑娘的医术果真了得，精卫城的百姓得救了。精卫城的百姓有救了，你就先回去歇息吧，我替你就行。不累，这几日为这些重症病患开药，能暂时缓解他们的病痛，我也高兴。要不你就坐在我身边，一起为他们看病吧。好。慕容琦看着林云熙坐下，他戴着口罩，眉眼露出好看的弧度来。没过多久，就在慕容琦给一个重症病人施针时，慕容琦突然就倒地了。长风见状，急忙从不远处跑过来扶起了慕容琦。林姑娘，我家公子晕倒了，麻烦您过来看看。林云熙闻言，急忙起身跑了过去，第一时间给他把脉，脉象显示慕容琦这是累晕了。长风，你家公子多久没有休息了？灰姑娘，公子一直在重病区，有2天2夜没合眼了。又是一个不要命的大夫，你带他回他院子歇息吧，这样熬着肯定不行的。我给他开些药，再给他用好膳，就会没事的。好。说完，长风背起慕容琦，急冲冲的就冲出了重病区。长风，你家公子一直在重病区，为了避免他感染天花，你最好把他全身的衣服都换掉。这身衣服要不就火烧，要不就用滚烫的热水消毒。长风听林云熙的，很快就给慕容琦换上了一身干净的中衣，把慕容琦放到床榻上躺好。林云熙再次给他诊脉，他思考了一会儿，从袖袋里拿出来纸和笔，写了一副药方递给了长风。你按着药方去抓药，每日2次就可以，连服3日。还有，一定要让他歇息好了，吃饱喝足后他就没事了。多谢林姑娘。林姑娘能不能帮忙看一下我家公子？我去取药，很快就回来。
林云熙看他只带了1名护卫，也没办法，他点点头答应。门开着吧，这样透气会好一些。长风知道林云熙这是为了避嫌。长风出去不久，林云熙一直坐在凳子上等着。此时床榻上的慕容琪发出了微弱的声音：云熙，云熙，到我身旁来，不要走。林云熙靠得近，他自然是听到了慕容琪的话。林云熙大惊，慕容浩昨日还乱点鸳鸯谱，今日他就听到慕容琪在梦里叫着他的名字。林云熙这是左思右想也想不通，他这段日子也没有做任何事情让他误会啊，是慕容琪怎么会？林云熙不是一个自寻烦恼的人，慕容浩已经占据了他的心，任凭眼前的男子再好，他也会无动于衷，这份情就当自己不知吧。直到长风端来了药，林云熙这才站起身。今晚呢，也照顾好你家世子，我先回去了。多谢林姑娘。林云熙才出了院子，就看到李知府急匆匆地往这边赶。林姑娘也过来了。我过来看看，恭王世子累晕了，我给他开了些药。李大人，他在1名护卫，如果李大人方便，可以再找一个人过来轮换照顾他会比较好。而且他们现在膳食好像不太够。姑娘说的是，下官这就去安排。看到李大人下去安排之后，他放下了心，往自己的院子走去。他今日去了地牢，又去了疫病区，这身衣服一定要换掉才行。他自己去了浴房，准备了热水，在浴桶里舒舒服服地泡了一会儿后，出来赶紧就穿好衣衫。林云熙一日没见到慕容浩了，慕容浩还发着热呢，他想赶紧去看看。他走到前门，就看到对面院子外守着不少的侍卫。林云熙如果直接从前门进去，肯定会被人发现的。林云熙想了想，叫来了天三。天三，帮忙找一个梯子过来，我要爬梯子过去看王爷。主子现在可是明目张胆的和王爷在一起了，他不知道王爷和他的院子全都是暗卫守着吗？用梯子爬过去真的好吗？天三笑了笑，不过他是个下人，主子发话只能领命。另一边，慕容浩今日得到了林云熙给他的3国争霸后，从早上一直看到现在。林云熙让他歇息，他倒是把这事儿给忘得干干净净了。此时天一求见，慕容浩看着天一微笑进门，他好奇：天一，今日何事如此高兴？王爷，今日林姑娘吩咐属下监督王爷多歇息，可您到现在都没有歇下。王爷，您赶紧躺下吧。林姑娘现在找天三要梯子，正要爬过来。他为何不直接从大门进来，要用梯子？回王爷，刚刚恭王世子晕倒了，李大人派了不少人在对面的院子外守着。属下估计，林姑娘不想其他人知道她要来王爷的院子吧？慕容琪晕倒了？是。严重吗？回王爷，听闻恭王世子2天2夜没有合眼，一直在重病区给病人看诊，这才晕倒的。刚刚林姑娘给他开药了。你先下去吧。哎，他爬梯子的时候看着他些，别让他伤着。是。天一领命下去了。天三，梯子就放这儿吧，你退后，我这就爬过去。好。林云熙是特工，爬梯子当然是不在话下了。不一会儿，他就爬到了墙顶。慕容浩一直在窗后盯着他看。现在的林云熙就像是一只可爱的猫，蹲在房顶上要往他这边来。天三看他到了房顶，一个飞身就跃了上来，帮他把梯子搬到了对面的院子。真羡慕你们会轻功的，能飞来飞去，我只能用梯子，真丢人。主子那么聪明，改日叫王爷教你，之后学会了就不用翻墙了，什么时候想见王爷飞过去就行了。慕容浩听天三这话，发现这天三还挺上道的，能这样提醒林云熙，看来是要好好的赏他才行。对啊，王爷轻功那么厉害，他好了就让他教我。天三放好了梯子，林云熙很快就顺着梯子爬了下去，随后他立刻就飞奔进了慕容浩的卧房。慕容浩没想到他跑得那么快，他刚刚假装躺在床上，门就被打开了。看他躺在床上，林云熙缓缓地关上了门，放轻了脚步，来到了床边。他悄悄地上了床，躺在慕容浩的身侧，用手轻轻地探了探他的额头，发现还有些热。怎么回事啊？都半日了，这慕容浩怎么还没有降温？林云熙又起身到浴房端来一盆冷水和帕子。
把帕子用水拧拌干后，放在慕容浩的额头上。他再次上床，躺在了慕容浩的身侧，一直盯着他看。慕容浩，你怎能长得如此好看？丫头能这样看着你看一辈子。今日我就出去一会儿，就想你想的不行。说完，他低下头，轻点了一下慕容浩的薄唇。你的嘴唇怎么能这么甜？真是一个妖孽男人，让人天天想吻你。慕容浩一直在装睡，听到他如此直接肉麻的表白，身体里一股莫名的暖流划过心尖儿。这丫头就是故意的。他明明知道自己睡眠浅，一上床就开始用情话撩拨他。慕容浩睁开眼，看林云熙痴迷地看着自己，他的心开始融化了。大手握住林云熙的后脖梗，用力地吻上了他的唇。林云熙的唇很软，很暖，很甜，是他每日都想停留的地方。林云熙很主动，主动撩拨，主动地迎合自己，还主动用手摩挲着他的腰。俩人翻云覆雨后，慕容浩抱住林云熙，满眼深情地看着他。丫头，今日的事情都办好了？今日的事情很顺利，李大人同意明日拨款买血犀草，不过也不知他们衙门的银钱够不够我要买的量。如果不够，本王带了银钱，父皇有给我救灾的备用金。那就好，我要的量很大，就怕银钱不够。有王爷的话，丫头就放心了。王爷，按理说你今日休息好了，发热会退去，可是为何今日发热没有退去？慕容浩此刻很心虚，他今日根本就没有睡，一直看着林云熙给他的三国争霸。也许本王体内的天花病毒还在，明日再休息一日便好了。此时林云熙看到他放在桌上的书，他知道慕容浩看书有一个习惯，每当他放下书的时候，就会在正在看的书页上折起一个小角来。林云熙下了床，来到桌子旁，看到这书有折过的痕迹，这是三国争霸的第2本了。王爷，今日可有好好歇息？丫头，哎呀，这书太好看了，一看就让人着迷，本王一看就忘了时间了，还真忘了歇息。原来王爷这么不听话，不听话当然要惩罚一下，让王爷长点记性。说完，林云熙拿出银针，迅速在他肩头上扎下了2针。慕容浩又不能动弹了，随后附身，用手摩挲着他的后腰。丫头，本王下次听话啊，你这次放过本王。你这样惩罚本王太重了，本王受不了。王爷下次记住了吗？丫头叫你歇息，你就要歇息。记住了，本王记住了。林云熙把银针取出来，他得以动弹。他现在已经被林云熙撩得欲火焚身，怎么能够放过他？慕容浩一翻身，把他压在自己身下，烛光摇曳，两人在床榻上缠绵得不死不休，直到林云熙感觉到肚子饿了，俩人这才停了下来。王爷，丫头饿了，传膳吧。好，丫头饿了，传膳。天一，传膳。是。门外天一应下后，出了内院。两人还是在床榻上腻歪着。天一敲了门，慕容浩用内力放下了床幔。进来放下就出去吧。天一看到床幔放着，不敢乱看，放好了饭菜就出去了。林云熙拉着慕容浩坐到桌旁。王爷，今晚要好好吃饭，好好歇息，这样你的发热才能降下去，知道了吗？没成亲之前，本王可不想再被那样罚了。都听丫头的。丫头刚刚说饿了，多吃点。俩人吃着饭，林云熙忽然就想起明日要和骆静安买药的事儿。王爷，明日那骆静安会到城门卖药给我们，他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会有如此大量的血犀草？本王查过，他就是上京城4大世家之一的骆家少主。骆家是4大世家中最神秘的一个家族，他们掌握着整个东胜国大约1半以上的药材生意，而且他们骆家会不少江湖上的绝学，就像那日他们会驱蛇一样。他们骆家只做生意，不参与任何朝廷纷争，在上京城做事非常低调，很多人想打听骆家的消息都打探不到。那王爷是如何打探到骆家的消息的？丫头以为本王平日里就是上个早朝，去军营逛一下就没事了？林云熙想了想，好像他都是那么当直的吧，点了点头。丫头的王爷可不是吃素的，日后丫头自会明白。林云熙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
她现在就想一直看着这好看的男人。她和慕容浩在一起很有安全感，她想就算是飞蛾扑火，她也要嫁给慕容浩，和他好好的过日子。怎么，丫头又想本王了？想，一直想王爷。今日本王还在发热呢，你折腾本王的还不够啊？不够，就算王爷发热了，也想欺负你，谁让你不听话？林云熙继续痴痴地看着他，慕容浩算是知道了，今儿晚上这女人是怎么腻歪怎么来。看来今晚还有一场他喜欢的硬仗要打。两人用完了晚膳，林云熙就给他备了热水。今日林云熙就想和他好好待在一起。林云熙为他洗头，为他剃须。慕容浩看他今日很是粘人，他也就配合着。林云熙叫他做什么，他都答应。为他穿好衣衫，林云熙就拉着他来到了床榻上。王爷，你说我研制的天花疫苗啊，就是那天花特效药，这配方我是自己留着，还是交给你父皇？丫头想自己留着就自己留着，毕竟这是你自己研制出来的特效药，在东胜国有律法保护医者的研究成果。我自己留着会不会太自私了？这有什么自私的？丫头想出来的东西自然是丫头的，这特效药可是能卖钱的。这次如果能够救下整个金卫城的百姓，丫头的特效药肯定能轰动整个四国。不假时日，他国肯定会派人前来东胜国购买，到时候丫头就不用愁没有钱挣了。这事情很大，丫头先考虑一二，看看需要如何做。不过还要多谢王爷的鼓励和支持。和本王也这么客气啊？丫头不需要有压力，是自己的东西就好好留着，本王都会在你身后支持你的。林云熙双眸含情地看着慕容浩，他真的很好，他做什么他都支持。他突然把慕容浩扑倒，今日他矫情了，他就想和慕容浩缠绵，他就是想他。第二日一早，天刚刚亮，慕容浩就醒了，看着怀里这美艳绝伦的人儿，他真的是很想快点和林云熙成亲。看着林云熙好看的脸庞，他不自觉地在其唇瓣上轻点。林云熙感受到他熟悉的香吻，主动就迎了上去。慕容浩大惊，他不是还睡着吗？大清早就来这么猛烈的吻吗？这丫头真的是越来越不矜持了。王爷想吻丫头，就先把丫头弄醒啊，这样偷偷吻肯定不会甜的。本王哪有偷偷？看他露出大男孩做错事紧张的表情，林云熙不逗他了，抬手探了探他的额头，好像没有那么烫了。他坐起身，严肃认真地看着慕容浩。王爷，今日一定要好好歇息了，如果再被我发现你不好好歇息，就不是罚你那么简单了，听到了吗？好，今日本王再歇息一日，丫头你去忙你的吧，晚上和本王用晚膳可好？只要王爷乖乖歇息，丫头今晚陪王爷用膳。好，本王等你。说完，两人起身，各自穿好衣衫，一起去洗漱了。一起用了早膳之后，林云熙又爬着梯子上了墙顶。他正想叫天三过来帮忙搬梯子的，低头一看，发现他院子这边竟然多了一个梯子。这天三真上道，两边墙都放了梯子，他这是多想让我爬进慕容浩的院子啊！林云熙笑了笑，下了梯子，看了看树上的天三。天三，这事儿办得不错，有赏。天三此时在大树上，听到他这话，满脸都笑开了花。林云熙到了自己的院子之后，到里屋里拿了药箱，带着天儿和天三去了城门。这边，骆静安带着宇宙和宇阳从一家客栈出来，三人骑上马就往城门赶。今日的骆静安难得穿上了一身月白锦袍。公子，你平日里很少穿如此明亮的衣衫，今日竟然选了一件月白色的。今日的公子和平日里真的不同。宇少，今日公子可是要去见重要的人。宇阳附和，骆静安不理会他们，直接就跳过他们的调侃。宇正，那日叫你去查林姑娘的事情，查的怎么样了？回公子，这林姑娘确实有点意思。她是上京城人，无父无母，算是一个孤儿，但是就是无法查到她父母的消息。她的消息很难查，属下只查到她在上京城的东街开了一间铺子，叫东夏商会，里面不卖东西，只售卖教人做生意的方法。东夏商会教人做生意，有点意思。是的，他铺子里面的东西都很稀奇，
会制冰，会什么炒菜，会做香皂等等，五花八门的。属下很好奇，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制冰？有人会制冰？是的，听说制冰这生意卖得最好。改日回上京城，本公子亲自去看看。哦，对了，这次他为何会和瑞王慕容浩在一起？他们相识？惠公子，至于林姑娘为何和瑞王在一起，还被刺杀，还真查不到。不过属下查到，这林姑娘是和恭王世子慕容琦进入精卫城的，而且她和恭王世子一直在疫病区给重症病人看病。她懂医术？不过想想，她应该会，不然也不会约我们今日买雪溪草了。说完，骆静安加快了打马的速度，快速来到了城门。到了城门处，他没有看到林云熙，看了一圈后，看到了天二。他记得那日这武功了得的男子应该是林云熙的护卫。他上前拱手：“这位公子，本公子是骆静安，那日在灵山我们见过，今日和林姑娘相约到城门相商购买雪溪草的事宜，不知林姑娘现在何处？”骆公子，我们主子叫我在这里等你，您这边请。说完，天二带着他上了城楼，来到了林云熙的实验小屋。林云熙礼貌走上前，躬身行礼：“公子来了，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林姑娘，你说。林云熙示意他坐下，俩人面对面坐了下来。林云熙拿出一份之前就写好的数量计划书，推给到骆静安桌前。我昨日找李知府拿到了精卫城感染天花的人数，目前是3万人。我的特效药出来后，预计会有4至5万人会感染，所以我现在需要大量的雪溪草，这个数量大约是5000两，不知道骆公子有没有那么多？有，林姑娘如果需要更多，我们还能提供。林云熙心中大喜，果然是京城4大世家，当真是财大气粗。就是不知这价格是多少？这雪溪草属于稀有药草，也算是比较难寻的药材。这药材在我们药铺里卖价是650文1两，但是林姑娘是大批量购买，本公子这边能给到姑娘600文1两。这药那么贵的吗？平日里的风寒感冒很多药材在京城的铺子里才5到15文1两，这雪溪草要600文1两。骆公子，你这价格会不会太高了？这药是救治金卫城百姓天花特效药的药引而已，太贵了吧？骆静安身在医药世家，他就没有听说过有人能研制出治疗天花特效药的。林姑娘，这雪溪草真是做天花特效药的药引吗？你真研制出了天花的特效药？不是开玩笑的吧？好吧，古代人被天花病毒整怕了，凡是有人能治疗或者能研制出天花特效药的人，就都会被误以为是在开玩笑。骆公子，我林云熙从医从商，从不骗人。我的天花特效药已经用死刑犯进行了人体实验，结果已经出来了。李知府就等我制作出天花特效药后，通知整个金卫城的人。骆静安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女人，她竟然能研制出天花特效药来。他们骆氏家大业大，家族中养着大量的大夫和药理师傅，都没有人能够研制出，而这林云熙的药理才能竟如此之强吗？林姑娘，你学过药理？你是药师？我是大夫，也会药理，医药不分家，对吧？林姑娘，你是否愿意进入我们骆家研究药学？我们骆家是整个东胜国的医药大家族，可以让你发挥你的药学才能。等等，我和他刚刚不是在谈买雪溪草的事情吗？现在怎么话题就变了？骆公子，我们刚刚好像谈的是买卖雪溪草的事情吧？是不是应该把话题拉回正题？骆静安才反应过来，他真是太过激动了。本公子有些失礼了，不过刚刚本公子的提议，林姑娘可以考虑一二。我会考虑的，不过我们还是先谈谈价格吧。骆静安看他有如此才能，此时想要拉拢他，这价格自然是可以再谈谈。那姑娘想要什么价格？你只管说，本公子一定能给姑娘一个最低价格。林云熙都无语了，他竟然把出价权转到了他的身上，他才不会上当呢，这是谈判技巧中的忌讳。骆公子，那你能给我什么价格呢？毕竟你们骆家拿到的雪溪草的成本你们自己知道，我就不好出价了。你给个爽快的价格吧，我看能不能接受，如何？他真的很聪慧，和我谈判时总是能以退为进，把我僵得死死的。算了，不和他周旋太久，不然他还以为我是斤斤计较之人。这样吧，既然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情，我们骆家
也不会发灾难财。本公子就给姑娘一个最低价格，450文1两，你看如何？林云熙笑了笑，知道骆静安这次的出价算是有诚意的了。不过，他或许还能再往下压一压。骆公子，我知道你的价格已经很有诚意了。这样吧，我觉得呢，450文1两还有些高，你就给我400文1两吧。我手上有很多东胜国都没有的药方，我也很有诚意，之后和骆家合作，你看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马上签书契。听到林云熙说后期会和骆家合作，骆静安心中大喜。林云熙这样的人才，让些力给他，其实他自己并不吃亏，而且他手中的血犀草还有的赚。成交，就按林姑娘说的，400文1两的价格给姑娘吧。现在就签书契。林姑娘什么时候收货？当然是越快越好，那可是救人命的药材。好，那我叫手下2日之内把血犀草给林姑娘送来。好，多谢骆公子了。林云熙快速地写好了2份一样的书契，签了名，推给了骆静安。谈判顺利结束，林云熙准备送客，就见骆静安开口说道：“林姑娘，我们算是第一次合作，不知道林姑娘能不能赏脸和在下用个午膳，算是庆祝我们合作成功。”林云熙以为只有现代谈生意成功会庆祝，没想到这古代人也有这么一套啊！这是生意场上的礼仪。当然可以，但是现在金卫城里没有酒楼开业吧？林姑娘应该很少逛金卫城吧？离天花病区较远的地方，还是有些酒楼和客栈开门营业的。本公子所住的客栈饭菜还不错，要不就去那间客栈用午膳如何？行，可以。现在刚好也到了午膳时间了，我们走吧。客官，哎，你看看点什么菜？今日来了很多新鲜的肉类和蔬菜，你们尽管点就是了。骆静安看了看菜谱，也不知道林云熙喜欢吃什么。林姑娘，本公子也不知道姑娘喜欢吃什么，就你点菜吧。今日本公子请，你随便点。那我就真点了，我食量很大的，望公子不要见外。说完，林云熙就着菜单点了鸡鸭鱼虾、烤乳鸽、红烧肉、烤乳猪，还有时令蔬菜。骆静安见状是大吃一惊啊！就他们2个人吃饭，这林云熙竟然点了这么多的菜，他食量真的有那么大啊？很快，小二就上全了所有的菜品，摆了满满的一桌子。骆公子，是不是能开动了？当然，我们开始吧。林姑娘是不是忘了点好酒？我们第一次合作，没有酒怎么能行呢？行，叫小二上美酒来。林云熙看了看天二，天二会意出了门，不一会儿就拿了一坛美酒上来了。哎，古代人吃饭就是磨磨唧唧的，吃个饭还要等来等去的，好麻烦。哎，都快饿扁了。林云熙直接开动，看到烤鸡，那就直接上手拿了一个鸡腿就开始啃起来。骆静安、宇宙和宇阳看到林云熙这操作，全都惊呆了。他们行走江湖多年，还从来没有见过有女人如此用膳的。骆静安此时眼睛睁得大大的，嘴角露出不易察觉的笑容来。他一边吃一边看着林云熙。林云熙一直认真的吃着饭，没有察觉到骆静安在观察他呢。林姑娘是不是没用早膳，所以饿了？我早膳用过了，只是我的食量比常人大，公子见笑了。那这些菜够不够？不够再点一点。够了，我看骆公子都没怎么吃，都是我吃了。林姑娘，刚才我和你说的去我骆家当药师的事情，考虑的如何了？当药师就不用了，我喜欢无拘无束，要不我们合作？你有药，我有方子，这样合作的话是不是更好？东胜国很多需要的人都想进入我们骆家当药师呢，我们给的月薪很高的，姑娘当真不考虑？骆公子，如果合作可以考虑，当药师就先不考虑了。骆静安知道他的想法，再劝他也无用，还是先和他好好的用午膳吧。骆静安微笑的转了个话题。那行，今日是本公子和林姑娘第一次合作，我们一起喝杯酒庆祝一下吧。他说完，宇宙就上前给他们2人倒上了酒。林云熙刚要拿起酒杯，天二就上前阻拦。主子，您不能喝酒。林云熙记起慕容浩给他的禁酒令，他可不敢违背。骆公子，我就以茶代酒吧，我不胜酒力，下午还要给金月城的百姓看诊，现在就先不喝了，如何？既然林姑娘下午还要看诊，那就不必喝酒了。在下喝酒，你喝茶吧。好，多谢骆公子成全。2人愉快的用了午膳之后，走出了客栈。林姑娘慢走，2日之后，本公子跟你交货。好，
2日后，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说完，林云熙上马，往城中的疫病区奔去。骆静安一直盯着远去的马匹，直到那让他心动的背影消失，他还站在原地思考着什么。公子，别看了，林姑娘走了。她真的很神秘，也很独特。是啊，她的食量也真的很大，是个难养的姑娘。就你多嘴，还不赶紧去提血犀草？是不是又要本公子罚你？是，属下这就去。一溜烟儿，禹州就消失不见了。林云熙一路打马来到了衙门，他找到了李知府，把他和骆静安签的书契交了过去。李知府知道林云熙是来取钱的，便找来了护房，和林云熙签了支取银钱的书契之后，只给了他需要的总金额银票。弄完这一切之后，林云熙松了一口气儿，金卫城的百姓有救了。林云熙走到了疫病区，进入了重病帐篷，继续为重症病人施针开药。他一坐就是2个半时辰。此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偏二收到慕容浩的消息，让他回去用晚膳。主子，王爷让您回去用晚膳了。林云熙走出了帐篷，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院子。他为自己准备了热水，因为他今日碰了许多的天花病人，需要消毒才行。于是他就认认真真的泡在水里。林云熙突然想到自己昨儿晚上的主动，然后就羞红了脸。他这是怎么了？自从慕容浩得了天花后，他就对慕容浩特别的依恋，总想要黏着他。看来他是中了一种叫做慕容浩的毒了。如此想着，林云熙的脸就更红了，红得要滴出血来，好羞人呢。他不能再泡在热水里了，越泡他就越想慕容浩，他要赶紧去见自己的爱人。林云熙快速起身，穿好了中衣，刚走到御房门，就看到了个熟悉的身影。他冲上去，一个跳跃，双脚环住了慕容浩的腰上。丫头就那么想本王？他看了看林云熙的脸，简直是红透了。你的脸怎么那么红啊？是不是发热了？又或是沐浴用的水太烫了？林云熙看着慕容浩，眼里情愫满满，深深地吻了上去。慕容浩被他这操作给甜到了，一手把他抱稳，一手挽着他的后脖梗，把人贴在墙上，两人来了一个热烈的壁咚吻。主动强烈的吻让慕容浩心跳加速，两人快要无法呼吸了。林云熙这才松开了他的唇。王爷，丫头美吗？看他这样撩拨自己，慕容浩胸前的欲望已经爆炸，他声音微颤：本王的丫头极美，像一只狐狸精。慕容浩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这丫头这2日是越来越会撩他了，他喜欢这丫头的主动。主子，恭王世子的护卫长风求见，好像有急事。这么晚了，什么事？回主子，长风说恭王世子手臂上出现了很多斑疹和水泡，怕是染上了天花。你叫他先回去，我马上过去。是。天儿退下，慕容浩好奇地看着怀中的人。丫头过去给他治病，用的是和本王一样的法子。看到他自有吃醋的嫌疑，林云熙逗他：治疗天花的方法都是一样的。你也会在他身上吸脓泡？他脑子都在想些什么啊？林云熙忍住笑，继续逗他：只有吸了脓泡才不会留疤。你不能去，他死了，本王会请求父皇厚葬他。慕容浩，你一天在想什么？我当然不会那样治疗了，给他打天花疫苗，再给他涂抹一些抗疤痕的药物就差不多了。他留不留疤，我可管不了。你还给他涂药膏？不能去。我让长风帮忙，我不会动手的。慕容琦不是什么坏人，他应该得到救治。王爷不要吃醋了。听他这么一说，慕容浩放下心来。林云熙起身，慕容浩为他整理好衣衫之后，叫来了天儿。天儿，传膳。是。王爷，我先过去看看，你先用晚膳，留菜给我就行。你不用晚膳就不要过去了，哪有饿着肚子去看病的？本王知道天花没那么快死。听话，先用晚膳。哎，好吧。林云熙拗不过他，只好就老老实实的坐下。不一会儿功夫，天儿就上了晚膳。丫头多吃点，吃饱了才有力气看病。他如此关爱自己，林云熙当然是不会拒绝了。他乖乖的吃完了慕容浩夹给他的所有的菜。王爷，丫头乖乖吃完了，可以走了吗？去吧去吧，小心守护好自己。王爷真好，丫头去就回。
慕容浩急急忙忙地用了几口晚膳之后，穿上外衫就出去了。他飞身到了慕容琦卧房的屋顶上，打开了屋顶的一片瓦片，看着里面，慕容琦躺在床上，似乎是睡着了。此时，长风领着林云熙提着药箱进入了慕容琦的卧房。林云熙从药箱里拿出口罩和医用手套，长风正要出门，只听他严肃地说道：“长风，你留下吧，把门开着，等一会儿要你帮忙。”是。刚走出去的长风又进了门，他站在门前候着。林云熙把慕容琦身上的被子打开了一个小口，拉出了慕容琦的一只手臂，随后手指就按压在脉搏上。诊完脉之后，他又拉开慕容琦手臂上的衣服，看了看手臂上的斑疹和脓泡，确诊是天花无疑了。然后他从药箱里拿出了测温仪，测出慕容琦体温是38度8，发热了。长风，公王世子发热了，他需要散热，你为他推去上衣吧，我要给他打针，顺便看看他身上脓泡的情况。长风领命，到床榻前为慕容琦褪去了身上的衣衫，露出了上半身来。此时，李云熙从药箱里拿出之前他配置的多余的天花疫苗，给慕容琦的左手手臂上打了一针，然后吩咐长风去打一盆温水过来，替慕容琦降降温。慕容琦打针吃痛，从沉睡中醒了过来，他的眼睛微微的睁开，恍惚间看到了一个心心念念的身影。慕容琦努力地睁开双眼，他确认是林云熙无疑，又看了看自己光着的上身，他似乎是明白了什么，柔弱的声音说道：“云熙，我是不是得了天花？”云熙，林云熙有些不淡定了，他怎么突然那么亲密地叫他的名儿啊？这着实让他有些不自在。世子还是叫我林姑娘吧，你确实得了天花。我是不是要死了？云熙，你能不能救我？我还不想死。你死不了，我的特效药已经研制出来了，刚刚已经给你打过了。你是在安慰我吧？怎么会有人能治愈天花？哎，这又是一个不相信的主。林云熙都懒得解释了。总之你死不了，打了针你就好好歇息吧。云熙，不要走，我将死，我有些话要对你说。林云熙用力地挣开了他的怀抱，他此时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慕容浩此时拳头紧握，他想飞进去把他的丫头带走，但是他不能，这样做的话丫头会怪他的。慕容浩忍了忍，继续看着。世子，不用说什么了，你真的不会死。不管死不死，今晚我都要对你说，我心愿你，云熙，本世子心愿你。这几日我的梦里全都是你，我发现我不可救药的会想你，会梦到你。云熙，今晚就留下来陪我好吗？这古代人的表白不应该是含蓄而富有诗情画意的吗？这世子的表白也太直接了吧。世子，你现在发热的厉害，开始说胡话了，等长风过来我就走。不要走，本世子想你留下来，你不是说要救我吗？今晚留下来救我。多谢世子抬爱，我对你没有男女之情，只有朋友之情。你很好，日后呢定会遇到你的良人。我哪里不好吗？我可以给你想要的生活，我许你一生一世一双人。世子，我和你就见过几面，为何你会……有些人一面便是一辈子，我第一次见到你就认定你了。可是我对你真的没有男女之情，对不起，我给不了你想要的。云熙，你是不是新月瑞王？是，我新月瑞王。他不适合你。适不适合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就不劳世子费心了。瑞王他身份尊贵，日后一定会娶很多很多女子，你愿意过那样的日子吗？当然不愿意，如果以后有那么一日，我会离开。云熙，你现在在飞蛾扑火。我愿意为他飞蛾扑火。云熙，你考虑考虑本世子，他能给你的我也能给你。此刻房顶上的慕容浩看着下面的两个人，听着他们的对话，他深深地记住了每一句话。林云熙看长风那么久都没来，他看向了门口卧室，只见长风端着一盆温水站在门外，他应该是很早就过来了，不小心听到了两位主子的对话，这才不敢进来。林云熙没有责备长风，认真的叮嘱：长风，
你进来用温水给世子擦身吧，这样呢降温快一些。刚刚打了疫苗，我就不用退烧药了。好。李云熙从药箱里拿出一支药膏和2把棉签，递给了他。我教你如何给世子涂抹这药膏。说完，他拿起棉签，在慕容琪的手臂上示范给长风看。你先把脓泡里面的脓尽量全挤出来，像这样。挤出来之后呢，再用干净的棉签涂上这药膏就可以了。这药膏可以避免留下疤痕。李云熙教完了长风之后，抬起头。长风，会了吗？好，我给你留几个医用口罩和医用手套，你帮他处理完，记得自己沐浴干净，避免传染。林姑娘，属下不怕死，不知我家公子会不会有事？放心，我刚刚给世子打了针，他会没事的，不过会发热几日，你好好照顾他就可以了。你家世子这次染过天花以后，之后不会再染上天花了。多谢林姑娘救世子，日后有什么需要属下的，属下定能报答姑娘的恩情。不用报答，相识一场，能帮的我都会帮。你们家世子是个好人，他会长命百岁的。多谢林姑娘。好了，我收下你的感谢了，你好好照顾你家世子吧，我先回去了。如果他一直高烧不退，你可以来找我，我过来看看。好。林云熙一直和长风说话，没再看慕容琪。慕容琪很失落，他双眸暗沉，无精打采地靠在床沿边。交代完了所有的事项，林云熙就提着药箱走出了卧房。房顶上的慕容浩赶紧悄悄地把瓦片放好，运起轻功就飞回了屋里。林云熙回到卧房，看到慕容浩正坐在床上看着《三国争霸》。王爷，我回来了。慕容琪感染了天花，我先沐浴换身衣裳。去吧。林云熙走进了浴房，看到浴桶里准备了热水，知道是慕容浩准备的，他开心地进了浴桶。林云熙泡澡的时候想了很多的事情，他有些乱，他在考虑要不要把慕容琪表白的事儿告诉慕容浩呢。林云熙想了很久，似乎是有了答案。丫头，过来，本王为你干发。慕容浩内伤才刚刚好，他可舍不得他再动用内力了。王爷，你内力刚刚好就不用了，我自己擦一下就好了。过来，听话。林云熙听话，坐在了床榻边。只见慕容浩抬起双手抚摸他的墨发，运起真气，他的发丝肉眼可见就干了。林云熙一直看着慕容浩，摸了摸他的额头，此时已经不热了。他继续拿起慕容浩的手为他把脉，他的脉象平稳有力，看来他好像是好的差不多了。王爷，你的天花和内伤基本上都好了，你这身体素质还真好。刚刚丫头给世子看病可顺利？林云熙愣了愣，知道此刻是要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世子的天花和王爷的差不多，都是刚刚发起时就被发现了，属于轻症。刚刚我也给他打过针了，过2日就没事了。世子可还好？林云熙似乎明白他的问题里不是指天花，他温柔地看着慕容浩。王爷，刚刚世子对丫头说他心悦丫头。慕容浩手机一紧，他没想到他会告诉他这件事。本王知道他心悦你。他知道还能这么平静，不像慕容浩。王爷不生气？本王的丫头那么美，那么聪慧，有人心悦再正常不过。王爷不吃醋？会吃醋，但本王更在乎丫头你是怎么想的。我能怎么想？今晚这个话题必须讲清楚了，不然日后会有很多的误会。王爷，我和世子就见过几面而已，我对他没有任何男女之情，天地可见，我的心和人都是王爷的。我对王爷的情，王爷你没感受到吗？本王当然知道丫头对本王的情，本王不是没说什么吗？但是本王想问丫头一个问题，丫头日后会离开本王吗？如果王爷不负丫头，丫头这辈子都是王爷的女人，至死不离。听到林云熙的山盟海誓，慕容浩把她抱入了怀里，用滚烫的唇瓣吻上让他心心念念的唇。那王爷会不会负我？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本王许你一生一世一双人。有他这句话就够了。林云熙迎上他的唇，俩人钻进了被子里，一时间粗重的呼吸声传来，他们一觉睡到了日上三竿。主子，洛公子今日送来了2000两血犀草，正在城门外等着。不是说明日才送吗？怎么今日就送来了？洛公子说主子急需血犀草，就从他们洛家周边的城市的药铺先调一些过来。好，你先过去让他等着，我这就来。是。两人起身，匆忙的穿戴整齐之后，急冲冲的就出了门。
不多时，李云熙就来到了城门，看到骆静安和他2名护卫在城门处等着，后面拉着一马车的雪溪草。李云熙上去躬身行礼：“骆公子，不是说明日送货吗？怎么今日就送来了？”昨日听闻林姑娘急需雪溪草，我就先调了2000两过来，剩下的3000两可以明日送来。李云熙上前看了看他送来的雪溪草，这确实是上等的好药材，株株根茎和叶子饱满，他确实是有诚意做这笔生意的。有劳骆公子了，那我先把这2000两的银钱给你吧。说完，李云熙从袖袋里掏出了2000两银票，给了骆静安，还吩咐了天二和天三把这些雪溪草都放好。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林姑娘，你在这里啊？让老夫好找啊！快和老夫去救一个人。”林云熙看了看来人，这不就是和他们一起进城的骆老吗？他正要说话，旁边的骆静安惊奇地说道：“爹，你怎么在这儿啊？我终于找到你了，你没感染天花吧？”“有你这样当儿子的吗？一见面就咒着你爹感染天花，别挡路，我找林姑娘有事。”林云熙终于是搞明白了，这骆老原来是骆静安的父亲呢，还当真是有点意思了。骆老说救人，是救谁？爹，你是不是找到母亲了？是，你母亲感染了天花。什么？母亲在哪儿？带我去见她。林姑娘，老夫听闻你能治疗天花，如果你能治好我夫人，老夫送你一个大礼。不用送大礼，我这就和骆老去救人。说完，一行人打马来到了街角处的一个小院子里。骆老带着林云熙和骆静安进了主屋。来了。母亲，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娘没事，安儿无需担心。夫人，我为你找来了能治疗天花的大夫林姑娘，让她给你看看吧。骆夫人，我叫林云熙，我给你看看吧。林姑娘，你年纪轻轻就会医术，还能治疗天花？骆夫人，是的，我的天花特效药已经研制出来，并且已经经过了人体实验，证明是有效的。骆夫人请放心，要不我现在给夫人把把脉。林姑娘，本夫人能信你吗？骆夫人，我是医者，作为医者，我从不欺骗我的病人。我来都来了，你要不要试试？医好了，骆夫人从此不再受天花的侵扰；医不好，骆夫人现在都这样了，也没什么损失，对吧？好吧，有劳林姑娘了。骆静安给林云熙让道，让他坐在了床边的凳子上，开始为骆夫人诊脉。骆夫人的病处于中度症状了，如果再不治疗，就会转为重症，到时候治疗起来会更加麻烦。骆夫人的天花症状，目前我诊断为中度症状，还好骆老现在叫我来了，没有转为重症，治疗的手段还算比较简单。我先给骆夫人打一针天花疫苗吧。好，姑娘，你就按你的方案救治吧，老夫不干扰你的治疗过程。得到了骆老的同意，林云熙就放开手了。他从药箱里拿出现代才有的一次性的针筒，往针筒里注入了上次还剩下的天花疫苗。骆夫人，我需要在你的手臂上打一针天花疫苗。林云熙为他打完了天花疫苗之后，把针筒放入了药箱里的医用垃圾袋。林姑娘，你刚才那针筒我从医多年都没见过，是如何做的？如此精细。这是我自己做的，制作工艺很复杂，日后我们再讨论吧。现在先为骆夫人看天花病如何？好。林云熙此时又从药箱里拿出棉签和消毒祛疤的药膏，他在骆夫人的手上找到了一个脓泡之后，转向骆老。骆老，这样能减少骆夫人身上脓泡造成的疤痕。我猜想骆夫人全身都有脓泡，不知骆夫人需要我一颗一颗处理，还是由骆老来？林姑娘，你教老夫一遍，老夫来就可以。好，骆老看仔细了。林云熙拿起骆夫人的一只手，在手臂上找到了一颗脓泡，示范了一遍，告诉骆老该如何涂这消毒祛疤的药膏。骆老自己就是医者，他一学就会。骆老学完了涂药膏之后，林云熙又从药箱里拿出他常用的笔和纸，坐在桌旁写下了一个提高免疫力和清毒的药方，把它交给了骆老。骆老，这是能缓解骆夫人不适的药方，吃上3日，骆夫人的天花病症就基本上能缓解了。多谢林姑娘的救命之恩，日后林姑娘有何难处，尽管找我们骆家，骆家定会报答姑娘。我是大夫，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真不需要报答的。而且骆家骆公子为金卫城的百姓提供了雪溪草，已经算是报答了。哎，那怎么行？我们骆家怎样都会报答姑娘的。林姑娘，刚刚老夫在城门说的给你的大礼，
林姑娘想不想听听是什么大礼？洛老，大礼真不需要了，你还是先为洛夫人涂祛疤膏吧。林姑娘想不想知道，那日你在灵山被刺杀，那些杀手的幕后主使现在何处？听到这消息，他当然想了。慕容浩的暗卫找了很多日都没有找到金银阁阁主的下落，这洛老竟然有。洛老知道那人的下落？当然知道，他那等恶人，老夫也是昨夜不经意间发现的。老夫发现这金卫城的天花和他有关，知道姑娘要找他，老夫可以和姑娘前去，把他给就地正法了。金银阁阁主已经暗杀他和慕容浩多次，这次还毁掉一座城的健康，看他这次如何收拾他。洛老，他们人多吗？昨夜老夫跟踪他们到了一处山洞，发现他们人手在20人左右。昨夜老夫就想动手了，但是想到林姑娘和他有仇，就留了他一命，让林姑娘来处置他。不知道他们身手如何，我要不要准备一些人过去？你身旁那2名护卫可不是什么善茬，再加上老夫和你过去，你还怕？林云熙此时想到那一日洛老打鱼的情景，他的功夫真的是不用怀疑。他笑了笑，好，那就有劳洛老了。洛老，我们什么时候去？老夫为夫人上好药后，随时可以去。要不林姑娘先回去用个午膳吧，用过午膳我们集合。好，我需要准备一些东西，那我先告辞了。洛老，我们未时一刻在城门见，可好？好，老夫会准时过去。到了城门，林云熙飞快地用完了午膳之后，就进入了实验小屋，吩咐天2和天3在外面守着，不准任何人进来。他进入了科技库，很久没有整理特工仓库里的武器了，他要看看库里还有些什么武器。他只能准备冷兵器，热兵器他可不敢拿出来用。林云熙准备好了所有要带的冷兵器，换上了上次慕容浩给他穿过的夜行衣之后，就出了实验小屋。天2和天3见状惊讶无比。主子，你要去哪儿？为何今日穿夜行衣？你可知现在王爷在什么地方？王爷今日一日都在衙门处的军营处理公务，还有李知府商讨天花的事情，现在应该还在城中检查各种天花的相关事宜吧。主子要找王爷吗？属下这就传消息。林云熙不想让慕容浩知道他和洛老出城冒险去了。慕容浩的内伤才刚刚好，林云熙不想他动武，他今日要亲手撕了那金银阁的阁主，报之前的暗杀之仇。你们俩一会儿和我去一个地方，不能让王爷知道，一会儿要动武。王爷的内伤刚刚好，我不想让他去。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主子，属下不怕死，但是怕主子出事儿，我们不好和王爷交代呀。洛老会和我们一起去，他功夫了得，应该不会有事的。你们一会儿带着你们趁手的兵器和我去，对方才20多人，很好解决的。但是，我平日待你们俩如何？主子对我们就像兄弟一样，待我们极好。那就行了。知道你们为我好，我也想为王爷好。他的内伤刚刚好，不能再伤了。我不想他有事。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好，那我们走吧。回来我会和王爷解释的，我会保你们。主子都说到这份上了，天2和天3没有再犹豫，点头答应。好，我们誓死守护主子。行，带上你们的武器，我们未时一刻在城门集合。俩人下去准备了。林云熙在实验小屋做最后的准备。未时一刻，3人来到城门，洛老也到了。几人正准备出城，洛静安在后面喊着：“爹，等等我，我和你们一起去。”不是叫你照顾你娘吗？你跟来干什么？是娘叫我过来的，我找人照顾娘了，娘叫我来照顾好爹。洛老都无语了，他来照顾自己啊？他自己的儿子自己知道，总是离他远远的，何时那么关心他了？洛老看了看洛静安，又看了看林云熙，莫非这小子看上林姑娘了？这姑娘不错，能当他的儿媳妇自然是好的。他刚刚还气愤的脸笑了笑。行，你就一起去吧，保护好林姑娘。洛静安听他这老父亲支持他，开心的笑了。爹放心，我会保护好您和林姑娘的。林云熙不知道他们父子间的哑谜，几人往城门走去。到了城门，天2拿出自己的腰牌，守卫看到腰牌一眼就认出来，这腰牌只有瑞王的人才有，于是便放行了。看着天已经暗了下来，林云熙早上还答应了慕容浩要回去和他用晚膳呢。几人拖着昏睡中的蓝景一下了山，打马回城。这边慕容浩已经叫下人备好了晚膳，在院子里等着林云熙了。他等了很久，饭菜都凉了，
可是林云熙还是没有回来。慕容浩叫来了天一。天一，今日他去了哪里？可有他的消息？王爷，今日没有收到天二和天三的消息。没有消息，你现在去查。是。天一瞬间消失，慕容浩一直在房里踱步等着，他还是没有回来。慕容浩等了一会儿，没有等到林云熙，等来了天一。王爷，城门守卫说天二用自己的腰牌带着主子和其他2名男子出城了。出城？带着2名男子？是，不过目前没有查到2名男子的身份。守卫说是一位年长和一位年轻公子。你继续查。是。天一领命下去。这丫头又不听话，她不知道现在在封城吗？竟然敢带着暗卫私自出城，还带着2名男子，她这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这边李云熙一行人打马来到了城门，天二的腰牌还是很好使的，侍卫看到之后立马就放行了。李云熙看着马背上昏睡的蓝景一，这可是一个危险人物。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事情发生，他打算亲自和天二天三把人送去看押。一行人一直打马来到了衙门，找到了李知府。李知府看着被五花大绑的人，又看了看林云熙，不解地说道：林姑娘，这人是犯了何事？李大人，他是金银阁阁主蓝景一，他暗杀瑞王，还在金卫城的水源处投放天花病毒，造成了此次金卫城的天花事件。他罪大恶极，我把他交给衙门。他现在正在昏迷，他醒之后你可以审审他就知道了，我们几人都可以作证。还有李大人，此人武功奇高，内力了得，你要把他关好了，别让他跑了。李知府闻言大吃一惊，他一直以为此次金卫城的天花是天灾，没想到这竟是人祸。这蓝景一害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啊，他定是要亲自审审他才行。啊，林姑娘放心，这样的恶人下官今晚要亲自审他，绝不能让他跑了。啊，还多谢林姑娘把这恶人给下官捕来，姑娘辛苦了。不辛苦，能把他捉拿归案，也算是对金卫城百姓的交代了。两人寒暄了一会儿后，一行人就离开了衙门。出了衙门门口，林云熙看了看骆家父子。骆老，骆公子，今日感谢你们陪我去抓这个祸害，还有骆公子今日又救了我一次，改日定会上门道谢。天色已晚，我就先告辞了，明日我再过去看看骆夫人的情况。不需要姑娘道谢，我们都是为了百姓，为了金卫城的安宁，我们还要谢姑娘今日相助呢。我们就不要谢来谢去了，我今日也乏了，就先告辞了。林姑娘慢走。林姑娘慢走。骆静安一直看着他打马离开的背影，骆老双手抱胸，笑看着他这儿子。人家林姑娘都走远了，还看？那么想看，就把这姑娘追到手。老夫看这林姑娘适合做我们骆家的少主夫人。林姑娘确实很好，就是不知人家愿不愿意做你的儿媳妇儿。你不争取，人家就自动送上门来。喜欢就赶紧了，这样的姑娘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好，孩儿知道。我们先回去看母亲吧。这边李云熙的院子内，慕容浩还在等着消息。天一来报，王爷，刚刚林姑娘一行人进城了，绑了一个人到了衙门，交给了李大人，现在正在往我们这边赶，不到1炷香就能到。本王知道了，你先把这些饭菜拿下去热一下，本王叫船膳再传上来。是。天一领命把饭菜拿了下去。此时李云熙急匆匆地回到了住处，他把马给了天儿之后，就急匆匆地跑进了内院。他看了看内院没有点灯，又看了看隔壁慕容浩的院子，灯火通明。他想，慕容浩应该是在他的院子等他吧。李云熙身上的夜行衣肩膀处被划破了，上面还有不少的血迹。他要先沐浴好了之后再去见慕容浩。他径直走进了自己的卧房，推开门，拿起打火机点燃了门边的烛灯。转过身的时候，突然就看到慕容浩坐在他屋内的桌边。王爷，你怎么在这儿？还不点灯？他看到慕容浩此时正目光凌厉地看着他，林云熙心下一沉，完了，今晚这男人肯定生气了。林云熙，你穿这身夜行衣干嘛去了？王爷，今日我出城抓恶人去了。慕容浩一直盯着他，发现他手臂上的黑衣被划破了，还带着血迹。他瞳孔紧缩，过来，到本王身旁来。李云熙听话，缓缓地走到他的身旁，他一把把他拉进了自己的怀里，坐在了他的一侧大腿上。他看着林云熙受伤的手臂，本想发火的怒气消失殆尽，转为心疼，但是他还是想要教训林云熙一下，不然他下次还会犯。这伤怎么回事？王爷，这是小伤，就是飞镖划了一下而已，
没事的。慕容浩继续看他手臂上的伤，发现他伤口上的血迹是黑色的，眉头越皱越紧。你伤口有毒，你可知？是的，我已经吃了解毒丸了，没事了。什么毒？17日散，王爷不用担心，我刚刚已经吃了1粒解药了。7日散，慕容浩知道这是金银阁独有的毒药，他不淡定了。7日散，你去招惹金银阁的人了？今日丫头把他们的阁主抓了。王爷，丫头是不是很厉害？慕容浩看他似是在邀功，想骂也不是，想气也不是。林云熙到底知不知道这金银阁的人到底有多危险？再不治一治这丫头的话，今后他还会闯祸的。天二天三进来。外面守着的天二和天三就知道，今天晚上肯定是躲不过要受罚了。王爷，属下在。天二，你来说，今日你们主子带你们去哪里了？做了什么？他为何受伤？本王要详细的细节。是。天二不敢隐瞒，一五一十的把今日事情的所有细节都说了。慕容浩一边听一边拧眉，这女人的胆子真是越来越肥了，真是让他好头疼。天二说完，慕容浩叫来了天一，狠狠地说道：天一、天二、天三私自带主子出城，没有保护好主子，让主子陷入险境，带下去把他们2人的武功全废了。王爷，这惩罚太重了吧？都是我让他们去的，不关他们的事啊。天一，还不带下去？看着天一上前，林云熙真的是要疯了。他直接上前，紧紧地抱住他，带着求饶、撒娇和哭泣声道：王爷，你放过他们吗？丫头下次不敢了，真的是我强迫他们去的，他们一直都在保护丫头，他们一直很尽责。你这样废了他们的武功，他们后半生怎么活啊？丫头知错了，真的没有下次了，求求你了，王爷。慕容浩知道他护短，但是还真没想到他为了护短，在3位暗卫还在的情况下就抱住他了。他被林云熙这举动惊得不轻，但还是继续演。他们害你受伤就是不称职，这是他们的宿命。王爷，丫头这是初犯，初次犯错就饶了丫头吧，他们是无辜的，王爷不会对丫头如此冷酷无情的，对不对？林云熙一撒娇，慕容浩就受不了了。本来也就只是想要吓吓他而已。天二和天三是除了天一以外最好的暗卫，他怎么舍得废了他们的武功呢？慕容浩的嘴角扯出一抹笑来。天一、天二和天三都看到了，他们知道王爷是想惩罚他们的主子，让他们陪着演一出好戏罢了。你真的知错了，不会去做如此危险的事情了。王爷放心，下次再不去做危险的事情了。这次还不是怕王爷内伤没好吗？不然带王爷去玩玩。还玩玩呢？这女人差点就没命了，真是让人头痛的女人。行吧，看在你担心本王身体的份上，本王今日就先饶了他们，他们的武功就先留着，但是他们私自带你出城就是不对，罚2人1个月的月银。王爷真好，你真是世界上最好的王爷。慕容浩此时脸色瞬间就红了，这死丫头就是故意的，3个暗卫全部都还在这儿呢。你们3人先下去吧。3人看着2位主子互相算计对方，笑了笑，迅速就退了下去。3人刚退下，慕容浩就把林云熙打横抱起来，把他送到了御房。将人放下后，为他褪去了身上的夜行衣。当他看到林云熙的伤口时，他心口微颤，他是真的心疼他，又是划伤又是中毒，这女人也太调皮太难管了。林云熙啊，林云熙，你能不能听听话啊？你这样本王会担心死啊。王爷，丫头不希望你一直生活在危险中，听到有蓝景逸的消息我就去了，而且是和骆家父子一起去的。骆老武功很高，有他在，丫头一定会没事的。王爷的内伤和天花刚好，我不想王爷身体再出问题，所以才会私自出城。你看，丫头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丫头，日后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了，可好？本王能够自己保护好自己，更能保护好丫头。你要相信本王这一点，好吗？王爷，丫头记下了。慕容浩继续为他褪去中衣，林云熙这才缓过神来。王爷，你要帮我沐浴？你手臂上的伤不能碰水，今日本王帮你。王爷，那你闭上眼睛，我进入浴桶，你再睁开，好吗？好，本王就为你沐浴。哎呀，丫头脑子里都想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王爷现在闭上眼睛。慕容浩听话，闭上了双眼。他轻轻地褪去自己的里衣，缓缓地进入了浴桶。王爷可以睁开眼睛了。知道林云熙已经进入了浴桶，慕容浩睁开了双眼，
他在浴桶旁拿了帕子弄湿之后，轻轻地为他洗脸，为他擦身。泡在浴桶里的林云熙感受水温的包裹，感受他温柔的擦拭。他今天晚上很温柔，柔得让他身心愉悦。看着他为自己做的一切，觉得今日他为他铲除蓝景一和所受的伤，真是值了。丫头，出来吧，水凉了。王爷闭上眼睛，我自己来。慕容浩听话，又闭上了眼睛。好了，王爷，我们出去吧。慕容浩睁开眼，一把又把他打横抱起来，放到了床榻上。丫头，你肩膀上的伤还有一些血迹渗出，药在哪儿？本王给你上药。这些给王爷。慕容浩先给他消毒，再慢慢的帮他上药粉。林云熙直直的看着今晚温柔的慕容浩，他在他面前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王爷，而是疼他宠他的夫君。收拾完了药，他走到衣橱旁，给林云熙拿来了衣衫。丫头，我们还没有用晚膳呢，你先穿衣衫吧。需要本王为你更衣吗？不用，我自己来。这丫头都被本王看光多少次了，还那么害羞，真不像平时大大咧咧的她。他走出门，然后关上了门。天一，穿扇。是。不多时，林云熙穿好了衣服，晚膳也送到了，两人一起用膳。林云熙就把今日他冒险的事情开开心心的讲给了他听。看着林云熙满足而骄傲的神情，他知道丫头开心了，这样很好。不过下一次可不能再让丫头再冒险了。才用完了晚膳，林云熙就打了个哈欠。今日他真的是很累。慕容浩看他的样子，把他从凳子上抱起来，送到了床榻上。丫头先睡吧，今日定是累坏了。王爷不一起吗？一起，本王陪你。说完，躺在他身侧，抱着他。没过多久，闭上眼睛，沉沉的睡了过去。看林云熙睡熟，他为他盖好了被子，悄悄起身就走出了卧房。慕容浩来到院子里，一声令下叫来了天二和天三，俩人跪地，只听慕容浩冷冷地说道：“你们今日可知错？”王爷，属下知错，请王爷责罚。这次你们主子为你们求情，本王就先放过你们。日后如若再把他带入险境，你们的武功就真不用留了。多谢王爷不罚，我们不会再有下次。慕容浩看了看跪着的二人，他低声叮嘱：“本王要出去一趟，你们守好你们主子。”是。天一，随本王去趟衙门地牢。说完，他带着天一飞身出了院子。此时，李知府正在亲自审问吊在柱子上的蓝景一。今晚他鞭刑和烙刑都没有审出任何的信息来。看到慕容浩和天一进来，李知府恭敬的行礼：“见过瑞王，瑞王怎么来地牢这阴晦的地方？”李大人审出什么消息了吗？回瑞王，这恶人实在是嘴硬，下官审了他半个时辰，都没有审出任何消息。你下去吧，本王亲自来审。是。说完，李知府带着他的手下走出了关押蓝景一的牢房。吊在柱上的蓝景一看到慕容浩进来，恶狠狠的冷笑：“你就是上次带兵端了本座金银阁总部的慕容浩？”慕容浩坐在椅子上，眼神犀利的看着他：“正是本王。你命真够大的，本座整个金银阁的杀手都没能杀死你。现在，整个金银阁都毁了。你三番四次暗杀本王，今晚我们就做个了断。你想怎样？本王不想怎样，只要你把你所做的那些恶事，一五一十的写下来，本王今晚能饶你不死。如若不写，本王也会保你不死，但是会用各种手段让你尝尝什么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刚刚李大人都没能审出任何消息，你以为你来了，本座就会说？好，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天一，先从最不痛苦的开始。是。天一说完，手中拿出一把匕首，放在炭火上烧红之后，在蓝景一的大腿上找了找，避开了他的血管位置，找到神经连接的地方，直接就片出了一块肉来。这一刀比刚刚的烙刑不知是痛了多少倍，他全身冒出细细密密的汗珠来。慕容浩，你有本事就杀了本座，一个高高在上的瑞王，想不到也会用这些下作的手段。你暗杀本王，投天花病毒给金卫城百姓的时候，你就该想到会有这一日。写下罪状，就不需要受这些皮肉之苦。本座就是死也不写。本座没有家人，大不了一死。我看你慕容浩怎么办。哦，你是没有家人，
不过，本王听说有人想重金为上京城醉花楼里的李玉烟花魁赎身，不知此人，你蓝景逸认不认识？慕容浩，你敢动他，本座饶不了你！只要你写出你的罪状，本王可以不动的。本王可没兴趣动一个弱女子。若不写嘛，管她是不是弱女子，她的下场可不会太好。天意，他话太多了，你继续用刑。还有明日，差人800里加急，把那花魁送到精卫城里来。听到他要把李玉烟送到精卫城来，蓝景逸就急了。慕容浩，你放过他，本座写，我交代所有的事情，拿纸和笔来。慕容浩唇角微勾，这疯子通敌叛国，残杀百姓，3番4次的暗杀他和丫头，还差点害死荣副将。今日总算是把他给除了。天一给蓝景逸送来了笔和纸，把他从柱子上放下来。蓝景逸带着镣铐，完完整整的写下了他所犯下的所有罪行，并盖上了手印。拿到他的罪状书，慕容浩起身。天一，把这疯子的手筋全部挑断，废了他全部武功，脚筋就先留着，押送他回上京城给父皇处置。说完，慕容浩就走了出去。地牢里传来一声又一声的悲惨的嘶喊声。他慕容浩向来都是善恶分明，对待这样疯魔的恶人，他从不仁慈。他轻功一点，几个飞身就飞到了林云熙的院子里。慕容浩轻轻地推开了他的房门，再悄悄地把门关上。看到床上熟睡的女人，刚刚还满脸冰冷的神情，此时已经慢慢地缓和了下来。随后他去了浴房，洗净了满身地牢里沾染的戾气之后，悄悄地上了床榻，抱着柔软的人儿缓缓地入眠了。第2日，由于昨晚睡得早，林云熙最先醒来，看着自己躺在慕容浩的怀里，他满眼溢满了幸福。他一直盯着慕容浩好看的脸看，发现他下巴上长出了一些胡子。他意念出了剃须刀和纸巾，拿着剃须刀给沉睡中的他剃须。剃须刀刚刚划过慕容浩的脸，他就醒了过来。丫头，你大清早的不睡觉，起来为本王剃须啊？我睡不着了，刚刚看到王爷胡须长了，没管住手，就上手了。慕容浩被他可爱的举动给雷到了，只要和他在一起，他总是能够做出各种各样让他暖心的举动来，每次都是让他措手不及，让他每天都有不同的感受。这丫头还真是上天送给他最好的礼物，让他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什么是幸福。慕容浩坐起身，本王这样做起来会不会好剃一点？王爷真乖，这样好弄多了。李云熙靠近他的脸，一直认认真真地为他剃须，最后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样的王爷才帅。丫头，你脑子里怎么那么多方法撩拨本王？本王日日被你撩拨，你知道后果吗？王爷，我刚刚只是为你剃须，并没有撩拨你。话都没说完，他的唇就被他堵住。闻到男人爱的荷尔蒙，他沉醉其中。男人的吻令他无可抗拒，像是掉入了爱的海洋里。两人相拥长吻，直到林云熙的唇被他吻得酥麻，他这才推开了慕容浩。王爷都不知道怜香惜玉吗？那么用力，丫头的唇都被你吻肿了，今日还要出门办事呢。你撩拨本王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本王会受不了。懒得和你说，叫天三去拿兵来，不然今日出门会羞死人的。丫头昨日那么累，今日就在院子里歇息吧，你的伤还要上药。林云熙坐起身，理了理自己身上的衣衫。丫头今日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要去衙门问问李大人有没有审出蓝景逸，还要去看看慕容琦和洛夫人的天花病症怎么样了。还有，昨日已经收到不少血洗草了，今日开始要配天花特效药了，事情多着呢。慕容浩听他的安排，这丫头关心的事情还真多。丫头不用去找李大人了，昨夜本王亲自去审了蓝景逸，他全招了，写下了认罪书，金银阁也没有任何余党了，这事儿算是了结了。王爷昨晚出去了，我睡得那么死，看来以后夜里我要警醒一些才好，不然王爷乱跑出去办坏事可不行。他听话的重点不应该是蓝景逸的事情终于过去了吗？他更重视我昨晚出去了。好吧，男人和女人的思维确实有很大区别，我要慢慢适应才行。蓝景逸的话题过了，慕容浩突然想到他要去看慕容琦的事。丫头要去看慕容琦了，你不是给他打了特效药吗？就不要去了。王爷，我和慕容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是我的病人，
去看看他也是应该的，也不知道他那护卫把他照顾得怎么样了，我就过去看看就好。王爷你放心，我对他真的没有任何想法，就是医者和病患的关系。慕容浩一直相信他是医者，也知道他医者父母心。那你去吧，但不能让他再碰你。他知道那晚慕容奇抱了我。林云熙吃惊，他想想也是，那日他为了避嫌开着门为慕容奇诊治，慕容浩的安慰那么多，看见也很正常。好，我离他远远的，就问他病情，这样可以吗？行，不能待太久，本王不喜欢他看你的眼神。好，我答应王爷。林云熙突然就想到今日他要做天花疫苗，没有瓶子灌装，他只能求助慕容浩。王爷，能不能帮丫头一个忙？丫头说，只要本王能办到的一定帮。王爷，我今日要配制天花特效药，但是这药呢，需要单独灌装到单独的药瓶才安全。现在城里应该没有那么多小瓷瓶，王爷能不能让周边的市或县赶制一批这么小的小药瓶？制作这个瓷瓶需要像这样，要有密封的盖子。慕容浩看了看手中这小瓶子，是十分简单的工艺，他点了点头。丫头需要多少个？我初步算了一下，金卫城预计会有4至5万名百姓感染天花，这个瓶子我尽量节省，一瓶放置5人的剂量，这样算下来需要1万多个，会不会太多了？丫头放心，再多瓶子，周边的城市都会配合。本王今日就下令去赶制1万个。那费用问题呢？需要去找李大人吗？林云熙不知道他们古代疫情时这费用是怎么算的，十分好奇。父皇这次给了本王抗疫的备用银钱，本王这边付就可以了。丫头就不需要费神了，丫头只管做药，救治百姓就可以。只要能救金卫城的百姓，父皇定会重重赏你。皇上会赏我什么？慕容浩又看到他这财迷的模样，这丫头都存了近10万两黄金了，只要他不乱花，这辈子都用不完。可是他还是那么爱黄金，真是让他百思不得其解。这么大的功劳，丫头想要什么尽管提便是了，父皇能答应的都会答应的。真的吗？那我要努力，尽快把金卫城的百姓治好了，争取早日拿到皇上的赏赐。丫头想要父皇什么赏赐呢？暂时保密，日后王爷会知道的。又是暂时保密，这丫头鬼点子还真多。由她吧，只要她高兴就好。两人看了看外面的天，太阳已经升起来，今日的事情确实很多，赶紧起身洗漱去了。林云熙看了看铜镜中的自己，发现唇还红肿着，他大声喊：慕容浩，我不管，你马上给我找冰块过来，不然今日一日都不理你。慕容浩看到他还红肿的唇，没忍住就笑出了声儿。你还笑，都怪你！我不管，我要冰块，你赶快去找。慕容浩被他推出了御房。天三，去找一些冰块过来。是。天三无奈呀，现在都已经入秋了，天气凉爽，这大清早的，王爷需要冰块做什么呀？而且金卫城现在这情况，很多店家都没有做冰生意了，这差事儿简直是比让他杀人还难呢。慕容浩和林云熙洗漱完毕之后，一边用早膳，一边等着天三送冰过来。林云熙不和他说话，旁边的慕容浩知道他现在还生着气呢，也不招惹这丫头，老老实实的用了早膳。没过多久，天三敲门：进来吧。天三灰溜溜的进来，手中没有拿任何东西。冰块呢？回王爷，属下无能，找遍了整个金卫城都没有找到卖冰的店家，望王爷责罚。慕容浩站起身，走到天三跟前，正要说话，林云熙就走了上来，拉了拉慕容浩的衣袖：王爷，无妨，没冰就算了。天三，你快下去吧，我和王爷还要用早膳呢。天三也不敢下去，就这么一直跪着。只听慕容浩冷冷地说道：你主子叫你退下，你没听到？是。天三赶忙退下，关上了门。看天三退下，林云熙收起了温和的表情，继续对慕容浩生气。他正要坐下呢，慕容浩就一把把他拥入怀中。丫头，不要生气了，是本王不好，刚刚太想丫头了，没忍住。下次本王轻点好吗？人家都道歉了，林云熙当然也会给他一个台阶下。好，王爷下次吻丫头的时候，要又轻又柔的那种，丫头喜欢温柔的吻。丫头，你不是有口罩吗？今日你都要和天花病毒打交道，就一直戴着口罩吧，要好好守护自己，记得不要摘下口罩。好，听我家王爷的，我们赶紧出门吧。慕容浩听到我家王爷，心里暖暖的，他嘴角露出好看的笑容来。两人各自出门，忙自己的事情去了。长风早，
你家世子怎么样了？我现在方便进去看看他的病情吗？林姑娘早，世子好些了，就在房里，你进去看看吧。好。李云熙应下就往屋里走，他到门口先敲了敲门。慕容琪听到敲门声，还以为是长风，温声道：“长风进来吧，我早就醒了。”李云熙推门就看到慕容琪躺在床上。是我过来看看你病情如何了。啊，云熙，你怎么过来了？又叫我云熙啊，算了，反正我就是来看病的，多说无益。作为你的大夫，本来昨日就该过来看你，可是昨日我有事出去忙了，就没来。你现在感觉如何了？还有没有发热？如果发热的话，今日你可以吃点散热的汤药了，我给你开药方。林云熙终究是以医者的身份来看他的，是他自作多情了。多谢云熙的关心，我已经不发热了，身上的脓疱用你的祛疤药膏后几乎没留下疤痕，你的药都是极好的。那就好，世子就多多歇歇，我还有事就先忙去了。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话，可以让长风找我。云熙，多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会报答你的。世子不用报答，我们都是医者，治病救人就是我们的天职，对吧？你好好歇息吧，再歇息几日，世子就可以出门走走了。好，那你慢走。李云熙头也不回地出了卧房，径直就向着门外走去。慕容琪一直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心在隐隐作痛。李云熙带着天二和天三骑马来到洛夫人所在的住处，上前敲了敲门。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开门的竟然是洛静安。洛静安看到是林云熙，也是有些吃惊，没想到他会出现在他面前。怎么，洛公子不打算让我进门？没有，没想到林姑娘今日会过来，我今日还要给林姑娘送货呢。难道林姑娘是来取货的？取货？她也是医者，不知道自己的病人需要继续关注吗？我今日来呢，是看看你母亲病情的情况的。我现在进去方便吗？啊，当然方便。林姑娘请进，母亲也刚醒没多久。来到洛夫人的卧房，李云熙看到洛夫人，恭敬地行了个礼。洛夫人早安，我过来看看你的病情，今日感觉如何了？昨晚父子俩一回来，就把和林云熙去抓捕蓝景一的事情说得精彩绝伦。特别是他这儿子，从来不会评价哪位女子，昨天晚上连连称赞林姑娘武功了得，临危不惧。林姑娘聪慧过人，会配七日散的解药。凡是说到这林姑娘，他儿子的双眼总是会发光。这是他养了20多年的儿子，他知道他这儿子是动情了。洛夫人打量着眼前的林云熙，确实这张脸长得绝美，身段极好，心地善良，懂医懂药，做洛家的儿媳妇儿真的是很合适。现在和他儿子站在一起，两人一个英俊潇洒，一个温婉动人，还真是绝配呢。林云熙此时有些不解，他和洛夫人打招呼，为何他久久都没有回应，还用这么奇怪的眼神打量着他。洛静安看到母亲有些失礼了，忙轻咳了2声。娘，林姑娘问你今日感觉如何？啊，我没想到林姑娘今日会过来为我看病，有些欣喜。欣喜？不就是看病吗？为何欣喜？林云熙现在的交际圈越来越广，发现自己的脑回路跟古代人的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他也不好多问什么，直接看病吧，他今日还忙得很呢。洛夫人，要不我现在就给你把脉吧，看看昨日开的药合不合适，如果不合适的话，需要换个方子。好，有劳林姑娘了。林云熙认真的把完脉之后，又测量了一下他的体温，体温还在38.5度，看来还需要退烧。昨日的配方需要添加2味退热药。他看了看洛静安，昨日的方子还在吗？我加2味药进去。洛静安递给他昨日他写的药方，很快他写好了药方，交给了洛静安，吩咐了一些注意事项之后，正要走，洛夫人就叫住了他。林姑娘，你那么用心为我看病，我这有块玉佩，就当做谢礼了。洛夫人，洛老和洛公子昨日也帮了我，我为你看病也算是朋友之间的互相帮助，这玉佩我不能收。哎，他们帮你是他们的，我这算是谢礼了，一切收下，算是我的枕巾了。林云熙正要拒绝，洛夫人又说道：林姑娘不收的话，就是看不起我这老妇人了。那好吧，那就多谢洛夫人了，我就先告辞了。转身就看到洛静安站在他身后，他记起了昨日洛静安救他也中了7日散的毒，温声道：对了，洛公子，你要记得吃7日散的解毒丸哦。林姑娘放心，我昨晚和金嫂都吃了，多谢林姑娘的关心。那就好，我先告辞了。洛静安送他出门，若有所思。
送走了林云熙，骆静安回到房间，坐到自己母亲床榻边。母亲，你送林姑娘玉佩是何意？安儿，娘知道你看上林姑娘了，对不对呀？儿子每次看到她都会心跳加速，这种感觉从来没有过。儿子承认，自己心悦她。终于有女子能入我安儿的眼了，为娘高兴。你是我的儿子，我早就看出来你心悦于他。今日我送他那块玉佩，是我们骆家的家传玉佩，上面刻着的是琼花图案，琼花代表着完美的爱情。娘祝福你和林姑娘能百年好合，白头偕老，也代表娘接受她这个儿媳妇儿，娘支持你把她娶进门来。母亲，你这样会不会太过心急了？我和林姑娘才见了几次面，你就送人家这样寓意的玉佩，会不会吓到人家？唉，难怪你20有3了都没有娶上媳妇，这么好的姑娘当然要先下手为强了。才见过几面怎么了？当年你爹和娘才见了1次面就私定终生了，你们都见了这么多次面了，怕什么呀？更何况娘知道她是个好姑娘，娘是怕她被别人给拐跑了，所以要先下手为强。娘是在帮你，知道吗？唉，真是个傻儿子，对待其他事情都那么有主意，怎么对待男女之事就这么犹犹豫豫的呢？最好别吓到他就好。且看他的态度吧。刚刚娘给他送玉佩时他没有看，回去他看了定会做出选择的。若是他收了玉佩，就是他默认了你的感情；若是不收的话，那安儿后面可要努力了呀！好，儿听母亲的，她确实是个好姑娘。这边林云熙可没有时间看什么家传的玉佩，出了院子就急忙打马到了城楼的实验小屋。今日他要开始配药了，会非常的忙碌。他叫天儿到牛棚拉出几头中了牛痘的小牛，然后又吩咐天三准备好昨日骆静安送来的血犀草。林云熙开始在实验小屋里忙碌起来。现在还没有小罐子，林云熙只能先从科技库里拿出密封大罐子灌装，后期有小罐子后再分装。林云熙时而从牛的身上取出牛痘，时而熬制血犀草做药引，每次装好1大罐之后，就把这罐子放入科技库的药品冰库里先保存着。这样一忙就忙到了晌午。天二给他送来了午膳，他还在用这午膳，天三就来报了。主子，骆公子带着剩下的3000两血犀草过来了，在楼下城门等着。好，我这就来。林云熙赶紧扒了几口饭，擦了擦嘴，就跑下了城楼。骆静安见他急匆匆地跑下来，真是怕他摔着了，远远地提醒：“林姑娘，你慢点儿，我等你。”林云熙抬头就看到他和他的2位护卫，后面是一车血犀草。到了跟前儿，林云熙有些不好意思的：“不好意思啊，我刚刚在用午膳。骆公子用过午膳了吗？”“我刚刚是用过午膳才来的，打扰林姑娘用午膳了。”“无妨，我今日比较忙，我们就先交货吧。”“林姑娘忙什么事啊？需不需要我来帮忙？”林云熙听他这么一说，想了想，这骆静安可是医药世家的公子，他的天花疫苗配方可不能让他给学了去了，于是就委婉的拒绝了。“多谢骆公子，我一个人可以的。日后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我一定开口。”“好。”骆静安有些失落，林云熙没有注意到他的神情，叫来天儿清点了数量，数量正确，他拿出银票交给了骆静安。“多谢骆公子了，我先忙去了。”“林姑娘慢走。”骆静安还有话没有说完呢，他就飞快地跑上了城楼。骆静安只能带着宇宙和宇阳走了。林云熙继续忙他手上的配药工作，一忙又是一个下午。今日的工作效率很高，他算了算，今日已经配好了将近25000人的量了。明日再配1日，后日找人灌装，应该就没有问题了。他伸了个懒腰，看了看外面，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天三，王爷今日忙完了吗？可有他的消息？”“回主子，刚刚收到王爷那边的消息，王爷刚刚回府衙院子，说等你用完膳，叫属下带你回去。”林云熙赶忙收拾好了实验小屋，哼着小曲儿，急匆匆地打马回府衙院子。到了院子，看到自己的屋子亮着灯，欢快地就冲向了自己的屋子。慕容浩此时已经备好了晚膳，坐在桌前看着3国争霸，等着林云熙。听到他欢快的脚步声，就知道这丫头今日事情办得很顺利。
他放下了手上的书，站起身就准备迎接他。林云熙跑进门，就看到慕容浩张开双臂等着他。他奔向他，一瞬间，慕容浩的怀里就多了一团柔软的人儿。本王想你了。我喜欢用行动想我的王爷。这丫头的话真是能把他给撩死。双唇紧扣，今儿晚上慕容浩给他的吻很分手。他记得丫头喜欢温柔的吻，吻了很久，慕容浩这才不舍得松开了他。丫头饿了吧？先用晚膳，不然饭菜要凉了。林云熙这才看了看桌子上的饭菜，全是他喜欢吃的鱼、鸡，还有各种菜式。王爷，今晚全是我爱吃的菜。丫头那么辛苦为金卫城的百姓配药，当然要吃好的。那就多谢王爷了。那我们开吃吧。两人一边用膳，一边开心地聊着今天各自忙碌的事情。用完晚膳之后，两人轮休沐浴。林云熙每次沐浴后都会检查袖带，他掏了掏，发现了今日洛夫人给他的白玉玉佩，反正是送给他的，那么他想怎么处理都行。林云熙从浴房出来，看到慕容浩在床上看书等他，他上了床。王爷，你说这块玉佩如果拿去当，值多少钱？慕容浩接过玉佩，仔细地看了看，他越看越奇怪，这女人哪里来如此上等的白玉玉佩？他再仔细地看了看上面的图案，是琼花，代表爱情之花。刚刚还好奇的神情立马就阴沉了下来，他认真地回答：这块玉佩至少能值1万两白银。1万两白银？王爷，你是不是看错了？这么值钱？林云熙，你哪里来的玉佩？又唤我全名，这玉佩那么贵，他不是应该高兴吗？王爷，这玉佩是今日我给洛夫人看病后，她说给我的枕巾。我想着我又不喜欢戴这些东西，就想着去拿到当铺当掉，没想到它那么值钱啊，这人大发了。洛夫人，洛静安的母亲，洛家的医药圣手。她是医药圣手。洛家家主和洛夫人夫妇俩是我们东胜国的医药圣手，他们不仅在药材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在医学上也有很高的威望，在上京城很多人称他们二人为医药圣手。哇，又是高人，我林云熙算是长见识了。你不要转移话题，我现在在问你玉佩的事情。玉佩不是解释给他听了吗？还那么凶干嘛？凶什么凶啊？玉佩是我的枕巾，这有什么奇怪的？林云熙，你难道不知道这玉佩的寓意吗？不就是一块玉佩吗？有什么寓意？我还真不知道。王爷，你解释来听听。看着林云熙这撒娇的样子，慕容浩真的是又爱又气。这女人真是让他无奈，都不知道是什么寓意就敢乱说，还真是服了她了。他发现林云熙这次来金卫城，到处桃花缠身，他越来越没安全感了。这玉佩用料绝对是东胜国数一数二的上等白玉好料，上面刻着的图案是琼花，琼花代表着完美的爱情。送玉佩的人希望收玉佩的人爱情美满，修成正果。代表爱情？会不会是洛夫人希望我能找到如意郎君的意思啊？他送你这玉佩，意思是希望你和他儿子能百年好合。王爷，不是吧？这我和洛公子就见过几次面，这……你和洛静安到底是怎么回事？慕容浩，你这是在吃醋吗？是我和洛静安的错？是，我就是吃醋了。你这丫头，自从来了金卫城，之前是慕容琪，现在又来一个洛静安，我现在就很后悔，后悔答应你让你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你只要抛头露面，就会有很多男子倾心于你，我不喜欢他们看你的眼神。你知道那日你救治慕容琪的时候，我在屋顶上看到他拉着你的手，还抱你入怀，我有多难受吗？我当时就想冲进去把他打一顿。你太招桃花了，我现在后悔了，你就应该躲在我身后，大门不出，好好养着你就行了。慕容浩的这一段话都没有用本王，只用我，他是多么骄傲的一个人呐！现在吃醋吃得如此的卑微，林云熙开始心痛这男人，他不喜欢慕容浩这样。慕容浩还想继续，他不想再听到他如此卑微的醋意。他上前温柔地捧住他的脸，用唇堵住了他的唇。林云熙的吻很深很软很疯狂，他似乎要把他的灵魂给浸透了。慕容浩沉醉，他发现自己爱他爱入了骨髓，此生不想别的男人肖想他。林云熙停下，满眼深情而又坚定地看着他。慕容浩，你听着，我林云熙只爱你，这一生只爱你一人，今生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我喜欢自信威严的慕容浩，不喜欢把我爱到尘埃里的慕容浩，你听到了吗？知道了，本王知道了，丫头只爱本王。说完，林云熙就把他扑倒，继续疯狂地吻着他夜夜消响的唇。两人缠绵过后，林云熙温柔地靠在他的肩膀。王爷，
请相信丫头对你的爱，可以吗？只有你的信任，我们日后的误会才会少，也只有你的信任，我才会开心。丫头，本王知错，日后都会信任丫头。王爷，我也才20岁，我还有很多梦想，我不想只生活在你的背后，做你的花瓶王妃。如果那样，你的丫头就不是她自己了。王爷一直支持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很感激王爷。但是我希望王爷能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不要把我只放在你的后院。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这朵花就会凋零，你就会再也不喜欢我这朵花了。王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慕容浩当然知道他的意思，她是一个生活的无拘无束的女人，她满脑子的奇思妙想，她美丽聪慧，她就是一朵五彩斑斓肆意生长的花朵。这正是他慕容浩把她爱到骨髓里的原因。他当然知道林云熙不甘留在他的后院，如果那样林云熙会凋零，他自己都不会原谅自己。丫头，本王会继续支持你做你喜欢的事情，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日后本王无条件的相信你，可好？得到回答，林云熙放下心来。如果慕容浩只把他放在他的后院，他会很伤心，他害怕那样的日子。第二日一大早，林云熙就拿着琼花玉佩来到了洛夫人的住处。他敲了敲门，来开门的还是洛静安。看到林云熙过来，洛静安是又喜又忧，喜的是又能够见到他了，而忧的是他此行的目的。洛公子，洛夫人醒了吗？我母亲刚醒不久，还在用早膳呢。不知我现在进去方便吗？看他今日很有距离感的口气，洛静安就知道他此行的目的了。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啊，林姑娘这边请，母亲很想见你呢。”林云熙点了点头，就跟着他走到了洛夫人的房里。洛夫人用着早膳，看到林云熙过来，微微一笑：“林姑娘来了，你用过早膳了吗？”“多谢洛夫人关爱，我用过了。今日找洛夫人有些事。”洛夫人看他如此认真的神情，大致知道了他的来意，但还是很礼貌的招呼：“林姑娘有何事，但说无妨。”“洛夫人，不好意思啊，昨日您送我玉佩的时候，我没有仔细看，后来回去看了一下。这玉佩的玉质上乘，绝非凡物。这玉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说完，他就把玉佩放在了桌子上，推到洛夫人的面前。“既然林姑娘不喜欢，那我就先收好了。我现在没带多少银钱在身上，我听闻林姑娘也是上京城的人，不如这样吧，到了上京城，我再把枕巾给林姑娘送过去，如何呀？”“洛夫人，枕巾就不用了。上次洛公子救了我的命，酬金我还忘了呢。我们都救了彼此一命。要不就抵消了吧，算是交个朋友，你们看如何？”“行，那就算我们洛家与林姑娘结交了。日后林姑娘在上京城有什么事情需要洛家帮忙的，我们洛家绝不会推辞。”“好，我林云熙亦是如此。有需要我林云熙帮忙的地方，你们尽管提，我会尽我所能的帮助你们的。”“好，那就这么定了。”林云熙看自己和洛夫人能达成共识，松了口气，也不忘记关心洛夫人的天花。“洛夫人今日身体好些了吗？”“昨日你开的方子很有效，昨夜我就没有发热了。你没瞧见我都大好了吗？”“那就好，洛夫人，再继续服药2日就可以停了，日后再也不怕天花病了。”“多谢林姑娘的救命之恩呐！”林云熙已经被这救命之恩给搞怕了，他要赶紧溜才行。“既然夫人好了，我还有事情要忙，就先行告退了。”“林姑娘再会。”说完，林云熙就走了。刚走到外院，洛静安就跑了出来。“云溪，云溪，我有话对你说。”他这样唤自己，林云熙知道他想说什么，认真的说道：“洛公子，既然我们是朋友，有些话该不该说，你要先想好。若是你今日说了，我们怕是日后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刚到嘴边的话被他这么一说，洛静安沉默了。他不想他和自己连朋友都做不成，至少有朋友的身份在，他还能够见到林云熙。他不想让他消失在自己的世界里。见他没有再说话，林云熙头也不回的就走了，留下满心伤痛的洛静安站在原地。洛夫人走了出来，看到自己儿子如此悲伤的神情，她轻声安慰：“安儿不要气馁，是为娘的着急了。你努力，这女人的心慢慢悟的话，总有一日会被悟热的。”洛静安看着林云熙离开的背影，眼神久久不舍离开。这边林云熙也没多想，他带着天2和天3回到了城楼的实验小屋。他今日的工作量很大，还有将近25000人的药剂要配。
还有上次写的接种疫苗方案还没有完成，他想今日一起完成这2个工作。他吩咐天儿今日不让人打扰他工作，天儿领命，一直在实验小屋旁候着。林云熙一直在忙碌着，直到晌午，他肚子咕咕叫了，这才想起来要用午膳了。抬头看了看窗外，林云熙就发现慕容浩坐在外面等着他。他开心地跑出了小屋。王爷来了怎么不找我，在外面等着？天儿说你今日不能让人打扰，本王等着便是了。我说的不让人打扰，说的是其他人，王爷可以打扰的。慕容浩今日心情好，他已经收到了天儿给他的消息。他早上拒绝了骆静安，他刚刚亲自吩咐了李知府，备了很多他喜欢吃的鱼。他的丫头那么听话，他更要好好的宠着。两人在城楼上一起用膳，慕容浩神秘兮兮地说道：丫头，本王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想不想听？林云熙看到他得意的样子，就知道他的傲娇王爷又回来了。他喜欢的慕容浩就应该是自信的、骄傲的，甚至是霸道的。他喜欢自己仰慕的男人，而不是仰慕他的男人。王爷快说，丫头想听。你昨日让本王做的小罐子，1个时辰后会到1万个。林云熙睁大了双眼，惊愕地看着他。太不可思议了，才1天的时间，他是怎么做到的？这效率在现代也不一定能达到。王爷，你是如何做到的？才1日就做出来1万个？本王说了，是不是有什么奖励？当然有啦，王爷快说，别卖关子。本王原本要找附近5市5县的商贾，每个县市任务5000个，谁做的又好又快，除了小瓷瓶的利润之外，本王还直接奖励黄金。那些商贾们都挤破头想要做这生意，最后一共有20家商贾竞标成功，每家分给的份额是2500个，这样人多力量大，做出来就快。听他这么一说，林云熙知道慕容浩如果不做王爷的话，做个商贾应该也是经商的一把好手。王爷，你不经商有点可惜了，你这效率真是杠杠的。杠杠的？就是特别厉害的意思。你们家乡的话都好有意思。两人一起用膳，林云熙突然就想到小罐子需要消毒，他一个人弄不了那么多的罐子。王爷，能不能再帮丫头一个忙？丫头直接说就是了，不要和本王那么客气。好，这些小罐子需要用沸水全部消毒过才能使用的，我一个人没有那么多时间消毒这些罐子，王爷能不能找人消毒这些罐子？这种事情丫头日后都不需要做，本王可是带了1万名士兵过来，叫他们做就好了。两人有商有量，美好的午餐时光就过去了。这几日林云熙都在配药灌药，他还偷偷找时间进入了科技库，找李博士调取了大量的一次性针筒。李博士也不知是怎么联系上特工组织的人的，针筒一下子就给他调配到位了。明日就是给病人打天花疫苗的日子了。今儿晚上，慕容浩安排他带来的20名御医和林云熙碰面，他教会了御医们如何使用针筒取药，还教会了他们如何在病人的肩膀上打疫苗。明日给5万名患者打疫苗，这可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啊！没办法，林云熙知道现在精卫城的情况，其他大夫不是中了天花病毒，就是还要应付城里其他疾病的治疗。明日只好加快速度给病人打了，这样的量应该需要打很多天。他正想着，慕容琦就进入了营帐。慕容琦一直站在帐篷的最后面，看着御医们学习如何打针。此时，天二来到林云熙身旁，小声地说道：“主子，世子让你过去一下。”林云熙走到慕容琦的身旁，恭敬地行礼：“世子怎么过来了？”云熙，我明日能过来帮忙吗？我也懂医术的。林云熙还是不太习惯听他唤他云熙，这也太亲切了些。不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尴尬，就由他去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大家都是为百姓，你就过来吧，和御医们学学吧。今日他听到消息就想过来了，他也是内心挣扎了很久才鼓起勇气过来的。听他答应，慕容琦心中的石头落下，他还以为自己和他表明心意之后，林云熙就会一直拒绝自己，所以他格外的惶恐。慕容琦急忙坐到御医身旁的座位上。慕容琦刚坐下，骆静安就带着他的2位护卫进入了营帐。林姑娘，我得到消息说，明日会给精卫城的百姓打天花疫苗。我和禹州、禹阳都是医者，能加入百姓多做好事的队伍里来吗？看着他落落大方，没有受到之前事情的影响，林云熙是高兴的，毕竟多一个人帮忙总归是好的。当然可以，你们3人一起上去学习吧。
林云熙给医者们说了一些注意事项。慕容琪和骆静安坐在下面，看着林云熙认真仔细地吩咐着明智的各种事项，两人各怀心思，眼神里满满都是他。好，今夜就先吩咐这些，所有医者就先回去好好歇息吧。明日我们一起为金卫城百姓打天花疫苗。林云熙做完了最后的总结，给大家礼貌的行礼之后，便走出了帐篷。他要回去好好的休息一下。林云熙回到自己的院子，看到房里的灯还亮着，就知道慕容浩在等他。林云熙闻着了饭香，跑进了房里。慕容浩示意他坐上自己的腿，林云熙眉眼弯弯，听话的坐了上去，双手挽着他的后脖梗。王爷等我很久了吗？不是很久，饭菜刚刚上齐。林云熙想到刚刚慕容琪和骆静安的事情，他诚实的和他报备。王爷，刚刚慕容琪和骆静安都在营帐里学习打疫苗，我想着人手本来就不够，就让他们参加了。本王刚刚在营帐外看到了，他们是医者，应该来帮忙，大不了本王按日给他们工钱就是。王爷不会吃醋吧？本王又不是醋罐子，哪里会天天吃醋啊？本王相信丫头。他的相信给了林云熙很大的动力，两人一起开心的用完了晚膳，纷纷沐浴去了。随后一起俩人躺在床上，林云熙问他：王爷，我们给金卫城的百姓治疗天花后，是不是就可以回上京城了？丫头想回去了？这次出来有些久了，我在上京城的铺子、庄子还有青山寨，不知道如何了。本王收到消息，你的产业一直经营得很好，特别是那东夏商会，挣了不少银子。真的吗？王爷有消息也不告诉我。这几日你都在配药吗？本王倒是把这事忘了。王爷，其实我还有很多很多的生意可以做，日后我要成为小富婆。为何那么想成为小富婆啊？因为成为小富婆后，就能和王爷真正的在一起了。林云熙说完，就在他怀里睡着了。慕容浩一直想着他的话，为何要成为小富婆才算是真正的和他在一起？他想问一下林云熙，但是他不忍心，他这几日都很累，就让他好好的歇息吧。昨夜睡得早，第二日很早，林云熙就精神抖擞的醒来了。他发现慕容浩已经不在床上，他穿戴整齐之后，便叫来了天三。天三，王爷很早就走了吗？回主子，是的，刚刚王爷卯时就走了，他去准备今天打疫苗的安排了，让我伺候好主子的早膳。林云熙开心的笑了笑，认真的用了早膳后，带上他的药箱就出门了。他来到衙门前广场，就看到广场前侧整整齐齐地摆好了20多套桌椅，所有的药品都已经摆放整齐。没过多久，御医们就全部都到位了，当然包括了慕容琪还有骆静安他们。慢慢的，李知府的手下先带着重症病人来到了前广场，不一会儿的功夫，前广场上就排满了20多条整整齐齐的病人队伍。林云熙为首的医者们给患者先是测温，凡是有发热的病人就会送上退热方子，然后再打针，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在进行着。到金卫城将近2月，通过大家的努力，百姓的天花全部都治疗完毕了。儿臣拜见父皇。民女林云熙拜见皇上。微臣拜见皇上。慕容渊看见自己的儿子平安归来，脸上露出了笑容。不过此刻外人太多了，他也就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温声道：都平身吧，辛苦大家了。你们成功抗击了金卫城的天花，救下了金卫城，甚至是东胜国的百姓，你们有功了。今日就先回府歇息，明日宫中会为你们封赏。多谢皇上。多谢皇上。仪式过后，众人归位。皇帝身旁的李公公来到慕容浩的身旁，小声道：八殿下，皇上让你今日进宫，他有话和你说。多谢公公，本王这就去。慕容浩随着慕容渊来到了御书房。浩儿，让朕看看，这次抗击天花有没有事？朕收到消息，浩儿也中了天花。父皇，儿臣没事，前段时日确实中了天花，但现在已经全好，已无大碍。你的天花也是那林大夫治好的？回父皇，是林大夫救了所有中天花的人，包括儿臣。啊，听闻他才20岁，竟有如此医术，是个人才。父皇，这林大夫确实医术了得，这次金卫城全城得救，全是他的功劳。他这样的人才，4国必会相争。儿臣在此恳请父皇封赏他一个身份，让这样的人才在东胜国得以重用。浩儿说的有理，朕今日会考虑如何封赏他的问题。多谢父皇。皇帝看了看慕容浩，想到了什么，继续开口：你这次也算立了大功，没有你在金卫城的驻守，这次抗击天花也不会如此迅速结束。还有恢复金卫城百姓营生的事情，朕都听说了。
浩儿果然长大了，能独当一面了。说说看，想要什么封赏？朕要重重赏你。慕容浩思考着，他可不能错过这次的封赏。他试探地看了眼皇帝。父皇，儿臣也没做什么事情，父皇要封赏儿臣，儿臣不敢当。不过儿臣倒是有一件事想得到父皇的赏赐。哦，什么事情？直接说就是了。儿臣这次的赏赐，能不能等半年之后再提？为何要等半年后，而不是现在？父皇就答应儿臣吧。这个赏赐很简单，不会为难父皇的，只是父皇点点头的事情。看他不肯说，皇帝也就不逼他。他倒是要看看自己这儿子要玩什么花样。好，父皇答应你。不过，如果父皇答应不了，到时候这封赏就不作数。你可想好了？多谢父皇成全。不过，你这么大的功劳回来，现在没封赏，百姓会说朕这个父皇不通情达理，还是要赏些东西于你才行。这样吧，你也不小了，听闻你府里连个通房丫鬟都没有。前些日子呢，各地送上一批绝色美人给朕，朕也享用不了那么多，就赠予你6名绝色佳人吧，你自己看着办。做妾、通房丫鬟都可以。父皇，儿臣不需要什么绝色佳人，如果父皇要赏，就赏儿臣土地、良田或者宅院都可以。儿臣真的不需要什么美人。皇帝看了看他，这儿子是所有皇子中最不近女色的，如今都20有6了，还没有碰过女人，真是男人中的极品。朕送你的6位美人，都是经过宫里教习嬷嬷教导过的，伺候人的手段一流。你都那么大了，也该学习学习这房中之术了。日后要娶自己的王妃进府，没有经验可不行。父皇，就赏儿臣良田就好，真的不需要什么美人。你都20有6了，都没碰过女人，难道你有龙阳之好？父皇，儿臣没有龙阳之好，儿臣只是喜欢清静，儿臣能自己解决儿臣那方面的问题。1年内，儿臣会娶自己的王妃进府。皇帝笑了笑，这儿子真是不逼不行，刚说送美人，他就说要娶王妃了，这招还真是管用。既然浩儿喜欢土地、良田和宅院，那朕就赏你吧，赏你京城边上万亩良田1处，京城西街宅院5间，东街商铺10间，外加6名美人。如果你1年内不娶王妃，这些东西全部收回，可知朕的意思？慕容浩不敢再拒绝了，再拒绝就是不识好歹。他点头叩谢，多谢父皇赏赐。好，你母妃日日想念你，你去和她用个午膳吧。是，儿臣告退。慕容浩走出御书房，往荣贵妃的长春宫走去。荣贵妃老早就在自己的宫门等着了，看到慕容浩风尘仆仆的回来，她满眼泪花的迎了上去。浩儿，我的浩儿平安归来了。儿臣见过母妃。哎呀，快起来，不需要行礼，让我看看我的浩儿。荣贵妃拉着他打量了一番，凝眉疑惑：浩儿啊，你这是去治理天花呢，还是去享福了？怎么看你更壮实了，脸色更好了，眉眼喜色。你父皇不是说你中了天花吗？中了天花，气色怎能如此之好啊？慕容浩笑了笑，他在精卫城每事都有林云熙贴身伺候，脸色能不好吗？不过他可不敢乱说什么，只是微笑道：母妃，儿臣中了天花之后饭量大涨，就壮实了。饭量涨了，身体壮实正常，不过眉眼间的喜色是怎么回事啊？莫非浩儿有心仪的女子了？果然是亲妈，这都能看得出来。他真的是好想告诉自己的母妃，他找到了自己心中所爱，但是丫头说还要等半年，他只好叹气。母妃，没有，儿臣还没有心仪的女子。没有也无妨，你走之前不是答应过母妃，抗击天花后就娶妻吗？正好母妃给你挑，如何？母妃，儿臣再等半年，半年后就真的娶妻，这回是真的。哎呀，儿臣肚子饿，父皇叫儿臣过来陪母妃用午膳呢。午膳备好了吗？听他这话，荣贵妃就知道他又要拒绝了。他也不急，他有的是办法解决自己儿子的婚姻大事。好，不就半年吗？母妃等得起。走，我们去膳房用膳。母子俩进入了膳房，就看到一个熟悉的亭亭玉立的女子在等着他们。臣女叶诗雨见过荣贵妃、瑞王。荣贵妃今日知道慕容浩要进宫，故意请叶诗雨过来的。那日的相看宴，她越看这叶诗雨就越喜欢。叶诗雨是丞相嫡女，其母亲又是她的手帕交，这样亲上加亲的姻缘，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不必多礼，你起身吧。今日浩儿刚刚回京，你就陪本宫和浩儿用午膳吧。是，多
多谢荣贵妃。两人心照不宣地坐下来。慕容浩此时蹙了蹙眉：母妃，儿臣还有些事情，就先不和母妃用膳了，先行告退。浩儿，你坐下，今日就和母妃用午膳，哪儿也不能去。听到自己的母妃生气，慕容浩只能坐下。很快菜就上齐了，慕容浩一直低头吃饭，看都不看身旁的叶诗雨一眼。这时荣贵妃给叶诗雨使了个眼色，她会意，给慕容浩夹了一筷子菜。母妃，儿臣吃饱了，你慢慢用，儿臣还有要事，先行告退。叶诗雨见状，泪花都在眼眶里打转了，却是没敢吱声。荣贵妃看到这一幕，那气就不打一处来。慕容浩正要走，李公公就到了膳厅，恭敬道：老奴见过荣贵妃，见过瑞王。看是皇帝身旁的人，荣贵妃微笑道：李公公这会儿来有何事啊？回贵妃，刚刚皇上赏了瑞王良田和宅子，先让老奴将那些良田和宅子的地契和房契送过来给瑞王，还有6个绝色美人儿。说完，李公公使了个眼色，6位绝色美人就出现在了几人面前。多谢父皇赏赐，有劳李公公了。这6个美人今日就送入本王的王府吧。瑞王客气了。看到自己的儿子竟然收了6个美人儿，荣贵妃高兴啊！她这儿子开始在男女之事上开窍了，这是好事儿。叶诗雨看到这一幕，眼中的泪花没忍住，还是流了下来。慕容浩高高兴兴地拿着地契和房契，身后跟着6位美人出了长春宫。天一，你叫人把这6个女子先送回王府，放在后院做洒扫的活儿。天一看了看慕容浩身后的6个美人儿，个个风姿绰约，面若桃花。他怕自己听错了，确认了一遍：王爷，把他们放后院做洒扫的活？难道你想要本王送你？啊，王爷说笑了，属下不敢，属下这就去办。过几日找出他们的错处，送回宫里给教习嬷嬷就好。天一终于明白了，王爷这是不想收这些美人儿和皇上兜圈子呢。他领命下去了。这边林云熙回到自己的府邸，这2日和大军回京，一直都坐在马车上，半夜总是半睡半醒，根本就没睡好。今日他要好好沐浴，然后好好的睡个大觉才行。不多时，林云熙从浴房出来，用干帕子擦拭自己湿漉漉的发丝。反正头发没干，他有2个月没有回来了，他的产业这段时间都要去查看一下。林云熙拿出纸笔，简单的写了这几日的行程安排之后，他就发现真的是好累呀。等头发拌干了之后，他躺在床榻上几秒钟就睡着了。丫头，今日进宫，父皇赏我好东西了。这是京城外1万亩良田，和之前的庄子挨着，还有宅子和商铺的房契。过2日，本王到衙门过户在你名下，送给丫头，喜欢吗？王爷，你就是去了趟金卫城，你父皇就赏你那么多东西？当时去金卫城相当于是送死啊，本王的命才换回这些东西，真不多。好吧，这有钱人的世界，林云熙是真不懂。不过慕容浩刚刚收到这些东西，就想到要过户给自己，这一点他真的是被这男人感动到了。不过他还是拒绝了。王爷，这些呢你先不要过户，万一你父皇查这些资产，发现这些资产在我名下，会出大事的。你要过户给我，就等成婚后吧。好，那就成婚之后当嫁妆送给你。多谢王爷。你怎么不叫我夫君了，改王爷了？王爷，这里是上京城，如果叫夫君叫习惯了，万一在人前不小心叫了，会有失体统的。日后成婚了，我再唤你夫君，如何？好吧，听丫头的，就唤本王王爷吧。正怀念在金卫城的日子，无拘无束的，现在回来了，什么都受限制。丫头，你为何非要半年后才和本王成亲呢？本王今日差点就跟父皇和母妃提了。王爷，再等丫头半年，我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做到。如果做不到，半年后王爷想什么时候娶丫头都行，可好？好，本王答应你，等你半年就会等你。不过丫头要快，今日父皇已经开始逼本王了。林云熙疑惑，今日第一次见皇帝，感觉是个亲和的皇帝，他会逼慕容浩吗？王爷，你父皇如何逼你了？今日父皇送了6个美人给本王，让本王收入府中，做妾或者通房丫鬟都可以。慕容浩，这赏赐不错。丫头，听本王说完。给你一次解释的机会，为何你父皇赏赐给你，你就要？林云熙给机会解释，他自然是不会放过。他赶紧把今日父皇如何逼他收了6个美人儿，还有他有龙阳之好的事情都给说了，最后还说了他对那6个美人的处理。你父皇竟然以为你有龙阳之好，他
他什么眼神啊？他不知道自己儿子一晚上你要几次吗？本王可没和父皇睡过，他怎么知道我一晚上要几次？世界只有丫头你知道。王爷，你还真是不眠不休的，也能想这些事啊。皇上你就会这样。慕容浩的声音已经颤抖，两人在壁中交织，这一纠缠就是半个时辰。缠绵过后，累趴的两个人就睡去了，一睡就睡了1个时辰。醒来的时候，慕容浩看着怀里的人儿笑了笑。这丫头真是个狐狸精，每次自己见到她，总是能够被她勾住魂魄，不能自拔。慕容浩轻轻的起身，穿好衣衫，走到了房门外。天一，让人把东西抬进内院来。是。内院，暗卫们搬来了大大小小的箱子，整整的摆满了一整个院子。林云熙听到动静，缓缓的醒了过来，看到慕容浩躺在自己身旁，他好奇的道：“王爷，外面什么声音那么吵？我的院子向来很清静的。”看林云熙醒了过来，慕容浩扶他坐起来之后，为他穿上了一层薄薄的衣衫，还为他简单的梳了发髻。丫头，我们去院子里看看本王送你的东西。看慕容浩这神秘兮兮的模样，林云熙都好奇死了。和他手牵着手打开了主屋门，映入眼帘的是满院子都摆满的箱子。啊，这些都是什么？丫头，这次去精卫城抗击天花，你很辛苦。这些是本王送给你的礼物。本王送你黄金10万两，锦衣华服10套，金银珠宝5箱，手镯珠钗5箱，东珠2箱，夜明珠2箱。丫头，喜欢吗？王爷，你这是何意？就只是因为我抗击天花有功，还是还有其他的？你不是说你们家乡的男子让自己妻子开心都是送这些吗？本王就是想送你这些东西，让你开心，没其他想法。哇，这男人太优秀了吧，简直满分。林云熙看了看下面的首饰，他平时真不带这些东西。王爷，那些手镯珠钗能不能都换成黄金啊？我平时都不带这些东西的。丫头，你手上的黄金还不够多，这辈子你都用不完了。珠钗不能再换了，明日你要进宫面圣，这些是肯定要带上的。王爷不说我倒是忘记了，还要进宫面圣。不过我就是去领个奖，就一个小角色，带你之前送的东珠发簪就可以了，不用那么多。戴太多了脖子酸，而且像个跳梁小丑一样，多滑稽啊！跳梁小丑，人家宫里的娘娘听到你这话，不知道要把你千刀万剐几遍了。你就听本王的没错，这丫头真是什么话都敢乱说，真怕了她。好吧，我戴，不过我不会梳发啊。对哦，还有千霞，明日叫千霞为我梳发就行了。她出身小门小户，没见过什么世面，她不行。说着，慕容浩就向空气喊了一声：“你们俩出来吧。”只见2名穿着黑色劲装的女子，一个飞身就跪到了他们面前，躬声说道：“如愿见过王爷，主子。”王爷，这如意如愿是？他们是在本王的暗卫营里以天字号严苛的条件训练出来的女暗卫。之前本王的暗卫全是男子，5个月前，本王认识你之后，就让天一经过严苛的挑选，选中了他们。他俩日后就是你的暗卫了。他们除了武功了得之外，还会各种女子都会的技能，比如做饭、女工、上妆、束发、宫里的规矩等等。日后你有何吩咐，直接叫他们就可以。5个月前，他就开始为他训练女暗卫了吗？慕容浩对自己是真的很不错，今日是被他感动的一日，又是送礼物，又是送暗卫的。你们俩起身吧，先下去忙吧，我还有话和王爷说。是。如意如愿听令后，一瞬间就消失在了空气中。哇，他们的武功还真不差，和天2、天3有的一拼啊！王爷，那天2和天3是不是就不跟着我了？怎么了？舍不得他们俩？不是，他们毕竟跟了我5个月，我都有点习惯了。本王给你的人都是你的，本王不会收回。你现在身份特殊，日后的安全更是要有所保障。天2、天3会继续跟着你。暗卫们擅长的技能不一样，像上妆束发，天2、天3就不能做，对吧？有女暗卫总归会方便些。暗卫们也需要休息，而且人多了也可以轮流当值。慕容浩都为自己打算好了，真是让人省心。林云熙自己身手就不错，这么多暗卫跟着，真是有些浪费了。不过这是慕容浩的一片心意，他一定会收下。王爷，你刚刚说我现在身份特殊，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嘛，先保密，明日进宫你就知道了。又保密？我发现我们2个人秘密还真不少。是不少。你赶紧把院子里的礼物收好，暗卫们现在离得很远。一瞬间，林云熙一个眨眼，
所有的东西瞬间消失。2日天还没亮，俩人就起床了。今日他们俩都要进宫面授，林云熙需要梳妆打扮一番。今日皇帝要在早朝时封赏这次去精卫城抗击天花的功臣们。林云熙为慕容浩更好了蟒袍之后，闻声道：“王爷，我要更衣梳妆了，你先出去嘛。”为何要出去？本王就在屋里等着。自从慕容浩从精卫城回来之后，在屋里就像是一只小奶狗，黏他黏到不行。他都有些怀疑，这还是不是他认识的慕容浩了啊？王爷在屋里，那如意如愿如何为我更衣啊？你穿好中衣就行，面生穿的外袍他们来就好。看慕容浩就是不走，他也没办法，向外面换了声：“如意如愿，你们先来为我更衣梳妆吧。”两人推开门，看到王爷还在，先是惊讶，后恭敬道：“奴婢见过王爷，主子。”不必多礼，你们赶紧为我更衣梳妆吧，时候不早了。慕容浩一直坐在他身旁，看两位暗卫为他更衣，为他上妆，为他束发，为他插发簪。一顿操作后，眼前的林云熙一袭紫色锦衣华服，上妆后眉目流盼，神态优雅。这一装扮，他尽显高雅尊贵。你们先出去吧。是。两人退下，林云熙头上比平日里多了好几只发簪。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哪都有些别扭。王爷，能不能不要戴那些簪子啊？好重啊，好别扭。慕容浩一把把林云熙拥入怀中，柔声道：“就这样好看，不能摘下来。丫头，你好美。”好吧，听王爷的，我们出发吧。今日林云熙带着如意和如愿，他们装扮成了丫鬟的模样。昨日下午，林云熙就让他们教会自己如何行大礼，如何下跪等等宫规。今日他要记好了，可不能出差错。不多时，大殿内的事情已经一完，一个公公的声音响起：“宣义女林云熙与众太医进殿。”民女林云熙拜见皇上，各皇子。平身。众人平身。此刻大殿上的慕容浩偷偷看了林云熙一眼，有高兴，有紧张，生怕林云熙会出错。不过日后林云熙要面对很多这样的场合，他相信林云熙能够处理好这些事情。二皇子慕容晨此刻也站在大殿上，看着这下面美若仙子的林云熙。这段时日他有让手下去找过林云熙，一直不知他的去向。想不到林云熙去了精卫城，还救下了一座城的百姓。林云熙不管是为自己所用，还是做他的姬妾，他都要得到林云熙。钟爱卿，这次去精卫城抗击天花有功，朕赏钟爱卿5000两黄金，外加300亩良田，品级各升1级。臣谢主隆恩。林一女，你是这次抗击天花的功臣，你想要何赏赐？啊？皇帝不是直接想赏什么就赏什么吗？问我？我又不知道皇帝的金库里都有什么，至少给个选择题吧。这皇帝真够老奸巨猾的，怎么答都不对啊。回皇上，救治百姓是医者的天职，民女只想救治百姓，没有特别想要的赏赐。你是这次的大功臣，怎么能不赏？这样吧，朕封你为县主，封号康平，寓意你平息了精卫城的天花，为一方百姓带来了健康。啊？什么鬼啊？县主不赏黄金？这县主日后的婚姻好像是要皇上做主的呀。皇上，民女真要当县主。林云熙此话一出，殿内的大臣们哗然。县主，这是多少女子梦寐以求的封号啊！这林大夫竟然想要拒绝。殿前的慕容浩也疑惑，这丫头是不是不知道县主是什么意思？他开始有些紧张。林一女不想当县主？回皇上，民女想当，只是民女还有个疑问，不知能不能问皇上？哦，说来听听。回皇上，民女想知道做了县主，日后的婚约是不是都是皇上赐婚？当然，朕所封的县主，日后婚约都是朕赐婚的。完蛋，那这县主还真不好当啊！赐婚，多恐怖的制度，我可不敢碰。皇上，您赏赐民女当县主，民女自然高兴。不过，能不能让民女日后嫁给自己心爱之人，而不是皇上的赐婚？这丫头怎能拒绝父皇的好意，还提要求？她就不怕父皇龙颜大怒吗？殿下的大臣们听到林云熙如此大逆不道的话，为他惋惜。皇上的恩赐他没接，现在还要触怒龙颜，当真是不识好歹。林一女，
你可知多少人排队求朕赐婚？你这是拒绝朕的好意。皇上，民女从小无父无母，这一生都献给了医学事业。民女不知何为爱，所以民女立志，日后要嫁给自己所爱之人，这是民女这辈子的心愿。皇上赐婚自然是好的，但是民女怕皇上所赐的男子不是民女所爱之人，所以民女才会拒绝皇上，望皇上息怒。不过民女可以和皇上做个交易，不知皇上有没有兴趣听听？想不到你医女如此大胆，竟敢和朕谈交易，你且说来看看。他在赌皇上此时并没有生气。皇上，民女愿用自己手上的天花疫苗配方换民女此生婚约自由，不知道这个交易皇上可满意？殿下的大臣们又是一惊，这天花疫苗如果拿在自己手上，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往兜里钻的事情。这丫头竟然愿意拿配方换婚约自由。慕容浩也吃惊，丫头之前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会考虑一二，这难道就是他考虑的结果吗？又或是林云熙为了躲避责罚才想出来的不得而为之的方法呢？满意，相当满意。你此话当真？要知道，这可是笔天大数字的银子在你眼前流失。林云熙内心无语，就知道他想要自己手中的天花疫苗配方，不直接说，这样逼自己，没办法，谁叫他是老大呢？这配方林云熙本来就想好了，他自己一个人根本是保不住的，何不直接就赠与这狐狸皇帝？现在还能换个婚约自由，也算是划算。最重要的是为百姓做了一件好事。回皇上，民女当然愿意。民女知道，人生在世不能贪心，只拿自己想要需要的东西就好，自己拿不到的东西便不是自己的。皇帝大喜，想不到林云熙看得如此透彻，凭他的实力根本就不可能保住手中的配方，这是个聪慧的姑娘。慕容渊满意的点了点头。好，朕今日就和你签订配方转移输契，当然朕也不会欺负你一个弱女子，日后每卖出一支天花疫苗又获得5文钱的收益，朕的这个决定你可接受？5文这么少，不过这有总比没有的好，这可是意外之财。回皇上，民女接受这个决定，甚好。李公公，你指？是。李公公你指着，皇帝又开了口。既然你给了朕天花疫苗配方，那朕许你日后婚约自由。另外，这次抗击天花，你确实立下汗马功劳，朕还是封你为康平县主，外赏京郊良田1万亩，黄金3万两，珠宝玉器5箱，绫罗绸缎白匹。这才是正确打赏的方式嘛。林云熙开心的谢恩，谢主隆恩。最后他和皇帝签订了疫苗配方转移输契之后，便带着自己的赏赐高高兴兴的回了林府。林云熙不知道的是，他今日在大殿与皇帝对决的事儿传遍了整个皇宫，整个上京城，甚至是整个4国皇室。冬雪飘落着，月色多皎洁，恍然间又到了心碎时节。江南雨朦胧绵绵微歇，但愿此生不再有离别。携手走过这青山古道边，春一到，释然感痛一遍。远处传来一曲情无限，红尘逍遥，有四方深深陷。煮一杯新茶，与你共赏这人间。清风去来，柳叶缓缓飘落在指尖。停舟在岸边，看暮色映满天。转眼又是幸福美满的
去来，柳叶缓缓飘落在指尖，好景多留恋，在这月下花前，只盼岁岁年年和你相见。一把纸伞遮回忆多缠绵，小巷深，世界湿了青苔面。你回头笑，灯火要在你眼前，这一刻仿佛时光停在从前。若有风雪也替你挡在门前，若有风月都写进你的从前。把流年慢慢跑进这一站，抬眼是你，低眉也是你在身边。煮一杯新茶，与你共赏这人间。